同学们，前日龙国的边境再一次受到恶魔的侵袭，楚神所带领的破魔小队死伤过半，而楚神本人现在也身受重伤，昏迷不醒。深渊当中的恶魔已然开始蠢蠢欲动，从今往后，只怕我们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般惬意。先辈为我们争取了几百年的和平安定，而我们现在的安危再一次受到挑战。接下来该是将接力棒传到你们手中的时候了。天海市中学偌大的操场之上，校长徐开元神情激动，侃侃而谈。转职仪式正式开始。随着徐开元话音落下，偌大的操场中央散发出彩色的光芒，将诸位学子的热情此刻拉到了顶点。苏峰望着那此刻不断流转的法阵，其上镌刻的铭文熠熠生辉。他面如沉水，但心中也是期待不已。这是他穿越而来的第3个年头，对这个世界了解的已然足够透彻。在1000年之前，蓝星巨变，游戏入侵现实，蓝星面积扩张100倍。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诸多的恶魔、怪物，导致人类原本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打破。随着时间推移，人类对于这种异变也有了应对的方法，而现如今，这种已然形成了特有的体系。人们在高3时候都会进行转职，通关副本，攻略秘境，提升等级，强化实力，与各种魔兽怪物甚至恶魔作战，以此来保卫自己的家园。风少，你想转职为什么呀？背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这是苏峰来到这里仅有的一个死党江前，而这称呼也是由于苏峰在天海中学当中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受到不少崇拜，所以后来便慢慢的流传开了。等等就知道了。江前嘴角一撅，驴脸拉得老长。哎呀，提前说说又不碍事儿，难道你就不想转职成为主战类职业吗？苏峰内心无奈一笑，谁不想成为主战类职业呢？但这种几率小之又小啊，几乎100个人当中才能够10个勉强成为主战类职业，而且各个职业还有等级之分。想要一个强大的主战类职业，何其艰难啊！当下的转职几率早就来到了100%，根据职业的不同，如今将它们统称为3大类：主战类、辅助类、生活类。不用多说，建功立业、驰骋沙场，几乎是每一个龙国人的梦想，但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啊。我要是能够转职成为剑士就好了，到时候能抗能打，说不定因此能够收获一大波迷妹呢。苏峰无语，这小子的梦想还真是朴实无华啊。他虽然心中也想，但潜龙勿用的道理他还是懂的。有些时候过高的期待反而会形成较差的结果。接下来按我念到的名单依次进入转职法阵，这是你们唯一能够逆天改命的机会，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真对待。徐开元的声音铿锵有力，犹如重锤一般落在每个人的心头。是啊，主战类职业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而辅助类职业的地位仅次于之。最后的生活类便是日常的一些工种了。虽然也有个例逆天成神的情况，但大多数人都是泯然众人矣啊。张三，法阵只是轻微的转动了一下，一个瘦削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当中。张三，转职成功，律师。李斯，转职成功，铁匠。随着转职学生的增多，现场却是有一股凝重的氛围慢慢笼罩其中。几十个人当中，竟无一人转职为主战类职业。徐开元神情落寞，看来这一次的全国考核，天海中学又要垫底了。江前，风少，看我的吧。江前跨步而出，脸上洋溢着一股蜜汁自信。法阵闪烁出一股淡金色的光芒，江前嘴角咧开，迈着大步重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江前，转职成功，主战类高级职业，巨剑士。除开生活类，主战类职业跟辅助类职业都有等级划分，从低到高依次是普通、高级、稀有、传说、神级。而天海市当中上千人的毕业生，只有几十个高级职业，可想而知其中的难度。稀有职业更是屈指可数。江前在离开转职法阵的时候，还不忘朝着苏峰比划：“风少，加油啊！”下一个，徐慕烟。清冷的眸子划过，徐慕烟缓缓走出，在进入转职法阵的时候，还不忘扫过苏峰。这妞儿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苏峰有些无语。就算是自己长得丰神俊逸、温润如玉，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啊？哼！徐慕烟红唇微微鼓起，似乎是赌气一般的进入其中。他跟苏峰一直都被并称为天海中学的2大天才，主要是笔试成绩与其他人完全是天壤之别，直接断开一个档次，所以学校对于2人的期盼也是比较殷切的。但徐慕烟心中却一直有股落差，虽然他跟苏峰齐名，但这家伙每次都能稳稳压他一头，这就导致徐慕烟一直怄气，不停地请教苏峰，结果每次还是棋差一招。等着吧，这一次绝对不会输给你的。徐慕烟进入法阵当中，表面立马光辉流转，
而且周围的魔力也涌动得异常狂暴。徐开元此刻激动无比，这不赫然是稀有职业才会出现的异象吗？终于啊！徐沐烟转职成功，稀有职业冰系元素师。众人眼中立马流露出艳羡的目光，这以后妥妥的是高贵的法爷啊！谁不知法师技能强，冰霜秒全场啊！冰系元素师可是极为特殊，不仅能够控场，战斗能力亦是不俗。徐开元身旁的白发老者微微点头，不错，女娃娃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下一个，王浩。苏峰看着这家伙凌冽的目光，不由得紧了紧自己身上的衣物。校花看也就算了，怎么这抠脚大汉也看啊？自己真就男女通吃。苏峰，要不是你，沐烟怎么会跟我疏远？你这家伙简直是该死！等我转职成功，到时候将你狠狠踩在脚下，我要当着你的面将沐烟夺回来。王浩冷笑一声，进入转职法阵当中。随着奇异的光芒闪烁而过，王浩嘴角噙笑地出现在了转职法阵的外围。王浩转职成功，稀有职业狂战士。徐开元此刻的笑容早已如菊花一般灿烂，时来运转啊！他不由得看向名单上扎眼的字眼，随后紧紧地盯着苏峰，想来这小子也能给他一个惊喜。而苏峰现在已经满头问号了，男女通吃也就算了，怎么还老少皆宜呢？我尼玛！下一个，苏峰。第2章炽热脉冲。苏峰缓步而出，终于轮到他了。不得不说，还真是有些紧张呢。毕竟是决定自己将来一生的重要时刻，岂能马虎？徐开元看向自己身旁白发苍苍的聂渊，充满期待地说道：“聂大师，这是我们天海中学的另一位天才，跟刚刚那女娃可是并驾齐驱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聂渊苍老的手掌在胡须之上不断滑落。徐校长，我想你应该明白一点，学习成绩并不会直接影响转职结果。我们设立学府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提前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并且对魔兽、植物、怪物有一定的认识，掌握其基础的弱点，能够自保即可。徐开元讪讪一笑，话虽如此，但他心中还是对苏峰充满期待啊。等到苏峰进入法阵当中，全场几乎全都把视线集中在这里。毕竟谁不想看看天海中学当之无愧的天才的上限到底有几何？峰少，加油啊！以后咱们哥俩一起刷图带妹啊，这才是人生乐趣所在。江前眼睛微眯，内心早已充满期待，甚至妹纸崇拜的目光已然聚焦于他的身上，甚至主动投怀送抱。徐沐烟则是皓齿轻咬，他内心则是复杂无比，又想在转职当中赢过苏峰，又不想这么轻易的失去一个竞争对手。唉，真是纠结啊！我这是怎么了？他转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比自己转职还激动呢？徐沐烟喃喃自语，引来了周围数道不解的目光。才没有关心他呢。徐沐烟嘴唇微嘟，娇嗔一声，赶忙将视线转向别处，依次化解自己的尴尬。法阵轻微抖动过后，苏峰重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徐开元迫不及待地查看，随后高声喝道：“苏峰转职成功，普通职业魔法师。”徐开元自己都愣了，他旁佛擦拭着自己的目光，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可横竖多少遍都是显示苏峰的职业就是魔法师啊。最普通的魔法师吗？徐开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聂渊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才清醒过来。徐校长，有些时候可不能抱有太多期待啊。叮！恭喜宿主转职成为魔法师，技能增幅系统正在绑定。苏峰内心骇然，卧槽，3年啊！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嗨！苏峰干咳2声，就赶忙朝着别处开溜。完全没有将自己转职成为普通魔法师这个噩耗记在心里。先看看系统是怎么回事再说。叮！技能系统绑定成功，宿主当前可以享受100倍增幅。请问宿主是否开启新手礼包？是。苏峰没有丝毫犹豫，自己只能靠着系统逆天改命了。叮！恭喜宿主获得技能火球术。苏峰听到这道声音之后，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我尼玛！新手礼包就是一个火球术。叮！火球术100倍增幅完毕，炽热脉冲。卧槽，这么快的吗？苏峰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的面板。姓名：苏峰，职业：魔法师，等级1，生命100，魔力100，攻击8，灵能12，护甲8，魔抗6，敏捷8，体力5，精神9，幸运0，天赋100倍增幅，魔力涌动，技能炽热脉冲，装备无。苏峰倒是镇定，标准的魔法师模板，唯一突出的便是法强跟精神力，
外加敏捷高于一些常规的战士职业，还真是还算呢。不过这额外的天赋是怎么回事？魔力涌动，被动技能身位穿越者，你释放技能无需吟唱，无需蓄力，你对每种元素都有无与伦比的掌控力。苏风怎么一瞬间觉得自己的魔法师比神级职业还要强呢？不用读条，不用准备，甚至能够光速学习其他任何的技能，那以后这不是直接无敌了吗？别人还在准备的时间，我的技能都已经释放完了，再加上万倍增幅，以后谁能挡我？谁能挡我呀？苏风的身形由于开心而有些癫狂，落入别人的眼神当中，还以为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信息，导致夏秋脑出现障碍了。苏风收敛了几分，然后点开增幅过后的火球术，炽热脉冲技能炽热脉冲，选定一个方向，对其路径当中的所有敌人造成10%万的灵能伤害，瞬发技能，并且在接下来的30S 之内，敌人还会受到烈焰灼伤，每秒造成当前生命值的10%的伤害。这尼玛堪比禁咒啊！万倍增幅，第一个就是10万倍的技能增幅啊！这让别人怎么玩？苏风直接看傻眼了，这不是逼着他开挂吗？怪不得系统3年都没有任何动静，原来在这里等着他呢。不要看他现在的灵能只有12点，但是炽热脉冲第一波的伤害就能够造成1200000的伤害啊！要知道，就算是5转的稀有职业都不一定能够造成这么多的伤害。最为逆天的是，他这只是瞬发，而且不需要消耗任何多余的物品，唯一的便是自己的蓝量。本来还以为考不上全国第一的学府了，这下就算是全国状元也是囊中之物啊！苏风轻笑2声，刚要离开学校，面前便出现一个讨厌的身影。这不是我们风少吗？要不要我带你去刷级啊？我的魔法师大人。最后这几个字王浩似乎是故意加重，明显是想奚落苏风一番。要说苏风转职成为魔法师，现在除了苏风最开心，那么剩下的就是王浩了。他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了啊！王日天，你想打架的话我奉陪。江前气势汹汹的走来，虽然他有些无法接受苏风转职成为普通魔法师，但也不是王浩这种家伙可以轻易侮辱的。风少，放心，有我呢，明天我就带你去刷级。江前拍拍胸脯。王浩看到那道熟悉的倩影缓步走来，赶忙换了一副作态。木烟，咱们组队一起去刷级吧。第3章魔云山脉，原来是犬中名种舔狗啊！失敬，失敬。苏风话音刚落，徐木烟便用纤纤玉指捂着红唇轻笑了起来，似乎完全没有在意王浩的感受。苏风，要不我们一起去练级吧？徐木烟有些期待，苏风的理论知识储备异常的恐怖，就算是普通职业应该也不会完全泯然众人矣的。很多魔兽的弱点他都知道，就算合作也不一定吃亏。而且徐木烟一时之间还是无法接受苏风当下的处境，说不定自己此举能够让苏风振作一些呢。被无视的王浩都快要气炸了，这尼玛到底是怎么回事？苏风不过就是一个普通魔法师，怎么徐木烟还是这般态度啊？他可是稀有职业，王家在天海市也是不容小觑，资产过亿啊。可徐木烟在这里，王浩又不能破坏自己的形象，只能强忍着怨气下咽。不用了，我不喜欢跟人组队，咱们还是明天的集训上见吧。苏风说完就直接离开了。江前直接默默点赞，不愧是风少，校花的邀请一样置之不理。徐木烟心中娇嗔，这家伙怎么嘴巴还是这般硬？真希望你高考的时候也是这么硬。哥的人生疼，人家好心想帮你，你怎么就不领情呢？王浩一看，这不是送上门的机会吗？木烟，要不考虑考虑我？哼！徐木烟冷哼一声，转身就走，只留下落寞的王浩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兄弟，听我一句劝，这里的水很深，你把握不住。江前拍了拍王浩的肩膀，强忍内心的笑意，然后大步离开。王浩的脑门都被黑线挤满了。好，看我明天如何在集训当中羞辱你，你给我等着。这次的高考想必你也只能名落孙山了，而我王家在我的带领下将会更上一层楼。王浩冷笑，随即便离开了这里。天海市外围，诸多冒险者在这里聚集，远处便是魔云山脉，里边有着数之不尽的魔兽。野外也是分等级的，按照危险系数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一般，勇者、冒险、噩梦、地狱，跟常规的副本排列一样。而这魔云山脉属于勇者，苏风也想去见识见识，主要是里边魔兽充沛，起码不用像那些普通冒险者一般一直游走啊。当苏风出现在这里的时候，立马便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对于这些人来说，察言观色早就是他们的技能之一了。根据一个人的服装、气色、走路姿势来判断一个人是否阔绰。队长，这小子咱们接不接？嘴角叼着一根草叶的瘦削男子看向一旁的魁梧刀疤脸，他怎么观察苏风都不像是有钱的模样啊，只能询问自己的队长，毕竟经验更加的老练嘛。
怎么能不接呢？没看到那小子身上还有天海中学的徽章吗？肯定是哪个大家的少爷出来历练了，要不然怎么会到这种地方呢？刀疤男冷哼一声，准备给自己的小弟上课。这位小兄弟，我们小队专职各种代练，刷宝，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刀疤男尽可能的用温和的态度说着，毕竟他们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嘛。苏峰看到这里聚集的这么多人，倒是也知道这些人是为了混口饭吃。很多被淘汰掉的转职者只能成为漂流的冒险者。不过他没钱呀，有钱还需要自己出来吗？有钱身上能什么装备都没有吗？这些人白混了这么多年了，没钱。刀疤脸，没钱？没钱你装什么阔少？苏峰两手一掏，清洁溜溜的口袋就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不过很快那些人的态度就变了，一瞬间盯着苏峰的眼神全都转向别处。苏峰暗叹一声，果然是汤无盐不如水，人没钱不如鬼啊！谁让自己穿越过来就洗提锅的身份，要不是自己靠着学识将那校花徐木烟唬得一愣一愣的，说不定现在都得上街讨饭了。看着苏峰远去的背影，刀疤脸怒啐一口，这不是浪费他们的时间吗？队长，那小子。刀疤脸神色坦然，靠着木桩鄙夷的说道，别管，往年又不是没有这种家伙，总觉得自己自命不凡，是天定之人，属于小说当中的主角。哼哼，殊不知自己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魔云山脉地势开阔，从入口进去之后便是连绵不绝的悬崖峭壁，若是站在远处观看，那些陡峭的山峰几乎常年都被厚重的云层遮蔽，所以得名魔云山脉。而平日里进入这里历练的冒险者倒也不少，毕竟都是为了生活。但这里不属于新手的历练区，勇者级别的强度起码也要7、8级以上的实力才能在外围活动。这魔云山脉果然跟资料当中介绍的一模一样，就是这人嘛，似乎稍微有点少啊。此刻正值正午时分，也差不多该到饭店的时间了。苏峰见不到多少冒险者也是极为正常的，外围的魔兽怎么几乎都见不到啊？那只能再往里边走走了。苏峰眉头微皱，越是进入里边，自己的危险就越大啊。啧，这可有点麻烦。他来到魔云山脉主要是为了测试自己的技能强度到底如何，新手区实在是施展不开啊。苏峰又顺着山路朝着里边走了10多分钟，这才看到里边一只比较强大的魔兽。对于苏峰来说比较强大。魔兽黑壁魔猿，等级7，生命1200，魔力600，攻击76，灵能12，护甲54，魔抗21，敏捷25，体力33，精神26，技能长臂拳。黑壁魔猿挥舞自己的拳头，对目标造成250%的物理伤害，并且对目标施加一个损伤的效果，下一次攻击将造成额外的伤害值。卧槽，7级啊！苏峰有些无语，自己进来都快半个小时了，都没见到什么1、2级的魔兽，唯一遇见的便是一只7级的，这怎么玩吗？而黑壁魔猿见到苏峰则是一脸欣喜，朝着苏峰直冲而来。第4章轰动。砰！在魔云山脉的内部，一支小队正在围攻一头熔岩巨兽，只是这家伙的防御跟攻击都很高啊，几人脸上都流露着惊恐无奈的表情。队长，这头熔岩巨兽已经异变了，不是咱们能够解决的，要不咱们还是先撤退吧。这男子将刚刚被直接打进石块当中的队友挖了出来，然后看向前边的妙龄女子。女子手拿一把长剑，正伫立在众人的身前，似乎想要阻挡熔岩巨兽前进的脚步。女子名为王月，此次执行的本来是工会内部发放的一次历练任务，没想到这熔岩巨兽居然产生异变，几人现在被打得节节败退。要是这么回去的话，历练任务就算失败了，而且熔岩巨兽的核心也拿不到，这可是工会当中最近急需的材料啊！王月秀眉微蹙，牙关紧咬，还是决定再次尝试。我们再试试，现在补给还剩下最后一轮，如果这次强攻不下，我们就立马退走。王月有些无奈，没想到5人小队这次这么狼狈，众人也只能围绕着王月继续拉扯熔岩巨兽。魔云山脉外围，苏峰看着直冲而来的黑壁魔猿，当下心头一凛。黑壁魔猿这种魔兽恶趣味可是很足的，不管男女老少全都通吃，简直是生不如死啊！给我滚啊！苏峰右手抬起，心念一动，炽热的火光在他的手中流转，只是瞬间便有一条宽约10多米的熔岩巨柱直直地朝着前方冲去。强大的元素魔法将一路之上的树木花草以及各种魔兽全都湮灭成了齑粉。炽热的光柱还在持续不断地向前延伸，途中阻挡的山脉硬生生被从中间强行冲开一条道路。轰！苏峰只觉得周围杂音不断，他有些骇然地看着自己手中的光柱。万倍增幅的威力这么强吗？苏峰心中骇然，
得亏是自己没有去新手区试炼啊，要不然不知道的死多少人呢。看来以后得稍微收敛一下了。苏峰不由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唾沫。技能数据知道是一回事，实战是一回事。轰！有许多山石都被瞬间击碎，而上边的也由于强大的波动导致滚落山崖。魔云山脉的入口处，刀疤脸本来想着今天都接不到单子了，趁着中午赶紧赚点生活费，要不然的话吃饭都要成问题了。我尼玛，哪个大佬在里边释放禁咒呢？刀疤男子一屁股蹲坐在地上，只看到前方无尽的火光涌动，直达天际。凡是接触到的东西，顷刻之间便是化为齑粉啊！快，还不快扶老子起来啊！众人此刻胆战心惊，只不过实在是腿部抖得太厉害了，要不然这个时候就直接开溜了。老大，你的裤子怎么湿漉漉的啊？给老子闭嘴！再不跑小面都没了！几人一溜烟的赶忙离开，生怕被这强大的技能直接波及。而此刻在魔云山脉周围盘踞的那些冒险者也是看到了那耀眼夺目的火光，简直晃得他们睁不开眼啊！卧槽，咱们天海市这种小地方不会是有高阶大佬降临吧？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种魔法是我今生能见到的吗？我站在这里都感觉自己快被融化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成长到如此地步啊？你们几个傻呗，这个时候还他妈感慨呢？再不跑小面都没了！天海市山脉之外的冒险者全都撤离，人去楼空，从来没有像如今这般安宁。天海市新手训练区，王浩拿着巨斧刚将一只2级的野猪杀死，然后看着自己的等级直接来到了3级，不由得心头一笑。照这样的升级方法，他在明天肯定可以到达5级，到时候一定要让苏峰好看。距离高考7天的时间，他要是拼尽全力，说不定能够达到15级。15级啊！狂战士的15级，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轰！王浩一个趔趄，直接坐到了地上。我尼玛，这是什么情况？浩哥，是魔云山脉那边火光冲天啊！王浩远跳而去，炽热的火焰绵延不绝，竟然无视山体的阻隔，直直的朝着远处飞去，简直一眼望不到头啊！这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力量？不行，先回去，今天不适合练级了，等查清楚那边的事情再说。王浩不敢逗留，生怕余波会波及到这里。等着吧，有朝一日我王浩5转6转也能做到如此程度。王浩深深的看了一眼，然后脚底抹油，赶忙离开了。魔云山脉深处，正当熔岩巨兽的拳头要砸向王月的时候，一道突如其来的火光从背后直接开山裂石而来。砰！熔岩巨兽直接被轰得渣都不剩。王月屏息凝神，额头跟后背满是冷汗。这种手笔，就算是他们工会当中的会长都是望尘莫及啊。不过这大佬不会是算到了他们在这里围攻熔岩巨兽吧？怎么距离把控得如此精准？要知道这炽热的光柱宽约10几米，稍微偏上那么1分1毫，他们这个小队可就要团灭了呀。尽管此刻火光漫天，炎炎夏日，但王月等人身上全都被冷汗打湿。熔岩巨兽他们好歹能够死战，起码有还手之力，在此等禁咒面前，只能说是望尘莫及，蚍蜉撼树啊！看着滚落在侧的熔岩巨兽核心，王月心头颤动，但此刻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私心，一定要找到那位大佬，到时候从他的手中用最为合适的价格买来。击杀黑壁魔猿，获得经验值1000；击杀毒尾蝎，获得经验值6000；击杀裂地大鼠，获得经验值1万；击杀熔岩巨人，获得经验值15万。苏峰不停地听到播报的声音，他的等级在这一刻不断的攀升。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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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苏峰在释放完技能以后，身体带来的那种疲惫感已达顶峰，可现在在实力提升之后，倒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但还是有些力竭。叮！恭喜宿主获得青铜级装备魔云靴！叮！恭喜宿主获得白银级装备绫罗护腕！叮！恭喜宿主获得稀有材料毒尾蝎的尾针！叮！恭喜宿主获得防护道具烈焰盾！苏峰此刻都被密密麻麻的系统提示撞翻了头脑，惊喜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本来只是想将那黑壁魔猿赶走的，谁知道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啊！看着魔猿山脉那只穿过的巨大窟窿，苏峰不由得苦笑了起来。魔猿山脉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几乎一直延续了下来。没想到他今天以一己之力直接打破这个格局啊！天海市市中心，市长办公室，快查，看看到底是哪位大佬莅临我们天海市，千万别做出什么冲撞的举动，不然都不是你我能够担待得起的。市长紧急将其余的一些骨干全部叫来，立马彻查。
可这个时候电话却是不争气的响了起来。第5章，收获满满。市长柳青韵眉头皱起，这家伙怎么会给他打电话？而且在这么紧急的时刻。柳青韵内心虽然复排，但还是强忍着情绪波动将电话接起。结果刚放到耳边，就传来那边熟悉的靡靡之音：“柳青韵，你他妈在搞什么鬼？我们天灵市到底哪里找着你惹你了？你他妈给老子的防护罩都干穿了2层，我他妈今天必须要将你这种无耻的行径告诉省长。老子本来还想着跟你一起开发魔云山脉，结果你他妈这个龟孙儿先下手为强，既然你不仁，也别怪老子不义，这次的损失我他妈怎么着也得让你赔偿。”柳青韵，他现在还想知道到底是谁呢？结果田启明这家伙不讲武德，竟然一口咬定是他做的。不过柳青韵想了想，如果那道焰柱是从天海市方向出发的话，那正对着的不就是天灵市吗？天海市与天灵市中间被连绵不绝的魔云山脉隔开，其实原本的距离并不算远，但是考虑到要彻底清除魔云山脉的各种魔兽怪物，要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所以便干脆改修路径，这样相对来说省事一些。柳青韵心中震惊不已，按照田启明的话语，这技能竟然直接打到了天灵市，而且还给干穿了3层防护罩，这种威力起码也要5转以上的大佬吧。他现在的实力也不过才3转而已。要知道每一次转职都需要准备极长的时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旦失败，那简直是前功尽弃啊！就算是你还有时间，但是准备那么多的材料就会头疼不已。尤其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一辈子也只能有一次转职的机会。柳青韵强行喝止了田启明的亲切问候，别看这家伙平日里西装革履，书生味十足，但是喷起人来那简直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啊！柳青韵要是再不喝止，祖宗18代都要被翻出来问候了。柳青韵倒是也能理解，毕竟他们这种小城市好不容易攒点家底，一下子被人霍霍完了，谁都会憋不出的。但是他必须澄清，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啊。什么？不是你干的？柳青韵无奈苦笑，我倒是想呢，但是你也得看看我的实力啊。再说一般的大佬怎么会来咱们这种小地方？田启明顿时有些羞愧，感情自己喷了半天，不是柳青韵啊我还要去看看损失，先挂了。嘟嘟，柳青韵，派人立马去查，但是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要将这大佬给惹急了，不然的话，咱们可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魔云山脉，苏峰大口的喘着粗气，果然现在瘦弱的身板还是承受不了如此强大的技能啊，必须要提升等级才行。苏峰暗中思量，然后开始拾掇装备。不得不说，这一波他简直是赚妈了呀！居然爆出一个足足有100立方米的空间戒指，那看来这么多的装备是有着落了。空间戒指可比其他装备要抢手得多，而且销路更广。主要是谁不想拥有一个随时随地的空间背包呢？但空间戒指的空间越大，售出的价格就越高，所以大多数普通冒险者身上有个几立方米的就不错了。这装备不错，居然是白银级别的装备，绫罗护腕，品质白银，属性灵能加34，攻击加12，护甲加15，附带技能无。介绍：普通的白银级别装备能够提升自身的属性，将强化你的技能伤害。苏峰直接穿戴。要知道魔云山脉其实只是一个勇者级别的，能够掉落白银级别的装备已经很不错了。装备的品质从低到高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史诗、星耀、月石、传说、神话，但等级低廉的时候，装备能够爆出黄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上面的那些高品质分类只是用于区分那些强大的武器装备。卧槽！苏峰翻着面前突然闪过一道耀眼的金光，他都被刺得有些睁不开眼睛了。我尼玛，黄金级别的装备吗？装备熔岩火杖，品质黄金，属性灵能加110，敏捷加5，精神加26，魔力恢复正20%，附带技能火丸，强化10%的火属性技能伤害。介绍：来自异变的熔岩巨兽，此种装备受到大量的火属性职业者的追求，可谓是如虎添翼。苏峰感受着那金光闪闪的法杖，脸上却不由得闪过一丝诧异。提升10%的火属性伤害，这要是给别人无非也就是几十点、几百点罢了，但现在放到他的身上，岂不就是几十万啊？也难怪苏峰越是盯着法杖查看，脸色就越是怪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苏峰直接拿在手中，感受着其上流淌而过的火属性元素，不由得会心一笑，收获满满啊！继续，这怎么有本技能书啊？技能书掉落的概率极低，所以就导致市面上的一些技能书的价格居高不下。尤其是一些强有力的技能，简直是被炒到了天价啊！寒冰锥，寒冰锥
对前方100米内的敌人释放一根由冰元素凝聚而成的寒冰锥，能够造成200%的灵能伤害，并且附带凝滞目标1秒，冷却时间15s。学习。叮！恭喜宿主掌握技能寒冰锥。叮！寒冰锥万倍增幅完毕，霜寒破冰。苏风，这么快就增幅完毕了？霜寒破冰，选定范围，在1000米之内落下无数冰魄元素组成的寒锥，在接触到目标的第一瞬间，将冰冻目标30s，并且对目标造成10万的技能伤害。苏风看着这技能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只有一个字现在不断飘在心头：爽！苏风将用不到的以及那些不清楚的材料道具全都一股脑的装进了储物戒指当中。等到武装完毕，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18级是什么鬼？姓名：苏风，等级18，生命4500，魔力2800，攻击235，灵能452，护甲188，魔抗132，敏捷89，体力125，精神236，幸运0，天赋万倍增幅，魔力涌动，技能炽热脉冲，装备魔云靴、熔岩火杖、绫罗护腕、独尾铠甲、零星披风、罗云项链、金刚腿甲、密林铁盔、罗云戒指、巨人腰带。第6章，前辈，您的东西。苏风收拾完毕之后，准备离开魔云山脉。毕竟以他现在的状态，无法再维持一次庞大的技能消耗了。刚刚的一次使用，简直都快把命搭进去了。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天再说。正当苏风准备离开的时候，后方突然窜出几人，为首的那妙龄女子高声喝道：“前辈，留步！不是跟我说我长得如此俊俏，怎么会喊我前辈呢？”苏风继续朝前走去。王月面色凝重，难道是前辈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也对，像前辈此等实力的强者，那必然是要少在世人面前刷脸，此刻又怎么会在意他呢？手中的熔岩之心有些滚烫，王月不敢耽搁，赶忙小跑而来：“前辈，您的东西忘拿了。”苏风眼前这小妞儿长得倒是极为别致，干净利落的短发垂散而下，刚好到达下颚的位置，将那原本的瓜子脸蛋衬托的棱角分明。身上的衣着也极为干练，光看表面就知道不似平日那些只会佳人们谁懂啊的普通女子，眼眸里透着一股坚毅，一看便是女强人的身份啊。身上还有一些伤口，只进行了简单的包扎，看来很赶时间啊。苏风盯着双手奉上的熔岩之心，眼眸之中流露出一丝疑惑：这玩意儿是给我的？你说的前辈也是我？王月瞬间心领神会，前辈现在的这身打扮不过就是一普通青年，果然巨老都是异常低调的。王月心中的崇拜之情更加的醇厚。前辈要是不喜欢这么称呼，我可以改为别的。嗨嗨，这东西我就收下了，前辈这种称呼还是太过扎眼了，你就叫我苏风就行了。王月受宠若惊，这怎么行呢？苏风前辈，苏风，好了，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苏风刚要离开，结果便被王月叫住。果然，这种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呀。苏风心中凛然，现在要是再来一次那种技能，他真的要挂了呀。还有事吗？前辈，这个熔岩之心不知道能否卖给晚辈，晚辈必定按照当前市场的最高价格给前辈支付，请您放心。苏风都快被眼前这妞搞晕了。你拿给我，现在又要从我这里买走，那你干嘛拿给我？这不是白白损失一波钱财吗？苏风有些不懂了。前辈，请您放心，我乃是来自天海市的王家，现如今在3阶工会寒天当中效命，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王月微微颔首，表现得毕恭毕敬。王家？苏风倒是思索了起来，然后问道：王日、王浩是你什么人？王浩乃是晚辈的侄子，不知道前辈。没事，我就是问问。那这东西你开个价吧，我暂时也用不着。王月心中大喜，但同时也有一股骇然。不愧是前辈啊，3阶、4阶工会都需要的材料，前辈完全不放在眼里。前辈，您看100万龙币可以吗？王月生怕自己说少了，抬头看看苏风，以便随时调整价格。100万？苏风现在整个人都是麻木的，自己就是丢了个技能，然后收了点东西，怎么就碰到一个美女带着4个壮汉堵路，一口一个前辈的叫着，先是塞给他一块石头，然后又要用100万将其买下。苏风四下望了望，这尼玛也没有摄像头啊，难不成是这小妞脑子烧坏了？100万？前辈，晚辈现在身上只有价值100万的东西了，其他的全部消耗完毕。不然这样吧，今天晚上给前辈在天明商会旗下的场所接风洗尘，还请前辈不要推辞。
行吧，给你。苏峰将那烫手的石头又塞了回去，然后便看到一枚精巧的储物戒指，居然有300平米。苏峰心头骇然，这也行啊？里边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各种装备、材料、道具，还有一些龙币。多谢前辈。苏峰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这小妞儿损失了100多万，怎么比自己还开心呢？不知前辈要到哪里？天海市，那不如我们同路也好。苏峰正愁接下来怎么回去呢，毕竟他现在全身力竭，要是碰到一些愣头青的魔兽，真的要栽在这里了。回到天海市当中，苏峰就跟王月分道扬镳了，而且特意嘱咐不要随意透露他的身份，这样对大家都不好。没想到那小妞儿一个劲儿的点头，丝毫没有半点的怀疑。而且临行之前，王月本想交给苏峰自己的白银级别卡片，但想到这是前辈，说不定早就拿着更高级别的卡片了，自己这不是丢人现眼吗？想到此处，王月终究还是将内心的想法按捺了下来。没想到王日天还有这么好看的小姑，怎么以前没听他提起过呢？苏峰也没多想，直接朝着天明商会的铺子走去。天明商会乃是龙国10大商会之一，几乎遍布全国，而且各个城市当中都有其开设的不同产业。老板，我要卖东西。中年男子将屏幕关闭，正欣赏跳舞呢，怎么就来了一个愣小子？而且看着着装，这不是天海中学的校徽吗？哎，这不是拿我消遣呢？今天转职能有什么好东西啊？又是浪费时间的一次交易啊！再说了，我是老板啊，10天半个月来店里晃悠一下，怎么就被你小子抓到了？想卖点什么呀？放在桌子上就行了。苏峰直接甩下一枚储物戒指，就是他掉落的那枚。路上将所有的东西稍微整理了一下。卧槽！中年男子都不知道怎么评价了，这谁家的大少爷啊？卖3瓜2枣还用的储物戒指，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是吧？可当看到里边满满当当的装备跟道具之后，中年男子彻底傻眼了。少爷，全都卖吗？对啊，要不然我来你这儿干嘛？不收的话，我去别处看看。收？怎么能不收呢？少爷您先坐，我给您泡杯茶，您歇歇，给我1个小时，我保证给你核算到位。你们几个还不过来给少爷舒缓一下筋骨？中年男子指着那边聚在一起的几个客服喊道，丝毫没有顾及其他客人的感受啊！众人一脸懵逼，怎么？蚊子虽小，但那也是肉啊！有你这么待客的吗？但是碍于天明商会背后的实力，只能默默的忍气吞声。下次再来喽。第7章，天明商会。苏峰拿着300万的龙币离开了天明商会的店铺，临走之前，那老板还给了他一张似乎是黄金做成的卡片，上边雕刻着天明商会的图案，说是以后来天明商会购置东西可以打9折，而且能够出面解决一些简单的矛盾冲突。不管了，先收着吧，晚上还要去天明商会的酒吧呢。苏峰回到家中，直接蒙头大睡。这一次消耗的体能实在是太多了。18点，我睡了这么长时间。苏峰难以置信地看着闪闪发亮的屏幕，竟然睡了6、7个小时。简单洗漱一下，也该去天明酒吧看看了。天明酒吧是天明商会开设的娱乐场所，但这里的消费极高，普通的冒险者几乎是无法进入的，最低者也要拿到天明商会的青铜卡片。说白了，也就是要跟天明商会建立一定的利益往来，而青铜卡片最少也要成交10万的交易额度。苏峰走到外围，看着天明商会的奢华的装修风格，也不由得感叹天明商会的实力庞大。毕竟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做到如此手笔，可谓是凤毛麟角啊。而门口的守卫也是西装革履，苏峰一眼望去，那8人身材壮硕，面容清秀，倒是极为养眼。不过比他还是要差一点，比各位读者看官那更是差的10万8千里了。居然全都是清一色的10级冒险者，看来天明商会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呢。10级冒险者在天海市已经算是实力很不错的了，毕竟本身主战类职业就比较稀少，外加天海市资源不足，相对来说提升实力是比较艰难的。苏峰刚要进入，便被门口的守卫拦了下来。先生，请出示您的身份卡。苏峰随手一掏，一张闪闪发光的金色卡片瞬间映入眼帘。那些守卫当即大惊，将高傲的头颅底下，表示自己的尊敬。在天海市这种地方，别说黄金卡片，白银都极为少见，都是一些庞大的家族之中才有。想要获得白银级别的卡片，那么跟天明商会的交易额度要达到100万之巨，这对普通人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啊！奢华的玻璃门是自动感应的，苏峰刚进入其中，便看到两侧的迎宾小姐姐穿着诱人的黑丝套装，看到苏峰进入，也是流露出标准的职业微笑。尊敬的黄金级别会员，您有什么需要，请跟我来。我来找王月。那客服小姐姐红唇轻启，感觉到自己即将失态，便立马调整过来。
好的，先生，请跟我来。苏峰走后，那些客服小姐姐便窃窃私语了起来。那个小哥哥好帅啊，这么年轻就是黄金级别的会员了，我该早点下手的，说不定还能发生一段愉快的事情呢。今天应该是天海中学转职的日子了吧？过几天说不定就能看到一些帅哥进来消费呢。姐妹们，咱们能不能翻身，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了。众人看着苏峰的背影，眼神当中都充满了殷切与渴求。可惜啊，就这么错过了。王少，兄弟，我敬你一杯。以王少的狂战士职业，再加上属于天海市一流的家族背景，高考一定能够拿个好成绩，说不定到时候被三阶工会看中，一步登天啊。马脸青年一脸阿谀奉承，而坐在主位的王浩则是犹如云端飘摇。毕竟自己身旁不仅有黑丝小姐姐作陪，而且还有这么多手下吹捧。再者，这也是他的实力如此啊。他的小姑在2年之前不就是被三阶工会看中，这才在家族当中如日中天的吗？他王浩以后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少，兄弟们以后必定跟着你上刀山下火海，义不容辞啊。王浩爽朗一笑，放心，只要我进入全国前10的学府，到时候必定少不了各位的好处。要不是我老爹不想让我太过放纵，青铜会员体验的可不止于此啊。王浩把玩着一张青铜卡片，周围传来巨多艳羡的目光。普通人不仅要交易，还要应付自己的补给装备，就算是拿到青铜会员，但进来能不能畅快自如的消费还是两说呢。正在此时，外边进来一人，看着王浩说道：王少，苏峰那小子不知道怎么进来了。什么？王浩知道苏峰不过是普通家庭出身，怎么可能会来到这种地方？但转念一想，这何尝不是一次羞辱苏峰的机会呢？王少，你看往常这种例子还少吗？觉得高考无望，及早就业才是重中之重啊。好好好，你小子果然够机灵，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那人大喜，自己这是抱上大腿了呀，以后可是在天海市当中可谓是平步青云了。周围人皆是无奈，内心狂扇自己巴掌，怎么就没有把握住这种机会呢？苏峰正跟在小姐姐后边去慢慢欣赏黑丝大长腿，结果突然被熟悉的面孔堵住。哟，这不是我们天海中学最强的天才风少吗？怎么这么早就来这里打工啊？难不成是生活所迫？要是你求我，说不定我可以在我家的公司当中给你谋个职位呢，总比你在这里扫厕所强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嬉笑声瞬间充斥在有些幽暗的走廊当中。我说呢，怎么闻到一股腥味儿？原来是碰到落水狗了呀。黑丝客服转向苏峰，抱着歉意说道：对不起，苏先生，这是我们的失职，请您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客服秀眉微蹙，他倒是认识眼前这放浪形骸的家伙。王家的小少爷先前跟着长辈来过，但是眼神却一直在众人的身上飘来飘去，而且平时脾气极差。没想到一个青铜会员也敢得罪黄金会员吗？苏峰淡然一笑，不用，你去将王月叫来，让他看看他们王家的子嗣对我的态度就是这般吗？是。望着远去的背影，王浩的笑声在走廊内回荡着。哈哈，苏峰，我叫你风少，你不会真的把自己当少爷了吧？王月，哼哼，我还王日呢。我小姑那样的天才是你能认识的吗？可王浩话到嘴边还没说完，便看到远处走来的熟悉身影。第8章，我让你道歉。王月一身红色贴身中长裙，加上高跟鞋，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只是现在那稀白的脸颊之上满是惶恐。本身已经准备好包厢接待那位前辈，可客服的几句话却是在他的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王浩那个家伙竟然敢冲撞前辈，这不是找死吗？看着神色慌张步伐紊乱的王月，王浩内心升起一丝疑惑，小姑还真的在这里啊，而且还穿得这么劲爆，这要知道王月平时可是一副女强人的形象，想要看她穿一次裙装简直比登天还难。王浩一直心里可惜，怎么就是自己的小姑啊？要是别的家族出生，说不定还能联姻呢。前辈，一切都是我的问题，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小辈计较，我会让他付出该有的代价的。不得不说，王月这一身装扮倒是直击苏峰灵魂。玉姐呀，而且低头道歉，那扑朔迷离的着装简直是内有乾坤啊。王浩心里疑惑不已，自己小姑可是2转63级的强者呀，怎么会对这个废物这么客气？什么情况？小姑，我……啪！王月玉手一扇，一道清脆的巴掌声便在走廊当中回荡。道歉！王浩心中大为震惊，他可是王家这一辈的独子，平日里要风的风，要雨得雨。今天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自己的小姑长乖，这以后还怎么在天海失魂啊？小姑，啪！道歉！小，啪！我让你道歉！
王浩直接被抽懵了，从小到大哪里受过这种屈辱啊？此刻他半张脸已经被扇成猪头，简直惨不忍睹啊！王浩拳指紧握，目露凶光，看着苏峰说道：“对不起。”他毫不怀疑，再不道歉，王月这疯婆子真的能给他扇死。他的地位在王家当中固然尊贵，但王月所在的三阶工会可是实打实的给家族带来了收益，他比不了。王浩心中愤懑不已，这件事儿没完，他一定要上报家族，就说王月这家伙吃里扒外，为了讨好一个废物学生，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长乖他。声音太小，重来。王浩，你还是不是王家人啊？是不是我小姑啊？你他妈的简直是吃里扒外啊！啪！清脆的巴掌声再次响起，全场皆惊。卧槽，这慢慢的都是疼爱啊！对不起。王浩一字一句。王月本想再次出手教训，但苏峰淡淡的说道：“哎，小孩子嘛，尝点教训就行了，没必要太过苛责。”王浩满头黑线，我他妈不是跟你一般大小吗？但听到苏峰的话语，王月心中悬着的巨石可算是放下了。多谢前辈包容。苏峰微微颔首，说道：“带我过去吧。”是。黑斯克伏留在原地，内心早已乐开了花。果然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不可一世的王少今日算是吃瘪了。其他众人则是大气不敢出，在这里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气氛一瞬间尴尬到了极点。良久，有人试探性的问道：“王少，滚！都给老子滚！”众人连滚带爬，瞬间犹如受惊的鸟兽一般离开了天明酒吧。前辈，请。王月则是全程一副拘谨姿态，宛若10多岁的小女孩一般，生怕在苏峰面前犯错。苏峰被王月带入一个极为豪华的包厢当中，而且楼层跟刚刚进入的也不一样。在这里，能够隔着透明的墙壁可以看到外边中央聚集着成百上千的人，而台上则是有人控场，绚丽的灯光不断的闪烁着，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所在的包厢。苏峰心中暗自咂舌，怪不得这里是冒险者的天堂，这简直是爽得飞起啊！王月躬身给苏峰将秀气的酒杯倒满，醇厚的酒香瞬间在密闭的空间当中肆意开来。苏峰望着那不断滚动的暗红色酒水，在杯中散发出一些璀璨的光芒。这杯子应该也是不凡，看来制作材料特殊，能够跟酒水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前辈，这是我王家珍藏100年的千藤花蜜，请您品鉴。卧槽，千藤花蜜，先前可是听王浩那家伙吹过呀。这种酒水，王家也不过10来瓶而已，就连他也仅仅只是尝过1滴，没想到王月竟然给自己拿了1瓶。苏峰心中震惊不已，但表面还是淡定异常。主要是这包厢当中就他跟王月，再加上这种有些独特的气氛，还真是有些不一样的感觉呢。花蜜在唇舌之间不断流淌，一股奇异的香味顺着舌苔四散开来。苏峰还是第一次品鉴到如此奇特的酒水。不错。听到苏峰称赞，王月微蹙的修眉也缓缓地舒展了开来。前辈，为了答谢您的救命之恩，这里有价值100万的材料，还请您不吝收下。我知道这些在您看来乃是9牛1毛，但晚辈只想尽自己的一份心意，还望前辈笑纳。苏峰，不得不说，王家还真是有钱啊，动辄就是100万啊！等等，这救命之恩是怎么回事？我都没见过你，哪来的救命之恩？啊喂！不过给钱啊有标的道理，想来是这小妞儿脑子瓦特了，不然不会一口一个前辈，而且还追着给他送钱。既然你如此坚持，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苏峰将储物戒指拿过来戴在手上，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我尼玛，怎么这么多稀有的材料？这何止100万啊，起码200-300万。里边大部分材料苏峰都在学院当中学习过，但还有很多是不认识的呀。前辈说笑了，您能收下，这是我的荣幸。前辈，王浩的事情是我们王家教育有缺，我回去一定会好好教训王浩，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苏峰淡然一笑，将杯中的千藤花蜜一饮而尽。放心，我还不至于跟一个10多岁的少年计较。多谢前辈。王月这下变得更加殷切，不停地给苏峰斟酒，而且叫来很多苏峰从未见识过的美食。苏峰在那里一样一样品鉴，王月则是犹如服务人员一般，不停地伺候着苏峰。酒足饭饱之后，王月将有些晕晕乎乎的苏峰送回住所。本来还想在天明酒店开一间套房，但是苏峰执意回去，那他也不能不从啊。当看到苏峰那简陋的房间时，王月心中更是敬佩不已。不愧是前辈，做人这么低调。第9章，很润。王家，二叔，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王浩顶着已经高高肿起的左脸，看着眼前的魁梧的中年男子。本来想找自己父亲的，但是王岩现在不在天海市当中，
出去谈生意了。那现在家里就只能找二叔王明了。二叔平时可是很疼爱他的。王明看到王浩被人打成这般，顿时气愤不已。到底是谁？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在这天海市当中，竟然敢如此殴打他们王家人，胆大包天啊！现在敢打他们王家的少爷，那改天说不定直接上门踏平他们王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浩儿，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二叔绝不能让你受这种窝囊气，咱们王家也不会受这种窝囊气。看到王明这种义愤填膺的模样，王浩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是放下了。看吧，我就知道二叔最疼我了。二叔就是王月啊。王明？哪个王月？就是你亲妹妹，我的小姑啊。啊！王明一瞬间愣住，感情是小妹打的呀？那不就没事了吗？王月在王家当中的分量可是极为重要的，就连王家现任的执掌人王岩都得给几分薄面。主要是王月是稀有职业，再加上刚入学府就被三阶工会选中，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啊。现在王家的发展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王月才拓宽了销路。二叔，你不会不管了吧？王浩顿时偃旗息鼓，自己老爹不得罪王月也就罢了，怎么自己二叔也是这般？难不成这顿毒打还真就白挨了吗？不行，二叔，其实也不怪小姑，主要是苏峰那个家伙啊。你都不知道，那家伙本来跟我是同班同学，谁知道怎么认识小姑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使了什么法子，让小姑对他是言听计从啊。二叔，你说咱们王家家大业大，以后要是被这种蛀虫入侵，那这到手的家业岂不是要白白拱手送人？小姑这个年纪恋爱我能理解，可也不能识人不明啊。王浩苦口婆心地劝说着，似乎是在为王家打抱不平啊。王明起身踱步而来，有这种事儿？千真万确啊，二叔，小姑打我倒是无所谓，但是不能将咱们王家的名声丢了呀。王明目光微眯，淡然说道：浩儿，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你放心吧。二叔，那我就先去准备明天的集训了。翌日，苏峰早上6点醒来，发现房间里边都变得整洁了不少。他拍了拍脑壳，零散的记忆才慢慢的浮现。我昨天是被王月送回来的。苏峰看着周围整洁的房间，甚至旁边还有一些精美的食物。王月倒是贴心。等等，苏峰突然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赶忙朝着身体看去，衣服还在，吓我一跳。没想到那千藤花蜜的后劲这么大，后边完全想不起来了。算了，洗漱一番，一会儿去参加集训了。天海中学集训算是一些低级学院的特殊待遇吧，只是为了强化学生的实战能力。高级学院在平时便会带领学生去做一些任务，跟魔兽进行简单的对战。实操演练能够让学生更加快速的提升自己。而像天海中学这种就不一样了，学生想要集体实战，那需要庞大的资源，首先豢养魔兽就不是他们能够承担得起的。所以为了稍微挽救一下升学率，天海中学便将转制之后的第一天定为集训日，由班主任带领去较为安全的区域试炼，并且给学生进行一定的针对性建议。但其实提升并不大，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在天海中学当老师了。大巴车上，王浩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苏峰，庞佛随时都要将他吃掉一般。风少，那家伙怎么用这种眼神看你啊？江前极为八卦，本身他就看王浩不太顺眼，现在看到这家伙吃瘪，那简直是不要太解气啊。没什么，只是小姑很润。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王浩就直接炸了。苏峰这不是要超级加倍？一想到自己以后有这么一股可恶的小姑父，王浩就无法接受。苏峰，你这家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倒要看看你一会儿怎么逞能。小姑很润。王浩，苏峰，小姑很润。你润。王浩算是彻底无语了。你就不能换句话吗？你的小……停，算我怕了你了。王浩转过身去，看着窗外，也不想跟苏峰计较。家丑不可外扬啊！趁现在知道的人少，要是伸张开来，以后他在天海中学同学们的心目当中还怎么混啊？这两人的异常倒是让徐慕烟颇为好奇。本来徐慕烟可以不用来的，家族当中已经安排了一些适合他的训练，但他想看看苏峰接下来到底怎么安排，索性就跟来了。优越谷，大巴车停在远处的空地上，所有学生全都走了下来，不过里边只有多半而已。刘辉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心里淌过一丝暖流。今年的集训也许是人数最多的时候了。他没想到的是，就连王浩跟徐慕烟这种稀有职业都来听他讲课，还真是有些受宠若惊呢。毕竟从转职成功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这两人的起点远超于他。同学们，优越谷白天强大的魔兽稀少，只有晚上才会有致命的危险，所以我选定这里为集训场地。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这里的魔兽，你们也好针对性的训练。还没等刘辉说完，便被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老师，
要不这节课让苏峰讲授吧？一直以来，苏峰同学可都是我们班级的翘楚呢。王浩的声音在四周回荡，他眼神当中闪过一丝戏谑。刘辉沉默，苏峰实在是他心中的遗憾啊。本来以为最起码也是跟徐慕烟、王浩一个级别的，谁能想到就这么……是啊，老师，苏峰同学的见解一直都比较独到，我们很想见识见识，错过这次机会，恐怕以后也没有什么交集了。在众人的应和声中，刘辉倒是没有拒绝。也好，那就问问苏峰同学的意见吧。老师，我没意见。苏峰干脆利落的回答，倒是让刘辉有些感慨。心性不错，没有受到转职的影响。第10章优越谷异变。看着苏峰侃侃而谈，王浩心里愈加不爽。本来以为借此机会可以让苏峰出丑，可是怎么都没想到这家伙转职普通职业还这么淡定啊。徐慕烟的目光怎么还聚集在苏峰的身上？尼玛的！王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苏峰讲的头头是道，甚至将优越谷里边的一些魔职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分辨都完全讲述了出来。可恶啊！这家伙3年怎么学了这么多东西？我怎么不知道老师讲过这些？王浩暗自吐槽，自己学习成绩也不差啊。浩哥，你忘了嫂子一直跟风少泡在图书馆了？王浩，嫂子是你叫的吗？啊，8字儿还没一撇呢，你怎么就开始叫嫂子了？那寸头同学瞬间无语，自己这马屁拍的不对吗？徐慕烟就是一直跟苏峰在一块啊，难不成人家郎才女貌，不应该叫嫂子吗？真是没劲。刘辉的目光当中满是对苏峰的赞赏，他从始至终都对苏峰抱有期望，只是，太可惜了。对于理论的掌握，刘辉都不能保证自己比苏峰掌握得多，主要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知识都能从苏峰口中说出，甚至针对于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见解，其中很多东西就连他听到都是恍然大悟。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啊。不过唯一让刘辉觉得遗憾的便是苏峰的职业，若是有个强大的职业，再配合这种理论知识，简直是无懈可击啊。徐慕烟美眸流转，他心目当中的苏峰还是一如既往的博学多才，先前他请教的还是太少了，这家伙到底还藏了多少私货？不过他就算质问苏峰也没有任何用处，那个一直将他压在身下的家伙肯定只会说，你又没有问我，我怎么说啊？哼，可惜了，本来还想着跟你考同一所学府呢。徐慕烟心中暗自思量，苏峰这般情况，只怕是以后会泯然众人矣啊。1个小时过后，学生原地解散，在方圆几百米之内活动，寻找一些低级的魔兽练手。苏峰则是找了一块巨石，然后靠在其上，慢慢的享受着柔和的晨光挥洒在他的脸上，真舒坦啊。苏峰现在的实力倒是不用着急，等到身体彻底恢复的时候，再找一个人少的地方，直接使用1次技能便可以了。20级就迎来第1次转职了，也不知道我的转职任务是什么，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早点做完呢。苏峰正在享受日光浴，只感觉眼前一黑，这是什么悬崖峭壁？苏峰睁眼细看，怎么是徐慕烟？这小妞不去练级，跑来这里干什么？都挡住，我晒太阳了。干嘛？苏峰慵懒的声音让徐慕烟有些不满。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家伙还一点都不着急？要是考不上一个不错的学府，以后没资源没人脉，不就只能跟着那些闲散的冒险者出去拼命了吗？苏峰，你难道就一点都不着急吗？高考迫在眉睫，别人都知道笨鸟先飞，你怎么处在原地不动了？苏峰，谁说我处在原地不动了？这不是纯纯污蔑人吗？你着急什么啊？我……徐慕烟一时语塞。对啊，他着急什么啊？想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找到了借口。我身为咱们班的学习委员，有责任督促每一位同学的进度。苏峰正想回怼的时候，王浩带人走了过来。慕烟，你管他呢，烂泥扶不上墙就是这样。昨天我还看到风少去天明商会的酒吧做兼职呢，自立自强对风少来说不是什么事儿。再说了，就算是去卖点信息地图，都可以勉强过活的。徐慕烟秀眉微蹙，王浩这个讨厌的家伙又来了，看来你的脸不疼了。王浩当即一怔，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这家伙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不好啦，那边突然出现了狼群，而且其中还有一头狼王，现在正朝着我们这边赶来呢。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几乎所有人都瞬间警惕了起来。只有苏峰依旧躺在草地上，悠哉悠哉地晒着日光。所有同学谨记戒备，如果发现不对，我们立马撤退。刘辉站在前方，目光盯着远处的烟尘，看到狼王的等级之后，内心倒是松了口气。8级还行，他是完全可以应付的。慌什么？不就是鹰爪狼吗？看小爷我去收拾他们。王浩带领几个同学跟刘辉站在同一战线。他昨天只来到了4级，
现在这些狼群不就是给他送经验的吗？刘辉认可的点了点头，看来王浩也不只是有少爷的锅，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有点魄力的。但反观苏风，本来还以为心性没有受到影响，可现在的表现实在是让人难以恭维啊。徐慕烟红唇微嘟，任凭他怎么说，苏风都没有半点反应，真是气死人了。本来还想着在家族当中给苏风谋一份差事呢，可现在这让他怎么跟父亲沟通吗？而在远处的幽月谷的峭壁当中，一个浑身充满魔气、有黑色的高瘦身躯正蹲在其中观察。原来是一些人类小崽子，要不是罗萨大人吩咐不要打草惊蛇，我一巴掌便可以将这些尽数袭杀。狗屁的楚神，在我们罗萨大人面前还不时犹如丧家之犬一般逃离。不行，妄动会打乱罗萨大人狙杀人类天才的计划。魁梧心急如焚，手痒难耐，真想尝尝那些鲜美的血肉啊！等等，我只要不出现，那不就不算是暴露了吗？这幽月谷当中有这么多的低等魔兽，冲杀前边那点小崽子足够了。就这么办。魁梧尾巴甩动，在其尾巴之上浮现出淡淡的暗紫色光芒，顺着山体流入大地。紧接着，前方地动山摇，烟尘四溢，似乎发生地震一般。嘿嘿，小崽子们，慢慢享受我带给你们的惊喜吧。第11章，霜寒破冰，兽潮。刘辉面色巨变，幽月谷当中全都被漫天的烟尘遮蔽，而且还伴随着无尽的兽吼声。这怕不是里边的魔兽集体暴动了，要不然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同学们，快上车，要不然来不及了。刘辉挥舞手臂，赶忙将那些学生聚集起来，但奈何兽潮的移动速度过快，这么多人根本一时间挤不上去，必须有人留下来争取时间了。刘辉面色难堪，似乎在挣扎着什么。你们走，我来争取一点时间，咱们学校回合。刘辉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不敢相信是怎么说完的。他的大脑整个一片空白，留下只有死路一条，他还不想死啊。但这种情况，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啊。就算是大巴开动，以车辆的速度，必然是跑不过那些魔兽的。你们上车先联系学校，就说这边出现异常状况，让他们及时赶来救援。刘辉神色坚定，挡在众人身前，这倒是让苏风刮目相看。毕竟刘辉3年留给他的形象就是一个普通且有些懦弱的老师，而且在某些事情上还有些较真，教学态度方面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比较死板。这最后一堂集训课倒是表现得异常温和，没想到在这种性命攸关的事情上，居然是他第一个站了出来。我留下，你们走吧。苏风缓缓起身，慵懒的声音在众人耳旁回荡。他感觉休息的差不多了，那千藤花蜜里边蕴含的魔力还真是充盈，他现在感觉精力充沛啊。正想着去哪儿升级呢，这不就有魔兽主动送上门了吗？这种机会可不能放过呀。可这话在众人的眼中却有些刺耳。什么话？让一个普通的战斗职业留下来断后，他们还是不是人？老师，我也留下。徐慕烟眼眸冷凝，不知道为何他在苏风身上看到了一股莫名的自信。庞佛依旧是先前天海中学传送的那个天才。苏风，大姐，这个时候你添什么乱啊？谁知道一会儿能不能控制得好技能强度？刘辉内心淌过一阵暖流，但这个时候一定要保全这些新生代的力量。这里边可是有着2个稀有级别的职业，他日必定能够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啊！什么都别说了，走！刘辉将身形停滞的那些人推上大巴车。王浩内心挣扎，这个时候要是跑了，岂不是被人诟病一辈子？我也留下。他恨恨地瞪了苏风一眼，摸着手中的储物戒，里边有家族给他的保命装备，争取一点时间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刘辉无语，这3人怎么一个比一个倔？老师，还是你回去搬救兵吧，剩下的交给我们。若是途中再遇到其他魔兽袭击，那些同学可没有战力再去阻挡了。刘辉感动的同时，又觉得有些荒谬。这个时候，他身为一个班主任，是临阵逃脱的时候吗？老师，走吧，在天海市的入口处有我们徐家的势力，到时候你把这张卡片给他们看，会来救我们的。徐慕烟递过一张鎏金色的卡片，然后便转身站在一旁，眼神当中满是决绝。纤纤玉指已然按在了储物戒指之上，今天怕不是要底牌进出了，要是被父亲知道，恐怕少不了一顿咒骂了。不过一直以来都是听父亲的，这次就让我自己选一回吧，说不定还会留着一口气呢。徐慕烟心中暗自思量，但是看到前面那无穷无尽的魔兽，又无奈地叹了口气，终究只是奢侈罢了。刘辉面色复杂，但这个时候不能让他妇人之仁啊。大巴车开动的声音朝着远处驰去，苏风头疼不已，怎么还是留下2个人啊？苏风，靠我近一点，一会儿别被魔兽叼走了。
徐慕烟手中浮现一根冰金色的法杖，周围有几片晶莹的雪花飘散，看着苏风温和地说道：“王浩那个气啊！尼玛，这个时候还要撒狗粮吗？苏风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讨厌啊！不过为了不让徐慕烟看遍，这个时候他绝对不能走。他已经通知了王家，想来很快就能赶到了，只要坚持10多分钟。”苏风倒是听话，直接来到徐慕烟的背后，在这里能够闻到徐慕烟身上淡淡的花香。喂，你小子能不能不要占便宜？王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家伙真的很可恶啊！是他让我过来的，又不是我自己贴过来的。苏风双手一摊，表示跟自己毫无关系。徐慕烟目光一凝，手中的法杖浮现出一股湛蓝色的冰芒，然后嘴中念道：“尊贵的冰晶女神，请您赐予我绝对的冰晶寒芒。”冰锥术，一道湛蓝色的寒芒朝着远处的兽巢疾驰而去，沉浸其中却没有激起半分波澜。可周围的环境在这一刻磅礴如坠冰窖，天空之上浮现出成千上万道无比巨大的寒芒冰锥，在这一刻将这里彻底锁定。徐慕烟美眸流转，眼中尽是不可思议。难不成是自己感动了冰晶女神，所以才会引来这种异象？可这也太庞大了，这是怎么回事？王浩抬头看向天空，一股恐怖的威压在从上而下，压得他直接喘不过气来。这怎么跟那天的焰柱差不多呢？都是这般强横。王浩冷汗直流，这种级别的技能在触碰到的一瞬间，也许就会粉身碎骨吧。徐慕烟本想转身将这个喜悦的消息告诉苏风，他们有救了。可没想到苏风手中寒光流转，数道极为复杂的铭文在他的手中浮现，只是看一眼就让人头晕目眩，无法自拔。苏风，这怎么可能呢？徐慕烟口中骇然无比，这个时候哪里还记得席卷而来的兽潮？霜寒破冰。苏风话语落下，那些锋利无比的寒锥便开始急速下坠。第12章恶魔之手。在苏风发动技能的那一刻，魁梧便感觉自己的周身被彻底的锁定。逃！这不是他能抗衡的力量。这2个市区不是人类的低等区域吗？怎么会出现如此恐怖的力量？魁梧这个时候也不管自己的魔气是否暴露了，再不挣开自己就要死了。可恶啊！罗萨大人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我必须将这里的信息带回。人类出动了更加强大的转职者，这一次的猎杀行动恐怕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奎恩惶恐无比，脚下的岩石直接被他一脚蹬碎，顺着峭壁落到幽月谷的空地当中，而他本体则是接力而行，双翅展开，便要朝着相反的方向飞离幽月谷。可身体才刚刚起飞，便被一道寒芒锁定，即将触碰的时候，魁梧便感觉到了刺骨无比的寒冷，会死。魁梧一瞬间判断而出，这种程度的实力，只怕是罗萨大人也有些棘手啊。魁梧的身体开始慢慢僵化，在冰锥接触到他的一瞬间，身体被精纯的元素瞬间包裹，魁梧庞大的身躯彻底被冻结，冰块跟着其余的冰锥一同落到地面。砰！冰块碎了一地，魁梧的身躯也不见了踪影。无尽的冰锥充斥在天地之间，每次下落都能够将那些魔兽尽数绞杀。砰！魔兽的躯体直接被消融，根本来不及有半点的反抗。本来烟尘四溢的幽月谷，此刻被无尽的冰芒覆盖。如果从远处观看的话，只能看到那庞大的元素能量在不断的倾泻而下，似乎想要将幽月谷夷为平地。此刻王浩跟徐慕烟的眼中满是震撼，苏风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禁咒？不是说他是普通家庭出身吗？这禁咒就算是他们家族当中也拿不出来啊！要知道禁咒也是有等级的，而实力越强的禁咒引动需要的能量也越强，而且这种花费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苏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苏风，你……徐慕烟好吃紧要，一时惊讶的说不出话。也对，苏风要真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又怎么会有如此卓越的认知呢？怪不得不担心转职的情况。庞大家族的手段是他们无法想象的，职业是可以更改的，就算是到达不了传说神话，以背后家族的手段，苏风弄个稀有职业还不是绰绰有余？徐慕烟顿时有些羞愧，自己还妄图想要给苏风一份职业，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可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是禁咒，以苏风现在的魔力也不可能引动啊！王浩呆在原地说不出话，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到了有些潮湿的地面上。他一直得罪的都是一个什么庞然大物啊？这可能会给王家带来灭顶之灾的。这种通天的手段，这种毁天灭地的禁咒，居然用来击杀一些低等级别的魔兽，简直是暴殄天物啊！他握在手中的那技能卷轴，似乎在这一刻显得极为无助。呵呵，真是可笑啊！王浩无奈自嘲，怪不得苏风不屑于与他计较，
原来两者的出发点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人家保命用的是禁咒，他用的也不过就是普通的群伤卷轴罢了。算了，真不好意思显摆了，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最为可笑的小丑。击杀魔兽长臂猿，或获得经验值5000；击杀魔兽嚎啸马，获得经验值18000；击杀魔兽暗影大符，获得经验值3万；击杀恶魔奎斯莫族，获得经验值50万。苏风，什么情况？这里怎么会有恶魔？不是优越谷里边只有魔兽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叮，宿主已获得一转资格，请尽快转职，相关经验值会储存。苏风没有管系统的提示，他四下张望，想要看看这附近还有没有恶魔。那可是恶魔啊，就连楚神都吃瘪的存在，这要是被他碰上了，到时候岂不是被爆杀？这只恶魔怎么这么倒霉？说不定无意间被我砸到了。这霜寒破冰现在只有1000米的距离，周围要是再有恶魔，我一会儿连自保都做不到了呀。苏风心中暗自思量着，他的话要是被别人听到，绝对会当场骂娘。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气人？什么叫只有1000米？技能的施法范围能够达到1000米就不错了，你这还是全场覆盖，直接秒杀，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还让不让别人玩了？叮！恭喜宿主获得黄金级别装备优越指环。叮！恭喜宿主获得黄金级别装备残云靴。叮！恭喜宿主获得黄金级别装备洛迦铠。叮！恭喜宿主获得稀有材料紫云金。叮！恭喜宿主获得稀有材料魔花拳。叮！恭喜宿主获得恶魔材料恶魔之手。这么多啊！但苏风此刻完全兴奋不起来，东西确实多，但也得有命享受才行。希望别的恶魔不要再出手了。天海市外围，刘老师，这就是你为人师表该有的模样吗？将自己的学生丢下，自己跑回来求救，你觉得这是身为一个班主任该有的作为吗？刘辉站在原地，脸上满是痛苦之色。这件事他做的确实不对，但眼下先救人才是重中之重啊。他走在半路之上，就碰到了王家赶来的救援人员。王家在收到消息的时候，立马通知了天海学院以及徐家，比较集训是一起的。而赶来的徐天见到刘辉，就是破口大骂，自己可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徐家主，现在不是责骂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先去救人才行。突然，天空之上遍布寒芒，好在是他们距离过远，要不然此刻可能会冻成冰碴。可谁知道，寒芒凝聚而成的一瞬，直接落到地面，那恐怖的威势直接将远处彻底覆盖。第13章，你怕不是上了这小子的当？这是什么强大的元素魔法？徐天站在原地愣神，他可是3转142级的强者呀，竟然在这种元素面前感觉自己异常的渺小，根本无法抗衡半分。木烟还在里边呢。刘辉，要是木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为你试问。徐天此刻状若疯魔，优越谷附近那庞大的魔力，他根本无法靠近半分，眼下也只有等这技能结束之后再做打算。可徐天心里清楚，徐木烟现在不过5级，又如何能够在这种堪称禁咒一般的技能当中存活下来？难如登天啊！徐天失魂落魄地蹲坐在地上，双目无神，只是怔怔地看着优越谷的方向，无数的冰锥在他的眸光之中滑落。王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这种庞大的禁咒力量，先前他可是切身体会过的。可一个人能够同时在2种元素能量之上精通，这是不是有些太过逆天了？王月看向刘辉，然后问道：留在优越谷的学生总共有几人？我要知道他们的名字。刘辉眼眸低垂，有气无力地说道：一共3人，苏风、徐木烟、王浩。王月心中感慨万千，果然是前辈在其中吗？可这次又是因为什么而发动的禁咒？而且正常人来说，水火不相容，很难将2者在体内的魔力调理得如此均衡。可前辈不但做到了，这种精纯无比的魔力简直是世间罕有啊！那这样看来的话，王浩跟徐木烟不会有事。但王月没有过多声张，只是没有了先前那种慌乱，镇定自若地看着远处的冰锤砸下。天海市市长办公室，你说什么？柳青晕人都骂了，这又是哪位大佬光临啊？这不是昨天才出现一位火系元素魔法的巨佬吗？怎么今天又出现一位冰系魔法的巨佬？什么时候这种禁咒变得这么不值钱了？我尼玛，天海市这种小地方哪里能够遭得住这种造啊？市长，千真万确传回来的消息，优越谷此刻被无尽的冰芒覆盖，而那里正好是天海市中学其中一个班级选定历练的场所。王家、徐家都已经派人前去营救，我们的人马是否也要过去？
柳青韵沉思片刻，淡淡的说道：“派人去帮助营救，记住，聚几个人便可，千万别打草惊蛇。这种巨老不是我们能够惹得起的。只要确定巨老对我们天海市没有任何的威胁，我就心安了。我们这种小地方，如果遭遇这么一个禁咒的话，恐怕会顷刻间灰飞烟灭啊。”“是，市长。”通话结束之后，柳青韵坐立难安。眼下这种情况，是否要上报呢？如果是上边派下来的，那他这么做恐怕会引起一定不满啊。旋即，他拿起手中的电话，给好兄弟田启明拨了过去。大家现在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头疼吧？有坑先让这小子踩踩再说。昨天骂他的事儿还没道歉呢。轰！直到最后一批冰锥全部落下，苏峰手中的铭文这才缓缓消散，但是他的额头上也渗出了一些细密的汗珠。太累了，主要是千米之内还有人类呢。为了不伤及无辜，苏峰后来都是尽可能的操纵着冰锥下落的轨迹。不过他能做的也仅仅是稍微偏离方向而已，只要不砸到人，其余的无所谓了。呼！好在是现在他的等级来到了20级，整体的实力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不然的话恐怕是要脱力了。不过刚刚施展双寒破冰的那种感觉还真是奇妙呢。苏峰觉得自己似乎是处于上帝的视角，可以查探当中的每一个位置，但现在他的实力过弱，还不能完全操控。恶魔的躯体也已经崩碎，苏峰只是在一瞬间看到一些跟周围魔兽不一样的身体部位。看到有些脱力的苏峰，徐沐烟赶忙将其护住。怎么有点痰呢？舒服。苏峰感觉香气扑鼻，睁开眼睛才发现现在正躺在徐沐烟的怀中。那就多烫一会儿吧。苏峰干脆闭上了眼睛，希望暂时不会有恶魔来打破这短暂的祥和。王浩无力地朝着这边看了一眼，心里有些不顺，但又不知道如何阻止。苏峰能够使用如此强大的禁咒卷轴，背后的实力自然不是他们王家可以比拟的。现在争取，岂不是自讨苦吃吗？良久，上百人的救援队赶来。王月看到苏峰躺在徐沐烟怀中，脸上划过一丝诧异，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不敢随意打扰。徐天可就不这么想了，这小子是谁啊？怎么就躺在自己的宝贝女儿怀中了？有没有搞错？哎，等等，刚刚那么强大的禁咒，怎么这3个小家伙一点事儿都没有？徐天有些狐疑地划过3人的面颊，看到苏峰一脸享受的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都是男人，你小子的表情还能骗过我？这不就是摆明了在享受吗？你小子给我起来！徐天绕到徐沐烟的正面，然后指着苏峰粗暴地说道：“爸，你干嘛呢？你知不知道是他救了我呀？”徐沐烟泪眼婆娑，现在苏峰都累得睡着了，结果自己父亲在这里大喊大叫的。徐天瞬间无语，额头上布满黑线。女儿啊，人心险恶，你根本不懂啊！你怕不是上了这小子的当？你看看这表情，睡着了能这么惬意？罢了罢了，女大不中留啊！徐天哪里看不出来自己女儿看这小子的眼神都不一样，只不过现在这么多人，他难道还能斤斤计较吗？苏峰也不好意思继续躺着，缓缓地睁开眼睛说道：“我刚刚怎么了？”徐沐烟柔声说道：“你力竭了，暂时晕过去，不碍事的。”这小子演技真好，当初他要是多点套路，说不定徐沐烟早出生2年呢。刘辉也赶忙跑过来，看到自己的学生相安无事，自然是兴奋不已。刚刚那恐怖的冰系元素魔力是怎么回事？第14章，人怕出，明珠怕撞。徐沐烟刚想开口解释，然后苏峰便打断了他：“你们不知道啊，刚刚沐烟同学使用冰锥术吟唱的时候，无意之间沟通了冰晶女神，恐怖的元素瞬间席卷全场，这才保住了我们3人的性命啊！”什么？徐天听到这话，瞬间也不计较苏峰了。沟通冰晶女神，这不就意味着他们徐家要飞了吗？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转职者沟通元素主神的事情，只是这种凤毛麟角，现在愈加的稀少，几乎已经变成了传说。没想到啊，自己的女儿竟然是天选之人，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要不是为了保住自己家主的形象，徐天恨不得现在就仰天长啸，爽，真他妈的爽啊！那以后徐家必定是要飞黄腾达的了。徐沐烟神色怪异，苏峰怎么将这种名头安在他的头上？王浩目光复杂，撇了撇嘴，终究是没说什么。他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传开是徐沐烟做的，那么地位必定会水涨船高，说不定还会被破格录取呢。但他更加没想到的是，苏峰竟然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徐沐烟。为了打消2人的疑虑，王浩捂着嘴巴，然后点了点头。一旁的王月则是心知肚明，这种也就骗他们那些不知情的人了。沟通元素主神，
这真的是天方夜谭啊！而市长柳青运派来的官方人员也开始慰问，主要是着重了解了一番徐慕烟的情况。这要是上报的话，那他们天海市这次可算是发达了。而且柳青运悬着的心也可以放下来了。苏峰没有掺和，只是将王月叫到一旁，让他去将幽月谷当中那恶魔的残破身躯找到。王月瞳孔地震，大佬不愧是大佬，随手直接就灭杀恶魔。等等，什么？恶魔？王月现在对苏峰的钦佩之情更加的浓郁。刚刚那种恐怖的禁咒原来是袭杀恶魔，怪不得会将方圆1000米全部遮蔽。高，实在是高啊！这东西，王月看着那黝黑且怪异的残躯，不由得瞳孔微缩。恶魔真的已经潜伏到了龙国的内地，看来深渊那边是出现了一些状况。王月将恶魔躯体收集完毕之后，顺便将一些不错的魔兽残躯也收了起来。苏峰指派的任务他可不敢怠慢。回去的路上，他们3人被额外的安置在一处幽静的空间当中。这是徐天的宝贝，名为净尘珠，跟储物戒指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这里边不仅能够储存物品，就连人也可以进入其中。最主要的作用便是凝神养气哦，对于调节心境有着重大帮助。徐慕烟跟王浩面面相觑，唯有苏峰躺在地上，依旧如先前那般云淡风轻。徐慕烟心里闪过诸多的想法，最后还是准备问问苏峰：你不是说每个魔兽都有它的弱点吗？攻击可以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你怎么自己违背自己的理论呢？徐慕烟想到苏峰早上教学的时候那股认真的模样，然后还给他们举例，结果反手就掏出禁咒毁天灭地。那是因为我讲授的全都是同学，大家都是新手嘛。要是有些实力的，我肯定会加上前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什么技巧都是无用的。徐慕烟，为什么将功劳让给我？谁让给你了？我只是喜欢清闲，你不知道啊，人怕出名猪怕壮，赶明儿我家的门槛都要被记者踏破了。徐慕烟轻笑，苏峰永远都是这般乐观，但他的内心还是挺感动的。接受了这次的功劳，他知道接下来会带来很多的好处，甚至关乎于接下来的升学测试。苏峰，我能问问你的真实身份吗？徐慕烟扭捏不断，还是顶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我普通人啊，我家要是跟你一样有庞大的家世背景，我还用吃土10几年，早就勾栏听取，无所畏惧了。苏峰，哼！徐慕烟秀眉微蹙，场中的气氛瞬间就变了。得，女人就这样，说翻脸就翻脸。苏峰躺在地上摇着左腿，心里却是想的接下来的转职，他可以去转职大厅接取任务了。王浩沉默不言，但脸上却是极为尴尬。难道我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苍天啊！回到天海市当中，本来要带着苏峰他们去检查一番，看看身体有没有受伤，但苏峰执意不用，跟众人分道扬镳，再跟王月约定的地点见面。前辈，这里是那恶魔的躯体以及诸多魔兽的残躯，由于庞大的威力，所以就只剩下这些了。没关系，恶魔的躯体你把那一部分拿走，如果你将此次事情上报的话，工会当中应该有些嘉奖。恶魔已然渗透到内地，我现在的身份不便出面，需要借助你联系龙国的高层，让他们警惕起来才是。王月神色激动，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么重大的发现，再加上带回恶魔躯体，恐怕工会也会受到龙国的奖赏。多谢前辈。不用客气，我既然用你，那么肯定就不会白白的使唤。王月受宠若惊，当即躬身，能为前辈效命，乃是我的荣幸。跟我来吧，我需要你替我将这些东西全部收出。是。天明商会商铺，那老板看着熟悉的面孔，赶忙躬身。倒不是因为苏峰，主要是一旁的王月啊。王家在天海市可是跟天明商会有着极多的合作，尤其是王月年纪轻轻便已经进入3阶工会当中，以后前途无量呢。老板，将这些东西全部处理。中年男子看着储物界当中无穷无尽的材料，嘴巴都难以闭合。两位稍等，我这就清算一番。苏峰跟王月坐在一旁品茶，不得不说，这次的态度变得更加的恭敬了。而老板马润看着里边的材料，越来越心惊。稀有材料，紫云金，天齐麋鹿的鹿角，魔残躯，稀有材料，恶魔之手，这赚大发了呀！真的是上天眷顾，不是2位贵客眷顾，怕不是1天的交易额度就能达到淡季1年的。第15章，2天时间直达1转，1500万，主要是那恶魔之手就卖到了1000万之巨。而恶魔躯体过于残破，利用度大打折扣。王月让马润将所有的钱财全都打到了苏峰的账户当中，而卡片的等级也直接来到了黑金。马润混迹商场这么多年，自然慧眼识珠，
苏峰第一天就卖到了300多万，第二天跟着王月来又售卖1500万的东西，这简直是摇钱树啊！是他马润一生的贵人啊！销售额达到3000万可以提到铂金，5000万才能升到黑金。但马润凭借3寸不烂之舌，硬生生跟上边沟通，以他的性命做担保，为苏峰开通了黑金级别的卡片。要知道，黑金的会员卡在龙国也不过千百张而已，至于在网上的，那就不是凭借交易额可以拿到的了。但是黑金会员卡意味着在天明商会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权利，如果遇到麻烦，甚至可以让天明商会出手解决，但也有一定的限制。而天明商会旗下的所有产业，凭借黑金级会员卡都能拿到7折的优惠，甚至可以随意的使唤其中的员工。苏峰没有拒绝，马润也算是投资，他当然知道这黑金级别的卡片意味着什么。看着离去的两人，马润心头感慨，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要是在1个月之内，你的交易额度达不到5000万，到时候不仅仅是收回会员卡这么简单，我可能要提头去见副会长了。一处悬崖峭壁的山洞当中，罗萨大人，魁梧他死了。一个2米多高、通体黝黑、背生双翅的怪物急忙跑进山洞，将这个消息告诉罗萨。上方端坐的恶魔没有半分波澜，只是淡淡的问道：“怎么回事？不是说不让你们暴露吗？”罗萨大人，魁梧死于禁咒，按照那恐怖的威力来说，起码也能够媲美6传职业者，难不成是我们已经暴露了？卡尔面露疑惑，这次他们的行动可是由罗萨大人亲自带领，沿途更是毁尸灭迹，没有露出半点马脚。什么类型的禁咒？罗萨修长的手指在石椅之上不断的敲动着，脑海当中却是在思索接下来的计划。冰系元素，方圆1000米之内全部都能感受到恐怖的威压，漫天的冰锥，没有半分逃脱的可能。哦，罗萨沉思片刻，龙国当中能够使用如此冰系禁咒的人，应该少之又少才对啊。他们这次的行动足以瞒过任何人。按照常理来说，人类的强者此刻应该在维护深渊的稳定，而他带领手下直捣黄龙，只要连续让人类2-3年之内的天才断层，那么深渊当中的恶魔便可倾巢而出，到时候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天下。我知道了，也许魁梧是不小心撞到了6转的职业者，接下来你们全都给我龟缩起来，最后几天我不想出任何的差错。违令者死！卡尔跪在地上，不敢有任何的异动。是。跟王月分别之后，苏峰独自一人来到了转职大厅。天海市的转职大厅并不豪华，通体呈现一个元宝那般的形状，上下总共6层，而且由于年久失修，侧边的墙壁都有脱裂的迹象。进入转职大厅当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横跨10米的木质前台，然后里边有着穿黑丝西装的客服，旁边有标识。苏峰顺势来到一转的位置。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客服约莫20岁出头，将头发扎成马尾的模样，倒是显得极为利落。我想要一转，还请帮我安排。好的，请您填写基本信息，接下来在这里缴纳1万的龙币费用，便可以进入左侧的法阵当中领取一转任务。苏峰干脆利落的填写完毕，然后缴纳费用，一气呵成。看着苏峰求见的背影，客服稍稍有些陶醉。这么年轻就一转了。等等，天海中学高3毕业生，这不是昨天才转职吗？客服目瞪口呆，看着左侧的转职大厅，久久无法言语。天才啊！苏峰掠过法阵外围的护罩，进入其中之后，发现核心位置全都是被密密麻麻晦色的铭文覆盖，而其中放着一根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法杖，这应该就是转职法阵的核心了。苏峰站到法阵中央，一道金色的光芒降临，将他的全身笼罩，然后便浮现出一转的任务。这么简单？苏峰人自己都懵了，别人转职不都是要攻略什么秘境，或者是找寻什么强大的材料吗？结果他前面的任务就是要他找件高级装备，而且没有任何要求。我测，难道是因为我是普通的魔法师，所以一转才会如此简单？苏峰哑然，但他倒是也乐得自在。客服看着出来的苏峰，然后紧接着便来到他面前，说道：“我来完成任务。”客服，开玩笑呢吧？你不是刚出来吗？怎么又要进去？这任务有这么简单吗？他在这里工作2年，就没有见过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哪个转职者进来不是一脸肉疼或者是疲惫啊？客服没有顶住好奇心的驱使，怯生生地问道：“你的任务？找东西，我刚好有。这运气也忒好了吧？好，我马上安排。这里缴纳1万龙币，便可以直接进去了。”苏峰进入转职法阵当中，随着光芒冲刺而过，他感觉自己身体当中的什么壁垒被直接打开了。现在是异常的舒爽啊！不错，这就是一转的感觉吗？苏峰还没来得及探查，他的等级就开始疯狂飙升。叮，
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42级。卧槽！储存了这么多的经验值吗？苏峰直接傻眼，要知道二转也仅仅只需要60级啊，而他现在直接就飙到42了，似乎也没有那么难嘛。第16章白送技能，转职成功。身为一个魔法师，怎么能够没有保命的技能呢？由于职业低微，魔法师专属闪现已自动替换为2段跳。苏峰，尼玛，没有闪现还叫什么魔法师？这2段跳是什么鬼？检测到宿主学到新的技能2段跳，2段跳万倍增幅，大荒星陨。大荒星陨在万里之内选择一个落点，对方原千米之内的所有敌人造成10000%的物理伤害，处于落点100米之内的目标将承受基础伤害的10倍。等等，这也太……苏峰哑口无言。看清楚技能描述之后，苏峰直呼卧槽，万里是什么概念啊？可以横跨10几个市区了，这尼玛以后去哪里不是直接跳跳就行了，连传送阵都用不着啊！大多数的传送阵都达不到这个距离，就算是个别传送阵能够达到，但那也耗资不菲，这种距离的传送说不定要花费1000万龙币呢。而苏峰只是跺跺脚的事情，这能比吗？闪现，真不输，以后那可太方便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苏峰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姓名：苏峰，等级42，生命36850，魔力43400，攻击489，灵能1233，护甲756，魔抗885，敏捷823，体力655，精神1023，幸运0，天赋万倍增幅，魔力涌动，技能炽热脉冲，霜寒破冰，大荒星陨，装备优越指环，残云靴，洛迦铠，熔岩火杖，贾纳护腕，狂硕腰带，灵巧披风，采撷坠，迷之腿甲，枯松魔盔。客服小姐姐看着意气风发的苏峰，总觉得身上变化巨大，但是她又看不出什么。苏峰转职完成之后就去天明商会了，先前倒是光顾着卖东西了，忘记收购一些极为便宜的技能书。他现在的手段实在是太少。看着进来的苏峰，马润当即目露金光。我就说嘛，这小子绝对不会让他失望的。没想到这才不到2个小时又来了，马润都差喊苏峰亲爹了。一次比一次高的交易额，怕不是来上那么3、4次，今年他就可以直接躺平休息了。老板，你这里有什么便宜的技能书吗？就那种贼拉便宜的。马润，不是来卖东西的吗？这是怎么回事？便宜的技能书，光2天就收了小2000万的龙币，怎么还买这种东西啊？不过现在苏峰是尊贵且稀有的黑金会员，他就算是有些失望，也不能说些什么。便宜的技能，稍等稍等。马润去货架之上查看，珍贵的技能书表面都有一个微型的魔法阵在保护，但便宜的可就没有这么多的规矩了。随意的跟其余的一些物品散落在货架上，要是不细找的话，还真的发现不了呢。烂大街的那种就行。马润听到这话，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不是这也太抠门了吧？他都怀疑自己力荐苏峰成为黑金会员，有些太过莽撞了。马润翻找了10多分钟，这烂大街的也就2本啊，而且几乎是没人用的技能书，这都放着有点积灰了。小旋风，弱电击。马润苦笑，这2本技能书完全就是鸡肋啊，怪不得卖不出去呢。就算是魔法师转职都能随意生成的技能都比这个强。2本技能书多少钱？马润满脸黑线，不要钱，白送。马老板真是会做生意，那我就不客气了。苏峰笑嘻嘻的拿着技能书就走了，只留下马润愣在原地，久久无法自拔。这技能书的价格本身也就那样，说不定白送都没有人要呢，怎么偏偏尊贵的黑金会员会找这种技能？怪哉怪哉！回到房间当中的苏峰立马将2个技能全部学习。叮！检测到宿主学习新的技能小旋风。小旋风万倍增幅，风暴之怒。风暴之怒在方圆1000米之内形成无数锋利的刀刃，对身处其中的敌人造成绞杀。锋刃每次都会造成10%万的魔法伤害，并且锋刃可以互相叠加，攻击同一部位的话，伤害将翻倍，最大强化10倍。我尼玛，这么强！以后倒是可以试试风暴之怒的效果，这个的伤害是要比霜寒破冰要强一些的，那个倒是可以用来打控制。这话要是被别人听到，都不知道怎么吐槽了。那可是堪比6转大佬的禁咒啊！在你这里就是打个控制，谁家打控制使用禁咒啊？这不是玩呢？叮！检测到宿主学习新的技能弱电击。弱电击万倍增幅，灵雷破心枪。灵雷破心枪
凝集全身的雷电属性元素，在手中形成一柄长约2米的枪体，可以锁定1万米之内的敌人，对其造成30%万的灵能伤害，仅限于单体。死！看到介绍之后，苏峰直接倒吸一口凉气。这尼玛，好强！单体造成如此多的伤害，那现在岂不是100级以内无敌？苏峰摩拳擦掌，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单体锁定技能，也就意味着对面必须要吃下，否则不死不休。除非对面的护盾就有几百上千万，不然的话，这一击大体是挡不住的。不错，免费送的2个神级，这下真的赚麻了。倒不是苏峰不想购买技能书，主要是在店铺当中的技能书，就算是普通的也要数10万啊。要是等级高一点的，直接就是几百上千万了。越是珍贵的技能，价值越高。他现在可以靠着系统增幅这些简单的技能，暂时就不考虑那些了，而钱财留着有用。很多大家族都把控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秘境，若是想要进去的话，那么少不了购买门票。而有些固定的秘境里边是可以爆出一些强横的套装的，所以有些人就会在其中一个秘境当中刷上几十上百遍，来保证自己获得完整的套装。不过苏峰现在暂时还不需要，先把高考过去再说，等到进入学府之后就可以躺平享受了，手里拿着几千万，到时候整天寻欢作乐，岂不是美滋滋？第17章黑金会员的特权。王家，王月将消息全部报告给会长，没想到那边竟然格外的注意，而且对于王月的表现给予一定的嘉奖。王月，从今天开始你便身为我们龙鹰公会的核心成员，同那些部长享受一般的待遇。会长的声音在王月耳旁不住的回荡着，他甚至有些没有缓过神来。部长的待遇啊！王月现在只是成员，只有在公会当中接取任务才能获得贡献度，而这些贡献度可以用来兑换公会当中的一些物品，里边不论是装备、道具，亦或者消耗品，都五花八门，有些在天海市根本都接触不到。而部长的待遇则每年都可以获得3000点贡献度，这些是除过任务之外公会给予的，所以王月自然是有些受宠若惊。没想到一个消息居然换来了这么大的改变。谢谢会长。龙鹰公会的会长林啸是一位武传的剑士，能够得到他的嘉奖，王月也能够隐约猜到这次消息的珍贵程度，抓紧提升实力，到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做到部长的位置。是。王月心潮澎湃，苏峰这次可是帮了他的大忙了。在结束通话之后，林啸缓缓起身，叫来副会长商议事宜。这次的消息他要亲自跑上一趟，而且刚刚已经跟王月使用魔法阵将一部分恶魔的残躯传送了过来。消息的珍贵程度无比重要，他要尽快的去上报。恶魔侵入，这可是龙国全体上下的事情。傍晚，苏峰进入天明商会的酒吧，在这里直接给他安排了一间豪华包间。这里的视线可以直接将前面的舞台跟2侧的座椅全部收入眼底，而且还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苏峰有些不太自在，就让人在外边等着，有需要的时候再进来。王月对于苏峰愈加的恭敬，并且还让苏峰在公会当中选择自己心仪的东西。谁知苏峰却只是要几本异常普通的技能书，这倒是让王月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大佬的喜好有些不一样？不过既然是苏峰要求的，他肯定会着重搜罗一番的。外边传来甜美的歌声，苏峰品尝着那千藤花蜜，加上王月在一旁服侍，倒是别有一番滋味。杂音有点重啊，能不能让他进来唱？苏峰话音未落，外边的服务人员便恭恭敬敬地走来。苏先生，如果您需要的话，是可以的，这属于您的权限之内。哦豁，苏峰倒是有些意外，外边那个歌星好像在哪里见过，没想到天明商会还能做到如此地步，果然是手段通天。那就让他进来唱吧。浩儿，少喝点，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咱以后又不是找不到。你还小，可不能这么早就陷入爱情的苦海当中啊。王明石再是有些心疼，王浩自从回来之后就不住的饮酒，差点将珍藏的千藤花蜜拿去，那价值可贵呢，要是被老爷子知道了，恐怕到时候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你看，二叔知道今天有你非常喜欢的歌星赵颖儿，所以特意买了前排的票，今天晚上好好欣赏就是了。王明看着自己侄子这副模样，想起他当初为情所困，唉，都是同道中人啊，只有淋过雨的人才知道给别人撑伞。王明实在是不愿意看着自己疼爱的侄子在舔狗一道上一去不复返。悦耳的歌声在空气当中回荡，王明靠在卡座上开始闭目享受。歌怎么停了？王明瞪大眼睛看着赵颖儿竟然穿着长裙就走了。是的，他没看错，走了。这尼玛什么意思啊？花钱了不给看是吧？喂，你们天明商会就是这么做的吗？我们专程买的票，这怎么算啊？舞台上的负责人员白了一眼王明，那意思庞佛在说省省吧老弟，就你那个票价，
也好意思拿出来现眼？各位，票价一会儿天明商会会原属退还。我们今天场中有一位黑金会员亲自点名要赵颖儿小姐演唱，你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工作人员说完也不管底下人是何反应，他们只需要照做就行了。唯有一条宗旨，黑金会员就是天，更不要说这是在一个小小的天海市。看着豪横的工作人员，众人心中也是无奈。天明商会的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足够的钱财，便可以让人尊重你，也可以为你打破规则，这不是什么难事。只是他们没想到在天海市当中竟然莅临一位黑金会员，还真是有些稀奇呢。要知道，就算是徐家跟王家当中最高也不过是黄金会员，天明商会的黑金会员要求是每年交易5000万的物品，光是这一条就几乎将绝大多数的冒险者跟踪小家族排斥在外。毕竟生意人是要讲究利益的，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要以发展为主。真想见识见识传说当中的黑金会员啊！别说黑金，就算是黄金会员，我做梦都能笑醒了。哎，省省吧，这不是咱们可以觊觎的。黑金会员可是身份的象征，别说今天是让赵颖儿小姐去唱歌，就算是赔，那也只能顺从啊。真羡慕，让我体验一把，就算是死也愿意啊。别提了，怎么就撞到我的女生被人这样凌辱啊？我求个签名这么长时间都拿不到，结果人家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啊！众人尽管发着牢骚，但并不能改变什么，只能借酒消愁啊。而王明看着失魂落魄的王浩，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不行，今天为了自己的侄子，也得闯上一闯。就凭王家在天海市当中的地位，怎么说也得给王家几分薄面吧。大不了把家里的千藤花蜜拿去赔罪就是了。干了！王明强行拉起王浩，跟在那些工作人员的后边。第18章签名。见过苏先生。赵颖儿生的倒是极为可人，标准的瓜子脸，再加上那修身的长裙，看起来充满了诱惑。细长的高跟鞋将裸足完美无瑕的修饰出来，细白的大腿在侧开的长裙之中若隐若现，倒是别有一番美感。将你的成名作拿出来唱唱吧。倒也不能让你白唱，一会儿上你杯酒就是了。赵颖儿受宠若惊，没想到天明商会当中的黑金会员竟然瞧上了自己这不入流的唱功。看着旁边的王月，赵颖儿总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苏先生身边竟然有这等姿色的女子，而且还表现得这么温婉可人。赵颖儿清脆的嗓音才刚刚张开，外边便传来工作人员的呵斥声。苏峰眉头微皱，怎么回事？工作人员赶忙回应道：苏先生，是本地王家的副家主跟少爷过来，非要让赵颖儿小姐签名，我们正在驱赶呢，打扰到您的雅兴，实在是抱歉。工作人员微微躬身，语气异常的诚恳。哥哥。王月有些尴尬，这个节骨眼上，这不是找事吗？不用，让他们进来。工作人员瞳孔瞪大，似乎是难以置信苏峰会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前辈，抱歉。王月立马表示歉意，这种时候怕不是给整个王家引火烧身，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无碍，先且看看。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之下，王明跟王浩出现在异常豪华的包间之内。你，王浩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眼前这人就算是化成灰他也认识啊。小姑，妹妹。王明跟王浩瞬间瞪大眼睛，庞佛喝醉的酒也醒了不少。怎么，不认识我了？苏峰将杯中的千藤花蜜一饮而尽，笑意盈盈地看着王浩。这一笑，不只是王浩头皮发麻，王月亦是如此。这家伙居然是黑金会员，果然一切都是装的，还说什么普通人家的孩子，与之相比，我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啊。王浩眼眶当中的泪水不争气的滑落，怎么自己这2天处处碰壁啊？而且全都是来自苏峰，这家伙不会是命中克他的吧？你不是想要赵颖儿的签名吗？给他好好签几个，这杯佳酿便是你的了。赵颖儿受宠若惊，就算是什么都不给，他也得照做呀。千藤花蜜，王明脱口而出，这种味道他可是再熟悉不过了，毕竟是亲自参与制作的，可为什么？旋即他看向一旁的王月，这可真是他的好妹妹啊。但是在家族的地位之中，他可比不过王月。听到那4个字，赵颖儿身躯当即一怔。传说当中王家的珍藏佳酿千藤花蜜，内心当中仿若掀起惊涛骇浪那般。这苏先生的老头可真是不小啊！这种酒在外边被人炒到千万之巨，可王家硬是没有出售一瓶。结果这苏先生随手一品便是此等佳酿，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啊！最重要的是，他今天也能见识见识传说当中的佳酿。赵颖儿的手掌都有些激动，导致给王浩签名的时候有些笔画歪歪扭扭。不过胜在数量多，倒也有几个能看的。
王浩此刻心如死灰，痛，太痛了！自己喜欢的女孩被苏峰抢走不说，现在就连喜欢的歌星也是如此。毁灭吧！王浩已经不想反抗了。王浩的身体衣服上全都被赵以尔3个字占领，后来赵以尔自己都不好意思签了。你的了。赵以尔接过那杯中芳香四溢的佳酿，朝着众人点头过后，才慢慢饮下。果然是唇齿留香。赵以尔看向苏峰的眼神当中满是感激，亦是崇拜。年纪轻轻便做到如此程度，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少爷。刚刚听闻王月竟然称呼苏峰前辈，想来也是手段不凡。今日倒是走运了。王月将王明跟王浩带下去之后，回来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忧心，生怕这位前辈降罪。而苏峰没有在意，只是听着清脆的歌声，慢慢的将千藤花蜜品尝完毕。不得不说，歌星在身边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啊。感觉到身体有些疲乏，苏峰便直接去天明商会安顿的酒店入住了。翌日，苏峰从柔软的大床上醒来，发现周围全都是各式各样的魔法阵，而且上边还细心的用魔法文字标注了各自的用处。怪不得先前那么多人都想要来天明商会见识一番呢，光是这种鬼斧神工的手笔，便不是别人可以随意取代的。苏峰点开衣着，里边全都是名贵的衣物，用品一应俱全，而且竟然还有一些难以想象的服务，还真是周到啊。不过他现在主要是以学业为主，可不能随意放纵啊。一切等到全国考核结束之后，苏峰洗漱完毕，享用着早餐，然后看着魔法屏幕当中弹过的今日快讯，他点开天海市，映入眼帘的便是2条比较劲爆的消息。徐家大小姐徐慕嫣昨日沟通冰晶女神，降临万丈寒芒，拯救同学于水火之中，记者络绎不绝，徐家大门门槛都被踩下了印记。还好我有先见之明，不然这下可要麻烦了。苏峰轻笑一声，然后看向第2条，昨日优越谷彻底被毁，但冒险者竟然在里边发现秘境，现在各大家族正在赶往协商，官方人员已经出面，正在商议如何处理最新出现的秘境。最新消息请关注本频道。秘境啊，倒是不错，要是进入的话，我应该可以直接提升到60级，可以开始准备2传了。苏峰收拾完毕便离开了天明商会，来到熟悉的优越谷，这里2侧的山体均已倒塌，而在其中一侧的废墟上竟然有着一个魔法铭文凝结而成的漩涡。苏峰挤到前方，便发现这里早已站满了各大家族的负责人，就连市长柳青韵也在，隔壁的市长田启明居然也在。而躲在人群当中的徐慕嫣看到苏峰之后，立马小跑过来：“你昨天去哪儿了？”还莫等苏峰回答，徐慕嫣便再次说道：“你都不知道，我家的门槛都被踏破了，不只是有学府上门主动招揽，甚至还有些家族提亲呢。”苏峰笑道：“那不是正好？”徐慕嫣翻翻白眼，然后站在苏峰身旁。第19章6转大佬。关于秘境的问题，众人商议也没有什么结果，最后还是柳青韵出面派出先遣队探索一番秘境，先确定是何种等级，接下来再跟各大家族商讨关于秘境运营的事情。为了公平起见，先遣队则是各大家族各自派出2人进去执行初步的勘探任务，而徐天则是找到了苏峰，拍了拍后者的肩膀说道：“小子，昨天的事情要多谢你，我们徐家的商单直接增加了 30%， 这次的秘境探索徐家有2个名额，其中1个便交给你。”苏峰挑眉：“大叔，你误会了，其实都是慕嫣自己。”还莫等苏峰说完，徐天便直接将其打断：“小子，我自己的女儿什么情况我还是知道的，别忘了，我可是她亲爹。你们才认识多长时间？我可是看着她长大的，虽然优秀，但想要沟通冰晶女神是完全不够格的。”苏峰也不再隐瞒，只是干笑道：“不愧是亲爹。至于你们俩的事情，我不会掺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她的选择便是我的选择。总的来说，作为这次事件的受益人，我徐天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的，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来徐家找我。”“没问题，多谢徐叔。”苏峰倒是没想到徐天竟然如此通透，看来昨日那副作态也是表演给外人看了。不过自己倒是阴差阳错的拿了1个名额，这波怎么说都不亏的。进入秘境一定是第一批人赚的最多，可能会存在一些孤品。在排队进入秘境的时候，徐慕嫣贴着苏峰问道：“我爸没有说你什么吧？”“没有，你都不知道，你爹跟我相谈甚欢，非要跟我掰把子。我一想啊，那以后你见我不得叫叔啊，所以我就说容我先回去想想。”徐慕嫣嗔怪苏峰一声，不管是不是真的，他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众人一同进入不断旋转的秘境当中，徐慕嫣抓着苏峰的胳膊，随后便陷入天旋地转的晕眩当中。等到2人意识清醒的时候，正站在一处山丘的顶端，肉眼可及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花草，有时还传来部分兽吼声。叮！
成功进入秘境优越魔森。听到提示声音，苏峰眉头微皱，看来这里不似表面看上去那般平淡。走吧，我们进入查探一番。秘境外围，柳青韵接到电话，有一位六转强者来访。他有些惊愕，怎么这小小的天海市最近会如此热闹？这不应该啊。不过六转强者造访，他身为天海市的市长，还是有必要接待的。说不定对于自己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天海市，柳青韵带着几位副市长恭恭敬敬地看着前方那身材瘦削、头发黑白相间的中年男子。来人整个身躯几乎都被魔法斗篷遮蔽，上边还镌刻着一些晦涩难懂的铭文。不用说，就知道这件装备价值不菲。我此次前来负责调查禁咒一事，还望你们能够将蛛丝马迹告诉我。史天雄声音平静无比，但在柳青韵等人耳中却有一股不可忤逆的威严。随后柳青韵解释了禁咒出现的情况，主要是介绍了一下徐慕烟的情况。如果徐慕烟真的沟通冰晶女神，那么接下来天海市自然也会受到龙国的照料。史天雄目光微眯，具体是否如此还要仔细查看一番。问清楚禁咒出现的位置，史天雄的身形瞬间便消失不见。这种手段让柳青韵等人惊愕无比，不愧是六转级别的强者，身上的威压果然不可小觑。魔云山脉，好精纯的火属性元素，恐怕就算是七转强者也不能够运用得如此纯熟。而且将元素凝练到实体，并没有丝毫外泄，这种手段怕不是直逼八转强者了。史天雄眉头紧皱，要真的牵扯到八转强者的话，那么他来这里的分量就不够看了呀。旋即他用魔咒智慧会长将这里的情况做了简单的说明，并且附上了自己的猜测。好强，这威力竟然直接绵延数千米，再往前就到了天灵市的地界了。史天雄一路追查，被禁咒伤害过的山体都呈现出整齐的缺口，此等手段简直是通天彻地之能啊！按理来说，这里不可能出现七转以上的强者啊。天海市地势偏僻，经济萧条，常年以来升学率都是倒数，怎么会有大佬来这里？史天雄将路上的所有情况全部用魔法咒文记录下来，然后传输到会长那边。优越谷，这里便是恶魔出现的地方了。史天雄看着远处被摧毁的优越谷，不由得有些惊愕。这种搬山填海的能力，怕不是又是一个禁咒？可按照柳青韵等人所说，是一个小女孩沟通了冰晶女神，方才有这种景象。如果真是如此，那这小女孩往后的成就将不可限量。史天雄手中出现一截黝黑色的残躯，这还是会长临走的时候交给他的，方便找寻恶魔的踪迹。去！史天雄口中默念咒语，旋即那漆黑的残躯便朝着一处地方飞去。怎么有人在天上腾飞啊？有人无意间的一句话，立马便将百无聊赖的众人吸引到上空。卧槽！想要御空飞行，起码也要五转大佬的实力吧？咱们天海市什么时候有这种强者了？切，谁告诉你是大佬了？飞行服1张100万龙币，只要你有钱，还怕轮不到你装杯吗？你说的倒也对，但是那个人的飘逸程度好像不是飞行服能够达到的呀。这里看这样子是被一击毙命，周围甚至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恶魔之气一旦易散，会存留很长时间，可这里却空空如也，只有轻微的恶魔气息，而且还若隐若现，很强。难不成是龙国最新出现的8转大佬？怪不得能够让恶魔在悄无声息之间便将其一击毙命，这种手段就算是会长也做不到吧？史天雄看得有些出神，本以为自己来到这种地方已经是无敌的存在，可现在看来，他好像就是一个卡拉米啊。第20章恶魔统帅秘境，这是什么怪物？怎么会这么强啊？优越魔森当中不时地传出惨叫声，每次出现只是简单持续一会儿，便彻底的消失不见。而在秘境之外的家族成员看到手中的生命水晶碎裂的时候，当即大惊。快通知家族成员，秘境当中出现意外。苏峰带着徐慕烟走在阴气重重的森林当中，从内部观看，跟外围简直是天差地别。外表鸟语花香，进来却是阴森恐怖。徐慕烟头皮发麻，拉着苏峰的衣角，怯生生地跟在后边。这秘境看来不似普通的那般啊。秘境跟副本的难度区分几乎一致，从低到高分别是普通、勇者、冒险、噩梦、地狱、失魂、虚无，而秘境形成也跟周围环境的魔力有极大的关系。按照天海市跟天灵市周围这种资源匮乏的情况来说，诞生的秘境应该不会超过勇者级别才对，所以徐天才放心让徐慕烟跟着苏峰进入，毕竟他自然给徐慕烟准备了一定的保命手段，应付区勇者级别的秘境还是没有问题的。苏峰越是超前行进，就感觉到越是压抑，似乎周围的一些树木在瞪着他。结，我巴拉斯筹备100年时间，终于复活了。
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传遍秘境当中的各个角落，仅存的几人皆是头皮发麻。巴拉斯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啊！苏风目光微沉，若有所思。原来那一战真实存在啊！苏风，你在说什么？没什么，恐怕我们遇到点麻烦。苏风曾在图书馆当中看过这段记载，千年以前，深渊在蓝星之上出现，无数恶魔开始侵略人类的生存领地，人类奋起抵抗，在此之中，觉醒异能者不断出现，后来人们将其统称为转职。本以为这场战斗毫无悬念，可人类的顽强超乎恶魔的想象。100年之后，8大恶魔率领无数手下征战人类，而这巴拉斯便是其中之一。大战持续数日，人类联合魔兽、魔职将恶魔击败，并且将深渊彻底的封印起来。外边设立无数高阶魔法阵，甚至有8转、9转的大佬在外时刻维护。这巴拉斯当时便是征伐龙国的一位恶魔统帅，可据书本记载，这家伙是被彻底斩杀了呀！怎么会在此出现？苏风有些困惑，但眼下只有找到这位恶魔再说了。也不知道他的技能能不能挡得住昔日的恶魔统帅，失败的话，估计又得重开了。好精纯的人类气息，进来这里的所有人都要死！让我沉睡将近1000年时光，这一次我必将让你们血染山河，尸横遍野！喂，你能不能别光叫，出来见见！苏风有些无语，一直躲在暗处大喊大叫，让人感觉生理不适啊！小子，你简直是找死！砰！在苏风面前伫立着一个身高不足1米的恐怖恶魔，口中的利齿散发着可怖的寒芒，背后的翅膀也有些别致，跟常规的恶魔倒是有些不同。你是巴拉斯？苏风有些疑惑地看着面前的恶魔，他实在无法相信1000年以前征伐龙国的竟然是如此一位犹如侏儒一般的恶魔。如假包换！可是我听说恶魔统帅巴拉斯身高100尺，魁梧霸气，睥睨天下，你这3寸钉也来碰瓷？徐慕烟想笑又不敢笑，尽管眼前这恶魔不足1米，但身上的魔气也是异常的恐怖。巴拉斯气急败坏地叫喊道，要不是吸收的那只垃圾恶魔的魔气不纯，外加上进来的人类等级底下，我怎么可能只能凝聚这么一点魔躯？明白了，罪魁祸首就是你。苏风上下打量着巴拉斯的躯体，心中正在暗暗估价。先前那掉落的魔兽之手都能卖到1000万，这家伙说是垃圾，要是将这家伙逮回去，肯定能卖不少钱。苏风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巴拉斯的眼神当中满是贪婪。巴拉斯心底一沉，这尼玛人类现在都这么变态了吗？1000年之前喜欢魔女，现在连魔王都不放过了。你们喜欢玩，那就陪你们慢慢玩玩，我的手下会招呼你们的。巴拉斯想到自己还没有将能量吸收完毕，直接便消散在了原地。找食物这种工作，怎么也轮不到尊贵的魔王亲自出手吧？怎么走了？苏风挠头，这个魔王看起来精神不太正常啊。苏风，我们……徐慕烟还没说完，周围便从地底爬出许多阴暗的躯体，看不清楚轮廓，但身上散发着恶臭的气息，就连一些诡异的树木都有了动作。喜欢玩？那我就陪你玩。风暴之怒！苏风脚下出现一道凛冽的气旋，将他跟徐慕烟护在中心。旋即，这道气旋急速扩充，瞬间席卷1000米，空气当中全都是凛冽的风刃，呼啸的狂风将许多树木连根拔起，一些躯体脆弱的干尸直接被当场绞杀。成功击杀怪物人类干尸，获得经验值2万；成功击杀怪物恶魔堕躯，获得经验值4万；成功击杀怪物鬼眼魔师，获得经验值5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这个秘境的等级起码是噩梦难度呀！这里边的怪物居然如此之多，而且蕴含的经验值也异常的庞大。不管了，反正正好需要2转，给我再加把劲儿！空中的气旋变得更加的猛烈，将许多树木连根拔起，在空中被彻底的搅为灰烬。徐慕烟心中骇然，苏风背后的势力到底多么强大？这种禁咒说用就用吗？而且还不带重样的，这么一下将一个徐家折合进去了。徐慕烟暗自咂舌，看着周围那些怪物被全部绞杀。而在远处山脉当中的巴拉斯看到森林出现异变，而且波及的范围如此广袤，如果不是他及时燃烧生命，恐怕再逗留一会儿，他就要被搅成碎片了。谁？到底是谁？巴拉斯仰天长啸，难道是有人类8转以上的大佬进入？缩头乌龟，有种的给我出来！巴拉斯躲在山脉的深处，森林已经被彻底的毁掉。我可是恶魔统帅巴拉斯，我耀武扬威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第21章，意外收获。什么？秘境当中的人全都死了？各大家族的人员全都聚集在秘境外围，
此刻再也没有半点松散的气氛。徐天站在原地错愕无比，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啊？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去涉险呢？好在徐慕烟留下的生命魔珠还没有碎裂，可坏消息是其余所有人全都死亡。接下来恐怕就轮到徐慕烟了。众人正准备再次组建更为强大的人手进去勘探，可是秘境入口处竟然爆发出无比强烈的魔力，一道极为迅捷的锋刃从众人头顶飞过，竟然将远处的一颗巨石直接一分为二。尼玛，这秘境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看来我们的判断都失误了。按照这种程度的魔力，里边起码也是地狱等级啊，说不定更高呢。那现在还能不能进去啊？先进去把我女儿救出来啊！徐天面色颓丧，难不成现在就一直站在外边等着吗？秘境现在紊乱不断，贸然进去的话，说不定会被直接绞杀。别说进去了，刚刚你们没看到从秘境当中飞出来的锋刃吗？咱们就是站在这里，都有殒命的危险。市长柳青韵闻讯赶来，让人立马退至100米开外。反正现在最好不要靠近秘境入口处。史天雄本来还在查探恶魔的踪迹，听到那边的动乱之后，直接飞速而来。站在秘境入口处，有人正要阻止，被柳青韵喝退。这可是6转的大佬，要是他能够提供帮助的话，那想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史天雄眉头紧皱，看着那边一分为二的巨石，他内心有些骇然。对风元素能够做到如此精纯的操控程度，怕不是又是一位8转大佬？这尼玛到底是怎么回事？史天雄现在感觉自己头都要炸了。这都是第3个禁咒了，而且每次的禁咒元素都不一样。按照常理来说，史天雄不会猜想所有都是来自苏风一人所为，主要是能够做到对魔力如此精纯的操控，没有100年的研习是根本不可能的。史天雄正是见过那些犹如泰斗的8转大佬，所以才敢说这种话。那些人哪个不是300-400年的老怪物，研习100年才有如今的成就，而且还不能保证将元素控制得如此精纯。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柳青韵上前小心翼翼地问道：“史先生，可有办法？”史天雄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这秘境现在连我也进不去，就算是我没有被时空乱流绞杀，一旦遇到刚刚那种程度的攻击，在那种情况下，我几乎是必死无疑。”死！柳青韵倒吸一口凉气，就连6转大佬都束手无策吗？这也太匪夷所思了。他来到天海市执掌也有30多年了，从未见过如此情况。而且正常来说，秘境先遣队都能带回一些消息，那里边可是有几个50级的转职者。本来以为天海市这种级别的地方50级已经绰绰有余，可现在看来是他们都拖大了。尤其是徐家的徐慕烟，柳青韵也不由得心痛。那可是一个能够沟通冰晶女神的好苗子，稍加培养，以后天海市绝对能够借助其腾飞一把。可现在怎么就遇到了这种事情啊？秘境又到顶了吗？苏风的等级直接来到了60，其余的经验则是暂时储存了起来。看着旁边满是狼藉的地面，苏风不由得眉头轻皱。伤害这么高吗？刚刚不是只击杀那些怪物吗？这下可倒好，竟然将整片森林全都毁掉了，所有的树木连根拔起，地上满是残渣，根本分不清原本的模样。徐慕烟哑然，磕磕巴巴地说道：“苏风，你的禁咒怎么会这么多？别人给我的。”没墨了。徐慕烟这下对苏风的背景更加的感兴趣了。到底是什么背景才让苏风出手即是禁咒啊？常规的卷轴他这里也有呢，只不过最强的也不过是覆盖100米，而且伤害有限。刚刚那种怪物不可能直接击杀的，只能是打残状态。但苏风的禁咒破坏力竟然如此强横，直接将一个秘境都给损毁了。苏风将获得的装备全部收起，然后看向远处的山脉，那是这个秘境最后的一处地方了。他没有听到击杀巴拉斯的系统播报，那么看来那个家伙还活得好好的呢。苏风拉着徐慕烟朝着山脉走去，在最深处的犄角旮旯里边找到了失魂落魄的巴拉斯。这家伙的身体又矮了一截，看来这家伙还不是什么实体，只是魔力的聚合，怪不得会出现这种情况。苏风一把将巴拉斯拎了起来，现在也不过就是猫咪一般大小，看来倒卖魔王的美梦算是破碎了。这家伙没用啊！苏风内心一阵惋惜，本来还以为自己能大发横财呢。喂！巴拉斯嘴里一语不断，苏风直接2个大嘴巴子抽过去，这下才清醒了不少。别杀我，别杀我！我愿意将1000年之前储存在这里的东西全部交给你们。哦，还有意外收获。苏风心中暗自思索，怪不得那一战人类获得的战利品很少，巴拉斯随身携带的装备是一件都没有得到。书中记载是巴拉斯最后全部自毁，看来现在事实并非如此。这家伙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偷偷的藏起来了。走吧。巴拉斯涣散的眼神清澈了不少，看到眼前是那2个人类青年，
随即便傲然了不少。庞佛刚刚那一切都不是他做的。带路，小子，拿开你的脏手，小心我复活之后将你们九族碎尸万段！啪啪，苏风直接2个大嘴巴子抽过去，巴拉斯只觉得头晕目眩。你是想再尝尝禁咒的威力吗？巴拉斯这下老实了，那种禁咒他再也不想体验第2遍了。1000年的等待才换来这么一个机会，要不是魔力全部流失，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现在居然还要用自己的东西换取一条性命，还真是有些唏嘘啊。第22章破天的富贵。巴拉斯口中念叨不断，一个庞大的魔法阵隐隐浮现。苏风目光微眯，上边的铭文跟人类使用的不是一套。10多分钟之后，巴拉斯虚脱的呆坐在地上，有气无力的说道：“阵法已经开启，可以进去了。”苏风将瘫坐在地上的巴拉斯一把拖拽过来，让其走在前边。就算是有什么意外，这家伙也会第一个享受。走了几分钟之后，前边出现一座巨大的祭坛，只不过摆放的方式有些奇怪，但苏风里边却是有着不少的道具，光是看品阶就钱横不少。就是那里了，巴拉斯心头都在滴血，没想到1000年的时间，这里的各种装备全都退化成现在这般模样。本来是几百级的装备，现在大多都变成了几十级。果然，隔绝魔力是错误的方法，尽管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但是装备得不到魔力的补充，慢慢的失去作用了。巴拉斯感慨无比，本来还想着复活之后重新进行霸业征途呢，现在看来完全是自己想多了呀。苏风拿起装备查看，发现这里的装备最低都是黄金级别，而且史诗、星耀这种级别的装备也不少。发了，这下真的发了。没想到恶魔统帅巴拉斯在临死之际居然藏匿了如此多的重宝，也难怪这家伙还想着复活呢。这里边的装备宝物带出去的话，足够打造一个3阶公会了。苏风心中暗自咂舌，不过嘛，这一下全都是他的了。哈哈，不错。苏风随手拿起一把长刀，上边散发的魔力就有些澎湃。装备墨渊刀，品质史诗，属性生命加1200000，攻击加10086，体力加1234，攻击速度正 30%， 嗜血效果正 30%。附带技能渊刃，聚集墨渊刀当中的魔力，对准目标前方造成一次刀刃攻击，对目标实施 500% 的物理打击，并且会汲取造成伤害的 10% 回馈自身。佩戴等级180。介绍：汲取深渊魔气锻造而成，其内储存的魔力可以造成一次致命伤害，恶魔使用将会事半功倍。这么强，180级可是需要3钻才能使用的。要是将这把刀卖给天明商会，不知道一下子能赚多少啊。巴拉斯撇嘴吐槽道：“要不是1000年的时光，这把刀怎么可能会沦落到如此地步？那个时候我的恶魔大军全副武装，使用的全都是600级以上的装备，这种大刀只是最普通的恶魔使用的。”苏风压根不管这家伙，反正那场战争也不是他亲眼见证，谁知道真假呢？只有这些装备才是保真的啊！装！苏风一股脑的全都塞进了自己的储物戒指当中，结果自己300立方米的储物戒指居然装不下。卧槽！这一下真的是破天的富贵了。徐沐烟，你身上有没有额外的储物戒指？借我用用。好的。徐沐烟赶紧将手上的2个戒指全部脱下，一股脑的交给了苏风，也不管里边那些珍贵的装备跟卷轴了。跟现场的相比，他的那些东西还真不算啥。不过从来没有见过苏风这副模样，倒是有些别致呢。徐沐烟看得有些入神，原来苏风喜欢高级装备跟道具啊。早知道以前就用这个吊一下苏风了。看着越来越少的装备道具，巴拉斯心头都在滴血，自己的恶魔大军恐怕是复生无望了。刚刚的威力巨大的禁咒将所有的尸体全都摧毁了，这下什么都没有了，那要这些普通装备也没什么用处了。这小子想要就给他吧，只要自己的魔杖还在，那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苏风将3个储物戒指装得满满当当的，这些装备的等级都太高了，暂时都用不上。不过其中绝大多数都能卖钱。这是什么？苏风看着地上刻画着一个狰狞的恶魔头颅，有点像是另类版的魔法咒文，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苏风一把将旁边黯然神伤的巴拉斯抓了过来，然后照着地上对比，这上边画的不就是你的头颅吗？不过你现在在霸气方面简直差得太多了。噗！巴拉斯直接吐出一口鲜血，杀人还要诛心啊！你把我一整个恶魔大军的装备都拿走了，难道就不能恭维我吗？这个时候居然还出言不逊，简直！哎，等等，这家伙在看什么啊？那巴拉斯欲言又止，这里绝对不能被这小子发现。没有特别澎湃的魔力涌动吗？苏风摩挲着下颚，
这个怪异的铭文跟外边的法阵有些不太一样。这样呢？苏风直接将巴拉斯的脸贴在了那铭文上，咔嚓，仿若是什么禁制被打开了一般。苏风将巴拉斯丢在一旁，然后看着面前突然裂开一道虚空之门，在其之内是一柄全身闪烁着紫色魔气的法杖，通体呈现淡金色，在其前端是一颗怪异的兽首，两侧镌刻着晦涩的铭文。装饰倒是不怎么奢华，但苏风从其中感受到了源源不断的魔气。这居然是传说级别的装备！苏风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神话以下，传说最强。要知道，成神可是许多九转大佬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又哪里是如此简单的？据苏风了解到的，近300年蓝星之上没有人类成神，所以有些人甚至都不抱期望了。装备：堕天，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66666666，灵能加88888888，精神加88888888，体力加564565，伤害增幅正50%，元素吸收正70%，施法速度正90%，幸运加66。附带技能：堕天，凝聚自身魔力，在天穹之上形成一颗恍若山岳那般的魔球，对选取的目标造成10000%的伤害。魔渊，在万米范围之内可以形成一道不断吸取周围物品的深渊，凡触碰者皆会被吸入无尽的深渊当中。淬符，主动使用之后，可以极大的提取周围山峦湖海当中的魔力，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补充自身的状态。介绍：恶魔统帅巴拉斯最为得意的巨作，跟随其征战一生，被其封印在此长达1000年，魔力已经开始缓缓流逝。第23章灵雷破心枪。卧槽，传说级别的装备这么强吗？苏风看得心痒难耐，这要是自己拿到，那不是直接无敌了吗？不对，应该是只有这家伙的装备这么强，人类那边的传说数值远远比不上堕天的属性。苏风口中呢喃，这要是拿到堕天，他现在可以直接横着走了。算你小子识相，堕天可是我100年的得意之作，可不是你们人类能够随意赶上的。苏风没有管巴拉斯，而是想要将堕天取出来。这么硬吗？看来得上点强硬的手段了。那是我当初可是利用自身残留的魔力，才将其封印在一个独立的空间当中，其中还夹杂着我领悟到的一丝时空之力。滋，周围的空气都开始嗡鸣，地上的石头不停地抖动着。巴拉斯目光骇然，他看向了那魔力暴动的源头苏风。只见那矫健的臂膀之上，正在缓缓形成一杆湛蓝色的长枪，无数的电蛇在其上游走，看起来颇为恐怖。刺啦！你！巴拉斯心中震惊不已，这种手段跟刚刚那个8转大佬也可以相提并论了呀。而且魔力看起来更加的纯粹，因为将四周的魔力全都集中于一点。要知道，等级越是高，能够使用的魔力越是庞大，但正也是如此，对于那种单体技能的操控越来越艰难。毕竟需要将元素魔力压缩再压缩，而且还要时刻担心元素反噬的危险。所以很多高阶大佬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便是崩山填海，根本无法阻挡。但眼前这个年轻的人类竟然敢这么做，这不是纯纯的找死吗？巴拉斯心里闪过一丝侥幸，要是这小子死了，那么到时候光这个人类小妞是阻拦不住他的。希望那个8转大佬去别的地方，只要给我一丝机会，燃烧生命便可以离开。吱吱，无尽的电光在周围不断的闪烁，苏风手中的长枪已然成型。还不够，再凝实一点。苏风加大魔力输出，巴拉斯心中早已惊涛骇浪。1000年的时间，人族已经发展成这般模样了吗？那现在的深渊是不是已经彻底化为了虚无？难不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将这异变的星球攻略下来？不会的。巴拉斯强行镇定下来，但早已退离苏风几十米之外，只要不被那些奔腾的雷电元素波及就好。他现在不想离开了，倒是想看看这个人类到底能做到何种程度。徐慕烟这下看得真切，没见到苏风从怀中掏出卷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而秘境之外的那些人本来还以为现在已经趋于稳定，正在商讨重新派遣一支先遣队进入，可没想到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力，甚至天穹之上都隐约有雷电声传出。不是，这个秘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咋还没完没了了呀？就是啊，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情况，这也太匪夷所思了。难道是咱们这里一直没怎么出现过珍贵的秘境，所以一次性挖到一个大的，算是对咱们的补偿吗？众人议论纷纷，将刚刚想要探索的心思又强行压了下来。毕竟还是性命重要啊！史天雄紧皱的眉头迟迟不能舒缓，这一趟的天海市之行给着实是让他见识到了一些别样的东西。只是这种吸力到底是怎么回事？空气当中的雷电元素竟然被慢慢的剥离，这也太夸张了！要知道，秘境跟蓝星属于2个独立的维度空间，
只有通过特定的通道才能往返。但眼下秘境档之内竟然在吸收外界的魔力，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此刻苏风手中的长枪已经彻底凝实，就连那些本来奔腾的电蛇也全部安稳了下来。看着苏风手中的雷电长枪，巴拉斯心中骇然不已。就算是巅峰时候的他，对元素的精准掌控也不过如此了吧？这个人类潜力无穷！去！苏风将手中的长枪直接投掷到堕天的外围。砰！滋啦！随着一声巨响，庞大的雷电元素瞬间奔涌开来。苏风后退几步，稳住身形。也不知道灵雷破心枪能不能打开这道禁制。长枪跟禁制对抗了足足有10多分钟，这才从空气当中慢慢消散。看来还是不行，只能休息一会儿再尝试了。巴拉斯大惊：“你还尝试啊？不能再尝试了。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堕天若是出事，以我现在的魔力完全无法操控，而那些9转强者也在觊觎着。你觉得你能将他守护下来吗？”苏风闻言沉默，倒是他考虑不周了。堕天这种传说级别的武器，本体蕴含着如此庞大的魔力，一旦出事，难免会吸引别人的觊觎。以他现在的实力，还真的无法操控呢。也好，既然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巴拉斯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了下来。刚刚他竟然看到，在自己设立的禁制之上，出现了那么一丝丝细微的痕迹，那可是他巅峰时期设下的禁制啊！就算是9转强者想要破解，也要花上一些时间。眼前这个年轻人类，竟然能够留下一道痕迹。他能够感觉到苏风身上的魔力不是那么充盈，但是释放出来的技能威力却是凶悍无比。难道说是已经将自己的魔力内敛做到了如此程度了吗？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苏风将巴拉斯幼小的躯体抓起，既然现在不能取出来，那你就先留我身边，到时候再来取就是了。巴拉斯没有反抗，也许跟在苏风身边是个不错的选择，起码在得到堕天之间，肯定不会对他痛下杀手。但若是离开这里，不代表别人不能击杀他。眼下自己的据地已经被彻底摧毁，原先的计划也只能推倒重来了。第24章2转自然之鱼。让开，这秘境之中怕是又要传出什么诡异的动静了。众人闻言当即退到100米开外，那威力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众人提心吊胆的时候，从里边走出来2个青涩的面孔，而且怀里好像还抱着一只猫。这里最开心的莫过于徐天了，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不但没有死亡，而且看样子完好无损，简直是天佑徐家呀！徐天过去将徐慕烟拉到一旁，然后满心欢喜地看着，以后绝不能让自己的女儿涉嫌了。柳青韵看着苏风上前询问，毕竟那么多的人都折损在了秘境当中，现在也只有苏风跟徐慕烟才知道里边到底是出了什么异变。史天雄也凑了过来，这件事儿太过蹊跷。看着众人求知的面庞，苏风开启了自己的忽悠。秘境当中竟然有一只1000年之前存留下来的恶魔残念，操控躯体不断的吸食血肉。我跟徐慕烟不知不觉便跑进了一个魔法阵当中，没想到是一个面容慈祥的老爷爷留下来的。那恶魔想要冲杀进来，然后法阵便爆发出无穷的威力，将那恶魔残念尽数磨灭。强大的余波对轰，竟然将许多树木都碾成了齑粉。本以为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没想到竟然走了出来。苏风一脸落寞，似乎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史天雄闻言点头，在来天海市之前，会长便将这里的资料全都给了他。这里曾是先前人类跟恶魔大战的地段，也难怪这秘境直到现在才被发现，看来是一直被长埋于此。里边有恶魔残念存在，倒也正常。那个时候人类可是损失了不少的强者啊。你们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柳青韵语气温和，起码徐慕烟还在，天海市有救了呀。史天雄望着徐慕烟，紧锁的眉头似乎满是疑惑。这个女孩真的可以沟通冰晶女神吗？我怎么在她身上没有感应到澎湃的魔力呢？那只猫也有点奇怪，怎么会生得如此丑陋？回到天海市的苏风跟徐慕烟直接分道扬镳，他直接来到转职大厅，原先的那位客服小姐姐顿时眼睛一亮。平时转职大厅几乎没什么闲人，这位帅哥不是又来转职的吧？嗨，怎么可能呢？旋即他便打消了自己心中的想法。看着走近的苏风，客服小姐姐心脏砰砰直跳，怪不得今年算命先生说他有桃花呢，这不就来了吗？这也忒准了，到时候一定要去好好感谢一下那位先生，简直是在世月老啊。小姐先生您好，请说。客服小姐姐察觉到自己失态，赶忙调整面色，但此刻还是绯红一片。我可以将这只猫寄在你这里吗？啊，不行吗？可以，当然可以。看着苏风转身朝着2转的窗口走去，客服小姐姐瞬间有些恼怒。什么破算命先生，我看你就是个神棍。
巴拉斯看着这急速变换的脸色，不由得心里吐槽。苏峰很快便办理了手续，进入了转职法阵当中。这任务不是开玩笑的吧？苏峰有些无语，又是找东西，而且这次需要的只是一件史诗级别的装备。对于别人来说可能要花点钱财，但是对于苏峰来说，这完全就是放海啊！他现在身上的装备都快装不下了。苏峰出来之后，填好表格，缴纳费用，又继续走了进去。这让那几名客服都愣在了原地。这是二转啊，60级的二转啊！你这也太草率了吧！叮，恭喜宿主二转！叮，二转获得技能缠绕术。叮，检测到宿主学到新的技能，缠绕术万倍增幅，自然之雨。自然之雨在技能释放之后，会在1000米之内聚集无数粗大的藤蔓，将地方禁锢，持续时间 60s， 并且每秒受到10000%的灵能伤害，亦可控制周围的树木花草，对敌人进行致命打击。又能控制，又能输出吗？倒是不错。本来缠绕术就没有任何伤害，现在不仅有长时间的控制，还能控制周围的花草树木，这下真的是赚麻了呀！现在控制输出全有，而且释放技能也没有先前那么劳累，还是需要不停的提升等级啊，要不然连堕天都拿不到。苏峰刚转职完成，便听到系统传来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78级，不错，一会儿去趟天明商会，先出售几件装备再说。苏峰将巴拉斯接了回来，然后便离开了转职大厅。怎么又变帅了啊？客服看着苏峰离去的背影，不由得陷入了陶醉。身体当中的魔力充盈之后，果然走路都轻快了许多。看来初心不能改变啊，还是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看到苏峰进来，马润立马就换了一副笑脸相迎的表情。前3次的经验已经让他得知苏峰一定是常客，而且这个尊贵的客户只能由他来接待。这不就来了吗？苏峰直接将那件墨渊刀拿出来摆在桌上，然后说道：“10件，大概能卖什么价格？”卧槽！马润差点没忍住，直接跳起来。这是来真的啊！3转的史诗级别装备，而且做工精细，这种在市场上也是抢手货呀。如果都是像这把长刀这种优质货色，我可以开价每一件1500万龙币。苏峰微微颔首，大概行情他倒是也有些耳闻。马润没有骗他，而且将价格还稍微抬高了一点。那行，10件交给你处理了，把钱打到我的账户中就好。好的，苏先生，我一定尽快办。苏峰将武器放下之后，就朝着天明商会的酒吧走去了。劳累这么长时间，也该放松放松了。马润激动的热泪盈眶，这5000万哪里需要1个月啊？这不是才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吗？苏先生，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啊！第25章，灵魂枷锁，永生永世的禁锢。苏峰沐浴着柔和的晨光，从床上爬起，洗漱完毕之后，就朝着天海市的外围走去。实力才是一切啊！苏峰现在不敢太过懈怠，堕天还等着他去取呢。昨天你一直捂着我的嘴干嘛？那种家伙，以前我一巴掌下去，不知道拍死多少个。巴拉斯在苏峰旁边漂浮着，表达着自己的不满。苏峰觉得这巴拉斯肯定是被埋葬1000年，脑子都烧坏了。再者，现在也不过是巴拉斯的一部分罢了，跟本体自然无法相比。你自己都说了，那家伙是6转大佬，你觉得是你能打过，还是我能打过？觉察你恶魔真身之后，回去直接给你宰了。巴拉斯这下老实了不少，谨慎地跟在苏峰的身后。魔云山脉，天海市实在是太穷了，等级最高的也只有魔云山脉的深处了，附近其余的地区魔兽的质量层次不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3转。正当苏峰感慨的时候，巴拉斯在空气当中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气息。小子，这魔云山脉当中潜伏着一只恶魔，你帮我把它宰了，到时候让我吸收就行了。恶魔？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这战力能打过恶魔？也就轻轻小怪，这种事情你还是找别人吧。再说了，先前你就那么张扬，这要是给你成长起来了，那我不是压制不住你了？巴拉斯，你是真不知道你的实力吗？别说恶魔了，就算是深渊当中的一些领主，现在都有些不是你的对手。你，只要你帮我，我可以教你一些恶魔的技能，顺便给你普及一下深渊内部的情况，这样就算是出现意外，你也好有个应对的方法呀。巴拉斯打算循循善诱，既然恶魔还存在，那么深渊一定也在。苏峰简单沉思一会儿，觉得这个交易确实不错，但这家伙成长起来的话，到时候棘手的是他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你签订精神契约，永远不会对我动手呢？巴拉斯瞬间面目狰狞，一个小小的人类居然想要控制堂堂魔王，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既然你不同意，那算了，一辈子当狗就行了。改天我取出堕天，把你直接肢解了。巴拉斯内心那个恨啊！现在这么一个人类小子都能骑在他头上耀武扬威了，可恶，可恶啊！但眼下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不就是区区精神契约吗？等到他重现巅峰实力，那精神契约不是不攻自破吗？到时候反过来将这人类小子奴役，岂不是美哉？千年的时光，巴拉斯早已明白能屈能伸的道理，过刚一折。他就是千年之前不愿意退避一时，这才身体被彻底损毁，悔不当初啊！好，我这里有一个精神契约类型的恶魔咒语，现在便交给你。巴拉斯手中浮现几个恶魔铭文，随即便给苏风拆解了起来。叮，检测到宿主学会新的技能契约链条。叮，契约链条万倍增幅，灵魂枷锁。灵魂枷锁对选中的目标单方面建立契约，对其灵魂实行永生永世的禁锢，从此只忠于你一人。一旦契约对象实行反抗，一个念头便可以让其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卧槽！苏风脸色有些怪异，这魔王不会是把自己给坑了吧？本来他还担心这家伙有什么反制的手段呢，这一下直接爽歪歪了呀！灵魂枷锁居然可以永生永世的禁锢。据苏风所了解到的，双方缔结的契约，除非是对方心甘情愿，不然的话，就算是强行撕毁，本体也会受到一定的反噬，而且有些伤害是永久性的。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小白，初来乍到，怎么可能玩得过人人敬仰的魔王呢？可现在就不一样了啊！就算是天王老子过来，也得被他奴役。察觉到苏风异样的目光，巴拉斯心里一怔，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但旋即想到自己已经存活几千年，这小子还不到20岁呢，这操作空间可太大了呀！学会了就来吧，记住你答应本王的条件。苏风手中浮现出一条暗紫色的链条，其上蕴含着恐怖的魔力。巴拉斯心中大惊，这小子的领悟能力也忒强了吧？要知道，这是刚刚学习的技能啊，就能将其实体化。不得不说，这个人类还是有2把刷子的。等等，不太对劲儿啊！链条入体，巴拉斯只觉得痛苦难耐。怎么这链条不是单纯链接灵魂吗？怎么给他整个都绑起来了？卧槽，怎么回事？停，我不玩了。但苏风岂会在这个时候放弃，直接加大魔力输送。巴拉斯的身躯颤动不已，而在苏风看不到的地方，巴拉斯的灵魂已经被彻底缠绕，慢慢的将他完全包裹。巴拉斯觉得无比窒息，这种感觉是彻彻底底的死亡。就连千年之前他身体被损毁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恐怖的感觉。枷锁将巴拉斯身体的每个角落都完全禁锢，他尝试过反抗，但是一有念头，灵魂之上便会留下一条恐怖的烙印。而此刻他脑海当中站立的对象只有一个，苏风。从潜意识油然升起的恐惧与敬佩。苏风不过是几个呼吸便将灵魂枷锁施展完毕，但在巴拉斯看来却是过了几千年一般。那种孤独、无助、战栗、恐惧，尽管他内心的魔王尊严不可侵犯，但现在他只能对眼前这个人类低头。主人，巴拉斯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口的。屈辱啊！堂堂魔王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苏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下不仅有一个将来能够成为魔王的强大助手，而且还能够从中白嫖不少的技能跟信息呢。这下真是爽赚啊！巴拉斯内心懊悔不已，自己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痛，太痛了！谁知道这家伙对于恶魔的咒语技能也领悟的这么快，简直是匪夷所思啊！那么咱们现在可以去找你说的那只恶魔了。第26章猎杀恶魔。魔云山脉，那小子抱着的那只狗长得好奇怪啊，黑不溜秋的，而且身上还没有毛发，简直是不忍直视啊！嗨，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嘛，说不定人家是战兽师呢，又不是没见过一些特殊的战兽，跟咱们没啥关系。魔云山脉现在依旧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毕竟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冒险者来说，这就是他们日常的工作，只有不停的击杀魔兽，获取武器、装备、道具，提升实力，才能在这个世界当中存活下去。如果他们某一天没有出去猎杀魔兽，那么对于自身的生存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瞧一瞧看一看了呀，魔兽山脉崭新出炉的法杖，包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白银级装备双板斧，仅此一份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苏风走在魔云山脉外围，周边还是有着不少的职业者，似乎比他先前来的时候多了。正在疑惑之时，便看到前方竖起的旅游团队大旗，而下边有一个看起来就精明无比的男子在不断的狂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魔云山脉千古奇观，每位只需要1000龙币便可以进入观看1个小时，而且我们旅游团队全程保护各位的安全。
什么千古奇观？苏峰有些疑惑地问道。魔云山脉不是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吗？小兄弟，这你就不得而知了吧？据说啊，魔云山脉在前几天被一位八转大佬选中，用自己的技能在魔云山脉留下了独特的痕迹，熔岩形成的奇观简直是亘古未见啊！而且普通人哪里有机会见到八转大佬啊？只能瞻仰，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怎么能随便错过呢？说不定见识过高阶的魔法之后，对你未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呢。怎么样，买张票吧？苏峰直接拒绝，这不是瞎掰呢？自己什么时候成为八转大佬了？这些人为了赚钱，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算了，还是进入魔云山脉找恶魔吧。看着苏峰远去的背影，那精明男子不由得吐槽道：“还以为大鱼上钩了呢，不去看问人家这么多干嘛？浪费时间。”你确定没有感觉错误？苏峰走在魔云山脉内部，这里的冒险者明显少了很多。放心吧，我可是1000年之前的恶魔统帅，换做以前，这种级别的恶魔都入不了我的眼睛。巴拉斯拍拍胸脯保证道：“那行，如果带到的话，一会儿他的身体就归你了。”苏峰继续超前走去，和煦的微风划过脸颊，倒是颇有一番闲情逸致。队长，那只天骑麋鹿咱们搞不定啊，要不再去找个人合作吧？需要一个抗伤害的，不然兄弟们只怕尸命都要丢了。魁梧壮汉沉思，这魔云山脉的内侧，这个时候去哪里找个合作的人呢？队长，那小子会不会是战兽师或者是召唤师啊？咱们要不拉他入伙，到时候杀掉那天骑麋鹿，大不了分他点东西就行了。你这个提议倒是不错。苏峰看着侧面走来几个武装到牙齿的人类，为首的是一个魁梧壮汉。兄弟，这魔云山脉内部危险重重，单凭你一人只怕是一无所获，不如跟我们兄弟一起，到时候咱们对半分，怎么样？魁梧汉子自然是信心十足，不管是战兽师还是召唤师，输出能力不足，而且都是自己配合魔兽打输出，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职业，一个人在这里实在是寸步难行。更何况苏峰看起来细皮嫩肉的，肯定受不了魔云山脉当中的苦楚。没兴趣。苏峰说完就直接朝着远处继续走去，现在还全靠巴拉斯找寻那只恶魔的踪迹呢。这小子，队长，算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最近魔云山脉来了不少生面孔，先让他吃点苦头再说。还没有到吗？苏峰都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了，只是按照巴拉斯的指引左拐右拐，都快要迷路了。那只恶魔就藏在那边的山体当中，但是他速度极快，你要是使用先前的那雷系技能是捕捉不到的。苏峰微微颔首，这样的话，那正好试试自己的新技能。巴拉斯心急如焚，心里希望苏峰千万别出任何纰漏，千万别打草惊蛇。那只恶魔速度极快，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躲藏在其中，而且还将自己的魔气全部收敛，但想要瞬间逃离是没问题的。站在旁边看我表演就是了。苏峰选中前方的那座山头，然后手中浮现一股碧绿色的魔力，自然之语，刺啦！瞬间周围出现无数的粗大藤蔓，将远处的那座山脉完全包裹，而且藤蔓还不停地穿插。卡尔内心大惊，难道是我被人类强者发现了？不应该啊，我都躲藏在山体正中心了，将自己的魔气隐藏到最低，根本不可能被人发现的呀。但眼下卡尔只能祈求那些藤蔓不是朝他而来。轰！卡尔能够清晰地听到石块碎裂的声音，那是藤蔓刺入山体所引起的。他现在头皮发麻，只觉得被一股强大的气机锁定，不能跑。这种庞大的魔力一旦现身，必死无疑，而且还会阻碍罗萨大人的机会。砰！可在下一秒，卡尔便被四面八方而来的藤蔓直接捆绑，上边尖锐的利刺将他的身体洞穿。怎么可能？这藤蔓的伤害好高！罗萨大人，我们的计划也许被人类强者发现了。卡尔不甘地闭上了眼睛，他的身体瞬间千疮百孔。远处的冒险者看到其中一座巍峨的山头瞬间被无数粗大的藤蔓所包裹，头也不回地朝着魔云山脉外围跑去。第27章星耀双花落雨。队长，这天骑麋鹿咱不要了，还是先跑吧，又有大佬来这里留痕了。不行，那天骑麋鹿好不容易打到重伤，咱们一会儿说不定就可以拿下了。几人直接扛着队长离开了。那粗大的藤蔓之上布满利刺，只要被扎上一下，恐怕就要吃不消了。魔云山脉当中的冒险者在这一瞬间，不管是身处何方，全都朝着入口处撤离。毕竟先前可是有前车之鉴的。尼玛，玩不下去了！大佬炸鱼新手村真的不给活路啊！魔云山脉外围，原本还在继续忽悠的精明男子，正思考怎么把这些外乡人手中的钱财装进自己的口袋呢。结果便看到远处的山脉之上，全都被碧绿色的粗大藤蔓所覆盖，而且还在不停的蠕动能够。
卧槽，大佬都在助我呀！你们看，又有大佬来这里留痕了，1000龙币便可以欣赏2位大佬的杰作，难道你们不觉得异常划算吗？这个时候还等什么啊？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众人还在犹豫，结果直接被远处而来的冒险者卷入逃跑的队伍当中。这个时候还看不要命了？魔云山脉外围乱作一团，众人全都疯狂地朝着天海市内部跑去，那里起码还有防护的阵法呢。天海市，史天雄望着魔云山脉的方向，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力感。会长，要不换人吧，我实在是顶不住了啊！我只是一个6转，那几位大佬动辄就是禁咒啊，我都不敢过去查看，生怕那位大佬误会。你能不能帮我查查，到底龙国高层有没有指派其他大佬来啊？这任务实在是没法完成了。史天雄哭丧着脸，本以为自己100年时间到达6转，已然可以算作无敌，可怎么来到这小小的天海市，处处吃瘪呢？这种禁咒随便来上一下都吃不消啊！这位的木系魔法已然来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要知道，木系元素师一切都要靠自己的魔力去滋养植物，该不会是龙国的那位名为春意盎然罗余华的大佬出手了吧？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种通天手段啊？史天雄望着远处的魔云山脉，觉得自己异常的渺小。而苏峰这里秉承着不浪费的原则，直接将技能开到极致。魔云山脉深处的魔兽不断被他绞杀，再加上控制所有的植物攻击，有些魔兽走着走着命就没了。叮！成功击杀魔兽天齐麋鹿，获得经验值5万。叮！成功击杀魔兽血压鳄，获得经验值10万。叮！成功击杀魔兽剧毒蜈蚣，获得经验值15万。叮！成功击杀恶魔利凯撒，获得经验值50万。爽！爽啊！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118级就不再往上涨了吗？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要是被那些出逃的冒险者听到，这不是直接要吐血了吗？他们组队辛辛苦苦才能进来深处虐杀一些大型魔兽，还不知道会消耗多少钱财，一个不慎很有可能就直接栽了。但苏峰就这么一会儿将魔云山脉深处的所有魔兽尽数虐杀，这下刷新也要很长时间了。装备不错，还好马润懂事，送了我一个1000立方米的储物戒指，这下再也不担心装不下装备道具了。卡尔的身体被苏峰召唤的藤蔓直接甩了出来，然后落在巴拉斯面前。此刻巴拉斯已经彻底目瞪口呆，这小子的技能威力怎么都这么强啊？就算是1000年之前跟他对战的那些人类，能掏出一个这种规模的技能就牛逼的不得了了，要不然他的恶魔大军也不至于绵延至此。要知道，这样一个技能下去，可是直接能够斩杀几百甚至上千只恶魔的。此子简直恐怖如斯！躯体给你了，其他的材料归我。如果你能够再找到这种恶魔，咱们的交易还是成立。苏峰循循善诱，毕竟恶魔提供的经验值实在是太香了啊！一只就有50万，这要是多来几只，他在全国考核之前未必不能3转啊！这么多的装备啊！苏峰看着面前堆成小山一般的装备道具，简直是乐开了花。黄金级装备36件，史诗级别的装备5件，居然爆出一件星耀，这简直是上天垂怜啊！要知道3转以下的史诗级别装备都少得可怜，更不要说什么星耀了。这就相当于大家都在骑自行车，突然有个人开着跑车出现在赛道上，这重上哪儿讲理去吗？装备双花落雨，品质星耀，属性灵能加68000，攻击加3500，魔力加96555，精神加12000，施法速度正 20%， 施法范围正 20%。 附带技能霜降，对50×50的范围之内造成冰霜攻击，减缓敌人 30% 的移动速地，并且造成 300% 的魔法伤害。如果在其中超过 3S 将会被冰冻 1S。 利羽，由魔力制成的羽毛，对敌人造成一定的切割伤害，每片羽毛造成 20% 的魔法伤害，当前羽毛储量100。介绍，极为罕见的星耀装备，是法师的专属魔杖，能够极大的提升输出能力，关键时候也能替你限制对手。卧槽，这装备也太给力了吧！苏峰暗自咂舌，怪不得那些人一直追求品质极高的装备，这差一个等级，直接差了10万8千里啊！光是双花落雨提供的灵能，可就比那些低级套装加起来还多了。抚摸着上边魔杖的纹路，苏峰爱不释手。本来还以为自己暂时拿不到什么更高级的装备了，毕竟秘境当中获得的那些还有等级限制呢，他的等级实在是太低了。没想到反手就爆出这么一件牛掰的魔杖，苏峰果断选择装备。第28章又是8转强者，这下爽吃，身上的装备全都替换一遍，
战力果断飙升。苏峰将获得的黄金级别跟史诗级别的武器，自己所用的全部挑了出来，然后穿戴在身上，熟练的打开属性面板，苏峰自己都不由得咂舌。龟，这也太夸张了！姓名：苏峰，等级118，生命68000，魔力185655，攻击5620，灵能15万，护甲11235，魔抗13556，敏捷18566，体力13888，精神56866，幸运0，天赋万倍增幅，魔力涌动，技能炽热脉冲，霜寒破冰，大荒星域，风暴之怒，灵雷破星枪，自然之雨，灵魂枷锁。装备双花落雨，藤赤靴，天齐护腕，雪霁铠甲，薄雾法袍，坠云锁，凯木腿甲，藤梭盔，赤焰鞘戒，落稳腰带。我现在的属性实力应该比正常的二转要强上不少吧？苏峰语气当中充满了狐疑。其实按照正常来说，已经遥遥领先了，就连先前王月也早已被他远远地甩在身后。而且最主要的便是苏峰的灵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现在释放的伤害威力将会成倍的递增。感受着身上装备带来的加成，苏峰不由得笑意横生。这些装备找到马润，到时候直接处理掉便是。今天也差不多该回去了，消耗完一定要得到能量的补充啊！回去好好吃一顿，到时候再看看情况。苏峰看向一旁的巴拉斯，这家伙吸收完魔力之后似乎长大了不少，而且本来有些虚幻的身体也开始慢慢凝实。看来你这家伙恢复了不少的实力。那是当然，你们恶魔都是如此吗？互相吞噬，成就自己。巴拉斯瞥了苏峰一眼，然后说道，他能够为传说当中的恶魔统帅奉献，那是他的荣耀。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们恶魔如此，人类照样也是，只不过不是直接吃人罢了。精灵、魔兽、魔植都是如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就是我恶魔统帅巴拉斯一直信奉的准则。巴拉斯看着远方的山脉，似乎回忆起了先前的荣耀时光。走吧，别在这里感慨了。群山环绕，雾气弥漫，在封闭而成的山体当中，下方跪着一个恶魔，将卡尔已经死亡的消息报告给罗萨。什么？人类居然出动了8转的强者来搜查我们？罗萨丑陋的脸庞上出现了一丝诧异。人类到底哪来的这么多8转强者？难道是最近刚刚提升实力的？不应该啊！以他们深渊如今的部署，哪个庞大的势力当中没有几个眼线啊？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他这里不可能一无所知。再者，8转强者何其稀有，怎么可能为了他这些垃圾手下亲自出动呢？你确定吗？穆萨声音战栗，他只是远远的看到，但具体如何他也不清楚啊。8转强者一个拇指就能将他虐杀，尤其是那冲天而起的藤蔓，他甚至能够想到卡尔临死之前的绝望。鸿沟，巨大的实力鸿沟，无法逾越的天堑。我知道了，你下去吧。吩咐所有恶魔，就算是钻到臭水沟当中，也要给我忍住。只要到时候我们的计划成功，人类迎来断层，这片资源丰富的大陆都是我们的。现在一点小小的牺牲算不得什么。是，罗萨大人。穆萨谨慎地退了出去，然后直接进入地底，开始缓慢地移动。罗萨目光微眯，手指不断地敲击着石椅的侧边。难道是我们的消息有误？人类这边还有其余的8转强者一直在潜伏着。罗萨来回踱步，似乎有些烦躁。不论如何，这次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整片龙国都在我们的计划之内，不能因为个别的恶魔出现伤亡，就导致前功尽弃。天海市，苏峰将王月叫来，两人一同去了天明商会。马润见到苏峰，现在就差给跪下磕头了。现在他最近的业绩直接引起商会的重视，说不定很快就要升迁了。而且副会长可是亲自跟他沟通，这可是莫大的殊荣啊！马润笑得犹如一朵灿烂的菊花，让苏峰有些不适。苏先生，您先请坐，尝尝我这里珍藏多年的千藤花蜜，这可是当初花大价钱从王家的商铺当中买来的。苏峰哑然一笑，100年珍藏的千藤花蜜他都尝了2瓶了。不过白嫖他自然也是乐意之至。苏峰将一个独立的储物戒指交给马润，让他先清点清楚。马润看到里边诸多装备道具，尽管价值不如昨日，但这保守估计也有个3、4千万呢。苏峰简直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啊！前辈，不知你有没有听说今日魔云山脉当中的事情？哦，苏峰装作比较感兴趣的模样，将一杯千藤花蜜倒入口中。虽然不如那100年的醇厚，倒是也颇有一番风味。今日魔云山脉当中，所有的转职者全部撤出，传言里边是有一位8转的木系元素师，不知为何将一座山头用藤蔓插得千疮百孔，
那等实力简直是让人望洋兴叹。听着王月的赘述，苏峰怎么觉得这些人又私自夸大了？怎么他就成8转大佬了？明明还是一个小菜鸡罢了，现在3转还不到，果然是人言可畏啊！传言终究不可信，而且里边有极为夸大的成分。苏峰现在自然不会暴露自己的秘密，说不定被一些真正的大佬盯上，到时候把他带回去研究研究，或者是同他一起商讨魔法咒文。一旦他本身的实力露馅，那到时候可就麻烦了。一瓶千藤花蜜下肚，苏峰倒有些飘飘然起来。马人过来恭敬地说道：“苏先生，一共3800万龙币，已经全部打入您的卡中，还请您查收。”看着马润欲言又止的模样，苏峰说道：“有什么事儿就一并说了吧。苏先生，您为尊贵的黑金会员，而在明天晚上将有一场只针对于黑金会员的聚会，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前去参加？”第29章工会任务。明媚的阳光洒落大地，苏峰漫步在宽阔的街道。自从转职之后，现在整个人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今天晚上还要去参加那个什么黑金会员设立的聚会，也不知道会遇到一群什么人。不过马润说到时候直接去找他就行，他来安排接下来的行程，那倒是没什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天海市外边已经没有什么魔兽让我再去刷了，想要提升实力有点难办了。苏峰现在等级提升之后，所需要的经验值是异常庞大的，想要3转，光靠魔云山脉以及周边的一些是完全不可能的。也不知道王月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对啊，可以将王月喊出来问问。王月得知苏峰有事找他，自然是快马加鞭，还不到10分钟便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前辈，你有事找我？我想问问附近哪里有比较适合3转提升实力的地方。魔云山脉当中的魔兽昨天已经被清理完毕，剩下的都是一些等级偏低的。王月心头一动，那要不带着前辈去做做工会任务？正巧自己这里有几个比较复杂的任务，而且所得到的贡献点也是不少。主要是这任务难度极高，他们3阶工会当中大部分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达到起码3转的实力尚可挑战。但这就涉及到部长以上的成员了，他们大多数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这任务就空缺了下来。前辈，不如这样，我这里有几个3转的任务，如果完成的话，倒是有不少的奖励，其中很多都是找材料的，不知道前辈意下如何？苏峰听后眉头一挑，王月这边还真的有点办法哎，可以，让我看看。王月用魔法在苏峰面前呈现出来，而那几个异常艰难的3转任务则是在最顶端。沙漠之海，寻找荆棘骨刺跟沙漠之舟，奖励5000贡献点；浅水之湾，寻找宽若鱼鳍跟焦化珊瑚，奖励4500贡献点；熔浆洞穴，寻找熔岩核心跟流金火花，奖励4000贡献点。苏峰整体浏览一遍之后，发现需要的全都是稀有材料啊！这工会还真的会挑，这些材料在外边都能卖到几十上百万呢，好一点的300-400万不在话下。那这些地方该怎么去呢？苏峰先前倒是看过龙国的一些较为详细的地图，里边标注着不少的秘境还有副本，但是所在的位置都异常偏僻，想要来回穿梭还是很麻烦的。难不成前辈还没有加入工会？王月心头有些骇然，但他也不敢表露什么。前辈，只要点击任务便可以被传送到相应的地图周围，工会都会在附近搭建魔法阵，以此来方便工会成员完成，但仅限于本工会成员使用，亦或者与工会组队的帮手。苏峰微微颔首，关于工会他倒是没有了解过，不过这么看来这些工会的手笔都不小啊。那如果失败呢？王月尴尬一笑，如果接取的任务失败的话，工会会直接扣除成员本次损耗的贡献度，这样的话工会怎么都不算亏。苏峰心中暗自思索，看来是要跟王月一同前去了。这样吧，我跟你组队，到时候所得的贡献点归你，材料归你，但其他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我的，你意下如何？王月受宠若惊，前辈，这无需多言，你帮我也做了不少事情，那些材料本身也是你所需要的，若是失败，反过来还要让你补偿，这有些不妥。王月当即躬身道：多谢前辈。走吧。熔浆洞穴，炽热的岩浆不断地奔袭而来，空气当中都充斥着炎热的气息，似乎随时都会将外来的生物烤化。前辈，这……王月顿时汗流浃背，这里的气温实在是过高，他等级太低，有些挡不住侵蚀。你在这里站着，稍等。苏峰一步踏出，手中风暴元素不断聚集，这洞穴之中他也不想进去了，直接在外边方便一点。暴风之怒，随着苏峰话音落下，空气当中瞬间形成数道凌冽的锋刃，不断呼啸着朝着熔浆洞穴之中飞扑而去。王月心中顿时掀起惊涛骇浪，前辈的实力果然恐怖如斯，也不知前辈怎么会前来这种地方，但王月知道这不是他该关心的问题，
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就行。此刻，在榕江洞穴之外的其他冒险队伍自然也发现了这里的异常。怎么回事？榕江洞穴什么时候都刮起了这等威力的暴风？不对，这有点像是高阶魔法呀！这不会是哪个大佬亲自过来筹备材料了吧？咱们还是暂时避避吧。咻！凛冽的风刃在榕江洞穴之外不断的呼啸着，而且就连内部都被飞入了不少。叮！击杀魔兽熔岩巨人，获得经验值13万。叮！击杀魔兽熔岩巨兽，获得经验值15万。叮！击杀魔兽熔岩火鸟，获得经验值20万。王月看着自己的等级飞速增长，他怎么也没想到有生以来升级的方式居然能这么轻松，这简直是坐火箭啊！他本来还是2转初期的实力，这现在都已经来到86级了，而且似乎还没有停下来的趋势。这就是大佬吗？举手投足之间便可以灭杀一生灵，简直是匪夷所思。王月心中的崇拜更胜以往，而且更加坚定了苏峰在自己心目当中的地位。回去便再开一瓶100年的千藤花蜜，这简直离谱啊！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获得熔岩核心 X18！叮！恭喜宿主获得流金火花 X32！叮！恭喜宿主获得火焰崩石 X21！这才到132，看来升级是越来越难了，主要还是这种地方本身等级就比较底下，那看来只能去下一个了。苏峰跟王月瞬间消失，良久才有冒险者折返，但是进入榕江洞穴之后，这才发现里边空无一物。天杀的呀，强到搜刮的都没有这么干净啊！他们只能等资源在固定之间之内重新刷新了。第30章扫荡。浅水之湾，碧蓝的水面上氤氲着丝丝柔和气息，但潜在湖面以下却是有着不少恐怖的水系魔兽横行无忌。从刚刚炽热无比的地方瞬间来到清凉的浅水之湾，苏峰感觉自己整个人的状态都提升了不少。王月内心更是欣喜无比，他的等级直接来到了91。要知道，本身面对强大的魔兽都是很难征服的，而且一般是5人组队，经验被平分的情况下，这样大家升级都会变得异常缓慢。这就是大佬眼中的世界吗？跟我们这些普通转职者简直是天差地别啊！王月心中感慨不断，这一切还要得益于自己前几天没有将那颗熔岩之心贪污，要不然哪里还会有后边的事情。自然之余，苏峰手中浮现碧绿色的光芒，旋即周围便浮现出粗大的藤蔓，而且有些是直接从浅水湾当中直冲云霄。4溅的水花散落在周边有些干燥的泥土上，浅水湾瞬间被藤蔓所遮蔽。而在浅水湾的周围，那些树木花草开始不停地朝着水中攻击，就连水下的一些藻类植物也开始攻击魔兽。一时之间，浅水湾本来平静的水面变得波涛汹涌了起来，鲜红的血液开始慢慢蔓延开来。苏峰站在原地开始欣赏，远处驻守在这里的一些守卫看到浅水湾异常的情况，赶忙将其记录下来。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有人破坏这里吗？快报告驻扎在这里的会长啊！要是再这样持续下去，恐怕到时候浅水湾的所有魔兽全都要消失不见了。这恐怖的魔力气息，浅水湾什么时候招惹这么大佬了？别管了，兄弟，保命要紧啊！咱们就是挣个低工资，能够保住性命就不错了。守卫开始四散溃逃，主要是那盘踞的藤蔓已经堆积成山岳那般，让人望去就不寒而栗。叮！成功击杀魔兽胡林鱼，获得经验值12万。叮！成功击杀魔兽毒液章鱼，获得经验值16万。叮！成功击杀魔兽巨钳蟹，获得经验值20万。叮！恭喜宿主获得宽若鱼鳍 X28。叮！恭喜宿主获得焦化珊瑚 X36。叮！恭喜宿主获得千叶贝壳 X45。看着不断爆出来的材料，王月整个人都惊呆了。尽管刚刚已经见识过一次，但看到内心还是忍不住艳羡。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做到这种程度，简直是匪夷所思。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148，看来还是不够。王月看着自己的等级直接飙到了115，只觉得眼前头晕目眩，一时之间无法接受。下一个。在两人离开之后，等到周围一切平息稳定，驻扎在这里的工会会长才过来查看。这种恐怖的高阶魔法，难不成是浅水湾当中孕育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宝物吗？会长百思不得其解，这大佬怎么还跟他们这种小卡拉米抢资源呢？沙漠之海，灼热的日光将地面晒得有些烫脚。苏峰跟王月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当中，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方向。而远处有些仙人掌跟仙人球正在朝着苏峰他们这边狂奔而来，这也没有荆棘古刺跟沙漠之舟啊！
王月小声解释道：“前辈，沙漠之舟是沙漠之海当中的一种魔兽掉落的骨头，在简单加工之后便可以在沙漠当中畅行，但其他用途也极多。荆棘骨刺就是那些仙人掌跟仙人球身上所蕴含魔力最强的尖刺，几乎涵盖了全身的养分，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材料。”苏峰微微颔首，原来如此，看来自己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啊。先前学校当中涵盖的知识，具体的也只到二转而已，而很多东西都只是粗略的讲述一番。别小看二转，就天海市这种小城市，本身主战类职业的几率就异常低下，能够到达二转的人简直是少之又少，有些人甚至要花费10几年的时间。既然如此，霜寒破冰，本来炎热的环境在苏风魔力的影响之下，瞬间便变得有些森寒刺骨。天空之上的太阳更是被绵延千米的冰芒完全遮盖，阳光根本透不过来。感觉到这熟悉的威压之后，王月心里的猜想也得到了印证。那日果然是前辈出手，要不然怎么可能有人沟通冰晶女神呢？不过苏风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王月将这件事情压在心底，恍若从未知晓一般。落，森寒可怖的冰锥从天空之上急速坠落，目标便是在沙漠之上奔跑的那些仙人球跟仙人掌，还有潜藏在沙层之下的一些魔兽。噗嗤，在远处的一部分冒险者看到天空之上居然出现了如此庞大的冰面，第一时间便是有救了。他们的水源已经断绝，现在再加上迷失了方向，恐怕难以走出去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天上居然砸下了如此粗大的冰锥，这还不是上苍保佑吗？感谢生命主神给予我们这次的恩典。众人这时候强行挤出身体当中的最后一丝力气，朝距离最近的那枚粗大的冰锥跑去。马上就有救了！叮！击杀魔值沙漠仙人球，获得经验值10万。叮！击杀魔值沙漠仙人掌，获得经验值20万。叮！击杀魔兽6眼杀猪，获得经验值22万。叮！恭喜宿主获得荆棘骨刺 X32。叮！恭喜宿主获得沙漠之舟 X44。叮！恭喜宿主获得磨砂之精 X56。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终于可以3转了，接下来便可以回去准备了。苏峰心中暗自思量，可以回去提交任务了。王月赶忙点击工会面板，一道异常庞大的魔力将两人涵盖，旋即便消失在了沙漠之海当中。第31章，工会震惊。龙吟工会魔法皱纹搭建的频道当中，部长刘建明，什么情况？怎么工会当中的几个难度最高的任务全都被人接走了？平时不是没有人看的吗？副会长蓝天，谁知道？我还在研究新型的魔法皱纹呢，要不是你谈消息，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情。副会长莫天凯，好像是一个新人吧？我上午带徒弟来着，本来想给他换取点东西，便看到3个任务全都被接走了。工会之花，难道你们不应该开心吗？这可是对于咱们工会有着极大的利处呀。会长不是正在寻找这些材料吗？这下可不就妥了。部长雷婉，这些任务说的简单，一个就需要花费起码半个月的时间，而且遇到的魔兽都异常强大，没有4转以上的实力，哪有那么轻松啊？会员赵宇，说不定是想要尝试一下呢，反正到时候也会有人承担工会的损失，各位大佬稍安勿躁。一瞬间，工会频道讨论的热火朝天，都想知道到底是谁接走了任务。而刚跟苏峰分开的王月点开工会面板，正要完成任务，没想到就看到了几百条爆炸的消息。粗略的看了一眼之后，发现全都是在讨论到底是谁接走了任务。好像引起不少轰动了呢。王月将一枚储物戒指拿在手中，里边有苏峰交给他的一些材料，而且还覆盖了底下的几个中等难度任务的。前辈，等我完成任务，必当重谢。王月看着自己的等级直接来到了130，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恍惚。真的太快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准确来说是加上出发时间还不到1个半小时，就完成了工会当中最难的几个任务。这就是大佬的实力啊！当众人讨论的热火朝天之时，便看到又有人开始接取任务了。会员王强，你们看任务大厅又有人开始接取任务了，而且一次性接了3个。部长司徒月明明是接了6个，谁认识这个叫王月的啊？我有点印象，但是又想不起来了。部长雷婉，前年破格录取的呀，你当时不在，算是一个新人。副会长丘处机，王月的实力不可能完成呀，怎么回事？不会是感情受挫，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折腾自己吧？底下全都是艾特王月的，想要他出来现身说法。王月看到内容苦笑不得，直接私聊了会长，并且将任务一一完成。任务大厅不断提示王月完成了某个任务，那些人看得直接呆住了。尼玛，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这龙吟工会的天要变了吗？怎么一个新人
都豪横到如此程度了，一个人竟然完成了如此多的任务，简直是匪夷所思。一瞬间，频道直接炸锅，都在@王月。会长楚云直接出面喝止，尽管他内心也震惊异常，但不论如何，王月此举算是对工会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当楚云得知王月的等级来到了130的时候，更是张大了嘴巴。这什么时候升级比吃饭喝水还简单了？但楚云还是尽快克制了自己的情绪，好在是周围没人，要不自己堂堂5传大佬的面子往哪里放？楚云旋即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本身先前王月就发现恶魔有功，楚云便给到了核心成员的待遇，再加上这次卓越的贡献以及强大的实力，那给个副会长不过分吧？会长楚云全体成员宣布一件重大事宜，鉴于会员王月对工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特此荣升王月为龙吟工会副会长，希望各位再接再厉。这下更是哗然一片，跟王月就算是没有见过面的人也开始私聊起来。毕竟这种一步登天的情况真是罕见啊，他们自然也想要分一杯羹。但王月压根没有搭理，接下来该回家去千藤花蜜了，起码要拿2瓶给前辈的，若是前辈款待人，自己岂不是不够喝了？转职大厅，当苏峰来到一层的时候，那熟悉的客服妹纸人都要妈了。不是咱这人生是被加速过了吗？距离觉醒职业这才几天时间啊，怎么一直来？卧槽，这次不会是3传吧？苏峰友好的笑笑，朝着2层走了上去。我靠，还真的是3传！黑丝妹纸心里涌现一阵酸楚，本以为跟苏峰这位帅哥之间能发生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可现在看来完全是天方夜谭了。2层的装修就豪华很多了，但这里相对1层来说也是更为冷清。苏峰现在前来，除了工作人员，几乎空无一人。他顺着标识来到前台，前台坐着的也是一个极为水灵的妹纸，皮肤吹弹可破。您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3传，妹纸眼神当中闪过一丝错愕。三传吗？这么年轻的3传，还真是闻所未闻啊！帅哥真是前途无量啊！有问题吗？没问题，请在这里登记基本信息。苏峰已经熟练，填写完毕之后就将表格交给了妹纸。先生，请在这里刷卡，需要支付50万龙币。苏峰没想到居然这么花钱，1传需要1万龙币，2传需要5万龙币，3传竟然直接来到了50万币，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先生，请站在那里，会将你传送到转职法阵当中。苏峰离开之后，妹纸看着年龄那一栏，久久不能平息。18岁的三传，恐怖如斯。苏峰现在已经轻车熟路，转职法阵直接颁布了任务，只不过这次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身为一位魔法师，精通世间7大魔法是最基本的，寻找蕴含其中魔法的材料带回。第32章东窗事发。我现在手中有3种材料，只剩下蕴含金、木的2种5行材料，这个倒是简单，但是光暗元素本就稀有，看来是得到天明商会去看看了。苏峰离开转职大厅之后，直接去往天明商会。马润现在直接坐到店里不走了，就怕苏峰随时到来，这个贵人必须由他亲自接待。苏先生，您来了，你这里有没有蕴含5行元素魔法的材料？再就是光暗2种元素的。马润立马打开一个由魔法皱纹形成的记录单，然后飞速查找起来。几分钟之后，马润神色恭敬地说道：苏先生，5行元素倒是不少，但是这光暗我可能就无能无力了。不过我可以跟上边的人商量一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或者今天晚上的黑金会员聚会，那些全都是跟天明商会有重大交易往来的人，说不定可以获得什么。苏峰点了点头，看来这光暗2种材料确实是稀有，本身使用这2种元素的职业者也是稀有无比。马润将5行材料各自送了苏峰10份，而且声称不需要支付，这些都是他私自回馈苏峰的。苏峰倒是也没有拒绝，能省钱何乐而不为呢？不得不说，马确实是比较会做人。有一说一，这几天他从苏峰这里也赚了不少，而且在商会之中的地位水涨船高，毕竟几天就创造了将近2亿龙币的交易额度，这谁能顶得住啊？离开天明商会之后，苏峰进入一处咖啡厅当中，现在距离晚上还早，倒是可以休闲一会儿。马润说黑金会员可以带3人共同参加，苏峰思来想去，好像只能带王月前去，要不然什么事儿都自己亲力亲为，那实在是太掉价了。王家酒窖，王月熟练地打开魔法阵，2侧全都是珍藏的美酒，但王月并没有因此而逗留，走到最前端，口中念着咒语，然后将自己的手掌按在半空中，湛蓝色的法阵修然打开，里边的酒瓶显然就高级了不少，2瓶千藤花蜜。王月伸手想要去拿，
结果被背后的声音喝止。这个时候，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这酒他拿定了。王月速度飞快，直接将千藤花蜜放入储物戒指当中，丝毫不管身后传来的呵斥。父亲，你看小妹，那天我就说她偷您的千藤花蜜，这不被我抓现行了吧？王明搀扶着一个年过花甲、两鬓早已斑白的老者，慢慢的朝着里边走来。王浩则是在后边跟着，刚刚已经给自己回来的父亲发了消息，说不定很快就到。王岭低垂的眼眸缓缓抬起，没想到居然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在这里偷上一代传下来的佳酿啊！要知道，这千藤花蜜外界传到几千万，他都不卖，不成想是自家出了小贼惦记，当真是可恶至极呀！就算是自己最为疼爱的小女儿也不行，加入三阶公会也不是在家族当中如此放肆的理由。王岭坚硬的木质拐杖在地上重重的磕了一下，然后沉声喝道：“王月，你可知错？”王月秀眉微蹙，自己何错之有？旋即瞥了一眼旁边的王明，先前救了这家伙还不知道感激，居然还敢打小报告，不知。王林手掌颤抖：“逆女，逆女啊！这千藤花蜜你可知它的价值几何？怎么就偷出去让你那情郎喝啊？”王月，哪来的情郎？又是王明这老小子造谣了。前辈若果真是跟我有些关系，你们就偷着乐吧。王月心中暗自思量，但面色不改，清冷的眸子在众人身上上下环视。正巧此时，王岩步入酒窖当中，看着眼前这场面，怕不是小妹真的偷酒被抓现行了。小妹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自从你加入三阶公会，王家不是时刻鼎力相助吗？家族当中的许多资源都任你使用了，你怎么现在开始做这种勾当了？王岩恨铁不成钢，自己身为家族现在的家主，外加是他们的大哥，理应将家族放在第一位。王月作为他的小妹，已经是极尽宠爱了啊。小姑，你千不该万不该偷拿千藤花蜜啊！王浩也是帮腔道，要知道他现在就尝过一滴啊，还等着自己成为家主那天拿出来尝尝呢。这下可好，就这么一瓶一瓶偷，过几天就啥也没有了。父亲，若是我说我是龙吟公会的副会长呢，够不够资格？若是王家会因我带来大批的商单，我也可以为你的疾病兑换稀有材料，治疗身体，够不够资格？王月的话语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响彻在众人心头，但旋即他们便想到，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且不说王月才转职2年，就是王岩20年都还只是2传95级而已，就知道有多么艰难了。王岭穷极一生达到70级，便由于身体旧疾缠绕，只能放弃冒险生涯。治疗的材料不仅稀有，而且昂贵无比，他们王家不过就是小家族而已，王岭不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断送整个家族的未来，所以身体每况愈下，尽管70级，但身上伤病众多，与普通老人无异。疯了，小妹一定是疯了。且不说龙吟公会有5转大佬坐镇，里边高手众多，你刚加入不过2年时间，又怎么可能做到如此位置？再者，你可知父亲疾病需要花费上亿龙币，而且很多材料都有价无市，你又当如何解决？小妹，家族待你不薄，这个时候你为了逃避责任，竟然选择……王明侃侃而谈的嘴巴长大，直接能塞进去一整颗拳头。王月听得心烦，直接将自己的面板放出，然后将公会信息也打开，眼见为实，证据摆在这里，根本不需要他过多解释。卧槽！王浩犹如遭到晴天霹雳，2年时间自己的小姑竟然达到了130级，尼玛，这开挂了吧？第33章极光岛。王岭枯瘦干瘪的手掌颤抖不已。王家天佑王家呀！你们2个，这就是你们的办事方式吗？身为兄长，竟然不知道小妹的任何情况，不就是2瓶千藤花蜜吗？想喝拿去就是了。王岭心中感慨不断，深知这对于王家意味着什么。他们现在家族的生意无非也就是靠着酒水跟其他的一些小产业，对于魔兽方面的材料跟装备道具涉猎甚少，而这才是最为赚钱的。但这种需要家族里边有庞大的实力，最起码也要有一个3转强者，可他们王家太难了。没想到王月竟然2年时间飙升到130级，而且还成为了龙吟公会的副会长。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不但以后王家会迎来大批的商单，地位也是水涨船高啊！甚至可以说，他们王家以后的靠山便是龙吟公会了。以前王月只是沾边，现在彻底成为里边掌控实权的人，而且是作为顶层的决策者之一。一般来说，起码也要达到3转的强度。没想到王月还处于2转，便直接做到了龙吟公会副会长的位置，可以说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好啊！王岭激动无比，庞佛是他自己迎来了新生的曙光一般。而王岩跟王明听到王岭的呵斥之后，
倒也没有什么顶撞的想法。呵斥的好啊！现在按照地位，王月才是王家实际的掌控者了。父亲，现在我可以拿走了吗？王岭激动的身体颤抖不已，连忙说道：“可以，可以。”王月当即跨步而出，要早点给前辈送过去才行。王岩沉声说道：“父亲，接下来我们王家的势力恐怕会就此暴涨，我觉得我们该早点做些规划了。”王岭神色淡然，庞佛又回到了意气奋发的日子。王明，从今天开始，你协助王岩，家族当中的生意交给你们2人，若是处理不过来，可以适当的吸纳一些外族人员。是，父亲。至于月儿，他在家族当中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你们过问，不论何种要求，尽可能的满足，明白吗？王岩跟王明异口同声道：“明白，父亲。”他们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后王月可以随时调集支配王家的任何资源，相当于整个王家都仍由王月操控了，就连家主都没有这种待遇。但2人心中没有任何异议，反而是高兴无比。王家要开始慢慢的崛起了。傍晚，王月得知苏峰要带他进入天明商会黑金会员聚会的时候，瞬间心潮澎湃，激动不已。那种地方是他从未敢奢望的啊！将2瓶千藤花蜜交给苏峰之后，2人被马润带着来到一处传送法阵。苏先生，王小姐，这是2张面具，戴上者可以不被任何人查探自身一切信息。马润躬身说道，旋即递出2张由小型魔法阵封锁的面具。苏峰淡淡说道：“这是为何？”回苏先生，我们天明商会致力于保护每一位客人的隐私，当然，这面具用不用，全看您的抉择。而且，这面具有一定的易容功效，只针对于黑金会员使用。苏峰接过，打开之后，直接戴在脸上，一股清凉无比的感觉从面具当中散发开来，磅礴遍布全身。苏峰觉得自己周身好像有一道魔法屏障在保护自己，而且那魔力异常的充沛，果然神奇。马润，你做的不错，回来之后我会继续关照你的生意的。望着传送法阵当中消失的2人，马润躬身相送。等到周围彻底安静下来，马润才激动的起身。苏先生可真是我一生的贵人啊！这次传送当中，苏峰并没有感觉任何的不适，反而是全程都异常的清醒。传送阵也有等级之分，这针对于黑金会员的传送阵，只怕是价值不菲。传送完成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处鸟语花香的岛屿，周围不断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响，还能够听到一些鸟类的鸣叫。果然是大手笔。苏峰走下传送阵，立马便有接待人员前来服务。尊贵的会员，欢迎来到极光岛。这岛上的一切会员您都可以任意使用，而且四周有强大的魔法阵守护，不用担心海域当中的魔兽会攻伐上来。这是一张魔法地图，请您收好。在岛上，不论您遇到任何麻烦，只需要用魔力激活您的会员卡，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赶到。苏峰带着王月朝着远处走去。不得不说，这极光岛确实漂亮无比，而且四面环海，极为隐蔽。魔法地图使用魔力激活之后，便清楚地标注着这岛屿之上的一切地点，甚至还将2地的距离标注而出。若是不想走路的话，甚至可以选择骑乘魔兽，其中还有比较珍贵的飞行魔兽。苏峰暗自咂舌，不愧是黑金会员，果然享受的颇多，全都是超能力带来的啊！苏峰不由得坚定了自己赚钱的念想。在这个世界，有钱似乎能够享受的更多。前辈，咱们现在去哪里？王月早已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但看到苏峰依旧风轻云淡的模样，自然是乖巧的跟在身后。去骑乘飞行魔兽，先绕岛屿一圈看看。王月点头如捣蒜，到达未知的地方，先了解地形以及周边情况。不愧是前辈，佩服。魔法地图之上出现最多的便是这御兽所，几乎四面八方都有，应该是为了方便别人参观浏览。但实际上进入岛上的人员非富即贵，他们早已对这种骑乘魔兽无感，除非是一些特别稀有的魔兽。请问您想要选择哪一款坐骑？苏峰看着眼前的面板，也不由得暗自咂舌。这里边最低的都是3转魔兽，最高的竟然是5转，不愧是天明商会，黑金级别便如此阔绰。苏峰一眼便看中了一头拥有亚龙血脉的狮鹫，长相颇为霸气，而且实力也是刚到5转。请稍等。面前那人口中皱纹不断，紧接着一头亚龙狮鹫便出现在苏峰的面前。请。第34章孔叶。不得不说，天明商会这手笔是真的大。苏峰跟王月站在亚龙狮鹫那宽阔的脊背上，将整个岛屿都尽收眼底。这岛屿魔法地图上标注着明确的范围，10086平方公里，整体来看很大。不愧是天明商会，选定的位置也很不错，而且四面环海，基本不会有人发现这里，将保密工作做到了极致。苏峰暗自咂舌，天空之上的景色果然很是别样。
不行，这飞行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苏峰都有些想有一头自己的魔兽了。不过眼下他还没有完成3转，而飞行魔兽的价格也不菲，更重要的是有价无市啊。绕道飞行了几圈之后，苏峰将大致的地图记在心里。少爷，家主这次给你注册黑金会员，是想让你多多跟这些强者学习一下。你这现在我回去不好跟家主交代啊。一个身材矫健的青年躺在沙滩上，旁边有一白发苍苍的老者苦口婆心地劝说着。而在那青年周边有几个面色姣好、身子卓越的青年女子在不停地给按摩身体。马叔，有些时候胳膊不能伸得太长了，你要时刻记住，你是我们孔家的奴仆，就算你是私人管家，也还是如此。孔烨面色有些不悦，什么时候一个家仆也敢在他面前撒野了？少爷，马谡，我希望你清楚自己的定位，而且以我现在的实力，争夺区朔江省的高考状元，不是绰绰有余吗？我辛辛苦苦10几年，好不容易迎来人生的转机，不受家里的摆布，难道你还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找不痛快？不敢，不敢！马谡心中无奈感叹，看来这次家主交给他的任务，只怕是完不成了。本来还想着让孔烨来见见那些强者是如何成名的，结果到达这里之后便一直在享受，这还真是……呼！天空之上一道虚影飞过，将本来还在闭目养神的孔烨瞬间惹毛。真是土包子，来到这里有几个人骑乘魔兽的？这种人难道也是黑金会员？真不知道天明商会到底是怎么想的。旁边的侍女不敢有半点怨言，他们在这里的任务便是服侍好上岛的每一位客人，而对于其所有的话语隐私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兴趣。马谡叹息一声，这极光岛可不比孔家啊，毕竟这里的人非富即贵，而且在龙国当中肯定有着一番成就。少爷，酒会快开始了，咱们要不早些过去吧？马谡试探性的询问道。好吧，本来也让这种人扫了兴，希望酒会不会让我失望吧。苏峰畅游一番之后，将亚龙狮鹫归还。没想到5转的亚龙狮鹫都异常的听话，而那亚龙狮鹫早就可以口吐人言，但却心甘情愿的在这里服务。不得不说，天明商会的手段还真是有些高深。前辈，我听说天明商会每年的黑金会员聚会都会换一个位置，不知道这消失是否属实？王月轻声问道。主要是这里的一切都如此豪华，若是每年都换一个位置搭建的话，那岂不是要消耗不少的资源？苏峰听后内心暗道，还有这种事儿？不愧是能够做到龙国最强的10大公会之一的天明，看来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呢。苏峰只是淡淡点头，并没有回话，毕竟他也是第一次来啊。一会儿要开始酒会了，咱们过去看看。那魔法地图之上不但标注着每个地点的具体信息，而且还将节目活动全部标注其上，看起来异常的详细。酒会设立在一片花海旁边，淡雅的清香在空气当中绵延。大部分黑金会员都会来参加这种酒会，一来可以结识一些朋友，二来则是能够交易到一些需要的物品。最主要的是，这种酒水也是难得一见，价值不菲啊。苏峰进入之后，发现这里的人男女老少都有，而且身上都有一层神秘的魔力在流转，看来应该是使用面具易容了。苏峰走到一旁，直接坐下，很快便有工作人员将醇香的酒水摆在旁边的桌面上。拿起酒杯抿了一口，苏峰眉头微皱，说道：“不如千藤花蜜啊。”哟，听阁下这意思是还见识过千藤花蜜哥？孔烨本来百无聊赖，这些人不是强者吗？怎么还是如同普通人那般在酒会当中不停品尝，而且时不时的3、5成群寒暄不断，简直是颠覆了他对高手的认知。不过有些人还真是喜欢吹牛呢。千藤花蜜这种佳酿，岂是这种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子可以品尝到的？那千藤花蜜倒不是有多么珍贵，主要是胜在量少，没有购买渠道，所以才会被人不停的炒高价格。苏峰神色淡然，有幸尝过。孔烨脸上浮现一丝嘲讽，阁下莫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那千藤花蜜乃是一个偏远小城市当中的不起眼小家族珍藏下来的，难不成阁下还专程去过那里？苏峰没有言语，将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这种事情无需过多解释。各位，这是我最新酿制的酒水，还请大家鉴赏一番，能够提些意见才是。在前方，一个身着黑色笔挺西装的中年男子朝着周围的人吆喝道。在他面前的小型魔法阵当中摆放着几个酒坛，看起来倒像是那么一回事儿。据说10年前便有一位自称酿酒小鬼的中年人在酒会当中显摆，说他酿制的酒水可以问鼎天下第一，可谁知被人狠狠打脸，此后便销声匿迹，再也不见踪影。你说会不会就是眼前这人？孔烨朝着苏峰说道。你10年前来过？那倒没有，但是那一场酒会我父亲正好在，这些故事是他后来告诉我的。阁下既然说品尝过千藤花蜜，那不如上去一试吧。苏峰拍拍衣襟，
试试倒也无妨。只不过旁边这家伙说话怎么有点挖苦的味道？少爷，言多必失啊！马谡小心翼翼地提醒道，但孔叶充耳不闻。马叔，你多虑了。第35章，钱还能这么赚吗？那中年人将酒水倒满，周围的人几乎人手一杯。在打开酒坛的时候，便有一股芳香醇厚的味道肆意开来，让友不禁有些陶醉。各位，有缺点还请及时指出。中年男人微微躬身，似乎很是谦虚。苏风品尝过后，发现这酒水倒也算是上乘，但却是少了时间的发酵，总觉得底蕴不够，入口并没有回甘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加急赶工出来的。好酒，入口醇香，回味无穷，确实是难得一见。这人话音落下，周围全是吹捧，竟然没有一人持有不同的意见。孔叶看苏风眉头微皱，似乎正在思索，便直接说道：刚刚这位兄弟说他喝过千藤花蜜，不如来说说这两种酒水的区别，也好帮我们鉴别鉴别。苏风，看来这小子是诚心找茬呀。眼见众人将目光全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苏风倒也没有怯场，反正有面具保护，这些人也不可能看穿。那我就献丑了。这酒不够醇香，制作时间过短，并没有自然的芳香醇厚。他们所说的入口醇香，回味无穷，不过是因为你加了一些特殊的材料，跟普通酒水唯一的区别，便是所用的材料比较昂贵罢了。苏风说完，全场皆惊。不是，这哥们儿难道不知道酿酒小鬼的名号吗？这家伙可是听不得实话的呀，小心到时候惹祸上身。孔叶嘴角浮现出一抹阴谋得逞的笑容，关于那个故事，他自然没有讲完。酿酒小鬼可是难缠得很，此前有一人辩驳过他，后来那家伙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竟然硬生生的在现实当中将其找到。至于结果嘛，没有传出，但后来也没有见过那人的踪迹。既然你这么说，那你身上一定带有佳酿了，不如让大家品鉴一番，让我等也好有个参照。孔叶将酒杯放下，然后看着苏风淡淡说道：敢打扰他的雅兴，必须要给点颜色尝尝。借刀杀人，这可是孔叶几岁就学到的把戏。是啊，既然这位先生如此评价，那怎么也得拿出一些有真材实料的东西吧，不然难以服众啊。言之有理，我一直忙于提升实力，对于酒水没有什么研究，但好不好喝还不是一口就能评判出来的吗？就是快让大伙瞧瞧吧，我们都等得有些迫不及待了。这种戏码几乎每年都会上演，只不过是换个表现形式罢了。别看这里边有些是6转、7转的大佬，但更多的则是乐子人。这种事情对于他们平淡乏味的生活也是一种添加，倒是别有一番风味。更何况横竖他们都不会吃亏，本身上岛就是寻求快乐，谁还在意什么形式呢？大家谁都不认识谁，这种不是蛮好的吗？苏风内心冷笑，想喝千藤花蜜，那你们得有这个资格。千藤花蜜我倒是有，就怕你们喝不起。哈哈，你这小子是不是昏头了？那种珍藏百年的东西，你哪里能搞得来？一会儿小心下不了台。人群当中响起不和谐的声音，苏风依旧镇定自若，但王月内心则是愤愤不平。这些家伙简直是目中无人，想要品尝，一人1000万龙币，或者是带有稀有元素的材料，这样方可品尝。苏风说完之后，便不再看众人，他倒要看看这些人是否会放下面子。反正横竖都是他赚，在来之前便想着在这里集齐3转的材料，更别说这些家伙目中无人，不狠狠宰一笔，那还真是有些白来这一趟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大家不是主要为分享吗？你怎么能光想着赚钱呢？而且这千藤花蜜固然珍贵，但一瓶最多也就2-3千万，你却让我们缴纳1000万，你居心何在？一个身材饱满的中年妇女走出，然后对着苏风指指点点，凭什么不让我白嫖啊？这不是应该的吗？喝不起就滚一边，别来碍眼。你好，这是1000万龙币，但你若是拿不出千藤花蜜，我想就算你身份再高，在场的众人也不会放过你的。中年妇女神色凛然，朝着众人大声喊道：各位，难道你们不想看看把戏被拆穿以后，这家伙该怎么收场吗？1000万对于你们也不算多，但却可以让某些小丑永远无法参加天明商会，甚至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起码要双倍赔偿。说得好，1000万龙币确实不算什么，我出了，没带现金，灼焰雷光一块，带有暗元素的涌动之阀，价值1000万龙币，绰绰有余。众人立马沸腾起来，不断的将手中的储物戒指或者是材料摆放在前面的桌面上。这一下苏风就直接进账好几亿龙币，这给王月直接看傻了。钱还能这么赚吗？要是这些人一会儿知道前辈拿出千藤花蜜，真的有些期待这些人的表情呢。王月站在后边静静观察着，他这样的身份也只能站在最外围看看了。苏风目光轻轻扫过桌上那些物品，怎么就唯独缺了光元素呢？这下有些麻烦了。
看来一次性手收集不全了，算了，慢慢想办法吧。苏峰朝着众人喊道：“还有没有愿意品尝千藤花蜜？没有的话，我可要开始了。还有我，带我一个。”苏峰初步估计，桌面上现在起码有价值7、8亿的东西，但是千藤花蜜本就稀有，一滴一滴卖也很适合吧。苏峰等到没有人加入之后，便从储物戒当中取出一个古朴秀气的酒坛。孔叶跟中年妇女心中尽管有一丝不妙的感觉，但他们还是安慰自己，不太可能的。月儿，你来给大家分酒，一人3滴足矣。王月啊，前辈也太会玩了吧！3滴千藤花蜜卖1000万龙币，这一瓶下来就是好几亿呢。但王月旋即便镇定了下来，取过酒坛，开始用魔力抽取。第36章五转大佬投诚，一人3滴，你玩我们呢？那能尝出什么味道？就是啊，怎么就不能一人一杯呢？你这也太抠门了！这钱我觉得不值，我想拿回属于我的那份。看着有些骚乱的众人，苏峰冷笑：“你们可以试试，如果想挑战天明商会的权威的话。”骚乱的人群慢慢趋于安稳，他们心中安慰自己，不要是真的千藤花蜜，不然这下可是亏大发了。月儿，分酒。很快，芳香四溢的酒气就铺满而来，将这里彻底弥漫。好香啊！这种自然发酵过来的果然有些不同，只可惜这3滴实在是太少了呀。回味无穷，回味无穷啊！唇齿留香，这一看就是经过长时间的堆积才沉淀下来的酒香，果然不错。这确实是真品，我以我一个职业鉴酒师的人格做担保，这绝对没有任何问题。那中年妇女后退2步，看着桌面上自己的1000万龙币，心头都在滴血啊！本来以为这家伙只是虚张声势，怎么就拿出真的了？那可是1000万龙币啊！虽然嘴巴里边还有那股千藤花蜜的酒香，但心里却是痛苦无比啊！孔叶直接愣在原地，这家伙还真的有2把刷子啊！虽然1000万不算什么，孔家家大业大，他身为少爷自然不会在意这些，但心里很是不爽啊！这种挫败感，这种无力感，他先前还没有怎么体会过呢。一直以来不都是他在玩弄别人吗？这一次居然吃瘪了！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苏峰将所有的东西全部装在储物戒指当中，然后悠哉悠哉地朝着一旁走去。前辈，这些人平时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吗？怎么他们就心甘情愿地愿意割舍这1000万呢？王月想不明白。你高估这些人了，有头有脸，也不过是金钱跟实力与别人有着区别而已，内在是从来没有变过的。尤其是他们的原始欲望，要不是他们贪心，想要从我这里获得更多的赔偿，哪里会亏损呢？再者，对于这些人来说，钱财没有那么重要，面子、体验才是最重要的。苏峰拿起旁边的酒水一饮而尽，然后起身看着孔叶恭敬地说道：“多谢这位兄弟给我精心策划这场演出，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获得如此多的钱财呢？等到结束之后，我必当将那份属于你的报酬尽数交给你。”孔叶，这家伙将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他了，借刀杀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恶，可恶啊！原来是你小子！这极光岛碍于天明商会的存在，不方便出手，但我倒要看看你出去之后又能如何。我说呢，怎么会如此顺利？原来是有人推波助澜，就算是这千藤花蜜价值不菲，那也不该被炒到如此天价。这次的商会有点意思，这才刚开始便如此精彩，接下来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孔叶愤懑不已，盯着苏峰，眼中满是怒火。这家伙真是阴险！马谡过来悄声说道：“少爷，寡不敌众，我们从长计议，现在还是先行离开吧。”孔叶狠狠地瞪了苏峰一眼，只能无奈离开。王月心中这下对于苏峰是更加的钦佩了，就坡下驴，爽赚7、8亿龙币，最后还祸水东引，将自己置身事外。此等心机，果然不愧是前辈。那中年男子一看苏峰随手便掏出千藤花蜜这种东西，肯定是有些水平的，而且跟别人不一样。那些人智慧恭维，并不会说出实话，这样将他的酿酒技术彻底耽误了。这怎么能行？他连忙走到苏峰身边，语气恭敬地说道：“不知前辈能否教我酿酒？他日我必定知恩图报。”苏峰，这怎么还赖上自己了？要是说让他喝的话，那还好点儿，他怎么可能会酿酒呢？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但苏峰一想，身边有个五转强者，好像倒也不赖。按照那孔叶的说法，这酿酒小鬼都是常年沉醉于酿酒一道，就这还能提升到五转的实力，那只能说天赋确实是非同小可了。只是这么玩，不是把自己给玩废了吗？这样吧，你去朔江省的天海市，在那里有一个小家族，王家乃是世代酿酒为生，你在那里应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在中途惹出半点差错，我会亲自出手，以后将你彻底从酿酒一行当中抹除。在王家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不听那些人的调遣，
但是必须要听一个叫王月女孩的话，她是我的眼线，会随时监督你的一举一动，汇报给我。中年男子听后大喜，但内心也是震惊无比。这位说话的这种气势，完全跟那些人不一样。也就是说，他这5转的实力，在这位前辈面前犹如跳梁小丑一般。而且前辈的胸襟也非常人可比，竟然跟那种地方的小家族还有往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看来自己在这方面还是要多跟前辈学习啊，唯有如此，方能拓宽自己的人脉，而不是像现在这般总是让人避之不及。前辈，我一定进阶。在那里好好学习，不出10年，你一定能够学有所成的。苏峰心里想着，10年自己肯定能够按着这家伙摩擦了，就算到时候有什么不妥，他也有足够的能力摆平。好了，等聚会结束之后，你便可以去天海市了。前辈，我距离朔江省路途遥远，能现在去吗？苏峰，这家伙怪不得叫酿酒小鬼，还真的算是痴迷啊。也行，但若是敢伤天海市其中的任何一人，到时候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前辈的教诲，我已铭记于心。酿酒童子当即走到极光岛之内的传送阵当中，身体慢慢消散。王月，提前知会你们家族，一位5转大佬坐镇，王家应该会水涨船高的。王月心里感激无比，当即朝着苏峰说道：多谢前辈。第37章3转，劲骤铺天盖地。苏峰百无聊赖地欣赏着夜空之中那璀璨的星光。不得不说，这极光岛确实是别有一番风味，在这里跟别处看到的夜空简直天差地别。有时也会时不时地扫视一番那些踱来踱去的人，发现有一个青年似乎在不停地跟人攀谈，失败之后便转向下一个，而从他失落的眼神当中便能看出，这家伙一直都没有成功。旋即他看向了坐在草地之上的苏峰，试试吧，反正现在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手。青年朝着苏峰走来，然后躬身叫道：前辈。苏峰微微颔首，这男子倒是有些礼貌，知道这里几乎都是易容，而他也不管对方年岁几何，起码这一声前辈将对方的位置抬高，就算是谈不拢也不会有什么纠纷。什么事？前辈，能否帮助我们家族争夺一个秘境？我刚刚看到前辈在收集稀有的元素时，我这里倒是有些，只是等阶不高，怕入不了前辈的眼。我们家族可以支付其他的酬劳，只要在力所能及之内。青年显得有些焦急，不过语气倒是颇为诚恳。苏峰当即说道：将那元素石拿出来看看。青年一看有戏，当即就从储物戒当中掏出光暗2种属性的元素石，其中还有电、风、冰等其他的一些材料。苏峰大喜，这不就是自己所需要的吗？前辈，这些材料的价值有些低廉，如果前辈答应的话，我们家族愿意支付其他的一些酬劳，还请前辈考虑考虑。苏峰目光微沉，装作思考的模样说道：不知道你的秘境是何种等阶，总要搞清楚才行，要不然进去是一个适合7、8转职业者探索的，那到时候苏峰直接亏麻了。青年当即躬身说道：回前辈的话，秘境现在处于4阶到5阶的实力，而且还有其他家族争夺，靠的便是排名。苏娜倒是可以一试，这个阶段获得的经验值也比较庞大，在我3转之后也不会超过太多，没什么问题。苏峰暗自思量，然后沉声问道：如果我接下，你们打算支付多少酬劳？青年一听当即大喜，能够问到这一步，那就说明是已经快要成了，自己千万不能在最后一步错失良机。前辈，我们愿意将前1年的收益全部赠与前辈，您看意下如何？1年有多少？保守估计3亿。死，我可以接下，但这材料，前辈喜欢的话，尽管拿去便是。那3亿龙币，等到前辈通关秘境，我们自会双手奉上。可以，位置在哪里？青年递过一个做工精细的令牌，苏峰能够从中感受到充盈的魔力。前辈，这里有我家族设置的传送阵，前辈只要将魔力注入令牌当中即可。多长时间？最长3天。明白了。苏峰带着王月直接离开了极光岛，这里大多数人的等级都比他高，倒是有些人以物易物，还有拍卖会的举办，但这些现在跟他都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实力实在是太低了。优先3转。离开极光岛之后，苏峰让王月回家，自己则是直奔转职大厅。还好转职大厅一直都有留守的人员，抓紧时间转职。苏峰进入转职法阵当中，将提前准备好的材料全部放入其中。轰！7道彩色的光芒缓缓注入苏峰身体当中。叮！恭喜宿主成功3转。叮！获得新技能暗影魔球。叮！获得新技能光明法球。叮！获得新技能更金突刺。叮！获得新技能土球术。叮！获得新技能水光波。苏峰只觉得自己身体之内的魔力都充盈了不少，
3转之后，实力起码翻了1倍，怪不得等级之间差异会如此庞大。看来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魔法师，3转才将其余的魔法元素领悟，而且只是相对基础的魔法技能。不过好在有系统。叮！暗影魔球万倍增幅，森罗忧郁。叮！光明法球万倍增幅，圣光审判。叮！庚金突刺万倍增幅，天使利剑。叮！土球术万倍增幅，黄泉深渊。叮！水光破万倍增幅，冥海无岸。卧槽，这下再也不缺技能了。进去丢完一个，进入冷却，随即便是下一个。苏风走出转职大厅，面色有些兴奋。而此刻他的等级来到了154，姓名苏风，等级154，生命14万，攻击18000，灵能32万，护甲28565，敏捷32655，体力29981，精神112344，幸运0，天赋万倍增幅，魔力涌动，技能炽热脉冲，霜寒破冰，大荒星域，风暴之怒，灵雷破星枪，自然之雨，灵魂枷锁，森罗忧郁，圣光审判，天使利剑，黄泉深渊，冥海无岸。装备双花落雨，腾翅靴，天骑护腕，血迹铠甲，薄雾法袍，坠云锁，凯木腿甲，腾梭盔，赤焰鞘戒，落稳腰带。不错，这么多的禁咒，这下真的舒服了。正愁没有地方刷级提升实力呢，今天晚上就稍微忙碌一点，先去将这个秘境破了再说。苏风将令牌拿在手中，直接注入魔力，在他周身瞬间出现一股澎湃的吸力，紧接着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邪堕之渊，刘家家主，少爷说是找到帮忙的前辈了，承诺则是用咱们在即将攻略秘境当中1年的收益作为帮忙的报酬。刘协面色颓丧，现在只怕是有些晚了呀。那雷家跟谢家不知道哪里找来几位5转强者，所用的时间都没超过12个小时。要知道那秘境总共有3层，而且其中还有削弱的 buff， 对于冒险者来说极为艰难。少爷找到几人？回家主1人。刘协直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道：没有希望了。第38章幽谷废墟。报告家主，在咱们驻扎的营地外边来了一个自称帮忙的人，说是少爷请他来的。刘协挥了挥手，随意的应答道：让他进来吧。3家由于共同发现秘境，旋即便派人用帐篷驻扎在外围，准备进行探索。但最后商议的结果却是，看谁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通关秘境，那么这秘境的开发权就归谁。而雷家跟谢家的手段极为迅速，他们没有将目光放在实力更强者身上，而是选用了5转的冒险者。聚集几个5转的冒险者，虽然稍微有些坎坷，但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想要找更强者，首先就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门路，其次人家大佬凭什么帮你啊？就那俩3瓜俩枣的，人家还嫌浪费时间呢。等到苏风进来之后，刘协一看，这还真的只是一个人啊！完了，侄儿啊，咱们这次真的只怕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这秘境是刘家率先发现的，但还没有来得及开发，便被雷家发现。2家争夺之时，便引来了谢家。本身3家就是竞争对手，这个时候自然不会有人退出。毕竟秘境乃是无主之物，如果强行开战，到时候只会2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干脆换一种方式来竞争。秘境外围，雷暴跟谢元2人正在商讨这次关于秘境的开发。针对那些5转冒险者出来的情况分析，这秘境难度极高，一家想要吃下，恐怕是有些棘手。而2家的实力相差无几，再加上通关时间也都差不多，自然已经开始商议后续的开发计划。老雷啊，我觉得咱们要不就这么定了，55分，到时候2家出的人数相同，所有开采出来的装备道具平分，这样对你我都好，后续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谢元手捧一杯热茶，长满胡茬的脸颊在火光当中忽隐忽现。雷暴点了点头，关于谢元的提议他倒是没有什么意见，但是现在刘家还没出手呢。老谢，刘贤的老鬼不知道会有什么应对计划，我们是否要做些防备啊？谢元微微一笑，老雷，我说你是不是太谨慎了啊？咱们3家的实力大差不差，你觉得刘贤能够请到什么强者吗？他有钱支付吗？到时候咱们2家将刘家的资产全部吃下，以后便是我们2人瓜分那片市场，这你还需要担心吗？正当2人在商议之时，外边的手下跑了进来。家主，刘协带人来闯秘境了。他带了多少人？1个，就1个。对，哈哈，老雷，我说什么来着？那家伙早就放弃了。走，咱们去看看。邪堕之渊，刘协神情还是如同先前那般颓丧。
尽管他看不出苏峰的实力，但如此年轻，战力又能强横到哪里去呢？刘家要是此次失势，那以后可就难混了。就是这里了。苏峰看着那魔力涌动的秘境入口，闪烁着紫黑色的光芒，这居然是一个处于地狱难度的秘境，怪不得这些家族要找高手前来了，一般人确实是难以应对。刘老鬼，这不会就是你请来的帮手吧？谢元上下打量着苏峰，完全没有大佬的那种王霸之气。谢老鬼，你别得意。刘协虽然有心反驳，但是实在是底气不足啊。哈哈哈，你早说嘛！你早说的话，我们老雷就让你加入一起开发了。你看看现在闹成这种局面，一会儿丢脸的时候可别哭鼻子。一把年纪了，怪瘆人的。你，刘协无奈，现在人家的成绩摆在这里，他是百口莫辩啊。希望侄儿能够早点赶回来吧。刘协暗自思索，可以开始了吗？苏峰看向刘协，毕竟是刘家请他来帮忙。前辈，要不然我刘家将3亿支付给你，为了生命安全，咱还是不用进去了吧。刘协觉得没有什么希望，进去若是殒命，到时候刘家面子上也挂不住。苏峰微微一笑，这刘协做事儿倒还算称头。他直接纵身一跃，进入秘境当中。刘老鬼，你真是越活越没用了，居然叫一个毛头小鬼前辈。没想到这就是你拿宝贝儿子花3亿龙币请回来的人，简直是贻笑大方啊。刘协自知无力反驳，干脆任由两人谩骂了，一切等刘宇哲回来再说吧。叮！进入秘境幽谷废墟当中。幽谷废墟当中存在规则压制，你的精神属性正 20%， 还好，倒也不算什么。看来这就是秘境的第1层了。试试新技能吧，冥海无岸。苏峰手中涌现充盈的魔力，瞬间便有滔天的海水不知从何处席卷而来。苏峰踏浪而行，里边水龙咆哮不断，直直地朝着远处的幽谷废墟奔腾而去。哗啦，水流湍急，在秘境当中不停肆虐，所遇到的魔兽跟魔值皆是尽数秒杀。成功击杀魔兽幽谷傀儡，获得经验值20万。成功击杀怪物废墟灵骸，获得经验值30万。成功击杀魔兽千层土鳖，获得经验值35万。叮！恭喜宿主获得黄金级别装备幽虚斗篷。叮！恭喜宿主获得史诗级别装备灵骸幽剑。叮！恭喜宿主获得史诗级别装备幽火筒靴。叮！恭喜宿主获得稀有材料灵骸核心。叮！恭喜宿主获得稀有材料千层甲铐。冥海无岸的威力很强啊，几乎将幽谷废墟全都给淹没了，还没怎么出手就已经这样了，不错不错。苏峰的身体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强度，一个技能砸下去，身体只是损失一部分精神力跟魔力值而已，其余的倒是还好。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176级，这里的魔兽还真是不错，看来经验值很是充沛。继续。第39章。舵女士，幽谷废墟存在规则限制，造成的伤害负 20%。无所谓。苏峰紧接着便发现眼前的场景已经变换，只不过这里更加的恐怖，前方漂浮的都是幽灵体。那就让我来超度你们吧。圣光审判。苏峰话音刚落，本来迷雾重重、黑云压顶的天空之上，瞬间被道道金光撕裂开来，紧接着便将这里彻底照亮，所有的幽灵跟魔兽都无所遁形。苏峰此刻沐浴在金光当中，宛若神明一般不可侵犯。而被金光照射到的那些幽灵，身体瞬间化为飞灰，彻底消失不见。成功击杀怪物游荡幽灵，获得经验值18万。成功击杀怪物残破尸骸，获得经验值24万。成功击杀魔兽嗜血尸鳖，获得经验值32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秘境外围，谢元看着失魂落魄的刘协，语气当中满是嘲讽。这怎么进去没有动静啊？刘老鬼，你确定你那宝贝儿子请回来的是一个高手？你也知道里边压制厉害，怎么还让人进去送死啊？这要是传出去，你刘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谢元直接让手下搬来一张躺椅，顺便摆了一张木桌在旁边，将热茶泡起，神情享受的看着落魄的刘协。老雷呀，坐吧。这进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也说不准，再也不会出来了。咱们就在这里等等，看看刘家的帮手能够做到何种程度吧。最后一层了吧？没有众多的魔兽吗？苏峰看着眼前出现的一只庞大的女尸怪物，不由得急忙拉开距离。怪物恶堕女尸，等级356，生命4301232，魔力23万5千，攻击23万2342，灵能12万，
护甲320321，魔抗180235，敏捷113250，体力89562，精神132025。技能恶堕污染，恶堕女尸用毒物将周围彻底弥漫，沾到毒物的人每秒造成当前生命值 1% 的伤害，持续10秒，并且恶堕女尸朝着沾染毒物的目标移动，会提升 30% 的移动速度。冰霜鬼爪，恶堕女尸用自己干枯的利爪对目标造成 300% 物理伤害，并且会附带一定的减速效果。恐怖之源，恶堕女尸发出尖笑，对30×30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恐惧效果，持续3秒。在这段时间内，恶堕女尸将会强化自己的攻击跟移动速度，并且攻击会治疗自身。这家伙很强啊，怪不得说是4转接近5转的实力。这家伙再有一级便算是5转了，5转大佬都需要12个小时，看来都是在跟这家伙拉扯了，要不然的话前面那些应该没有那么棘手才对。苏峰看到那散发出来的毒物，立马与恶堕女尸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人类、玩具、食物，看来你这么活着也蛮痛苦的，让我超度你一程吧。天使之剑，苏峰手中金色的光芒闪烁不断，甚至有些晃眼。紧接着，那昏暗的天穹之上便出现一把金黄色的巨剑，看起来霸气无比，睥睨众生。而在那巨剑的背后，竟然还站着一位6翼天使。苏峰的掌心之中也有一柄金色光剑，若是细细观察的话，便会发现于天穹之上那把别无二致。刺！苏峰手掌落下，那天使也有了动作，举起手中的利剑，便朝着恶堕女尸的头颅挥舞而去。咔嚓！金色利剑没有受到任何阻隔，直接将恶堕女尸斩首。天空慢慢恢复光明，周围的一切在此刻显得寂静无比。叮！成功击杀怪物恶堕女尸，获得经验值500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苏峰看着自己的等级直接飙升到了202，顿时喜笑颜开。果然还是要挑战更强的才行啊！希望进入高等学府之后，能够有时间让我去挑战这种秘境，不但可以提升等级，而且还能大赚特赚啊！苏峰跑到恶堕女尸掉落装备的位置，一件一件的开始清点。叮！恭喜宿主获得高阶材料恶堕骸骨。叮！恭喜宿主获得高阶材料恶堕利爪。叮！恭喜宿主获得高阶材料无尽发丝。这装备等级稍微有点高啊，我现在还不适合。看来等级提升的还是太慢了，打下来的装备都不能用。不过这个我可以攒着，4转之后就没啥问题了。装备恶堕泪晶，等级限制240，品质星耀，属性灵能加1800000，敏捷加15000，精神加1200000，施法速度正 40%， 魔力回复正 30%， 技能冷却负 30%。附带技能恶堕之源，散发一定的惰性气体，一旦被目标吸入，将会减少其 30% 的体力与斗志，并且削减 20% 伤害。泪眼婆娑，在固定范围内降下一定泪滴，对目标总计造成 200% 的魔法伤害，附带一定的毒素属性，并且会僵化目标身体 ES。 介绍：来自邪堕之渊当中强大的恶堕女尸掉落，能够极大的提升你的战力，并且让你的对手在不知不觉之间便陷入你的摆布。这件装备好强，虽然我不一定能够用得到附带技能，但是加成很是庞大，而且非常适合我。这次在秘境当中直接将等级提升到了202，应该足够应对接下来的高考了。出去之后拿到刘家的酬劳，然后明天去将这些无用的装备材料售出，好好准备高考就行了。苏峰简单整理之后便消失在了幽谷废墟当中。第40章质疑不断。邪堕之渊，刘宇哲将自己的令牌交给苏峰之后，便直接离开了极光岛。本身他参加这次黑金会员的聚会目的便是如此，家族现在危在旦夕，没有时间容许他享受。在经历过传送阵的折腾之后，刘宇哲回到家族便是急速朝着邪堕之渊外围赶来。父亲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很高兴的。这次可是黑金会员当中的大佬出手，说不定可以跟雷家、谢家抗衡抗衡。可等到刘宇哲赶来之后，发现自己的父亲刘协正蹲在地上，似乎很是颓丧。父亲！刘宇哲有些心酸，过去将刘协搀扶起来。刘家要不是刘协一人力扛，说不定早就被从陇田市排挤出去了。身为家中的长子，刘宇哲自然是要为父亲分担压力。只可惜他的职业并不强，只能帮助刘协打理家族，照顾生意，将出人头地的机会让给弟弟妹妹。刘协目光涣散，看到是刘宇哲回来，眼神当中倒是清明了不少。父亲，你这是？我跟你说，咱们刘家这次有救了，有一位前辈会前来帮助咱们，3天之内肯定会到的。刘协听后不由得感叹一声：哎，父亲，这是为何？谢元直接哈哈大笑，看着刘宇哲说道：贤侄啊，
你请的那位大佬现在已经在里边刷图了，你不会还不知道吧？刘宇哲一怔，前辈这么快吗？本来还以为会推迟2天，没想到居然这么迅速。父亲，既然前辈已经来到，父亲何故唉声叹气啊？贤侄啊，你说的这位前辈看起来年岁不到20，而且他是孤身一人进入，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但秘境之中没有任何反应。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雷暴也直接起脸输出，要是这次能够将刘家赶出陇田市，那么他们家族的势力将会进一步扩大，再加上家族当中大大小小的秘境，说不定可以直接造出2个5转大佬，那样的话就彻底摆脱当下的困境了。刘宇哲神色淡然，这谢元跟雷暴本身就是2只老狐狸，表面跟你谈笑风生，背地里的手段不知道有多么下作呢。父亲，也许我们该相信前辈。刘宇哲悄声将酒会当中的所见所闻告诉刘协，他不相信一个没有实力的人敢去招惹一个精神状态有些癫狂的酿酒童子，这绝对是对自己实力有着极高的自信。更何况刘宇哲可是亲眼所见前辈将那些黑金会员戏耍，要知道能够参加的人非富即贵，在里边几乎所有人都异常小心，毕竟谁知道你招惹的是什么大佬呢？但苏峰却敢直接将众人戏耍于股掌之间。还有那千藤花蜜，刘宇哲觉得家族发展不易，所以便没有去尝尝那近几年声名鹊起的佳酿。可按照众人的风评来说，绝对是真货，能够将千藤花蜜搞到手，那确实是有着过人之处。哈哈，贤侄莫不是病急乱投医，被人诓骗了不成？要是你花3亿龙币，我们完全可以让你们刘家进来开采10年啊！怎么样，要不要考虑考虑？刘宇哲全指紧握，这2老家伙真是欺人太甚。要不是刘家势单力薄，加上他这长子没有什么成就，怎么会被欺辱至此啊？恰巧此时那旋转的秘境入口竟然有了异样，看来你们请的这位帮手是用了什么强大的道具逃出来了。那里边就算是5转强者都要鏖战许久，更别说那恶惰女士更是凶残，单凭一人，哼哼，真是痴人说梦。谢元抿了一口热茶，这种将竞争对手按在地上摩擦的感觉真是太爽了。要不了多久，刘家在陇田市的市场就会被排挤出去。可惜啊！苏峰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众人面前，看到瘫坐在地上的刘协，还有一脸愤懑的刘宇哲，不免有些疑惑，这个气氛怎么怪怪的嘞？刘协看到苏峰进去不到半个小时就走出来了，本来还残存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果然还是不行嘛！刘家这次输的真是太彻底了，对不住列祖列宗的积蓄啊！刘宇哲看着身上有些脏乱的熟悉面孔，内心也不免有些困惑。前辈，你这贤侄啊，伯父早就说你识人不明了，难道你忘记先前被人坑害的经历了吗？慈不长兵，义不长财，你想要入局可真是难上加难。你们刘家在你这一代要彻底没落了。谢元悠闲地晃动着躺椅，家族争斗几十年，终于也该到彻底分出胜负的时候了。这幽谷废墟乃是4转秘境，到时候会有不少人前来，不管是家族进去探索，亦或者是售卖门票，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要知道他们现在最赚钱的也不过是一个出入3转的秘境而已，这幽谷废墟差一点便可以成为5转秘境，假以时日，真的说不准呢。等等，你们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通关秘境啊？苏峰有些无语，这2个老家伙是谁啊？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啊？哈哈，小兄弟，别以为靠着一点强力的道具就能坑蒙拐骗，进去20多分钟就出来，难道你临阵脱逃这种事实还能洗白吗？雷暴本来还有些觉得会有意外，但现在恐怕是尘埃落定了。原本的约定便是一个家族进入一次，比拼谁的成绩最好。那现在事实摆在眼前，还需要说吗？不是秘境外边有统计积分的面板吗？难道没有刷新？苏峰走到那石碑之前，看着上边还是先前的记录，也不由得面色古怪起来。前辈有所不知，这秘境石碑10分钟统计一次。苏峰内心狐疑，难不成是自己给整崩了？还不到20分钟就将秘境通关，接下来清点了一下战利品，顺便休憩了一会儿才出来。毕竟连发这种强大的技能很是累人啊，要是被妹纸看到，还以为自己虚了呢。有时候还是要为自己的形象考虑一下的哦。正当谢元跟雷暴挖苦讽刺之时，那石碑竟然慢慢的有了变化。第41章10亿龙币聘请。卧槽，18分钟，谢元差点都要跳起来了。假的，一定是假的，这怎么可能呢？他可是请了5位5转强者进入里边探索，还消耗了很多的道具资源，这才勉强拿到12小时的成绩啊！这18分钟是怎么回事？作弊，要么就是秘境当中出现了问题。不只是雷暴跟谢元，就连在远处失神落魄的刘协听到之后，都浑身颤抖的飞快连滚带爬移动而来。18分钟，真的是18分钟啊！多谢前辈，
是小辈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原谅。刘协状若癫狂，直接在原地都给苏峰磕头了。你父亲这是？刘宇哲也难掩激动，对着苏峰躬身抱拳说道：“多谢前辈。”怎么了？难不成这成绩不满意吗？要不然我再去来一次，这次我争取快一些，怎么样？众人直接愣在原地。还来啊？这18分钟还不够强啊？虽然说男人不能太快，但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极限。众人内心当即骇然无比，这位大佬怎么说话云淡风轻啊？里边那恶堕女尸虽然不到5转，但是靠着秘境的加持，寻常5转强者也很是棘手。如果没有道具辅助的话，只怕是要打上1天1夜，时间甚至更长啊！前辈您做得够好了，请一步营帐之中，晚辈将允诺给您的酬劳如数奉上。刘宇哲倒是第一个镇定了下来，现在他更加肯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想，那就是苏峰绝对是超级大佬，怪不得在众多黑金会员当中面不改色，犹如鹤立鸡群一般，原来是不屑于那些人一般见识罢了。自己这次真的请到大神了。父亲，您先带着前辈回去，我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刘协神色激动，看着刘宇哲的目光当中满是赞赏，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也许是时候退位了。刘家终于有人站了出来。哲儿，不管你做什么，为父都力挺。拍了拍刘宇哲的肩头，刘协恭恭敬敬地将苏峰迎走。二位叔父也是陇田市有头有脸的任务，莫不是怀疑这记录是假的吧？这石碑乃是规则所画，真假我想二位叔父心里应该最为清楚才是。再者，我想提醒二位叔父一点，这位前辈是我在天明商会的黑金会员聚会当中所请来的，其中的含金量你们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果选择质疑，到时候可能会迎来灭顶之灾。毕竟强者的眼中揉不进半点杀力。刘宇哲说完便转身离开，平平淡淡的语气落在谢元跟雷暴耳中，却是犹如晴天霹雳。败了，彻底败了。刘家竟然请到实力如此卓越的前辈，而且刚刚他们能够从刘宇哲的语气当中感受到杀意，那是来自一个温文尔雅的男子身上的杀意。刘家要一转先前颓势，彻底崛起了。两人失魂落魄，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做些什么，就连那热茶顺着桌面四溢都没有半分动静。营帐之中，苏峰直接坐在正主位置，而刘协跟刘宇哲则是站在底下，异常的恭敬。这次多谢前辈鼎力相助，这是3亿的龙币。晚辈知道前辈喜欢收集稀有元素的材料，所以特意从家族当中的库存让人取出一部分，也许对于前辈来说不一定有用，但也算是晚辈的一点小小心意，还望前辈笑纳。苏峰接过那储物戒指，里边确实是闪烁着彩色的光芒。卧槽，这么多的元素材料，而且还大部分都是4阶，这下真的赚妈了。火焰焰4阶稀有材料，蕴含极高的火属性元素。暗磊木对于生长环境要求极为严苛，耗费几十年时间才能长成，而有极高价值的也只是它的主干。木原草稀有草元素，其内蕴含澎湃的生命之力，是很多辅助职业追求的材料啊。死，这小子还真是舍得啊！可惜啊，我都已经3转完成了。不过这些东西接下来就算是出售，也是被人抢破头的那种啊。苏峰面色坦然，看向刘宇哲的目光当中不禁多了一丝赞赏。这小子真会做人。好，那我就收下了。刘宇哲当即面露喜色，然后继续道：不知前辈可否成为我刘家的客卿，以后刘家所有的收益，其中1/3会笑纳前辈。1/3是多少？10亿龙币。死！说实话，苏峰真的心动了。1年额外增加10亿的零花钱，确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这要是成为客卿，以后自己岂不是很麻烦？看着眉头微皱的苏峰，刘宇哲当即补充道：前辈尽管放心，客卿只是挂名，只要前辈在刘家有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一把即可，我们绝不会打搅前辈平日的雅兴。这么一说，苏峰倒是觉得不错，那这样就相当于白嫖10亿龙币，而且是每年。可以，多谢前辈。刘宇哲当即躬身，言辞异常诚恳。给我一个随时能够与你们取得联系的东西，到时候如果有麻烦就找我，平时如果打搅我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后果。是，前辈。苏峰传送离开之后，刘协看着刘宇哲说道：哲儿啊，咱们刘家哪来那么多钱？10亿可是咱们收益的1半了，而且其中一部分还要拿去花销，这下我们的压力将会无限增大。刘宇哲摇了摇头：父亲，我们可以将幽谷废墟开放，只要能够打破记录者，便可以得到10亿龙币的奖赏，但每次进入皆需缴纳1000万的龙币。秘境当中获取的东西，我们收取1/10，相比其他家族，我们对于冒险者的索取更少。而您想想，为了10亿龙币，会有多少人前来闯关？但那秘境谢家跟雷家已经为我们检验过了，就算是5转强者，
也是难如登天。刘宇哲将刘协扶到椅子上，继续说道：“父亲，那前辈的实力最少也是7传。您想想，我们每年花费10亿龙币，便能得到以为7传强者的庇佑，难道这不是很划算的买卖吗？等到咱们刘家壮大，所得的收益再分给这位前辈，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慢慢拉近，以后刘家便能够震慑宵小，平步青云。”刘协感叹自己真是老了。哲儿，从今天开始，你便是刘家的家主了。第42章魔力测试。苏峰回到房间当中，睡到第2天，长时间输出身体确实是有些疲惫啊。接下来只需要等待高考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出去折腾了。明天就要传送离开天海市了，还是养精蓄锐，保持良好的体力，才能拿一个不错的排名啊。苏峰带着巴拉斯来到天明商会，将自己在幽谷废墟当中掉落的无用装备处理掉。马刃感动得痛哭流涕，苏峰每一天都能给他带来无尽的惊喜啊。苏峰觉得那面具不错，便想要留下来备用。没想到马润很是果断，当即便表示送给苏峰，并且让苏峰如果有什么需要他效劳的，直接给他发消息就行。不错，现在实力又提升一点，周边也没有什么强大的秘境，还是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再忙碌吧。天海中学，同学们，7天的准备时间已然结束，你们接下来面对的便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阶段。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考取到自己心仪的学府，将来为我们龙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0分钟之后，传送阵便会打开，这是你们在天海中学当中的最后一次活动了，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珍惜。校长徐开元在为全国考核做最后的动员，苏峰前边站着徐慕烟。不得不说，这妹纸出落的是愈发的水灵了。苏峰，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好几次，都没见到你。你不知道，龙渊学府有老师前来，说是要破格录取我，但我没答应，我想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苏峰听后当即眼前一黑，这妹纸是真的傻呀。龙渊学府可是龙国第一学府，能够被其中的老师找上，那就说明是有一定的培养潜力。而龙渊学府在每个省份当中下发的名额只有10个，就是为了给那些综合实力不足，但在其中一个方面异常精通的学子一个机会。但并不是每年都能够用完名额，龙渊学府审核机制异常严格，而且是独立于龙国之外的结构，不受龙国当中的管辖，只针对于培养学子。不过徐慕烟这种情况肯定是检测不出来的，这种也没法证明啊。谁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够跟元素主神取得联系？但这种情况，不管是哪一个学府都不愿意放弃。如果是真的，那么培养之后，说不定便是一代天骄。就算不成，稀有职业以后的成就也不会低下，只是没有那么惊艳罢了。你真是傻缺！哼，你说谁是傻缺呢？谁回答谁就是傻缺哥。苏峰，你……徐慕烟转过头去，也不跟苏峰计较，他内心还是希望有选择的权利，到时候苏峰去哪儿他去哪儿就好了。至于徐天那边，他早就解决了。庞大的传送阵展开，天海中学1000多名学子全部站入其中，开始传送。习惯了传送之后，苏峰现在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了。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周围已经彻底变样，而且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各位，欢迎你们来到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非常重要的考核。接下来在你们面前会随机抽签，分配到对应的空间当中，60人为一组，这样方便后续的统计成绩。主战类、辅助类、生活类是完全分开的，请你们放心。高昂的声音在众人头顶之上不断回荡。徐慕烟看向苏峰，我抽到的是甲，你呢？苏峰看了看手中带甲的牌子说道，叮。徐慕烟弱弱的应了一声，然后便等待着传送。可进入空间之中，便发现眼前的背影，不就是苏峰吗？可恶！各位同学，接下来你们面对的是第一关，测试魔力强度。在每个空间当中都会有一块石碑，你们只需要将魔力注入其中便可，石碑会给出你们相应的分数。苏峰站在原地没有动静，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的上去检测。你怎么不去？我最后，你先去吧。徐慕烟上去将纤纤玉指摁在石碑之上，旋即便显示出95的超高分数。要知道，超过90，每一分都异常的难得。不错，苏峰没想到徐慕烟的等级居然直接来到了16级，看来这妹纸没少努力啊。按照往常来说，15级便可以够到龙渊学府的门槛，接下来便是看测试当中的表现如何了。没想到徐慕烟竟然直接来到了16级，在天海市这种地方还是非常难得的。该你了。苏峰朝着远处的石碑缓缓走去，在高台的一处隐秘法阵之中，站着数十人，身上充盈的魔力在不停地流转着。罗老，没想到这次居然是您老人家亲自出面，看来龙国对于这次的考核选拔很是重视啊。罗一头花花白，穿着宽大的衣袍，整个人除了脸部，
几乎全都被遮蔽在其中。罗毅乃是6转风系元素法师，现在实力直逼7转，但是这道坎没有那么容易横跨过去，所以便在养精蓄锐，等到有绝对的把握之时再去尝试。毕竟转职任务也是有次数限制的，在第1次失败的时候，第2次难度会递增，第3次亦是如此。若是3次都不能完成，那么此后便再也没有机会。6转到7转可以说难如登天，罗毅现在对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自信。深渊那边蠢蠢欲动，据说有恶魔来袭，但龙国省份众多，朔江省相对来说较小，所以便派我前来。7转以上的强者，现在还需要稳定深渊的裂缝。你们只需要保证考核正常进行，一旦有任何突发状况，我会出手制止。罗毅说完便开始闭目养神。现在他所需的便是创出属于自己的技能，而这需要跟天地元素沟通，达到合一地步，这样才能顺利过渡。6转到7转，一个最大的变化便是对于元素的掌控会提升100倍，而这会直观地影响到自己的魔法。而且转职任务当中也有对元素亲和的考验，所以光靠外力是有些难以完成的。等等，假号空间的石碑怎么碎了啊？众人闻声赶忙望去，结果就看到令他们震惊的一幕。第43章，一拳秒了。苏风有些哑然，自己的手掌才刚刚放到石碑上，这怎么就碎了呢？偷工减料大家都可以理解，可这种场合你总不能这么做了吧？推不厚道了，这不会让我赔吧？毕竟也算是损坏公物，这要是纠察起来，那我岂不是要出血了？看着发呆的苏风，众人立马收敛心神，然后说道：重新测试一块。苏风面前又有一块一模一样的石碑出现，确定周围没有任何声音出现，苏风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不用赔，那就行。可等他的手掌放上去的时候，石碑还是没有逃过碎掉的命运。尼玛，碰瓷呢！苏风当即与石碑拉开了1米的距离，证明这不是自己所为。这检测的道具也太不合格了吧，质量都不达标就放出来了，这不是让我难堪吗？处于同一空间当中的其他人也是面色怪异，这小子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摸哪块碎哪块啊？谁知道呢？不是作弊了吧？考核作弊可是要终生禁止的，也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做到的。别管，咱们只要坚持万前3轮测试就行了，接下来见不到这小子正好。申浩看着面前的蓝色荧幕有些疑惑，这种情况倒是有些少见啊。难道是魔力异常的充盈超过了原本的测试界限？这样吧，再给一块，这次直接上2转所用的测试石碑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申浩身为主考官，见过的场面还是不小的，所以很快便镇定了下来。再者，这里等级最低的都是4转冒险者，承受能力还是很强的。苏风正在无措之时，面前又出现一块石碑，只不过这次更加的庞大，还挺人性化的。可随着他的手放上去的那一瞬间，石碑又碎裂了。这看来今年的好苗子不少嘛，这第1轮的最高分便是这个名为苏风的少年了。众人没有异议，要说第1块是巧合，可能还有人相信，可是接二连三的出现相同状况，那么就说明这是个人的实力。第2轮考核，你们所在的空间将会被进一步细化，面前会出现一只10级的魔兽，考核内容便是比拼击杀魔兽的速度。话音落下，便有数道蓝色的壁障将众人在原有的位置之上分开。苏风面前出现一只10级的长臂猿，砰！苏风直接一拳砸去，长臂猿当场魂飞魄散。现在他的属性恐怖如斯，岂是这种小小的10级魔兽可以硬抗的？不够看啊！第1轮苏风便吸引了不少的目光，当看到苏风一拳将长臂猿砸死，众人也不由得咂舌，还真是简单粗暴啊！这小子有点意思，我刚刚查了查资料，这小子的职业是魔法师啊，怎么不见使用元素攻击呢？普通魔法师练拳脚倒是也无可厚非，毕竟魔法师身板较弱，会点武术也是合情合理。众人也不再去看苏风，盯着其余的学子慢慢查验。这个名为冯源的学生不错，职业不仅是稀有，而且学到的技能也难度不小，应该会是本次的一匹黑马。我记得这次考核方老兄的孩子也参加了，不知道是哪一位，方便让我们见识见识吗？方鹤当即躬身抱拳，诸位这是说的哪里话？犬子几天时间也不过才达到16级而已，跟其他人还是有所差距的。方鹤微微一笑，但是眼神当中却是闪过一丝得意。等级16，这已经是达到了历年学子考核的前列。记得之前有一人7天时间直达20级，战力却有些拉胯，全靠属性硬撑，不会随机应变，最后成绩也反响平平。在没有一转之前，等级带来的差异并不会那么明显，最主要的还是对战局的把控、技能的熟练，以及要适应这种血腥杀戮的生活。这些无疑是对众多学子的冲击，毕竟大部分人都是温室当中的花朵，不会真的让他们去跟魔兽厮杀拼命。
方老弟谦虚了。众人旋即看向一处屏幕，那当中是一个上身赤裸的青年，全部都被肌肉镌刻，看起来霸气无比。不错，今年的好苗子不少，也不知道龙国还能不能等到他们发力。第二轮考核结束之后，苏峰依旧是处于排名第一，自然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怎么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方天有些懊恼，他这次可是来争取朔江省第一的名头的，到时候便是全省的高考状元。可这接连2轮的失利让他有些气愤，现在他居然排名第3，可恶！先让你得意一下，前3轮不过是检验最为基础的属性罢了，从第4轮开始才是显露真正实力的时候。方天拳指紧握，嘴角浮现出一丝戏谑。第3轮击杀你们面前15级的卡布兽人，这次的成绩将会决定你们下一轮考核的难度。众人皆是面色凝重，他们自然知道这话语当中的意思。从此刻开始，他们的人生就要开始走向分岔口了。根据对战卡布兽人的成绩来决定考核难度，也就意味着现在就是选择不同梯度的学府的时候了。表现不好者，接下来面对的考核难度不同，获得的分数自然不同。就算是后边表现良好，但从起点就输给了别人，想要逆天改命，简直是难上加难。苏峰看着面前出现的身高2米的兽人，直接一拳砸去，然后便是熟悉的场景。众位考官皆是神色一凛，这小子不会是嗑药了吧？这种力量，你跟我说是魔法师，这不是开玩笑吗？你见过哪个魔法师一直用拳头的？这简直匪夷所思啊！不科学！申浩嘴角一抽，若是先前他还能淡定，但当看到魔法师能够一拳砸死15级兽人的时候，便彻底坐不住了。这种起码也要3转，甚至4转，而且对身上穿戴的装备也有一定要求。确定这小子是魔法师吗？千真万确啊！算了，说不定是喜欢拳脚功夫，以前不也有这种情况吗？天赋异禀，接下来才能知道具体如何了。可就在这时，天空之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异变陡升。第44章，难道我比他还强？本来静坐的罗毅眼眸瞬间睁开，他淡淡的说道：“该来的还是来了。”黑色的魔雾瞬间在天空之上开始弥漫，将底下的众人完全笼罩，而且还伴随着恐怖阴恻的笑声。底下的学生不由得有些好奇，纷纷驻足观看。毕竟现在他们所在的空间还是处于这方世界，只是暂时被分隔开了而已。那是什么？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的黑雾？看着有点恐怖啊！尼玛，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呀！上边漂浮的有点像是恶魔呀！卧槽，这什么情况？难道是考试临时调整了科目？可是也没有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吧？苏峰也抬头望向天空之中，看着那浓厚的黑雾朝着四周不断的弥漫，这种感觉真是有些熟悉呢。手掌之中的黑云动了动，苏峰悄声问道：“这就是你先前跟我说的周围有恶魔潜伏？”“对，看来你们人类这次麻烦了，这里边最强的那家伙可是7阶恶魔，接下来势必会有一场恶战，你还是保护好自己吧。”巴拉斯说完就继续贴在手心当中不动了。苏峰目光微沉，按理来说他先前已经让王月通知龙国的高层了呀，不可能没有任何防备的吧？再等等。正在这时，那隐秘的魔法阵显露，罗毅一马当先，漂浮在空中，周身凝聚风旋，看起来好不威风。罗萨从上空缓缓出现，看着罗毅戏谑的说道：“看来人族的强者还真是没落了，居然只是让一个6转的渣子守护朔江省的安危。那么这里的所有人都要死。”罗萨本来只想着击杀排行榜上出现的学生名字，这样起码可以将未来的天骄阻断。毕竟他现在是在龙国境内，尤其是先前的8转强者让他有些忌惮。这次前来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一旦计划成功，那么深渊将会快速打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一个微小的缺口。但看到罗毅的那一瞬间，罗萨心里的主意就改变了。罗毅是这里的最强者，而他可以稳稳地将其压制，甚至可以说是虐杀。罗毅当即大喝一声，开启守护阵法，不要让底下的学生遭受重创。这一只7阶恶魔由我来应对，其余的交给你们，务必要守住龙国的未来。罗毅口中咒语不断，以他为中心，直接凝结成一股强烈的飓风，朝着罗萨奔袭而去。蝼蚁！罗萨手中浮现一个暗黑色的光球，轻蔑地说道：“杀，一个不留！”后边的恶魔瞬间四散开来，朝着下方的学生扑去。方天面色惨白，浑身都被冷汗打湿。尼玛，怎么有只恶魔直接朝着他扑了过来？这么多人，怎么就淡淡选他啊？撤！而随着开启守护法阵，底下原本暂时阻隔的屏障也已全部打开。要不然一旦守护的法阵被打破，那底下的所有学生都是待宰的羔羊了。砰砰
恶魔那粗大的利爪不断地砸在法阵形成的屏障上，每次都会散发一阵波动。而现在上边居然聚集了上百只强大的恶魔，全都在发疯似的攻击，这守护的屏障只怕是支撑不了多久。申浩全身都沐浴在火光之中，炽热的火焰直接将一只恶魔当场击杀。罗老，咱们得争取机会上报龙国啊！光是咱们这样的配置，根本抵挡不住的。罗毅面色涨红，他得飓风根本破不开罗萨的防御。6转跟7转果然有着天壤之别，但罗毅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放弃，一旦退去，那么这里的所有人都得死。拼，说不定还有些机会。哈哈，既然我们前来，自然是做足了准备。朔江省这么地方都有恶魔关照，你觉得其他省份会少的了吗？罗萨平淡的话语犹如晴天霹雳，在众人心头响彻，一股绝望的气息蔓延开来。不可能，深渊那里有龙国的强者坐镇，你们怎么可能会逃出这么多的恶魔？罗萨嘴角咧开，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反正你们都是死士罢了。手中紫色光芒闪过，罗萨一巴掌将还在飓风当中的罗毅抽飞到100米开外，那有些失控的飓风直接将周围的建筑尽数粉碎。罗毅稳住身形之后才将其收回，但是身体已然遭受重创。7阶恶魔果然很强。罗毅从储物戒指当中掏出一瓶赤红色的药剂，果断倒入口中，一股更加澎湃的魔力从他的四周溅射开来。哼，你想杀他们，那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罗毅苍白的发丝在空中飞舞不断，只是初步交手，他便知道两者之间的差别，所以现在他深知必须使出全力来搏那一丝生机。高阶魔法风讯天翔，罗毅空中咒语不断，在其身后直接出现一只由风元素组成的庞大鸟类魔兽，正在缓缓振翅。每次扇动翅膀，1000米开外的山林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狂妄自大是要付出后果的。罗毅手掌挥动，风讯天翔便朝着罗萨的身体飞速而去。这老头打不过那家伙的，境界的差距终究不是这种可以弥补的。魔本就强势，再加上境界差距，这场战斗毫无疑问。巴拉斯在苏风的手掌当中微微颤动，但他现在也不敢暴露。他能吞噬其他恶魔，后者自然也可以吞噬他。尤其是他那记忆当中的各种魔法秘术，他可不觉得这些恶魔会念及他是1000年之前的统帅，而对他有半分仁慈。苏风面色古怪，难道这就是6转强者的全力一击吗？看技能的实际范围，好像才只有几百米啊！难道我比他还强？苏风看着罗毅那苍老的背影，之前一直没有参照我，从来没有见过大佬是怎么玩的，所以苏风对于自己的具体实力也没有把握。这么一对比的话，那么他的实力起码也是7转。这个6转强者看起来对于风元素的掌控很一般。巴拉斯似乎是看出了苏风的疑惑，旋即说道：“你的实力应该是在场最强的，我之前甚至都怀疑你是哪个8转强者易容。但是你出手之后就要考虑后果，你的天赋会引起别人的觊觎，不只是人类、恶魔，甚至一些别的种族也会对你感兴趣。他们多的是控制你的手段，甚至将天赋完全剥夺。”第45章，无影无踪风逍遥。苏风愕然，果然这个世界处处充满危险啊！现在他的实力还不足以自保，仅仅只是攻击手段多一点罢了。行，我知道了。苏风退后几步，朝着人群当中走去。站在外边，他这样的目标实在是太扎眼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出手为好。砰！果然如同巴拉斯所说，罗毅这一招看似威猛无比，但还是被罗萨直接挡下，甚至直接将其拍飞几百米，远处的建筑都碎裂了不少。罗老！申浩大喝一声，炽热的岩浆凝聚成骨，便朝着罗萨拍击而去。蝼蚁！罗萨面前浮现一颗暗黑色的光球，直接将那袭来的岩浆吞噬。看着四周的恶魔还没有打破那守护的法阵，罗萨不由得叹息一声：废物！紫黑色的光芒瞬间缠绕在罗萨的手臂之上，慢慢的凝结成一柄长枪。完了，那家伙动手的话，这法阵马上就要被攻破了。主人，咱还是赶紧逃命吧。巴拉斯现在的状态也就是一阶恶魔这样的实力，身为曾经的恶魔统帅，自然是极其了解恶魔的习性。一旦被捕捉到，那么迎接他的将是无尽的折磨。起码现在跟在苏风身边还是安全的。别叫，你也别想你复活的消息被这些恶魔知道吧。巴拉斯当即蠕动一下，便不再言语了。棘手啊！苏风被徐慕烟拉着躲到一处人员稍微聚集偏多的地方，而上边那些恶魔还在不断的拍击，这法阵坚持不了多久了。罗萨手臂通体尬黑，一杆充满煞气的长矛在他的手中骤然浮现。破！长矛应声而出，在触碰到魔法屏障的时候，竟然直接穿刺了进去。砰！魔法屏障应声而碎，周围的那些恶魔也紧随其后。
保护学生，不能让他们被屠戮殆尽。罗毅艰难地起身，眼眸当中尽是疯狂之色。人手不够啊！这七阶恶魔能够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这里，就足以说明问题。而且龙国的其他省份也全部陷入苦战，这些恶魔明显是有备而来，对于龙国的基本部署了如指掌。卷轴、云溪护盾，罗毅直接朝着那破开的缺口丢去，然后瞬间化为一强大的护盾，将一群学生遮蔽。不够，一张根本不够。旋即，罗毅直接甩出几十张，他也只有这些了。但学生可是有着10几万呢，这怎么保？如何保？就算是他能牵制住这7阶恶魔，可还有上百只呢，其余的人也完全够呛。这下龙国可能真的要遭受史无前例的重创了。罗毅目光悲愤，看向储物戒指当中的那唯一逆天改命的东西。若是使用这道具，倒是可以让他的战力飙升几倍，或许能够跟这7阶恶魔一战。但他从此以后也会彻底废掉，再也不能修炼魔法。用吗？罗毅神情漠然，还没有触碰到7转的壁垒呢。真的要止步在这里了吗？可恶啊！没有机会了，若是再犹犹豫豫，可能都得死。正当罗毅要将那道具插入自己身体的时候，周围竟然涌现出一股强烈的风暴，而且绵延千米，直接将整个考核场地完全笼罩。罗毅面目红润，龙国终究还是没有放弃他们，这不支援他不就来了吗？就差这么一下了，在晚上那么1秒钟，这玩意儿就插入他的心脏当中了。可是这位前辈出现怎么不露面呢？而且这磅礴的风元素，难道是龙国的那位前辈无影无踪风逍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有救了。不会错的，以这种风元素的掌控，以及这神龙剑手不见尾的作风，绝对是风逍遥前辈无疑了。罗毅神情激动，朝着空中大声喊道：风前辈，这7阶恶魔便交给你了，我去保护学生的安危，请您放心。罗毅脚底一踏，苍老的身躯犹如劲松一般，朝着远处急速飞去。此刻站在空中的罗萨神情一滞，甚至说话都带点磕巴。不可能啊！无影无踪风逍遥不是被深渊牵制住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可这磅礴的风元素又如何解释呢？罗萨当即四下查看，想要找出风逍遥的位置。苏风身体往后缩了缩，被无尽的人群围堵。苏风的手卡在徐慕烟的腰间，根本不会被人看到。不要装神弄鬼，快点出来！罗萨已然有些心慌，如果真的是风逍遥的话，他就要考虑开始跑路了。可是周围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有无尽的风声呼啸不断，而且已然形成了凌冽的刀刃。苏风心念一动，那无穷无尽的锋刃便开始在空中肆虐，碰到那些低阶魔兽便是直接秒杀。瞬间惨叫声不断，而且不时的有恶魔的躯体落到地面之上。感受到巴拉斯的异动，苏风沉声说道：你想死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弄死你。巴拉斯安静了下来，但内心对于力量的渴望还在持续不断，必须要寻找机会将那些恶魔尽数吞噬。看到恶魔被瞬间击杀几十只，底下的人群好似也没有那么慌乱了。不就是恶魔吗？我们有风逍遥前辈出面，这下我们有救了。我还以为这次考试就再也见不到我妈了，我专门学习了宫保鸡丁，想着给她尝尝的。风逍遥前辈加油啊！原来传说当中的恶魔是真的，我只是来参加考试啊，都没有见过恶魔，为什么就要掠夺我的生命啊？就算是7阶恶魔又能如何？人族既然能够抵挡得住1次，那么就能抵挡得住2次。兄弟们，有远程攻击的给我打！身为龙国儿郎，怎么能够当缩头乌龟呢？既然你要杀我，那就只能对不起了。五颜六色的技能朝着那些还在空中不停闪避的恶魔丢去，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起码有次气势，跟先前那种恐慌完全不一样了。看着不断陨落的恶魔，罗萨内心震动不已。他现在也只能勉强防御，好在是这技能没有固定的攻击目标，如果针对他的话，恐怕现在已经躺在地上了。第46章，风逍遥前辈人设崩塌。不愧是风前辈，这等手段真是惊为天人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如此程度，要是能够得到风前辈提点一番，我罗毅这辈子也值了。罗毅看着上空那不断呼啸的风元素，那简直是他梦寐以求都想达到的境界啊！这应该就是8转强者的厉害之处了。没想到风逍遥前辈现在的魔法已经达到了禁咒的地步，简直是无辈楷模呀！我当以风前辈为榜样，好好研习魔法咒文，而不是每天怨天尤人。罗毅看着上空的风暴之怒，不由得露出了艳羡的神色。不知道哪天罗毅才能做到如此地步啊！申浩也是一脸茫然，先前有幸见过风逍遥前辈一面，这做派还真是符合风逍遥前辈的风格啊！神龙剑手不见尾，无影无踪风逍遥，有风前辈出手，那这次的事情应该是落下帷幕了。这7阶恶魔不足为惧，接下来只要保护这家伙不拼死反扑就行了。申浩也是一脸崇拜，
虽然他是火系元素，但是不妨碍对风逍遥的崇拜啊。风逍遥前辈一定是一位风流至极、风度翩翩的君子，不知道是多少少女的梦中情人啊。主要是风逍遥太过装杯，别人的技能都是用来攻击或者自保，这家伙的进入七转就画风不太对劲了，周身时刻都有风旋，甚至专门披着魔法衣袍，真正做到无风自动啊。飘逸的长发在空中舞动，整个人都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魅力啊。周围的其他五转强者也是一脸崇拜，今天要是能够见到风逍遥前辈的真容，他们这辈子也值了啊。众人一扫颓势，所有恶魔进阶伏诛，他们一下子便变成了轻松的看客，这就是实力强大的好处啊。一出手便是惊天地，泣鬼神。罗萨面色难看，这次的计划看来是失败了。风逍遥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可恶，这次的责任不在我这里，到时候就算是问罪也怪不到我身上。如果不是风逍遥这家伙前来，根本不可能失败的。罗萨不甘地看了一眼底下的人群，转身就朝着黑雾当中扑去，周围的天色都变得晴朗了不少。耶！我们居然打退了恶魔，我们是胜利者。原来我的力量竟然是如此弱小，要不是风逍遥前辈出面，今天只怕是要彻底栽了。我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实力。恶魔居然存在这么多，而且能够轻易地潜入龙国，看来我们的生存环境也是有些危险的。底下的学子都在议论着，毕竟这次的冲击力异常强大，没有什么比直观的实力对比更有用了。很多人都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将来为了保卫龙国的疆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风前辈呢？不是恶魔已经被打退了吗？怎么还不出现？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不管是学生还是那些考官，全都在四下寻找。对啊，风前辈呢？申浩大呼一声：“风前辈，快些出来吧，大家都等着跟您见面呢。”强者走到哪里都是受人崇拜的，更别说这位强者刚刚救了十几万人的性命，他们自然将其奉为神明一般。可申浩大呼了几声，都没有得到风逍遥的回应，众人一脸呆滞。这不对吧？不符合风前辈的人设呀，怎么能不装杯呢？我们不习惯啊。直到十几分钟之后，周围依旧没有任何的响动，大家期待的热情也慢慢的消散。罗毅无奈的叹息道：“也许风前辈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拯救，光是朔江省就遭到如此严重的侵袭，其余省份情况肯定更加的糟糕。我们要体谅风前辈啊，他为了救援我们这些普通人，竟然放弃了自己生平的喜好，这样的人才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啊。”罗毅说完，众人眼神当中全都露出崇敬的表情。此刻，许多人的心底都深深地埋下了一颗种子，一颗成为强者、主宰自己命运的种子。而苏风则是面色古怪，这些人怎么一直喊风逍遥啊？这一切不都是他的功劳吗？就算是不知道，给个无名强者的称号，爽爽也行啊。这一下还给别人刷好感度了。亏死！徐慕烟羞怯地看了苏风一眼，然后嗔怪地说道：“还不放开？这么多人看着呢。”啊，哦。苏风一下子懵了，赶忙将自己的手掌抽了回来，然后讪讪地笑了笑：“真不是故意的啊。各位，我们会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龙国的高层，考核暂时中断，魔法阵也会修补完毕，你们暂时不要离开。恶魔说不定会反扑，只有留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我会去四周查探一番，一旦遇到情况，我会第一时间赶回支援。”罗毅说完之后便朝着东边飞去，而申浩带领其余人则是开始检查周围的情况。主人，现在可以了。苏风将手掌按在地面上，然后一条黑色的阴影顺着土地朝着距离最近的一只恶魔潜伏而去。众人皆是热火朝天地讨论着，根本没有人注意徐慕烟跟苏风。徐慕烟贴在苏风耳旁，悄声说道：“我知道是你做的。”香气扑鼻，苏风的耳廓有些痒痒，果然还是瞒不过他。毕竟徐慕烟先前在那秘境当中是见过苏风使用这招的，苏风的禁咒还真是有些多呢。不过苏风能够拯救这么多人，徐慕烟也是极为开心。这个秘密就一直留藏在心底吧。苏风既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那么肯定有他的理由。徐慕烟不会过问，放心，我会牢记于心，守口如瓶。苏风稍微拉开了一些距离，就拿这个考验少年人，我是那种经不住考验的人吗？苏风调整了一下身姿，防止被别人看出什么不妥。就这样坐着，一直等到罗毅从远处回来。第47章，让我问候你的母亲。巴拉斯恰巧也从远处慢慢的移动回来，重新钻到苏风的掌心当中。吸收的如何？主人，现在我的实力已经可以媲美普通的3阶恶魔，但接下来的提升会比较麻烦，想要重塑身体需要更多的魔力。若是能够回到深渊之中，也许这个速度起码能够加快10倍以上。苏风微微颔首，巴拉斯说的他倒是能够理解。本来巴拉斯身为恶魔，深渊当中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洞天福地。再者，
里边恶魔无数。别看巴拉斯现在只不过是3阶恶魔，但他可是活了几千年的老狐狸啊！加上脑海当中存留多种魔法秘术，就算是4阶恶魔也未必不能一战。我知道了，有机会的话，我会带你回去的。多谢主人。巴拉斯说完之后便沉寂消失。罗毅风尘仆仆地赶回来，然后跟申浩他们商议一番，紧接着便宣布道：各位，现在龙国所有的省份几乎全部平息，恶魔已经被击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安全是有足够的保障的。而且龙国已经派人前去深渊查看，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人伤亡，这在整个龙国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多亏了风逍遥前辈。我想你们应该记住他的恩情。罗毅语气顿了顿，然后继续补充道：接下来考核继续，由于中途出现意外情况，所以允许所有学生使用药剂补充身体，而接下来我们依旧按照刚刚的考核继续。罗毅说完之后，重新回到原先的魔法阵当中，他一个趔趄便摔倒了地上。罗老，你怎么样？申浩等人过去将罗毅搀扶起来，语气关切地询问道。毕竟罗毅可是他们这里年纪最大的，别看罗毅表面只是犹如60-70岁的老人一般，其实真实年龄已经达到了200-300岁。无碍，经过这次战斗，我有了全新的领悟，没想到风元素还能这般使用，回去之后养精蓄锐，说不定便可以开始7传准备了。死！众人倒吸一口凉气，简直是恐怖如斯。这就是天赋啊！一场战斗便能有所感悟，说不定很快罗毅也能成为下一个7传强者了，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技能。而远在龙国帝都当中的一所豪华的办公室之内，黎若韵手指在那整洁的桌面上不停地敲击着。这风逍遥怎么跑到朔江省去了？他不是一直在深渊当中吗？到底是怎么回事？黎若韵有些想不明白，当即叫人准备查查风逍遥的踪迹。按照报告回来的消息，风逍遥难不成是完成了对禁咒的突破？先前他可是远远没有做到这一步啊！而且这家伙只知道研究装杯，什么时候喜欢普度众生了？黎若韵起身望着窗外，这一次针对于魔兽的行动是他安排的，但主要是人手不够，便只能做到汽车保帅了，尽可能的将庞大省份当中的天才保留下来，这样才能对未来的龙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啊！危难时刻唯有如此。本以为几个比较偏僻的省份会出现大规模伤亡，没想到全部都坚守了下来。不过这朔江省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很快黎若韵便收到了调查的消息，风逍遥从未离开过深渊之中，这就有点意思了。难不成是出现了新的风系元素强者？但不应该啊，正常龙国都有所有人的统计资料，尤其是7传以上更是稀少，所有的档案资料都全部单独保存。没道理的，有话就说。另一边的手下欲言又止的模样让黎若韵有些恼火，跟了他这么长时间还是这么婆婆妈妈的，真是没用。放心，我不会怪罪于你的。老大，风逍遥让我问候您的母亲。啪！黎若韵手中的水杯应声而碎，清脆的声音在地板之上有韵律的敲打着。知道了。结束通话之后，黎若韵嘴角浮现出一丝轻笑，这才是风逍遥该有的样子啊。那朔江省出现的会是谁呢？看来不知深渊有所异动，其余的地方也不简单啊。黎若韵清冷的眼眸当中闪过一丝金光，看向窗外地兜的景色，黎若韵的心情平稳了不少。恶魔、精灵、兽人、帝国全都在虎视眈眈，非常时期只能用些非常手段了。朔江省考核点第3轮的排名已然罗列，苏风没想到自己还是第1，江前憨笑，不愧是风手，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不过接下来哥们儿就不能陪你了，我只能去争取第2梯队了，以后还希望抱抱你的大腿呢。可恶，你这家伙简直是该死啊！我的目标是成为风逍遥前辈那样的人，怎么能被你这样的蝼蚁拦在这里？下一轮你绝对不会这么好运。方天全指紧握，浑身充满斗志。在刚刚看到那禁咒级别的技能之后，他心里的目标便清晰无比，就算是穷极一生，我也会做到那种地步的。你们就等着吧。申浩以及众人看着那排行榜，不由得全都有些惊愕。现在不只是一人，所有人的成绩似乎都好了很多，看来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儿呢。是啊，要是当初咱们考核的时候能够见到8转强者的风采，我想也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吧。哈哈，这对于咱们来说是好事儿啊！今年的平均成绩一定是几10年以来最好的，学生们的斗志都很充足。接下来该继续进行第4轮考核了。众人商议完毕，申浩那熟悉的音调再次响起。现在开始第4轮考核，你们即将进入征战之路，接下来面对的将是实战。你们身上所携带的号码牌子，捏碎之后便可以将你们传送出来。记住，
这一轮切记不可逞能，全程1万米，途中会有各式各样的魔兽阻拦，而你们所走出的距离，便是你们第4轮考核的成绩。还是那句话，优先保重生命安全。现在考核开始。申浩话音落下，苏峰便从原地消失，睁开眼看到的便是一条笔直无比的道路，而且还伴随着阵阵魔兽的嘶吼声音。第48章，最重要的是持久。往常成绩最好的便是能够在征战之路当中走到3000米，也不知道这一届的学生能够走到哪一步。申浩望着远处的计分板，征战之路的内部他们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外边的分数来查看学生的成绩。而要是检测到生命垂危的情况，那号码牌会自动激活，然后将学生传送出来。这一届的成绩应该会稍微好点吧，但不能突破以往的记录，这可就难说了。方鹤往前一步，有些臃肿的身躯轻颤。接下来才是方天表演的时候，先前基础测试只是开胃小菜罢了。虽然排名稍微有些超出他的掌控，本以为方天应该是第1才对，但接下来的征战之路主要战斗的技巧以及对于自身魔力的调控，在这方面相信没有人比方天做得更好了。先前我倒是留意了几人，方天、贾旭、徐慕烟、风一挪这几人，按我估计应该可以走到2000米，但具体往后如何，就需要看他们实际的操作了。张康目光微沉，先前这几人的成绩都比较好，而且有些学生的名号他先前就听说过，尤其是徐慕烟。苏峰看着笔直无比的路径，而他现在处于原点，那征战之路上边有着密密麻麻的魔兽存在，只不过中间似乎有什么屏障将他们隔开了。苏峰目测了一下，大概是10米便会有一只魔兽存在，而魔兽往后都会递增实力。看来这征战之路倒是有些棘手呢，这么多的魔兽很考验学生的战斗技巧啊。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还是有些不够看啊。苏峰手中火光闪动，炽热的焰火瞬间充斥在周围，以苏峰的掌心为中心，一道异常粗大的焰柱直接出现，砰，朝着远处那笔直的征战之路奔泻而去。只要掠过的位置，魔兽皆是魂飞魄散。成功击杀魔兽嚎啸马，获得经验值100；成功击杀魔兽血牙鳄，获得经验值1000；成功击杀魔兽凯多鼠，获得经验值1万；成功击杀魔兽嗜血蝙蝠，获得经验值5万。等级提升之后，现在击杀这些魔兽经验值大打折扣啊！看来只能是等待后边的了。不过这次还是走慢一点吧，要不然太过显眼也不好，到时候一不小心成为全场的焦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苏峰现在在3转以及各种技能的加持之下，炽热脉冲的距离也早已翻了好几倍，途中碰到的魔兽皆是尽数秒杀，而苏峰则是在后边优先的走着。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意外收获呀！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升级，那看来我的尽可能的走到最后了，说不定后边全是强大的魔兽，到时候要是爆点装备出来，那岂不是赚麻了？呼，这征战之路比平时的压力大太多了，现在才走了800米，便有些吃力了，恐怕2000多米就到上限了。不过历史最高纪录也才3000米，近些年朔江省的最好纪录也就是2500至2800，我只要保证自己走到2500米，那么一定能够超过那家伙。方天手中的十字刃不断的挥舞着，尽管身上早已被汗水浸湿，但他自幼便开始各种体能强化训练，现在倒是还不怎么吃力。魔兽的血肉在空中横飞，方天此刻使尽浑身解数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那强大的风系禁咒还在他的脑海当中不断浮现。不够，不够，我一定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强者，挡在我面前的都给我死！方天手中的十字刃挥舞得更加卖力，身上的衣服也变得污浊不堪，整个人犹如从垃圾堆中爬出来的那般。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啊，真是舒服啊！一个技能过去，几乎就解决了一大半，现在应该只剩下最后1000米没有解锁了。那就在这里散散步吧，一路上也闲得无聊，不知道其他人怎么过呢？苏峰悠闲地走在宽阔笔直的道路上，这征战之路的设计倒是别出心裁，只可惜不够长啊，要不然苏峰能够获取更多的经验值。你们看，那先前排名第1的是方天啊！方鹤顿时挺起胸膛，内心暗道：我就说嘛，这接下来的征战之路才是重头戏，先前不过就是小打小闹罢了。方兄，看来令郎恐怕是要在这次的考核当中名扬四海了啊！有人开头之后，便立即有人附和道：是啊，是啊，以这种速度，恐怕2000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去年最好的成绩2651米，我看令郎实力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方鹤微微抱拳，然后谦逊地说道：各位言重了，犬子不过是侥幸而已。等等，你们看苏峰的分数怎么超过了方天啊？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似乎前方没有任何魔兽阻拦啊！众人立马朝着显示苏峰的分数石碑之上看去，
那增长速度简直就不是人啊！方鹤大惊，这怎么可能呢？这小子最开始还不是没有半分动作吗？怎么突然就走得这么快了？申浩也来了兴趣，盯着变化的石碑，他的内心有些激动。这种速度，就算是朔江省先前3000米的记录都没有他快啊！众人皆是有些吃惊，但很快便有人揶揄地说道：“逞一时之快，注定走不了多远啊！”众人听到这话之后，将心头的震惊微微压下。这倒是事实，毕竟这征战之路越是往后，越是难搞。若是为了成匹夫之勇，将自己身体内的魔力消耗殆尽，那接下来该如何呢？而征战之路所要考核的便是如此。王德兄说的对啊，来人太快可不是一件好事，最重要的还是持久。方鹤转身看向自己儿子得石碑，不由得露出欣慰的笑容。你看我儿子就很持久吗？第49章打破记录。砰！徐慕烟将面前的一只17级魔兽解决，然后站在原地不断的喘息着。这征战之路有点超乎我的预料了，本来还以为2500可以稍微轻松一点，现在看来是有些麻烦了。也不知道苏峰怎么样了。不行，只能尽力超前冲了，这样才能跟苏峰有同样的选择权。徐慕烟原地休息1分钟之后，便再次朝着远处直奔而去。你们看，那小子怎么到达3000米了呀？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本来刚刚还闲谈的众人便再次将目光放在苏峰的石碑上。乖乖，还真的是3000米啊！这小子的职业不是魔法师吗？先前还专门查了查，怎么会表现出如此惊人的实力？张康整个人都有些麻木，难道朔江省维持100年的记录都要被彻底打破了吗？卧槽，这小子有点意思啊！我现在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苏峰的情况，一旁的方鹤的脸则是青红交接。刚刚还有人跟他讨论方天接下来的成就呢，结果这一下子全都跑光了。方鹤不甘地瞥了一眼方天的石碑，1800。天儿啊，你怎么越来越慢了呀？而且跟人拉开这么大的差距，你这快点努力啊，要不然那小子又是这次的第一了。3000应该是极限了，一个普通职业能够做到如此地步，足以让你自傲了。方鹤内心安慰，毕竟就算是天才，等级也终究是有限的。而后边的魔兽级别越来越高，一个失误就可能会被强制移除征战之路。几分钟之后，方鹤人都骂了，那石碑上的数字怎么还在跳动啊？这都到4200了，有没有这么夸张啊？王德此刻脸上表情也是变幻如云，这家伙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啊？魔力难道没有枯竭的时候吗？申浩捋了捋胸前的衣襟，想要以此来平复自己的心情。这可是征战之路的4200米啊！要知道，纵观龙国古今，自从开设征战之路以来，最好的成绩便是4899米。但后续就算是别的省份，能够超过3000米的人也不多。没想到朔江省这次居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潜力无穷的学生，简直是匪夷所思啊！4500米、4700米、4900米，众人内心骇然不已。苏峰他竟然创造了历史，打破了龙国千百年以来的记录，这种情形简直是无法描述啊！方鹤身体一软，差点一个趔趄倒在地上。这怎么可能呢？居然直接打破了记录！那天到时候，唉！众人的议论声将一旁的罗毅也勾起了好奇心。本来他还在调养伤势，但不时的传来众人惊叹的声音，而且一直在说什么突破记录了，权且看看再说。罗毅起身来到众人身旁，当即便有人退开让路，毕竟罗毅这种6转强者，他们一般也是接触不到的啊。罗老，众人皆是躬身相迎。虽然是风逍遥前辈救了他们所有人，但是如果没有罗毅前期以死相搏的话，他们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般安然无恙。你们在说什么？什么记录被打破了？罗毅当即沉声问道。回罗老，是征战之路的记录，现在已经来到了5600米。申浩自己汇报的时候都有些瞠目结舌了，这怎么到后边还是一如既往的快啊？什么？罗毅的身躯震颤，一步跨出，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面前的众多石碑，几乎只是一眼便看到了苏峰的石碑。主要是只有那石碑之上的波动数字在不停的变化，而且现在还没有丝毫停下来的趋势。5700了，罗毅就算是看到7阶恶魔来犯，也没有像现在这般。毕竟他接到的任务便是预防来自恶魔的袭击，而眼前苏峰的出现，完全是让他有些猝不及防。这个小家伙是谁？他的职业是什么？先前是在哪个学院呢？罗毅一瞬间丢出许多问题，众人也是将获取的信息跟罗毅解释了一遍。怎么可能呢？这天海市外加一个普通学院，而且转职的职业也只是普通的魔法师，竟然能够做到如此程度，简直是匪夷所思啊！罗毅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深知苏峰的出现对于龙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怪不得那些恶魔要来击杀这些学子，难不成是意识到了什么？罗毅不禁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深渊那边的情况可能更加的糟糕啊！罗老，6300米了。正当罗毅沉思的时候，申浩在一旁提醒道：“卧槽！”罗毅这下也不顾自己的形象了，直接一句通俗易懂的词语飙了出来：“征战之路。”苏风百无聊赖地走在其中，不时地朝着四周看看，似乎想要探索出周围的一些情况。可惜两侧全部被魔法铭文所覆盖，什么都没有研究出来。早知道稍微手下留情一点了，这下只能不停地超前走了。路上一只魔兽都没有，这还玩什么啊？苏风拍了拍手掌，现在也只有巴拉斯能够提供点乐趣了。主人，这征战之路的设计倒是有些意思，我现在有些知道人类这千百年来发展迅速的原因了。你们不但将这种残酷的环境展现出来，而且还能够保证一定的生存率，但在恶魔跟魔兽那些群体当中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巴拉斯言语倒是极为诚恳，苏风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超前走去。看来只有到最后1000米才能遇到一些强大的魔兽了，希望能给我找点乐趣吧。这话要是被别人听到，绝对会捶胸顿足。现在最好的成绩也才2000米，而苏风已然走到了8000米，就这他居然觉得有些无聊。要是让别人进来，不知道会开心成什么样子。主要是全程都在散步啊。终于来到最后1000米了吗？第50仗，压轴，赤金亚龙染，2650米，这应该是这次的最好成绩了吧？方天无力地蹲坐在地上，他实在是无法再次前进了，全身都被汗水打湿，而且身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再想要往前简直是难如登天了。与其被魔兽狼狈的淘汰，不如现在主动离开。方天右手紧握号牌，虽然有些不甘，但能闯到这里已经是拼上了全力。这次的第一非我莫属，我方天才是朔江省能够考入龙渊学府的第一人选，拿下省状元，我以后在家族之中便可以立威，到时候很多资源都可以对我开放，我绝对会成为8转强者。咔嚓，方天将手中的号码牌捏碎，身形顿时便消失在了原地。而在他出现的那一刻，也看到了徐沐烟。最近传言徐沐烟能够沟通冰晶女神，这种事情他也是早有耳闻，甚至还专门去关注过。虽然保持着一定的怀疑态度，但有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要不得罪就好。看来我的实力还不错，徐沐烟比我早出来。方天将那些石碑一个一个浏览过去，不由得抬起自己高傲的头颅。哼，我就说我是最强的，徐沐烟整整比我落后20米，拿什么跟我比？可当他看到苏风石碑上的9000米的时候，瞬间呆若木鸡。尼玛，这怎么可能呢？有问题啊！这绝对是显示错误了。从古至今最好的距离也只是3000米，越是往后，魔兽的等级提升的越高。对于新手来说，根本不可能安然无恙的通过。就连他也是吃尽了苦头才做到如此地步。可这家伙到底是凭什么？方天不愿相信，反复确认了几十次，这才不得不向自己看到的现实妥协。9000米，这是人可以做到的吗？要知道，就算是4转强者进去之后，也不能说自己一定能够走到9000米，因为征战之路的最后，负责守护门口的是一只步入7转的600级魔兽，那根本不是人可以通过的，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而徐沐烟站在原地美眸流转，隐隐约约有些担心。苏风，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向现实妥协的，没想到居然做到了这种地步。不过你还是要小心啊，千万不要勉强。徐沐烟两侧红润的脸颊显得有些苍白，倒不是因为身上的伤势，主要还是担心苏风接下来的挑战。毕竟那号码牌不一定能够挡得住高阶魔兽的一击啊。张康的眼中满是崇拜，不愧是风少，这就是我们天海中学第1名的实力，当之无愧的天才。以后我出去也可以跟别人吹牛，我曾经可是朔江省高考状元手底下的马仔。啊哈哈哈！你们说他能通过吗？申浩面露期待，毕竟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见证天才的诞生啊，而且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不用想了，最后守护的可是一位步入7转的魔兽，而且魔兽在同阶之内是要比普通的人类强上不少的。再怎么说，这苏风也不过是一个刚转职几天的新人而已，有些时候还是要慢慢学习的。王德语气有些挖苦，毕竟刚刚帮衬方鹤，没想到居然瞬间被苏风打脸，总要找机会拿回来的。再者，就算是7转强者，也不能保证自己可以进入征战之路当中完全通过。这征战之路并不仅仅适用于选拔，而且是在龙渊学府当中作为考核师生的重要指标之一，可想而知其中的含金量。不可能，9900米了！众人闻言再次死死地盯着苏风的石碑，呼吸瞬间急促起来。
庞佛是他们置身其中一般。而此刻秘境当中的苏风自然也看到了那只7阶魔兽，只是没想到竟然是赤金亚龙蚺。魔兽赤金亚龙蚺，等级600，生命160000000，攻击16852457，灵能35210000，护甲10000234，魔抗8568521，敏捷2356521，体力5623521，精神6235212，技能燃之怒。赤金亚龙蚺从口中喷吐无尽的魔力，对目标造成300%的灵能伤害，并且会附带一定的毒素，每秒造成20%的灵能伤害。赤金摆尾，赤金亚龙蚺甩动自己庞大的身躯，粗壮的尾翼会对敌人造成350%的物理伤害，并且造成一定的击退，并且附带眩晕效果。鳞甲蜕变，赤金亚龙蚺可以褪去全身的鳞甲，进入绝对的战斗状态。在此情况下，可以随意调控身躯的大小，削弱30%的双抗加体力，提升30%的其余属性。我滴个乖乖！苏风看到之后直接傻眼了。这赤金亚龙蚺不仅身长1000米，而且全身的鳞甲异常的妖异，散发着灼灼的光辉。最令人啧啧称奇的便是头顶的一双触角，格外的引人注目。这是要向蛟龙蜕变的节奏啊！而且那庞大的身体下边已经隐隐约约有些凸起，苏风猜测很有可能便是要长出爪牙了。一嘴的獠牙也是森寒无比，苏风远远望去，竟然发现那獠牙比自己还长。尼玛，谁把这么粗大的一条蛇放在这里的？察觉到苏风的气息，本来完全盘曲的赤金亚龙蚺慢慢的放松了一些。人类好久没有到达这里的人类了。赤金亚龙蚺有些兴奋，身躯本来想要舒缓，但是周围的空间并不足以支撑他这么做，可惜太小了点，连打牙祭都不够。不过也算是人类对我的小小补偿吧。赤金亚龙蚺那有些狰狞的头颅直接放在苏风的面前，吐着口中的信子，似乎是在寻找一些乐趣。来这里的人到现在或者走出去的只有3人，其余全都被我吃掉了。像你这样的小家伙，真是让人有些倒胃口。不过既然你来到这里，照规矩我也要跟你打一打的，快点出手吧，不然一会儿之后你再也没有机会了。看着无比自信的赤金亚龙蚺，苏风面色怪异。你确定要让我出手？赤金亚龙蚺眉头一挑，这小子胆子倒是够大。第51章魔兽坐骑。既然都是你要求的，那就怪不得我了。苏风知道自己仅有一次机会，一旦被这家伙反应过来，那到时候就麻烦了，会直接将他拍成肉泥。霜寒破冰，周围的温度瞬间骤降，无数的冰锥将征战之路的大半覆盖。赤金亚龙蚺当即大惊，这小子不太对啊，是不是尼玛扮猪吃虎呢？让你动手，没想到你直接下杀手。好好好，这么玩是吧？你不会耍赖吧？本来就已经有些暴怒的赤金亚龙蚺一听到这话，心里有堵着一口气。这是什么话？不动手，但是也不能让这小子太过得意。赤金亚龙蚺那庞大的身躯瞬间镀上了一层鎏金色的光辉，格外的耀眼。小子，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7阶魔兽。砰！森寒可怖的冰锥朝着赤金亚龙蚺不断的砸下，他的血量虽然在飞速下降着，但每次造成的伤害并不多。这是他其中一个技能赤金铠甲，能够减少30%即将到来的伤害，而且极大的提升双抗。小子，一会儿你就知道怎么死的了。可赤金亚龙蚺还没有说完，便感觉自己的身躯正在急速僵化。只见那幽蓝色的冰碴正在遍布他的全身，此刻想要阻止依然是来不及，主要是冰碴的速度实在是过快。风暴之怒，苏风一刻也不敢停歇，必须抓住机会一套将赤金亚龙蚺连死，不然被这家伙找到空档，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呼啸的风声跟那森寒的冰锥瞬间混合在一起，宛若极寒之冬一般，让人不寒而栗。赤金亚龙蚺心中骇然，这人类怎么会这么强？算算时间，现在应该是全国考核的日子啊。这个时候他应该很是清闲才对，可为什么这家伙会走到这里？100年时间，可从没有这么年轻的人类走到这里啊！而且手中这技能的伤害怎么都如此恐怖，这尼玛堪比禁咒啊！卧槽！要不是带有亚龙血脉，先天就比别人肉上不少，现在指不定变成什么样子了。但眼下不是他想这些的时候，必须集中精力防御才行啊！还不够，这家伙的防御力太高了。巴拉斯说的是对的，现在我的实力对于真正的强者还是略有不足，必须掌握绝对的实力才行。苏风内心凛然，手中瞬间一股碧绿色的能量流过，继续控。黄泉深渊，冥海无岸，圣光审判。
直到苏峰喊出那最后的技能天使利剑之时，赤金亚龙然这下是彻底的怕了呀，身上早已血肉横飞，而且血量已经快要见底。这一剑要是挥动下来，那么他恐怕是要直接脱离这个世界了。不，我还不能死，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蛟龙，绝对不能死在这里。而且这家伙年纪轻轻就能够有如此潜力，那以后岂不是可以成神也说不定。要是这样的话，我这么做倒是也不亏，说不定到时候还能成为真正的龙呢。念及此处，赤金亚龙然慌忙大喊：“我愿意臣服！”苏峰，什么情况？我愿意臣服。苏峰一时之间有些懵，自己这一连串的技能都要铺天盖地的挥舞而下，只等待最后的这强力一击。这家伙居然选择臣服！主人，我愿意臣服。巴拉斯内心鄙夷，没有骨气的家伙，怎么跪得比我还快？亏你身体当中还流淌着亚龙的血脉，真是丢人现眼。苏峰并没有立即斩下，而是将金色的利刃悬浮在赤金亚龙然的头顶，然后悠悠地说道：“说说你的价值，不然我拿什么留你？”赤金亚龙然当即大喜：“主人，您现在一定很缺一头可以飞行的魔兽吧？你看看我怎么样？这种体格，这种气势，最重要的便是我的血脉了。我的可跟那些其他亚龙血脉的魔兽不一样，我的可以无限进化，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绝对可以化为真龙，翱翔9天。到时候，您就有一头真龙级别的坐骑，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苏峰顿了顿，这赤金亚龙然说的倒也是。先前就觉得走路实在是太过麻烦，尤其是体验过亚龙施救之后，就越是想有一头自己的飞行魔兽。但这又谈何容易呢？现在面前这赤金亚龙然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以后出行皆可以在天空之中腾飞，众人见到哪个不是顶礼膜拜啊？那好，你放开心神。苏峰手中瞬间飞出一根粗大的锁链，直接插入赤金亚龙然的身体当中。这赤金亚龙然心中骇然无比，他居然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还好自己刚刚及时跪地，要不然现在可能就完了呀。对于苏峰的强大，赤金亚龙然心中已经完全臣服。主人，苏峰现在已经跟赤金亚龙然建立了绝对的契约关系，只要他心神一动，便可以将其彻底击杀。巴拉斯从苏峰的掌心窜出，然后嚣张地说道：“新来的，以后一定要谨记尊卑有别，除了主人，以后我便是你的上司。”赤金亚龙然这下更为惊奇了，居然是恶魔！主人还收复了恶魔？外边的众人看着苏峰的成绩卡在9999，迟迟没有响动，甚至怀疑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罗老，现在这是什么情况？申浩有些着急，这已经等了快半个小时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该不会……我也不知，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陷入了恶战，要不然就是被那赤金亚龙然抓住了。现在石碑没有碎裂，那么就证明起码没有生命安全。罗毅心头也是颤动无比，没想到今日居然看到了这种奇观，可惜不是罗家子弟啊。此刻所有的师生都在等待苏峰石碑的变化，毕竟只有苏峰还在里边苦战。你们看，那石碑有变化了，怎么只是闪光啊？怎么不到10000米呢？你当真以为征战之路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吗？我听说后边可是镇压着一只7阶魔兽，不知道死伤了多少人了。石碑不断变化，一个人影缓缓地出现在前方，而在其臂膀上有一条弧形的线条一闪而过。第52章，群体消除记忆，只为保护我。苏峰的出现让众人心头一震。卧槽！我居然见到了活着的奇迹！没想到我们朔江省居然出现了打破历史以来记录的最强者。从今天开始，苏峰就是我的偶像。这一下子可把我们朔江省抬到了远远不可企及的程度，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焦点。不是哥们，你们知道吗？上边站着的那位风手，居然跟我是同校学生，来自我们天海中学的骄傲。你能明白我现在的心情吗？哥们儿，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居然跟这种天才是同校学生，以后你们天海中学必定飞黄腾达啊！能不能给我要一个签名啊？众人无不震惊，脸上洋溢着惊讶、喜悦，毕竟他们见到了真正的传奇。此刻，所有人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风手，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江前面色激动，将旁边的那几个妹纸都吓了一跳，但他的喊声一瞬间就吸引了周围的注意力，然后那些人看向江前的眼神都露出了渴望。要是能够跟这样万中无一的天才结识，那以后也是一件莫大的幸事。方天失魂落魄，眼神迷离，错愕惊异，怎么可能呢？朔江省的第一应该是我才对，我10几年的准备怎么可能一朝付诸东流？你知不知道我为这一刻付出了多少？凭什么这样的能力不能够为我掌握？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徐慕烟呼吸急促，怪不得苏峰将这样的机会让给了他，原来是对自己的实力绝对自信。
看来我一直都误会他了，从来没有放弃，就算是普通职业也走到了这一步，而且是亘古未见，千古第一。没想到不知不觉已经被你甩出这么远的距离了，我会加油追上的。而站在魔法阵当中的申浩等人，此刻早已震惊无比，盯着那道矫健的身影，久久无法言语。如此年轻的天纵之才，竟然真的降临到了龙国，这是朔江省的幸事，也是整个龙国的幸事啊！现在深渊躁动不已，恶魔已然入境，就连一些魔兽也开始袭击龙国的市民，周围的其余国家更是虎视眈眈。而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刻龙国的战力已然有些不够看，必须培养新生代的力量，这样才能将如今的疆域守护。可这又谈何容易呢？但苏风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结局，现在不过新手期间便能做到将征战之路的记录刷新，而且达到了永远不可能被人改变的地步。他日若是成长起来，那岂不是能够带领龙国傲立于蓝星之上？众人越想越觉得激动，就连罗毅本人浑浊的眼眸也瞬间变得清明无比。天佑龙国，天佑龙国啊！怪不得风逍遥前辈会独自前来拯救朔江省，他拯救的不只是这些学生，而是整个中国未来的希望啊！这个少年以后绝对会临于世界之巅，能够从七阶魔兽手中逃脱，足以说明其非凡的能力。罗毅本身身为六传强者，他是能够切身体会到七阶魔兽的实力的。对于一些血脉稀有的魔兽，就算是他也只能保命不死，这还是在同阶的情况下，如果越阶，没有半分战胜的可能。就跟七阶恶魔罗萨的情况一样，就算是使用最为强大的高阶魔法，也不会对对方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重伤害，而别人只需要轻轻动手便能够重创他，差点逼着他自废这100年磨练的战力。而苏风仅仅转至7天，竟然可以做到从七阶魔兽赤金亚龙然的手中逃脱，这已经足够其吹嘘一声。罗毅没有继续往下想，因为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尽快封锁这个消息。毕竟扼杀各族的天才，这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不仅仅是工会、种族、地区之间，更是国家、疆域的一种对抗。没有谁会让自己拥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是一种威胁。而解决这威胁的唯一办法，那就是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罗毅迅速拿出传讯卷轴，他甚至没有使用普通的通讯设备，在第一时间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龙国的高层。唯有如此，才能保护苏风的安危啊！而方鹤跟王德现在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心里极度憋屈。这小子简直是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刚刚居然还唱衰，这不是妥妥的被打脸吗？而且按照苏风现在展示出来的战力，以后必定是一飞冲天啊！现在将关系闹得这么尴尬，岂不是亲手断送了一个抱强者大腿的机会吗？恨，好恨啊！而此刻被众星瞩目的苏风，看到自己石碑与别人石碑上的记录天差地别，不由得吐槽一句：又玩过火了。早知道就收点力了，这下万众瞩目，以后怕不是没有安稳的生活了。哎，果然太优秀也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些妹纸崇拜的眼神，倒还算是享受。苏风此刻站在那虚无的台阶之上，彻底屹立于所有人的心头。哎，怎么有些不对劲呢？苏风看到自己头顶的法阵正在将所有人包裹，以前没听说考试还有这种待遇啊！难不成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吗？主人，这魔法阵可不仅仅是守护，其中还带有一定的磨灭记忆的能力，能够将人的一段记忆在短时间内尘封，而且可以做到只剥离其中的某人或者某事。赤金亚龙然的解释让苏风心头升起疑惑，难道自己是猜想错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磨灭记忆吗？我怎么没有半分感觉呢？苏风看向手臂侧方幼小的赤金亚龙然，淡淡的说道：主人，这些是朝着那些人去的。赤金亚龙然简单阐述了一下原因。苏风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对于龙国这么重要，但后边的话语让他本来有些微微激动的心情又瞬间坠入低谷。特么的，果然还是玩过火了。第53章神秘组织。苏风经过赤金亚龙然的介绍，才知道这阵法这么强大，不仅仅需要动用一些古老的铭文，甚至需要消耗庞大的财力。而他现在身上几亿的龙币，在花费面前完全是九牛一毛，真是奢侈啊！这些钱要是给我多好，怎么就用来给这些人消除记忆呢？看来以后我得更加小心了，千万不能丢了小命。不过既然如此，龙国高层也不可能毫无保护才对啊！罗毅神色疲惫，在通知到达的第一瞬间，他已经得到了指令。龙国居然要求他第一时间联合在朔江省之内的部署暗卫，将这里的所有学生的记忆消除。要知道，他这200多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呢。这足以说明龙国高层对于苏风的重视，能够倾尽全力保护一人，看来上边已经对这小家伙注入了希望。毕竟龙国现在是愈发的艰难，若是再没有人站出来，恐怕这片刻的安宁都没有了。
龙国某处空间，紫薯怎么突然将我们所有人召集起来？难道是龙国遇到了灭顶之灾吗？这空间之中到处都是魔法阵，上边被晦涩难懂的铭文密密麻麻的覆盖着，而且时不时的变换流转，看起来璀璨妖异。在那旋转的魔法阵最中心，有着12道虚影，其上全部披散着斗篷，根本看不到底下的面颊。12道虚影下边分别对应着12种动物，若是细看，便会发现那赫然就是人们平常所熟悉的12生肖。那名为紫薯的声音有些沙哑，然后沧桑地说道：今日在朔江省发现一达到征战之路9999米的天才，所以特此通知你们前来商议。我已经初步下达了命令，将朔江省今日参与的5转职业者以下的所有师生屏蔽掉关于这部分的记忆。紫薯的声音一让其余众人皆是一愣，要知道这其中的花费可是数不胜数的，这可是10几万人啊！紫薯，这件事是不是有些草率了？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到达9999米的，而且没有对他进行测试，更不知道他的能力。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之下，我们便动用了如此庞大的资源。你要知道，原本埋藏在底下的那些资源是为了应对龙国的突发事变。四蛇声音有些尖细，但听起来却不是那么突兀，宛若不断悠转的羌笛。我同意四蛇的观点，若是提前觉醒了穿越空间的天赋，那么想要做到这件事情并不难。五马附和道。紫薯的斗篷微微上下点动，然后那苍老慈祥的声音再次响起：各位，我理解你们的担心，但就算是空间穿梭天赋，那也不是在5转以下可以觉醒的。更何况这小娃娃现在才刚刚转职不过7天。还有一点，那么便是他觉醒的职业是魔法师。难道你们认为一个普通魔法师没有过人之处可以达到这种成绩吗？沉默。众人能够站到这里，自然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只是牺牲一省的未来，为一个新手保驾护航，这真的值得吗？紫薯的做法不无道理。朔江省地域偏小，我们只需要几年时间便可以重新布置完毕。更何况我们已经派人进入深渊调查，一旦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回复。这种时候是需要兵行险着，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蓝星的壁障快要被冲破了。五马的声音中气十足，但其中却有些忧虑。如果真的是天才的话，万一被扼杀在摇篮当中，我们到时候得不偿失。这样吧，你们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派遣一个比较擅长潜伏的人去保驾护航。银虎看向众人，似乎是在等待他们的回复。我这里倒是有个7转的丫头，而且是稀有的暗影刺客，极其擅长隐匿，不如便让她去。老兔脆生生的声音回荡在这密闭的空间当中，煞是好听。那便如此，7转应该足以应对了。到时候如果遇到解决不掉的麻烦，让他第一时间通知。紫薯一锤定音，其余人也没有半分反对。简单讨论之后，众人便重新消散。怎么结束了？苏峰有些疑惑。按照往年的情况，这起码要考核6轮才是啊，这怎么只到达第4轮之后便宣布了他是第一，然后便将其余人遣散了？这龙国到底什么势力可以做到如此程度，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调动如此多的资源，而且这么大手笔，简直是叹为观止啊！苏峰有些感慨，没想到自己的成名之路就这么被断掉了。那些人的神情似乎很是平常，根本没有先前的那种震撼诧异。主人，龙国当中顶尖强者可有不少，先前我就是被一个讨厌的老家伙抓来的，他告诉我让我守住这里，并且在我化龙之后便让我离开，没想到最后是你将我带出来了。赤金亚龙然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他完全没想到苏峰可以逆转他身体内的庞大魔力，然后跟他签订契约。看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苏峰现在觉得他对于龙国之内的一切都知之甚少，大部分还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那书本几年才更新一次，而书本之上的内容主要是提升他们的战力或者是生活技巧，对于这种秘辛从未提及，就像是这地底下最为庞大的魔法阵。而赤金亚龙然竟然知道一些。巴拉斯，先前你到达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这魔法阵？主人，你这让我想起一些不好的回忆啊。说，先前这便是联合人类诸多强者击败我的阵法，只是没想到他们后来做了修改，现在看来效果还不错。苏峰微微颔首，看来只有自己实力变强才能去解开了。而在苏峰传送回到天海市的时候，一道纤细的牵引战在远处缓缓凝视。这便是老师让我守护的人吗？第54章流影刺客的疑惑。苏峰回到家中简单收拾东西，这3天时间便可以去报道了。而他的成绩也被设定在了3000米，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苏峰的真实成绩。这下终于可以见识一番全国顶尖学府的风貌了，没想到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以1省状元前去报道，将这里的东西收拾一番，提前去看看也好。而且说好的奖励还没拿到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分发。苏峰收拾完之后，便直接朝着天明商会的商铺出发了。在自己走之前，看还能不能再淘到点东西。苏先生，这是我们店长留给你的一些东西，他今天有事，已经先行离开了。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将一枚储物戒指递到苏峰手上，耐心地解释道。苏峰粗略地扫视了一眼，没想到里边居然有3本技能书，其余的都是一些稀有材料，价值倒也不菲。不知道这马润去哪儿了？算了，学期过后直接去龙渊学府就是了，希望能够解开一些秘辛。苏峰将所有的技能全部学习，便听到系统的增幅声音：叮，灯笼草万倍增幅，洞察天地；叮，隐匿术万倍增幅，必隐秘行；叮，迅捷步伐万倍增幅，神影纵光。洞察天地，洞悉万米范围之内的所有敌人，让其显露踪迹，并且可以发现隐藏在周围的任何单位，包括隐形、潜匿、遁藏等多种情况。在开启之后的600S 内，视野不受任何的阻碍。必隐秘行，进入潜行状态，可以与天地融于一体，除非神力，否则无法洞察。在这种情况下，移动速度提升 30%， 闪避率提高 50%， 并且下次的技能造成伤害额外提升10000%。神影纵光，突破速度的极限，在短时间之内提升自身10000%的速度，持续时间 30S。 在该状态下，自身的感官也会被强化100倍，甚至不受地形的阻碍。卧槽，这马润这下真的帮大忙了。苏峰内心窃喜，这些技能虽然不是像之前那般的庞大攻击，但却是如今他最为需要的。眼下他还不足以自保，毕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人暗算。但是这3个技能不仅仅是可以发现万米之内的敌人，甚至一个隐形，一个提速，就算是8阶强者真的出手，也未必可以留得住他。不错，这下应该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直接选择必隐匿形，别人根本发现不了。苏峰眉头微皱，要不是自己实验技能，还无法发现这附近居然有人在监视他，而且还是一位貌美如花的冷艳角色。只可惜那么一张清冷的面颊被那多余冗长的黑布所遮盖，真是暴殄天物啊！等等，这怎么还有透视的功能啊？这技能介绍当中也没写啊。苏峰赶忙将自己的视线收回，经过实验之后，发现这洞察天地可以穿过单层阻隔，再多可就不行了。应该还是我实力比较弱的原因，但没想到一时之间竟然差点将整个天海市的中心完全覆盖。苏峰轻咳一声，刚刚那些景象还真是琳琅满目啊。不过最让苏峰在意的还是那曼妙身姿的黑色绝影，不会这么快就动手了吧？尼玛！苏峰怒骂一声，直接使用必隐秘行，随后彻底消失在了原地。韩雪渊清冷的眸子一怔，满脸的不可思议。人呢？这么一个新手，居然在他7转强者的眼皮底下消散了，这特么的不科学啊！要知道，他可是传说级别的职业流影刺客。要说这隐匿藏蔽，除了那几位顶尖的强者，还真没有多少人比得过他的。可今天好像有点意外啊，怎么办？这要是跟老师说我被那小家伙甩掉了，那我以后怕不是在老师心中的地位一泻千里。韩雪渊无奈苦笑，但很快便重拾信心。有点意思，我现在也许有些明白老师为什么叫我前来了，可为什么是偏偏这个时候消失呢？难不成是发现了我的踪迹？不可能啊！韩雪渊秀眉微蹙，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破绽跟漏洞，结果并无收获。他这样的职业就是时刻将性命挂在腰间，一个任务当中的失误很有可能就会殒命。而且不管是他自己还是老师或者组织，对于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极其到位，要不然他今天也不会走到7转这一步了。刺客跟别的职业不同，是用自己其余的生命、防御等属性换来的攻击与敏捷，但能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全靠个人的嗅觉与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韩雪渊心里闪过万千疑问，可终究一无所获。巧合吗？不过我有办法找到你，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韩雪渊纤纤玉指点在面前的魔法铭文之上，查询良久之后，反馈得到的信息只有东方有一道强劲的速度一闪而过，但具体为何他却查探不到。可恶，先前的手段全都失效了，看来我的花谢心思了。天穹之上，一条身形庞大宛若巨龙的生物在空中急速腾飞，将周围那雪白的云朵瞬间吹散。在那凸起的额头位置，竟然有一个约莫2米的人影。视角拉近之后，赫然便是苏峰。这洞察天地加上必隐匿形果然好用，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麻烦了。必须先搞清楚那妹纸到底是哪方实力派来的，不然打坏了，到时候上门让我负责，那可就糟糕了。苏峰身侧冷风不断呼啸，但却没有受到半点波动。能够派出7转强者的势力，必然不可小觑。要知道，就算是深渊，也只是派出7阶恶魔而已，
这种战力在正常的情况下已然可以屠戮一个普通的省份，而眼下这身材曼妙的妹纸，在他回到天海市之后便出现，这真的只是巧合吗？苏风不明，但底下的场景却是引起了他的好奇。居然是等级果实，那我就却之不恭了。第55章等级果实。钟强，这等级果实我们两队共同发现，不如我们平分，这样大家都不用争得你死我活，否则你也知道我手中血影刀的厉害。在一处悬崖峭壁的凸起石块上站着约莫7、8个人，而刚刚说话笑叫的那名浑身刺青且光头的男子，表情则是异常的凶厉，手中的长刀散发着一股血腥的气息，其上波动的杀意让对面的两人不由得一怔。丁宽丝毫没有遏制自己脸上的贪婪之色，若是能够得到那数十枚等级果实，他完全可以在几年之内踏入3传强者的行列。这等级果实在4传以下，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神物啊，吃一颗便可以长一截。可这种东西向来可遇不可求，在没有成熟的时候与普通野果无异，但这价值那每一颗都被炒到上千万啊，而且还是有价无市。毕竟跟与魔兽拼杀相比，还是等级果实来得更为稳妥一些。钟强脸色苍白，他现在不过2传初期，根本不是丁宽的对手。那家伙在这一代可是出了名的嚣张跋扈，本来以为自己走运拿到这些等级果实，自己的妹妹钟灵便可以换取不少的修炼资源，往后的路途起码也平坦一些。可谁知这丁宽正好杀出，并且还打起了这些等级果实的主意。主要是这家伙先前就骚扰过钟灵，现在居然还要来抢这些等级果实，当真是可恶至极。钟强，老子的话你特么没听清楚吗？还是说要咱们两个先成为亲家之后，你才能对我有所信任啊？丁宽淫邪的眼神不断打量着对面躲在钟强背后的女子，虽然没有精雕细琢，但钟灵的颜值跟身材倒也算得上是一等行列，给人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丁宽早就想将其据为己有，只是碍于钟强这家伙跟一个3阶公会的强者有些往来，在不知道其具体关系的情况下，丁宽不会乱来。但这个时候摆在眼前的可是上亿的利润，丁宽知道拿到便可以等待自己步入3转行列，到时候无所畏惧。丁宽，我警告你最好不要乱来，否则……丁宽咄咄逼人，扛着手中的血影刀向前迈出一步，跋扈地说道：“否则如何？”钟强拳指紧握，他现在的实力想要跟丁宽同归于尽，那也是痴人说梦。若是此刻能够出现帮手，那么这些等级果实便全当成谢礼吧。恰巧此时上空出现一道庞大的赤金色身影，而且似乎摇摇欲坠，粗大的身影遮天蔽日，他们几人宛若蝼蚁一般，根本无所遁形。这种压迫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千万不要降临到这里啊，我还不想成为口腹之物。丁宽后退几步，眼神当中满是错愕惊恐，甚至没有注意到后方的石子直接一屁股跌落到后方，其余几人也是满脸恐慌，四处寻找着想要掩体的遮蔽物。可这里是悬崖啊，去哪里寻找呢？钟强将身后的女孩护了起来，然后怔怔地望着天空。下一瞬，那遮天蔽日的庞大身形急速缩小，很快便有一个风神俊逸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有了飞行魔兽之后的感觉果然不同，到哪里都是来去自如。苏风面色平静，过去将那等级果实全部收入囊中。既然在场的人都没有半分反对，那么这等级果实就是他的了。乖乖，竟然有13颗，不错不错。苏风内心暗道，若是可以在到达龙渊学府的时候直接到达4传，那么一切就显得简单多了。就这么办。若是先前苏风还觉得有些棘手，毕竟需要海量的经验值，但现在相当于直接白嫖了13级，留在最后时刻使用便好。丁宽心头都在滴血，那本来是他的呀，只需要做掉钟强，然后夺了钟灵，再找个商会将这些等级果实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到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可现在怎么会出现这种意外啊？丁宽现在是有苦难言啊，他可不认为自己能够跟这位神秘的强者掰掰手腕，金钱跟性命显然易见的选择。前辈，这些等级果实是在下发现，若是前辈喜欢，皆可全部拿走。丁宽口是心非，但眼下不得不这么做，说不定还能得到这前辈些许的赏赐呢。钟强内心愤懑不已，这丁宽还当真是不要脸啊！可是已至此，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只希望自己的小妹不要受到牵连，平安即可。苏风不动声色地收起，看了看几人的表情，在上空的时候他已然洞察一切，只是这也不是他的事情，管不了。看在你们还有些用处的份上，就此散去，很快这里便会夷为平地，不要怪我没有警告你们。几人慌不择路，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半点怀疑，这里的魔兽倒是数量众多，而且也有一些等级比较高的，
应该可以提升10多级的。几分钟之后，苏峰直接发动自然之语，这样稍微方便一些，而且不会特别引人注目。一旦使用其他技能，这里可能就完全被夷为平地了。粗大的藤蔓瞬间伸出，而且所有的植物在这一刻全都听从苏峰的调遣。本来花草树木是很多魔兽的栖身之所或者是果腹之物，可现在却是成为了夺走他们性命的元凶。很多魔兽直接被截杀。叮！成功击杀魔兽咕咕鸟，获得经验值10万。叮！成功击杀魔兽魔爪蛙，获得经验值12万。叮！成功击杀魔兽蓝羽迅豹，获得经验值20万。几人飞速逃离之后，被身后的异变所吸引，结果转过身去，便看到遮天蔽日的场景再次浮现。那粗大无比的藤蔓枝上满是利刺，若是轻易触碰，恐怕现在性命难保。还得多加感谢那位前辈啊，要不然的话，恐怕已然成为了这土丘之下的残尸。那是什么？韩雪渊四处追寻，突然被远方的强大魔力波动所吸引。这种逆天的高阶技能，起码也要8转强者才能打出来吧？龙国什么时候8转强者遍地可见了？第56章，这还算是一个合格的保镖吗？东渡林，无数的冒险者都在哭喊着。本来今天阳光明媚，天气晴朗，一看就是一个适合升级的好日子，可这突如其来的异变却是让众人猝不及防。我擦，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今天的东渡林这么不同寻常？我要是跑得慢了，可能那会儿就死在里边了。这怎么有点像是高阶魔法啊？我们这种地方怎么会涌现出如此磅礴的魔力？难不成是有什么秘宝问世，所以才会出现如此诡异的景象？我刚刚可是亲眼看到一只3阶魔兽，只是身体被轻微洞穿，紧接着便被那藤蔓秒杀。这种恐怖的伤害，只怕是咱们擦之即伤，触之即死啊！成百上千的冒险者不断从茂密的森林当中涌出，这个时候若是再不跑，就真的成刀下亡魂了。远处，韩雪渊注视着这突如其来的异变，秀眉微蹙，纤纤玉指抚摸着储物戒指当中的那保命道具。一旦那位8转强者发现他的踪迹，他会在第一时间选择遁走。那家伙到底去哪儿了？可恶，都找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是没有半点发现呢？韩雪渊语气带着些许愠怒。本以为这次老师交给他的任务应该是轻松至极，不过就是保护一些乳臭未干的小孩罢了。可这才刚接触第1天便出现这种情况，这属实是有些难顶啊。要知道，作为保镖连保护人都找不到的话，那他这种保镖实在是太失职了。韩雪渊先前的各种猜想完全没有应验。本以为苏峰会收到多方势力的追杀，这个时候他站出来将所有的敌人全部暗中解决，那样便可以圆满的完成此次任务。可现在苏峰神龙见首不见尾，眼下这种情况，就算是苏峰有个3长2短，那么他也无从得知啊。有一只5阶魔兽居然逃离了，而且速度如此之快，看来我先前了解到的还是太少了。这只5阶魔兽必须死。苏峰感受着自己身躯之中不断源源涌出的魔力，等级已经来到了222级，但距离使用等级果实还差一丢丢距离。这种5阶魔兽对于他可是极大的提升，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放走呢？赤金亚龙然当即躬身，然后变化成数米长的模样，等待苏峰驱使。可苏峰只是负手而立，一脚踏出，轻声说道：“那魔兽的距离太快，而且身形极小，这样过去恐怕会被其逃脱。”赤金亚龙然整个都有些迷茫，难不成主人有更好的办法吗？要知道，他可是7阶魔兽啊，到时候完全可以将其掘地3尺，也要给自己的主人找出来。上来！赤金亚龙然乖乖的变成一条秀丽的小蛇，盘旋在苏峰那秋剑的臂膀之上。紧接着便感觉到地上传来源源不断的魔力，而且似乎还在不停的喷薄而出。苏峰脚下的地面都已经寸寸碎裂，而且似乎依然有些坚持不住。赤金亚龙然内心震惊不已，这种手段当真是惊为天人啊！今天他可算是开了眼了，原来苏峰还有这么多的找招式没有用上。砰！苏峰脚下一跺，身形骤然而起，直插云霄，急速的朝着远处奔袭而去。轰！在苏峰离开的那一瞬间，庞大的山体再也支撑不住巨大的压力，竟然生生的倒塌了下来。远处躲藏起来的众人看到那轰然倒塌的山体，都在暗自庆幸，得亏自己跑得足够快啊，要不然现在就算是没有死在那诡异的藤蔓之中，也会被那倒塌的山体淹没。可怕，太可怕了！众人本来还想看看是否有着什么秘宝出世，但亲眼目睹这山体倒塌之后的情形，皆是纷纷打消了这种念头，赶忙朝着市区当中返回。毕竟那里再怎么说也有防护的魔法阵啊。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通知老师？韩雪渊目光漠然，
回过神来，竟然发现自己的掌心当中满是汗水。哼，压力果然还是太大了吗？韩雪渊无奈自嘲，没想到自己只是接取这么一趟简单的任务，居然同时见到2位8转强者，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要知道8转强者可是寥若晨星，可今天他居然足足见到了2位，尤其是那第2位，竟然能够在不动声色之中将一座山体轰然崩碎。要知道，那位可没有显现出任何元素波动啊。第1位好歹还是木元素，控制植物进行攻击，可这第2位实力明显更强，在不借助元素本身的帮助之下，便可以做到如此地步，只能说恐怖如斯。算了，再等等吧，不然真的要让老师失望了。在地面当中，一只身系2尾、浑身赤色的狐狸在不停地奔跑着，眼神当中满是惊恐，那火红的身躯此刻的光芒也暗淡了不少。可恶，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如此强者？要不是我自断一尾，堪堪保住一条性命，恐怕现在已经跟那些垃圾一样了。3尾赤狐不停地奔跑着，来自求生的本能告诉他绝对不能停下，不然只有死路一条。跑！有朝一日若是等我也进入这种境界，一定要大肆屠杀，以血今日这种仇恨。3尾赤狐面色苍白，刚刚那一击的实力实在是太过恐怖，差点就灰飞烟灭了。就算是自己种族的天赋是复活，短时间之内也怕是不能重复使用了。这种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3尾赤狐突然感觉被一股莫名的恐怖笼罩，让他的全身都颤抖无比，但就是找不到那危险来自哪里。他只能对着虚无的空气当中尝试着喊叫道：如果我误入前辈的领地，还请您海涵，我会立马离开这里，绝不会过多的逗留。3尾火狐颤抖的身体已然不能维持继续前进，他现在欲哭无泪。动一下！轰！突然上边的地面骤然塌陷，他那原本就力竭的身体此刻直接被尖锐的碎石凿穿，恐怖的魔力甚至直接将其压成了齑粉。轰！苏风在降落之后，发现以自己为中心的周围褐色的大地竟然直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洞，而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都化为了飞灰。卧槽！看来以后还是慎用大荒星陨啊，这破坏力也实在是太足了。走的时候一座山轰然倒塌，现在又形成一个巨大的深坑啊！这第57章等级圆满，准备4转。叮！成功击杀魔兽赤尾火狐，获得经验值50万。叮！成功击杀魔兽啮齿庞鼠，获得经验值70万。叮！成功击杀魔兽千足节虫，获得经验值90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苏风看着自己源源不断的经验值，人都要傻掉了。这样也可以吗？他原本的目标就是防止这赤尾火狐逃跑，只是想截住他而已啊！这怎么还有如此多的意外收获？我尼玛，简直离谱！而且就连苏风都没有想到，原来地底当中居然潜藏着如此多的高阶魔兽。看着眼前海量的装备，苏风的嘴角咧开，这下真的是赚妈了呀！而赤金亚龙然此刻更是震惊到无以复加，怎么主人向来都是这么简单粗暴的吗？回想起自己第一次遇到苏风的时候，出手就全部都是禁咒技能，差点将他给打个半死，倒是也能理解了。主人还真的是与常人所不同啊，就连解决这么一只小卡拉阿米都是动用如此庞大的禁咒，虽然有些大材小用，但是帅得无与伦比啊！吾辈不断提升自己，不就求得一个帅吗？像他当蛇不好吗？答案是肯定的啊！但是等他化蛟成龙之后，自然而然就不一样了。现在这种模样，就算是去求偶，同等阶的还不一定看得上他嘞。可若是等他完全激发血脉，成为万中无一的巨龙，到时候还不是任由他挑选吗？这么一想，赤金亚龙然看向自家主人的眼神当中，更是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崇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如此地步。巴拉斯更是震惊到合不拢嘴，到现在为止，他都不记得苏风到底使用了多少禁咒了。凡是出手便是禁咒，这尼玛，就算他是恶魔统帅，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这简直不是人啊！妖兽随手一道禁咒，就算是先前跟他对战的人类强者，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如此轻松啊！要知道，攻克那些晦涩难懂的铭文，简直是难如登天啊！有些人穷其一生都被困在原地，不得寸进半步。高阶魔法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但是禁咒只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就算是别人能够将铭文、咒文等全部解析完毕，能不能使用还是两码事呢。巴拉斯内心对于苏风的畏惧感更加的深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头颅压低，眼中充满了敬佩之情。这怎么就237级了？苏风挠头，自己只是在追逐一只魔兽啊！
系统播报的声音结束之后，苏峰打开自己的等级面板，便看到自己来到了237级。看来运气比较好，那这等级果实应该也可以使用了。苏峰手中浮现一颗晶莹剔透的赤红色果实，上边还残存着几滴露珠，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拿在手中便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磅礴的魔力，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啊！咔嚓，苏峰直接咬下一口，瞬间便感觉自己的身体当中被灌入了一股磅礴无比的魔力。他没有多想，直接将另一半放入嘴巴当中，细细品尝之后，苏峰这才开始观察自己的情况。238级了，没想到这等级果实果然这般好用。先前在学校当中的时候，还以为是传说当中的东西呢。不过这味道倒是不错，入口回甘，稍微带着一丝丝的涩味，被那浓厚的魔力席卷着带向全身的每个角落，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呢。苏峰调整了一下身躯，紧接着便将其余的等级果实全部拿出，咔嚓咔嚓，不一会儿，苏峰便将所有的等级果实全部吞入腹中。哥，苏峰摸着自己微微鼓起的肚腹，还能感觉到蓬勃浓厚的魔力在自己的身体当中不断游走。良久，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苏峰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便看到了自己的等级已然来到了4转的临界点，240级。不错，可以转职了。那就随便找个距离稍微近一些的市区，然后进去领取4转任务。也不知道这次的任务难度如何。苏峰身形一闪，便被遮天蔽日的身影缓缓托起，紧接着便消失在了原地。卧槽！看来我还是低估了大荒星陨的威力啊！苏峰在远端朝着下方望去，便看到一个巨大的深坑陷入地底，好似被人直接从中间挖掉一般，实在是有些突兀至极。在苏峰离开很长时间之后，才有魔兽跟冒险者缓缓来到这里。看到那庞大的巨坑，众人皆是一脸茫然。这得有多强的实力才能造成这般伤害啊！他们先前只是看到一道矫健的身影从天空急速坠落，紧接着周围便烟尘四溢，塌陷不断。他们害怕波及性命，这才没有出来多看。不过现在他们内心更多的是庆幸，好在是没有出来观看，不然的话那可就糟糕了。现在他们也会被深埋于这地底当中。就这里吧。苏峰拿出地图粗略的看了下，他现在来到的这市区名为天溪市，在朔江省当中排名也是极为靠前，几乎是3甲行列。苏峰迈步走入其中，入口的那些守卫还要验证身份，不过只是简单的核对信息便可，倒也没有太过刁难。不愧是天溪市，先前就听说天溪市这边发展极好，甚至能够比肩省会天火市，亲眼所见之下，果然非同凡响。苏峰看着那拔地而起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也不由得惊叹天溪市的手笔。要知道市区之外是会出现受潮的情况的，而每次发生过后，几乎所有的建筑全部都要重新建造，起码天海市便是如此。所以极少有高楼大厦，建造几座便足矣。最重要的还是实用。但天溪市这里应该是没有遭到什么大规模的破坏，主要是苏峰能够从其上看到那时间积淀下来的痕迹，更别说那屹立于市中心的那些高楼大厦了。苏峰没有过多欣赏，而是找人询问之后，直接来到了天溪市的转职大厅。看着同样恢宏无比的高楼，苏峰不由得惊叹，还真是阔绰呀。随后便是一脚迈入天溪市当中的转职大厅，人数可是相当繁多，天海市与之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啊，怪不得实力如此了。苏峰按照提示找到负责转职的客服，那妹纸看到苏峰便直接傻眼了，这么年轻的4转职业者，你确定没有走错？2转起身直走，然后左转啊。第58章4转任务，这么俊朗的帅哥可惜了。制服妹纸内心暗道，毕竟苏峰这么年轻，看起来阳光十足，很明显就不到20岁啊。他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年轻的转职者呢。这位先生，您看您是不是走错了？妹纸秉着良好的服务态度，想要让苏峰主动离开。苏峰确认了2遍之后，这里就是4转的负责点啊。没错，虽然他是第一次来天溪市，但基本的标识还是认识的啊。这里是4转的登记窗口吗？妹纸一愣，袖口微张，最终还是吐出了2个字：是的。他直接愣住了，难道真的是？那好，我来进行4转。妹纸狐疑的点下面前的魔法阵枢纽，然后一个由魔法铭文组成的异常精密的资料单卡出现在苏峰的面前。这就是天溪市的实力吗？就连这种资料都是使用魔法阵文保存，看来天海市果然是差远了呀。苏峰内心暗自咂舌，旋即在上边简单复刻自己的资料之后，那妹纸确认无误，便让苏峰去领取转职任务。当看到苏峰年龄一栏的时候，那妹纸长大嘴巴久久无法闭合。18岁的4转职业，
难道是某个家族的天才被人一直带起来的吗？种种猜想在他的脑海当中闪过，就连面前的人前来询问都没有第一时间回复。苏峰缴纳1000万龙币进入魔法阵之后，能够感受到其上充盈的魔力，还有那些精密的铭文，这些都不是天海市可以比拟的。不过没想到4转就要花费1000万龙币，这还只是接取转职任务啊！看来还得继续赚钱，不然手上这点钱接下来转职就全部花光了。苏峰站定，等到一股奇异的魔力灌入身体，顿时觉得清爽无比。在周围的魔力波动过后，在苏峰的面前浮现出3个任务面板。转职任务1：击杀天秋之海当中的魔兽鬼魔恶章，并且带回其身体，纳入转职法阵当中即可。转职任务2：缴纳星耀级别的装备或者道具1件。转职任务3：收集材料淬魔泉水、罗浮之气、艾萨手杖、天鹰之羽、亚龙之灵。3个转职任务吗？苏峰仔细查看了一番，确认无误之后便离开了转职大厅。4转职业者的任务难度应该是直线飙升才对，而且数量不一。现在星耀级别的装备我有，到时候直接交给转职法阵就行。天秋之海是天溪市能够发展的关键，主要其内不管是魔兽还是材料都是盛产，而且也吸引了不少外来的冒险者。刷怪倒是简单，底下这些材料还是先去天明商会询问一下吧。苏峰径直朝着天明商会的商铺而去，这里高楼大厦林立不断，而且还有其他的商会驻扎，店面皆是装饰的异常豪华，上边全都精心用魔法铭文镌刻着醒目的标识，远远望去便能感受到其上充盈的魔力波动。周围其他商会亦是如此。苏峰步入其中，直接拿出黑金会员卡，他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浪费。那客服妹纸瞬间哑然失色，赶忙让人去联系这里的负责人，然后恭恭敬敬地将苏峰请到规模最高的待客房间之内。步入其中，苏峰坐在那由高阶魔兽骨骼打造的光滑圆凳之上，细细品茗着眼前的清茶。不得不说，这里的装饰跟服务才配得上黑金会员啊！少请。一位穿着旗袍、魅力十足的女性踩着浅红的高跟鞋步入其中，看向苏峰的第一眼有些惊愕，旋即便调整了自身的状态。苏先生您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您叫我青亚就好。不知道苏先生来此想要出售或者是购买些什么？青亚站在一侧，并没有着急落座。苏峰饮下清茶，淡淡开口道：淬魔泉水、罗浮之气、艾萨手杖、天鹰之羽、亚龙之灵，你这里有哪几种？青亚面色微正，这些全部都是稀有材料啊，而且其中的一些获取途径也是异常麻烦，就像那亚龙之灵，必须是特定的亚龙血脉魔兽才行啊。像最常见的亚龙狮鹫，它身上没有任何鳞片。回苏先生，现在商会当中有淬魔泉水、艾萨手杖，其余的3种暂时短缺。苏峰微微颔首，转职所需要的材料不是那么容易集齐，他倒是也能理解。那这2样我要了。苏先生，那艾萨手杖有些特殊，是昨天一位冒险者寄托在这里，想要换取资源。青亚语气柔和，眼神带着一丝尴尬。说说吧，艾萨手杖想要交换什么？赤尾火狐的本命狐尾。青亚深知这赤尾火狐异常狡诈，而且聪明伶俐，在魔兽当中智力方面也是佼佼者，想要抓住简直是难如登天啊！再者，那赤尾火狐乃是9尾妖狐的一脉分支，断尾便可以抵命。要是运气不好，说不定抓到的便是5尾火狐。而且那些家伙深知人类需要他们身后的尾巴，所以怎么可能让别人如愿以偿呢？难。先前倒是也有过赤尾火狐的尾巴，但那也是寥若晨星啊。青亚，他看着苏峰手中闪过一道赤红色的光芒，一条异常粗大的尾巴直接被摆在那洁白的桌面上。这赤尾火狐的尾巴。苏峰异常平淡的语气让青亚瞬间对他又提升了几分尊敬。这种稀缺材料随手便可以拿来，想来苏峰的身份也是不凡，再加上年纪轻轻便是黑金会员的拥有者，这人怠慢不得。青亚查验无误之后，便赶忙将艾萨手杖拿来，并且附带淬魔泉水。苏先生，这是您需要的东西，您是黑金会员，打折之后再支付500万龙币即可。苏峰离开天明商会之后，也不由得感慨，实力提升之后，对应的材料价格也是飙升，自己这点钱是真的不够看啊，还是需要抓紧时间赚钱才行。苏峰顺着地图的指示来到天秋之海的传送阵，没想到一次性的传送费用便是10万龙币，一定要在这次全部赚回来。第59章惊涛骇浪。天秋之海，明媚的阳光将那波光粼粼的外面照得熠熠生辉，众多冒险者在这里练级刷宝。老大，咱们这次收集青利罗号的时候，可不能再碰到那烦人的鬼魔恶章了，上次咱们前功尽弃，这次得小心一些了。一个上身赤裸的大汉满脸横肉，手中提着砍刀，端地是煞气无比。
几人看去皆是面色不善之辈，但听到那鬼魔恶章的时候，也不免露出一丝忧愁。凭借他们5人3转的实力，根本没有半点胜算。而他们所求的那青离罗号，恰好是那鬼魔恶章的玩具。别他妈说这种废气话，这次一定要得到青离罗号，不然咱们的投资全部都白费了。另一个头上戴着马尾的大汉直接抢着说道：战争之前任总是兵家大忌，他们可不想这次也空手而归。毕竟每一次的损失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有些高昂。这还是兄弟几个凑一凑，又筹备了更加强力的武器跟道具，这次不成，恐怕没有希望了。老板，归零传来一艘。好，666666龙币。几人面色挣扎一番，终究还是付了账。毕竟天秋之海幅员辽阔，其中鱼龙混杂，而这归零船可以抵挡5阶魔兽的一次袭击。666666龙币买一条命实在是太划算了，就算用不到，也算是一种保险了。微微新咸的海风吹拂而过，空气当中弥漫着湿润的水汽。苏风漫步其中，只觉得惬意无比。不愧是闻名在外的天溪市，果然不同凡响。那鬼魔恶章在这海域当中兴风作浪，看来有些手段。苏风刚到此处，便看到几位大汉在购买归零船。这东西他尽管没有来过天溪市，但却是早有耳闻。据说是由高阶的制作师铸造，其内蕴含复杂的魔法铭文，可以阻碍狂风骤雨的席卷，甚至能够进入水下100米勘探。售价最低的都是666666龙币起步，最强的便是抵御5阶魔兽的强力一击，而更高价位的自然更强，功能也更加繁多。苏风念及此处自己来这天溪市一趟，应该体验一下这个特殊的道具。老板，来一艘归零船。苏风看着眼前的男子说道：这位小哥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最后一艘归零船已经被这几位预定。黝黑的脸颊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最近天溪市转职倒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但制作归零船也需要时间，不可能一次性大量批发，这点他自己也是无奈的很。几人看苏风浑身贵气十足，计上心头，突然觉得可以趁此捞一笔。这位兄弟，我们几人倒是可以把这船只忍痛割爱卖于你，但是嘛，这价格可是得翻上那么3、4番才行。如果兄弟诚心想要，我们愿意以3倍的价格卖给你，给我们200万龙币即可。为首那大汉挑了挑嘴角，然后贪婪地说道：坐地起价，你倒不如去抢。苏风甩手而去，只留下那恼羞成怒的几人。至于那黝黑的老板，早就趁此离开。没有归零船，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去这天秋之海。我们走。想钱想疯了？虽然说是想体验一下地方特色，但是我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能让你们诓骗去吗？赤金亚龙蚺，出来！苏风话音落下，一条体型中等的金蚺瞬间出现。主人，随我去天秋之海。新鲜的海风吹拂在苏风清冷的脸颊上，尽管身处上空，但还是能够感觉到那浩瀚无比的海洋波澜壮阔。在上空绕行了一会儿之后，苏风并没有发现鬼魔恶章的踪影，在表面浮上的也不过就是一些低阶魔兽罢了。没有归零船，无法进入水下查看，倒是有些棘手了。本来我不愿意这么高调的，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办法了。明海无岸，苏风手中魔力流转，瞬间一股磅礴的水汽弥漫开来，滚滚闷雷在天穹炸响，朵朵乌云凝聚而起。那原本万里无云、阳光明媚的天穹，瞬间被一股恐怖的气息所笼罩。而那波澜壮阔的蔚蓝色的海面，在苏风魔力的影响之下，一瞬间惊涛骇浪，翻腾无比。墨紫色的巨大浪花，一层叠着一层，犹如阴冰过境，寸草不生。海上的无数冒险者顿时哀嚎不止，急忙调转归零船，朝着天溪市急速飞奔而去。我尼玛，这是什么情况？天气预报不是说今天阳光明媚、晴朗无比吗？这 TMD 也太不准了！天秋之海怎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我都在这里快经营了上百年了，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景象。这海水怎么都蔓延着一股死气？老大，咱们就该低价让给那小子。这才刚出海就得返航了，刚刚一个浪花已经把防护罩给打破了，这下又白瞎666666龙币。天溪市附近的海域不断有船只靠岸，那些冒险者的脸上全都闪烁着惊恐慌乱的表情。他们刚刚可是亲眼见到那些3、4阶魔兽瞬间便被海浪虐杀，这要是拍打在他们身上，恐怕也是如此情况。往常宁静无比的天秋之海，此刻犹如那愤怒无比的岩浆，不断的翻腾，摆动着自己的身躯，似乎是发泄着自己的不满。我就说不要随意的污染海域，不然总有一天会遭到反噬的。但是你们没有人听我的，报应啊！哈哈，快去通知市长啊！这种情况必须要及时勘测，我们全市都靠这天秋之海吃饭，若是这里出了意外，我们以后特么的全都得去讨饭。天溪市会议室，
市长邱瑞恒眉头紧皱，看着传输回来的画面，不由得陷入了沉思。诸位，现在天秋之海出现如此异变，我想你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事关我们所有人的命脉，必须要将原因彻查清楚。我希望各大家族的族长能够站出来踊跃解决。你们也不想自己的家族慢慢没落吧？邱瑞恒眉头紧锁，视线扫过众人的脸颊。而此刻的苏峰站在赤金亚龙燃上，系统的播报声音不断响起。第60章换体符箓。叮！成功击杀魔兽草鲫鱼，获得经验值5000。叮！成功击杀魔兽洛优罗，获得经验值5万。叮！成功击杀魔兽天启甲鱼，获得经验值10万。叮！成功击杀魔兽敌魁海马，获得经验值20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恭喜宿主获得稀有材料洛优罗可。叮！恭喜宿主获得稀有材料海葵尾巴。叮！恭喜宿主获得黄金级别装备卡错骨之甲。叮！恭喜宿主获得星耀级别装备敌魁指环。苏峰眉头微皱，等了这么久，怎么就是没有见到鬼魔恶章呢？看来那鬼魔恶章能够称霸天秋之海也是有原因的，只不过那家伙到底是怎么躲过这明海无岸的群体袭击的？苏峰站在赤金亚龙然那坚硬的鳞甲之上，望着身下那惊涛骇浪的海绵，洞察天地。瞬间苏峰的视野变得清明无比，在这一刻不受任何的阻隔，海面之下的所有生物一览无余，琳琅满目。苏峰在几秒钟之后才发现鬼魔恶章的踪影，那家伙居然躲在一个异常诡异的甲壳当中。那淡紫色的甲壳将周围的魔力全部隔绝开来，只有部分微小的水流进入，但对于那鬼魔恶章确实不起半点作用。有点意思，看来那甲壳应该也是稀有之物，要不然不会做到如此程度的。水面当中几乎所有魔兽全部被杀，只有这鬼魔恶章潜藏在海域1000米之下。苏峰微微思索，便选择使用自己单点突破极强的灵雷破心枪。魔兽鬼魔恶章，等级520，生命45235451，攻击1444400，灵能4545450，护甲100万，魔抗3205412，敏捷5205205，体力858585，精神95万。技能墨汁舞荡，鬼魔恶章将体内储存的墨汁喷吐而出，对于目标造成短暂的致盲效果，并且首次将造成260%的魔法伤害，在接下来的30S 之内，每秒造成5%的魔法伤害。灵缩漂移，鬼魔恶章腿上的吸盘可以将自身的魔力喷吐而出，可以极大的提升自身的移动速度，速度提升处于20%至100%的区间之内。在此期间，鬼魔恶章的触手下一次的攻击将附带180%的魔法伤害。以假乱真，鬼魔恶章有着极强的模仿跟伪装能力，可以在观察学习之后，将自己的身体变化成想要的模样，这是鬼魔恶章难以追踪的原因之一。鬼脸骤现，鬼魔恶章化身极其恐怖的鬼面，对附近100米之内的敌人强行施加3S 恐惧效果，并且在此期间内，目标将附带混乱标志，鬼魔恶章的技能跟攻击将得到双倍强化。轰！本来天上就乌云密布，此刻更是电闪雷鸣，炸响不断，庞佛世界末日一般，让人望而生畏。邱瑞恒带着各大家族的族长细细的查探，最后才确定这不是天灾，而是人为。众人脸上皆是错愕不已，久久无法回神。毕竟能够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天秋之海的生态，这放眼整个龙国可以做到的人都是寥若晨星啊。邱瑞恒面色难看至极，这要是在他即位期间让天西市的经济命脉就此毁掉，那他以后可能要遗臭千年了。各位，难道你们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噼啪！邱瑞恒的话语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还沉浸在那深深的震撼当中。但天空之上一声清脆的炸响，让几人直接呆坐在了原地。在这种恐怖的力量面前，他们犹如萤火之光一般，怎敢与那辉煌的皓月争锋？至于邱瑞恒的言语，这不是开玩笑吗？若是此刻那位神秘强者将目光放到他们的身上，那么所有人必死无疑啊！就让人家随便动动吧，那又能怎么地啊？总比他们全都死在这里强吧？邱瑞恒看着一脸颓丧且无奈的众人，知道是凭什么这些家伙了，但他死，这些人也不能好过，冒险也要让这些家伙出血才行。各位，我愿意跟那前辈商谈一番，但是你们必须要给我一件保命道具，如此我才能冒险一试。邱瑞恒说话的时候，又转身看了看身后那辉煌无比的天西市，面露苦涩。他辛苦几年，
还没有好好享受呢。众人面面相觑，皆是有些鄙夷。莫不说你是市长，就算是省长前来，那保命道具也是珍贵无比，这是想拿就能拿出来的吗？既然你们不愿意，我也不会强求。以后各大家族与天西市的合作解除，我会寻找合适的盟友，而不是贪生怕死之辈。邱瑞恒的话语带着不可忤逆的威严。他知道这些家族的命脉，本来合作便是互利互惠的事情，外加可以打开天西市的销路。但如今他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确定，这些家伙居然不愿意出手相帮。众人左顾右盼，都在等别人做出一定的回应。良久，才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走出，将一张符箓般的道具递给了邱瑞恒。邱市长，这是老朽家族当中偶然所得的幻体符箓，将它贴在身体表面，可以抵挡一次致命袭击。但说，邱瑞恒这个时候哪里还顾得上后果？再若是慢半拍，恐怕那天空之上的霹雳雷电便将这天西市化为灰烬了。就算成功抵挡，实力也最少会下降一个等阶。老者言语有些吞吐，但为了家族的利益，不得不这么做。邱瑞恒苦笑，能够保命亦是奢侈，这个时候还管那实力作甚？他知道一个等阶意味着什么，就算是成功存活，以他现在4转的实力，到时候怕是要跌落到3转，甚至是2转、1转。拼了！邱瑞恒拿过符箓贴在自己的心脏位置，感觉自己被一股玄而又玄的能量包裹，还真是神奇呢。如果能不用就好了。邱瑞恒苦笑，然后换出道具，朝着那不断闪烁的乌云之中飞去。第61章，前辈，我能跟您谈谈吗？天秋之海深处，鬼魔恶章躲在淡紫色的甲壳当中瑟瑟发抖，几只带着鬼面的触手不停地在水中晃动着。该死，到底是哪个家伙在扫荡天秋之海？这种实力起码也是7阶强者，若不是我反应足够迅速，说不定现在早就跟那些蠢货漂浮在一起了。还好有这神秘的甲壳，看来我命不该绝。鬼魔恶章抚摸着上边那奇异的纹路，但内心还是躁动不安，也不知道上边到底是哪个家伙，将这天秋之海变成这般模样。往常最强的便是5阶了啊，难不成是这天秋之海当中有什么宝贝被发现了？鬼魔恶章不断的猜测着。他在这里生活都快过100年，接触到最强的便是一只5转的剑齿迅鲨，但那家伙后来直接被他吞噬了。在这天秋之海当中，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霸主。平日里那些4转以下的猎物，他一般都懒得看，实在是对他提升太小。到他这般实力，智商自然也是飞速增长，还是懂得竭泽而渔的道理的。再躲一躲，只要熬过这次袭击，以后我必定勤加苦练，不能再这般颓废下去了。苏峰手中隐约一杆散发着恐怖威势的长枪成型，那幽蓝的电蛇在其上游走不断。那诡异的甲壳有些难缠，再多积蓄一些元素，争取一举将其拿下。苏峰使用洞察天地，居然鉴别不出那甲壳的等级，想来也是神秘材料。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是要一击贯之。苏峰脚下的赤金亚龙蚺此刻完全是呆滞的状态，怎么自己这主人每次都有新花样？这种恐怖的元素魔力，就算是先前抓走他的那老头也不过如此吧。要不是苏峰还在这里积蓄魔力，他早就一溜烟的跑了。好在是清楚这道攻势不是打在他的身躯之上，不然他真的要到心崩殂了。不过那不断游走的电蛇已然将他表面的鳞甲击穿，足以想象其恐怖的伤害。巴拉斯站在远处，龟缩在赤金亚龙蚺的鳞甲缝隙之间，在苏峰凝聚灵雷破心枪的那一瞬间，便直接躲闪了开来。巴拉斯头上冷汗直流，这才几天时间，怎么掌控魔力的程度又加深了这么多？上次他见到的时候虽然恐怖，但远没有现在这般骇然。或许跟着他，我真的可以恢复到1000年以前的实力，甚至更胜以往。巴拉斯目光当中满是期待，就算是1000年以前，也没有人能够做到如此地步。在多个元素领域当中都是佼佼者，最变态的就是这种恐怖的禁咒，竟然都是随手一丢，好像对于本体并没有多么严重的影响。邱瑞恒乘坐着飞行道具，在接近云层的时候便彻底放弃，距离那雷电源头还有1000米之余，但他实在是无法寸进半步了。会死，这是他脑海当中闪烁的第一个念头。周遭那杂乱的元素乱流，躁动的雷电不断闪烁而过，加之那密不透风的乌云阻隔，只怕是有去无回啊。邱瑞恒瞬间就后悔了，这尼玛有保命道具也不一定能挡得住啊。前辈，邱瑞恒试探性的喊了喊，攥紧的手心当中那汗水已然顺势底下，衣襟也紧紧的贴在那宽厚的脊背之上。前辈，是这天西市的市长，我能跟您谈谈吗？邱瑞恒底气不足，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到最后谈谈2字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嘴唇只是碰了碰，没有半分的声音发出。
谈谈？拿什么跟人家谈？他一个4转的职业者，在这里妄图跟8转的强者谈判吗？有些国家莫说是8转，就算是7转，为了跟其维持关系，也会尽可能的满足其要求。何况只是其中一个城市呢？邱瑞恒汗如雨下，发抖的双腿让他在空中摇摇欲坠。要不是回去怕丢了面子，往后抬不起头来，他才不会在这里干耗着。噼啪，轰！这元素的威势怎么越来越强了？鬼魔恶章心急如焚，外边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一无所知啊！现在只能待在这里焦急的等待着。好在是这神秘的甲靠可以抵挡，一旦有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开溜。天秋之海果断时间探查之后再回来。鬼魔恶章已经打定了主意，但抬眼便看到一柄幽蓝色的秀丽长枪从水面鱼贯而入，细小的电蛇在其上欢呼雀跃的游走。此刻时间好像定格了一般。好漂亮的武器！鬼魔恶章的视线被那浓郁的元素长枪所吸引。砰！但只是刹那，那狂飙的灵雷破心枪转瞬即至，幽蓝色与淡紫色猛然交织在一起，似乎是在进行着一场绝力决斗。这什么情况？尼玛！鬼魔恶章被剧烈的晃动感瞬间摇醒，他目眦迸裂，祈求着这保护他多次的甲靠能够再次发挥神威。但那甲壳也只是支撑了2-3秒钟，便被彻底洞穿。噗嗤！鬼魔恶章那柔韧的身躯也被一击穿过，但迅猛无比的长枪并没有停歇半分，依旧朝着海域的深处急速飞驰而去。叮！成功击杀魔兽鬼魔恶章，获得经验值1000万。叮！恭喜宿主获得稀有材料恶章鬼面。叮！恭喜宿主获得稀有材料恶章吸盘。叮！恭喜宿主获得星耀级别装备鬼魔软甲。叮！恭喜宿主获得星耀级别装备恶章软鞭。怪不得转职任务会发布鬼魔恶章，原来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光是星耀级别的装备就直接爆出2件，这下真的是赚大发了。外加上先前那些，这次的损失完全可以全部弥补回来。苏风抚摸着手中的鬼魔软甲，上边那纹路就别具一格。装备鬼魔软甲，等级限制240，品质星耀，属性生命加300000，护甲加15000，魔抗15万，体力加10000，固定减伤10%，敏捷症5%。附带技能鬼面遮眼，召唤无数漆黑鬼面，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一定的致盲，并且会附带少量的魔法伤害。以甲乱真，鬼魔软甲可以在表皮形成一层伪装，来改变自身的体态，以达到以甲乱真的效果。持续时间30分钟。介绍：来自天秋之海变异的鬼魔恶章，附带其一定的能力，虽是软甲，但在防御属性上与许多的板甲、重甲等不遑多让。第62章罗浮之气。苏风看着这夸张的属性，直呼卧槽！这鬼魔恶章不愧是称霸天秋之海的魔兽，不仅掉落了2件星耀级别的装备，这软甲更是甲靠当中的佼佼者呀！苏风丝毫不吝赞美，毕竟大多数的甲靠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了提升防御属性，那么也就意味着要放弃一部分的其余属性，譬如敏捷。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选择的余地。最逆天的便是这个以甲乱真的效果，若是搭配致盲使用，就算是别人截杀我，应该也有一线生机。再者，这以甲乱真可以变身，那以后的行动就会方便许多。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对于如今的我来说也足够了。苏风将鬼魔软甲穿在身上，感觉自己的魔力又强横了不少。看着脖颈那里挂着的恶堕泪晶，苏风咧了咧嘴角。本来还想将你献祭的，现在倒是不用了。苏风手中拿着那星耀级别的长鞭，简单查看一番之后，便将其收了起来。东西不错，可惜我用不到。旋即，他转身看向躲在角落当中的巴拉斯，然后命令道：“巴拉斯，去将鬼魔恶章的尸体跟那甲靠一并带回。”灵魂深处的战力让巴拉斯无法拒绝。从签订契约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1000年之前的恶魔统帅了。是，主人。巴拉斯急速坠落，扑通一声便开始在海域当中找寻。那就借此机会试试这鬼魔软甲的效用吧。苏风先前便知道那邱瑞恒在远处呼叫，只是当时忙于正事，也懒得搭理。现在嘛，倒是有些时间了。主要是邱瑞恒的身上有他看中的东西，那闪闪发光的符箓一看就不是凡物。处于高空的邱瑞恒惊慌无措地看着四周，好像那剧烈波动的魔力减缓了不少，而且那恐怖的雷电威势也尽数消散。先前似乎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水面当中。你想跟我谈谈？一道威严无比的声音在耳边炸响，邱瑞恒当即一怔，赶忙躬身行礼：“前辈，您。”邱瑞恒激动无比，没想到自己的诚心最终还是打动了前辈啊！这里的一切会恢复原状，你胸前的符箓似乎有些意思。
邱瑞恒内心有些慌张，这位神秘前辈的意思他很懂，但没有了这符箓的保护，只怕是他的性命危在旦夕啊！旋即，邱瑞恒便在内心当中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自己怎么能这么想前辈呢？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吗？前辈实力高强，要是动手，怎么可能会站在这里跟他废话？前辈，这符箓是晚辈偶然所得，既然前辈感兴趣，那今日便送与前辈把玩了。邱瑞恒自然懂得审时度势，更何况这幻体符箓本身就是那其余家族贡献出来的，若是没用，自己回去也不好解释，倒不如借花献佛，赢取一波好感，顺便也打压一下那些利益至上的家族。接过幻体符箓之后，苏峰将其收进储物戒指当中。散了吧，我要离开了。是，前辈。邱瑞恒躬身相送。在那已经开始淡薄的乌云之后，看到巨大的鳞甲在不断的扭动，其上金色的纹路错综复杂，不愧是这种顶级强者，就连代步之物都是如此的奢华。邱瑞恒看了看自己脚底的飞行道具，艳羡地看了一眼苏峰刚刚消失的方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只飞行魔兽代步啊！落地之后，众人皆是围了上来，询问邱瑞恒的情况。他当然是提了自己多么英勇，然后献出了一部分钱财，这才让那前辈离开。自然，这部分钱财是要各大家族共同筹集的。众人一听花钱便可以了事，自然欣喜无比。毕竟支撑他们家族的经济支柱便是在此，若是被就此破坏，那么必然要迎来没落。站在赤金亚龙然身上的苏峰大概了解了幻体符箓的作用，主要还是巴拉斯的详细介绍。幻体符箓能够将自身的魔力集中于身体表面，加上其内存在的铭文，会在身体表面形成一个天然的人体屏障，可以保命，但会跌落等阶。苏峰不打算自己使用，但若是出售的话，想来是不少人求取的东西。抚摸着那淡紫色的甲靠，苏峰能够看到其内漂浮着一些特殊的气体，只是上边被击穿一个大洞，现在正在朝着外边流逝呢。主人，看这成色，想必是1000年之前那场大战当中遗留下来的，而且起码也是月10级别的装备，甚至达到传说品阶。不过其中的威势倒还残存了不少，抵挡部分低阶攻击是没有问题的。像这棕褐色的气体便是罗浮之气了，其余的譬如这萨满之息、喀华叶流倒也算是少见。巴拉斯说完之后便念动咒语，用恶魔之力将那破开的窟窿补上。原本还不知道这罗浮之气去哪儿找呢，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获得了，而且其余的气息也价值不菲，又可以大赚一笔。那现在剩下的只有天鹰之羽没有拿到了。苏峰将那甲靠收起，没想到先前的等阶这么高，怪不得可以抵挡冥海无岸的攻势，想来也是其中残存的魔力在自动防护。不过被苏峰那灵雷破心枪刺穿之后，现在的魔力似乎消耗了不少，倒是这残甲应该也有不少人需要。地图上边显示天丘之海以东300公里有一处6阶飞行魔兽的巢穴，那里都是那魔兽的领地，寻常人不敢随意踏入，会被那掠家雄鹰击杀。看来我所需要的天鹰之羽便是在那边了。苏峰指了指东方的位置，然后让赤金亚龙然飞行而去。第63章掠家雄鹰。鹰隼山脉，掠家雄鹰像是往常一般蹲坐于那最为高耸的山巅之上，傲然环视着自己周遭的领地。在这里，他就是绝对的王者。可远处天丘之海的异状，就算是强悍如他，也不由得从心底升腾而起那种无法抑制的恐惧。掠家雄鹰的势力本就极好，再加上那磅礴的元素魔力充斥在天地之间，就算是想不发现都有些难。也不知道那只鬼魔恶章还在不在。掠家雄鹰心里生出一丝侥幸，这种情况，那天丘之海怕不是受到近乎毁灭的影响。先前他本来想要将那鬼魔恶章吞噬，但那家伙实在是狡猾，再加上他进入海域之中会丧失主场的优势，所以便只能放弃。偶尔也会寻找一些机会，不过实在是难如登天。到达他们这种等阶的魔兽，实力跟智力几乎并存，怎么会被别人随意的处决呢？这鹰隼山脉当中对于掠家雄鹰的提升实在是微乎其微，而临近最强的便是那只鬼魔恶章。说不定那只鬼魔恶章受到极大的伤害，到时候我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这天丘之海也未尝不能一探。掠家雄鹰稍加思索，便在瞬间做出决定。虽然同为5阶魔兽，但是他在等级方面可是稳稳压制着那鬼魔恶章，若是将其吞噬，说不定可以冲刺到6阶魔兽。到那时真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掠家雄鹰眼眸当中闪过一丝金光，如果鬼魔恶章受到严重损伤的话，就算是放弃主场优势，他也有信心将其解决。就这么办，等到那里一切稳定之后，先去高空侦查一番，确定没有任何危险，我便直接入海找寻那鬼魔恶章的踪影。掠家雄鹰的利爪
将那山体都抓得破开了几个大洞，粗大的裂缝顺势而下。最近人类的冒险者也少了很多，先前围剿的那些家伙实在是太过废物，而且口感一点都不好。要是像之前那种能够操控天地元素攻击的魔法师多来一些就好了，味道肯定极为鲜美。等等，那是什么？掠家雄鹰在那绵延千米的乌云边缘，居然看到了一颗庞大巍峨的兽首，怎么有些像龙？掠家雄鹰呼吸急促，要知道真龙可是异常罕见的，若是能够得到龙血浇灌，到时候自己的身躯一定可以变得更加的坚挺。不对，不是龙，那双脚实在是太小了，就像是刚刚长起来的那般，还有那丑陋的头颅，这不就是蛇吗？掠家雄鹰平日里最喜欢这种长条状的食物，所以在瞬间便做出了判断。掠家雄鹰的利爪狠狠一抓，底下的山体便直接崩碎。血脉居然可以强横到这种程度！掠家雄鹰眼中闪烁着嫉妒与艳羡的光芒。同等阶之中，稀有血脉甚至可以弥补部分等级之间的差异，而在这个蓝星之中，真龙血脉无疑是其中最为稀有的之一，主要是可以进化，而且在身体局部显现出不同的真龙特征，而能够成长到什么样子，后天的努力也少不了关系。眼前这只巨蟒起码也是亚龙血脉，要不然身体的变化不会如此庞大。掠家雄鹰一直都痛恨自己的血脉，如果他也是如此，现在的成就定不会止步这里。可恶，那家伙运气真好！等等，那上边居然站着一个人类，难道说这巨蟒是别人的受宠？掠家雄鹰微微昂首，也许这样才能将他刚刚作祟的嫉妒心稍微压制下来一些。此刻苏峰正站在天空之中查探，按照地图的指示，他们现在已经快要到达鹰隼山脉了。主要还是赤金亚龙蚺的飞行速度过快，所以几乎没用多长时间。洞察天地，苏峰远远的便看到了那只蹲立于山巅的魁梧雄鹰，身上的羽毛锃锃发亮，而且在其头顶有7根金色的利刃漂浮其上，看起来霸气十足。没想到这只掠家雄鹰竟然长出了7根天鹰之羽，那就算是借走一根，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苏峰暗自思量，这天鹰之羽乃是鸟类魔兽独有，主要是根据其自身魔力，再加上血脉独特一些，便能够在身上显现。一般这天鹰之羽有那么3、4根，便已是佼佼者。没想到这只掠家雄鹰竟然来到了7根，不愧是可以将方圆百里全部化作自己领土的王者。看着越来越近的巨蟒，掠家雄鹰微微一怔，这怎么还距离他越来越近了？难道是这巨蟒要从这里的山脉而过？虽然说领地神圣不可侵犯，但现在那巨蟒散发出的威严让掠家雄鹰有些犹豫。权且忍让一下吧。掠家雄鹰将自己的身躯稍稍靠后，尽可能的用那山体遮挡，希望不要引起上边那人的注意力。主要是赤金亚龙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掠家雄鹰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想动用自己的底牌。能给我一条你的羽毛吗？远处传来淡淡的声音，掠家雄鹰不断侦察的双眼自然看到了苏峰。只是天空之上的王者不可辱啊，要不是底下那巨蟒的魔力深不可测，他是绝对不会在这里坐以待毙的。掠家雄鹰沉思一会儿，还是将自己胸前一根白色的羽毛摘下。不是那根，是你头上那根。掠家雄鹰，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天鹰之羽对于他们鸟类魔兽来说极为珍贵，乃是同类之中身份的象征，而且其中还蕴含着身体之内的部分魔力，若是流失，对于自身也算是一种损失。就算是强者又当如何？先前已经一味忍让，若是再让其放肆下去，谁知道下一次会不会要他的命？这天鹰之羽不能给，还要留着魔力，到时候解决那鬼魔恶章呢。大不了使用一次风驰电掣，绝不能将这羽毛给他。在这里，我才是绝对的王者，能够容忍从我的领地上通过，已经是极大的宽限。更何况，还是我平日里的2种最为常见的食物。掠家雄鹰心中暗道，眼中金光闪烁，一股杀气蔓延开来。第64章，你看我敢动吗？咻！几道利刃带着金色的光芒瞬间激射而出，砰！金属撞击的声音响起，掠家雄鹰直接愣在原地。就算是实力有所差距，可这差距也实在是太大了吧？自己最为得意的锐利攻击，居然连基础的防御都破不开吗？掠家雄鹰心中暗自懊悔，自己还是太过莽撞了啊。但对于这种高阶魔兽来说，短时间的袭击也许是最为有用的。对方一旦察觉他的杀意，也不会给他任何的准备时间。可现在既然已经撕破脸面，那就没有必要再逗留下去了。换一个位置，他依然还是王者。而且这鹰隼山脉100年也没有出现这种强者，大不了过段时间再回来呗。闪！掠家雄鹰展开双翅，瞬间转身，化为一道流影，朝着远处疾驰而去。周身闪烁的电光将周围的空气都直接引爆了开来。想走？
苏峰冷哼一声，下令赤金亚龙蚺直接追击。趁着这个机会，他也见识见识赤金亚龙蚺的速度，这样他也有个清晰的认知。而且现在时间还早，倒是可以闲逛一番。你们看那个恐怖的威势，不是掠家雄鹰才有的吗？众人闻声望去，只看到一道残影闪烁而过，瞬间便不见了踪影。还真的是啊！众人无奈，那掠家雄鹰早就闻名方圆千里之外，主要是其凶悍残忍的风格，喜食人类强者，对于弱者则是随意凌辱践踏，一切全凭心情。可往日异常强大的掠家雄鹰，今天怎么看起来有些狼狈呢？正在众人踌躇之际，天上一道庞大的阴影垂散而下，遮天蔽日，威风凛凛。不对啊，这天气怎么变化的如此之快？先前不是说没有任何异象出现吗？怎么这直接变得漆黑无比啊？等等，仔细看，这可不是天气异象啊，而是咱们上空有一只异常庞大的魔兽啊！这到底什么等级的魔兽才能长到如此庞大啊？这恐怖的威势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在这样的魔兽面前简直如蝼蚁一般啊！诸多冒险者在鹰隼山脉的周围感叹不断，毕竟这种庞大的差距可不是短时间之内抹平的，怪不得那些魔兽对于他们这种等阶的人类丝毫提不起兴趣，完全是入不了对方的法眼啊！众人心头失落无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1/10的威势。圆空法师，那前方逃窜的好像就是掠家雄鹰啊！那穿着华贵衣衫的光头和尚眼睛微眯，看向远处那道一闪而过的流影，尽管心中有些骇然，但倒是无伤大雅。不愧是能够长出7根天鹰之羽的魔兽，果然是实力非凡。圆空和尚目露金光，若是能够将这掠家雄鹰斩杀，那到时候便又可以大赚一笔。就算是这掠家雄鹰速度极快，他也有办法将其制服。这次的击杀奖励可是能够拿到价值3亿的龙币，而且所得到的材料以及装备全部归他所有。这种买卖自然是稳赚不赔。这杂毛鸟定是知道了圆空法师前来，所以落荒而逃了。后边跟着的众人皆是欣喜无比，往常可是没少受那掠家雄鹰的残害。圆空有些臃肿的身躯微微挺起，享受众人那崇拜的眼神。他可是五阶公会妙法玄鹰的副会长之一，平日里便是受到万人敬仰。而且这妙法玄鹰也不是人人都可进入，必须遵从佛法才行。剃发修行、袈裟布袋一样都不能少。但对于往常的那些戒律，只有公会之内的成员才需遵守，管理者无需理会。而妙法玄鹰公会有些类似于杀手组织，给钱便能如愿，几乎是有求必应。只不过一般接的都是代练、刷宝、升级一类，少有暗杀。毕竟这种事情一旦暴露，恐怕会给妙法玄鹰带来灭顶之灾。你们看，那后边居然跟着一只更加庞大的魔兽。圆空不屑地瞅了一眼，心中暗道：这些人真是没见过世面，只有像他这般六转强者才能做到古今无波呀。可看了一眼之后，圆空那臃肿的身形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尼玛！圆空差点当中爆出粗口，这是更加庞大吗？简直是大到离谱好吗？不是说这里只有一只5阶魔兽掠家雄鹰吗？现在这特么是什么意思啊？若不是碍于那赤金亚龙蚺的威压，圆空真想好好招呼招呼这些愣头青。误传情报知不知道会死人的？他六转也就只能在这些废物面前装杯，在这种高阶魔兽面前，他算个鸟啊！而且很多高阶魔兽都喜欢吞噬人类，吸取其体内的魔力。现在圆空站在这里，简直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啊！这些人并不能帮他吸引半点仇恨，若是被上边的那位发现，他一会儿可能就是那赤金亚龙蚺的食物啊！众人感慨之余，也不由得对圆空升腾起丝丝敬佩之情。圆空法师不愧是六转强者，在此种庞然大物面前，居然也是面不改色，我等实在是佩服之至啊！是啊，怪不得圆空法师能够妙音玄门当中做到副会长，光是这等定力就不是我们能比的。圆空大师是不是在等待一箭双雕啊？到时候若是能够让我等见识见识圆空大师的雄姿，也就满足了。圆空内心怒骂，几乎将这里所有人的祖宗18代全都问候了一遍。这些家伙是巴不得他死是吧？还一箭双雕，能够保命就不错了。我想站在这里吗？没有上边那位的允许，你说我敢动吗？万一被察觉，到时候可是会死得很惨的呀。罢了罢了，圆空无奈。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眼中就只有庞大跟更加庞大的魔兽，对于魔力的流动没有那么精确的掌控，起码也要到达5转之后才能明白上边那恐怖的威压啊，简直是让人喘不过气。怪不得掠家雄鹰跑得如此之快，圆空现在恨不得给自己插上10对翅膀，逃离这种危险的地方，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贪小便宜了，不然可能真的会死人的。苏峰站在赤金亚龙蚺的几倍之上，初步的速度倒是已经估计了出来。在掠家雄鹰燃烧自己身体的时候，
赤金亚龙燃的普通速度是追捕不上的，不过也相差无几。但一个只是普通追逐，一个则是技能全开，真是那天鹰之羽都直接烧掉了一根。高下立判，还是让我帮帮你吧，不然一会儿这天鹰之羽都要耗光了。苏风手中炽热的元素显现，一股恐怖的魔力瞬间在周遭出现。第65章，一群没用的东西。岳家雄鹰身上魔力流转，但此刻根本不敢迟疑半分。刚刚既然出手，那么就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时一旦停下，迎接他的便只有死亡。哼，不过是血脉好一点的渣子罢了。若是我也有亚龙的血脉，回头击杀这一人一蟒未尝不可。等我提升到7转，到时候必定会写今日之耻。你们给我等好了！岳家雄鹰内心暗自咂舌。这100年时间，多少人想要将他降服击杀，可终究是不能如愿。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速度优势吗？再加上他是天空之中的霸主，想要击杀他，谈何容易？食物终究是食物，就算是拿到好的血脉，也不过如此。在速度方面，终究是略逊我一筹。没想到我居然比7阶魔兽的速度还要快，那以后可以前去探索很多地方了。岳家雄鹰似乎看到了极为广袤的天地，匍匐在他的身下。凭借他这惊人的速度，想要被击杀何其之难？怎么会有这么惊人的元素波动？岳家雄鹰心惊不已。旋即，燃烧身体之内的魔力更加的迅速，那一根天鹰之羽已然快要消耗完毕。就算是强大的技能，也要打得到我才行。轰！一道灼热恐怖的焰柱在空中骤然出现，直接长达1000米之余，追着那掠家雄鹰的背影而去。只是转瞬之间便已经到达，掠家雄鹰还没有半分抵抗，便彻底的消散。叮！成功击杀魔兽掠家雄鹰，获得经验值1500000。叮！恭喜宿主获得高阶稀有材料天鹰之羽 X6。叮！恭喜宿主获得星耀级别的装备掠家飞血。卧槽！这恐怖惊人的元素居然不是那庞大的魔兽发出的，我刚刚恍惚看到上边有人存在啊！怪不得那魔兽没有注意到咱们，原来是有人操控，也不知道是哪位大佬这么大的份儿，为了剿灭那只害人的掠家雄鹰，居然出动了如此强者。是啊，此等实力简直是恐怖如斯。众人看到之后无不心惊。试问，在场的冒险者有哪位不是追求强大的实力而去的？要不然也不会在这里冒险。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实力啊！袁空站在原地，目瞪口呆。原本以为自己在这方圆千里之内也算是个人物了，虽然是妙音玄门的副会长，但是实力已经跟会长相差无几。可这次他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种实力可以说是随便虐杀他。别说上方那人出手，就是底下的巨蟒也不是他能抗衡的啊！袁空直接人骂了，难道是自己之前太过装杯，坑蒙拐骗，这才今日遭此一劫？不行，要是这次得救的话，回去以后可得多做些善事弥补一番。袁空站在原地不知所措，他现在是根本不敢移动半分，尽可能的将自己的魔力全部收敛体内，这样也许可以装的像是一个普通人吧。袁空法师，你要不要上去跟那位大佬攀谈一下？也许你们之间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呢。是啊，袁空法师在这一代也是1等1的强者，这个时候上去说不定能拉近彼此的关系，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摸摸那庞大的魔兽啊。袁空法师，你不会拒绝我们的心愿吧？袁空，这些人真的是，自己在人家面前就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随便一脚便能将他践踏致死。若是上去惊扰了那位强者，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我怎么就招惹了这么一群没用的东西？能不能这个时候闭嘴啊？袁空内心吐槽不断，这要是让上边那位听到的话，那可就糟糕了，说不定到时候会直接将他碾成齑粉。以他多年的学识，那是一只快要化成蛟龙的巨人，这种带有亚龙血脉还可以进化的魔兽可是非常稀有的，再加上其磅礴的魔力，如此魁梧的身躯，起码也是7阶魔兽啊。那上边站着的那位就更加不用多想了，肯定是非富即贵，称霸一方啊！而且那精纯炽热的火元素就足以说明一切了。袁空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察觉到自己身体的波动，慌忙停下。他有信心击杀那掠家雄鹰，也是因为有众人的帮助，再加上布置好的魔法阵，只要限制其速度，那么便可一战。道具装备也要损耗不少，但怎么也没想到那掠家雄鹰居然是被人直接秒杀了呀！太好了，那掠家雄鹰终于被解决了，先前的各种恶劣行径简直是令人发指。没想到最后是这等巨佬出头，果然是苍天有眼啊！以后来这鹰隼山脉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我一定要好好探查一番。那家伙肯定搜刮了不少的宝贝。处于鹰隼山脉的冒险者皆是兴奋无比，以后这里便是无主之物了。而且那巢穴当中肯定也有不少东西，现在便可以先去查看了。意识到这一点后，
许多冒险者都不再去观察那天空当中的赤金亚龙蚺，而是快速地朝着掠家雄鹰的巢穴当中跑去。装备：掠家飞靴，等级限制240，品质：星耀，属性：敏捷加12000，攻击加5000，灵能加65000，体力加30000，移速正20%，减速抗性正30%。附带技能：风驰电掣，提升30%的最大移动速度，持续时间30s，在此期间可以无视浅薄地形的阻隔，可以直接从中穿越而过。掠家羽刃，可以对目标前方释放3枚附带100%攻击的锐利羽刃，在击中目标的同时会附带20%的穿甲效果，并且有概率打出僵直状态，下次攻击将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这件靴子不错，没想到居然能够提升30%的移动速度，那以后单人的速度便如疾风骤雨那般转瞬即至了。风驰电掣应该便是那掠家雄鹰使用的那技能了，只可惜身体的大部分都被火焰烧毁了，要不然应该可以售卖不少的价钱呢。回去将巢穴之内的东西打包，剩下的时间便可以去转职了。赤金亚龙蚺调转方向，一瞬间便重新回到了刚刚掠家雄鹰巢穴的位置。第66章无尽魔拳。这大佬也要这些东西吗？本来跑到一半的众人，这一下全都停了下来。他们看着那庞大的赤金亚龙蚺盘旋在那山脉之上，只是尾巴轻轻一甩，便将上边的所有东西全都揽在了自己的身躯之上。看着远去的背影，众人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没办法呀，根本打不过。再者，那掠家雄鹰本来就是人家除去的，战利品自然也是归属于人家。他们就是想来喝口汤，这下可好，算是白高兴一场了。天明商会，青亚看着去而复返的苏风，不由得一阵诧异。这前前后后走了不到2个小时吧，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旋即便想到先前天秋之海出现的异状，许是回来避难。这种时候确实是待在天溪市比较安全，毕竟这里再怎么说也有官方设下的魔法阵啊。就算是7阶魔兽前来，全力攻击也要打上半个小时呢。这就是天溪市现今的强大实力啊！刚刚天秋之海的异状，他在市中心可是都清楚的看到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死伤人员。青亚目光微凝，在苏风的身上打量着，似乎是在找该有的痕迹。怎么如此干净整洁，似乎一尘不染？那双鞋子好像跟先前有些不一样了。青亚内心暗自猜测，将这枚储物戒指当中的所有东西全部出售，然后将龙币打在我的账户之中。苏风说完便直接离开，现在他要抓紧时间去转职了，在这里浪费时间有些不妥呀。青亚炫即缓和过来，打量着储物戒内部的物品，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天鹰之羽、罗浮之气、淬魔宝珠、沁蓝叶刃、萨满之息、喀华叶流，这些可都是极其稀有的材料啊，其中一部分更是有价无市。这位先生怎么会有这么多？青亚直接愣在原地，不知所措。2个小时之间，那位先生还在询问他有关天鹰之羽等材料的消息呢。怎么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拿到这么多的稀有材料？要知道，天溪市虽然是朔江省前3的市区，但在市场流通方面却是有些捉襟见肘。这种天鹰之羽价格起码炒到1000万龙币以上了，尤其是像刚刚那位苏先生急需的话，可能价格更是翻倍。等等，这天鹰之羽距离最近也是那掠家雄鹰啊，其余的鸟类魔兽根本没有。难不成是这位先生运气好，所以才买到的？青亚晃了晃发懵的脑袋，这天鹰之羽之上残存的魔力还有些凌乱，甚至其中还有一些血迹。不会那位先生真的是去猎杀了掠家雄鹰吧？青亚苦笑一声，然后否定了自己的猜想。开什么玩笑呢？天溪市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强者？再者，这里距离那鹰隼山脉跨国广袤的天秋之海还要再走上300公里才能到达，光是其中的路程就已经异常的遥远。更何况那掠家雄鹰乃是5阶魔兽，实力极强无比，自身速度更是迅猛异常。先前有人便推测，那掠家雄鹰已经无限接近6阶魔兽的实力，就算是6传强者亲自前去，起码也要鏖战许长时间，这不太可能啊！嗡！青亚手心的魔法阵纹陡然一动，旋即便是天明商会的一位副会长出现在其中。掠家雄鹰已死，组织人员快速勘察鹰隼山脉，并拟定一份地图发回总部。天秋之海出现异常，疑似鬼魔恶章死亡，组织人员探查海域内部，若是发现秘境或是副本，及时联系总部。青亚直接怔在原地，一时之间天溪市的2大威胁居然被直接拔除，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青亚瞬间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赶忙打开储物戒指，看到了堆成小山一般的青离罗号，这可是鬼魔恶章最为喜欢的玩具。整个天溪市的人员全都知道，天鹰之羽、青离罗号
加上那些众多的稀有材料。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青亚的心中诞生：这位先生不会是仅用2个小时的时间便将鬼魔恶章跟掠家雄鹰给解决了吧？若是先前青亚定然是不会相信的，但现在不管是总部还是先前天秋之海的异状，再加上手上储物戒指当中的物品材料，所有的矛头全都是指向苏峰啊！不行，绝不能怠慢了这位前辈，所有的物品按照市场最高价售出，不然的话可能会给天明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的。青亚急忙开始计算，并且调查了一下苏峰加入黑金会员的时间，3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啊！青亚内心的钦佩更加浓厚，将其余的事情全都推到一边，优先解决苏峰的这些材料。转职大厅，怎么这人员减少了这么多？苏峰先前到来的时候，这大厅当中几乎是座无虚席啊，就连空地之中都站着不少的人，怎么这时候几乎是人去楼空了呢？就剩下几名工作人员，看起来异常的冷清，跟天海市有的一拼。先生，先前天秋之海发生异变，许多冒险者都去那里查探了，也许是出现了什么秘境或是副本。先生，您不去完成自己的转职任务吗？客服妹只记得这张帅气俊逸的脸颊，毕竟很多冒险者都是在刀尖上游走，几乎不注重外表的装扮，很少有这种帅哥前来，所以自然就记在了心里，起码可以养眼。我来转职。妹纸直接倒吸一口凉气，难不成这位帅哥的任务难度异常的低级吗？先生，如果您要完成转职的话，请您在这里缴纳1000万龙币，然后进入那传送法阵当中即可。苏峰刷卡照做，一气呵成，很快便出现在先前的法阵当中。苏峰将鬼魔恶章的躯体以及鬼魔长鞭、天鹰之羽、罗浮之气全都按照魔法阵的指示投入其中。嗡！魔法阵急速运转，苏峰能够感受到其磅礴的魔力在迅速的在身体当中游走，一股玄而又玄的感觉升腾而出。叮！恭喜宿主完成4转。叮！恭喜宿主觉醒天赋无尽魔拳。第67章恐怖实力。无尽魔拳沟通天地本源，自身的魔力值变为无限，不管释放多少技能都不再虚弱，从此再也无需担心战斗攻击不足。苏峰看后直接瞪大了双眼，我尼玛，这是什么概念啊？有了这个以后，岂不是技能随便丢？苏峰揉了揉眼睛，反复确认之后，这下肯定了自己新觉醒的天赋确实是无限蓝量。本来他现在经过强化之后的技能，虽然威力是成倍增长的，但是蓝耗也顶不住啊。消耗完本来的蓝量之后，再抽取的可就是他的精神跟体力了。要不然先前丢完技能也不会那么疲惫了，就算是升级的光环也弥补不回来，那种感觉可真是太难受了。现在好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蓝量耗空了，这岂不是可以化身为法术机关枪？原本苏峰现在的实力也就是丢3、4个禁咒，然后便会感觉有些疲惫，这下以后可以随意丢了呀。要是所有禁咒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去，就算是8转强者也要发怵啊。这次觉醒的天赋真是就大命了，没想到4转竟然觉醒了如此罕见的天赋，应该跟系统有些关系，不然的话以我一个普通魔法师的职业根本不可能做到如此啊。苏峰暗自思量着，以前他不敢太过高调，就是怕被那些8转、9转的强者抓走，毕竟按照正常发育时间，那些人最少也是100年起步，甚至已达1000年。论对各种魔法、道具、装备、咒文这些的认识，苏峰完全是被按在地上碾压啊。他可是刚刚转职几天的新手，那些人的手段他完全不知道。先前便听说很多种族都有特殊的天赋，有些强大到令人瞠目结舌，而他除了几个威力强大的技能还有什么呀？要是跟人对战，别人一旦反应过来，趁他技能冷却时间攻击，那不是彻底凉凉了吗？现在嘛，起码有一定的自保之力了。这次的天息市之行倒也还算不错。苏峰将自己所有的装备穿戴，直接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这也太夸张了吧！姓名苏峰，等级281，生命1800000，魔力 Max 加，攻击45000，灵能1080000，护甲88万，魔抗66万，敏捷93万，体力56万，精神99万，幸运9，天赋万倍增幅，魔力涌动，无尽魔拳，技能炽热脉冲，霜寒破冰，大荒星陨，风暴之怒，灵雷破心枪，自然之雨，灵魂枷锁，森罗忧郁，圣光审判，天使利剑，黄泉深渊，冥海无岸，神影纵光，必影逆行，洞察天地。装备鬼魔软甲，掠家飞靴，恶堕泪晶，双花落雨，
提若铠腕，博无法袍，运雀腿甲，卡莎弥吊坠，旗下魔盔，洛法斯戒指。苏峰嘴角抽了抽，刚刚就听到系统提示的那熟悉的声音，没想到自己居然储存了这么多的经验值，一举冲到了281级。要知道360就是5转了呀，这下已然完成1/3，那距离5转还远吗？好夸张的数据！苏峰虽然没看过其余冒险者的属性面板，但是知道自己的数据一定不会低，因为他有3件星耀级别的装备，这就是关键。其实苏峰猜想的还是保守了，他其中的一些数据已然超越5转冒险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拿到这种等阶非常高的装备的。普通冒险者能够拿到史诗级别的装备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毕竟一件史诗级别的装备就会让很多人倾家荡产，而大部分的冒险者居无定所，还要维持平日的消耗，一旦受伤可能就会导致自身完全崩盘。数据强化之后，我的技能威力这下更加强大了，也是时候再去淘些技能了，毕竟现在使用技能已经不再需要担心蓝耗了。当苏峰看到那幸运一栏的时候，有些不明所以，先前不是一直为0吗？这个幸运9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越努力越幸运？苏峰思来想去也没有其他结果，一定是这样。来到大厅之后，那几名客服妹纸看着更加帅气洒脱的苏峰，不由得有些心驰神往。这么年轻的4转强者，而且看这架势就是转职成功了呀，这以后前途必定不可限量。也不知道是哪位家族的少爷，简直是人中龙凤，国之栋梁啊！天明商会，叔父，凭借这根天鹰之羽，我必然可以拿下青亚，到时候我们家族跟天明商会联合，必然是蒸蒸日上啊！一头飘逸长发的瘦高男子，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不时地甩动着自己的长发，似乎很是自信。一旁的头发黑白相间的中年男子嘴角咧了咧，脸上的褶皱堆积而成的沟壑变得更加的凹深。罗儿，咱们朱家的未来可就全压在你身上了。这次天秋之海出现异动，咱们家族损失了不少财物。你26岁已然进入3转，往后的前途不可限量。迎娶青亚之后，咱们家族往后跟天明商会的合作将更加的亲密。朱家在你手中一定会发扬光大的。朱罗甩了甩自己飘逸的长发，将那根散发着暗淡金光的天鹰之羽拿在手中，带着朱文大步迈入天明商会当中。青亚，青亚，快点出来！朱罗大声喊叫着，庞佛这里是自己家中那般，将一些其余的冒险者的目光也吸引了过来。那人是谁啊？有人不满地发问。他你都不知道？天西市4大家族朱家唯一的继承人，从小娇生惯养，蛮横跋扈，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小心点说话，小心引火上身啊！这位先生，这里严禁大声喧哗。工作人员还是硬着头皮上前阻止，毕竟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你算什么东西？朱罗抬起的手掌停在半空当中，顺着那手臂的方向看去，才发现是自己的二叔。叔父，你怎么还拦着我？朱文摇了摇头，说道：罗儿，今时不同往日，你今天是为求婚而来，可不要伤了和气。听叔父的。那工作人员心中长舒一口气，虽然他们属于天明商会的一员，但不过是最底层的员工罢了。而朱家每年都与天明商会有着千万交易，孰轻孰重早已分晓。第68章增幅宝石。青亚秀眉微蹙，往常这朱罗也经常来骚扰，更是知道他业绩一般，很有可能保不住如今在天明商会的位置，所以才会如此的猖獗。天明商会会根据所在地域不同，制定交易额度标准以及一些稀有材料的收集，而他近2年确实是业绩有些欠佳，已经引起上边的不满。不过现在无需担心这些问题了，还要感谢那位前辈啊。朱罗，今天又想做什么？朱罗看到青亚前来，立马甩了甩自己那飘逸的长发，将手中的天鹰之羽插在胸前的位置。青亚，我知道你还在发愁那稀有材料的收集，只要你答应跟我的婚事，这根天鹰之羽便是你的。朱罗拍了拍自己的胸口，那天鹰之羽轻微的晃动了一下，似乎也在争取引起面前家人的注意。呵，青亚内心冷笑不已，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一根4阶魔兽的残破天鹰之羽也敢拿出来卖弄，这价值无非也就100万而已。而刚刚那前辈的天鹰之羽，仔细核算下来，每一根都可是能够卖到恐怖的2800万龙币，就这他们天明商会还有的赚。质地上乘，色泽光滑，由于摘取及时，里边魔力的流逝几乎可以不计，简直是达到了完美的品阶。这种材料到哪里都是抢手货呀。不好意思，天明商会只接待做生意的顾客。朱罗莞尔一笑，旋即说道：青亚，你不要跟我玩这些欲擒故纵的伎俩。你也知道，
最近卡菲商会的订单暴增，而你所运营的天明商会已经开始衰颓。若是你选择拒绝我，那么将永久失去我们朱家这个客户。哼！朱罗内心冷哼，他什么女人没有见过？多少女人主动投怀送抱，他还看不上呢。要不是看在天明商会跟那诱人的身材的份上，他才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朱罗，也许先前是我没有表示清楚，今天我郑重跟你声明，我青亚不会跟你朱家有任何的纠葛。至于你们朱家与谁进行交易，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不会有半分强迫。青亚皓齿紧咬，气势丝毫不落。朱文站在旁边惊愕无比，先前青亚的态度没有这么强烈啊，但眼下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不好意思，青亚小姐，罗儿可能有些失态，我们这就走，这就走。朱文强行拉着朱罗离去，青亚没有再管，而是让人前去一并核算戒指里边的东西价值。叮！苏峰听到声响，便将自己的黑金会员卡片取出。哦，居然到账5亿龙币，那这一趟还真是值得啊。苏峰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就算是那些东西稀有，应该也就4亿左右的样子。看来给自己的价格还是不错的。今天先在这里休息一番，明天再去赶路便是。苏峰直接来到天明商会的酒吧当中，身为黑金会员卡，这里自然是尽心接待。苏先生，青亚小姐想要见您，进来吧。随后便有一个身材匀称、凹凸有致的旗袍美人缓缓落座。前辈，感谢您对我的帮助，这里是一点谢礼，还望您笑纳。青亚递上一颗散发着蔚蓝色光芒的宝石，上边还有点点星光闪烁，看起来好不漂亮。苏峰一眼便认出，那宝石属于增幅宝石，而且价值不菲。增幅宝石可以直接嵌入武器或者装备之上，强行增加词条，跟强化石有所不同。增幅宝石成功率可以达到100%，但每一件装备嵌入宝石的数量有限，普通装备也就只能嵌入1颗而已。若是超过数量，那么便会失效。苏峰笑而不语，自己什么时候帮助这旗袍妹纸了？他怎么不知道？不过这增幅宝石看起来品阶不低，就算是自己暂时用不到，以后还可以售出呢。既然是妹纸相送，那就没有拒绝的道理。苏峰收起之后，青亚红唇微抿，他向来恩怨分明，这下也算是还了苏峰的恩情。前辈，青亚还有要事，就不在这里叨扰了。青亚离开之后，苏峰小酌了几杯，也便休息去了。一夜无话，转眼黎明，也应该去龙渊学府报道了。我的状元奖励还没领取呢。站在腾空急速飞行的赤金亚龙髯之上，苏峰惬意盘坐。现在四传已然有了极高的自保能力，接下来可以深入一些危险的秘境或者副本当中，争取早日无转。不过龙渊学府所在的云喜市距离异常遥远，就算是赤金亚龙髯全力飞行，也要几个小时才行。据说龙渊学府可以直入深渊当中，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是可以进入深渊，说不定我的等级会提升的特别快速。苏峰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些恶魔提供的经验值，简直领先魔兽太多了。要是现在再次见到那只名为罗萨的恶魔，苏峰有绝对的信心可以将其拿捏。你说什么？跟丢了？韩雪渊面前的魔法皱纹当中传来一丝诧异，尽管他有些羞于启齿，但这次真的是跟丢了。一天一夜没有察觉到半分踪影，反倒是天秋之海的异常让他心惊胆战。果然有些能耐，能够独自面对赤金亚龙髯全身而退，那就足以说明有些实力。雪渊，你这次也并非没有收获，起码让我们了解到了他的能力，速度极快，擅长隐匿，甚至提前查探到了你的踪迹，说不定是觉醒了这方面的天赋。他既然被龙渊学府纳入，你现在直接使用传送阵前去，说不定在那里可以见到。韩雪渊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这次老师居然没有责罚他，而且语气似乎听起来还很是温和，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他可是7传强者，在龙国也不多见，所以一直以来都有着极高的要求，而现在居然被一个刚转职的新手耍得团团转，这口气叫他怎么能咽得下？我一定会找到你，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的实力如何。韩雪渊秀眉微蹙，旋即进入天溪市的传送法阵当中。我们龙渊学府见。第69章龙渊学府。龙渊学府，一群学生站在一条显示着淡紫色光芒的魔法皱纹前边，不时地关注着那上边光点的变化，有些担忧，有些期待，有些欣喜。你们说这次邢无双老师这次能通关征战之路吗？一人提问完毕，其余部分学生立马给出应答。难说，我倒是觉得邢无双老师这次能够通关完毕，上一次老师的记录便是达到了9800米，这次准备充足，一定可以的。怕不是那么容易。邢无双老师虽然早已到达7传，但那赤金亚龙髯也是7传，而且还有亚龙血脉，真的很难啊。大部分人其实都不太看好邢无双，毕竟
在龙渊学府当中，自然知道那征战之路的恐怖之处。自从赤金亚龙然进入七阶之后，到现在为止，学院内通关征战之路的也只有3人而已啊，哪一个不是七传的天才？而且并没有对赤金亚龙然造成多大的威胁，有一个甚至是用技巧加上各种连环的控制，将赤金亚龙然折腾的烦心之后，让他通过了。可想而知其中的难度。硬拼根本不可能啊！告兵队长，他们都在看邢无双老师闯关征战之路呢，咱们要不也看看？3人同行，其中一位语气带着些许恭，看着略微领先他们身为的那位神气十足的青年。骆航云，在那里我们终究只是看客而已，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七传，在万众瞩目当中通关征战之路，而不是现在去当别人的看客。再者，新生已经陆陆续续的前来报道，我们队伍需要纳新，这个时候一定要抢占天才，不然的话……告兵步伐平稳，短寸头发高高竖起，这话若是旁人说出，那必然是一个笑话。但这是告兵，大3学生，2年半时间已然到达4传，其职业更是位列传说级别，更有家族鼎力相助，在龙渊学府当中也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而告兵自然是要为家族吸纳天才，这样方便为他以后铺路。不过告兵的眼光奇高，对于他而言那是宁缺毋滥，每年只吸收那么2-3个人进入队伍。告兵队长教训的是，49个省份的状元资料我已经全部拿到，今年倒是有不少的人才，譬如若田省的沥青，绛浙省的林若离，川凯省的孔叶，还有那个朔江省的苏峰也不错，以魔法师身份成为朔江省的状元。够了！告兵直接打断了骆行云滔滔不绝的讲说，普通职业终究是普通职业，不过是侥幸罢了。再者，那朔江省在龙国当中也是垫底存在，你觉得所谓的状元能称之为天才吗？告兵负手而立，旋即转身看向有些错愕的骆行云，记住，我们队伍只收天才，不会收取垃圾，以后这样的人直接筛选而过，就不用跟我汇报了。骆行云跟马天书疯狂点头，没办法，天才之间亦有差异，他们的战力以及天赋尚可，但有些秘境跟副本必须合作，而告兵所带领的队伍乃是龙渊学府当中的前100强队，当然这排名不统计在龙渊学府之外执行特殊任务的队伍。不愧是龙国排名第1的学府，果然名不虚传。苏峰站在赤金亚龙然身上，使用洞察天地，龙渊学府的一切都进入眼眸当中。据说龙渊学府占地18万平方公里，现在看来远不止于此，这可比很多市区的面积都庞大了。苏峰内心暗自咂舌，龙渊学府的边境一眼望不到头啊，而且其中还设有许多法阵，光华流转，看起来骇人至极。那统计的数据都是几年前的了，龙渊学府每年都在增加，现在说不定已经达到20万平方公里了。琼楼玉宇，仿若神阙将士，看起来辉煌无比。龙渊学府独立于龙国之中，不受龙国的直接管辖，果然是名不虚传啊。苏峰也是被眼前这雕梁画栋般的景象所震撼，找个无人的地方降落之后再说。苏峰直接使用避影逆行，这样可以减少一点轰动。这里毕竟是龙渊学府，若是骑乘着赤金亚龙然出现在正上空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敌人攻击啊。都在这里等了几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来？韩雪渊百无聊赖地站在一处，隐匿身形之后，那些人也看不到他。可恶，真想知道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甩开我的，明明就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突然就消失了。韩雪渊百思不得其解，从来都是他甩掉别人，没想到这次竟然栽在了一个新生手里。他当初可是龙渊学府当中的佼佼者呢。终于来了，韩雪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朝着这边缓缓走来，只是怎么感觉苏峰身上的魔力更加浓厚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位置，韩雪渊没有采取任何举动。反正他的任务便是保护苏峰，在龙渊学府当中，苏峰的生命安全应该是有绝对保障的。他要做的便是解开苏峰逃匿的秘密。苏峰让赤金亚龙然盘在手臂之上，这样可以防止别人查探。没想到第2天便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了，看来我来的还是有些晚啊。苏峰脚下生风，大步朝着学院门口设立的标语走去。乔峰冒险队、神行冒险队、雷沃探险队，怎么这么多队伍都在招人？苏峰有些疑惑，毕竟这是他第1次前来龙渊学府，自然不清楚这里边的规则。不过苏峰还是按照提示朝着那边的新生报到处走去。你好，我是前来报道的学生。苏峰温和的语气让那坐在木桌上的妹纸抬起俏脸，将魔力注入身份牌当中，便可以进入学府当中了，否则便会引发这里的阵法攻击。苏峰错愕，还好刚刚没有乱来啊。第70章前100强队的邀请。
苏峰原来在这里，怪不得天海市当中找不到你的踪迹。徐慕烟看着那熟悉的背影，不由得加快了自己的步伐。这位学妹，想必你就是徐慕烟吧？我们落睡公会邀请你加入，这位是我们公会的副会长郜彬，而且我们的落睡分队现在在龙渊学府当中排名第99，是相当有潜力的存在。洛行云表现得非常绅士，毕竟徐慕烟可是传言沟通冰晶女神的学子，外加上其超凡脱尘的气质，很难不让人注意啊。相比徐慕烟，应该不会拒绝这种邀请，这可是郜彬副会长亲自出面，再加上学府的排名，这绝对没有拒绝的理由啊！哇去，居然是落睡公会亲自邀请，那个女神是谁啊？她你都不知道？先前频道可是转播过的，沟通冰晶女神平息魔兽暴动的徐慕烟啊！难怪能够让郜彬学长亲自出面邀请，那可是龙渊学府排名前100的小队啊！这岂不是一步登天？周围不管是新生还是老生，都投来了艳羡的目光。要知道，龙渊学府每年都会从各个省份吸纳天才，而想要从中脱颖而出，那简直是难上加难啊！尤其是刚来便能够得到邀请的，直接就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前100更是夸张不已。不过，有些学子自然是投来了鄙夷的目光。可恶，居然让郜彬那家伙抢先了！要是我们清雅蛇峰争取到那颗种子，以后一定可以冲入前100的。于西脸上闪过一丝惋惜。徐慕烟今天的打扮清丽出尘，饶是郜彬也不由得多看了几眼。难怪可以沟通冰晶女神，身上的冰元素倒是足够纯粹。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暂时不考虑加入任何队伍。徐慕烟说完便继续迈步朝着苏峰的背影走去，留下一众错愕的学子。郜彬嘴角一抽，自己居然失败了，遭遇了人生当中第一次滑铁卢，这怎么可能呢？他可是落睡分队的队长啊，整个龙渊学府排名前100，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啊？可恶！马天书跟洛行云更是不敢言语，这妹纸也太耿直了吧！他们既然能够拿到各种资料，那就知道徐慕烟的家世，只能说还是太年轻了。在龙渊学府当中的天才简直是多如牛毛，强如他们也只能依附于强大的势力，毕竟往后需要的资源都异常的庞大，光是一次转职也许就要耗费千万甚至上亿级别的财产，他们哪里是能够拿出来的？但跟强大的工会合作，这些自然就不成问题。你出钱，我出力，双赢！唉，本来还以为这能够沟通冰晶女神的徐慕烟是个聪明人呢，结果还是将自己推入深渊了啊！知不知道郜彬队长背后的实力啊？敢当众这么拒绝，恐怕以后是难了。卧槽，我没听错吧？来个人抽我2个大嘴巴子，我他妈看到了什么？兄弟，你没看错，那个新生居然拒绝了郜彬学长的邀请，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我感觉自己天都要塌了。我尼玛，我申请一个队伍还要看我试炼之塔的成绩，那连1000名之内都排不进去，这他妈能拒绝啊？虽然你是女神，但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呀！我测，这绝对是开学第一大瓜，郜彬学长邀请未来冰神种子未果，我得早点分享出去啊！众人脸上都是诧异错愕的表情，有没有搞错啊？这种一不成神的机会你不要啊？你不要给我呀！我擦，知不知道龙渊学府排名前100的队伍意味着什么啊？通过相互配合，能够越级刷怪，甚至毕业之后起码都能进入5阶公会，而落睡公会正是5阶公会，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我不能理解，我真的不能理解啊！有些人甚至捶胸顿足，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这就是天才之间的差异吗？于西微蹙的秀眉缓缓地舒展开来，逐渐变成了月牙状。这下他又有机会了，一定要好好跟这位学妹谈谈。没想到郜彬副会长也有失败的时候啊，这种情况还真是罕见呢。于西揶揄地说道。本来他跟郜彬就是竞争对手，这个时候不主动出击，往后怕不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毕竟那家伙仗着家族的帮层，一直顺风顺水啊。我同意于西的话，终于看到这家伙吃瘪一次了。你们看看他那僵直的面颊，还真是让人有些忍俊不禁嘞！哈哈哈！陈金手持双斧，捧着肚子哈哈大笑，一瞬间引来不少人的附和。不过出言的几乎都是前来拉引新生的队伍队长，他们实力自然是相差无几，只是队员的配置不一样，再加上本身就是竞争关系，这个时候自然是开心至极。其余人若是胆敢插话，都无需等到明天，很快便会有人出手教训。龙渊学府当中可是有专门对战的擂台的。郜彬拳指紧握，面色铁青，看向徐慕烟的目光当中多了一丝寒芒。从小到大，没有人敢这么光明正大的拒绝他。好，很好，
周围的气氛一瞬间降到了冰点，除了那些开玩笑的队长之外，其余人皆是不知所措。走，留，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嘿，徐慕烟拍了拍苏峰的后背，然后俏皮地喊道：“你难道比我早到？”苏峰有些诧异，没想到在龙渊学府的门口见到了徐慕烟，那不然人家还想等你一起呢，结果找遍天海市都没有发现你的踪迹，这才一个人传送到了龙渊学府。苏峰挠了挠头，这要是一起前来，他就不会升到现在的等级了。拿好身份牌就跟我来吧，我比你早到一天，已经提前了解了很多东西了。你现在可要跟我好好请教请教，要不然只能像是愣头青在这里乱撞了。徐慕烟背齿轻露，看起来俏皮至极。好吧，既然某人非要带路，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走吧。在众人诧异的眼神当中，徐慕烟竟然拉着苏峰朝着那硕大的门口走去。站住！第71章赌约比试。孔叶一声冷喝，将快要离开的苏峰跟徐慕烟拦下。终于到我表现的机会了，要是趁此博取郜彬学长的好感，那么我现在便可以进入5阶公会当中，以后岂不是进步神速？直接将这些人远远地甩在身后。孔叶内心暗道，他急忙大喊，然后跑到郜彬面前，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郜彬轻轻点头，以他现在的身份，自然是不能轻易出手，要不然免不了被这些人诟病。但现在有狗腿子送上门，又怎么能不利用呢？更何况这孔叶还是川凯省的状元，倒也可以纳入落税公会当中。学弟学妹们还是这么有激情啊！韩雪渊站在远处，看着面前发生的闹剧，不由得嘴角上扬。这下可以展示展示你的实力了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斤几两，能够从我的手中逃脱。韩雪渊嘴角浮现一丝戏谑。平日里这种摩擦是龙渊学府当中常有的事情，而且这也是学府默认的，只有竞争才能得到成长。不过前提是不能波及生命，毕竟现在还能有回旋的余地。若是上到战场之上，那个时候便没有后退之路。你在叫我？苏峰回头看着孔叶那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眉眼之中很像一个熟人。就是你，郜彬学长何许人也？你居然敢拒绝他的邀请？难道不知道落税公会在龙渊学府当中的名号吗？孔叶踏前一步，负手而立，看起来正气十足。看吧，看吧，这就是我孔叶的成名事迹。只要抱上郜彬这条大腿，以后自然是风生水起。孔叶尽管自傲，但他知道他们孔家还影响不到龙渊学府之内的情况，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现在便是机会。苏峰挠了挠头，耿直地说道：“不知你。”孔叶一时语塞，怎么也没想到苏峰竟然是这般回答。要知道，郜彬还在那边站着呢，难道你就不知道审时度势吗？周围众人皆是汗颜。今年的新生有点狂啊，这完全是没有将郜彬放在眼中啊。这回答不仅仅是得罪了郜彬，这是彻底将落税公会给得罪了呀。堂堂5阶公会，你说不知，有点意思。不过接下来收场可是很麻烦的哦。韩雪渊杏眼微眯，不知为何，一丝爽感从他的内心油然而生。郜彬这下脸色更是铁青无比，自己经营这2年半算是彻底被人给否决了呀。好，很好，我记住你了。郜彬站在原地，感觉如芒在背。若是计较，岂不是让人觉得他这个落税公会的副会长瞧不起人吗？孔叶突然灵光一闪，自信地说道：“小子，不如我们挑战试炼之塔。如果我赢，你要给郜彬学长道歉，而且要让这位徐慕烟同学加入落税公会，以后再也不能来骚扰徐慕烟同学。”孔叶说完之后，还不忘用眼角的余光瞥一下郜彬的反应。果然，自己做的是对的。小子，不好意思了，要想上位，只能将你当做踏脚石了。我也不想的呀，谁让你这么不长眼呢？孔叶心中暗爽，试炼之塔在川凯省可是有着20层，而他在考核之后已然可以全部通关。现在这种实力，就算是在这些人当中也是佼佼者呀。要知道，他们川凯省1年可是有着50万的考生，而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这种含金量还需要多解释吗？而对面这小子一看就是个愣头青，龙渊学府当中的信息都一无所知，这不是白给的经验宝宝吗？苏峰微笑，那你要是输了呢？徐慕烟用纤纤玉指拉了拉苏峰的衣角，这个时候可不能莽撞啊。这个人他了解一点，川凯省的高考状元呢，实力很强，再加上孔家的实力，配合装备，实在是不容小觑啊。输？我怎么会输呢？孔叶两手一摊，似乎很是诧异。输了给我3000万，顺便加你手上的储物戒指，如何？孔叶脸色有些难堪，
这里边可是他来龙渊学府当中的全部家底了啊！要是万一，没有万一，我孔叶向来战无不胜。若是你输了，你身上的装备全部归我。孔叶觉得自己赢了有点亏，所以便再次追加了奖励，起码气势要让对方害怕。没问题。苏峰轻描淡写的语气让孔叶心里有些没底，这家伙脑子不会秀逗了吧？怎么答应的这么轻松？会不会有诈？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了啊！要是被老爹知道，肯定免不了一顿臭骂。不过为了加入落睡公会，拼了！苏峰，你也太莽撞了。走在路上，徐慕烟悄声说道：“这种比试完全没有必要接啊！别人主动送钱，为什么不要？”徐慕烟，现在输赢还犹未可知呢，怎么你就一副赢定了的样子？算了，自从认识苏峰之后，这家伙一直都是这样，恐怕还是留有一定的后手吧。试炼之塔，一座尖塔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边际，而在下方已经密密麻麻的遍布了不少的学生，似乎都在观看这一场新生之间的争斗。这也是他们在龙渊学府当中为数不多的闲暇时间，平日里都是忙于提升实力，而且这样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队友。毕竟很多强大的秘境或者副本都需要通力合作才行啊。提前说明一点，不允许使用装备之外的道具，违反者直接取消参赛资格。现在将两位的储物戒指放在这里吧。一位板着长脸的高个男生，背后背着一把刻着印章的长剑，看起来倒是公正严明。这是龙渊学府当中的学生会下属部门之一，纪律部针对于各种比试决斗，这种也算是职位，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积分点呢。徐慕烟贴在苏峰身边说道：“积分点可以兑换东西，在龙渊学府之内，积分点比钱财管用。当然，也可以使用以物易物，有专门的鉴定部门。”苏峰微微颔首，没想到这龙渊学府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龙国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错。第72章，打坏的话我帮你赔。我先来。孔叶自信慢慢的进入试炼之塔当中，一定要让那小子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众人看着消失在魔法阵当中的孔叶，皆是猜测了起来。你们说今年的新生在这试炼之塔当中可以达到第几层？我看啊，能够到达10层就不错了。龙渊学府当中的试炼之塔可不比外界，那顶层就算是普通的6转也没有那么容易。是啊，新生最好的记录我记得是12层吧，不过道宾学长的实力现在已经达到了83层，想必5转就可以通关了。真羡慕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突破50层。试炼之塔当中的魔兽实在是太变态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这无形当中给徐慕烟增添了许多压力。先前他是记得苏峰使用过堪比禁咒的魔法，但那是道具啊。现在储物戒指都被封存了起来，再加上苏峰原本的职业只是一个普通魔法师，场面对苏峰很是不利，似乎败局已定。希望苏峰不要被打击到才是。天海市还是太小了，要是苏峰能够借此得到一次成长的机会，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徐慕烟内心暗自感叹，到时候他将携带的资源分给苏峰一部分便是，这样起码能够度过龙渊学府当中的难关。你们看，那新生已经达到了第3层了。真的啊？这速度倒是有些实力，不过接下来可是会越来越难哦。半个小时之后，孔叶直接被魔法阵传送了出来。11层这试炼之塔怎么会这么难？跟我先前通关的完全不一样啊！这尼玛是人设置的吗？孔叶有些尴尬，有些心慌的看了一眼郜冰，没想到得到的居然是肯定赞许的目光。这难不成是我的幻觉？硬着头皮环视一圈之后，孔叶发现居然没有一人表现出鄙夷轻视的目光，只有一人，那不知所谓的目光还真是让人有些不爽呢。看来我似乎表现的还不错。孔叶刚走到人群前方，郜冰便开口说道：“你实力不错，潜力无穷，落睡公会会考虑让你加入。”耶！孔叶兴奋的都快要跳起来了，没想到这么轻松，以后有郜冰学长罩着，那就简单多了。这位新人的实力真是恐怖如斯啊！这才转职不到10天，居然能够闯到试炼之塔的第11层，以后怕不是又是一方强者？谁说不是呢？我当初最好的成绩也就是7层，只能说天才之间亦有差异啊！哎，我当初若是表现如此，说不定也会被前100的队伍看中啊！听到众人的窃窃私语，孔叶的嘴角简直比 AK 还难压。先前光顾着打听龙渊学府当中的其他消息了，倒是把一切基础的设施忘记了。没想到我的成绩在龙渊学府当中也是佼佼者啊！孔叶暗自思量，转身看向苏峰，嚣张的说道：“该你了。不过，我觉得你不用进去浪费大家时间了，直接认输即可。”
我这个人仗义，会给你留点生活费的。孔叶昂首挺胸，似乎已然成为这落税工会当中的一员，就连行为做派也是一模一样，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才知道。不过我没有你那么仗义，要是你输了，我会一件不剩的全部拿走。孔叶嘴角抽搐，面色有些尴尬，不过他知道自己赢定了。旋即苏风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忙补充道：要是打坏了这塔身怎么办？周围瞬间哈哈大笑，空气当中充满了欢快的味道。打坏？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可是8转强者打造，很多7转强者都不可能彻底打破。现在一个新生居然扬言说是会打破，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如果打坏的话，我帮你赔。郜彬一步踏出，气场十足，他全力一击，连一丝裂缝都不可能留下。这小子还真是口出狂言啊！那就让他彻底身败名裂就行了。那就多谢学长了。苏风的身影消失在魔法阵当中。郜彬学长还是一如既往的慷慨啊，不愧是5阶工会的副会长，果然魄力十足。是啊，据我所知，郜彬学长的家族都已经给龙渊学府捐赠了上百亿的资源了，光凭这一点，咱们都应该感谢郜彬学长啊。人高马大，实力强劲，郜彬学长真是我睡梦当中的白马王子啊。藏在远处的韩雪渊目光有些期待，终于轮到你了，不过不能让你输得太难看，到时候我会找人帮帮你的，毕竟你可是被他们看中的人。试炼之塔内部，苏风抬头看着上空无穷无尽的空间，全部都是由魔法铭文所彻底隔开。不过那些来回踱步的魔兽倒是能够轻而易举的看到，10层便已经是60级的魔兽了吗？看来徐慕烟说的没错，这试炼之塔内部魔兽实力几乎是递增的，根本不讲道理。也难怪那家伙会那么狼狈。不过为了省事儿一点，我还是快点解决吧。苏风手中炽热的光芒骤现，抬起手掌对着上空，语气平淡的说道：炽热脉冲。轰！在粗狂焰柱出现的那一刹那，前边几10层的魔法铭文便瞬间爆碎。庞佛是承受不了那强大的威压。砰！轰！不只是上空那些隔开空间所使用的铭文，就连旁边的魔法护罩也在此刻骤然崩碎。炽热的火光几乎完全充斥在试炼之塔之内，上边许多魔兽都来不及防御，便被直接轰碎。不过以苏风现在的实力，就算是那些魔兽抵抗也是无济于事。轰！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魔兽甲靠霸恶，获得经验值1万。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魔兽暴炎火狮子，获得经验值5万。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魔兽藤迷毒蛇，获得经验值20万。我尼玛！试炼之塔要炸了！第73章100亿，我他妈赔得起吗？轰！炽热的焰柱冲天而起，直接将那1000米的试炼之塔彻底掀翻，周遭的塔身也寸寸崩裂，似乎也是难以阻挡溃败的步伐。空气当中那灼热的火光让人感觉不寒而栗，众人心头皆是震撼不已，站在原地久久无法移动。这尼玛什么情况？试炼之塔几百年都没有出现问题，今天这怎么回事？这元素波动起码也是8转强者出手了呀！难不成世行无双老师已经突破征战之路出来，顺便将自己提升到如此实力了吗？卧槽！我现在双腿打颤，根本无法移动啊！心底一股绝望之感油然而生，这真的是能够自由掌握的力量吗？众人目瞪口呆，只是怔怔地望着那冲天而起的火光，就连周围那魔法皱纹碎裂都似乎已经忽略了。这个时候其余的事情已然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这强悍的魔力波动才是他们所向往的呀！苏风，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这便是你本来的实力吗？徐慕烟口中轻声呢喃不断。先前他一直以为苏风是使用禁咒道具才能做出那种轰动的效果，毕竟大家都是新手转职，怎么可能这么夸张呢？现在苏风当着众人的面孔，竟然直接将试炼之塔轰碎了。那先前的情况就不是巧合，也不是道具，而原本就是苏风本身的实力。徐慕烟再清楚不过，他见了可不是1次2次了。最开始魔云山脉那道恐怖的焰柱，想来也是苏风造成的，现在还成为了魔云山脉赫赫有名的景点呢。幽月谷那出现的秘境当中，苏风前前后后竟然掌控了4个这种恐怖的技能，他不是魔法师吗？就算是精通元素的8转元素师，也未必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吧？徐慕烟袖口微张，清丽的眼眸当中满是震撼的神色。难道苏风是罕见的双职业？徐慕烟开始猜测，双职业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他记得这次的高考状元之一便是双职业者，可那也没有苏风这么夸张啊。传说级、神级职业吗？对，也许只有神级职业才能做到如此地步。可为什么苏风在征战之路当中的记录
只有3000米呢。徐慕烟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一般，即将要触摸，但却有一层阻隔将其屏蔽。周围轰然爆裂的声音不断，大家的目光都被那直插云霄的焰柱所吸引，根本没有人关注此刻徐慕烟的状态。这不可能！孔叶大惊，那小子一定是使用了什么强力的道具，要不然怎么可能做到这种程度呢？或者是在试炼之塔内部引爆了什么东西？对，一定是这样。孔叶目光微微挪动，看向旁边那被封存起来的储物戒指，那里边可是有着价值3亿龙币的东西啊！光是那储物戒指就来到了夸张的3000立方米，这可是家族给他专门定制的，存放着无数的资源、装备、道具，起码能够让他用到4转啊！撤！家族已经将路给他铺好，接下来只需要不断提升实力即可。可现在那些东西怎么距离他如此遥远？不，我才是最强的。11层大家可都是认可我的，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是。孔叶虽然身处豪门，千万的东西也许并不那么在意，但这可是3亿啊！而且里边所有的一切都跟他息息相关，这里边都是他父亲的心血啊！他还想着1年之内就达到3转，到时候便可以让家族当中那些老家伙闭嘴。可现在自己的助力要没了，如果失去这些的帮助，那他跟那些垃圾普通学生有什么区别？怎么办？难道自己要亲口跟父亲说，跟人比试输掉了吗？再给我3亿龙币，1年10月，10月之内达到3转。孔叶心中数个想法在不停的碰撞，他一时之间竟然慌了心神，用双臂抱着头颅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告兵队长，那小子不会真的说到做到了吧？马天舒看着眼前这般震撼的场景，不停地吞咽着唾沫，伸伸脖子想让自己看得更加清楚。可那种灼热的元素还在空气当中狂躁地奔腾着，似乎只要向前几步便会被彻底碾为虚无。不是，队长，你确定要赔吗？骆行云语气结巴地问道。他看着都心疼啊。据说这试炼之塔造价超过100亿，需要8转强者布置其中数十道铭文基石，再加上那从低到高100层的魔兽资源，也是一笔昂贵的花销啊。其中那魔力自然流转的法阵，能够自动修复平日里战斗的损伤，这也造价不菲。各种加起来也差不多超过100亿了呀！道斌嘴巴抽抽，你们特么的非得这个时候询问吗？一点都不会审时度势是吧？100亿，我特么的赔得起吗？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小子一定是使用了什么强力的道具，跟里边的东西产生反应，所以才会造成这种后果。要赔也是那小子赔，100亿龙币，还不如要了我的命。道斌表面不动神色，看起来镇定至极，但内心早已惊慌无比。告兵整个家族的年收净利润也不过100亿而已，而且这还要分给家族各个分支以及那些合作的股东，这怎么可能做到100亿呢？虽然他父亲身为族长，但也不是他败家的理由啊。要是被家族知道，他毕业之后恐怕是无力争取了。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告兵面色复杂，好在是周围没有人注意，他看着这种场面真的是绷不住了。要是打坏的话，你赔？尼玛！这话越听越是刺耳啊。难道这家伙是有预谋的？告兵内心暗自咂舌。第74章，赔？你有能力打坏，也不用赔。一道倩影僵在原地，一时之间竟然不知所措。这种力量已经超过7转强者，我竟然生出一种无力感，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老师看中的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强？韩雪渊被齿紧咬，纤纤玉指紧紧地攥在手心当中。这真的是新生吗？有这么强的力量，这还需要我保护吗？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韩雪渊口中呢喃不断，久久无法平息。这试炼之塔的强度他可是清楚的，若是携带道具的话，是根本无法进入那当中的。这就是苏风原本的力量，怎么可能啊？韩雪渊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尽管他是7转强者，但仍旧有一种绝望感，一种无法逾越的绝望感。可你又是怎么摆脱我的？一个火属性的强力元素师，难道还精通隐匿身形的技能吗？韩雪渊强行稳住自己体内的魔力，这才堪堪保持住自己隐匿的状态。这个时候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不然会引起一定的轰动。龙渊学府当中的一些巨头是知道他的存在的。这是什么回事？试炼之塔那边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魔力？难不成是因为邢无双老师通关征战之路，所以引起的轰动吗？不可能啊！邢无双老师的职业是顶格抱拳啊，这是火元素的魔力啊！漫步在龙渊学府当中的学子都不由自主地注目观看。那冲天起的魔力让许多人都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这种力量就算是几位院长也不过如此吧。龙渊学府当中不是不允许8转强者出手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那试炼之塔，
正在寸寸崩裂啊！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这试炼之塔损毁吗？征战之路入口，邢无双面色铁青，浑身沾满鲜血，从里边传送而出。本来外边聚集着上百人观察情况，现在只剩下寥寥几人。邢无双老师出来了，我就知道老师一定可以通关的。是啊，老师，那赤金亚龙然肯定不是您的对手，这次之后您也可以更进一步。邢无双苦笑，赤金亚龙然，他压根就没有碰到。那赤金亚龙然去哪儿了呀？本来他这次也是尝试，而且前边已经耗去了80%力量，就算是遇到赤金亚龙然，肯定也是被血灭的份儿。但是没想到这家伙怎么就不见了呢？先前征战之路还没问题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必须将这件事尽快报告给院长。虽然对于学生没有什么影响，但这可是能够让很多老师的评级更进一步啊。本来很多7转强者就是因为卡在最后一关，现在赤金亚龙然不见了，那龙渊学府的管理制度可就乱套了啊。邢无双没有理会周围那几名学生的恭维，一出现便感觉到空气当中充满了灼热的火元素，那是试炼之塔的位置。出事了！邢无双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紧接着便出现在了试炼之塔外围。试炼之塔不是8转强者加固之后的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邢无双震惊无比，赶忙利用魔法咒文联系院长。院长是，各位，看来苏峰这件事情是瞒不住了，而且他的战力也远超我们的想象，若是有这种实力，那通关征战之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院长慕容元身着一身皂袍，两鬓有斑白的长发垂下，看起来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也许我们一直以来都低估了他。这次朔江省居然同时出现了2位天才，一位沟通冰晶女神的冰系元素师，一位精通火系元素的普通魔法师。慕容元环视众人，紧接着继续说道：我想让苏峰加入龙众当中，这样也许才能让他的实力得以充分发挥。慕容元的声音铿锵有力，在场的众人皆是心惊不已。龙众乃是龙渊学府当中为了选拔天才当中的天才，就算是整个学院实力排行榜前100的，都不一定能够保证自己进去，需要通过各种形形色色的考核才行。而龙众分为7种：赤、橙、黄、绿、靛、蓝、紫，其中赤龙当为最佳。迄今为止，龙渊学府当中从未出现过新生直接加入赤龙的情况，这不合规矩啊！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千难万险，完成过种种任务才行？若是直接加入赤龙，这岂不是会引起别人的不满吗？院长，要不再考虑考虑，这样也许会让其他人感觉心里有些不平衡啊。慕容元轻笑一声，旋即说道：现在不就是摆在眼前最好的事实吗？这小家伙有足够的自保能力，也许先前的保护决策对于他才是错误的。我们龙国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而不是一味的将他保护在我们的身后，这样对于他的成长没有半点好处。众人沉默。诚如慕容元所说，以苏峰这种恐怖的实力，就算是他们正面硬抗，也不一定能保证全胜。自保的能力是有的，但这才转职不过10天而已，战斗经验严重不足啊！这会不会有些太过草率了？我知道你们所想，但要想走得更远，唯有独自面对危险。让赤龙去接人吧，观察一段时间，若是表现不足，再调整组织吧，顺便让其他人员稳住情况，暂时不要引起慌乱。众人全都点头默认。院长的处理情况也是最为合适不过。那院长，这试炼之塔要不要这小家伙赔啊？有人不合时宜的问了这么一句。赔？你要是有能力破坏成这般，你也不用赔。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哈哈！慕容元惬意的摸着自己的白色胡须，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啊！龙国的困境终于要迎来转机了。众人一时语塞。院长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不过这确实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要知道，就算是花费100亿，也不一定能够造出一个8转强者，更别提现在的100亿花费是用来验证一位准8转强者的实力。孰轻孰重，自有分晓。第75章赤龙。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千葵猎鸟，获得经验值5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金刚魔猿，获得经验值7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奔腾狐狼，获得经验值100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轰！苏峰站在塔底，塔身周围的铭文跟那些魔法屏障在此刻彻底崩碎，再无先前那般恢宏，甚至比强行拆迁还要干净。在众人的视角当中，苏峰此刻站在那空地之上，周围的一切尽皆化为飞灰，彻底消散。只有一人手托恐怖焰柱，站在那里惬意自如，这种气势睥睨天下。众人心中皆是震惊不已，
这新生的力量也太过恐怖了。原先还以为是试炼之塔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才会造成这种情况。现在嘛，真相大白，就是那新生的恐怖实力所引起的。可这怎么可能啊？那些人的眼神当中，除了慢慢的震撼之外，剩下最多的便是艳羡，还有恐惧。尤其是孔叶跟郜彬，这一下更是面如死灰。试炼之塔崩碎，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赌约输了，而且输得彻彻底底。孔叶双目无神，庞佛他原先建立的世界都在此刻彻底崩塌了。在几分钟之前，他还是众星捧月的那一人，可仅仅只是享受了3-4分钟而已啊，这梦便被无情的粉碎。这家伙真的是来自朔江省那种偏僻贫穷的省份吗？怎么会有如此夸张的实力？旋即，孔叶便苦笑不已。别说是朔江省，就算是放眼整个蓝星，有哪个人类在转职10天便可以达到8转强者的魔力？他彻底的沦为了一个小丑，彻头彻尾的小丑。那些人不会记得他第一次通关试炼之塔11层，只会记得这恐怖的画面，精纯的魔力波动。郜彬嘴巴张大，不停地合动着，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无言。怎么会呢？100亿资产就这么没了？他这算是自己挖坑吗？不算吧。又有谁能知道一个刚刚转职10天的新生能够打出这么恐怖的伤害呢？这简直是堪比禁咒啊！郜彬嘴唇苍白，本来红润的脸颊之上不见半分血色。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接下来他会彻底失去下一任家族少族长的身份。郜彬视线转动，看到在前边僵直在原地的孔叶，都是这家伙。若不是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事情？不比试，他又何须被人诓骗？预谋，这一定是一场预谋，一场针对于他们家族的预谋。孔家，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韩雪渊跟邢无双彻底沉默。现在的新生实在是太变态了啊！这才几天就赶上了他们100年修炼，这玩你妈呀！版本更新直接放弃老玩家了是吧？不公平啊！哎，真的是不服老不行啊！邢无双艳羡地看了苏风一眼，背影看起来落寞无比。他毕生所追求的强大实力，竟然出现在一个刚刚转职10天的新人身上。曾经有落差，那是正常的，毕竟有些东西是可以靠着时间跟付出所弥补的。但这种力量就不是光靠一腔热血可以得到的。咻！在众人还在愣神之际，上空浮现一条赤色的长龙，紧接着便有几人出现在周围，其中有男有女，不过皆是青年才俊，没有半张苍老面庞。赤龙居然是隆重守卫的赤龙，没想到我今天居然可以看到赤龙的身影，简直是不枉此生啊！好帅，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好想要赤龙小哥哥的签名，不知道我的实力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加入他们。黎若淄，我的女神，迎新的时候我还见过呢，怪不得后来在龙渊学府当中见不到了。众人皆是一片惊呼，而且眼神当中满是狂热与崇拜。身为龙渊学府当中的学子，自然知道龙种的存在，同时也了解其中需要付出何种艰辛才能达到如此程度，而且本身的天赋也是至关重要。可以说在龙渊学府当中都是万里挑一，能够加入最为低端的子龙便已经是人中龙凤，可想而知加入比子龙更高等阶的赤龙，简直是光宗耀祖，福泽千秋啊！苏风看到眼前几道红影闪过，知道上方再无任何魔兽，便直接收了自己的技能。饶是赤龙那几位成员看到那炽热恐怖的元素也是有些震撼，这种力量现在便可以随意掌控了吗？赤龙，欢迎你的加入。一位身材健硕，脸面看起来妖异至极的男子朝着苏风走近，旋即伸出自己的手掌表示友好。苏风看到在他的衣服胸前写着一个鹿，赤龙，没听说过呀。苏风挠了挠头，有些疑惑，这让周围那些人当即傻眼。我擦了，这小子关键时候掉链子是吧？龙渊学府最高规格的认可便是加入龙种，而龙种一般神龙见首不见尾，都在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没想到苏风这才报道第一天就加入了赤龙，这让他们如何接受啊？简直是人比人，气死人！准确来说是到达不到2个小时便受到了赤龙的邀请，而且出动了其中6位成员，可想而知这待遇高到什么程度。就2个字，夸张。龙鹿嘴角微翘，来了个有意思的家伙呢。赤龙，龙渊学府当中的特殊组织，其内所在的学生都是精挑细选。这么说可以明白吗？龙鹿细白的牙齿煞是好看，引起周围无数妹纸的花痴，这颜值都快赶上我了。苏风内心暗自咂舌，不过还是握住了那只伸来的手掌。哦，这一下引得无数妹纸尖叫不已，但凡将他们换成其中之一都好啊。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离开如何？苏风点头，然后
将那法阵当中封存的储物戒取出，顺便看着孔叶说道：“记住，还欠我3000万龙币哦。走吧。”瞬间一条赤龙划过，原地便只剩下了一片狼藉。第76章，深渊任务，试炼之塔。众人还在惊叹之际，紧接着便有人前来处理现场。孔叶面色苍白，好在还有一个好消息，可以让父亲的怒火消散一些。郜冰穴，啪！郜冰直接将孔叶扇疯。此时的孔叶还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不是说好的考虑让他加入落睡公会吗？现在怎么突然就打人啊？这也不通知一声。要知道，在孔家他可是不可一世啊，就连他亲爹都没有这么打过他。这家伙，唉，算了。孔叶止住自己内心的怒火。孔家就算是权势滔天，那也仅仅限于川凯省当中而已，而且远远没有达到只手遮天那种地步。跟郜冰相比，自然是差远了。若是孔家由于他的一时冲动而遭受灭顶之灾的话，那他才是家族当中的罪人了。废物！郜冰撂下一句话就直接离开了。周围众人皆是唏嘘不已，没想到反差来得这么快。不过这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徐慕烟怔怔地望着刚刚苏峰消失的位置，纤纤玉指紧握成拳。苏峰的步伐实在是太快了，怎么每次都要领先于他这么多？这才刚入学府就已经高不可攀了，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呢。难啊！抓紧时间，我也要去提升实力了，不然的话这下彻底没有希望了。徐慕烟随着人流一同离开，站在远处的韩雪渊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自己的老师。他现在剩下的更多的都是无奈。要是论实力的话，好像他才是那个被保护的人啊。而且既然龙渊学府已经将苏峰纳入赤龙之中，那么接下来也就不需要他的保护了。可看到传来的消息之后，韩雪渊秀眉微蹙，怎么老师还让自己保护苏峰？这不是开玩笑吗？算了，说不定跟着能学到点什么呢。赤龙馆，苏峰看着周围那些存放起来的稀缺资源，简直是奢华到离谱啊！这里摆放着何止价值几十亿的东西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放在外边，似乎都没有魔法禁制的保护。而且刚刚在外边进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的设施，只是觉得脚下法阵一转，下一瞬间便出现在了这里。不管你叫什么，从今天开始，你在赤龙的代号便是龙九。看着眼前梳着精干短发、一身劲装的女子，苏峰有些愣神，怎么感觉这里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呢？有点像是机器人啊。不过刚刚给自己的代号怎么这么奇怪？刚刚那短发女子身上写的是3，难道这里的代号全都是数字代替？龙3，稍微客气一点。长发倩影缓缓走来，那张冷颜的脸庞流露出一丝柔和的笑意。你好，我是龙7。苏峰简单的将这里的人认识，其实主要看他们衣服之上的数字代号就行了。龙1跟龙2暂时不在，而现在的一切都龙路负责，这一点倒是让苏峰有些诧异。没想到那个妖异男子居然能够做到副队长的位置。要知道他们这里总共9个人，加上先前那些介绍，这里都是按顺序来分配的。但龙路可以做到如此程度，当真是有些能耐呢。等到队长龙1回来之后，他会亲自考核你是否合格。现在他在进行自己的7转任务，也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回来。顺便一提，龙1学长今年刚上大3。死！听到这话，苏峰倒吸一口凉气，这也太夸张了吧！2年半的时间就已经达到7转的门槛了吗？这简直是妖孽啊！龙渊学府不愧是吸收了全国的顶尖天才，而且眼前这些人除了龙5几乎都是大2，只能说恐怖如斯。这里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随意取用，但仅限于用来提升自己，若是倒卖或者是资助他人，会被直接剥夺龙种资格。当然也不允许随意透露赤龙馆所在的位置，不能随意带旁人进来。龙路简单介绍之后补充道，就这么多，我相信你可以理解的。苏峰愕然，规矩倒是不多，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资源只供他们内部人员使用，外加不要暴露他们的场所就可以了。至于行踪无所谓，而且赤龙当中会不定时接到学院任务，不仅可以提升实力，还能够拿到很多的奖励，这简直是一举多得啊！这地方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宝地啊，那以后就不用费心费力的去收集材料了。不错，正好这次从试炼之塔出来，等级已经来到了311级，接下来再找个机会便可以5转了。学院那边派发任务了，让咱们去探索深渊第9层，如果能够找到深渊魔石的话是最好的，正好可以带龙9前去看看，让他提前了解了解深渊的情况。
龙露嘴角挂着一抹妖艳的笑容，好像似乎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苏风心如明镜，深渊，恶魔的聚集地，一般是不会让人随意靠近的，更别说进入了。但是龙种却可以接取任务，随意进出，而且他们的反应没有半点波澜。看来平日里没有少去深渊当中。先前恶魔的海量经验值，苏风到现在都难以忘怀。这次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再去刷级了。在这里，只有他现在的等级最低，一定要努力，起码要达到5转才行啊，不然的话就有点丢人了。等到回来之后，将自己身上的所有东西重新整理一下。不过你要尽量跟在我们身后，别离开太远，不然的话小心被那些深渊恶魔撕裂成碎片哦。你的制服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等到任务回来应该便可以拿到了。龙露说完，几人便重新来到一处魔法阵，随着周围那些魔法铭文还是亮起，几人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暗无天日的空中呼啸着冷冽的劲风，那些魔气似乎随时都会找机会侵入身体当中。龙露递给苏风一本技能书，然后说道：清灵体魄可以阻止魔气进入。苏风当即开始学习。叮，检测到宿主学习技能清灵体魄，清灵体魄万倍增幅，万虑皆空。第77章无法查探。万虑皆空，被动技能，宿主可以免疫任何负面影响，诸如诅咒、魅惑、中毒、减速、僵持、定身、浮空。同时你的行踪以及信息将不再会被任何人所推演，无人可以查询你的踪迹。我擦！苏风尽管知道万倍增幅强化过的技能非常逆天，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逆天啊！这个万虑皆空意味着什么啊？以后他就不受到任何人的限制了，可以直接无视很多魔兽跟怪物的控制技能，甚至都不再需要进行走位。一般而言，控制技能所携带的伤害较小，而苏风的实力又提升得如此之快，那自然对他本体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这还不是最为逆天的，后边那句不能被任何人进行推演，这才是重中之重啊！要知道，很多8转甚至9转强者对于命理的推算极其准确，若是想要找到苏风，那简直是轻而易举啊！说不定会定点空降，这样的话就麻烦了。而现在这个万虑皆空，直接相当于将苏风的信息在蓝星之上完全屏蔽，不再受到任何人的查探，这能不牛掰吗？龙渊学府，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神色复杂的看着面前的法阵。赤龙当中的一位成员怎么检测不到了？那位新人难道这么快就在深渊当中陨落了吗？老者旋即拿起旁边的道具，再次开始占卜，可得到的结果依然如此。怎么会？按理来说，现在应该刚刚进入深渊第1层，光是靠着赤龙原本的队员便能够在前9层之内活动自如，没道理会在第1层出事儿啊！老者百思不得其解，来回验证了好几遍自己的结论，可依旧如此。必须报告院长，这件事情有些蹊跷，赤龙当中的成员不能受到任何损失。空间法阵，紫薯位置的老者本来还在讲说苏风的情况，可谁知突然自己的魔力似乎被掐断了一般，苏风竟然消失了。紫薯，你怎么了？卯兔以为是刚刚韩雪渊分享的情况过于异常，让紫薯也震惊了。但不应该啊！紫薯年岁将近1000年，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可此时的这种神色，很明显是情况非常严峻啊！苏风可能出事了，要不然就是被其他种族盯上了。刚刚我的感应被直接切断，我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紫薯慈祥的语气变得严肃了不少，就连佝偻的身躯也慢慢挺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如果真是苏风被敌方势力盯上，那么就算是燃尽着最后的余光，也要尝试着解决。众人惊愕无比，紫薯可是9转强者啊！从上次恶魔侵略、蓝星混战存活下来的巨蝼，现在居然遇到了这种棘手的情况，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会不会是恶魔提前发现了什么？此前100年恶魔从未有过先前那般疯狂的举动，对龙国的49个省份进行灭杀行动，难不成是因为苏风？沉稳厚重的声音在空间法阵当中响彻。丑牛将心中的猜测说出，紫薯那斗篷下苍老的面颊却是摇头。如果恶魔真的发现了苏风的存在，那么必然会派出更加强大的恶魔，而当时传回来的情况却是只有一位7阶恶魔，其余省份甚至出现了8阶恶魔，相对而言，朔江省的压力着实很小。众人沉思，那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卯兔、陈龙、四蛇，你们各自派出3位7转冒险者进入深渊当中查探，看是否有了变数。紫薯佝偻的身躯缓缓挪动，一道玄之又玄的铭文浮现。众人看到皆是惊讶不止，
他们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没有见过紫薯使出自己的原本实力，可随着铭文的转动，那上边的光亮却是越发的暗淡，无法查探。众人皆是目瞪口呆，难道是蓝星之中出现了其他的九转强者，实力直逼紫薯吗？不，应当说是领先了。紫薯，要不我们通知风逍遥、罗余华他们前去查看？魏阳柔和的声音浮现，紫薯却是再度摇了摇头。不，他们还要探索深渊，而且一旦分散战力，那么前方的几人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先让人探查，我们行动应该还来得及。紫薯有一种很是强烈的直觉，那就是苏风依旧健在，这是他身为一个命理推演师的直觉。若是苏风出事的话，他这里冥冥之中都会受到一定的指引的。权且看看情况。深渊，众人看到苏风一脸惊喜，内心当中还是摇了摇头。果然，还是被清灵体魄这种技能给震撼到了。毕竟，这个技能不仅仅是能够抵御一些深渊魔气的侵蚀，甚至一些毒物或者是特殊的气体都有一定的抵抗效果。而且，这清灵体魄还有强健身体的功效，让魔力流转更加运用自如。不过，苏风的学习速度还是不错的，一般刚刚掌握的技能并不能运用的那么熟练，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复杂的技能尤其如此。而他们前进途中，苏风很明显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起码也是小成了。龙九，深渊当中不比外边，切不可逞一时之快。恶魔原本就领先于魔兽，一些血脉稀有或者是天赋不错的5阶恶魔是可以堪堪跟一些6阶魔兽打平的。好在咱们探索的位置不算深，前10层最强也不过是一些5转左右的恶魔。龙露温和的声音在空气当中飘散，而前方已然出现许多低阶恶魔的身影，黝黑的身躯在地上不停地攀爬，似乎与那诡异的大地融为了一体。动手！龙九画臂，其余几人瞬间出手，海量的技能朝着前方的恶魔丢击而去。轰！不过顷刻之间便已尽数秒杀。苏风，不愧是龙国顶尖天才，这些人的实力还真是夸张。也有一些原因是深渊第1层几乎全都是1阶，2阶的恶魔实在是不经打呀。第78章，恶魔大军。罗萨，如果你这次无法将这群所谓的隆重击杀，那么你便不用回来了。威严深沉的语气一直在罗萨的耳旁回荡。在他逃回深渊之后，可是没少受责罚，差点小命都不保了。没有任何人进行保护，那这次的隆重我可就笑纳了。罗萨嘴角浮现一抹残忍的笑容。这次深渊前10层的恶魔全都听候他的调遣，在第8层等待龙种的到来。没想到这次增加的龙种竟然是来自他负责的朔江省，这让他怎么能够咽得下这口气？10层的恶魔足够用了，就算是龙种也会被车轮战耗死。成长不起来的天才终究是废物罢了。罗萨漂浮在半空当中，底下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恶魔大军。走在路上的苏风比较无语，本来他还打算在这里提升等级呢，结果这深渊当中的恶魔居然全都不见了，真是怪事。难不成关于深渊的传说是假的？就第1层有些低阶魔兽，从第2层到第7层几乎看不到魔兽的身影，现在他们已然来到第8层，要是再没有恶魔出现，那他可就惨了。下一层就可以完成任务了。龙3、龙4、龙5、龙7、龙8、龙9，小心一点，这里情况不太对。龙鹿右手闪烁着恐怖的紫色光芒，其中那只手掌已然化为了一只有些诡异的利爪。众人点头示意，旋即便看到了眼前那无穷无尽的恶魔大军。这怪不得前边没有见到任何恶魔，原来是全都聚集在了这里。龙3舔了舔嘴角，干练的短发卡到耳后，看来恶魔也有了一定的应对。无妨，正巧现在没有练手的机会呢。几人身上皆是杀意尽显，龙鹿此刻却面色阴沉，旋即看向天空之上的罗萨，小心那只7阶恶魔。众人微微惊愕，前10层居然出现了7阶恶魔，那这样的话，恐怕这一战压力会拉满啊。龙3、龙7、龙8，加上我去牵制那只7阶恶魔，龙4、龙5、龙9，你们解决周围的低阶恶魔。龙9，切记不要恋战，我们争取逃脱的机会，别逞强，毕竟你还不熟悉与恶魔的对战，这次就是前来见识一番。龙鹿说完之后，手中那团紫色光亮瞬间遍布全身，俊逸的脸颊也被丑陋的肤色代替，紧接着便是一头神似恶魔的身躯出现。但仔细观察的话，还是能够辨认出龙鹿的。龙七歪头看向苏风说道，龙鹿的职业有些特殊，他是堕魔者，能够与恶魔签订契约，从而借助他的力量进行战斗。龙鹿所签订的是一只8阶恶魔，属于皇族血脉。苏风愕然，还有这种职业？可恶魔怎么会跟人类合作呢？似乎是察觉到了苏风的疑惑，
龙七继续补充道：“龙鹿一般很少使用恶魔之力，那只恶魔无时不刻不在夺取他的躯体。”我擦，那这还算是什么签订契约啊？苏风想到了巴拉斯，看向自己的手掌，那家伙似乎有些兴奋。对了，这里是深渊，这家伙回家了，有这种反应也是正常的。动手！龙鹿难听的声音在空气当中回荡，一脚猛蹬，朝着罗萨的位置骤然而去。其余人也是如此。这么多的恶魔大军啊！这次真是赚大了啊！还有那只七阶恶魔，上次让你跑了，这次你可没有机会了呀！苏风心中暗自窃喜，本来还以为这次一无所获呢，没想到这只七阶恶魔竟然将所有的恶魔聚集起来，简直就是对于他的一种馈赠啊！这一次他无转不愁了。龙鹿骤然而起的身躯突然感觉到周遭的劲风似乎更加的猛烈了。不对啊，前10层的深渊应该没到这种程度吧？可这种狂风又是怎么回事？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起码暂时还对他们没有什么威胁。罗萨嘴角浮现出一丝戏谑，这些家伙居然还妄想反抗，真是可笑啊！眼前这个人类确实是有些特殊，使用的居然是恶魔之力，不过看起来似乎不太稳定啊。让我帮帮你吧，看你半人半魔的模样很是痛苦，不如一起加入我们，也好彻底掌控这股力量。罗萨大笑，旋即招手，底下的恶魔大军瞬间朝着苏风他们奔袭而去。人类鲜美的血肉味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了。我要那个小妞的腿骨，一定很是美味。一看就不懂得什么叫美食。我要那个看起来清冷女子的狱卒，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啊！冲啊！为了恶魔一族的荣耀而战！哎，等等，怎么起风了？无数恶魔都感觉空气当中漂浮着一丝清冷的凉风，这似乎跟他们平时的深渊魔气有些不太像啊。罗萨一怔，这种感觉他可是再熟悉不过。风逍遥，那家伙在这里吗？龙鹿疑惑不已，这个七阶恶魔怎么突然浮现出一股无比恐慌的神情，而且还在四下查看，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这种机会他怎么能够放过？那尖锐的利爪充满深渊魔气，朝着此刻有些呆滞的罗萨猛攻而去。这是机会，突围的机会！咻！旋即，那暗无天日的空中风暴不断席卷，道道锋刃凝结而成，紧接着便朝着底下的恶魔大军无情的挥舞而去。一瞬间，惨叫声不止。叮！恭喜宿主击杀恶魔雷凯纳斯，获得经验值1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恶魔洛法克纳，获得经验值3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恶魔凯瑞大四，获得经验值50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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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风看着自己不断上升的等级，也不由得会心一笑。这辈子都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这些恶魔聚集在一起，直接就成为他的靶子了，正好省得他在操控技能，只要不打到赤龙小组的成员就行了。旋即，苏风转身看向其余3侧：霜寒破冰、冥海无岸、森罗忧郁。赤龙小组成员大惊，龙国的支援也太到位了吧！第79章天使一族，怎么回事？龙鹿本来悬空的身体也骤然而至，四面八方全都充斥着恐怖的元素魔力，就连他身上那原本狂躁的恶魔之力都戛然而止。难不成是龙渊学府已经前来支援？龙鹿百思不得其解。按照常理来说，正常情况的话，在他们没有受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学府之内应当是不会支援的啊。但现在也不是考虑那么多问题的时候，先解决这家伙再说。罗萨本来镇定的面庞，现在全都被无尽的恐惧所代替。尼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不只是来了一个风逍遥？罗萨身躯颤动，本来稳操胜券的局势，平衡竟然在这一瞬间被打破。这怎么玩？这么恐怖的魔力，他刚刚只是被擦到了边角，一条胳膊便直接被切割下来了。好在这里是深渊，可以调集魔气防护在自身周围，要不然说不定刚刚真的可能被绞杀了。可恶！罗萨尖锐的利齿死死咬住，本来他就已经受伤，没想到眼前这人类小子还不断的骚扰，下一次他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苏风站在原地，感受着系统不断传来的提示音，眼睛微眯，一瞬间便已经增加了40级。在这里，他完全可以冲刺到5转。那只7阶恶魔也是他的囊中之物。主人，我要是能够将这里的所有恶魔全部吞噬，应该可以恢复到4阶恶魔的实力，到时候能够动用很多魔法铭文。巴拉斯语气很是恳切，毕竟恶魔本就诞生于深渊之中，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乡。
要想恢复巅峰实力，自然是有些天方夜谭，但慢慢提升到高阶恶魔还是完全可以的。加上他原先的各种魔法皱纹，战力自然是势不可挡。苏风张开手掌，悄声说道：“去吧。”巴拉斯感激无比，化为一道黑芒，瞬间激射而出。苏风自然是有他的打算。深渊当中危险重重，人类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看透这里的秘辛。如果巴拉斯能够恢复实力，对于他不仅仅是一种战力，而且在深渊当中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向导。或许从他那里可以得到很多关于深渊的秘密。现在他也不需要专门去为巴拉斯做些什么，只要将这些恶魔的尸体让他吞噬即可。反正这些材料就算是运送出去也卖不了多少钱，主要还是等级太低了呀。叮！宿主等级已达上限，无法提升。叮！宿主等级已达上限，无法提升。叮！宿主等级已达上限，无法提升。苏风愕然，这么快就到上限了吗？看来还是需要在深渊这种恶魔密集的位置，才能加快自己的提升速度。苏风负手而立，现在倒也不需要他单独动手了，只要一会儿将那只7阶恶魔补刀就行了。魔力还在持续不断的肆虐，周围那些恶魔早已被尽数屠戮殆尽，仅剩的残余恶魔也开始四下逃窜。他们完全顶不住这种攻势啊！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还没有动手呢，怎么这些恶魔就全都被虐杀了？龙七秀眉微蹙，每次进入深渊都是学院安排，就算是赤龙小组的成员也不能随意进入，主要是深渊当中危险不断，没有谁可以保证不会出现高阶恶魔。眼前的这7阶恶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他们每次都比较珍惜进入深渊当中的机会，毕竟强大的恶魔提升的经验值也是海量的，这也是他们领先于其他人的重要原因。可现在都没了，恶魔全都被那庞大的魔法技能给收拾了，这一次岂不是白来了？其余几人皆是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这似乎不用他们出手了呀。看着上空依然有些吃力的龙鹿，苏风嘴角微微扬起。再送你最后一程。苏风站在众人身后，手中光芒一闪，天使利剑。轰！一尊身高100丈的6翼天使出现在暗无天日的深渊当中，看起来威武霸气。金色的光芒将周围的魔气尽数驱散，众人被那耀眼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罗萨面色惊恐无比，主要是那金色的利刃正在朝着他而来啊！魔堕明天。罗萨全身都被漆黑的魔气所包裹，身上呈现出的威势让人骇然无比。就连此刻的龙鹿都在空中不由得后退了几步。7阶恶魔的实力果然非同小可。苏风催动手中的金色小剑，朝着罗萨急速而去。嗡！空气当中那嗡鸣声震动不止。随着金色利剑的下落，本来还有些残存的魔气也尽数消散。与此同时，韩雪渊等人正在深渊当中急速前行，加速。这前几层深渊都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跟平时不太一样，肯定是恶魔不知道搞的什么把戏。要是赤龙小组出事儿，那龙国的损失可就大了。池洛雨跟韩雪渊冲在最前方，其余7人紧随其后。看着周遭的情况，皆是感觉有些不妙。众人速度极快，很快便来到了深渊第8层。可刚到这里，便看到一尊身高100丈有余的6翼天使正在挥舞手中的利剑，而目标赫然便是前方的那只恶魔。众人皆是震惊无比。这下麻烦了，难不成是天使一族吗？可他们不是向来不问世事，怎么出现在了这里？韩雪渊第一时间发现了苏风，在那微微抬动的手掌之中，看到一点锐利的金色光芒，而苏风手臂的频率居然跟那上空的6翼天使一样。难道？韩雪渊震惊无比。先前苏风那炽热的火元素已经足够夸张了，现在居然就连稀有无比的光元素也是如此，而且还沟通了天使一族，这也太夸张了吧！其余众人皆是紧紧地盯着天使那庞大的身躯，正在等待池洛雨的行动指示，准备战斗。就算是天使一族出手，我们也要将赤龙小组的成员救下。如果坚持不住，再通知龙渊学府。还莫等池洛雨继续说下去，韩雪渊便打断了他。等等，这应该不是天使一族。第80章，月10级别的装备。众人愣神，怎么韩雪渊如此肯定？眼前这场面可儿戏不得半分啊！若是那利剑斩击下去，他们来这里的任务便算是彻底失败了。韩雪渊目光坚定，看向众人说道：“相信我，那天使的目标是前方的恶魔。如果我们此时加入战斗，说不定会打乱他们的节奏。”池洛雨秀眉微蹙，一旦判断错误，你知道后果的。韩雪渊拿出一张湛蓝色的符箓，旋即贴在手心当中。我会在第一时间燃烧身体本源，我的速度你们应该清楚。众人不再言语，只是怔怔地望着那100丈长的金色利剑带着锐利的光芒而下，
庞佛要斩断这世间的一切。罗萨那引以为傲的护罩，只是在接触的瞬间便轰然破碎。轰！金色利剑直直斩下，中间没有受到半点波折，竟然在那诡异魔气缠绕的地面都留下了一道1000丈之长的剑刃伤痕，看起来骇人无比。叮！恭喜宿主击杀高阶恶魔密罗萨族，获得经验值5000万。叮！宿主等级已达上限，无法提升。这下赚大发了。尽管苏峰现在无法升级，但经验值会储存起来啊。接下来回去完成5转任务，那么等级便会自动提升。这次的深渊没有白来，希望巴拉斯那家伙懂事一点，不然回来就将他给宰了。苏峰指的自然是罗萨掉落的装备。深渊当中不比外界，这里的规则特殊，需要自己主动拾取装备，不然的话，装备道具会慢慢的堕入深渊当中。时间长久之后，装备会被慢慢的分解为魔气，成为诞生滋养恶魔的养分。待到周围的烟尘散尽，龙鹿恢复原本样貌，回到众人身边。大家没事吧？众人皆是摇头，他们还没来得及出手呢，怎么会有事儿？技能都没释放，结果恶魔就几乎全都死光了。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见呢。龙鹿看到了后方站着的韩雪渊等人，怪不得刚刚那么多的高阶技能都差不多堪比禁咒了，果然是龙渊学府派人前来。池洛雨等人看到赤龙小组皆是相安无事，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几人不由得看向韩雪渊，怎么他刚刚如此肯定？多谢诸位前辈搭救，龙鹿礼数有加，毕竟这些前辈帮助他们赤龙小组解决了性命攸关的难题，自然是要好生感谢一番。池洛雨等人皆是疑惑不已，他们什么都没做啊，就站在这里看戏了，怎么就开始感谢他们了？刚刚那尊6翼天使难道不是你们赤龙小组成员释放的吗？或者说你们在这里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譬如天使族之类的？池洛雨有些好奇，刚刚他们都在观察那6翼天使了，本来还想找催动的人员，可四下张望之后皆是没有半分发现，还真是奇怪呢。这下不只是龙鹿，赤龙小组的所有成员更是直接挠头。什么？不是这些7转强者搭救的？那会是谁？这种高阶技能随手便是5个，要知道一般从吟唱到准备，少则几十秒，多则几十分钟啊。不过这也要看技能的品阶以及施法者对技能的掌控程度，可刚刚那几乎都是瞬发啊，想来也是一位对于魔法咒文造诣极高的强者，不然怎么会做到如此程度？只有苏峰淡定异常，看着眼前熟悉的身影，这不是先前监视他那个小姐姐吗？原来是同一阵营的啊，还以为当时对他有非分之想呢。韩雪渊看着淡定无比的苏峰，眉头微微皱起，清冷的眼眸当中充满了疑惑。他果然猜对了，也不知道是觉醒了什么天赋，居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雪渊，雪渊！池洛雨连续喊了好几声，韩雪渊这才反应过来，你怎么了？难不成是看中哪位小弟弟了？池洛雨打趣道。韩雪渊遮盖的面颊下方绯红一片，这池洛雨说什么呢？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敢开这种玩笑？没有，我在思考问题。既然没有受到生命威胁，那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们护送你们一同回去。韩雪渊转向一旁，眼角的余光却还是在苏峰的身上不停地打量。韩雪渊不是没见过天才，毕竟他就是其中之一，9年时间到达7转，甚至被强者收入麾下，更是成为了龙国神秘组织之一影霄当中卯兔的学生，而且还是卯兔位置的候选人之一。可苏峰这种情况，他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一般来说，一个人能够将一种魔法修炼到极致，已然是举世无双。可刚刚他亲眼看到了苏峰使用第2种元素魔法，而看着周遭那些不断流转的恐怖魔力，只怕会的还不只是这些啊。他不敢继续再往下想，若是猜测正确，那也实在是太打击人了。深渊9层，苏峰等人正在开采深渊魔石，这种石头蕴含着丰富的深渊魔气，其中部分会诞生出一些恶魔，当然也可以使用这些魔石来作为魔法阵的基石，前提是需要了解一定的深渊魔法。主人，正当苏峰在角落当中用特殊的工具挖铲的时候，巴拉斯化为一缕黑色魔气，悄然从地底钻出，然后顺着苏峰的衣襟飞快地传动到掌心之中。苏峰看到巴拉斯居然这么一会儿便来到了4转，而且隐隐有朝着5转突破的趋势，果然这家伙懂得很多。主人，这是那7阶恶魔爆下的装备跟道具，我全都给您带回来了。巴拉斯语气恭敬无比，一丝黑色魔气遮掩着几件闪烁着紫色光芒的装备浮现在苏峰的眼帘当中，而其中居然有一件带着光晕颜色的法杖，尽管有些晦暗，但这标志
不就是月10级别才有的独特光芒吗？卧槽，这下赚翻了！苏峰微微颔首，语气淡然说道：“不错，不枉我给你一次恢复实力的机会。”苏峰不动声色地收起，等到回去之后，便好好盘点一番这次收获。第81章熟人。回来的时候，龙鹿他们还有些奇怪，怎么那只7阶恶魔没有爆出装备？应该是被那诡异的地面收走了。这下真是亏大发了。不过他们也没有出多少力，倒是没有过于纠结。回到龙渊学府当中的苏峰，将巴拉斯带回来的装备全部取出，开始慢慢盘点。第一件月10级别的装备啊，装备淬恶古杖，等级限制360，品质月10，属性灵能加560000，敏捷加66666，精神加36000，施法速度正50%，施法范围正30%，生命汲取正50%，技能冷却负40%。附带技能淬恶魔坛，在固定范围之内召唤一处祭坛，能够从中不断诞生低阶恶魔，召唤而出的恶魔没有本体思想，只会遵守施术者的命令。裂谷魔怨，对单体目标造成混乱效果，在其期间之内，对方会陷入3-5S 的疯癫状态，不能自己，并且在该状态下，魔法抗性会减少30%。极渊附魔，能够将深渊当中的魔气吸收入法杖当中，补充身体之内缺少的魔力，在经过法杖的洗礼之后，魔气不会侵蚀本体。看完这些夸张的属性，苏峰只有一个字脱口而出：强。这柄淬恶古杖不仅仅是属性极其夸张，就连附带的技能也是世间罕有啊！要知道，一般都是恶魔使用深渊魔气，而绝大多数人类是无法直接触碰的，除了一些特殊的职业，类似于龙鹿的堕魔者。所以，对于深渊魔气，人类一般都有特殊的处理方式。但对于大多数冒险者来说，深渊魔气是一种祸患，而这柄法杖居然可以汲取深渊魔气为己所用。光是这一条属性放到外界就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轰动。毕竟探索深渊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力竭，有时候恢复药剂跟不上补充的速度，那么这深渊魔气也算是一条不错的归途。可惜啊，无限魔力这个技能看来是用不到了。苏峰两手一摊，似乎很是无奈。要是被旁人看到，肯定要心生嫉妒。这种逆天的装备以及技能居然说用不到，这柄法杖要是在别人手中可能会被玩出很多花样。苏峰看着那上边的低阶恶魔，要是召唤师或者是其余的元素师，应该能够给自己提供不少的输出空间。可惜他还是用不到，主要是标明了低阶恶魔，就算是6阶恶魔，现在也是被他一招秒杀呀。正好360级，先穿戴。拿在手中，苏峰只感觉其上有股奇特的魔力在手中流转，一瞬间，那些原先被他屏蔽的深渊魔力似乎也没有那么讨厌了。不错，属性暴增，接下来的5转应该没有那么棘手了。苏峰抚摸着那有些阴冷诡异的古杖，随后将其收起。又花了10多分钟之后，苏峰将装备全部盘点完毕，足足有95件史诗级别装备，283件黄金级别装备，剩余的更是数不胜数。而巴拉斯当时递给他的都是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剩下的全都被那家伙用恶魔技能给储存在一个临时的随身空间当中，直到回来之后才将其拿出。这次做的不错，你的实力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巴拉斯受宠若惊，还是保持着先前的模样。主要还是苏峰警告过他，在龙渊学府当中最好将自己的魔气完全隐藏，不然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找到灭杀。主人，现在我的面板实力是4阶恶魔的属性，但战力可以达到6阶初期。巴拉斯没有隐瞒，毕竟他这一点在苏峰面前还真的是不够看。苏峰面色愕然，不愧是存活1000年的恶魔统帅，肯定有很多已经失传或者是独创的技能，再加上对各种魔法咒文已经铭文了如指掌，以4阶对6阶倒也算是正常。现在苏峰不只是手中的钱多，而且随身都带着2个强力的打手，这种配置在龙渊学府也是极为罕见的存在啊！该是去找商会将手中的装备处理掉了，不然留在手中也是麻烦。龙渊学府地大物博，其内建筑林立，更是跟许多的商会皆有合作，像是龙国排名前10的10大商会，在其内都有一定的分支，而且这分支分量还不轻呢。毕竟在这里的几乎都是天才，对于装备的需求迭代肯定是与普通人有着天壤之别的。再者，这里也聚集了几乎整个龙国的权贵后代，所以很多商会都想来自分一杯羹。不过嘛，在这里龙渊学府才是龙头，他们每年要将收益的30%无条件交给龙渊学府，并且承诺在其内不得闹事，如果发生意外会有专门的组织调停。就这条件，不知道每年都有多少组织挤破头想进来呢。天明商会就是这里了。苏峰按照魔法地图的指引，很快便来到了天明商会的入口。毕竟
他是黑金会员吗？在这里也有不少的特权，如果去其他商会还要重新养成，那实在是太麻烦了些。苏峰刚一进入，便看到了那熟悉的谄媚脸颊。苏先生，别来无恙啊！卧槽，马润，这家伙怎么跑这里来了？先前说他有事儿离开，不会就是这事儿吧？我知道以苏先生的实力，一定能够进入龙渊学府，所以便提前跟商会申请调到这边来了。嘿嘿，苏先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还是换个位置。马润说完，从手中丢出一个光滑流转的圆形法阵，砰！一瞬间便在地面之上炸开，彩色的魔力充斥在奢华的店铺之内，将周围那些学子的眼光都吸引而来。卧槽，这起码也是黑金会员以上才有的待遇啊！那个小哥是什么人啊？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尼玛，原先那个老板不是很热情好客的吗？自从换了这家伙，我以为他就是一个面瘫，怎么也有这副嘴脸啊？我记得上次告冰学长前来，也只是三色光华呀，这可是七彩琉璃，在龙渊学府3年了，头一次见到，居然如此奢华。苏峰听着周围的议论，也知道了这价值不菲。但马润在天明商会当中，似乎不像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啊。苏先生，咱们走吧。苏峰微微颔首，踏步而出，瞬间便消失在了店铺当中。第82章，百亿邀请，10年之内到达8转。周遭光华流转，其上那晦涩的铭文还在不断漂浮。苏峰此刻处于一间奢华无比的空间之内，不过周围被魔法阵层层保护，看起来异常的隐秘。马老板，正常交易应该不用这么隐蔽吧？苏峰似笑非笑，只是看着此刻镇定无比的马润，这家伙气场跟原先完全不一样啊。苏先生，这是为了黑金会员以上的客户保密，所以才多此一举。苏峰不信，毕竟此刻维持魔法阵的花费也需要一笔不菲的收入吧。马老板，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好，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你也知道这里的商会林立，想要做生意的话，我想他们会很乐意的。苏峰不慌不忙，毕竟他本身的战力就极强，再加上巴拉斯跟赤金亚龙染，就算是这里有人想对他不利，也要看看对方有没有这个斤两。更何况天明商会本身就是商会组织，求财、安稳、发展才是他们的目的。苏先生快人快语，马某欣赏。那我也就直说了。马润将一个看起来古朴的茶壶摆在桌面，然后一套熟悉的操作给苏峰斟了热茶，这才缓缓开口说道：苏先生，我想邀请你加入天明商会。苏峰嘴角微翘，他倒是猜到了一些，毕竟吸纳天才是各个组织当中常见的事情，类似于先前的告兵，为自己、为工会、为家族，而唯有不断吸纳天才，才能保证一个强大的组织久盛不衰。哦，我想听听马老板的意见，或者是该称呼你真实的职位呢？苏峰端起热茶，慢慢品茗，没想到这茶水当中竟然有丝丝醇厚的元素魔力，在身体当中不断游走，似乎对于周围的元素更加的敏感了。茶水不错，马润笑而不语，只是端起茶壶再次给苏峰斟满，这才悠悠开口：果然瞒不过苏先生，既然如此，我也就直说了。最近几十年，天明商会在许多地方的分支都遭到了其他商会的打压，这对于天明商会不是一个好的处境。我作为商会副会长的其中之一，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就此倒下。马润眼睛微眯，继续说道：曾经会长请人占卜推算，说是在朔江省能够寻求到一丝转机，所以你就蛰伏于此，不断观察。哈哈，是啊，不过已经好几年了，我真的以为没有希望了。毕竟朔江省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资源匮乏，能够考入龙渊学府的更是少之又少。我几乎都会观察一段时间，但他们的成长实在是太慢了，相对于拯救天明商会的困境来说。马润神情有些激动，直到遇到你，我觉得可以赌一把，没想到现在应该是那次的占卜应验了。苏峰，马会长，我还没答应你呢。100亿再加上天明商会每年1成的收益，而且苏先生此后成长所需要的材料，天明商会都会鼎力支持。苏峰本来还想再谈谈条件，没想到马润直接给出了他无法拒绝的诱惑呀。100亿龙币就算是一个普通职业，也可以将战力堆积到6转强者了，更何况后边的条件才是最为诱人的啊。天明商会每年1成的收益，起码也是几十个亿，要不然就是上百亿了，这可比原先刘家的10亿龙币强太多了呀。再就是接下来的转职任务将会越来越难，所需要的材料可能也不好找寻。若是加入天明商会，那这转职任务当中需要材料的难度就会大打折扣啊。这个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不过苏峰倒也不会一腔热血答应下来，毕竟暂时还不清楚需要他做些什么。马会长，
报酬我了解了，那我需要付出些什么呢？马润面色郑重地说道：“10年，苏先生需要在10年的时间当中成为8转强者，到时候加上工会当中的其余强者，应该可以让天明商会有些转机，起码不会像如今这般被动。”苏峰面色古怪：“就这就行了？”苏峰有些拿不准，再次问道：“还有其他的要求吗？”“没有，只不过8转强者脾气古怪，现在天明商会当中也仅仅只是有3位而已。其中1位百年之前已经失联，据说是在冲刺9转，现在谁也找不到他的踪迹。”苏峰微微颔首，看来这就是导致天明商会开始出现衰退的原因了。只有竞争对手才彼此了解，时间也恰好对上。之前的几十年用来确定消息，100年的时间冲刺9转恐怕是已经失败了。如果仅仅是这个要求的话，他可以做到。天明商会不会限制自由吧？不会，在这里的8转强者只要挂名即可，商会不会强迫做任何的事情。卧槽！苏峰还是第一次知道，光靠挂名就可以拿这么多钱的啊。那这个倒是不算亏。苏先生，我想补充一点，100亿根分成是在你10年之内成为8转强者方可作数，而现在可以履行的承诺，只有对你的培养。马润含蓄地补充道。苏峰表示理解，毕竟谁知道他是不是那次占卜推演的人呢？不过光是这一条也够了，起码解决了不小的麻烦，也难怪会去朔江省找人了。主要是外边的天才都被各大家族包圆了，就算是商会想要争取，恐怕也是难上加难啊。毕竟他们算是外来人员，而那些家族的子女有权有势，再加上平日里在很多排行榜上活跃，普通人都有慕强的心理，强者也不例外。如果龙渊学府排行榜前100的队伍向你抛出橄榄枝，你会拒绝吗？除非本身就有绝对的实力，加上充足的资源，不然很难。加入其中，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自己的命运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可以，不过10年可能有些久了，3年吧。马润愣住，这不是开玩笑吧？3年想要进入8转吗？虽然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但是不是有些天方夜谭了？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呢？苏峰真的是占卜当中寻找的那人吗？他有些怀疑了。第83章，无需花钱。但马润自然不会直接明说，毕竟一切皆有可能。若是苏峰真是占卜结果寻找的那人，他这时交恶岂不是自断后路吗？若苏先生能够在3年之内到达8转，我们天明商会可以将报酬追加到1000亿龙币，以后苏先生9转的材料，我们也可以尽绵薄之力。马润当即表态，毕竟现在形势已然如此严峻，以后市场的压缩份额一定会更加的稀少。若是苏峰真能够在3年之内到达8转，那么天明商会将会将损失降到最低，甚至慢慢将原先失去的市场夺回来。但这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了，毕竟蓝星之上哪有人可以3年之内到达8转呢？现在蓝星之上保持的8转最快纪录也是18年啊，而且千年才出这么一个而已。苏峰听到马润的态度，顿时眯起眼睛，然后将面前的茶水一饮而尽。那我们一言为定。苏峰没想到马润这么爽快，想来这家伙在天明商会当中的地位也不会低，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副会长那么简单，能够私自更改这酬劳价格，并且面不改色，光凭这一点就足以断定。毕竟9转所需的材料世间也是罕有，价格更是贵得离谱。没想到天明商会能够做到如此地步，那么苏峰觉得自己应该拼上一把。再说按照他现在的速度，可能还真的用不了3年。不过天明商会现在的处境应该还没有跟那些黑金以上的会员透露，一旦失去这些客户，那么天明商会将会更快的垮台。苏峰心中暗自思量，也难怪表面还要维持的这般奢华。我这里有些装备，你帮我处理一番，到时候直接将龙币打到我的账户中即可。苏峰起身，然后悠悠说道，这2天我应该会来找你拿一部分转职材料。马润微微惊讶，转职？这么快？不过按照苏峰先前的速度，这个时候也应该2转了。毕竟苏峰可是朔江省的状元啊，能够到达征战之路3000米的天才。行，我就在店铺当中坐着，你随时来找我即可。马润手中魔力流转，苏峰脚下浮现一个精密的法阵，咻！苏峰的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哎，希望你真的是占卜结果所说的那位可以将天明商会拯救与水火的天才，不然再这么持续下去，以后龙国便是9大公会了。马润唉声叹气，那些8转强者只是挂着名头，用实力来威慑对方，他们可不会为了一个区区商会去拼死拼活。毕竟这种实力，想要钱的话去哪里都有。更何况
大多数8转强者根本不缺钱，有些只是挂个名头而已。把玩着手中的戒指，马润渗入魔力查看了起来。苏峰刚刚进入龙渊学府，应该不会像之前那般豪横了。不过既然是苏峰递来的，马润还是要扫视一下的。卧槽！马润当即坐直了身体，这戒指当中怎么都是4转，甚至是5转的装备啊！而且看这成色，这是来自深渊当中的装备啊！细看的话，是可以看到丝丝魔气在其上流转的。嘶！马润倒吸一口凉气，不是2转吗？这装备，等等，这岂不是意味着他的实力已经来到了4转甚至5转的阶段？马润猛然站起，盯着苏峰刚刚所坐的位置，久久无法平息身体的颤动。占卜的预言难道真的是他吗？对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询问过他半点关于等级的问题。马润仔细检查着戒指当中的装备，这下已经异常的肯定，只有加入隆重才有资格进入深渊。看来这次终于是等到了，转职很有可能是3转，甚至是4转。马润越想越是激动，连忙利用魔法皱纹将这里的消息报告给会长。苏峰离开天明商会的时候，还有不少学子都在观察他，毕竟能够被邀请到那种地方，想来也是不凡之人。苏峰避开那些女同学炽热的眼神，然后顺着地图指引来到龙渊学府当中的转职大厅。不得不说，龙渊学府真的很大，要不是苏峰现在等级飙升，不知道要走多长时间呢。不过到达5转便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空中飞行了。苏峰望着这豪华无比的转职大厅，也不由得心潮澎湃。不愧是龙国第一学府，果然是气派十足啊！走进转职大厅，这里陆陆续续的都有学生进出，有些结伴同行，有说有笑，有的眉头紧皱，愁眉苦脸。不过5转的窗口那里人员倒是很少。苏峰缓步走去，站在其后慢慢等待。你们看那个同学好帅啊，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可实力还这么强大，竟然已经要做5转的任务了。真的啊？我以前怎么没有在龙渊学府见到他啊？那些排行榜之上的强者，我大多都见过呀。你们真是 low 爆了，那是刚刚入学的新生，知道试炼之塔是怎么爆的吗？就是他的。一瞬间，周围的眼神全都聚集在苏峰的身上。什么？一个新生打爆了试炼之塔？龙渊学府占地面积广袤无比，很多学生都是埋头提升实力，对于一些八卦或者是学府当中发生的事情倒是没有那么关注，但走在路上也能听到旁人在讨论这件事情。毕竟这可不是一般的比赛或者是打擂，这可是打爆了试炼之塔呀！据悉，试炼之塔到现在差不多几百年的时间，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这是直接刷新了历史啊！几分钟之后，终于轮到了苏峰。转职的妹纸刚刚自然也是听到了一些关于苏峰的消息。等到苏峰使用魔法皱纹填完信息的时候，他不由得瞟了一眼，这位学弟还真是强啊！刷卡的位置在哪里？妹纸哑然一笑，然后柔声说道：学弟，在龙渊学府当中转职是不需要花费钱财的，那些工会以及组织已经替我们付过了。卧槽！苏峰嘴角微翘，还有这种好事儿？第84章5转任务。苏峰进入转职法阵之后，也不由得感叹这里设计的精妙绝伦，许多铭文都晦涩难懂，设计的结构看起来就玄妙无比。不愧是龙渊学府，手笔真是不容小觑啊！紧接着便是一道彩色的光芒笼罩全身，苏峰顿时觉得舒爽无比。叮！5转转职任务已经开启。转职任务1：击杀风寺雪山当中的冰霜女巫，并且带回其祭坛。转职任务2：收集天云阴土，将其纳入转职法阵当中。转职任务3：自身的灵能面板数值需要达到500万。转职任务4：具备7种基本元素的魔力技能，并且达到熟练的程度。转职任务5：通关副本虫巢噩梦，收集虫卵100枚。转职任务6：献祭7种基本元素的稀有材料，需要其内含有的魔力相同。转职任务7：击败泰坦巨人，获取他的认可。转职任务8：打造一身专属魔法师的装备，并且将其穿戴。苏峰看完之后还有些庆幸，10个，整整10个转职任务。不过这对于绝大多数的转职者来说已经是非常稀少的了，越是往后，转职任务的难度会越来越高，而且数量也是逐步提升。但有些会有例外，给几个极其难以完成的任务，就导致很多人转职失败。其中对于属性面板的要求已经达到，这倒不算什么，毕竟光是淬恶古杖所加的属性便已经满足了这一条。剩下的材料任务交给马润，背靠天明商会，有这个资源不用白不用。而且赤龙馆当中还有不少的东西，到时候也去找找。苏峰简单梳理了一番，便确定了接下来的行动。先去风寺雪山吧，
有赤金亚龙然的速度，应该1天的时间就能来回。苏峰直接将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发给马润，然后回到赤龙馆当中。既然已经作为这里的成员，还是要跟龙鹿说一声，自己暂时无法外出做任务，顺便再索要一份地图。毕竟苏峰现在连风寺雪山跟虫巢噩梦所在的位置都不知道。赤龙馆。听完苏峰所说的2处位置，龙七清冷的眼眸闪过一丝亮光。虫巢噩梦这个副本是我们家族管辖的地带，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可以带你回去，到时候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烦。龙七倒是没有那么拘谨，整体表现得落落大方。他自从来到龙渊学府当中，也就仅仅回过一次家族。毕竟加入赤龙虽是荣耀，也是巨压，他要保证自己的实力稳步增长。而现在同为赤龙小组的苏峰正好前去虫巢噩梦，他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回到家族当中看望一眼。苏峰没有想到这妖巧合，既然龙七可以帮忙，那他肯定不会拒绝。有个熟人自然是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烦，那就多谢了。苏峰刚说完，旁边的龙三便说道：加上我正好也要找泰坦巨人，印证一下我的格斗技能有没有长进。苏峰没有拒绝，反正他也不知道泰坦巨人在哪儿，有个熟人起码也不会走错。敲定了计划之后，苏峰等人当即出发。马润给苏峰发来消息，除了天云阴土，其余的材料都可以在工会当中搜齐。天云阴土，我记得咱们赤龙馆之内就有，只不过这东西比较特殊，需要特定的环境才能保存，被封存在法阵当中，你找不到也是正常的。龙七耐心地解释道。呼，苏峰长出一口气，龙渊学府果然是财大气粗，商会之内无法搞到的东西，居然是被学府当中收集起来了。不过听到后边龙七的解释，苏峰心里倒是也有了大概的了解。天云阴土这种材料极为稀有，加入装备当中可以极大的增强其硬度，并且其上还带有些许星辰之力。虽然微乎其微，但有些人还是坚持不懈的研究。若是能够从中窥探1、2，说不定实力会突飞猛进。这种东西市面上抢手也是正常的。咱们使用传送阵的话，中间可能还要赶一段路程。虫巢噩梦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还没等龙七说完，便看到眼前突然一条巍峨的巨龙躺在面前。龙三跟龙七皆是目瞪口呆，怎么刚出学府就遇到这种魔兽？他们完全看不透这浑厚的魔力啊，比他们强上太多。走啊！苏峰一跃而上，然后看着底下发呆的2人。龙七面色古怪，这是你的坐骑？苏峰微微一笑，不然呢？2人面面相觑，皆是不知作何应对，内心只有一个字：牛。本来以为苏峰一接新人，应该是他们赤龙小组当中最没存在感的才对，怎么现在反倒是他们成了衬托的对象了？看着那威武的鳞甲，2人惊叹不知，直到苏峰再次催促，这才一跃而上。呼！赤金亚龙然猛然升起，众人瞬间来到云端。2人这才对赤金亚龙然的形体有了初步的了解，这起码长达1000米啊！没想到这位新来的学弟才是真的深藏不露。龙三跟龙七默默地将苏峰的位置抬高，等到苏峰离开之后，学府门口的阴影当中缓缓现出一个人影。果然，怪不得能够逃离我的追踪，原来是赤金亚龙然被你带走了。这就是你没有通关征战之路的原因吗？韩雪渊站在原地错愕不已，他也是通关征战之路的人之一，但那个时候是取巧利用天赋躲藏在赤金亚龙然的影子当中，这样赤金亚龙然永远都无法找到他。但这种能力也有缺陷，一旦暴露，很快便会想方设法的破解。看来我的猜测没有错，深渊当中的那些高阶技能也是你的手笔，加上试炼之塔的技能。韩雪渊若有所思，先前在天溪市的那恐怖技能，难道也是你？韩雪渊越是细究，就越发的感觉不可思议。这尼玛是新人！第85章史院长的安排。空间法阵，紫薯苍老的面孔之上满是褶皱，听着卯兔的言语，频频点头，而且脸上的笑意越发的粗犷，似乎现在正在听一件很是开心的事情。不错不错，年纪轻轻就能得到赤金亚龙然的青睐，看来确实是有一定的过人之处。再加上那无法推测的命理，以及深渊当中出现的异常，这小家伙身上似乎有不少的秘辛呢。众人听着紫薯对苏峰大加赞赏，不免有些疑惑。毕竟在这100年当中，他们可没怎么听过紫薯对一个后辈如此赞赏，这可是颇为罕见的啊。更何况那可是一只7阶魔兽，带有亚龙血脉的长髯，若是以后血脉觉醒，化为真龙也说不准呢，其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现在就这么被人拐走了，那征战之路那边的空缺，还有这损失谁来弥补呢？
你们的意见呢？紫薯原本佝偻的身体，在这2天也笔直了不少。众人面面相觑。紫薯，赤金亚龙然失窃，龙渊学府虽然暂时没有消息传来，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到时候我们总要给一个交代。这亥猪憨厚的声音响起，那有些肥硕的身躯微微颤动。交代？紫薯嘴角这下咧得更宽了。这有什么要交代的？咱们跟龙渊学府也算是同宗同源，说起来，老头子我也是学府的创始人之一呢。何况那小家伙也是龙渊学府的学生，给一只7阶魔兽作为辅助，不算是过分吧？众人愕然。你这偏爱的实在是太过分了。那可是赤金亚龙然，可不是一般的7阶魔兽可以比拟的。血脉若是进化下去，以后的战力不可估量的。现在被人拐跑，反倒是一点都不担心了。你们觉得那赤金亚龙然算是亏了？紫薯摇头，这些小家伙还是太年轻了。魔兽开智之后，可是一点都不比人类差，尤其是亚龙血脉，精明着呢。再加上他们眼光极高，你们难道以为是谁都可以带走的吗？紫薯看向卯兔，我记得当时你的一位学生便是如此，虽是通关征战之路，但却也是取巧，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魔兽的血脉越是稀有，越是看重尊严。紫薯轻咳2声，继续补充道：若是没有征服他们的话，宁可死亡，也绝不会屈服。众人闻言，脸上的表情却是五花八门。这么说，一个刚转职不到10天的小家伙，得到了7阶魔兽赤金亚龙然的认可？开玩笑的吧？可不是这样的话，那赤金亚龙然确确实实是被人拐走了呀。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传话给龙渊学府的慕容元，这件事情就此作罢。若是想要追究什么责任，尽管来找我老头子便是。龙渊学府院长是。看着惊魂未定的邢无双，慕容元嘴角幅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没想到平日里一直宣扬百炼成钢、镇定异常的邢无双，今天也会露出这副表情，还真是有些反差呢。无双啊，试炼之塔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告家已经联系我，说是愿意补贴30亿龙币进行修缮，剩下的龙渊学府当中承担即可。邢无双表情错愕，院长，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啊。是蛇？什么了？院长，那个我……慕容元眉头微皱，邢无双今天这是怎么了？吞吞吐吐的，这还像话？有什么就说什么，慌慌张张的，怎么给底下那些学生做榜样？邢无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站直身体，深呼吸一口气。院长，赤金亚龙然没了。什么？慕容元刚喝下去的茶水差点又喷吐出来。我说赤金亚龙然不见了。邢无双这次格外的大声，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有限的空间当中不断的回荡着。慕容元当即就坐直了身体。那赤金亚龙然可是史院长亲自抓来的呀，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征战之路当中的象征了。这个时候弄丢了，岂不是愧对史院长？这麻烦了，你还知道些什么？将你知道的线索全都说出来。邢无双被这种状态之下的慕容元盯着，总觉得身体上冷汗直冒。这位院长虽然跟他同是7传，但实力却是天差地别。这位院长觉醒的天赋有些特殊，故意卡在7传等待天赋完全开发，但实际战力已然不弱于一些8转初期的强者，可谓是恐怖如斯。邢无双就将自己进入征战之路的细节全部讲述了一遍，尽可能的不去遗漏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但刚讲到一半，便被慕容元打断了，并且让他离开，这匪夷所思。不过他也说不得什么。慕容元看着从房间之中缓缓现出身形的韩雪渊，眼神也柔和了不少。毕竟韩雪渊的名号在先前的龙渊学府也是极其响亮，在一次国际争霸秘境当中，更是带队击溃上百名强者，让龙国拿到了那个秘境的归属权。韩雪渊说完之后，身形便重新隐匿。原来这一切都是史院长的安排啊！慕容元看着面前的一个不断旋转的星辰光球，不由得面露沉思。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征战之路当中再重新安排一头7阶魔兽便可以了。虽然可能跟赤金亚龙然有些差异，但眼下这也是最为稳妥的办法了。慕容元手中魔力流转，将一段咒文刻在那星辰光球上，紧接着那些文字便隐匿其中，不见了踪影。苏风这小家伙倒是有些意思，试炼之塔、征战之路都无法挡住，若是成长起来，恐怕也是龙国镇守一方的大能了。这件事情我会帮你隐瞒下去的。慕容元将面前的热茶拿起，重新品茗一口。没想到已经得到了史院长的关注了，说起来已经有将近300年没有见过史院长了。第86章，离家。云南省，这里地大物博，草木繁茂，主要是虫类魔兽尤其居多。虽然带来了很多头疼的问题，但却也给云南省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很多冒险者慕名前来，也有不少的特殊职业，譬如虫语者。这里可以将他们的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苏风站在赤金亚龙然的头顶，旁边两侧的脚似乎又成长了一些，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翱翔的自由。三人心头皆是惬意无比。黎家在云南省也是首屈一指的庞大家族，而且跟10大商会之一的半城烟沙合作密切，旗下涵盖副本秘境成百上千，光是靠着其中的费用，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几百年前，人们发现云南省当中的虫族对于伤势有特殊的疗效，经过坚持不懈的研究，终于是将其融于市场之上的治疗药剂当中。黎家也正是因此得到腾飞。你说什么？大小姐要回来了？正在跟人洽谈的黎旭当即站起身体，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管家。是，家主。大小姐刚刚已经传讯，很快便能到达咱们家族的地域，而且还说这次有同行的伴侣，虫巢噩梦的副本暂时不要让人再去闯荡了，有些浪费时间。听完管家的叙述，黎旭本来咧开的嘴角瞬间闭合。这丫头1年多没怎么回来了，这才刚回来就开始给她安排任务了。不过黎旭尽管内心如此，但还是对着管家说道：“去将虫巢噩梦关闭，就说正在修缮，暂时不对外开放。”是。看着离开的白发管家，黎旭当即对着另外3人说道：“李兄、王兄、孔兄，要不咱们改日再谈，今天实在是事发突然，招待不着，还请见谅。”黎旭抱拳，旋即便要转身离去。自从宝贝女儿进入龙渊学府，就入学之后的1月回来一趟，往后就杳无音信了。主动联系回复不是在战斗，就是在提升实力。后来黎旭也担心影响到自己的女儿，索性也就放任不管了。没想到今天居然这么突然，见我的宝贝女儿去了。黎旭这才刚刚跨出一步，便被后方的李冉叫住：“黎兄，咱们先前商谈的那桩婚事，你看。”黎旭顿时一拍脑袋，倒是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这种人生大事，他可不想过多的干预，还是让自己的宝贝女儿选吧。李兄啊，我那女儿脾气从小被我惯坏了，恐怕这件事没有那么顺利，要不你们改日再来。黎旭已然下了逐客令，其余2人也是当即离去，只有李冉心有不甘。黎兄，告辞，回家把握机会，直接让自己的儿子李佳器上门提亲，只要娶到黎若字，往后李家的实力将进一步腾飞。黎家？那是什么？怎么如此恐怖？好像是朝着咱们这里来的。诸多守卫闻声望去，当即汗颜。这魔兽的身躯也忒大了吧，而且还是罕有的飞行魔兽。虽然云南省之内虫类繁多，可这么大的长虫是怎么也没有见过的。快去通知家主，询问是否要开启守护阵法，要是再晚点就怕麻烦了。正当众守卫开始行动的时候，管家曾毅的身形骤然出现。不用了，上面的是大小姐，通知下去，不得任何人伤害那条巨蚺。曾毅尽管面色平静，内心却是波涛汹涌。那个10多年前牙牙学语的丫头似乎还在他面前奔跑呢，没想到一转眼变已经这般强大了。这飞行魔兽的气息绝对是6转以上。曾毅自己身为6转强者，可还是感觉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大小姐，你成长了很多啊。苏风看着气派无比的黎家，不由得暗自咂舌。这里并不是那种高楼大厦，而是全都使用特殊的木材或者植物铸成，跟大自然完美的融为一体。那手艺简直是巧夺天工，浑然天成。若是不细细查看的话，谁能知道这里竟然隐藏着一个如此庞大的家族。轰！赤金亚龙然的身躯直接停在100米高空，这可让不少人以及魔兽都遭到了巨大的触动。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气息？那身躯……黎旭当即身形一闪，出现在赤金亚龙然的下方。7阶魔兽还带有亚龙血脉，这黎旭也是震惊无比，旋即便看到从高空跃下3人，其中之一不正是自己的宝贝女儿黎若字吗？等到3人落地，那1000米之长的赤金亚龙然瞬间缩小，直到1尺有余，这才钻入苏风的衣袖之中。饶是黎旭也不由得有些惊讶，小小年纪便有7阶魔兽护送，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少爷，不过肯定不能得罪就是了。父亲，我回来了。黎若自上前轻轻搂了搂黎旭，旋即看向苏风跟龙三说道：“这是我的2位同学，跟我非常要好。”黎家主，不用客气，既然是字儿的朋友，那便是我们黎家的贵宾，还请上座。黎若自摆了摆手，清冷的声音响起：“父亲，我们还要去虫巢噩梦，就不去家里了。”什么？黎旭当即愣住，哪有人回家都不进家门的？你当你是大禹啊？父亲，我们时间紧迫，还望你谅解。黎若自靠近黎旭轻声耳语道，顺便一提，女儿现在已经加入龙种。
离旭眼眸瞬间瞪大，只是开口说道：“好，好，好啊！”没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入学1年多，竟然被龙种选中，怪不得后来杳无音信。那你们直接去传送阵，现在虫巢噩梦没有进入刷新，随时可以开始。离旭并没有因此悲伤，反倒是开心至极。加入龙种，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离若自以后岂不也是8转强者了？告别离旭等人之后，龙三说道：“你确定不去跟家人团聚一下吗？”龙七摇了摇头：“不了，我们时间紧迫，还要去风4雪山以及寻找泰坦巨人。深渊那边的情况也不太好，还是要早些回去。等解决完这些事情，危机消失之后，回家再慢慢享受了。”第87章速通虫巢噩梦。大小姐，虫巢噩梦外围的守卫异常恭敬。龙七微微颔首，然后便说道：“龙九，你可以进去了，但虫巢噩梦属于地狱难度副本，你确定不需要我跟龙三陪你进去吗？里边的虫类魔兽可不好对付，就算是普通的6转强者都有些吃亏，恐怕你一个人。”龙七没有往下说，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这里边不好对付啊。他们尽管见过苏风将试炼之塔摧毁，但这些虫类魔兽可不是站着的靶子，不仅会通力合作，而且速度极快，有些甚至能够互相融合，使出一些特殊的种族天赋，这才是最为棘手的啊！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应该可以。苏风手掌按在前方不断旋转的涡流之中，矫健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等到苏风回过神来，竟然出现在一片茂密的树林外围，而且周围群山林立，时不时都能听到虫类的鸣叫。苏风站在原地都能看到不少魔兽的巢穴，这里的虫类魔兽似乎异常的庞大，光是一些6边形巢穴就达到了7、8米之大。开始干活了，速通，下班。苏风直接开启洞察天地，这样几乎整个副本大半都浮现在他的视野当中。原来地底还潜藏着这么多呢，那我得认真一点了。赤金亚龙然缓缓钻出，看向苏风说道：“主人，这些虫类魔兽可以提升我的实力，不知道能不能？”可以。苏风非常爽快，他要那些尸体顶多也是卖些钱财罢了，若是赤金亚龙然能够快速提升，往后也能够帮到他不少的。多谢主人。赤金亚龙然声音有些激动，旋即便在空中漂浮，等待苏风开始清场。嗡，似乎是发现了苏风的踪影，距离最近的那个巢穴当中竟然飞出了有小臂般一般粗大的风兽。很快那里便聚集了20多只，已经将苏风彻底锁定。那就从你们开始吧。风暴之怒，咻！原本风和日丽的天空骤然一变，狂风呼啸而来，将刚刚的几只风类魔兽瞬间切成残渣。这边还有这边，自然之雨，冥海无岸，霜寒破冰。一瞬间天昏地暗，整个副本当中都肆虐着狂暴的魔力，只有苏风旁边是一片净土。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狂暴杀人蜂，获得经验值5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嗜血嵌合蚁，获得经验值1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流金嗡嗡虫，获得经验值20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饶是见多了苏风这种毁天灭地的恐怖技能，赤金亚龙然也不由得汗颜。这种手段当真是恐怖如斯啊！看来他这次真的是选对了，说不定真的可以化龙。副本当中的魔力还在不停的肆虐，苏风靠着洞察天地，就算是躲藏在地底100米的魔兽也全都找了出来。这一次一定要一锅端。1分钟之后，刚刚还狂躁无比的魔力全部消散殆尽，苏风面前的装备跟道具已然堆积成10米多高的小山那般。去吧！赤金亚龙然身形摆动，瞬间化为本体。死！鲸吞牛吸之下，竟然在半空当中便将底下所有魔兽的尸体全都吸入肚腹当中。这些装备竟然没有一件星耀级别，月食级别的就更别说了。回去之后还是让天明商会处理了吧。苏风有些无奈，当即将所有的装备全都收入储物戒指当中。这要是被人听到之后，一定会捶胸顿足。这里边光是史诗级别的装备就有好几10件呢。要知道，很多人就连黄金级别的装备都凑不齐一身啊。苏风进来只是1分多钟的时间而已，便已经将副本之内的所有魔兽尽数秒杀，还拿到了这么多的装备道具。就这还不知足啊？吞噬完咱们就可以离开了。副本外，龙九进去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吧？龙三虽然举止有些粗犷，但再怎么说，苏风也是跟他们同为赤龙小组的成员，该有的关心还是要有的。龙七秀眉微蹙，总觉得自己放任苏风一个人进去有些唐突了，里边那些虫类魔兽可是麻烦的很啊。
若是一次性招惹不同的种族，只怕是要倒霉了。应该没事，实在不行，还有那只赤金亚龙蚺的保护呢。只是这样的话，可能对龙九的成长有所影响，我们还是先等等吧。龙七这个时候知道自己不能说丧气话，唯一能做的便是相信苏风。龙三，你肚子饿不饿？我可以让守卫拿来一些食物，正好龙九还在闯关，我们缓缓。龙三摸了摸满是棱角的腹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还真有些饿了。”正当龙七转身将要离开的时候，虫巢噩梦面前的漩涡居然浮现出一道紫黑色的光柱。嗡！一道熟悉的身影慢慢浮现，仔细一看，那不正是刚刚进去的龙九吗？怎么这么快啊？难不成是动用了那只七阶魔兽吗？龙九，你失败了吗？苏风，没有啊，已经结束了，咱们可以离开了。两人面面相觑，疑惑不已。这可是地狱级别的副本啊，怎么进去1分钟就解决了？龙九，你确定吗？龙七试探性地问道。主要是他怎么也无法相信如此快速的通关记录啊，毕竟最快的记录保持者也是69分钟啊，而且还是一个团队互相配合。放心吧，我已经全部解决了。咱们是回你家，还是接着去下一个地方？苏风双手放在脑后，悠然自得的表情让两女皆是微微愣神，似乎不用计划当中的3天时间了。那咱们先去风四雪山吧。苏风手臂一甩，赤金亚龙蚺那庞大的身躯骤然出现。走着。第88章风四雪山。李冉带着李佳器很快便来到离家门口，看着远处突然腾空而起的巨然，心里不免升起一阵艳羡之情。试问谁不想要一只实力强大而且还异常听话的飞行魔兽呢？只可惜像眼前这种强悍的魔兽，恐怕他们今生是没有机会体验了。更何况想要驯服一只7阶魔兽谈何容易呢？爹，等我到时候掌控了离家，一定给您也整这么一头魔兽。李佳器内心渴望无比，看着天空之上的赤金亚龙蚺，久久无法平息激动的内心。若是他有这般，不知道多少女孩都会拜倒。出行更是拉风到爆啊！可惜现在还不行。你有这份心，我就欣慰多了。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建立跟黎家的婚约，只有你娶到黎若淄，往后咱们李家才能更进一步啊。李冉目光深邃，看着远处的天空，似乎是在回首往事。爹，您就放心吧，我27岁已然是4转，虽然比不上那些顶尖天才，但实力也够看。更何况我最擅长的是经商，到时候我会慢慢的运作，让我们李家逐渐架空。两人声若蚊蝇，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到。10多分钟之后，终于看到黎旭的身影出现，只是似乎有些不太开心。黎兄，没想到今天还要再叨扰你一遍啊！刚刚听说黎大小姐回来了，我立马就回去带着薄礼过来看望。李冉旋即看向李佳器，将其往前推了推。黎兄，这是犬子李佳器。黎伯伯好。李佳器表现得异常温顺，做可能的去博取黎旭的好感。我那宝贝女儿已经离开了，这合作之事改天再谈吧，我现在有点疲惫，想要回去休息了。黎旭本来心情便不是很好，谁知道去了虫巢噩梦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便收到黎若淄的消息，说是已经准备离开了。这实在是太仓促了。李冉跟李佳器面面相觑。你说什么？离开了？这不是开玩笑吧？黎兄，这……黎旭指了指远处的赤金亚龙蚺，然后不耐烦地说道：“就在那上边，如果你们想找他的话，自己去吧。”黎旭一甩手臂，便消失在了原地。两人看着天空之中那威武霸气的巨然，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等下次机会吧。风四雪山，最近冰霜女巫对于人类的抓捕变得更加频繁了，咱们可得小心一些啊。一个身材瘦削，身上裹着厚重兽皮的男子小心翼翼地说道：“怕什么？咱这点魔力他还看不上呢。离开了风四雪山这块宝地，咱们还有手段谋生吗？”对面那更加枯瘦的老者摆了摆手，一辈子都快这么过下来了，他才不在乎这些呢。目前才是最痛苦的。哎，又有人来送死了，咱们快点离开这里吧。老者慌忙离开。本来龙三还想稍微打听打听情况呢，算了，咱们还是慢慢找吧。龙七先前倒是听说过风四雪山，但是没想到这里竟然比传言更加的恶劣，厚重的积雪绵延几十里，而且在其中还得抵御风雪带来的伤害。越是朝着那中间的山头进发，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苏风本来打算用赤金亚龙蚺直接飞到雪山上空的，结果被告知冰霜女巫平时都是藏身于独立的空间当中，盲目寻找的话是无法找到的。看来这冰霜女巫应该是掌握了某些秘法，或者是自己的天赋偏向于这方面，没想到洞察天地竟然检测不到这方空间。只是这冰雪有些奇怪，怎么在上边隐隐约约有些蓝色的光点在闪烁呢？
苏峰心中暗自咂舌。洞察天地可以发现周围隐形、藏匿、遁藏的敌人，而现在侦查不到半点冰霜女巫的踪迹，着实是有些奇怪。难不成那冰霜女巫根本不在这封4雪山当中？三人只能蒙头前行，不多时便看到周围竟然出现上百只雪怪，正好热热身。龙三双拳对撞，战意激昂。龙七亦是将法杖唤出，空中呢喃不断。而苏峰则是趁着这个间隙，拍了拍左手掌心的位置。巴拉斯，告诉我找到冰霜女巫的方法。主人，冰霜女巫种族天赋是可以将自身融于冰雪当中，只要不是冰雪全部被消融，那么他们便可以不停重生。只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他们的祭坛进行着一种特殊的仪式，可以维持自身魔力的流逝，这样就算是遇到意外，也可以保证自己复活。当然，一些特殊的技能也是靠着那祭坛发动的。苏峰从巴拉斯的言语当中算是明白了一些，这冰霜女巫可以将自身融于冰雪当中，而且听起来像是变成了无数个颗粒分子一般，怪不得洞察天地检测不到冰霜女巫的踪迹，原来这家伙就没有保持正常的形态。当然，也是因为苏峰从来没有见过，才会出现这种纰漏。怪不得风4雪山被传言是冒险者的噩梦，不管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冰霜女巫的监视，原来原因就在这里。苏峰眼睛微眯，在洞察天地的帮助下，他能够注意到布满雪山的蓝色微小因子，有点意思了。自从蓝星异变之后，出现种族无数，而人类还在发展自身，抵抗外敌的侵略。对于很多种族的了解还不够透彻。苏峰看了看手掌，内心暗自说道：当初留着巴拉斯还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看着已经躺在地上的雪怪尸体，苏峰大手一招，我知道冰霜女巫的藏匿位置了。龙三跟龙七皆是错愕不已，怎么个事儿？我们打个雪怪你就查清楚了？二人有些不敢相信，毕竟一些皮毛知识还是他们路上转告给苏峰的呢，这反差来的实在是猝不及防啊！跟我来就是了。苏峰一马当先，朝着一处高耸无比的峭壁走去。第89章冰霜女巫。苏峰没有看到任何类似于祭坛的东西，但在那山顶之上有着一朵妖异无比的雪莲，其上光华流转，魔力充沛，而且呈现有些骇人的暗紫色。管他呢，先上去看看再说。结果还没走多远，前方又是几百只庞大的雪怪拦路，似乎是在警告他们。看来猜对了，风暴之怒。本来银装素裹的雪山一下子被无尽的狂风呼啸而过，将原本的积雪全都吹在空气当中，露出底下那早已有些发黑的土地跟石块。呼！怒吼的狂风不断呼啸，苏峰观察着上空的那些雪花，蓝色因子消失了。这冰霜女巫有点意思。苏峰没有刻意去管那雪花，只是将几百只雪怪全都清理。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巨力雪怪，获得经验值3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大脚雪怪，获得经验值5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冰甲雪怪，获得经验值70万。只是一会儿功夫，几人面前的雪怪全都被屠戮殆尽，只留下一地的尸体。苏峰将早已跃跃欲试的赤金亚龙蚺放出，鲸吞牛吸的将所有雪怪全都吸收。不错，以后魔兽的尸体交给赤金亚龙蚺，恶魔的尸体交给巴拉斯，这样实力全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苏峰暗自思量，旋即带领龙三跟龙七朝着那雪莲所在的山脉走去。两人虽然有些诧异，但看到赤金亚龙蚺出现之后，心里也是有了大概的猜测。看来深渊当中的那个暴风技能便是赤金亚龙蚺所干扰的了。七阶魔兽果然恐怖如斯啊！当苏峰走到那山脉脚下的时候，发现这里已经密密麻麻的站满了雪怪，数量比之前的更加庞大，而且其中还有不少雪人跟雪兽。看来这是将所有的能耐全都使出来了。赤金亚龙蚺庞大的身躯骤然出现，苏峰站在头顶，而龙三跟龙七距离稍远一些。走，直接去山脉顶端。霜寒破冰，硕大的冰柱瞬间出现，不断下落。可尽管赤金亚龙蚺的身躯异常庞大，却没有被触伤一分一毫。苏峰现在的实力已然可以完全控制技能的走向，不像最开始那般调转方向都很是吃力。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大脚雪怪，获得经验值5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晦暗雪兽，获得经验值55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冰晶雪人，获得经验值60万。不错，这次风4苏雪山收获不小，光是这经验值起码能够让我五转之后再前进一些了。苏峰心中细细思量，赤金亚龙蚺的身躯已然搭建在那雪山之巅，很快便可以到手了。当苏峰正要从跃到那雪山之巅的时候，一道凌厉无比的冰锥朝他急速飞驰而来。咻！苏峰闪开过后，
发现那雪山之巅多了一道类似人类的身影，身高3-4米，通体呈现幽蓝色，全身都被冰芒所覆盖，身上还镌刻着一些晦涩的铭文，看不清楚脸颊，整体就像是有些抽象艺术风格的雕像一般，诡异至极。这就是冰霜女巫吗？苏风眼睛微眯，细细打量了起来。诸位，我卡萨尔·斯纳亚从未与各位有过节，今日你们又要夺走我这祭炼100年的祭坛，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吧？冰霜女巫声音听起来尖笑无比，而且有些蹩脚，一看就是平日里不怎么说话，所以中间断断续续的情况比较多。冰霜女巫面露杀意，自己100年当中不知道猎杀了多少人类跟魔兽，这才将这祭坛提升到如今这种程度。若是被人夺走，那这100年时光岂不是白费了？难道不知道他们冰霜女巫跟祭坛不可分割吗？只要诸位可以离开，我愿意分享自己的一些秘术，今天所有的损失我也不会让各位赔偿，如若不然，那我就只能以命相搏了。冰霜女巫忌惮地看了一眼眼前的7阶魔兽，这恐怕才是这里最为棘手的。他实力也不过6阶而已，若是强行消耗祭坛当中的所有魔力，应该可以暂时提升实力，但100年的心血将会毁于一旦，能够和谈才是最为稳妥的。苏风冷笑，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全力一击吧。天使利剑，苏风可不会给这冰霜女巫反应的机会，一定要尽快将其秒杀。要是被冰霜女巫将祭坛当中的魔力用尽，到时候自己恐怕是无法完成转职任务了。冰霜女巫本来还有些庆幸，只要不是那7阶魔兽出手，那就一切都有转机。可是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光闪闪的6翼天使是从哪里来的？冰霜女巫现在满头问号。这封4雪山当中，她自己都不知道屠戮了多少人类了，也不是没有一些强者觊觎她那祭坛，只是有些找不着，有些则是不想拼死拼活，这样对大家都不好，也就这么兜兜转转走过来了。可眼前这威势，他似乎无法阻挡了呀！该死，只能动用祭坛的力量了，实在不行，只能临时割舍跑路了。冰霜女巫尽管有些不舍，但他们种族的寿命极长，只要有足够的魔力，存活1000年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哎，怎么回事？冰霜女巫脸上诧异至极，怎么祭坛跟她的连接好像是断掉了？为什么没有魔力供应？艰难的转头，才看到一只浑身漆黑的怪物站在那里，周边的铭文以及维持的法阵全都被损坏。那家伙一脸坏笑，正嘲笑自己呢。尼玛，什么情况？这种气息是来自深渊？冰霜女巫百思不得其解。风4雪山距离深渊可是有着几万公里，怎么会有恶魔到达这里？咦，这不科学啊！可就在他转头的那一瞬间，金色的利刃已然挥舞而下，是冰霜女巫那幽蓝色的身形被金色的魔力直接砍成齑粉，彻底消失在了雪山之巅。叮！恭喜宿主击杀稀有种族冰霜女巫，获得经验值3000万。第90章泰坦巨人。叮！恭喜宿主获得星耀级别装备冰霜玉坠。一个湛蓝色的玉坠朝着握在苏风手中，还能感受到其上充沛无比的精纯魔力。装备冰霜玉坠，等级限制360，品质星耀，属性灵能加290000，敏捷加1000000，精神加1600000，技能冷却负20%，技能范围扩大20%，冰系技能伤害增强40%。附带技能雪怪召唤，冰霜玉坠可以调集雪山之内的雪怪为你作战，并且在持有玉坠之时，雪怪不会将你当成敌人，而且身体不再受到风雪的侵蚀。冰天雪地，制造一个由冰雪组成的区域，范围200×200，其内自身的魔力恢复速度正20%，移动速度正20%，敌人的移动速度负30%，并且有10%的几率会进入冰冻状态。介绍：来自冰霜女巫一族的强大装备，有它你便可以在风雪之中畅行，无需担心那些麻烦。苏风感受着手掌之中传来的冰凉清爽的魔力，旋即将其戴在了自己的脖颈之上。这冰霜玉坠不仅仅是属性优秀，而且极为契合苏风的需求。技能范围直接扩大20%是什么概念啊？本来他的技能就夸张无比，现在再强化20%的距离，统治力度将更胜以往。而且强化40%的冰系伤害，那霜寒破冰这个技能将直接上升一个梯度啊！在双重辅助之下，霜寒破冰的伤害将变得极为夸张，以后秒图将会更快，真是不错。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苏风跃向那株暗紫色的雪莲，然后按照巴拉斯所说的方法将其采集下来。一切妥当之后，苏风重新回到赤金亚龙然身上。咱们可以走了。下一个，陨神之谷。陨神之谷，这里生活着泰坦巨人一族。相传泰坦巨人并不是外来种族，
而是曾经坠落到蓝星之上的神明血肉所化。他们虽然体型巨大，但却不对外侵略，一直生活在陨神之谷当中。泰坦巨人生来强大无比，从诞生下来便起码有着五转强者的实力，而且他们力大无穷，几乎能够完美的操控土元素跟10元素魔法。只是泰坦巨人生育率极其低下，到现在也不过才100余人而已。龙三望着远处那万丈深渊，不由得感慨起来。泰坦巨人便生活在那深渊的底部，只不过咱们的首先解决上边的那些魔植。龙七指了指那早已兴奋舞动身体的一些植物，咻！数百根利刺朝着他们击射而来，还有不少藤蔓延伸而来，似乎直接无视了赤金亚龙然的等级。小心陨神之谷的这些植物也实力极强，想要下去的话，只能将这些家伙解决了。龙七手握法杖，一道狂躁的电蛇朝着那刚刚攻击的魔植奔袭而去。噼啪，那植物只是挺了挺身躯，似乎没有受到多少伤害。可恶！龙七背齿紧咬，娇嗔一声，一道火光骤然出现。这小妮子是双系元素师？苏风有些诧异，龙七竟然使出2种魔法，而且还全都如此精进，怪不得能够被选入赤龙小组，原来是这等天才之辈，魔法双修竟然一个不差。苏风暗自咂舌，不过还是让赤金亚龙然调整了一下位置。在陨神之谷的上空，无数的魔刺跟藤蔓朝着他们再次袭来。炽热脉冲，苏风选好位置，在这条直线上可以将大部分的魔植全部击中。一道炽热无比的火光瞬间出现，紧接着便充斥在陨神之谷的上空。轰！无穷无尽的焰柱直接延伸1000米有余，刚刚那些蹦跶的魔植被尽数秒杀。龙七看得真切，苏风竟然没有经过任何的咒语吟唱，也没有任何技能的辅助，竟然丢出了这么强力的火元素魔法。试炼之塔的情形他还记忆犹深，这次亲眼所见之后，内心更是震撼无比。好强！龙七本以为自己就算是同辈当中的佼佼者了，一个技能可以蔓延100米，而且伤害也是不俗，可现在跟苏风比起来，似乎完全不够看啊。龙三虽然震惊，但内心当中却是升腾而起一股强烈的战意，真期待跟龙九打上一场呢。轰！火光持续不断，就连底下的泰坦巨人也是大为震惊。有8转强者到了陨神之谷，巴库带几人上去了解一下情况，切记不要发生冲突。看看他们的要求，只要不威胁到陨神之谷当中的安危，一切要求都可以满足。为了族人，我相信你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泰坦一族终究还要依靠你的带领。巴库微微颔首，看向面前已然有些垂危的老者，用拳头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发出咚咚的闷哼声响。嘣！正当苏风几人解决完魔植，想要进入深渊之时，底下几个身形庞大的人形生物骤然而现。当他们从深渊当中跃到地面之时，周围的大地都开始轻微摇晃，但地面却是没有丝毫的开裂。这便是陨神之谷的特殊之处，也是泰坦居然定居于此的原因。苏风看向那几个身高300-400丈的巨人，心中也是骇然无比。传言泰坦巨人身高1000米有余，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苏风现在只觉得自己渺小无比。人类、魔兽，说出你们到达陨神之谷的目的。顺便请问，刚刚的高阶火系魔法来自于哪位前辈？巴库已经尽可能的控制语气的温柔，但在苏风耳中还是觉得磅礴闷雷炸响，难以忍受。打败你，顺便获取泰坦巨人的认可。苏风一步踏出，虽然体型渺小无比，但气势却是恢宏磅礴，丝毫不输那1000米的泰坦巨人。至于刚刚的焰柱，是我的手笔。苏风话音刚落，巴库便直接认输。前辈，您的魔力深不可测，我不是您的对手，这场战斗是您获胜了。至于凭证，巴库从背后拿出一块100米宽的石板，其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许许多多的咒语。前辈，这是我们泰坦巨人一族的一高阶魔法，算是对您的认可，您看这样可以吗？第91章怪胎。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这个笑脸还是如此的大。苏风实在不知道如何拒绝，这样确实是省去了不少的麻烦，就是总觉得跟正常情况有点出入。后方的龙三跟龙七直接人麻了，还可以这样吗？不是说泰坦巨人一直宣扬威武不屈吗？怎么现在跪得这么快啊？有木有搞错？巴库一直在等待苏风的回应。以往也不是没有人前来陨神之谷，只是大部分人都被挡在了陨神之谷的外围，根本无法进入。也就是那些植物。说起来，这里边还有泰坦巨人一族的手笔呢，不然天天被人叨扰，是谁都会烦躁的。大多数人都是想要打败泰坦巨人，从而获取他们的认可。只是泰坦巨人一族防御坚不可摧，寻常人根本无法破解。
就算是见到真容，也无法将其打败。所以后来有些人转职任务刷到泰坦巨人，就觉得很是扫兴，默认失败了。毕竟这可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啊。所以龙三跟龙七才会如此震惊。苏峰专程询问了一趟巴拉斯，确认这方法可行之后，才将那石板上的文字拓印下来。其实已经交给巴拉斯去翻译了。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巴库悬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人类现在的实力不容小觑，得罪一个8阶强者，背后不知道会引动多少组织，所以巴库不想节外生枝。对打的话就更加不用说了，那个堪比禁咒的高阶魔法技能，他没有把握将其接下来，更不要谈后续的战斗了，索性干脆认输的了。那我要跟你打。龙三一步踏出，微风将他的刘海微微浮起，露出白皙的额头。巴库犹豫之际，便听到苏峰的声音：不要伤及性命即可，其余随意。既然8阶强者都发话了，巴库也不知道如何拒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龙三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信息，而是将其全都放了出来。巴库微微摇头，有些遗憾地说道：你不是我的对手，我的实力无限逼近8阶，而你只是5阶中期而已。听说泰坦巨人的身体坚不可摧，我想试试能否破防。巴库闻言一怔，这种坚不可摧的斗志，跟他们泰坦巨人的相性是如此的相合。如果不是泰坦一族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也许就不会像是眼前这般颓丧了。好，3分钟之内，只要你能公开我的防御，我便认输。龙三兴奋无比，浑身升腾而起的战意几乎快要凝成实质。啊！龙三怪叫一声，直接从高空坠落。轰！巴库示意其余的族人后退，然后看着那犹如蚂蚁一般的龙三朝他奔袭而来。气势足够，可惜实力终究是差了一点。砰！此时此刻，龙三的铁拳已然打到了巴库的身体，只是眼前的巨人没有丝毫的反应。再来！龙三化拳为止，将全身的魔力都集中于自己而2根手指之上。虽明指，嗡！可尽管如此，泰坦居然依旧岿然不动，表面的皮肤没有受到半点的损伤。苏峰看了看泰坦巨人的属性，随后摇了摇头，这可比赤金亚龙人还要肉啊！稀有种族泰坦巨人，等级712，生命28000000，魔力8000万，攻击56000000，灵能10010，护甲88888888，魔抗6000万，体力700万，精神600万。技能泰坦巨石，泰坦巨人利用10元素制造一颗跟自己体型相仿的巨石，对准目标投掷而出，造成300%的物理伤害，并且会对范围中心的敌人造成3S 的眩晕。泰坦的坚决，泰坦巨人天生便是大地的宠儿，在其身体表面流转着一层土元素铠甲，在其受到伤害之后，每次提升1%的双抗，最大提升20%，并且会强化自己的攻击。战争践踏，泰坦巨人混合土元素与10元素，每次跺脚都能对地面造成开裂，并且在地底形成10次，对敌人造成固定的物理伤害。冥河利铠，泰坦巨人进入防御状态，提升20%自身的双抗，在此期间不能使用其余技能，但会反弹50%的物理伤害，并且会治疗自身。苏峰只觉得夸张到不行，这下龙三看来是麻烦了。龙三觉醒了力量跟敏捷的100倍强化天赋，格斗技巧更是达到了完美程度。五转的时候还觉醒了一个特殊天赋，他没有跟我们细说，只是说现在赤龙小组当中的这些成员没有一个可以坚持得下来。龙七有些微冷的声音在苏峰背后响起，看向龙三那努力的身影，他不由得想起先前龙三不停地进入虚拟法阵当中演练。死！这么夸张的天赋，怪不敢叫板泰坦巨人。苏峰内心暗自咂舌，也只有如此才能被赤龙小组选中了。可这个龙七是不是相对来说弱了一些？双系元素师，难道这家伙不只是？看着苏峰疑惑的眼神，龙七开口说道：我是5系元素师，另外3种元素分别是光、暗、水，只是院长交代过，除了亲近的人最好不要全部透露。龙七吐了吐香舌，倒是跟平日那种高冷的人设有些不大，不过倒是别有一番风味。死！苏峰倒吸一口凉气，这才是天之骄子啊！5种元素，而且其中2种还是相悖的，一般这种很难把控，可现在龙七竟然能够处理得如此完美，看来自己得好好了解一下这几个人了，简直都是怪胎，怪胎当中的怪胎。龙鹿可以使用恶魔之力，龙三精通格斗技巧，而且力量100倍强化，龙七直接是5系元素师，这些家伙若是顺利成长起来，那绝对是睥睨一方的强者呀！回去一定好好打听打听其余的那些家伙，
这些怪胎简直是不讲道理啊！正当苏风暗自思量得时候，龙七惊呼出声：“快看，龙三似乎要破防了！”第92章，行星碰撞。苏风目光紧凝，盯着龙三那微小的身躯，竟然真的开始破防了。只见龙三那狂风暴雨般的拳头不断落在泰坦巨人坚硬的皮肤上，伤害的数字竟然由小到大。两人皆是有些惊愕，就连巴库现在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这个人类女孩似乎有些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一种纯粹的力量在她的身上展现。真实伤害。巴库发现自己的护甲只是微量减少，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并不影响他身为泰坦巨人的威严。但有一股无视全身防御的力量，竟然直接想要将他贯穿。好家伙，真的是真实伤害！怪不得人类崛起如此之快，这种天才简直是恐怖如斯。只是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半点伤害呢？直到那人类女孩不停的连击，难不成这是限制条件？巴库皮糙肉厚，尽管出现真实伤害，但对于他来说依旧微乎其微。本身泰坦巨人便可以吸取大地当中的元素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他平日里最喜欢研究一些秘术，常常听老族长讲述千百年以前的故事，所以这个时候反倒是来了兴致。经过巴库的观察，他得出了结论，果然这个真实伤害是有条件的，而且有上限。龙三浑身汗如雨下，疾驰的拳影不断落在那坚硬的皮肤上，已经出现一点微小的皲裂。我的连击还是太慢了，如果想要越级对战，我必须将体术控制与攻速把控好，只有这样才能快速达到战意盎然所要求的条件。龙三挥出最后一拳，这次的伤害竟然是原先得10倍有余，这才堪堪停下。多谢。龙三双拳离于胸前，对泰坦巨人微微躬身。巴库微微颔首，看向苏风说道：“人族果然是人才辈出，以后这女娃娃若是想要前来切磋，前辈可尽管带来。陨神之骨绝对欢迎。”巴库心里有些痒痒，本来泰坦巨人一直都在追求极致的力量，只是现在出现了一些特殊原因，这才窝在陨神之谷闭门不出。但身体的不能是不会欺骗他们的，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是他们毕生的追求。而龙三刚刚的体术已然合格，只是现在等阶不够，还需要成长一番才是。苏风负手而立，潇洒说道：“我会的，我期待下次与你的见面。”巴库带着族人重新跳回陨神之谷的下方。龙七有些好奇地问道：“龙三，你的天赋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吧？”战意盎然，每次连击都可以让我增强 0.1% 的伤害，以我现在的实力，在叠加到1000次的时候便已经是极限，而在我叠满之后，会将造成的伤害其中 10% 强制转化为真实伤害。龙三拳指紧握，似乎有些意犹未尽。死！苏风听后都觉得有些恐怖，这种已然是接触到概念型的天赋了啊，这可是无限逼近8转的泰坦巨人，龙三以5转的实力硬生生对其造成伤害。苏风刚刚看得真切，龙三的伤害并不只是单纯的真实伤害，对于体术的理解也是颇为透彻的，不愧是赤龙小组的啊。陨神之谷，巴库将刚刚的事情全都如实告诉了老族长。巴库，这件事情你处理得很好，现在我们泰坦一族无暇顾及其他。老族长眼睛浑浊，靠在陨神之谷那峭壁上，身体表面也开始长出一些杂草。老族长，我们是否可以寻求人族合作？那位前辈的魔力看起来浑厚无比，而且坐骑更是带有亚龙血脉，若是成长起来，恐怕是不弱于我们泰坦一族呀。巴库尝试着询问道：“现在不急，毕竟这是我们泰坦一族自己的家事，等等吧。不过人族的成长竟然如此可怕，怪不得可以阻挡深渊当中的恶魔。”老族长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有些感慨地说道：“比之千年之前更加的强大。”巴库默默点头，随后说道：“老族长，那人类女娃娃天赋着实可怕，我们泰坦一族现在有些没落了，若是能出1-2个这种顶级天才，说不定情况会有所好转。”老族长摇了摇头，感慨道：“巴库，没有那么简单的，而且人类是将所有的精英聚集到一起，他们的基数动辄便是几10亿，而我们……”老族长望了望远处的泰坦族人，继续补充道：“不过数千人罢了。”巴库岂能不知其中的意思，但心里还是有些愤懑。若是那人类女娃娃再来，看能不能跟那位8阶强者交个朋友吧，以后泰坦一族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身上了。老族长拍了拍巴库的肩膀，随后便继续靠在那岩壁之上，闭口不言。巴库用拳头捶了捶自己的心脏位置，起身继续去提升实力了。傍晚，龙渊学府，苏风在离开陨神之谷之后，便全速朝着龙渊学府进发。赤金亚龙然的速度极快，在晚上终于是回到了龙渊学府。告别龙三跟龙七之后，
苏峰独自回到给他准备好的房间当中。这里算是高考状元独有的待遇，住处与其他学生隔开，异常的幽静，而且房间当中还摆放着一枚储物戒指，是对于状元的奖励。苏峰打开之后，将其扫视了一遍，一套史诗级别的法师装备，看起来倒是不错，但仅仅只是3转的层次。若是换了常人，这种装备绝对是豪华级别的，毕竟这可是一套完整的史诗级别套装，加成方面自然不必说。可惜苏峰现在已经要着手准备5转了，明天将其余道具全部在天明商会处理掉就行了。苏峰将戒指放下，随后将巴拉斯翻译好的泰坦巨人一族的咒文拿出，放在一旁开始细细端详。泰坦巨石，有着巴拉斯的拆解，苏峰学习极快。叮！恭喜宿主学习新的技能泰坦巨石。叮！泰坦巨石万倍增幅，行星碰撞。卧槽！第93章登峰造极。行星碰撞，凝聚自身土元素，在天空之中形成一颗半径1万米的陨石，朝着地面砸下，对碰撞到的目标造成10%万的灵能伤害。若是处于1000米之内的中心点，造成的伤害翻倍，并且附带10S 眩晕。看完技能介绍之后，苏峰人都傻了，这只能说有那么一点点强啊！原来泰坦巨人一族的秘术就是利用土元素直接造出一颗巨石啊，还是有点东西的。一般而言，使用土元素几乎都是改造土地或者是山峦，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泰坦巨人竟然能够凭空造出100米的巨石，这确实是跟别人不一样。而且这巨石是实体，也就是说，泰坦巨人就算是撤销魔力，巨石依旧存在。这可跟平时的技能是有些区别的。不过现在似乎是我的更强一些啊！苏峰想到自己使用行星碰撞之后，从高空直接砸下一颗1米巨石，光是那个冲击力就够敌人喝一壶的了，更别说还附带高额的灵能伤害以及恐怖的控制效果。只能说有点小无敌。马润说已经联系好了矮人一族，教我学习锻造术。那明天去见识见识，谁能想到一个魔法师的转职任务竟然是打造一身套装呢？苏峰摊了摊手，无奈吐槽道：“真是匪夷所思。”一夜无话，转眼黎明。苏峰早早的来到了天明商会，将自己那些不用的装备跟道具全都交给了马润。等了半个小时，才看到一个身高1米左右、身体圆润、留着长须的矮人手拿铁锤慢悠悠的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到主宾位置，也不管那么多，自顾自的倒着那昂贵的茶水喝着。苏峰知道矮人一族锻造技术极强，没想到这脾气也是如此的自傲啊。马润提前便跟苏峰打过招呼，这位矮人锻造师是他们天明商会合作者之一，脾气可大得很呢。平时锻造都有条件，当然人家有足以自傲的资本，就是那一手堪称神来之笔的锻造术，最差都是黄金级别的装备，这便是底气。所以尽管脾气古怪，天明商会也得担着，放出去可是个大商会疯狂争抢的对象啊！听马老哥说你想跟我学习锻造术。矮人卡赞纳马库萨瞟了苏峰一眼，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语气有些揶揄。毕竟想要跟矮人一族学习锻造术的多了去了，但结果呢？这玩意儿需要天分。天分？你知道吗？卡赞纳马库萨看了看苏峰的外表，就大概猜到了年龄。这样的年轻人必定是沉不住气的，毕竟锻造术可不是速成的，需要长此以往的积累。天赋固然重要，但后天的认知跟努力也是缺一不可。先前介绍的那些人体验过每天抡着铁锤，加上谨记各种各样材料的特性，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后来就纷纷打起了退堂鼓。卡赞纳马库萨将那满是茧子的厚实手掌放在桌面上，想要让苏峰知难而退。这种年轻人他见的可太多了，这样大家都省得麻烦。是，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峰，是今年龙渊学府的大一新生，也是天明商会的黑金会员。早就听闻您锻造术神乎其技，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卡赞纳马库萨本来紧绷的脸颊慢慢的舒缓，这年轻人态度倒是不错，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黑金会员，怎么说自己赚的钱也有来自苏峰的一部分。虽然年纪轻轻，倒是不是才傲物，这点值得肯定。我叫卡赞纳马库萨，你可以称呼我为卡赞纳大师，我喜欢听人这样称呼自己，你不介意吧？卡赞纳眼睛微眯，厚实的手掌抚摸着那苍白的胡须。苏峰嘴角咧开，完全不介意卡赞纳大师。卡赞纳马库萨的怪脾气，马润已经全部给苏峰说过了。毕竟这位可是现在天明商会首屈一指的锻造师，这还是马润花费了好大力气才请过来的。平时只接订单，教人这种事情，卡赞纳马库萨已经没有兴趣了。很好。卡赞纳
马库萨从储物戒当中取出2本书，推到苏峰的面前。一本基础锻造术，算是入门阶段，只有你完全熟悉上面的步骤，通过我的考核，我才会考虑教你。卡赞娜，马库萨拿起另一本说道：“这里边是一些基础的材料，要知道它们的各种特性，并且牢牢记住在不同魔力跟火焰当中的反应。当然，里边有我附带的一个基础小技能，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卡赞娜，马库萨端起茶杯一饮而尽，继续补充道：“这几天我会住在这里，看看你的情况。3天若是还无法理解，那么说明你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天分，趁早放弃吧。”说完，苏峰便看到那矮小的身形跳到地面上，然后摇摇晃晃着离开了房间。马润笑脸相迎，送走卡赞娜、马库萨之后，回来跟苏峰解释：“没关系。”苏峰并不介意，毕竟人家有真才实学，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如果不是为了生活，肯定不会在这里跟他浪费时间。有这机会已经很不错了。马润感激至极，苏峰这样的胸怀，以后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苏先生，那我就不叨扰了。马润离开之后，苏峰慢慢的看起了这2本书。不得不说，卡赞娜、马库萨对于锻造术有着独特的见解。苏峰先前在天海学院当中便接触过锻造术的皮毛，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学习的特别杂乱，若是在某些特殊技能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会在高考前夕被其余的组织提前招走，而锻造术便是其中之一。这笔记竟然做到如此细致，光是这填药石在火焰跟魔力当中的反应就足足记录了18种，还有这雷光草、血蝶花、宽若鱼鳍、流金火花，这2本书价值不菲啊。苏峰暗自咂舌，卡赞娜、马库萨也不像是看起来那般冷漠无情啊。开始学习，先将基础的锻造术跟技术学会。叮！恭喜宿主学习新的技能，基础锻造术。叮！锻造术万倍增幅，登峰造极。叮！恭喜宿主学习新的技能，技术。叮！技术万倍增幅，差价万轴。第94章，好高骛远，登峰造极。在锻造装备或者是道具时，你总能100%发挥材料的性能，将它们完美的融合到一起，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些别具一格的特殊反应。你的锻造术已然首屈一指，差价万轴。你的学习速度得到极大的强化，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并且会在脑海当中将所接触到的一切信息储存，按照分类进行排列，随时随地都能够应用自如，不会受到半点的混淆烦恼。卧槽！苏峰看完这2个技能，只觉得变态。首先便是登峰造极，要知道，寻常培养一个初级锻造师就要花费许多的代价，最快也要几年时间才能学成。毕竟需要记忆各种材料的特性，还有不同温度以及碰撞的反应，而且在这期间还要不间断的练习，提升自己的魔力也是必要的。没有充足的魔力，是无法支撑锻造一些强大的武器的。像先前苏峰所见到的那些特招生，按照正常进度，现在也还是学徒，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练习。光是认清各种材料，便不知道要耗费多少精力。要不然，有些人被选中之后都会主动放弃。毕竟这种苦可不是谁都能吃下去的，有可能耗费几10年的时间，还是一无所成。没想到这么快就将锻造术完全掌握了，这也太简单了。苏峰打开那本锻造术的书籍，顿时眉头微皱。这里有一处标注有点瑕疵啊。填药石跟血蝶花在360度的高温当中，在混以灼热火元素的加持，反应应该是以淡蓝色的光泽最佳，而卡赞娜大师写的是蔚蓝色。苏峰一瞬间讲出之后，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也太给力了吧？怎么觉得很多东西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一瞬间脑海当中就会形成这种雏形？苏峰直接愣在原地。哗啦哗啦，厚重的书籍在苏峰的手中不停的翻页，还不到1分钟时间，苏峰便已全部浏览。啪嗒，将书扣合之后，苏峰若有所思地望着那有些发黄的封面。这本书总共1832页，通体浏览下来，发现错误重大错误9处，存有瑕疵的地方72处。苏峰脑海当中已经全部梳理，甚至他能够精确到每个步骤。真想现在就试试效果呀！原本还打算稍微学习，随便打造一套3阶以下的套装，糊弄一下就完事儿了。苏峰摩挲着自己的下颚，自信地说道：“现在嘛，我也该给自己打造一套属于自己的装备了。反正这里是天明商会，缺什么材料直接找他们拿就是了。而且苏峰自己存储的材料也有不少，赤龙馆那边也可以随意取用。这下舒服了。”苏峰很快便联系了马润。当听到苏峰这么快就要实验时，马润不由得心头一震，太多人都是这般了啊！
先前天明商会想要培养一批顶级的锻造师，跟卡赞纳、马库萨商量的很是妥当，可前前后后总共输送了上千人，都是眼高手低之辈。看完理论就想实操，结果一塌糊涂啊！就这还觉得是书本当中没有标注清楚，马润想想就头疼啊！可现在又不能拒绝，可能失败过后才会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吧。马润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什么？卡赞纳、马库萨听到这话之后，直接被气笑了。本来苏峰的态度还博得了一定的好感，可他才离开10分钟不到，结果这就开始大言不惭了。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我幼年便跟父亲学习，后来独自锤炼100年，才得到今日之成就。你这才几分钟？卡赞纳、马库萨摇摇头，失望地说道：“朽木不可雕也。马老弟，这次我也是看你的面子才来的，以后不要随随便便再给我推荐什么有天赋的锻造师了。你们人类不是这方面的料。”卡赞纳、马库萨说完便看向自己那满是茧子的厚实手掌，这些可全都是荣耀。卡赞纳大师，你要不再去看看？苏先生说要炼制一套5阶的魔法师套装，毕竟这是第一次，如果中途出现什么差错，还望卡赞纳大师您能够及时纠正。马润感叹一声，就算是防止报废那么多材料也好。天明商会最近得到2张高阶道具的图纸，到时候我带着材料一并给您送去。卡赞纳、马库萨微微颔首。那好吧，最后一次机会。很快苏峰便被带到了专门的锻造室，这里所有的工具一应俱全，包括各种材料也已经准备齐全。年轻人，我劝你还是不要好高骛远，第一次锻造高阶材料若是发生爆炸，到时候恐怕会追悔莫及啊。卡赞纳、马库萨可不认为一个新人可以锻造出5阶套装，如果是单个的散件装备，还是会出现一定成功的可能性的，但也仅仅是可能性而已，毕竟新人嘛。而现在苏峰挑战的可是一整套套装的效果，要知道锻造每一件装备之前都要考虑其相性是否贴合，魔力流转是否正常，如果材质、属性等相悖，那到时候锻造出来的套装绝对是一堆垃圾。多谢卡赞纳大师的提醒，不过我还是想试试。卡赞纳、马库萨无语，本来还以为孺子可教，现在看来劝诫无用啊，那就只能用事实说话了，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嘛。苏峰看着眼前这一整套的机器以及各种辅助的法阵，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但他此刻内心通明无比。现在手头的材料有限，只能锻造7种基本元素的套装，以后再想办法慢慢替换吧。摒弃其余驳杂的属性，只针对于魔法师的属性进行筛选。苏峰话音刚落，面前的法阵已然开始启动。卡赞纳、马库萨摇了摇头，终究还是看错人了呀！上来就要锻造7种基本元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元素魔力如果达不到循环流转，那么一切都是白费功夫啊。第95章赤月焚晓。金、木、水、火、土、光、暗。苏峰在法阵的辅助之下，拿起大锤便开始锻造。枪！枪！金属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密闭的空间当中不停地回荡着，节奏强，而且极有韵律，声音清脆且不驳杂。卡赞纳、马库萨微微惊愕，锻造的技巧学习的不错，而且这辅助阵法也没有操之过急全开，只是在旁稍加帮助控制，这才是一个锻造师该有地奥骨。马润虽然不懂锻造，但他了解卡赞纳、马库萨呀，这家伙地脾气可是出了名地怪，而且眼光也是极为挑剔，能够得到这家伙地夸赞，那想来苏峰现在地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嗡！马库萨刚说完，便看到苏峰开启了全部地辅助阵法，甚至将所有的高阶材料也一股脑地丢到法阵当中，手中依旧还在锤炼着一些特殊的材料以及皮质，这也太乱来了，这不是摆明了暴殄天物吗？卡赞纳、马库萨常年与各种材料打交道，自然知道其习性。雷腾刺需要先经过高温火焰淬炼，才能将表面的毒素彻底清除，不然到时候可是会对本体造成一些损伤的。血犀甲要经过软化，要不然如此坚硬的质地，再加上比较厚重，这就算是成功锻造而成地装备，也不是魔法师的了呀！乱了，全都乱了呀！卡赞纳、马库萨想要出声阻止，可发现苏峰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步骤出现异常或者是排斥反应。有这些法阵辅助，锻造材料果然是要方便许多啊！只可惜这血符双翼跟木木罗布只能慢慢的用魔力捶打，才能完美的融入装备当中，恐怕是要费上些功夫了。苏峰现在一心多用，不但时刻观察着那些材料的变化，而且手中的大锤还从未停止过挥舞。空间之内七色的霞光不断的流转，
苏风帝两只手皆有不同的魔力涌现，可他竟然没有感觉到半点地疲惫，就这样持续不停地输出着。1个小时之后，苏风看到绝大多数材料都已经准备完毕，这才缓缓地加入剩下地那些材料。卡赞娜、马库萨越看越是心惊，这不是来找他镇场子的吗？怎么现在看来苏风的锻造技术跟认知都比他要强上一些啊？明明其中有10几处眼看就要爆炸了，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这锤炼材料地方法，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而且这份沉着、冷静、洒脱、自如，这才是一个顶级锻造师该具备的呀！卡赞娜、马库萨最开始还是慵懒地坐着，慢慢地直起身体，现在已然是直接站到了桌子上，这样才不影响他的视野被尽数遮挡。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血犀甲居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处理，还切还不破坏其中坚硬的属性。罗参蜜水居然能够在光罗花与暗元素的辅助之下，可以跟流金火花融合，怪不得先前总是无法激发两者之间的特性，几乎全都浪费了。卡赞娜、马库萨甚至让马润搬出一个记录法阵，将苏风帝所有动作完美的复刻下来。学习，必须学习，这可是直接拓宽了他弟认知啊！卡赞娜、马库萨本来就感觉自己近10年之内锻造术没有任何的长进，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今天豁然开朗。对于材料的认识，他实在是太狭隘了，只觉得2种元素不能直接融合，索性就放弃原本所加成的性能，转而运用更加稳妥的方式。这样锻造出来确实是没有任何异常，但也将部分材料的特性抹杀。神来之笔，神来之笔啊！卡赞娜、马库萨状若癫狂，直接给旁边弟马润看傻了。这还是先前那个不可一世的锻造大师吗？在马润的认知当中，卡赞娜大师一直以来都是沉着、稳重、冷静、安然这种性格地人啊，怎么今天大变样了？不过苏风带来地场面似乎更加的夸张啊。之前马润也见过卡赞娜、马库萨锻造，但跟眼前行云流水地苏风相比，总觉得还是差了点什么。但眼下这种情况，他也不好直接明说啊。半个小时之后，一切准备妥当，开始融合。7种元素要利用不同的铭文进行加固，让其相生相克。一道又一道玄而又玄的铭文从苏风帝指尖飞出，烙印在那已经初具模型的套装之上。几分钟之后，苏风望着面前已然趋于稳定的套装，也不由得会心一笑。第一次已然成功，接下来便是慢慢的加固了。继续，一鼓作气。苏风熟练的动作，就连不懂锻造术的马润也觉得不同寻常。这不对吧？这是新手。要不是现在面前的场景跟技术过于震撼，卡赞娜、马库萨肯定要跟马润好好说道。这家伙不会是专门请了个大师来威胁他吧？这是对于他弟警告吗？看到了吧，这天明商会就算是失去与你的合作，仍然可以找到实力更加强劲的锻造师。又过了3个小时，苏风将所有地步骤全部完成，这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终于结束了。看着面前霞光流转地魔法师套装，苏风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先看看等级如何。苏风鉴定完毕之后，直接愣在原地。这尼玛，月10级别！苏风有些愣住了。要知道，他可没用多少特殊材料啊，只是一些正常的5转材料，加上其余地一些不可或缺的辅助材料。没想到竟然出现了月10级别。他迫不及待地查看属性，当即大呼变态。套装赤月粉小，等级限制360，等阶月10，属性生命加1000000，灵能加4500000，精神加2400000，敏捷加99000，护甲加45000，魔抗加36000，体力加88000，技能冷却负60%。套装效果一致，自身的技能范围扩大20%，技能效果增强20%。套装效果2迅，在全力冲刺之下，佩戴者的速度将得到100%地提升，并且每秒增强100%，最高增幅2000%。套装效果3特殊赤月，可以吸收月光来增强技能的威力，在夜晚基础属性增强20%，并且技能威力扩大30%。月圆时刻最大可以增强50%。第96章，你说要拜我为师？苏风看完属性之后直呼变态，这就是完美适配于他的套装，没有过多冗长驳杂的属性，只针对于提升技能伤害、冷却时间、敏捷速度以及额外的一点坦度，这样就足够了。卡赞娜、马库萨看到一切完工之后，还沉浸在刚刚的震撼当中无法自拔。艺术品，这才是完美的艺术品啊！
看着那套装上边流转着一层淡黄色的光晕，以及潜藏在其中的不同魔力。毫无疑问，这是一套月10级别的套装啊！卡赞娜、马库萨虔诚地朝着苏峰走去，然后小心翼翼地询问道：“大师，您还收徒吗？”啊嘞！苏峰有些蒙圈，这是什么情况？低头看了看身旁臃肿的矮人，直到对上那无比崇敬的目光之后，这才确认他自己没有听错。卡赞娜大师，你这是……苏峰还没有反应过来现在的状况，只是脸上带着微微的尴尬。别叫我大师，您才是真正的大师。这一手简直是神来之笔，巧夺天工啊！卡赞娜、马库萨已然五体投地，刚刚苏峰的一系列操作，他全都牢记于心，不敢遗忘半个步骤。同时多线程处理材料也就罢了，而且还知道许多不为人知的材料特性，甚至是可以做到将毫不相干的装备融入其中。这种手段，就算是当今世上也没有几人可以做到啊！卡赞娜、马库萨当即望着苏峰说道：“大师，您可以收我为徒吗？”苏峰当即愣住。卡赞娜大师，我想你是误会了，这一切不过都是巧合罢了。其实我啥也不懂。苏峰挠了挠头，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啊。刚刚他只不过是顺从脑海当中的想法罢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突然。马润从蒙圈的状态当中醒悟过来，虽然他不太懂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眼前的情况那就是再明朗不过了啊。苏峰锻造除了一套5转的月10级别装备，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刚刚转职的新人，以后再锻造一图，恐怕是前途无限啊！而且就连卡赞娜、马库萨大师都被彻底折服，现在还不把握机会，更待何时啊？苏先生，不知你这套装备是否售卖？马润觉得这套魔法师套装价值极高，毕竟很多人身上的装备都是拼凑起来的，很少有冒险者是成套的搭配，而且等阶越高越是如此。大部分冒险者都是在副本或者是秘境当中爆出一些强力散件，因此穿戴在身上，但想要集齐一整套，有时候就算是刷上100次也未必可以如愿啊。这就导致大部分冒险者的装备都是散搭，而这也限制了他们实力的上限。5转的装备光是强力散件便可以售卖到1000万龙币了，而很多装备的套装效果一般最低也需要搭配3件，这种时候价格几乎就会翻倍。如果是眼前这套的话，马润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卖到3亿龙币以上，甚至更高。苏峰摇了摇头表示拒绝，这身装备就是他给自己量身打造的，并不打算售出。要钱的话，他现在也有20多亿龙币了，暂时不缺。马润听后心里微微叹息，可惜了。不过既然苏峰现在已然暴露出如此强大的锻造天赋，那何不趁机将其拉拢，以后天明商会将会更上一层楼啊。苏先生，有没有兴趣成为我们天明商会的御用锻造师啊？马润态度比之前更加的虔诚。或许卡赞娜、马库萨对于苏峰的身份还有所怀疑，觉得对方不是什么新人，很有可能是扮猪吃虎，但马润绝对不会这么想，因为他几乎是看着苏峰一路走过来的。天海市那种地方，再加上苏峰最开始的拘谨，以及后来2人的接触，马润有着自己的判断。到时候锻造材料我们提供，而且所有收益55分成，还会再给你额外1成的天明商会收益，你看如何？马润身为天明商会的副会长，自然知道一个强大的锻造师意味着什么。卡赞娜、马库萨身为天明商会的3大顶级锻造师之一，现在最强也是锻造7阶装备跟道具，而且成功的概率也不过1/10罢了。6阶的套装，卡赞娜、马库萨可以将成功率提升到50%，这已经算是行业的佼佼者了。但锻造出来的等阶，最好的一次也只是星耀级别，大多都维持在黄金跟史诗级。至于8阶以上的装备，几乎在市面上也鲜有流传，本身到达这个层次的强者就寥若晨星，想要击败比起身强大数倍的魔兽或者是恶魔，那更是难上加难。这么一看，苏峰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以后不知道会遭到多少人的争抢。苏峰嘴角含笑，马会长，我这个人喜欢自由一点，暂时我只想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实力，没有一直钻研锻造的打算。旋即看向面前的衣袍，苏峰继续说道，这一次也不过是侥幸罢了。苏峰大手一挥，一股奇异的魔力便从掌心散发而出，将面前的套装收起之后，苏峰递给此刻还在虔诚地看着他的卡赞娜、马库萨2本书籍，正是先前教给他的基础知识。卡赞娜大师，里边的一些我个人认为存在瑕疵的地方已经标注了出来，你可以简单的参谋参谋，若是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探讨一些关于锻造方面的知识的。苏峰自嘲道，至于拜师嘛，你年长我许多，我看就算了吧，不过可以交个朋友。
苏峰伸出自己的手掌，向卡赞娜、马库萨表示自己的态度。毕竟先前那2本书还是卡赞娜、马库萨交给苏峰的呢。好，朋友。卡赞娜、马库萨将书籍收起，眼含热泪，握着苏峰的手掌。庞佛视若珍宝。我还有点急事儿，先走了。苏峰晃了晃手掌，旋即便消失在了传送法阵之内。望着苏峰消失的背影，卡赞娜、马库萨感慨地说道：“这才是值得我尊敬的人啊！”他赶忙拿出那2本书籍，疯狂地翻动。神来之笔，神来之笔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么处理？天丝草的狂躁魔力居然可以用羊窝叶进行中和。翻到一处，卡赞娜、马库萨顿时颤抖不已。原来我曾经坚持的一直都是错误的，这简直就是瑰宝啊！旋即，他看向后方的马润，激动地说道：“快，我要尝试炼制上一次那件7阶套装。”凯撒尔的叹息，给我准备材料。这一次，我有把握将成功率提升到 25%。第97章，绝对真实。转职大厅，苏峰离开天明商会就直接来到了这里。现在他所有的转职条件都已满足，接下来就是最后的时刻了。一切就绪之后，苏峰熟练地踏入转职法阵当中。嗡！面前彩色的光华流转，玄妙的魔力在不断地溢洒而出。苏峰按照提示将所有的东西全都一一摆放到制定的位置。一切妥当之后，苏峰已经隐隐有些期待了。嗡！转职法阵当中的魔力瞬间喷涌而出，直直地灌入苏峰的头顶，顺着身体经脉转入4肢百骸。魔力灌体的时间持续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这才缓缓停止。苏峰只觉得全身舒爽无比，而且能够掌握的力量也更甚从前，周围的魔力也开始变得依稀可见。庞佛现在已然为他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里正在等着他开始慢慢探索。苏峰手指分离，其中可以看到一股仿若液体般流转的魔力，化气成液，踏入5转的重要标志。嗡！随着一声嗡鸣的声响，转职法阵也开始慢慢的安静了下来。叮！恭喜宿主成功转职。叮！恭喜宿主觉醒天赋，绝对真实。绝对真实，觉醒该天赋之后，你的任何技能跟攻击都可以直接无视目标的防御，对其造成100%的真实伤害。卧槽！正当苏峰想要开始欢呼的时候，系统的又一声提示打断了他的施法。叮！检测到宿主成为强大的锻造师，觉醒锻造师专属天赋幸运眷顾。幸运眷顾，你每次锻造出来的装备都会随机附着强化等阶跟特殊词条，强化属性最低加6，特殊词条最低1条，上不封顶。苏峰满头问号，还能这么玩吗？苏峰现在头脑有些晕厥，缓了一会儿之后，重新将这2个天赋仔细查看了一番，确实没有错，绝对真实。那以后不论是碰到什么强大的魔兽或者是怪物，都会变得简单很多啊！这不是一步到位，直击灵魂吗？苏峰只觉得爽到飞起啊！本来以为龙3的天赋已经足够变态了，没想到他的简直是变态当中的变态啊！现在若是遇到那7阶的泰坦巨人，苏峰有绝对的信心可以将其击杀。破防，以后这个词儿将不会出现在苏峰的字典当中。问就是没有必要，那多麻烦，也无需跟别人刷什么破甲跟穿魔这类稀有词条，那多累啊！直接开局就是王炸，满伤，简直夸张到飞起啊！苏峰屏息凝神，旋即看向下一个天赋幸运眷顾。仔细阅读其中的文字之后，苏峰这才知道觉醒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天赋。要知道，低阶装备的强化成功率或许很高，但是越是高阶的装备，成功率简直是感人的可怜。首先就是那狂躁的魔力无法遏制，其次就是失败很有可能会一招回到解放前啊，严重的话装备直接就炸了呀。所以有些人只是强化那么3-4次就不敢再去摆弄了，万一炸了，那可是意味着啥都没有了啊。而就算是成功，其中的花销也是相当巨大，况且还有极大的失败风险呢。就算是炸了，你能将责任怪到人家头上吗？很显然不能，这都是行业当中大家默许的规则。而苏峰这任意一剑直接就是强化+6，这还只是保底，运气被到了姥姥家，那也是+6的强化。若是正常一点儿，那还不强到飞起啊？就突出2个字儿，夸张。现在还是提升实力，下一次的装备自己好好积攒材料制作，说不定能够出现一套无与伦比的套装呢。苏峰已经开始期待了，到时候6转打造的装备绝对是举世罕见，说不定他的实力也会再次出现夸张的跃迁。苏峰看向那身魔法师装备，转职法阵并没有吸收，可惜了这身装备了，不然现在起码也是+6的强化，可以省去不少的材料呢。不过
现在也不错。看看属性，打开面板，苏峰看着自己又暴增的属性，满意的点了点头。姓名：苏峰，等级408，生命2400000，魔力 Max 加，攻击6万，灵能3200000，护甲60万，魔抗45万，敏捷1200000，体力1080000，精神2800000，幸运36，天赋万倍增幅，魔力涌动，无尽魔拳，绝对真实，幸运眷顾。技能：炽热脉冲，霜寒破冰，大荒星陨，风暴之怒，灵雷破心枪，自然之雨，灵魂枷锁，森罗忧郁，圣光审判，天使利剑，黄泉深渊，冥海无岸，神影纵光，必影逆行，洞察天地，行星碰撞，登峰造极，差价万轴。装备：赤月软甲，赤小长靴，赤月小坠，赤月魔杖，赤焚万代，赤小法袍，赤小腿铠，赤小法盔，赤月拳戒，小月束带。不错，虽然魔抗跟护甲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是法师最重要的灵能还有精神却是取得了非一般的增长。我的实力也不知道现在到达了哪种程度，真想验证一番啊。苏峰说罢便离开了转职法阵，再次出现的时候难免引起一阵骚动。上次前来接取任务便已经被一些人开始观察了，看到苏峰面色平静，周围许多人也慢慢验证了自己心中的想法，那就是苏峰转职成功了。要知道，尽管这是龙渊学府，但转职失败的例子也有不少。看具体分配给你什么样的任务，他们大多数的心中都充满了艳羡，而也是对自己未来的担忧。正当苏峰走出转职大厅的时候，看到龙鹿含笑而战，引得周围迷妹驻足观看。这家伙还真是有够离谱的，不得不承认，龙鹿的颜值确实是天花板级别的，而且身上时常透着一股妖异的感觉，让人看久了就有些无法自拔了。龙九，这里！龙鹿温和的声音响起，一些妹纸竟然直接晕了过去。就离谱！苏峰本想试试自己刚刚掌握的飞行能力，结果只是稍一发力，便直接冲到了龙鹿面前。四目相对，就连龙鹿也有些震惊。好强！龙九，这一届的诸国争霸要开始了，而你是这次的领队，学院方面希望你能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龙鹿用赞赏的目光打量着苏峰，我相信你这次可以大展身手，不过也要小心其他国家的那些变态哦。第98章，诸国争霸。诸国争霸，苏峰先前也有耳闻，据说每年都会开发一个新的秘境或者副本，要不然就是矿脉，反正就是无主之物。而各个国家挑选10人进去挑战，最后根据排名划分归属，而每一年的名额只有10人，且全部都是新手，这是整个蓝星公认的规则。苏峰没想到自己会被直接定位领队，这倒是有些出乎意料呢。龙九，这是其余人的资料。龙鹿右手递上一份用魔法密阵保存的纸张，继续补充道：3日之后会由邢无双老师带领你们传送前去，不过你要提前小心。10多年之前，龙国的成绩突飞猛进，每次都能做到前3，而最近几年，一些国家联合起来打压龙国，尤其是去年只拿到了第3，甚至还折损了5人。龙鹿俊逸的脸上明显带着愤怒之色，今年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要加倍小心。这是我给你单独整理的一些信息，里边简单涵盖了其余国家的一些强力选手，你有时间就提前看看。苏峰没想到龙鹿竟然做到这种地步，谢谢。客气啥，咱们可都是为了龙国。龙鹿说完就走了。苏峰打开纸张，里边主要是樱花岛、鹰将国跟偷偷洼地的一些选手，这些人的信息最为详细，类似于罗刹国跟袋鼠孤州等等的这些国家，倒是没有那么详细的介绍。苏峰浏览一遍之后，所有人的资料都自动储存到了他的脑海当中。不过这里边的资料也比较模糊，像樱花岛其中3人的资料，对其技能以及职业完全没有任何的提示，想来也是做的极为保密。差不多了，回去准备一番，到时候直接横推就是了。苏峰离开转职大厅之后，很快便收到了邢无双的消息，让他做好准备，并且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提前联系邢无双。苏峰只是简单的回应，之后便开始忙活自己的了。只是他没想到孔叶居然也在其中，看来自己该趁这个机会将3000万龙币要回来了。苏峰接下来的2天都去了不同的秘境跟副本挑战，现在的等级来到了421，距离6转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应对这次的诸国争霸应该是足够了。清晨，邢无双早早的便已站在传送法阵的外围，细细打量着底下的10人。各位，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消息，
能够拿到诸国争霸的参赛名额，足以说明你们已然非常优秀，是同辈人当中的翘楚。但这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邢无双无奈叹息一声。现在龙国势头正盛，其他国家已然联合起来开始打压，在参与争霸之间，就算是将对方击杀，本国也不能进行什么干预。所以，这是你们真正成长起来的第一场生死之战。邢无双看向众人，目光炽热无比，甚至其中透露着血色。而去年，我们龙国以损失5人的代价，拿到了诸国争霸的第2名。各位，我并不是在这里给你们打退堂鼓，而是让你们打起12分的精神，应对这次的测试。往常参与诸国争霸的选手，在回归之后，几乎都被吸纳进入龙种。我想，你们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邢无双话毕，除了苏风，其余几人皆是呼吸急促了起来。他们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享受龙国资源的鼎力培养，往后的成就绝对不会差。只有一人脸色古今无波，这人苏风在资料当中见过，不是龙渊学府的学生，而是来自傲天学府的陈葛，实力位于龙渊学府之下。为此，苏风还专门查了查陈葛的成绩，发现他完全可以来龙渊学府进修，可还是选择了次之的傲天学府。不懂，各位，这是龙渊学府为你们准备的保命符箓，若是不敌，直接撕毁即可。你们往后的成就绝不会低下，龙国遭受不住如此惨痛的损失。众人接过，面色皆是肃穆无比。邢无双转身走进传送阵，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们出发。悠游平原，在此处的外围已然站立100人有余，而且时不时的还能看到来人。卡索尔先生，这次我们的计划已然天衣无缝，上次让龙国的选手侥幸逃脱，给到了他们喘息的机会。我想这一次他们绝对不会再有半点生还的希望。一个身穿宽大衣袍，鼻梁下方留着一撮方形小胡子的中年男人，正恭敬地对着旁边的白皮黄发男子言谈。石川钢板，这一次让你们樱花岛的学生全力配合我们鹰将国，当然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你们的。卡索尔、库纳夫叼着一根雪茄，厚实的镜片反射着刺眼的光泽。同时加入的还有偷偷挖地以及袋鼠孤舟、铁塔篱笆、本中群楼。至于那些小国的名额，我已经全部完成替换，只要击溃龙国，到时候那庞大的领地，你们可以拿走1/3。呼，浓厚的烟雾从嘴中吐出，开始在空气当中蔓延。石川钢板心里愤懑不已，这跟原先说好的不一样啊，不是说1/2的吗？这家伙临时变卦。先前龙国深渊的裂痕，可是他们冒着风险才打开一丝裂缝，结果现在这样，尼玛的！但谁让他们国力不够强盛，而且岛屿底下还要提防各种海域当中的强大魔兽，寻找一处适合居住的土地，已然是迫在眉睫呀。好的，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嗡！随着一道声响，邢无双带队出现，立马便引起了周围那些人的注视，而且其眼神之中全都含有一丝戏谑，甚至带着淡淡的杀意。哎呀，邢无双先生，我们真是好久不见！卡索尔大笑一声，立马走过去，伸出手掌。邢无双冷哼一声，直接无视。针对龙国的这一切，他又不是不知道，但有时候也只能强忍。如果强行开战的话，对哪一方都不好。第99章猎杀。卡索尔倒是并不介意，只是笑着说道：“祝愿你们龙国这次还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不劳你们鹰将国费心。”邢无双用自己魁梧的身体，直接将卡索尔、库纳夫强行撞开，带领苏风他们走到悠游平原的入口。等到众人全部到齐之后，这才开始准备商量打开秘境的入口。邢无双视察四周，顿时发现有些不对，怎么感觉一些国家的人员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细看之后，果然如此。尼玛，还带这么玩的！邢无双拳指紧握，真想现在就去跟那些卑鄙的家伙干上一架。为了虐杀龙国的成员，还真是够费心思的。你们一切千万小心，如果不敌，立马撕毁保命符箓，可以将你们强制传送出秘境之外。邢无双面色沉重，以他一人之力也改变不了什么。苏风四下打量了一番，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这尼玛怎么清一色的全都是一个人种？除了个别的一些人，其余的甚至全都站在鹰将国后方。这演都不演了是吧？龙路给的资料当中就提到过这种情况，文字比较苍白，不能将其完全的呈现出来。这才刚到，就这么严重，可想而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过苏风现在也不是什么善茬，要是别人敢在他面前猖獗，直接一个禁咒丢过去，看他死不死就完事儿了。嗡！各国的领队将秘境打开，随后参赛的学生全都鱼贯而入。而苏风在进入的时候，身旁的一个樱花岛的学生悄声说道：“寇鲁斯。”苏风眉头一皱：“好小子，
记住你了。随着一阵轻微的眩晕感消散之后，苏峰出现在了一块一望无际的广袤平原，但是这里的杂草却是异常的茂盛，几乎最矮的也有2米出头，这就导致视野受限。但是若是直接使用飞行能力的话，那么就直接将自己暴露在众人的视角当中了。苏峰拿出一个小型的魔法阵，上边能够看到清晰的队友踪迹，全都是一些淡蓝色的小点，距离我最近的是周书童，中间相隔起码也有10多公里啊。苏峰略微沉思之后，还是打算一个人单独行动。悠游平原主要是幽灵聚集地，苏峰才刚刚到达这里，便看到了前方飘散着数十只大大小小的幽灵，而且那些家伙的动向显然是朝着他来的。主人，让我来！附着在苏峰手掌之上的巴拉斯突然出声说道。苏峰没有制止，而是任由巴拉斯使用魔法将那些幽灵全部吞下。本来还想带着赤金亚龙然来的，但是这里设下一定的禁制，而巴拉斯有办法将自己的气息完全隐藏。在巴拉斯结束之后，苏峰直接开启洞察天地。在这里，这就是他领先别人的地方，有着绝对的视野。那小子在哪儿呢？苏峰四下找寻，这平原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进来之后大家都是被随机分开，想要找人宛若大海捞针啊。找到了，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苏峰的视野当中，而且那家伙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同伴。弥撒君，我真是幸运，居然跟你距离如此相近。那头发有些稀疏的男子视线移开，闷哼一声，然后朝着前方走去。主要是这家伙平时都不怎么讨喜，是一个十足的变态。松下全都，樱花岛今年排行成绩第3的学生，能力暂时未知，不过他那变态的性格却是让众多人谈之色变。山本弥撒并不想跟这个家伙有任何的交集，尽管松下全都实力强劲，跟在他身边或许能够将生存几率提升不少。哎呀呀，弥撒君怎么不搭理我呢？难道石川钢板领队没有给你传达明确的任务吗？我们可是来此狩猎的哦。松下全都双臂环于脑后，脸上洋溢着天真无邪的笑容，但只有认识他的人才知道这家伙到底有多么可怕。弥撒君，我还缺一个帮助我清点猎物的助手呢，你也不想成为我狩猎的第一只猎物吧？山本弥撒顿时冷汗直流，这家伙好歹他也是整个樱花岛排名第10的存在啊，居然让他打下手，简直是该死。不，很乐意。山本弥撒虽然不知道松下全都的能力，但是这家伙有收藏猎物皮囊的习惯，他可不想自己沦为这种下场。哎呀呀，弥撒君真是善解人意呢。距离这里10几公里的位置可是有一只嗷嗷待哺的猎物呢，咱们也该行动了。松下全都看向远处，而方向正是苏峰所在的位置。松下君，领队说过让我们配合鹰将国的，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还没等山本弥撒说完，松下全都便直接打断了他，而且声音异常的肃穆。弥撒君喜欢给别人当狗吗？山本弥撒脸色异常难堪，要不是这家伙出身于松下家族，他真的不会容忍至此。既然决定了当狗，那么谁是主人也无所谓了，现在认清楚谁才是你的主人。四目相对之下，苏峰微微有些惊讶，这家伙也能感知到自己吗？看来这就是他的能力了吧。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陪你吧。必影逆行，苏峰当即消失在原地，随后直接使用漂浮。现在他已到达5转，御空飞行自然是不在话下。不见了。松下全都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有点意思。而此刻其他人也皆是开始行动，几乎全都是寻找本国的学生优先。而这里最占优势的便是鹰将国，毕竟他们这次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才换来一些进入秘境探索的名额。罗伯特，快点找到其余人，我们会合之后也该进行猎杀行动了。这一次要让龙国的这些家伙全都留在这悠游平原之中。一个身材魁梧、浑身都是肌肉的壮汉看向身旁的2人，他是来自鹰将国今年的高考状元莫泊桑·希纳。队长，道具显示距离我们最近的有3人，皆是10公里之内。莫泊桑·希纳双拳对撞，舔舐着唇角说道：打信号，快点汇合，我要会会龙国的那些小崽子们。第100章借刀杀人。悠游平原，一个4阶秘境，所以才会派遣这些新人进来探索，而这些新人几乎都有越级对战的实力。此刻苏峰站在半空当中，洞察天地，配合视野，几乎是将大半个秘境都尽收眼底，底下的一切动向都尽在掌握。苏峰眉头微皱，其他国家的人员居然慢慢的全都联合了起来，而龙国此刻只有6人相遇，还都是2-2组合，这么下去恐怕是麻烦了。正当苏峰在思考计划的时候，看到远处的陈葛居然撞到了2名来自袋鼠孤州的成员。歪瑞谷的，没想到这里有一只迷途的羔羊，正好让我们送你上路。
陈葛没有半分惊讶，只是身体瞬间变得苍白无比。随后苏峰便看到一道诡异的黑色灵体，在虚幻当中竟然直接扑向面前的2名袋鼠孤舟的成员。只是几个呼吸，那2名成员便倒地不起，而且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的反抗。陈葛上前将身上的装备全部扒拉下来，简单清点了一下之后，丢进储物戒指当中，继续朝着远处走去。陈葛这种诡异的职业，起码也是稀有级别啊！苏峰也是暗自诧异，刚刚那2人虽然等级不行，但好歹也是接近3转的强者，可在陈葛面前，竟然没有撑过1个回合。巴拉斯，那是什么情况？苏峰有些不明所以，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种职业。主人，那是虚罗梦魇，可以强行进入目标的精神世界，将其灵魂摧毁。不过遇到精神力比自己高的人，可就棘手了。刚刚那2人也是因为没有防备，再加上不注重精神力的加点，所以才会如此轻松被解决。苏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有意思的职业，看来应该是傲天学府那边有人提前解除了陈葛，甚至给出了让其无法拒绝的条件，这才会选择加入。苏峰旋即看向四周，龙国的成员暂时还算是安全，那就再等等，先去搜刮秘境。苏峰口中喝道，神影纵光。只是瞬间，苏峰便直接消失在原地。必影逆行加上神影纵光，苏峰仿若化为一道不可视察的流光一般，瞬间在悠悠平原之上驰骋开来。叮！恭喜宿主开启宝箱，获得紫罗果 X30。叮！恭喜宿主开启宝箱，获得3阶黄金级别武器 X1。叮！恭喜宿主开启宝箱，获得高阶生命恢复药水 X50。苏峰的身影来回不断的穿梭，在洞察天地的视察之下，秘境当中的这些东西几乎无所遁形，全都暴露在他的视野之下，所以寻找起来也是异常的方便。而其余的那些人还全都在忙着回合，想办法围剿龙国的学子。他们还想着这些东西等到解决完之后慢慢收集呢。万万没想到，很多宝箱里边的物品全都不翼而飞了。老大，刚刚那2个樱花岛的家伙很是不服啊！罗伯特凯有些畏惧地看着莫泊桑、希娜。哼，不过是咱们养的一些走狗罢了，现在还有一点利用价值，等解决完龙国之后，下一个便轮到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了。莫泊桑、希娜挺了挺那壮硕的身躯，坐在原地等待鹰将国队员的集结。这秘境当中将各种通讯设备全部屏蔽，倒是很难联系。老大，那边的宝箱好像是被人打开了啊！罗斯娜、弗里美眸微蹙，看向远处的那已经开启的宝箱。他们当时发现并没有立即开启，只是站在这里等着回合，制定初步的战略计划。宝箱那是对于胜利者的奖赏，可现在尼玛，怎么突然被人打开了？这是什么情况？莫泊桑、希娜看向宝箱的位置，心头也是疑惑不已。老大，肯定是刚刚那2个樱花岛的家伙。卡索尔先生早就跟他们提前打过招呼，可是那些家伙的态度可以说完全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罗伯特凯记上心头，不如干脆在这里收取一点利息。他的祖父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便是被樱花过所杀，这笔账他可是一直记着呢。现在机会来了，老大，咱们干脆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也让他们清楚自己狗腿子的定位。莫泊桑、希娜起身看向刚刚樱花岛离开的方向，顿时身形暴动，嗖，极快的速度竟然将空气当中都引起阵阵爆鸣声响。罗伯特凯嘴角微翘，心头暗道成了。砰！樱花岛的千若夫子跟明日丽香正在小心翼翼地前进着，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嗡嗡的爆鸣声响，有人袭击。2人倒是极快做出反应，明日丽香瞬间拔刀，砰！铁拳与长刀的碰撞僵持了不过3-4秒钟，转瞬之间长刀便直接飞出去几10米远。千若夫子本来还想反抗，但腹部结结实实的一拳直接将他打得直不起腰身。呼！巴大雅洛，我们不是盟友吗？为什么对我们痛下杀手？千若父子身体一阵痉挛，虽然没有杀意，但这伤势恐怕几个小时是消散不下去了。砰！莫泊桑、希娜直接一脚踩在千若夫子的脸上，然后扭动着那46码的大脚。当狗就要做好当狗的觉悟，将刚刚宝箱之内开启的东西全部交出来，否则的话……莫泊桑、希娜直接一拳砸在千若夫子的腿部，咔嚓！啊！下一次我可就不能保证击打在哪一处了。莫泊桑、希娜全程面无表情。早在进来之前，这悠悠平原便已经内定是他们鹰将国的秘境，那这里的所有东西自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些老鼠居然敢光明正大的拿走属于他们的东西，简直是找死！巴大雅洛，你这家伙是脑袋秀逗了吗？我们什么时候
开启宝箱了。你这疯子简直不可理喻！千若夫子还没说完，便直接被一拳砸碎了脑袋，都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远处艰难起身的明日丽香脸上惊愕无比，不是说好的盟友吗？这家伙怎么会对他们动手？而且上来就直接秒杀，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啊！跑！明日丽香可不觉得自己是这大块头的对手，这可是今年鹰将国的第一天才，据说一转就觉醒了天赋，实力可是堪比4转啊！第101章全部搬空。你的选择呢？莫泊桑吸那一脚将千若夫子的身体踢开，然后看向明日丽香。这家伙，明日丽香只觉得全身呼吸急促，各个部位不由自主地抖动了起来，没有任何胜算。这家伙简直强得可怕。明日丽香看向莫泊桑，吸那背后背着的十字架，不由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唾沫。没有使用武器，他们已经一死一伤。巴嘎雅洛！明日丽香已然绝望，但突然在那草丛的拐角处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不是樱花岛第3的松下京都，还有排名第10的山本弥撒吗？得救了！松下君、弥撒君，救我！明日丽香声音刚刚发出，莫泊桑、希娜那魁梧的身形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明日丽香只觉得呼吸无比苦难，他的喉咙已然被直接扭断。哎呀呀，这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呢。松下京都依旧是那般云淡风轻，脸上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似乎明日丽香的死亡跟他没有半点关系。这家伙在干嘛？山本弥撒内心暗道，在副本当中夺宝出现死亡是正常的，可是现在他们是盟友啊，而且松下京都难道不该上去讨要一个说法吗？反而一脸轻松。弥撒君，忘了告诉你，我有1/4的鹰将血脉哦。山本弥撒突然愣住，这家伙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不知道，不过我可以通过你的表情推测出来。松下京都摊了摊手，惬意地说道，千万不要拥有这种低级猎物才有的反应，不然我很难控制自己的双手哦。山本弥撒心里瞬间掀起一股惊涛骇浪，马萨卡，这家伙连自己人都不放在眼里吗？自己还真是倒霉透顶啊！卡索尔表哥，发现龙国的那些家伙了吗？松下京都没有去管地上的2具尸体，悠闲地坐在一旁询问道。没有，不过这里已然竖起旗帜，一会儿会有人来集合的，到时候他们会带来我们想要的消息。卡索尔、希娜用手绢擦着手上的血迹，表情依旧是那般古井无波。本来发现一只猎物的，可惜被跑掉了。松下京都似乎有些气馁，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可是从来都没有变过，好像这家伙天生就是一个乐天派。叮！恭喜宿主开启4阶宝箱，获得属性果 X50。叮！恭喜宿主开启4阶宝箱，获得坚韧皮甲 X1。叮！恭喜宿主获得淬体魔拳 X1。苏峰还在不停的搜罗，几乎已经将秘境当中的东西全部搬空了。至于那些幽灵嘛，等级实在是太低了，对于他现在而言，就算是击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干脆直接让巴拉斯给吞噬掉了。收获不错，这些东西出去保守估计也可以卖到1亿8千万龙币了。我真是个天才，将壁影逆行跟神影纵光结合起来使用，就算是在别人面前开启宝箱都没有什么事情。苏峰伸了一个懒腰，将东西全部收起之后，看向远处那不断旋转的漩涡入口，里边似乎是在孕育什么东西啊。苏峰没有去管，当即身体漂浮而起。巴拉斯，现在什么情况？主人，刚刚围剿你们龙国势力的家伙似乎是在狗咬狗啊。哦，在哪边？苏峰瞬间来了兴趣。当看清楚之后，苏峰双手一摊，表示搞不懂眼前这是什么情况。鹰将国跟樱花岛不是联盟吗？怎么突然狗咬狗了？那家伙看起来跟那个大块头很是亲密啊。苏峰干脆漂浮在天空之中，观察着底下的情况。再等这些家伙全部聚集起来，直接试试最新的行星碰撞，这样省得到处费力去找。苏峰直接躺在空中，惬意地看着悠游平原的动向。阿西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所有的宝箱全都被开启了？普段根郁闷无比，进来发现的所有宝箱里边全都是空无一物，这跟平时遇到的情况不一样，真是见鬼了。普德欢，你不是善于分析吗？眼下这是什么情况？普德欢当即愣住，这他哪能知道啊？很明显这就是被人提前开启了呀，但这运气实在是有点背啊。一路上遇到的10多个宝箱全都被开启了，而且就连路边得一些魔值都给挖走了，这也太可恶了。人们都说雁过拔毛，这直接连大雁都给你射下来了。可能我们走的这条路已经有人了，咱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探索探索。等等，你看那边的旗帜。普德欢指着远在几十里外的一张巨大的雄鹰旗帜说道。对了，
咱们好像还得去跟鹰将国会合，虐杀龙国的那些家伙呢。普段根瞬间无语。阿西吧，咱们就当没有看到，进来不捞点东西，怎么对得起咱们偷偷挖地的名号呢？普的欢瞬间心领神会，还得是你啊！别尼玛追了！孔叶朝着前方快速的奔跑着，后边还追着3人。孔叶内心怒骂不已，他才刚刚解决了一头强大的幽灵，还没来得及舔包，就被这些袋鼠孤州德家伙盯上了。可恶啊！龙国进来的可是有10个人啊！这些家伙怎么就对他穷追不舍呢？有搞错？快追！这家伙可以不杀，我得到的资料，这家伙背后的家族很是庞大，到时候可以狠狠敲诈一笔。这家伙可是这次龙国当中最肥的那只羔羊，千万不能错过。其余2人听到之后，皆是打起12分精神。抓到的话，那以后的修炼资源就不需要操心了。几人皆是不由自主地加快脚下的步伐。主人，现在龙国的5人都已经开始遇到遭遇战了，咱们要不要出手帮助？苏峰摆了摆手，现在还太早了，而且那些人身上还有保命符箓呢，不着急，再等等，正好让孔叶那小子多受点折磨。第102章，富贵逼人。妈的，是你们逼我的！孔叶直接掏出一把符箓，朝着后方丢去。轰！瞬间，空气当中满是爆裂的嗡鸣声响。撤尼玛的！我好歹也是川凯省的高考状元，孔家的独子，迄今为止也就败在了苏峰那小子的手下。可你们是什么东西？孔叶站在原地喘息不断，看着面前的烟尘，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一群渣子，小爷不发威，你真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孔叶才刚得意没多久，里边便有一人兴奋地喊道：“我没说错吧？这家伙敷的流油呢！兄弟们，抓活的！”孔叶头上满是黑线，都怪苏峰那家伙，要不然怎么可能这么狼狈？这次给的道具实在是太少了。跑！我距离钱多多不远，那家伙可是一个隐藏的富豪，我得快点去找他急救一下。孔叶当即调转方向，朝着钱多多所在的方向跑去。不堪一击的家伙，简直浪费本小姐的钱财。钱多多跺了跺脚，身上的裙摆也跟着翻飞舞动，嘴巴嘟起，修长的大腿若隐若现，看得人有些血脉膨胀。偷偷挖地的色狼竟然敢打本小姐的主意，真是不知死活。钱多多看了看躺在远处的几具尸体，当即扇了扇手，朝着远处走去。至于舔包，他才不干这种没有品位的事情呢。钱多多向来与众不同，而且家族当中已然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他只需要不断提升就好。钱多多，救命啊！孔叶狼狈逃窜，终于是看到了心心念念的钱多多。那不是孔叶吗？这家伙怎么这么狼狈？钱多多驻足观看，淡黄色的裙摆随风浮动。哟呵，后边还跟着几个讨人厌的家伙呢。钱多多，你在看戏，我就要被绑票了呀！到时候你也好过不了，还不快点出手啊！钱多多秀眉微蹙，嘴巴嘟起，轻哼一声：“好吧，看在咱们是校友的份上，不过你可记得还我这个人情。”钱多多当即从储物戒指当中取出一枚无比巨大的元宝。对的，你没看错，就是元宝，而且上边金光流转，质地匀称，很明显就是纯金的呀，而且绝对是经过细心打磨的。孔叶看到钱多多拿出金色元宝之后，悬着的心都放松了不少。钱多多，这是100万，给我砸死这群穷屌丝！孔叶直接甩给钱多多100万龙币。现在虽然没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叶被追了这么久，肯定憋了一肚子气。先前苏峰的耻辱还无处发泄呢，要不是这些家伙人多，他绝对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几个家伙。交给本小姐吧。钱多多接过之后，在几人诧异的眼神之中，竟然直接将100万龙币塞进了庞大的金色元宝当中。我尼玛，超能力！没错，钱多多在转职的时候便觉醒了 SSS 级天赋，富贵逼人。别人提升战力都是靠自身的魔力，而钱多多与众不同，他靠的是超能力，而自身的实力与吸取的钱财息息相关。换言之，吸收的钱财越多，那么技能的威力就越强。但等级底下，吸取的钱财额度是有上限的。不过钱多多身上还是携带着100亿龙币，毕竟这可是保命之本。而钱多多的家族专门开采矿脉，挖掘副本，豢养秘境，给钱多多提供绝对的经济支持。苏峰看到之后都有些傻眼，居然还有这种天赋，大千世界还真是无奇不有啊！钱多多挥手一扫，那庞大的金色元宝便朝着3人奔袭而去。好多钱，把这小妞也绑回去，到时候咱们可就发财了呀！早就听说龙国地大物博，其内俊男美女无数，财产更是数不胜数。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说那么多干什么？咱们面前可是有着2个金矿等着开采呢！给我动手！
三人皆是面露贪婪，两人近战主攻，一人站在远处寻找破绽。砰！点点火花从金色元宝之上坠落，钱多多眉头微蹙，这几人还有点实力，看来还是我砸的钱不够多。钱多多直接从储物戒指当中甩出1000万龙币，金色元宝吸纳之后，当即金光大盛。嗡！砰！金色的元宝瞬间涌现出无穷的魔力，直接将最近的那两人砸扁，然后势头不减，朝着最后一人奔去。不公平啊！那人大喊一声，想要转身逃跑，直接就被元宝碾成了齑粉。回来！钱多多轻声呼唤，那元宝瞬间化作约莫1寸大小，平躺在掌心之中。这可是家族当中专门找寻8转强者搭配顶级锻造师共同炼制，是可以跟随钱多多的等阶一同进行提升的。孔叶吞了口唾沫，看向钱多多的眼神当中也不由得多了一丝畏惧。要是自己有这能力，算了，就算是有这能力也经不起这消耗啊。孔叶，我记得你是孔家独子啊，怎么这么狼狈？孔叶不是听不出钱多多的言语当中带着一丝揶揄，这件事儿不提还好，一提就来气，都怪苏峰那个家伙。这事儿说来话长，咱们要不还是找找其他的龙国成员吧。苏峰那家伙作为领队，竟然不主动联系我们。孔叶抖了抖有些脏乱的衣服，然后继续说道：那些家伙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可不想被他们当成人肉绑票。咱俩家族有钱，可能不一定会死，但是其他校友怕没有那么幸运了。钱多多齐额的刘海微微浮动。走吧，既然那些家伙猎杀我们，我们也主动猎杀那些家伙就是了。钱多多拍了拍手，双手插在那小蛮腰上，用肩膀挤开挡在面前的草丛，径直朝前走去。有点意思。苏峰趁着这段时间将龙国这些成员的技能全都了解了一遍，果然能够被选中是有道理的。苏峰看向远处那还在不断延伸的漩涡，心中暗自想到，看来是时候出手了。正在此刻，巴拉斯传来消息，主人发现1条熔岩金晶矿脉，3条驯魔晶石矿脉，5条暗金流石矿脉，7条普通魔石矿脉。第103章汇合。不错呀，巴拉斯，给我每条矿脉都想办法截取一半。苏峰慵懒地翻了个身，嘴角微翘。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总得收点利息吧。巴拉斯现在已然逼近5阶恶魔的实力，这里的幽灵哪里顶得住他的侵袭，几乎全都化为了巴拉斯的养分。而在苏峰等待巴拉斯的时候，鹰将国已经聚集了进入秘境当中的大部分成员，接下来开始围剿行动，将那些龙国的家伙全部斩杀。到时候你们想做什么，我不会过多的干预，我只要灭杀所有的龙国成员。莫泊桑、希娜站在众人前方，口中振振有词，但底下的这些人没有敢出言反驳的，毕竟这家伙可是鹰将国的最强。樱花岛的伏黑以诺全身都包裹在黑色的衣襟当中，只有一双凌厉的眼睛露在外侧。他没有兴趣在这里听卡索尔、库奈夫说教，只不过需要龙国成员的具体信息。本来让樱花岛的那些家伙找到龙国的选手之后直接释放信号，可伏黑以诺等待已久，都没有得到半分反馈。众人很快散开，而且呈现围剿式的慢慢的朝着其余地方扩散。至于那些幽灵，不知道什么情况，进来的时候还遇到一些，现在几乎看不到了。不过本来这也不是这次参加秘境的原因。终于开始动手了吗？苏峰嘴角划过一丝嘲讽。路上的时候，邢无双可是跟他说过，去年就是龙鹿带队夺下的第2，但是惨胜。这一次龙国也是花了大价钱制作出强行可以撕裂空间的符箓道具，毕竟本来就是万里挑一的天才，陨落哪一个往后都无法承担后果。而龙鹿也是强行驾驭恶魔之力，因此还遭到不小的反噬。不过樱花国陨落7人，鹰将国陨落6人，其余国家也皆是有着很大程度的损伤。如果只是按战损比算的话，龙国在上次的秘境当中还算是小赚了一些。当然不能这么比。秘境之外，卡索尔、库纳夫拿着一个装着嫣红色液体的高酒杯，旁边摆着一张崭新洁白的桌子，上边摆放着新鲜的牛排。围着桌子的几人皆是眉飞色舞，这一次不会有任何的意外。邢先生，不如过来跟我们喝一杯。卡索尔、库纳夫将手中的高脚杯举起，朝着邢无双做了一个干杯的动作。相信你们龙国绝对可以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你这样紧绷的神经根本不是一个领队该有的表现啊！围坐的几人皆是哈哈大笑。里边这个时候怕不是龙国的那些家伙已经开始被尽数屠杀了。这次不只是秘境里边的东西是他们的，就连龙国的未来他们也要遏制。邢无双拳指紧握，闷哼一声，朝着另一边走去。苏峰，你们千万不要强撑啊！一旦不敌，第一时间撕毁符箓道具，千万不要逞一时自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主人，所有的矿脉我已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采集，接下来该怎么办？巴拉斯语气恭敬，
询问着苏风，将所有的矿脉带回，你去将龙国的所有人带离悠游平原的边境，剩下的我来解决。是，主人。巴拉斯黝黑的身影在无边无际的杂草之中不断穿梭，很快便找到了龙国的成员。而眼前淡黄色过膝裙摆的少女，跟那后边有些狼狈的少年，不正是钱多多跟孔叶吗？哼，这些家伙真是离谱，这么不经打，本小姐还没玩够呢。孔叶满脸黑人问号：大姐啊，你都砸出去10多亿龙币了，就这还嫌没打够啊？这钱要是给他，那这不是直接起飞了吗？孔叶现在才知道，他的家族似乎跟钱多多的比起来，完全不够看啊！人家动辄100亿，随随便便甩出去都是10几亿。上次3亿被苏风坑完之后，现在他都不敢大手大脚的花钱。失败，真是失败当中的失败。巴拉斯用魔法皱纹在两人的前方浮现一行小字：苏风，平原往东20里地，我在那里等你们集合，现在只差你们，速来！这家伙终于管我们了，快走！孔叶知道苏风的实力，而他们先前遇到的也是小喽啰，若是碰到那几个变态，就算是钱多多身负100亿，只怕胜算也是非常渺小。随后，所有龙国的成员皆是收到了同样的讯息，毕竟在进来之前，邢无双已经给他们交代好了，一切遵循苏风的安排。在苏风的视角当中，所有的龙国成员已经开始朝着东方进发，那里正是还在不断波动的漩涡口，而其他国家的那些成员正在从西北跟西南方向朝着这里逼近，他们在收网。巴拉斯，遇到被堵截的情况，你稍微出手帮助一下，务必保证他们在最短时间之内到达。是，主人。苏风站在上空，已然准备测试自己最新得到的技能行星碰撞。既然这些人如此坑害龙国，那他也没有留守的必要，本来就是利益相争，弱肉强食，世界原本的规则。10多分钟之后，鹰将国、偷偷洼地、袋鼠孤舟、樱花岛的成员皆是口吐芬芳。法克，龙国的那些兔崽子跑到哪里去了？怎么找了这么长时间，居然一个人影都见不到？阿西吧，难不成这些家伙会隐形吗？宝箱全空，现在连人影都看不到，这不是玩我们吗？巴嘎雅路，龙国的家伙，若是被我找到的话，我必定让你们尸首分离。半个小时后，主人，一切妥当。苏风嘴角微翘，好，看好他们，拖延时间，接下来交给我就好。苏风手中土黄色的魔力涌现，空气当中瞬间弥漫着一股恐怖异常的黄沙，而且还在不停的汇集。天穹之上，雷光嗡鸣，电光闪烁，乌云密布，嗡隆，一块巨大的阴影竟然直接将平原的几乎大半完全笼罩。莫泊桑、希娜抬头看向天穹，心头狂跳不止。这是什么情况？第104章，尽数秒杀，秘境异变，这绝对是秘境异变。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这个说法，毕竟这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4阶秘境，除了异变，哪里还会出现这种诡异的情况呢？这不是开玩笑吗？可恶！本来再有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找到龙国那些虫子的踪迹了，这下又得延后了。别急，找到之后直接将他们碾死就是了，也就多花几分钟时间而已。莫泊桑、希娜大手一挥，让罗伯特、凯集合那些人赶快撤离，起码要找寻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福黑以诺、莫泊桑、希娜松下京都，尽管他们脸上有些不忿，但眼下也不是头铁的时候。众人很快便决定四散开来，准备离去。可是那上面的巨大陨石速度极快，正在以一种肉眼不可预见的速度下落，只是转瞬便已经到了他们头顶万米之处。八嘎，别急我，这秘境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是情报有误？这不是让我们竟然送死吗？来不及了，大家快点用保命道具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藏着掖着，只要顶住这一波，说不定一会儿可以拿到不少好东西呢。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句，直接一语惊醒梦中人。对啊，这是秘境啊，往往秘境异变伴随着的可都是海量的奖励啊，这哪是什么危险？这不是妥妥的机缘吗？跑个屁！给我顶住！怎么着也得坚持下来。咱们所有人站在一起，将道具跟护盾叠加，就算是4阶秘境也不可能对我们赶尽杀绝的。到时候那陨石当中的所有东西我们一起分，然后龙国的那些装备跟道具还有肉票全都是咱们的，别急，人人有份儿。众人纷纷掏出自己的道具，乐此不疲的激发，而那巨大的陨石已然将所有人全部覆盖，庞大的阴影遮天蔽日。那是什么？孔叶不由自主地后退了2步，喉咙上下浮动着，站在原地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尽管已然站立得如此之远，
但还是能够感觉到那恐怖无比的魔力。别管，苏峰呢？他不是把咱们集合在这里吗？他自己人呢？几人这才将注意力收回。是啊，苏峰通知他们前来，到现在都没有踪迹，难不成还在那平原当中吗？那这不是危险了？不知道啊，但现在我们绝对是不能靠近了。现在还算是在边缘位置，若是我们再靠近一些，可能下一瞬间就是齑粉了。苏峰能够通知我们到达这里，想来也是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众人看向那说话的男子，长发将左眼遮住，看起来略微有些诡异。木西，也是一位高考状元，他手中的那本法典飞快地变换着。没想到秘境当中居然还有这种异变，好在是我们提前离开了，现在只要等苏峰前来就好了。速度挺快，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苏峰站在高空，宛若一尊神明。此刻他衣雀浮动，冷眼注视着下方的那些人，干脆全杀了得了。这些人一直跟龙国作对，而且进来之后也是以虐杀龙国为先，这一次就当是给他们一个教训了。去！遮天蔽日的巨石转瞬之间就朝着地面砸去。轰！那万米巨石直接将广袤的平原砸开一个巨大的坑洞，肆意的烟尘将周围全都遮蔽。在巨石触碰到那防护罩的第一时间便直接破碎，根本没有阻拦一丝一毫的进度。除了龙国的成员，其余所有人全都死在了这个秘境当中。嗨，这哪里是什么秘境异变啊，这威力都已经超过我老爹的高阶技能了。钱多多扇了扇手，面前的防护罩都被强大的冲击力冲碎。不过好在是距离够远，这样才保住一条性命。呼，咱们要不还是先离开吧，这秘境里边的异变实在是太过诡异了一些。孔叶人已经彻底麻了，不知道眼前这是什么情况，但直觉告诉他，如果不赶快离开的话，接下来恐怕是要死无全尸了。可是咱们还没有将秘境攻略呢，这个时候回去恐怕有点……钱多多话语有些磕巴，其余众人也是有些拿捏不准。毕竟若是他们离开了，那岂不是意味着秘境拱手相让了吗？正当他们踌躇之际，远处那不断旋转的涡流瞬间喷发，强大的魔力将周围的空间都直接扭曲了。走啊！刚刚咱们也是运气好，要是再待下去，恐怕到时候命都没了。可是还有苏峰呢，他说不定已经出去了，这种情况你觉得是咱们可以应付得了的吗？几人面面相觑，最终还是不约而同地撕毁了符箓。再待下去，恐怕大家都得留在这里了。威力不错。苏峰看向那已经崩裂的涡流，身体朝着那里漂浮而去。咔嚓！破碎的涡流漩涡突然伸出一只黝黑无比的利爪，而且还能听到从对面传来的声音。终于找到了一个低劣的文明星球，这下可以将其掠夺，准备以后的星际攻伐战争了。我也有借口重新返回大军，说不定还能得到不少的奖赏呢。苏峰满头问号，这语言他听不懂啊。巴拉斯心领神会，很快便将这语言翻译给了苏峰。你听得懂？苏峰有些好奇，跟我们恶魔语言只是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但总体不算大。而且看他的这只手臂，几乎跟我们恶魔一族是一样的，恐怕有些渊源。苏峰微微颔首，毕竟恶魔也是1000年之前蓝星异变的时候才到达这里的。那现在这种情况，只怕是又有其他种族盯上了蓝星啊。我还没有成长起来呢，现在光是一个深渊就够难应付的了，你还是回去歇着吧。苏峰心中暗自思索，但是手上的魔力确实异常的充沛。炽热脉冲，轰！强大的火元素魔力瞬间将那只手臂轰碎，刚刚露出半张面孔的恶魔也被直接碾为齑粉。随着一声爆炸，空间涡流彻底破裂。第105章，你在撒谎。秘境之外，孔叶等人瞬间出现，让邢无双悬着的心算是放松了下来。好在没有像去年那样损失过重。等等，怎么少了一个人？邢无双仔细查看过后，发现唯独没有苏峰的身影。苏峰呢？邢无双瞬间表情变换，苏峰的潜力他可是知道的呀。沉默。老师，我们以为苏峰已经出来了，没想到。邢无双拳指紧握，健硕的身躯不断起伏，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距离他们不过10多米的卡索尔、库奈夫几人看到龙国几乎全员撤退，脸上的表情不由得乌云密布。不过等听到那边有些愤怒的声音之后，瞬间便喜笑颜开。苏峰这个名字好像是上了必杀榜的。据内部的人员说，这家伙的潜力无限，小小年纪便可以使用高阶魔法，打破龙国屹立100年的试炼之塔。这种人才自然是不能放任其成长起来。不过还是有些可惜了，居然让龙国的崽子跑出来9个。这次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怎么就宰杀了一个苏峰？莫泊桑、希娜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不是已经给他调遣了很多帮手了吗？真是废物！卡索尔、库纳夫内心咒骂不已。但这个时候最要紧的还是虾仁诛心啊！邢无双先生，龙国这次看来闯入不了前3，那么关于这秘境的分配，恐怕也是无望了。卡索尔、库纳夫话音刚落，旁边的石川钢板就立马搭腔：是啊，没想到龙国这次花大价钱打造了这些保命的道具，居然让学生们临阵脱逃，这以后怕不是说出去被整个蓝星耻笑。几人瞬间哈哈大笑：你们给我滚！邢无双现在正在气头上，浑厚的魔力元素包裹着身躯，好似随时都会发动自己的进攻。邢无双，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这里6个7传强者，而你只有1个，打起来只怕是这些小崽子也存活不了。你也不想因为1个人的死亡就让龙国参与到国家级别的战争当中吧？罗刹国的卡布奇梭梭拉一只手臂已然化作壮硕的熊掌，似乎在等待邢无双的进攻。可恶！邢无双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但眼下只能忍气吞声。邢无双老师，其实秘境当中，钱多多将秘境当中出现的异变全都简单的诉说了一番。邢无双眉头紧皱，初步探查的时候没发现什么潜在的异常啊，毕竟这些都是新人，若是夭折，那对于每个国家都是庞大的损失。哈哈，不过是秘境异变罢了。你们龙国还真是一群胆小鬼，不知道秘境异变之后隐藏着多少丰富的奖励，那都是对于勇士的嘉奖，以后你们干脆改名叫虫国吧。哈哈，邢无双没有搭理那些人，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尽管心中有些不忿，但还是安慰众人。毕竟这次龙国不光是要应对秘境之中的危险，而且还要小心其他国家的联合围剿，很是麻烦。悠游平原，叮！恭喜宿主击杀6阶域外恶魔，获得经验值3000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苏峰看着自己的等级直接飙到了413级，顿时觉得心情舒畅。看来刚刚的出手不仅仅是阻止了蓝星被人短时间之内入侵，而且还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呢。将地面掉落的道具全部收起，苏峰不认识那些文字，全部交给了巴拉斯，让其翻译就是了。只是一件史诗级别的装备，实在是有些差劲。苏峰直接将装备收起，到时候卖钱就是了。主人，这种应该是跟我们同宗同源的恶魔，只不过略微有些区别罢了。信息显示，他们也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星球，作为他们的战略物资储备地，以支撑他们的星际战争。而这个恶魔好像是一个逃兵。死！苏峰听完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太突然了，怎么蓝星这么快又被别的种族盯上了？星际战争，那恐怕接下来蓝星会很难过。时间不多了，我得快些提升到8传、9传的实力，回去就去深渊刷级，不然到时候说不定会被人直接奴役啊。苏峰顿觉不妙，但眼下这个消息暂时还是不要告诉龙国，谁知道下一次找到这里是什么时候呢？而且苏峰没有想好借口去解释。巴拉斯，将东西收拾妥当，我们离开秘境当中。秘境之外，只见一道流光闪过，苏峰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这下不止龙国的全员愣住，其余国家的人员更是目瞪口呆。什么情况？不是说这小子永远留在秘境当中了吗？这是什么情况？邢无双老师，秘境已然通关，里边总共有1条熔岩晶晶矿脉，3条驯魔晶石矿脉，5条暗晶流石矿脉，7条普通魔石矿脉。苏峰几乎将巴拉斯的消息直接复述了一遍。邢无双本来看到苏峰之后就激动无比，现在更是激动到直接无法言语。听钱多多他们说完之后，那岂不是说这次占领秘境全部都是苏峰一个人的功劳？巴嘎雅洛，其余的参赛者呢？如果秘境通关了，那我们的人怎么没有一个出来？你在撒谎！石川钢板根本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更是不敢相信啊！这种惨烈的战局，回去之后他不知道要如何向上边交代。人员补充失去断层的话，那以后如何入侵龙国啊？这我就不知道了。现在这是龙国的领地，秘境的凭证我已经拿在手中，若是你们随意入侵的话，那就是公然违反先前国家制定下的条约。苏峰嘴角微翘，我想没有人愚蠢到这种地步吧。第106章，步步紧逼。你石川钢板一时之间竟然无言以对。现在跟龙国开战吗？樱花岛的实力不够啊，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可是龙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往常也不是没有天才的情况出现，但进去的所有人都是天才啊，差距应该不大才对。更何况这次樱花岛的伏黑以诺可以直接沟通式神，不可能的。退下！卡索尔、
库纳夫将前边不断叫嚣的石川钢板直接扒拉到后边，眼神当中的怒意似乎是要将苏峰整个人吞噬。邢无双，这次的事情我们会彻查清楚，龙国不会这么全身而退的。卡索尔、库纳夫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现在情况或许也不是那么糟糕啊，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大做文章。龙国，你顶得住那么多国家的联合施压吗？一定要让龙国出血。你们现在可以放声大笑，但是仔细想想吧，这么多的国家天才全都陨落在了这秘境当中，唯独你龙国独善其身，甚至没有出现任何的损伤，这事儿怎么也说不过去吧？邢无双面色惊变，不好，这些家伙不管进退都有先机，这些表现自然是被卡索尔、库内夫看在了眼中。我们倒是可以考虑给龙国一次机会，希望你们不要不知好歹，我们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后边的几人看着卡索尔、库纳夫简直就犹如神明一般，没想到转瞬之间就直接将局势反转，这操作他们心里都要直呼666了。你想怎么样？邢无双展开双臂，将苏峰等人护在身后。不论如何，这些小家伙绝不能出事儿。哈哈，只要龙国愿意割地赔款，达到我们满意的程度，那我们自然可以既往不咎。这次对于我们这些受到损失的国家，各自赔偿1000亿龙币，外带8阶装备10件，稀有材料100吨，矿脉30条。卡索尔、库纳夫滔滔不绝地在原地说着，眉毛一挑，继续补充道：“顺便将龙国的虚无秘境给我们各自10处，这样方能平息我们的怒火。不只是邢无双，龙国的所有人都忍不了了。”赔你大爷！卧槽你妈！邢无双一脚将地下的地面都直接震碎，凶恶地说道：“龙国一向爱好和平，我们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若是你们一意孤行，那就别怪我们了。”阴恻恻的笑声瞬间在周围响起。邢无双，你觉得你们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吗？石川钢板大手一挥，周围1000米之外便瞬间展开魔法阵。你们这是要公然违抗国家之间定制的条约了吗？邢无双拳指紧握，全身都被铠甲所笼罩，以应对不时之需。结，我们无法回去交代，干脆你们也别回去了。龙国的所有学生，只有全部留在这里，才能消解我们的心头之恨。卡索尔、库纳夫的视线扫过苏峰等人，这样秘境还是属于你们龙国所有，你们明白吗？放你娘的屁！邢无双拿出一张符纸，直接丢到空中。没用的，你觉得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让你们传出消息去吗？石川钢板晃动着手掌，里边是一个看起来无比诡异的娃娃，这是他们独有的一种术式，弑神。大部分国家的领队都已经将原本的想法暴露无遗，只有个别几个比较小的国家还在斟酌不断。各位如果不愿意加入我们，那只有也将你们当成敌人了，毕竟我们要统一口径。卡索尔、库纳夫抽了口雪茄说道：“龙国不讲武德，领队使用诡异的方法进入秘境之中，大肆屠杀别国的学生。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然为时已晚，只能将龙国的领队包括学生全部就地斩杀，以此来告慰那些刚刚被上帝接走的可怜孩童们。”卡索尔、库纳夫的手掌在身体之上不断的点化，似乎是在做着什么特殊的祷告。在卡索尔、库纳夫说完之后，几乎没有人不站在他们这边。没有办法呀，人多胆少，结局一看便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跟自己过不去啊！而且事态照着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到时候龙国肯定还要补偿他们的损失，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干了！卡索尔，你们这群卑鄙无耻的家伙！若是我们在这里出现任何的损失，那你必定要吃不了兜着走。邢无双目眦迸裂，由于愤怒，脚下的地面都直接裂开1指宽的缝隙，而其余人更是惊愕恐惧。这些领队可都是7阶或者是刚入7阶的冒险者啊！这10几个打一个，到时候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别，我们孔家愿意给钱，你们只要放过我，到时候可以给你们100亿龙币的。孔叶这个时候眼神涣散，在秘境之中的时候，他还能挣扎一下，毕竟他的实力尚可，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但眼下这种情况，那是死路一条啊！这些7传强者，只要动动手指，他就灰飞烟灭了。倒不如趁现在给自己博取一线生机。哼，孬种！钱多多将站在旁边的孔叶直接一脚踹开，这家伙可真是给龙国丢脸。哈哈，不错不错，只要你们愿意合作，我自然是会给你们留一条生路的。卡索尔、库纳夫当即大喜，若是能够策反龙国的1、2人，那到时候让其出来作证，这直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呀！少他妈白日做梦了！我们龙国怎么会出现这种孬种？邢无双粗犷的声音在四周回荡，可才刚刚沉寂下去，便有一道弱弱的声音响起：“
对不起，我不能死在这里，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请原谅我不能陪伴各位了。说话的声音虽然怯懦，但是移动的速度却是极快，一个闪身就站到了卡索尔·库奈夫那边去了。这人苏峰认识，不是高考状元，但其职业特殊，也是进入了这次参赛的选手当中。张鹏，第107章七阶强者的战斗，就这？张鹏，你这胆小鬼，你难道要做背信弃义之辈？另一个看起来干练整洁的女孩顿时怒斥。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站在龙国的底线吗？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嘴脸吗？可恶，这家伙跑得倒挺快，早知道刚刚就给他来一下了。孔叶，你小子不会跑吧？龙国的几人全都看着孔叶，似乎是在等待他做出选择。各位，你们也知道，这个咱们现在是九死一生啊。孔叶支支吾吾，不敢看着众人的视线，他的手指将裸露在外的衣角都撕破了，空气当中安静的可怕。孔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少他妈废话，你就说你当不当卖国贼就行了。一个体格跟邢无双有的一拼的壮硕男子直接爆衣，拳头在空气中发出嘎嘣嘎嘣的声响，冷眼凝视着孔叶，似乎他只要做出错误的选择，就会当场将其格杀。孔叶的表情复杂，但短暂的沉寂过后，还是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我选择龙国。说完这句话之后，孔叶就跟霜打的茄子一样，他跟家族相比，孰轻孰重还是知道的。若是他此刻选择了出卖龙国，那孔家迎来的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孔叶自小耳濡目染，自然知道家族成长到如今这种地步是何其艰难。哈哈，无所谓了，只要有一个人证明就好了。看来龙国当中都是一群笨蛋啊！卡索尔·库纳夫朗声大笑，他刚刚也在期待孔叶的选择，那样的话，说不定就可以在龙国的心脏直插一把尖锐的匕首。可惜，既然如此，那你们可以上路了，动手吧。卡索尔·库纳夫招了招手，自己则是直接坐在一把椅子上，手中端着嫣红的酒杯，好不惬意自在。结，就拿你们的性命来祭奠我们樱花岛死去的勇士。石川钢板手中拿着一把细长的武士刀，猩红的舌头舔舐着嘴角。邢无双胳膊两边展开双盾，将苏峰等人全部护在身后。各位，不好意思啊，将你们带出来，没有将你们安然无恙的带回去，是我的失职。邢无双左脚猛然一跺，精纯的元素魔力瞬间将身后全部覆盖。躲在里边，不要出来，只要我不死，他们绝对碰不到你们半根汗毛。邢无双大喝一声，犹如一只猛虎，直直的朝着石川钢板扑去。你要战，那便战！轰！邢无双手臂上的双盾直接跟石川钢板的长刀撞击在一块，爆发出的魔力让周围的地面都塌陷了不少。结，今天我就要用你的血来祭奠我们樱花岛死去的武士。石川钢板虽然有些吃力，但还是强忍住身形，反正后边还站着10多位七阶强者，他可以无所顾忌的放开手脚打。而邢无双就不行了，还要小心石川钢板直接攻击后边临时建立起来的魔法结界。就算死，我也会拉你一起。邢无双直接一拳将石川钢板轰飞数十米，拿出一瓶红色药剂就朝着嘴里倒去。喝吧，晚了可就没有机会了。我可不想跟一只待宰的羔羊玩耍，让我看看龙国第一学府龙渊学府老师的实力吧。石川钢板疯狂地嚎叫着，手中的长刀在空气当中瞬间弯出一个半圆形的刀刃，极刃斩！咻！极快的光刃瞬间便朝着邢无双奔袭而来。陨盾！砰！邢无双的靴子在地上划出一道10多厘米的沟渠，不过总体来说没受什么伤害。废物！卡索尔·库纳夫怒骂一声，然后指了指身后的几人：“你们几个也上。”几人尽管有些不愿，但想到现在已然撕破脸皮，再加上邢无双也是困兽之斗，应该翻不起什么浪花。完了，邢无双老师就算是实力强劲，可那些家伙全都是7阶强者啊，这下麻烦了。钱多多站在原地着急的跺脚脚，看了看剩下的90亿龙币，心一横，反正也是一死，不如全部在这里吸收了，说不定还能帮到邢无双老师呢。这就是7传强者之间的战斗吗？苏峰脸色怪异，总觉得跟他想的有些不一样。这些人似乎有点弱呀，尤其是刚刚那个叫什么石川钢板的，技能只有速度加成，伤害是一点都没有啊。对于元素的把控更是垃圾的不行。再看看后边哪几人本来就不是自愿的，这个时候战斗肯定也不是10成的力量。主要是苏峰跟其余人不太一样，他释放技能是不需要吟唱跟准备时间的，而这些人可就不一样了。平时想要用高阶技能的话，需要有人拖延一丢丢时间的。
若是这个时候直接吟唱，对方也不会傻乎乎的站在原地，极大概率是被对方打断，甚至直接重创，这可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再者，高阶技能消耗多大？一般都是用来保命或者是夺宝。现在对于石川钢板等人来说，他们胜券在握，就算是车轮战，也会将邢无双耗死。巴拉斯，你想办法截断他们的退路，一会儿这些人除了身上的道具装备，全都是你的口粮，给我狠狠的吃。巴拉斯瞬间感动无比。当真吗？主人，这么多七阶冒险者，全都是他一个人的失误啊！巴拉斯瞬间心领神会，然后肯定的说道：放心吧，主人，今天就算是有一只苍蝇飞出去，都是我巴拉斯擅离职守。旋即，巴拉斯就融入苏风的影子当中，遁入地底不见了。巴拉斯没有半点的不舍，魔力不够，直接分裂自己的身体。反正一会儿有这么多的大补之物，根本不愁恢复不了啊！该我上场表演了。苏风上前一步，大声喝道：邢无双老师，后撤一下，我怕伤到你。众人，这小子说什么梦话呢？但邢无双跟孔叶瞬间心领神会，他们可是亲眼见过苏风那个恐怖的火焰元素技能的，两人心底顿时大喜。苏风能够轰开试炼之塔，那这里的魔法阵必然阻拦不了啊！只要打开一个缺口，那不就有一线生机了吗？第108章起风了。苏风的举动自然是被卡索尔、库奈夫等人看在了眼里，但他们不由得面露嘲讽。一个刚转职的新手，居然妄图撼动七阶强者，真不知道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难不成他还真以为自己作为同辈之中的天才就无敌了吗？可笑！哈哈，你们看到那家伙了吗？真是一只可笑之极的蝼蚁啊！居然妄图撼动大象，不得不说，龙国在这方面还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图卡弗耶、杜拉弗那臃肿的身躯不停地颤动着，庞佛是看到了可笑之极的一幕，没想到领队头铁也就算了，没想到这种小牛犊子也这么卖力，对龙国还真是忠贞不渝啊！不过嘛，你们只能带着这点愚忠去见先前龙国死去的那些人了，他们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吧？卡索尔、库纳夫将沾染在嘴唇上的红色酒水慢慢的舔舐干净，瞧着二郎腿，一脸得意的看着狼狈的邢无双，还有龙国那些参赛者。可恶！卡索尔、库纳夫原先本来还很享受，因为他在那些稚嫩的脸庞上看到了恐惧、慌乱、紧张、无措。可现在取而代之的只有仇恨，那是一种盲目的仇恨，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仇恨。尤其是最后出来的那家伙，从始至终脸上古井无波，负手而立，云淡风轻。一个小崽子，你凭什么？既然如此，那么就见点血吧！嗨嗨，不得不说，你们的脊梁可真是硬朗啊！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若是臣服于我，可以跟他站在一起。卡索尔、库纳夫指了指旁边机米处的张鹏，我的耐心是有限的，10秒钟之后没有人出来，那你们都要死！卡索尔、库纳夫招了招手，身后的七阶强者全部出动，威压犹如潮水一般，朝着四面八方喷涌而来。除了苏风以外，其余人皆是紧咬牙关，虽然没有直接出手，但是浓厚的魔力将空气都直接挤压的发出嗡嗡的爆鸣声响。可恶，这些家伙还真是卑鄙！我就算是做鬼，都要跟着这些家伙卧槽你祖宗的！好嘞，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砰！邢无双身后的魔法阵直接崩碎。有什么冲我来啊？邢无双怒吼一声，便要上前。邢无双老师，你做的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吧。苏风直接踏步而出，来到邢无双身边，保护好他们的安危，这些人一个都走不了的，你放心吧。邢无双不知道为何看到苏风坚毅的眼神，他居然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旋即这才反应过来，我这是在做什么？难道让一个学生上前跟无法战胜的对手交战吗？苏风，你……邢无双老师，放心，我有安排。苏风话音未落，周围的嘲笑声一浪接一浪袭来。庞佛是听到了这世间最好笑的笑话，不过也确实是如此，能够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7转，普通人可能需要100年时间，就算是天才也要10多年。而这刚刚转职的新人，竟然扬言叫嚣着要挑战7转强者，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呵，不得不说，龙国的学生还是有点骨气的，这点我佩服你。卡索尔、库奈夫瞥了一眼身体还在不停颤抖的张鹏，看着苏风戏谑的说道，但是勇气不代表愚蠢。卡索尔、库奈夫先生，这个小家伙交给我就好，我想用他的腿骨制成烟豆，那样的烟丝一定很是美味。石川钢板已然有些迫不及待。随你，反正这是一群待宰的羔羊。
卡索尔·库纳夫看了看名贵的腕表，舒展了一下慵懒的身躯。60分钟之后出发去荣国，别玩的耽误了时间。嗨姨，石川刚板舔了舔干裂的唇角，那把细长的武士刀上边闪烁着冷冽的寒芒。我的速度很快，一点都不疼的。切，聒噪！苏峰抬手旋即喝道：霜寒破冰，风暴之怒，自然之语，黄泉深渊，冥海无岸，天时利剑。顿时，本来明媚晴朗的天空骤然改变，周围的魔力也变得狂暴不堪。起风了！邢无双本来担忧的脸颊，现在全都被疑惑所代替。苏峰，难道不使用他最强的那招火焰元素技能吗？莫不是还有其他的处理方法？哼，装神弄鬼！现在就先卸你一条腿下来！石川刚板手中长刀魔力流转，在即将冲刺的那一刻，才发现眼前哪里还有苏峰的面孔，而迎接他的则是面前一只身高100丈的天使，此刻正举起手中的庞大利刃，朝着这里狠狠挥舞而下。本来端坐在椅子上的卡索尔·库纳夫也是瞬间站起，这情况似乎有点不对啊！而且天空之中瞬间凝聚而成的那些巨大恐怖的冰锥是怎么回事？这尼玛突然狂躁的劲风又是怎么回事？还有这天使，这潮水，这无比恐怖的环境，这种感觉起码是8转强者啊！而且是对于元素无比精通的8转强者。你这废物到底是怎么搞的？石川刚板一脸懵逼。我哪知道啊，这小子有点邪门，所有人都给我将你们的保命道具拿出来，瞬间使用高阶技能，要不然你们就留着见上帝吧。卡索尔·库纳夫身上魔力流转，一套崭新洁白的铠甲出现在身上。做好防御，我们找机会离开。卡索尔·库纳夫话音未落，便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惨叫：啊！死了！众人皆是朝着声音传来的位置看去，发现身体已然被斩成2截，根本没来得做出任何的防御。石川刚板，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这种强力的魔法阵，我们还需要这么被动吗？还不快点启动阵法，挡住这些高阶技能！卡索尔·库纳夫暴怒不已，这下好像有点玩脱了。第109章团灭。石川刚板，什么情况？刚刚设下的只是简单的屏蔽信号的魔法结界啊，这玩意儿还带着攻击力，我怎么不知道？可是眼下这是什么情况？石川刚板细细地看着那结界之处的魔力，这种感觉有些熟悉啊，这尼玛不是深渊的恶魔之力吗？卡索尔先生，现在这阵法我已经不能操控了啊！废物，你们还不快点过来扎堆，这样就算是我们求救，道具时间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啊！卡索尔·库纳夫被人瞬间围成一团，他现在惊慌失措，远没有当初那般镇定自若。放心，鹰将国绝对不会将我放弃的，我已经使用传输道具将消息发出去了。石川刚板弱弱地说道：卡索尔先生，您确定发出去了吗？我的法阵可以隔绝1000米以内的魔力沟通，您这……尼玛，你不早说！本来升腾而起一丝希望的众人，这下再次陷入绝望的深渊。这是苏峰的力量。邢无双目瞪口呆，看着周围的异象，也不由得驻足观望。这也太夸张了，怪不得苏峰一直镇定自若，原来是有后手啊！邢无双顿时一扫原先的衰颓，而且激动无比。这下龙国不用全灭了。好啊！邢无双口中连连叫好。不是，谁来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孔叶拍了拍自己的脸颊，拽了拽身旁前多多的衣角。这才是苏峰原本的实力吗？他先前打碎试炼之塔的操作，确实是算不得什么呀。有这么多的高阶技能，就算是来上10座试炼之塔，也不是什么问题啊。旋即，孔叶便激动无比。幸好我没有站错位置，不然以苏峰的性子，一定会将我斩杀在这里的。孔叶猛然看向自己手上的戒指。对了，还欠苏峰3000万龙币呢。还，一会儿就还。孔叶将储物戒指攥在手心当中，庞佛这才是他的救命稻草一般。这种实力试炼之塔只有3000米吗？不可能啊，就连7阶强者都动弹不得，这肯定不对啊。有救了，这下不用慷慨赴死了。没想到咱们龙国当中还真是卧虎藏龙啊！尼玛，苏神，从今以后苏峰就是我的神，我这条命都是苏峰救下来的，以后我肯定知恩图报。本来还有些胆颤的龙国学子们，这下身体都直接颤抖了起来。燃爆了呀！这种感觉好像是他们亲手操作，将那些7阶强者碾压啊！这真的爽！众人全指紧握，激动的手心当中都是密汗。反观张鹏站在原地，顿时不知所措，一股恐惧从心底油然而生。这剧本的发展有点不太对啊！
这些七阶强者不是有10几人吗？难道还打不过一个新人？尼玛，不带这么玩的！不会的，你们这群废物，连一个新手都无法击败！我要回去，我要回到属于我的位置！张鹏口中一语不断，癫狂地朝着邢无双的身后狂奔而去。砰！啊！张鹏的身体顿时倒地，一道血刺从他的胸口鱼贯而出，将远处的一块巨石都直接穿爆。始乱终弃！既然你不愿意跟我们统一战线，那就没有留你的必要了。卡索尔·库纳夫咧开嘴角，残忍地笑道：“你，还有你，去后边抓几个俘虏，有那些小崽子，龙国不敢杀我们的。”卡索尔·库内夫随意地指了几人，然后恶狠狠地看着远处的邢无双。但话音落下之后，没有任何人行动。所有人心知肚明，这个时候妄加乱动，无异于找死啊！法克，你们在等什么？卡索尔·库纳夫当即愤怒地呵斥。可不论如何，那些人都不愿意离开这防护罩。这里毕竟是大家共同聚集而成的，只要挡住这接下来的几波攻势，说不定还会有一线生机呢。聒噪！苏峰只是隐匿身形，实则还站在原地没有移动。正愁这些人若是全速逃跑，接下来还要一心多用操控技能呢。现在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这不是正好吗？苏峰将所有的冰锥跟锋刃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朝着那些人凝聚而成的防护罩砸去。轰！咔嚓！防护罩只是转瞬之间就直接破碎，冰锥跟锋刃还在不断的下压，周围粗大的植物遮天蔽日，沐浴在暗沉色的潮水当中，直接将原地的几人吞没。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么强？我200多年才达到现在这种程度，我还不想死啊！给我一个机会，我愿意臣服啊！只要你放过我，我以后绝对愿意做一条听话的狗啊！求求你！众人的央求声不断，但苏峰只是甩了甩手中的金色利刃，旋即那几百丈高的天使将手中的利剑直接插向那已经被无数魔力掩盖的地方。众人的视线当中一片模糊，全都是狂躁无比的魔力流转，只有苏峰熟知里边的情况，全都在金色利刃砸下的那一瞬间灭亡了。但石川钢板的身体却是有一丝诡异的黑芒瞬间消逝。苏峰没有去管，需要有人去通风报信，要不然自己怎么发家致富呢？巴拉斯，所有人的道具全部收集起来，剩下的尸体跟魔力你去处理，将那黑芒放走，剩下的就不需要管了。巴拉斯顿时激动无比，直接将法阵撤销，趁着外边如此混乱，赶忙将那些残破的尸体吞入腹中。当然，第一时间还是将那些所有的装备跟道具全部收集起来。而那道诡异的黑芒此刻犹如流星一般消散在天边。还好是神替，我挡了一命，不过又得重新从5阶开始提升了。可恶！龙国，苏峰，我石川钢板记住了，你没有机会再成长起来了。鹰将国、偷偷洼地、袋鼠孤舟、罗刹国，这些都不会放过你的。结。第110章，心意结束了呀。苏峰站在原地伸了伸懒腰，经过这一战，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了一个综合的评判，有着绝对真实的加持，这些7阶冒险者在他的眼中就犹如杂鱼一般，那么实力起码也在8阶，而各个国家的8阶强者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9阶以上更不可能，本来就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不会为了他现在这种身份撕破脸皮的。而且如果对方以死相搏的话，龙国的9阶强者也不是吃素的啊。这样一来，苏峰就有了一定的操作空间了。8阶以下可称无敌，看来先前我的眼光还是太过局限了啊。光是龙国这些庞大家族，我能得到的东西还是太少了，要是多来几次这种机会，那以后6转、7转、8转的东西都足够了啊。苏峰简单沉思了一会儿，旋即联系了一下巴拉斯，确保所有的东西全都处理之后，这才显露身形。但原本还有些热情的同伴，现在中间犹如隔了数十层厚膜，他们眼中现在只有震撼、崇拜、敬畏，就连邢无双亦是如此。看来终究不是一路人啊。苏峰自嘲一番，屈步走向众人。苏峰，你……邢无双旋即觉得有些不妥，赶忙调转话锋。这次多亏了你，回去之后我会将所有的原委告诉院长的。邢无双双手抱拳，微微颔首，表示对苏峰的恭敬。本来邢无双的认知当中就是以实力为尊，在他这里，地位、血脉、家族什么的，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你的实力。而苏峰恰好有征服他的实力。这是秘境的凭证。苏峰将东西交给了邢无双，然后扫视了一番那些对他敬畏有加的学子。那些人现在才有些反应过来，也许秘境当中的那突然出现的庞大陨石并不是什么秘境异变，而是
眼前这位拥有着恐怖实力的同龄人，可怕，但更加可敬。毕竟，如果不是苏峰出手，他们现在已然是一具残尸。这是我先前欠你的债务。孔叶磕磕绊绊地跑过来，将一枚戒指恭恭敬敬地放在自己的手掌当中，等待着苏峰取走。里边还有一些我的谢礼，还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孔叶的头颅埋得很低，让后边的人都直接看傻了。也许有些人之前不认识孔叶，但是这位川凯省孔家的独子，他们可是早已闻名已久，傲气得很呢，而且自尊心极强。可现在居然五体投地，可想而知，苏峰是彻底征服了这位孤傲的公子哥儿啊。放心，我还不至于那么小心眼儿。苏峰大致将储物戒直扫了一眼，这里有5000万的龙币，价钱倒是不多，不过这稀有材料倒是不少啊，而且还摆放着3本技能书呢。不错，这小子很上道。苏峰用手掌拍了拍孔叶底下的肩头，孔叶悬着的心终于是平稳落地。看来以后还是要谦虚一些啊，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得罪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钱多多裙角摆动，跨步走向苏峰。我钱多多不喜欢欠别人人情，这里是10亿龙币，你尽管拿去好了。以后若是缺什么材料，可以跟我联系。我们钱家虽然别的东西不多，但唯独钱财、矿脉这种东西还是有不少的。苏峰抽了抽嘴角，这大小姐看起来很豪横啊。不过听她这话语，钱家确实是有着足够的底气这么说啊。身后的众人艳羡不已。乖乖，这钱家大小姐一直以来都是同龄人当中的翘楚啊，而且家族当中极尽宠爱，根本很少有人能够入她的法眼，更别说是同龄人了。没想到苏峰这小子，苏峰前辈这么快就得到了钱家的橄榄枝，那以后岂不是又多一条助力？木了。众人也皆是效仿，尽管有些穷苦，但还是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心意。陈葛面色纠结，最终还是向自己妥协，走向苏峰，递出了一块诡异的石块。你应该可以将它的价值开发到最大，希望你不要浪费这次机会，我会追上你的。陈葛将石头塞进苏峰手中，便快步走到一边，视线调转，看向远处。庞佛是生怕自己有些不忍，后悔做出这般的选择。苏峰看着这诡异的石块，里边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但一下子又看不出来。算了，完了，让巴拉斯研究一下就是了。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啊！苏峰将所有的东西收起，随后看向邢无双。邢无双老师，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回去？邢无双一愣，苏，你还是别叫我老师了，我不配。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分享的经验，不过也许这张地图的残角你可以运用得到。邢无双将一张残旧的图角放在苏峰手中，尽管只是一角，但苏峰还是能够感受到其磅礴浑厚的魔力。这东西价值不菲，出发的话现在便可以了。那好，稍等。好，一声巨响，一条遮天蔽日的庞大身形出现，众人纷纷抬头，便看将那长达1000米、狰狞巍峨的赤金亚龙然。其余人可能不太清楚，但邢无双在征战之路闯关数十次，每次都拜倒在赤金亚龙然的爪牙之下，他焉能不知？赤金亚龙然怎么会在这里？邢无双猛然看向苏峰，眼眸不由自主地睁大。莫不是？砰！赤金亚龙然直接落地，将周围的地面都震得响声不断，只是没有丝毫的尘土四溢，控制力道十足啊！邢无双老师，刚刚的传送阵已然被我破坏掉了，就算是最近的别国城市，也需要100里才能到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直接使用飞行魔兽坐骑吧。苏峰云淡风轻的话语落在众人心头，又是狠狠的一击。飞行魔兽坐骑这几个词儿落入他们耳中，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直接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7阶魔兽赤金亚龙然直接收复为飞行坐骑，我勒个乖乖，这手笔是真的庞大啊！第111章黑煞白衣。不错，这次收获价值300亿龙币的钱财跟装备，还有不少道具以及一些暂时无法辨认的东西。此刻苏峰站在赤金亚龙然的头顶，将刚刚所获得的战利品全部清点了一遍，这次算是又收获了一波，直接就是大赚特赚啊！苏峰自己都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不过现在看来嘛，结果是好的。巴拉斯，你的力量恢复到什么地步了？苏峰看向手中的黑色恶魔印记，巴拉斯现在的藏身手段越来越高明了。一个简单的印记，就算是别人发现，也不会联想到这是一只来自1000年之前的恶魔统帅。回禀主人，我现在的实力刚刚恢复到4阶，但这次我有绝对的信心，可以冲击到6阶恶魔。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接下来恐怕暂时不能帮忙了。巴拉斯语气有些萎靡，毕竟现在是在跟苏峰商量，征求他的同意。苏峰微微颔首，知道了，接下来你好好提升实力就可以了。等你恢复之后，我还需要你帮我鉴定一些东西。苏峰合住手掌，看向远处的天穹，蓝星变化之后还真是稀奇呢。苏峰身上的衣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身后的龙国学子崇拜地望着苏峰那矫健伟岸的背影，心中的恭敬又加深了几分。邢无双传出最后一条消息之后，感慨地放下手中的道具，抚摸着赤金亚龙然身上那坚不可摧的鳞片，邢无双苦笑一声。数十次交战将他击败的对手，没想到再度相逢居然是这种感觉。望着苏峰在阳光下有些伟岸的背影，邢无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尽管他这次参加征战之路已经做好了一定的准备，但是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通过。可是苏峰竟然以一己之力将赤金亚龙然收为己用，甚至言听计从。邢无双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的新人都这么变态吗？邢无双伸手想要询问一番苏峰，但厚重的手掌停在空气当中，终究还是没有移动出去。龙渊学府，邢无双，你说什么？慕容元一改往日仙风道骨的模样，直接一口将含在口中的清茶吐出，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魔法皱纹。鹰将国偷偷挖地，樱花岛，可恶！看来是龙国沉寂的时间太久了，居然敢直接截杀我们龙国的学子。慕容元念及此处，赶忙询问道：伤亡如何？要知道，每年都会选择龙国整体考生当中的前10名，若是这些学子有失，那龙国的实力绝对会大打折扣。毕竟大部分冒险者的安危，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些天才当中的天才，他们的成长速度极快，以后若是加入龙国当中的一些神秘组织当中，那么对于他国的威慑力是绝对足够的。这也是现在尽管那么多国家觊觎龙国，但迟迟不敢直接出手的原因。什么？苏峰？慕容元直接跳了起来。邢无双，你怎么不一次性把话说完？全杀了？这么强？慕容元站在原地不停地自言自语着，状若癫狂。此刻由于激动，那原本柔顺的白色长发竟然由于魔力的波动而直接在空中漂浮了起来。好好，我知道了，你们先保证安稳到达就好。慕容元一拍桌面，顿时地底便浮现出一黑一白2道光芒。黑煞、白衣，紧急任务，将这次龙国参赛的所有学子安全带回，这是他们现在的方位。慕容元一甩衣袖，便是2道隐秘的皱纹瞬间飞去。记住，只有遇到危险的时候方可出手。是。黑白2色瞬间消失不见。慕容元此刻身上的气息肆虐不止，平日里沉稳内敛的他，此刻心情也遭受了极大的波动。不只是其他国家主动撕毁条约，更是苏峰带给他的无限惊喜。真想现在就见见那小家伙啊！慕容元激动的直搓手。对了，还是先报告给老院长，看看他们那边的态度。这一次必定要让那些家伙付出一定的代价。空间法阵，子鼠，这么着急召唤我们前来，是否有所要事？尽管面前老者的面容都被宽大的衣袍所遮蔽，但还是能感受到其身上情绪的波动。召集你们前来，自然是喜事。紫薯爽朗的笑声在空间当中化为阵阵涟漪，远远飘去。众人皆是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们龙国也许可以扭转现在的局面了。我们苦寻的破局之人已经出现。什么？众人皆是惊愕无比。卯兔当即开口道：紫薯，这事儿可开不得玩笑。我们这么多年的苦寻都没有找到，怎么你现在如此肯定？是啊，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紫薯微微一笑，放心，我也不卖关子了。苏峰应该便是我们苦寻的破局之人。紫薯话音未落，众人皆是若有所思。紫薯，你的意思是先前推算不到命格的那位特殊学生吗？可他现在转职才不过半个月而已啊。亥珠拍了拍肚皮，一脸疑惑地看着衣袍之下的老者。哈哈，这小家伙可没有看上去那般简单。据龙渊学府的邢无双传回消息，这次他们在秘境争夺当中全胜而出，直接将其余国家的老师连带学生全部灭杀。紫薯话音落下，众人皆是惊愕不已。什么？这怎么可能？在场之人对于那种试炼的强度以及众人实力皆是有着清晰的认知。而且一个7阶冒险者带领参赛的学子，这是100年之前就定下的规矩。龙国就算是邢无双实力再强，2个7阶冒险者应该足够他应付的了。紫薯，你这消息确认无误吗？是啊，这可开不得玩笑。同时面对10几个7阶冒险者，这都是一个小型国家的全部战力了。快别吊我胃口了，你就一次性说清楚吧。紫薯摸着胡须，旋即将了解到的信息全部道出。
众人愣在原地，久久无法言语。这尼玛是新人！第112章，刺客组织，劫掠之地。叮！恭喜宿主学习新的技能破空斩击。叮！破空斩击万倍增幅，次元破灭斩。次元破灭斩将自身魔力凝聚到武器之中，对准前方释放出一道难以阻隔的光刃，造成1000000百分号的灵能伤害，并且可以将空间展开，造成时空切割。叮！恭喜宿主学习新的技能致盲迷杀。叮！致盲迷杀万倍增幅，狂杀驰骋。狂杀驰骋选中一片方圆10万米的范围，对其造成一定的伤害打击，并且在其中的所有单位都会受到致盲效果的影响。只要身处其中，那么就无法摆脱致盲效果。该技能存在的时间与宿主的魔力有关。叮！恭喜宿主学习新的技能乱舞灭魂。叮！乱舞灭魂万倍增幅，花舞千魂杀。花舞千魂杀调集自身魔力，在空中浮现一朵巨大绽开的莲花，随着花瓣盛开，对方圆100里之内的敌人造成灵魂的致命斩杀。该技能不会受到双抗的阻碍，直击目标本体灵魂，所造成的伤害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精神差距。宿主的精神会在判定伤害的时候乘以10。随着系统播报声音的消失，苏峰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平息。果然，这些人手中拿的技能就是给力。首先就是那次元破灭斩，没想到居然直接可以切割空间。要知道，这种切割空间的能耐，大多数的8转强者都是无法做到的。而苏峰现在只不过才是5转，加上原本的绝对真实天赋技能，苏峰在使出次元破灭斩之后，也许一个技能便可以直接将7转强者秒杀。不得不说，恐怖如斯。而狂杀驰骋这个技能虽然只能造成轻微的伤害，但绝对是一个强力且有些无敌的控制技能。这可是方圆万米啊！只要身处其中，就会收到致盲。就算是8转强者想要出逃，也要花上那么2-3秒钟。而这段时间，苏峰已然可以扭转战局。最逆天的便是这个技能居然是跟使用者的魔力有关。对此，苏峰只想说不好意思，我魔力无限。那这意思就很明朗了，只要苏峰愿意，他甚至可以一直维持着狂杀驰骋的技能效果。着实是有些恐怖。再看最后一个花舞千魂杀，这技能可是直击灵魂。苏峰现在也是第一次拥有这种直击灵魂的攻击技能，这技能直接无视双抗，倒是跟苏峰的天赋绝对真实有些相似。而且判定伤害的时候，宿主的精神首先会乘以10倍。这是什么概念？苏峰原本就是魔法师，主要提升的便是灵能跟精神。现在在他最强力的领域作战，甚至在将基础的系数提升。说实话，这技能释放之后都不知道怎么说。这次光是这3个技能就没让我白白暴露自己。苏峰望向远处，握了握摊开的手掌。现在就算是地方派出8转强者来杀我，我也有信心将其击杀。这3个技能可以说极大的提升了苏峰的作战能力。就像直击灵魂的技能，对方更是防不胜防啊。不错，回到龙渊学府之后，直接去深渊，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我的实力直接提升到6转。真的有些期待下一个天赋呢。邢无双看着苏峰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现在苏峰的实力好像又提升了一个档次，但具体是什么，他又看不出来。不知道院长那边怎么安排的，希望我们可以顺利回去吧。空间法阵？什么？其余国家竟然直接撕毁我们先前定下的契约？众人皆是怒不可遏。这些原本就是针对于国家当中一些转职新人的考验，让他们及早接触这个残酷的世界，所以才设立的挑战。没想到竟然有人想要直接虐杀龙国的学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子鼠，这件事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伤我龙国之人，那他们就要付出该有的代价。银虎拳指紧握，眼眸当中透着一股冷冽的杀意。就是这件事总要讨个说法，况且按照传回的消息来看，恐怕其他国家很快便会采取行动，我们得在他们行动之前就直接摧毁他们的阴谋。有姬扯着尖利的声音嘶吼道：哈哈，那是自然，这件事儿就交给四蛇手下的墨影去办吧，这种情况没有比墨影更加合适的了。紫薯淡然一笑，深陷的眼眸当中也是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杀意。到他这般实力，已然可以随意自由控制，伤我龙国子民，那么就要付出该有的代价。四蛇当即应承下来。放心，这件事儿墨影一定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墨影、湾血、夜幕、萧愁并称龙国4大刺客组织，而影萧独占其2。四蛇统领墨影，紫薯掌控湾血。一般的情况是很少能够运用到刺客组织的，毕竟这种就涉及到暗杀，这种只有国家
或者是组织之间有着不可调停的矛盾，才会派出这种组织。而完血在紫薯掌控的几百年时间，前前后后也就执行过9次任务，大多数情况都是末影前去处理。好，这次的事情若不是苏峰出面，我们龙国很可能会损失惨重。紫薯话锋一转，众人似乎已经有些猜到了紫薯接下来要讲的话语。赏罚分明，这是我们尹萧的宗旨。再说，我现在也有些想要见见那小家伙了。紫薯此刻的面色慈祥，脸上的褶皱堆积在一块。到时候苏峰回来的话，我去跟他攀谈一番，顺便询问这小家伙有什么需求。众人愕然，要知道紫薯销声匿迹已然有着100年时光，在这期间也只有他们几人可以见到。原本是想着在紫薯最后的这些时光内，龙国若是出现灭国危机才出事解决的，没想到现在居然为了苏峰要直接打破这个规则了。紫薯，你……无需多言。紫薯那干瘪的手掌在空气当中竖起，我时日无多，若是能够在离去之前亲眼看着一个龙国的守护者崛起的话，我就算是死那也无憾了。第113章石川木板。樱花岛，石川钢板费尽心力终于逃回到这里，刚刚落地便直接摔了一个狗啃泥。还好我技高一筹，差点跟那些蠢蛋死在一块。石川钢板好不容易稳住身形，发现自己的实力直接退化到4阶了，魔力流失远超他的想象。该死的龙国人，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你们清算的。卡索尔、库奈夫也是一个蠢蛋，就这种水平是怎么当上鹰将国的领队的？简直是丢人现眼。石川钢板亦步亦趋地朝着前方走去，可才刚刚到达城市，就直接被拦了下来。八嘎，你们是愚蠢的驴子吗？连我都敢拦？那2名守卫看着眼前发癫的肮脏男子，不由得嗤之以鼻。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就连乞丐都敢这么嚣张了。要是不给点教训，那以后岂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对他们吆五喝六？啪！你！石川钢板不可思议地抚摸着自己的脸颊，那里此刻红肿胀痛，巨大的耻辱在他的心头浮现。多少年了，樱花岛的这些底层什么时候见到他不是毕恭毕敬？更何况平时这些渣子根本见不到他。没想到今天居然被2个看门的守卫给扇了。八嘎呀路！啪啪啪！石川钢板的脸都被直接抽肿了，更是被直接一脚踹在地上，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暴揍。哪里来的臭乞丐？不知道石川钢板大人说过禁止仪容仪表邋遢的家伙进入市区当中，你这家伙是没有将石川钢板大人的命令放在心上吗？石川钢板面对守卫如此严厉的呵斥，不由得一脸懵逼。他什么时候颁布过这种命令？他怎么不记得？石川钢板按着传来阵阵疼痛的脸颊，平时他颁布的命令多了去了，谁知道会有这么一条啊？八嘎，我就是石川钢板。这下不只是面前的守卫，周围路过的那些冒险者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家伙是失心疯了吗？石川钢板大人是何等高贵的存在，这家伙居然敢冒充石川钢板大人，还真是不怕掉脑袋啊！不过是一个濒死乞丐的黄粱一梦罢了。要是少了这种人，咱们的乐子不也少了很多吗？算了，还是别看了。这家伙全身都是血渍跟污垢，身上细菌一定很多，要是不小心将我的干净衣物沾染，一会儿还得去专门清洁呢。原本聚集起来的几人很快便直接消散开来。石川钢板直接懵逼，不是吧？怎么先前不知道樱花岛是这种情况？滚！哪里来的到哪里去！如果你不想再挨顿揍的话，那就别在这里找事儿。守卫不耐烦地扇了扇手，起初还存在那么一丝丝的顾虑，现在已经完全消退。众所周知，他们的石川钢板大人可是7阶强者，眼前这人被他们当成死狗一般暴打，居然没有半点反抗，这已经毋庸置疑了。八嘎！石川钢板艰难地爬起身来，走到旁边的水洼旁边，看着倒影当中的那种成猪头的狼狈男子，全身上下衣衫褴褛，更是将原本还有些棱角的面容遮蔽。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乞丐啊！恰巧此时石川钢板的儿子石川木板路过，有人将刚刚的事情简单的跟他说明了一下。居然有这种事情！石川木板慢慢靠近那有些发臭的身体，被转过身来的石川钢板吓了一跳。没想到世间还有这种丑陋的雄性动物，这人就连他们石川家族最为自豪的胡子都没有，居然还敢妄言冒充他最为尊敬的父亲大人，简直是该死！给我打，打到他爹妈都不认识！石川钢板叫苦不迭，只能不停地叫喊着一些石川木板身上的特征。什么？你居然敢偷窥我洗澡？明明15厘米，现在居然被你说成了5厘米，
你这该死的家伙，给我打！石川木板面色尴尬，眼神飞速扫过四周，自己这缺陷可是只有个别几人才知道的啊，怎么这家伙会心知肚明？可恶，这下算是被人尽皆知了。你这愚蠢的家伙，你的第一把武士刀还是我送给你的，通体长约1.2米，宽约3寸，是一把暗影系的刀刃。石川钢板在原地一直叫喊着，许久之后，石川木板才反应过来，马萨卡，真的是父亲大人呀！石川木板慌忙上去将围殴的几人踹开，看了眼此刻早已肿成猪头的石川钢板，确实是越看越像啊，只不过现在臭了些，肿了些，脏了些。父亲大人，你怎么打扮成这副模样？其实刚刚是这些人主动动手的，这跟我没啥关系啊。石川木板赶忙撇清自己的关系，但眼下石川钢板不想计较那么多，快点回去收拾一番，然后联系别的国家将苏风灭杀才是重中之重。今日荒唐的一切都是这家伙造成的啊！八嘎呀路，幕府，父亲大人，你不是带队去参加这次的诸国争霸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而且你还没有使用传送阵，甚至将自己打扮成这副模样。那些跟你一起去的学生呢？松下京都那家伙一定很优秀吧？石川木板本来就是个话痨，现在看到石川钢板更是直接打开了话匣子，他就想让石川钢板赶紧忘记刚才的事情。可殊不知，石川钢板现在整个人满头黑线，这不是将他的伤疤赤裸裸的揭开吗？八嘎呀路，给我闭嘴！石川木板顿时一愣，跪在地上不知所措，心里祈祷着不要由于刚才的事情责怪他。给我联系森山野人，让他将幕府的重要人物全部带来，我要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顺便去将你的祖父叫来，以我现在的身份，还无法牵动那些幕府的家伙。石川钢板愣在原地，不教训他吗？可是祖父说过，非重要事情不要叨扰他。啪！面前的秀气木桌直接被拍碎。石川钢板怒气冲冲地叫喊道：“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他，如果不想他的那点丑事儿暴露的话，就赶快给我滚过来。”石川木板，丑事儿。第114章，煽动仇恨。什么？这小子当真这么说？石川甲板语气有些愤怒，但内心还是有些心虚的。毕竟这事儿要是被自己的亲孙子知道了，那到时候恐怕有些不太好啊。我去一趟就是了。幕府众人正襟危坐，全都穿着宽大的衣袍，只不过此刻全都交头接耳，想要探查这次邀请他们前来的目的。这次石川家族是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召集我们开会？咱们的时间可是宝贵的很啊！我听说石川钢板狼狈的出现在市区之外，而且衣衫褴褛，状若乞丐，很有可能是这次诸国争霸出现了问题啊！八嘎！要是我们松下家族的京都郡出现了问题，我一定要好好跟这家伙算算账。正在众人商讨之际，木门被推拉开来，石川甲板带着石川钢板进入其中。等到两人端坐下来，众人这才打量着这两人，只是他们看向石川钢板的眼神当中满是疑惑，这家伙的实力怎么显示只有4阶？他们轻而易举的就看到了全部的信息，有点奇怪。石川君将我们这些人召集起来，所谓何事？还有这次的诸国争霸为何没有见到其他学子，只有你一人回来？我们樱花岛此次的战果如何？对于龙国的围剿计划是否顺利？连续提出的问题让石川钢板也有些头疼，但为了报仇，也为了摆脱自己身上的罪名，那就只能和盘托出，甚至要将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卸给龙国。各位，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害怕。众人皆是斜了一眼石川钢板，他们在这里可都是统治者级别的存在，能有什么害怕的？这次的诸国争霸，樱花岛惨败，只有我一人逃出。石川钢板说完，就将头颅完全低下，加上跪坐的姿势，似乎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行。什么？那你还有脸回来？我们家族京都军可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当的领队？铺天盖地的谩骂声犹如潮水一般袭来，石川钢板嘴角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就是他喊来石川甲板的原因。如果不是这老家伙坐镇，这些人可能要直接抱起收拾他了。诸位，我有罪，我应当向市区的学生剖腹谢罪，但不是现在。石川钢板坚毅的眼神扫过众人，随后继续说道：这次参加诸国争霸的所有领队和学生全都被灭。众人愕然，难道是秘境当中出现了什么异常情况吗？可是，一般对于历练的秘境都是会事先考察的，毕竟谁都不想自家的天才有失。石川君，不要卖关子，你不是说全灭吗？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石川钢板眼神一闪，唯独龙国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我用式神抵挡，并且燃烧自己的魔力，
这才以魂煞姿态逃回。石川钢板将自己的属性面板完全展露在众人面前。如你们所见，我的实力跌回到4阶，想要重新登临7阶，起码也要100年时间了。死！众人倒吸一口凉气。等等，你说龙国没有任何损伤，到底是怎么回事？松下花院子实在等不了了。松下京都作为他的侄子，可是他异常疼爱的存在，现在竟然在外边直接失去了生命，这让他如何一时之间接受？龙国的参赛学子当中，有一人名为苏风，龙国卑鄙无耻，使用秘法在其身上寄宿着一位8阶强者。石川钢板双目通红，捶胸顿足，含泪吼道：不但进入秘境当中，将所有国家的学子全部杀害，甚至出来之后不由分说将我们所有领队也尽数斩杀。你们不知龙国事先在周围设置法阵，并且埋伏了其余的8阶强者。石川钢板头发散乱，摸着胸腔痛苦地嘶吼道：我们欲要死战，可实力悬殊过大，最后被尽数击杀，我也是使用弑神替我假死，等到那些人慌乱之际，疯狂朝着远处遁逃。不然石川钢板早已泣不成声，趴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着。八嘎雅路，卑鄙无耻的龙国人竟然主动撕毁条约，看来是我们平日里实在是太过善良了。Kyuso， 我真想现在就去将这些龙国人屠杀殆尽，为我们失去的那些学子报仇。砰！松下花院子直接将木质的地面拍碎，愤怒地喊道：龙国率先撕毁条约，我们松下家族绝不会坐视不管。松下京都的仇，我一定会声讨回来。嗡！松下花院子的身形直接在众人面前消散，其余人也是怒不可遏，纷纷离场。不过在走之前，他们也几乎都透露了一下要如何报复龙国。石川甲板看着石川钢板，心里升腾而起一丝疑惑。众所周知，就算是同阶的冒险者，实力差距也是无比巨大的，而石川钢板的实力并不算强，天赋也就一般，就连鹰将国跟袋鼠孤州等国家的强者都死了，这家伙确实能够存活到最后，其中定然是有什么蹊跷。更何况这家伙卑鄙无耻，请自己前来还要威胁，这个时候竟然表现得义愤填膺。要说没鬼，石川甲板第一个不信。父亲，接下来还需要你联系鹰将国跟其他国家的高层，以此来猎杀苏风，唯有如此方能彻底解决后患啊。石川甲板眼睛微眯，看着面前已然恢复常态的石川钢板，这是他众多儿子当中的其中之一，本来就是在外边的野种，只是机缘巧合之下才将其带回家族当中，身上流露着一股低贱底层才有的做派，让人很是作呕。砰！石川钢板面色痛苦，直接被压得跪在了地上。记住，我是你的父亲，不是你的下属，我做什么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插嘴。石川甲板缓缓起身，你的那点伎俩骗别人可以，在我面前卖弄小聪明，小心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石川甲板拂袖而去。第115章堕渊坠。苏风还在回去的路途当中，殊不知此刻参加诸国争霸的国家都已经受到了一定的煽动，一场针对于苏风的猎杀行动正在悄然展开。哦，这些人的着装之前倒是没怎么见过，有些稀奇啊。苏风在路途当中时刻都注意着周边的情况，开启洞察天地的情况下，能够监测到周围的那些隐形潜在的单位。苏风细细数来，没想到竟然有14人，黑白两色各有7人。不动手，难道这些是龙国派来的吗？苏风看了看身后的几人，皆是没有半点异常。如果确定不利的话，再动手解决就行了。苏风拍了拍身下的赤金亚龙然，沉声说道：加速！龙渊学府。一条巨龙遮天蔽日，将龙渊学府的正中心都直接给遮盖了起来，这直接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观看。那不会是一条龙系魔兽吧？好帅，好庞大的身躯，真想上去见识见识啊！咱们学府哪个老师或者是院长新提的飞行魔兽啊？这也太霸气了！卧槽，这龙好像要下落，还不快让开，一会儿要被碾成齑粉了。众人皆是避让了开来。苏风这次也没有刻意隐藏，反正邢无双以及这些人都知道了，那么这消息很快就会传开的。慕容元站在远处，看着那熟悉的身影缓缓坠落，也不由得频频点头。果真是赤金亚龙然，这小家伙还真是有些能耐，居然真的将赤金亚龙然驯服了，不错不错。慕容元脚下一跺，身形便在原地消散，下一瞬便直接出现在赤金亚龙然落地的身旁。快看，那不是邢无双老师跟那些去参加驻诸国争霸的同学吗？真羡慕他们有这样的代步工具啊！钱多多，我的梦中女神啊，不知道这次我的女神有没有机会进入龙种啊？不对啊，以前的诸国争霸都要3到7天才有消息啊，这怎么1天就回来了？难不成？周围嘈嘈杂杂都不约而同地猜测着。
苏峰看向身后的众人，各位可以下去了。几人皆是有些不舍，毕竟这种机会谁能知道这一生还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呢？等到众人落地，赤金亚龙然化为小蛇一般大小，重新钻入苏峰的衣袖当中。卧槽，那飞行魔兽竟然不是邢无双老师的，而是那小学弟的。不是，这尼玛什么背景啊？我身为龙渊学府的小灵通，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公子哥儿？这不是前几天武传的那位小学弟吗？谁帮我要他的一个联系方式，我可以出10万龙币啊！苏峰嘴角抽动，这几位学姐还真是热情啊。慕容元上前掠过邢无双，然后走到苏峰面前。苏峰，这次多亏了有你啊，要不然龙国肯定损失惨重。稍后我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是对你这次的嘉奖，还望你不要推辞啊。周围的众人皆是目瞪口呆。院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怎么没注意到？不对，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院长一般很少露面，这次出现竟然还是因为苏峰。往年龙国的那些学子也没有这种待遇吧？而且还说要嘉奖苏峰，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苏峰不认识面前的白发老者，只能求助似的看向邢无双。慕容元微微一笑，然后摸着胡须说道：倒是忘了做自我介绍了，我是龙渊学府的院长，我叫慕容元。慕容院长。苏峰不卑不亢，微微颔首表示尊敬。哈哈，好好，虽然咱们没有碰面，但是你的事迹我可是听过不少。你们放松心神，且随我前来。慕容元宽大的衣袍挥动，众人当即消失不见。是慕容院长的空间飞梭，这招也太帅了吧！你们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啊？这次的诸国争霸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慕容院长都亲自出面了，而且还跟苏峰说多亏有你。咱们还是等学府公布消息吧，按照往年的情况，3小时之后就会公布成绩了。院长是。慕容元摆弄着桌上的茶具，示意众人就坐。几人皆是面色有些尴尬拘谨，搞不清楚面前的情况。现在他们面前的可是龙渊学府最高级别的院长啊！据说有些人在龙渊学府几年时间都不一定可以见到院长一面呢。没想到他们这才进入学府几天时间，这就还真是幸运呢。邢无双已经将大致的情况跟我讲述了一下，接下来你们将各自的所见所闻都简单的说说。你们这次做得非常好，稍后我会根据表现对你们进行一定的嘉奖。慕容元古今无波的脸上洋溢着笑容，目光当中满是赞赏。随后众人大致都讲解了一下在秘境当中的遭遇，不过他们现在都有些怀疑那庞大的陨石就是苏峰所为。看来龙国沉寂的时间确实是有些久了。放心，龙渊学府不会坐视不管的。慕容元白发舞动，周遭的魔力似乎都在这一刻被挤压的发出丝丝爆鸣声响。苏峰，以你现在的实力，深渊前30层应该不是问题。慕容元手中出现一枚独特的玉坠造型的道具，这是堕渊坠，有它可以随意往返深渊之中，并且在你受到袭击的时候可以供你直接传送出来。苏峰接过，发现里边似乎镌刻着一只恶魔形状的图案。别人可能不知道这堕渊坠的价值，但是邢无双可是太清楚了。这堕渊坠制作昂贵，甚至堪比一些高阶的8阶道具，在龙渊学府当中也只有部分人拥有，而且这些人无一不是已然步入8转的强者，就连他现在也没有资格。没想到慕容院长竟然直接将堕渊坠交给了苏峰，那岂不是意味着苏峰以后享受的资源要超越当前的赤龙小组吗？第116章独闯深渊。简单的探讨过后，苏峰便直接返回赤龙馆了，剩下的事情就不是他所操心的了。既然已经暴露实力，那么接下来势必要面临很多艰难险阻，得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到达6转，只有这样我才能在接下来的战斗当中越变越强。苏峰看了看手掌，巴拉斯现在已然完全陷入沉睡，可能是吸收的魔力太多的缘故。以战养战，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直接暴富。如果只是正常的刷本，实在是太慢了。苏峰正在暗自思索着，正好看到龙路几人回来。龙九，你这次可是出尽风头了。现在龙渊学府当中传的沸沸扬扬，是你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这才保住龙国这些学子啊。龙路平日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带些邪气的文雅书生，此刻也是喜笑颜开，由衷的恭喜苏峰，更是为龙国这次所取得的成就开心。我只是尽自己得一些绵薄之力罢了。对了，你们对于深渊当中的情况了解多少？苏峰话锋一转，接下来他要独自去挑战深渊，那么肯定要收集一些资料才行。龙七意味深长地看了苏峰一眼，先前在虫巢噩梦以及陨神之谷当中，苏峰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战力，当时他们还以为不是苏峰本体的能力，可现在看来是他们当时误判了。龙九，深渊的前10层就像咱们上次去的那样，一般情况下
最高也就只有5阶恶魔而已。而从第11层到第20层开始，每一层都有一位强大的6阶恶魔坐镇。龙七捋了捋鬓边垂散的碎发，继续说道：“但是到了第21层，就会出现7阶恶魔，而且深渊是越往地下，面积越大，一层甚至会有几位乃至数十位领主共同统御。”苏峰微微颔首，那现在看来，前30层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希望30层之前可以让我到达6转，实在不行的话，就再深入一番就是了。苏峰暗自思量着，旋即便打算离开赤龙馆。龙九，你去哪儿？苏峰微微一笑，深渊啊。等等，咱们想要去深渊的话，还需要拿到通行证呢。更何况你一个人怎么去啊？要不我去跟副院长申请一个任务，正好咱们一同前去深渊，再见识见识。龙路现在对苏峰的好感增加了不少，主要还是这次诸国争霸当中，苏峰的表现实在是太过优异。苏峰将堕渊坠拿在手中晃了晃，不用，我先自己去看看再说。说完，苏峰的身影便直接消散在了赤龙馆之内，只留下原地呆若木鸡的几人。龙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苏峰刚刚拿的那枚是不是叫堕渊坠？龙三有些孤傲的眸子当中也闪过一丝震惊。龙路苦笑，不用怀疑，那就是堕渊坠。看来我们赤龙小组新加入的这位成员实力很是强大呢。龙路歪头看向众人，大家也要加把劲儿了，不然的话很快就要被这位小学弟碾压了。众人也开始分散，各自去提升实力。主要是堕渊坠这种珍贵道具，就算是赤龙小组的队长现在都还没拿到呢。苏峰这才刚进入几天呀，没想到现在已然拥有，可想而知龙渊学府对于苏峰的重视程度。更何况深渊确实是要比外界带来的压力要大，里边有着充足的恶魔，只要你有绝对的实力，那么在其中是可以愈战愈强的。而经常游走在生死之间，对于战斗的感悟也不是那些普通冒险者可以比拟的。深渊，没想到上次清场之后，现在又有这么多的恶魔，不愧是深渊啊。苏峰此刻走在深渊第1层，这里最高的也就只有3阶而已。主人，深渊当中魔气充盈，塑造恶魔的能力异常迅速，这便是其余种族探索1000年也无法攻破深渊的原因。就算是整个蓝星联合，也只能将深渊限制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并不能直接将其抹杀。巴拉斯那熟悉的声音在苏峰耳旁响起。苏峰看向手心当中的恶魔图案，其上闪烁着诡异的紫色光芒。原本的恶魔头颅现在多出了一双复眼，一对大脚。巴拉斯，你消化完那些魔力了？主人，还差一些。只不过只要恶魔身处于深渊之内，身体便会处于异常兴奋的状态，有着源源不断的魔力补充。如果我当初在深渊之内作战，那么1000年之前的结局也不会这般了。巴拉斯的语气有些无奈。你的意思是身处于深渊当中的恶魔战力会更强吗？主人，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深渊当中恶魔的力量可以强化50%左右。巴拉斯的语气坚定无比，部分深渊领主甚至可以做到不死之身。苏峰摩挲着自己的下颚，有点意思。那么我们开始一层一层探索。霜寒破冰，风暴之怒，冥海无岸，森罗幽狱，黄泉深渊。苏峰每进入一层就直接甩一个技能，而且全都是不带重样的。叮！恭喜宿主击杀恶魔提瓦特，获得经验值1万。叮！恭喜宿主击杀恶魔瓦卡斯，获得经验值5万。叮！恭喜宿主击杀恶魔罗萨纳，获得经验值15万。叮！恭喜宿主击杀恶魔翠卡索，获得经验值30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深渊前10层的恶魔，大多数低阶恶魔对于苏峰的提升是比较小的，几乎杀一只3阶以下的恶魔，现在也就加几万的经验值而已，但耐不住量大呀。所以这样算下来，苏峰的经验值还是以一种非一般的速度增长着。终于到第11层了。第117章半生石。一座用石块建造的残破宫殿之内，卡卡特，有入侵者，你去将家伙解决了。记住，我要完整的尸体，不要破坏了其中血肉的美感，这样会很影响食欲的。克。一头浑身异常臃肿的恶魔，此刻正趴在一块巨大的紫色石块上，咧着猩红的长舌，其上口水弥漫，恶臭无比。遵命，领主大人。这就是第11层吗？苏峰进入这里之后，发现第11层的魔气似乎比前10层浓郁了10倍不止，怪不得越是往下的恶魔实力越是强大。巴拉斯，那你们恶魔当中应该也会存在竞争吧？魔气对于你们身体的滋养如此庞大，就像是人类所需求的修炼资源那般，只要抢到一处宝地，那么接下来的修炼就会事半功倍啊。苏峰望着远处那慢慢浮现的恶魔躯体，
不由得眼睛微眯。主人，恶魔在没有达到7阶之前，全都是可有可无的蝼蚁，就算是7阶，也不过是稍微有点实力的炮灰罢了。巴拉斯语气当中充满着不屑，似乎根本不在意那些恶魔的死活。知道了，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主人，如果在深渊当中待够3个小时的话，那么我就能完全将那些魔力消化，并且达到6阶恶魔的实力。若是能够得到几只高阶恶魔的魔力补充，我应该便可以将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之内。苏峰手掌上的恶魔头颅闪烁着有些要挟的紫色光芒，甚至能够拥有2米的恶魔身躯。苏峰微微一笑，看向周边的这些恶魔，现在这不就来了吗？巴拉斯，我不是让你白白恢复实力，到时候将深渊当中的秘辛全部告诉我，顺便将你掌握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恶魔技能、语言文字、特殊秘法全部告诉我。苏峰目光冷冽，磅礴的魔力在他的手中骤然涌现。是，主人。巴拉斯不敢反抗，先前他也许还心存侥幸，但现在他对苏峰已然彻底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许跟着苏峰可以突破他1000年之前的桎梏。深渊当中的恶魔也不是和和睦睦、各自为战的居多，而他现在要拿回先前属于他的那一份。花舞千魂杀，苏峰的视角瞬间扩大，将第11层完全掌控在内。花舞千魂杀的范围可达100里，看来眼前这家伙还不是这里的领主啊。苏峰看到一只身体异常臃肿的恶魔趴在一块巨大的紫色石头上，正在酣睡不止。这里全都是4阶恶魔，而领头的是5阶恶魔，睡觉的那只6阶恶魔这次真的赚大发了。苏峰手掌一抬，一朵清丽的巨大莲花在空中骤然浮现。在酣睡当中的恶魔领主骤然惊醒，怎么回事？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魔力？卡卡特在搞什么？可他才刚刚惊醒，便看到空中几片散发着蓝紫色的花瓣朝着这里奔袭而来。哼，就算是6阶恶魔当中，我的防御力也是佼佼者。就凭你，臃肿的身躯犹如气球一般瞬间鼓起，卡固的表面出现许多的鳞甲，竟然将它完完全全的包裹在内，不留一丝缝隙。若是站在远处看去，就像是一颗诡异的铁球那般。我会生带你的血肉。还没等卡固说完，他便看到那花瓣诡异的穿透他那傲然的皮甲，进入身体当中，一股来自灵魂的巨大恐惧感不由自主的袭来。卡固整个身躯都在颤抖。不，花瓣没有丝毫停下，只是轻轻地从卡固的身躯当中飘过，那脆弱的灵魂就直接被切割成了2半。卡固，足！此刻苏峰站在原地，看着周围不断倒下的那些恶魔，也不由得惊叹这花舞千魂杀的威力。不愧是灵魂系技能，这些恶魔根本做不出任何的反应。叮！恭喜宿主击杀4阶恶魔拉卡斯，获得经验值10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5阶恶魔卡卡特，获得经验值50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6阶恶魔卡姑，获得经验值2000万。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好快！苏峰看着自己的等级直接飙升到了438级，也不由得感慨这升级速度，480级就可以去做6转的任务了。看来30层之前应该是可以到达480级的。苏峰记得刚刚那个丑陋臃肿的恶魔身下是有一块紫色巨石的，反正恶魔也处理完了，先去那里看看再说。苏峰在开启神影纵光的状态下，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便已经到达。看着那泛着紫光的诡异巨石，苏峰不由得看向手上的恶魔印记。巴拉斯，这是什么东西？巴拉斯刚刚将第11层死去的深渊恶魔全部吸收，看向那紫色巨石。主人，这是一些高阶恶魔的诞生石。一般来说，一些特殊的高阶恶魔出现的时候，会伴随着诞生出一些其他的道具，而这种东西一般威力强劲。巴拉斯话锋一转，不过这个恶魔倒是有点意思，这块紫色石头可以将深渊当中的魔力存储转化，直接灌输到那只恶魔的体内。没想到离开1000年的时间，深渊当中的恶魔似乎变强了不少啊。苏峰打量着这长宽高皆是7、8米的紫色巨石，怪不得刚刚看到一个异常臃肿的家伙在这上边躺着，原来是不需要像我这么辛苦啊，睡觉就能提升实力，那谁还这么辛苦的拼命啊？苏峰直接将紫色巨石收起，现在这是他的了，等到出去外边之后，看能不能将其稍微修改一下。若是转化为吸收魔力再进行输送的，那岂不是会有很多人抢，赚得盆满钵满也不算是问题吧。而正当苏峰在深渊当中提升实力的时候，龙渊学府已然进来一群不速之客。第118章挑衅决斗。一群金发碧眼穿着黑色礼服的男女在传送阵当中出现，其中还夹杂着3、4个年轻的面孔，看上去也就是18、19岁的模样。为首的男子整理了一下礼服上的领结，
轻蔑地扫视了一眼龙渊学府内部的环境。几十年没来，龙渊学府竟然已经发展成了这般模样。男子的语气似乎有些不忿，看来有必要让龙国栽几个跟头了。身旁的那名戴着精致眼镜的金发制服美女语气恭敬地说道：“拉奎斯先生，这次您一定可以马到成功的。”拉奎斯·库纳夫瞥了一眼身旁的金发女子，冷哼一声：“虽然这次将龙国的苏风击杀是我们的目的，但樱花岛的消息也不可全信。”拉奎斯·库纳夫得到卡索尔·库纳夫死亡消息的第一时间，便直接赶回家族当中。没想到卡索尔一个期间冒险者，竟然死在了新手试炼的副本外围，这简直是匪夷所思。龙国，这件事不会这么轻易结束的。拉奎斯·库纳夫拳指紧握，发黄的胡须将他的整个脸颊彻底遮盖，看起来像是一个沧桑无比的中年男人。这次一定要让龙国付出该有的代价。一会儿按照计划行事，将龙渊学府之内的基本配置查探清楚，找到深渊节点。拉奎斯烦躁地扭动着脖颈，继续补充道：“给其他人创造机会，我会让龙国在这次的学术交流当中损失惨重。”等到光幕彻底消散，拉奎斯·库纳夫带领众人走出传送阵。此刻，新生的教导主任林斯诺亦是穿着挺拔的西装，笔直地携着一些老师站在传送阵之外等待。不知道鹰将国的家伙搞什么鬼，现在这种情况居然要搞什么学术交流，这不是明摆着目的不纯吗？邢无双拳头发出咯咯的声响，毕竟要不是苏风，此刻他们现在应该早已经被团灭了。林斯诺柔和的声音响起：“记住他们的人数，不管是去学府的哪里，必须派人盯着。我会跟拉奎斯·库奈夫周旋下去，明白吗？”众人闻言频频点头。林先生，好久不见。拉奎斯·库纳夫强忍着挤出一丝难堪的笑容，伸出手掌跟林斯诺握手。要不是脸上的胡茬将整张脸部完全遮盖，肯定会被人看到他那有些仇恨的脸颊。拉奎斯先生，这边请。林先生，不急。我听闻这次龙国在秘境当中的成绩很好，特此从鹰将国的学院当中挑选了3名新生，想要来此简单的较量一番。拉奎斯·库纳夫眼神当中闪过一丝冷冽的杀意。林先生，你们该不会不敢吧？拉奎斯·库纳夫的语气极尽嘲讽，丝毫没有掩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在空气当中蔓延开来。林斯诺心中冷笑，原本如此，看来这是想要打着学术交流的幌子，给龙国一个下马威啊。那好，拉奎斯先生，这边请。决斗场，这里是由高阶锻造师专门打造而成，辅以8阶强者的法阵维持，能够保证平时战斗场地不被破坏。这里也是很多龙渊学府学子切磋的场地。林先生，龙国的设施建造的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学生的实力如何了。拉奎斯坐在席位之上，双眼微眯，看着那浩浩荡荡而来的几百名龙国学子。拉奎斯先生，不知道你们打算如何交流？哈哈，简单，只要你们龙渊学府的学生可以将我带来的这3名学生击败，那么我们鹰将国下一届诸国争霸的参赛名额让与你们，并且击败1名，我便会按照汇率支付那名学生10亿龙币。这样的奖励，你们满意吗？拉奎斯·库纳夫点上雪茄，猛然吸了一口，空气当中瞬间烟雾弥漫。林斯诺下意识地后移一步，心中暗道：看来这批人是有备而来，不然怎么会做出如此大的赌注呢？拉奎斯先生，如果是你们赢了呢？只要龙国也放弃接下来1年的诸国争霸名额就好。如果没有人胜过我们，希望龙国公开向全国说明真相，并且对我们道歉。林斯诺镜片之上闪过一道亮光，当即便说道：不可能，这次诸国争霸明明是其余国家围剿龙国，现在居然还想要龙国进行道歉，哼，简直是痴人说梦。林先生，看来你们是做贼心虚，不太敢啊。又或者是你们龙渊学府自觉实力不足，所以才不敢接下这挑战。拉奎斯·库纳夫叼着雪茄的嘴角轻蔑地笑着，这样吧，我将奖励追加到100亿龙币如何？诸位，只要你们当中有任意1人击败我们鹰将国的学子，那么我便会奖励100亿龙币。还没等林斯诺回答，拉奎斯·库纳夫便起身看向所有人，高声宣布。台下顿时热血沸腾。什么？100亿龙币？那岂不是未来几年的修炼资源全都不用愁了？别高兴得太早，没看到那3个家伙不是什么善茬吗？这300亿龙币可是不好拿啊！管他的，我一定要上去试试，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龙国学子全都摩拳擦掌，准备就绪。我来！一人飞快地跃上高台，伸手朝着拉奎斯·库纳夫的身后勾了勾。龙国，秦芳，巴巴纳，你去！咻！一道倩影瞬间窜到高台之上，还未等秦芳做出迎战动作，巴巴纳、库库拉便欺身而去。砰！一股强劲的魔力顺着巴巴纳、库库拉的腿部喷涌而出，直接一脚将秦芳踹到了高台底下。
哼，龙国的实力也不怎么样嘛。巴巴纳、库库拉将一侧的短发卡在耳后，挑衅地看向四周。你们可以继续。可恶！秦芳有些尴尬，自己还没出手，就被那家伙给踹下来了。鹰将国也敢在这里撒野？别忘了，这里可是龙国！一声怒吼，一道魁梧的声音直接冲刺而去，可才不过30秒的时间，便跟秦芳落得一样的下场，直接从高台之上飞了下去。可这次的那名学生竟然直接昏死了过去，不省人事。第119章，节节败退。林斯诺闷哼一声，看向拉奎斯、库纳夫，这是不是有些过了？拉奎斯、库内夫哈哈一笑，耸了耸肩膀，无奈地说道：“林先生，决斗有所损伤，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难道他们可以一直被你们保护在温室当中吗？看开一点吧，百亿龙币又岂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林斯诺心中暗骂一声卑鄙。林先生，如果你觉得不够公平，完全可以派出那些大3、大4的学生，这样也许你们可以更早地拿下属于你们的胜利。浓厚的烟雾还在不断弥漫。拉奎斯、库纳夫此刻心情极好，这次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给龙国一个下马威，顺便再将苏封印出来，直接击杀。对于其他的那些学生，在不保证直接击杀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对其造成伤害。龙国一定要付出该有的代价。林斯诺额头布满黑线，那3人的气势很明显就来自军方。被军方选中的职业者，从小就会不断使用咒文或者是阵法、道具激发其潜力，这样可以将其的转职时间提前，获取的战斗能力也不是一般冒险者可以比拟的。但这些人的寿命全都不会过百，60、70岁已然算是高龄，而且几年之内便可以达到实力巅峰，往后的时间几乎不会有寸步的增长，相当于提前透支生命潜力来换取远超同龄人的实力。这便是鹰将国最近100年之内新制定的计划。林斯诺也是偶有耳闻。邢无双、李大白，你们2个人去找找先前的高考状元，若是再这么下去，恐怕我们龙渊学府会损伤惨重。林斯诺目光死死地盯着巴巴纳、库库拉的后背，其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疤痕，其余的便是邱健的肌肉线条。木星，你去查看一下那些学生的伤势，力所能及的话就治疗一番。安排好之后，林斯诺这才重新回到座位上。林先生，你觉得你们龙国的这种实力到底是怎么拿到诸国争霸第1的呢？你肯定不知道樱花岛的石川钢板从秘境当中燃烧生命逃走，回到那里当了一条丧家之犬。拉奎斯、库奈夫语气平稳缓慢，跟刚来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保持现在这种节奏，一天废掉龙国上百人还是可以的。不知道这些幸运儿会是谁呢？让我来将事实告诉你吧。拉奎斯、库纳夫将樱花岛告知他们的信息全都告诉了林斯诺。荒唐！难道没有证据，仅凭一人之言便可以随意断定龙国的罪行吗？林斯诺胸腔微微起伏，松了松秀气的领带。林先生，你是聪明人，有些时候谁会真的在意真相呢？拉奎斯、库奈夫看向又被踹下高台的龙国学子，轻蔑地嘲讽道：林先生，几10年前我带队的时候，你便带领龙国的学生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现在你已经从学生变成了主任，而我的想法从未改变，只要你答应加入鹰将国效力，我们依然接受。林斯诺冷笑，要他当卖国贼吗？可笑，你们可能打错了主意。正当林斯诺想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木星瞬间出现在他旁边，焦急地说道：林主任，王天霸的腿骨被废了，就算是医好，以后也只能发挥出原本5成的作用了，而且还不能进行激烈的战斗。林斯诺当即站起。什么？拉奎斯、库纳夫，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学术交流？林斯诺眼睛都在喷火，此刻他哪里还顾及自己的身份？去他妈的斯文！这是他的学生，是龙国的未来，竟然在自己面前就这么被人废了，那他还怎么当这个教导主任？林先生，愤怒会让你失去理智，我的条件很是宽松，而且优越，击败1人，我便能开出100亿龙币的报酬。拉奎斯、库内夫摊了摊手，无奈地说道：决斗有些损伤，再正常不过了吧？你……林斯诺一时语塞。邢无双跟李大白怎么还不回来？正当林斯诺忧虑的时候，邢无双带着几人从门口进来。孔烨、雷婉、李庆、万雪儿，看到这些人，林斯诺倒是稍微放心了一些，这下战局应该不至于这么憋屈了。现在失败23人，其中被伤5人，若是再这样下去，恐怕一直以来魔力的锐气就没有了。邢无双老师，一切交给我吧。孔烨直接跃到高台之上，看着对面那比自己还要壮实的女子，也不由得心里一蹬，这家伙身上
怎么会有这种恐怖凌厉的气息？可恶！为了百翼龙变，老子拼了！孔叶当即就手中聚集魔力，朝着巴巴纳、库库拉打去。砰！刚一接触，孔叶就知道两人之前有所差距，主要是巴巴纳、库库拉是不要命的打法，竟然硬生生吃下了他的技能，而且直直的朝着他的心脏部位袭来。孔叶无奈，只得立马闪避。好险！这家伙比魔兽还要凶残。孔叶哪里还敢掉以轻心，直接取出一个防护道具，将自己的身体遮蔽起来。决斗虽然不允许使用强大的道具，但这种浅薄的护盾还是没啥问题的。尼玛的！我被苏风压制也就算了，你这种丑恶的婆娘也想拜我？孔叶脚下一跺，再次朝着巴巴纳、库库拉袭去。深渊第16层，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叮！恭喜宿主提升等级。终于来到458级了，按照正常来说，今天应该是没啥问题的。苏风看向旁边的巴拉斯，现在这家伙的身躯已然强化，吸收了这么多的深渊魔气，切切实实的恢复到了6阶恶魔的实力。主人，这一层所有的魔气全都吸收完了。苏风大手一挥，我们去下一层。有了巴拉斯的指引，苏风现在在深渊当中简直是如鱼得水。第120章恶眼之时。呼哈！苏风将战利品清点了一番，没想到这一趟深渊之行赚了差不多7、8十亿的东西，这才是第17层啊！苏风看着身旁的巴拉斯，自从这家伙恢复恶魔之身以后，现在是异常的好使啊。巴拉斯，你那里有没有什么稍微比较强大的技能或者是魔法？巴拉斯2米高的身躯尽管看起来魁梧无比，但在苏风面前不知道为何总是感觉有些被压制住的样子。主人，有的。稍等。巴拉斯将一串人类文字刻印在空气当中，一字一句异常的清晰。毒雾弥漫，看着倒是不错。苏风直接将其学习。叮！检测到宿主学习新的技能，毒雾弥漫。叮！毒雾弥漫万倍增幅，焰安镇毒。焰安镇毒，在一个巨大的范围之内施加毒雾，并且让其不断朝着四周弥漫，在毒雾之内的敌人将持续受到重伤影响，减少99%的治疗以及护盾效果，并且每秒承受1万的灵能伤害。这个技能不错啊，以后又是一个大范围的刷图技能，再不搜罗点技能，身上这些都快不够用了。苏风继续往下看。魔渊刺，单体技能。叮！检测到宿主学习新的技能，魔渊刺。叮！魔渊刺万倍增幅，上帝意指。上帝意指，集中全身魔力于意指之上，对范围内的单体目标造成100000000百分号的伤害。该技能无视护盾，且附带50%的猎魔效果。这个强啊！苏风没想到巴拉斯随手交出的技能就这么强力。这个技能不像是灵雷破心枪那般，还需要蓄力，直接瞬发，就算是遇见8转强者，也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啊！苏风没有丝毫停顿，继续朝下方看去。魔炎浇灌，居然可以让地方陷入混乱状态，并且有一定概率直接废掉。苏风心头一喜，那这个技能必须要学习啊！叮！检测到宿主学习新的技能，魔炎浇灌。叮！魔炎浇灌万倍增幅，死神的一语。死神的一语，使用该技能可以摧毁单体目标的精神世界，使其陷入癫狂混乱的状态。从此，我将无我，灵魂将混乱不堪，永世无法清醒。啊嘞！苏风已经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夜安镇毒这种范围性的进攻技能，他倒是也有不少。这个就是单纯增加战斗力的。上帝意指示直接将苏风的作战能力提升了一个很大的档次。增幅过后的技能不仅伤害可观，而且附带50%的猎魔效果。猎魔顾名思义，可以夺取敌方目标的魔力。虽然苏风魔力无限，但是这样可以让对方丢不出技能啊。换言之，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战斗方式了。苏风没想到上帝意指这个技能居然会出现一个如此特殊的词条。猎魔这种效果在技能当中可是寥若晨星啊。最后便是这死神的一语了，这个有点像是概念性的技能啊。原本巴拉斯的解释是针对目标进行干扰，让其状态进入混乱效果，有1%的几率让其灵魂受到永久性的创伤。但是增幅过的技能竟然可以直接让一个人废掉，这样就爽了。以后看谁不顺眼，直接让他变成疯子就是了。苏风看向巴拉斯的目光当中充满了赞赏。你做的不错，先帮我看看这块石头是怎么回事。苏风将陈可交给他的那块刻印着梦魇的石块直接丢给了巴拉斯。这是恶眼之石啊！巴拉斯的语气有些激动。具体一点，恶眼之石，这是1000年之前还在宇宙当中才有的道具。
巴拉斯将其放在瞳孔之前，似乎是为了更加确认。其中被封印着一只极其邪恶的梦魇，专门进入敌人的梦境当中大肆破坏，可以真正做到杀人于无形之中。那个时候，宇宙当中也只有一部分战斗力奇高的种族才能制作，而且价值不菲。只不过这种东西有时候弊大于利，梦魇会随时反抗，最后出现弑主的情况。苏峰微微颔首，这东西果然不一般啊！自己没有擅自处理是正确的，不过要是能够将那只梦魇彻底收复，或者是拿到相关的技能，那以后便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主人，这东西最好还是别碰。梦魇没有实体，他们以梦境为食，极恶梦魇更是有着无穷的潜力，若是一旦招惹，后果不堪设想。巴拉斯的眼神当中似乎有一丝忌惮。苏峰将石块取回，盯着那石块的里边看了看。行，我知道了，暂时不碰就是了。苏峰要等一个完全的机会，暂时先不去使用这恶眼之石。巴拉斯，千年之前，除了深渊坠落蓝星，是不是这种道具也有不少洒落？主人，道具确实有不少，但出现在蓝星之上的不止有我们恶魔，还有精灵、兽人、怪物，各种各样的种族，很多道具其实都已经被瓜分完了。苏峰摩挲着下颚，加上秘境当中出现的那种情况，苏峰觉得蓝星之上应该很快就会打破这种当下的局面。宇宙当中的势力已然还在搜寻实力，我要尽快将自己提升到9转。巴拉斯，下一层。龙渊学府，决斗场。砰！孔叶将巴巴纳、库库拉直接击飞，然后一套连招将伤害打足。原本有些担忧的林斯诺悬着的心也稍微放松了一些，还好孔叶的实力有一战之力。拉奎斯、库内夫轻蔑一笑，林先生现在说这种话是不是有些言之过早啊？旋即便看向台上，巴巴纳，想想自己的家人。巴巴纳、库库拉的身体刚一落地，拿出一根寒光闪闪的针管，直接插入自己的心口。啊！随着手掌缓缓推动，里边的液体全部被巴巴纳、库库拉吸收。嘣！巴巴纳、库库拉身体上的肌肉飞速的生长着，原本正常的体魄在此刻青筋暴起，好不恐怖。第121章夜风训剑。拉奎斯，你这是什么意思？林斯诺砰的一声，直接将坐着的椅子扶手碾成齑粉。林先生，别着急嘛，这只不过是一次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场比试而已，没有规定在这种场合不能使用强化药剂吧？拉奎斯、库纳夫癫狂的大笑着，此刻他就像是游戏的策划者一般，不停地玩耍着这些参与游戏的玩家。卑鄙！林斯诺知道拉奎斯所说的强化药剂意味着什么，这种纯粹是透支生命力跟潜能的一种方式。一般而言，没有遇到绝对的生命威胁或者是致命诱惑的时候，是不会这样摧残自己的身体的。像拉奎斯、库纳夫所带来的这种军方的打手，从小身体便早已习惯通过道具或者是药剂不断的挖掘自身的潜能，对于他们而言，这些伤害已经微不足道了。反正生命也就辉煌那么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不足1/1000。鹰将国为了满足自己这个疯狂的计划，每年都会在蓝星各地公开征收兵力，而且只针对于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那些报酬是绝对能够改写他们一生，甚至是一个家庭的一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前仆后继。孔叶冷哼一声，目光紧紧地盯着巴巴纳、库库拉的身体变化。可恶，这家伙身上的魔力怎么充盈了这么多？不过心脏的跳动声更加夸张啊，就像打鼓一般。孔叶紧握手中的长刀，准备再次的进攻。他的职业是夜风训剑，拥有极高的机动性以及不停组合的连招技能，使用得当的话是可以将对方一套带走的。按照刚刚的那种，再来一次。孔叶的身形闪烁，此刻他需要稍微拖一下技能的冷却时间。死！巴巴纳、库库拉瞳孔斑白无比，暴力杀戮的气息在整个决斗场上蔓延开来。这是什么药剂？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实力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都不止啊！孔叶能打过吗？好恐怖魔力气息，这么玩下去，恐怕一会儿身体都直接报废了。原本底下还在因为孔叶的优势而欢呼，现在情况急转直下，导致很多人都屏息凝神，生怕影响孔叶的操作。林先生，我们想去一下洗手间，不知道可否带领我们前去？金发碧眼的助手礼貌地询问道。林斯诺眉头微皱，看向邢无双跟李大白，你们俩带路。等到几人离开之后，拉奎斯、库内夫嘲讽道：林先生，要不然还是认输吧，不然可就少了这么一株好苗子，不劳你费心。林斯诺看着场上已经陷入劣势的孔叶，情绪也有些起伏。夜风训剑本来就是依靠超高的机动性
以及这种的伤害以及控制小技能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现在巴巴纳、库库拉的身体强度上升了几个档次，孔叶怕是棘手了。但他作为今年大一新生的教导主任，真的能公开投降认输吗？本来现在的气氛就有些颓丧，若是主动认输，那岂不是将仅剩的一点锐气也挫垮了？尼玛的，怎么这么硬啊？孔叶手腕有些颤抖，刚刚直接砍在巴巴纳、库库拉的身体上，竟然将他的刀刃都震开了。是要就有时间，我只要熬过这几分钟，胜利还是属于我的。孔叶直接在台上开始周旋，也不跟巴巴纳、库库拉正面对抗。不得不说，你这学生确实是有些小聪明，但是不是忘记了强化药剂可不仅仅只是增强体质跟魔力这么简单呢？林斯诺顿感不妙，旋即便看到巴巴纳、库库拉犹如一颗导弹那般朝着孔叶的背影奔袭而去。深渊，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第20层终于达到480级了。苏峰站在原地，清点着掉落的战利品，将其一一放入自己的储物空间当中。这下可以回去筹备6转的转职任务了。以我现在的实力，应该可以打到30层，不过暂时没有这个必要了。苏峰拿出堕渊坠，直接将魔力注入其中。身形当即便被一股奇特的能量所包裹，直接从深渊当中凭空消失。等到回来的时候，便看到不少学生正朝着一个方向赶去。苏峰直接上前跟一个妹纸问道：“同学，是不是龙渊学府有什么活动？你们怎么全都去同一个地方啊？”那妹纸看到苏峰颜值颇高，倒也没有第一时间离去。同学，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那个在决斗场，鹰将国开出100亿赏金，只要击败他们带来的3名学生就行。100亿赏金？苏峰眼睛微眯，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这事儿能少得了他吗？同学，你要去的话，我们可以一道的。那妹纸对苏峰发出善意的邀请。不用了，我现在还有点事儿，你先去忙吧，打扰了。苏峰转身就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身体慢慢的消散在空气当中。这么走过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我的100亿龙币，我来了！苏峰的身体犹如流光一般朝着决斗场疾驰而去，也就几秒钟的时间便直接到达。好多人！砰！苏峰才刚刚进入门口，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高台落下。那不是孔叶那小子吗？卧槽！苏峰看向台上的女子，也不由得惊呼：这肌肉是怎么练得这么大的？还有谁上来挑战？巴巴纳、库库拉将竖起的大拇指直接栽倒在地。强者就是要狠狠地羞辱弱者，这是他们走上这条路学到的第一个真理。看来我还有份儿啊！苏峰身影一闪，直接出现在决斗场之上。林斯诺顿时坐直身体，那不是苏峰吗？之前赤龙馆回复的消息，不是说他进入深渊了吗？怎么回来的这么快？第122章，一起上吧，我赶时间。是打赢你就有100亿龙币奖励是吗？苏峰看着眼前体型有些超脱人类范畴的巴巴纳、库库拉，云淡风轻地询问道。不说话，苏峰直接转身看向在场的众人。喂，谁来说一下规则啊？是不是打赢他就有100亿龙币的奖励？台下哗然，这小子是谁啊？不知道规则就直接跑上去了。我靠，他你都不知道？先前摧毁试炼之塔的就是他。这次诸国争霸，龙国能拿第1名也是因为他。卧槽，长时间没关注学府的情况，今年这新生也太变态了吧！底下议论纷纷，他们也想看看传言当中的苏峰实力到底是否有那般强劲。苏峰啊！孔叶牙关紧咬，身上的伤势稍微有点严重，但还没有达到彻底失去意识的情况。如果是你的话，应该会很轻松吧？孔叶无奈苦笑，这场战斗还是败北了。果然，先前在家族当中被保护的太好了，也有可能是那些人碍于他的身份，所以不会真正出手，导致他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一定的误判。拉奎斯·库奈夫看向台上的苏峰，这家伙的外貌跟石川钢板描述的一模一样。林先生，你们龙渊学府当中倒是有些蛮有意思的家伙呢。旋即，拉奎斯·库纳夫直接起身，朝着周围高声喝道：既然有不少同学都是新来的，那么我在这里重新讲述一遍规则。只要你们龙渊学府之内的新生将我带来的这3名学生击败任何1名，都可以获得100亿龙币的奖励。苏峰挠了挠头，那全部打败是可以拿到300亿龙币哥。不错，苏峰负手而立。那这样实在是太简单了，让另外2个也上来吧。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就算是这小子先前释放出强大的高阶技能，也不能这么狂吧？卧槽，一挑三，这可真是稀有啊！那3个人肯定都能强化自己的身体，眼下肯定还不止这种阶段吧？一个人就这么难打，这要是3个人，岂不是要马上败北？我记得这个新生是法师啊，吟唱咒语也要时间，这直接要被对面给强行突破了呀！这里边很多人都没看到苏峰的技能，就算是有些见过，但在他们的认知当中，高阶技能是需要提前准备的，就算是吟唱的时间也需要不少。这一个人的实力就如此强劲，何况这还是同时挑战3个。再怎么说，川开省的高考状元孔叶都直接被强化过后的巴巴纳、库库拉轻松击败了呀！孔叶无奈苦笑，原本痛苦的神色也减轻了不少。还真的像是你的风格。孔叶还记得苏峰将所有7阶强者灭杀的那个画面，只能用恐怖如斯4个字来形容。也不知道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提升自己的实力的，居然能够做到对元素如此精纯的把控。不过上次那强劲的锋刃倒是让我学到了不少。孔叶被人搀扶到座椅之上，这次希望也能有点感悟吧。而林斯诺听到苏峰这有些狂妄的话语，不由得眉头微皱。这些人可不跟平常的冒险者一样啊，他们都能够燃烧生命进行战斗，1打3真的很是勉强啊。但他还没有说话，旁边的拉奎斯、库奈夫就直接看向身后2人。雷克、杰布，既然这位学生都主动要求了，那你们可要好好招待一下，记住，速战速决。拉奎斯、库奈夫话音刚落，身旁的2人就犹如脱弦的利剑一般，朝着台上击射而去。砰！2人落地，将身上的斗篷全部扯下。那秋剑的身躯之上满是触目惊心的疤痕，而且脸上还有一股狠戾之色，木讷的表情下隐藏着极强的杀意。雷克和杰布没有丝毫的犹豫，朝着自己的心脏瞬间插入了一根带着猩红色液体的针管。滋！随着空气缓缓推动，那些液体全部没入身体当中，消失不见。雷克跟杰布身上狂躁的魔力不断肆虐，2人嘴角流着咸水。此刻很明显已经脱离了人类的范畴，这便是拉奎斯、库奈夫计划当中的一步。只要听到速战速决，那么就是这次任务的核心，就算是拼上性命也要将其击杀。所以在他们上台的第一时间便直接选择强化，有点意思。苏峰看向巴巴纳、库库拉，要不要给你点准备的时间？死！台下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尼玛，这小子太狂了！那么雄壮的2个大块头还在那边站着呢，苏峰好像视若无睹啊，这是直接将其尊严摁在地上摩擦了。卧槽，我真的喜欢这家伙的性格，鹰将国这次实在是太狂了，一定要有人站出来狠狠地修理一下这些家伙啊！不管这场战斗如何，苏峰我挺了，就凭这股不败无敌的气势，绝对的自信，好喜欢这样的男孩子啊！这家伙，林斯诺顿时头疼不已。现在人已经上台，难道他还能让人直接下来吗？这3个人已经脱离了人类的范畴，用战争机器来形容他们才最为合适。不过他已经准备好营救苏峰了，就算是被人诟病，也不能让苏峰出现问题。拉奎斯、库纳夫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的杀意，这是第一个。接下来龙国的邢无双以及参与的那些8阶强者全都要付出代价。猎杀开始！哼哼，这3人全力催动之下，围杀7阶强者也不是问题。不过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拉奎斯、库奈夫心中暗道，这才是战争机器的奥义所在啊！上帝会来接引你的。砰！台上的3人全都猛瞪地面，竟然让阵法保护的台面裂开了一丝发丝宽的缝隙。要知道，这可是8阶强者阵法维持之下的呀，这样才对吗？我还赶时间呢。苏峰手中法杖浮现，看向前方，轻声喝道：“次元破灭斩！”嗡！一股极强的魔力在他的法杖周围涌现，就连周围的空气都忍不住的嘶鸣。咻！一道暗紫色的光刃带着毁灭世间的力量朝着前方疾驰而去。众人似乎在那光刃当中看到了漫天的星辰。第123章，突如其来的刺杀。暗紫色的光刃瞬间就将那3人的身形吞噬，庞佛这个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他们的踪迹一般。砰！咔嚓！光刃没有停息，朝着原定的方向奔袭而去，将决斗场的建筑都直接削开了一道触目惊心的口子。光刃划过的位置，能够看到漫天星辰，里边似乎还有其他东西存在。什么？秒杀！全场寂静无声，落针可闻。这就是苏峰的真正实力吗？一招秒杀，还有这满天星辰是怎么回事？卧槽，好帅！这个小学弟谁都不能跟我抢，我们李家要招他入赘啊！这尼玛是什么情况？
怎么时空都给切割开了啊？郜彬也在这里。他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别人或许不知，但他可是亲眼见过时空切割的啊。他们家族当中的一位老祖，领悟的就是时空方面的技能，能够切割开1米长的一道裂缝。当时他已经艳羡不已，直到现在都还想着以后自己也能做到类似的程度呢。可是苏峰这家伙，比他家族当中的老祖都他妈的夸张啊！这道裂缝都快要达到100米了，而且蔓延的还如此之长。我尼玛，这是什么情况？这种实力，怕是老祖在这里都不一定可以做到啊！孔叶猛然站起，苏峰使的不是刀系技能吗？他不是法师吗？这种切割空间的技能，要是我也能够掌握的话，那以后实力岂不是突飞猛进？孔叶激动不已，虽然有所领悟，但空间这种实在是太高级了。他通过练习，只能仿造出一道普通的刀刃。孔叶当即离开，他要回家族当中一趟，拜师，一定要拜师！现在就回去筹备拜师礼啊！林斯诺瞳孔放大，死死地盯着那切开的空间裂缝。他坚信自己不会看错，那就是空间裂缝，而且是带着无尽毁灭的空间裂缝。邢无双报告的消息，不是说是元素法师吗？林斯诺尽管有些想要质问邢无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现在他实在是移不开眼睛啊！眼前这场景实在是太壮观了，100米之长的空间裂缝，好似蕴含着吞噬世间一切的魔力。邢无双身体颤抖不已，原来那些人还没有让你使出全部的力量吗？还是说你的实力是最近才提升的？邢无双永远都忘不了当时那种恐怖异常的情形，7阶强者在苏峰面前都如待宰的羔羊一般。没想到就那还没有让苏峰使出全力啊！不可能！拉奎斯、库纳夫一拍桌面，当即站起。巴巴纳、雷克、杰布，可是我精心挑选的，如果拼上性命的话，就算是7阶强者都不在话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拉奎斯、库纳夫百思不得其解。石川钢板不是说是龙国的诸多8阶强者将他们围杀的吗？而且说龙国那个苏峰有着超强的潜力，放任其成长，以后肯定会后患无穷啊！拉奎斯、库纳夫身体无力地跌倒在了地面之上，这成长时间也太短了吧！法克，必须要想办法将这家伙击杀，不然以后龙国的脚步根本无法阻挡。院长室，慕容元正在跟其余的几位副院长商讨事宜，顿时一股毁天灭地的魔力涌现，几人抬头望去，便看到决斗场方向被一道恐怖的空间刀刃直接切割开来。决斗场那边是什么情况？几人身形顿时消散在原地，下一瞬便出现在决斗场外围的空间裂缝周围。这种实力恐怕只有老院长才能达到啊！慕容元颇为感慨，旋即便问道：“决斗场今天有什么情况吗？”院长，是这次的学术交流。慕容元大喝一声：“不好！鹰将国刚刚落败，不可能没有任何行动。这怕不是鹰将国针对龙国搞出的特大杀器。没想到鹰将国居然已经研发到了这种程度。”慕容元当即闪进决斗场当中。这种时候，他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可眼前这寂静沉默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没怎么受伤啊！慕容元一时之间有些不懂了。龙国的老师跟学生全都安然呀，只有鹰将国的那几人坐在地上瑟瑟发抖啊。苏峰，他不是去深渊了吗？慕容元看着苏峰安然站在那空间裂缝之前，顿时直呼不妙。这小子也不怕被吸进去？慕容元身形一闪，便直接出现在苏峰身旁。危险！苏峰，院长，你怎么在这里？慕容元表情错愕。你还问我怎么在这里？我再晚到一点，你就要被直接吸进去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再来的晚点，你怕不是就回不来了？慕容元指了指身后的空间裂缝，表情严肃的道：“一旦吸入，你可知道有多么严重的后果？”苏峰微微一笑：“院长，那个是我造成的，我可以控制自己不被吸入。”慕容元如遭雷击，激动地握着苏峰的手掌：“你说什么？这是你弄的？”苏峰微微颔首。慕容元顿时身体传来一阵深深的无力感，但更多的还是激动。你领悟了空间方面的天赋吗？苏峰摇了摇头，这个倒是没有，这只是试验一下我的技能罢了。对了，院长，我先不跟你聊了，我还要去拿我的专属奖励呢。苏峰直接朝着拉奎斯、库纳夫方向飞行而来。飞行能力五转，慕容元顿时大惊，真是后生可畏啊！苏峰落地之后，看着有些失神的拉奎斯、库奈夫，伸手说道：“喂，我的300亿龙币呢？”拉奎斯、库奈夫回过神来，看着眼前的青年，多好的机会啊！就算是我死，
也要将其击杀。龙国不能出现这种超级天才。拉奎斯·库纳夫杀意已决，此刻两人距离不过1米，只要他全力出手，直指苏峰要害，那么必然可以一击夺取性命。拉奎斯·库纳夫起身，眼睛瞥了瞥身旁的林斯诺，瞅了瞅远处的慕容园。机会只有一次，我必须把握。拉奎斯·库奈夫脱下手上的储物戒指，慢慢的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奖励就在其中。苏峰手掌伸到一半，便听到拉奎斯·库纳夫癫狂的叫喊道：“死吧！”第124章死神的一语。拉奎斯·库纳夫心里惬意无比，这么近的距离，再加上是朝着咽喉之处直接攻去，就算是7阶强者都未必可以反应得过来，更何况这小子还只是一个新手。哼哼，终究是战斗经验不足啊！拉奎斯·库纳夫心里暗自得意，只要击杀苏峰，就算是他留在这里都没什么关系。再者，鹰将国也不会坐视不管的。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林斯诺顿时暴起，可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他也来不及啊！1米的距离，以拉奎斯·库纳夫逼近8阶的实力，就算是他阻止，也是那家伙击杀苏峰之后了。你敢！慕容园大喝一声，身形顿时消散在空气当中。拉奎斯·库纳夫暗自得意，这么近的距离，就算是真神再试都难救他。在那只裹满狂躁魔力的手掌朝着苏峰咽喉移动的时候，拉奎斯·库奈夫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下来了。怎么回事？这小子居然没有半分慌乱。拉奎斯·库纳夫很快便反应了过来，新手终究还是新手，甚至都没有看出我出手的时机，连基本的情绪反应都做不到。可他却看到面前的苏峰突然化为可怖的魔神一般，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血腥恐怖的模样，到处可见都是残肢断臂。拉奎斯·库纳夫，我要拖你进入地狱的深渊，永生永世受到撒旦的禁锢。我3个弟弟跟妹妹的性命，今天就全部算在你的身上。你还记得那个被你残忍杀害的女孩吗？就算是尸体，你都将她挂在了外边，晾晒成了肉干。拉奎斯·库纳夫脸色惊恐不已，眼前出现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尸体，甚至此刻就跟那时刚刚变成尸体一模一样。不，滚！你们既然都死过一次了，那接下来我就再杀你们一次。拉奎斯·库纳夫手中魔力流转，一个巨大的火球从他的手中喷发出去。全都给我死！可不管拉奎斯·库纳夫如何攻击，那些尸体根本没有受到半点伤害，反倒是他们借此机会靠近他的身躯。咔嚓！拉奎斯·库奈夫的肩头竟然直接被咬去了一块血肉。啊！该死！拉奎斯·库纳夫毛骨悚然，从世界开始变化，他的耳旁就一直有一股诡异的声音：滚！全都给我滚！拉奎斯·库纳夫朝着远处跑去，可到处都是尸山血海，不管是去哪里，都能看到那些曾经被他无情折磨致死的人。法克，世界怎么变样了？我到底是在哪里？可没有半个声音回应他，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尸体。拉奎斯，你又调皮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将皮球随便放在沙发上，自己把裤子推掉，趴在茶几上。拉奎斯·库纳夫闻言一怔，父亲，自己那个酒鬼父亲不是死了吗？而且那家伙从小就开始鞭挞他们，甚至将他给强行，脾气不顺的时候也会打骂他们。贱种！拉奎斯·库纳夫的身躯开始站立，不由自主地缩紧身体，那种感觉他一直忘不了。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苏峰嘴角微翘，将手掌当中托着的那枚戒指取过。死神的一语果然不错，想必这家伙正在经受某种折磨呢。苏峰大体扫视了一番戒指里边的东西，300亿龙币绰绰有余。可是这就够了吗？不够，这里边的东西更多的都是拉奎斯·库奈夫的私人物品。按照常理来说，这些只不过是苏峰应得的，毕竟这家伙对他起了杀意。现在他将其击杀，那总得给这些孤苦无依的物品找个合适的主人吧，要不然可就命中蒙尘了呀。苏峰可不是这种暴殄天物的人。让我看看，龙币只有98亿，你还欠我200亿。不过既然你死了，那剩下的债务就只能让你带来的那些人还了。慕容园手掌当中拿着的符箓停在半空中，苍老的身影缓缓浮现。这家伙怎么不动了？林斯诺站在旁边也是无比错愕，似乎那充满杀意的手掌只是往前增进了10多厘米，然后就停下不会动弹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有这小子是怎么回事？都这么危险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惦记着储物戒指。苏峰，快闪开！林斯诺直接一拳将拉奎斯·库纳夫的身体轰击开来，
本来就没有任何防备，再加上林斯诺此刻暴怒无比，拉奎斯·库纳夫的身体直接嵌在后边的座椅当中，不会动弹了。苏风，你没事吧？慕容元关切地问道。没事儿，我好得很啊。不过，院长，我有件事儿需要你帮我主持公道。慕容元一看，那自然是没有问题啊。但眼下他最想知道的就是苏风到底是怎么化解这次危机的。还有，拉奎斯·库内夫为什么攻击到一半就停下来了？慕容元的直觉告诉他，这一切都跟苏风有关。说说，院长，鹰将国说答应他们便会有300亿龙币的奖励，可这储物戒指当中只有90亿龙币啊！你看剩下的是不是要让这些人给我弥补一下？慕容元疑惑地看着苏风，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吗？还以为是由于这次突袭主持公道呢。不过这件事儿必须要让鹰将国付出一定的代价，你们还不将自己身上的储物戒指全部交出来？林斯诺言辞狠厉，鹰将国的几人早就吓得瑟瑟发抖。拉奎斯、库奈夫都死了，他们不过就是一群小喽啰罢了。众人只得将储物戒指乖乖的交给林斯诺。苏风大致扫了一眼，这也不行啊，几个人加起来才勉强100亿。我记得不是有个金发碧眼的妹子来着？第125章开始报复。慕容元跟林斯诺一脸懵圈，这小子不是要拿人抵债吧？这可不行啊！好不容易出现个超级天才，这要是陷入声色犬马之中，以后岂不是直接废了？苏风，听我说一句，这里边的水很深，你把握不住啊！林斯诺作为教导主任，自然是要防止学生走上歧途。苏风，这两老家伙想什么呢？他只是想要别人的储物戒指而已啊！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苏风看向门口出现的几人，平心静气地说道：总该将我的300亿龙币补齐吧？慕容元跟林斯诺大喜，那这不是很简单吗？林斯诺直接朝着缇娜、库玛一跃而去。缇娜、库玛还在气愤当中，没想到不管走到哪里，都有龙渊学府的人看守，最后只能将那传送道具丢进了洗手间当中。这样也算是完成了任务吧。可还莫等缇娜、库玛回过神来，林斯诺直接给了他一个巴掌，然后便让邢无双将人控制起来，包括身后的几人也是。林斯诺二话不说，就将几人的储物戒指全部扒下来。这是苏风应得的。缇娜、库玛眼眸含泪，在鹰将国的时候被那些上司折磨也就算了，怎么到了龙国也是这样？难不成这些大佬都有这种特殊癖好？那储物戒指当中可是他积攒了好久的身价啊。对了，拉奎斯·库纳夫先生呢？缇娜、库玛左右搜寻，终于是在一个角落当中看到了拉奎斯·库纳夫的一部分身体。龙国，你们敢这么对我们鹰将国的交流团队，到时候你们一定会受到多国的谴责。而且你们居然击杀了拉奎斯·库内夫先生，鹰将国会对你们进行声讨谴责，你们绝对要付出庞大的代价的。缇娜、库玛现在早已没有了先前的优雅，他完全明白拉奎斯·库纳夫死亡意味着什么。那家伙可是军方的人物啊，龙国竟然公然将其杀害，那他们这些小喽啰还有存活的权利吗？这是一个未知数，你们不能这样对我。邢无双也不惯着，直接就是一个狠厉的巴掌甩在了这女的吹弹可破的脸上。刚刚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去个洗手间居然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想去其他地方，其中肯定有些猫腻。啧。苏风站在原地将储物戒指检查了一番之后，确定自己是收到了300亿龙币，这才看向慕容元。院长，那个我还有事儿，你们忙，我就先走了。苏风话音刚落，整个人就犹如流星一般飞速而出。慕容元还没有来得及询问呢，这小家伙。苏风大体估算了一下储物戒指里边的资源以及钱财，龙币跟鹰将国的货币兑换是1比1，光是钱财所有人加起来差不多就有300亿了。毕竟这些人等阶都也不低，这点钱财其实对于他们不算什么，基本都是攒着想要购买高阶物品。只不过这下便宜了苏风，再剩下的就是一些装备、道具，还有一些昂贵的高阶材料，这些估值的话应该也有几百亿龙币。苏风将所有的东西全都倒腾在了3个储物戒指当中。装备这些可以出售，这些人的装备我用不上，而且太差劲了，这要是被别人听到，绝对是要喷苏风凡尔赛的。要知道拉奎斯·库纳夫的所有装备都是7阶，而且肯定是要比普通的7阶强者好上不少的，毕竟这家伙可是军方的人物啊，待遇绝对是差不了的。就这种精良的装备，苏风居然说不要，别人指定是捶胸顿足啊。正常的冒险者不知道要积攒多长时间的钱财才能换取这么几件装备，但在苏风眼中，这确实是有些垃圾了。他的天赋加上锻造术，就算是最差都有强化+6的等阶，这别人是无论如何
都比不了的。而拉奎斯、库纳夫带领的那10几人，缇娜、库玛最弱都有4阶的实力，剩下的全都是5阶、6阶的人员。这些人的装备也可以卖上不少钱啊。所以苏峰这一趟下来，差不多赚了将近1000亿龙币。先去将那些没用的装备跟普通的道具卖给马润，余下的时间就去转职大厅。6转的任务想来也不会太过简单，得让马润提前做好准备才是。决斗场，看着苏峰风驰电掣的背影，不光是慕容元，剩余的林斯诺等人也是目瞪口呆。这是一个新人的速度，都尼玛拉出残影了。院长，这些人如何处置？林斯诺现在气愤不已，要不是拉奎斯、库纳夫突然停手，很有可能酿成一件悲惨的事情。那他这个教导主任才是真的陷入绝望的深渊。保护、教导、指引学生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可他刚刚竟然失职了，所以才轰击拉奎斯、库纳夫身体的时候，林斯诺没有半点隐藏，将全身的魔力跟怒气全都集中于拳头之上。要是拉奎斯、库纳夫是6阶冒险者的话，现在直接就被炸成一团血雾了。暂时关押起来。院长，鹰将国太过放肆，居然借着学术交流的名义趁机打伤，甚至想要击杀我们龙国的学子。林斯诺咬牙切齿的道：“这笔账我们怎么算？”慕容元负手而立，看着那宽约100米的时空裂缝，悠然道：“从今日开始，暂停与任何国家的学术交流。院长，咱们要不要跟高层通知一声？”通知？哼，荣渊学府自己决定的事情，那么就有权利实施。慕容元身旁的空气都如潺潺流水一般在缓缓舞动。既然鹰将国如此，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客气，联系裘仁秋，将这件事的原委告诉他，让他质问鹰将国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狠狠的施压。首先，我们要在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慕容元轻捋胡须，继续道：“发布命令，让24节气潜入鹰将国的军方驻地，告诉他们，该收的利息一定要收。”林斯诺颇为震惊，院长居然要出动24节气了。那些人可全都是无限逼近8阶的强者啊！就算是他在24节气当中都排不上号的。慕容元此刻是真的怒了，是不是应该将苏峰引荐给老院长认识一下呢？可我不知道怎么联系老院长啊。慕容元心中有些无奈，苏峰这样的超级天才，若是能够得到老院长的指点，那以后的实力才是突飞猛进啊。正当慕容元思索的时候，面前出现一传加密的魔法咒文。什么？老院长要亲自接见苏峰？第126章，你们有见过苏峰吗？苏峰现在跟天明商会有着特殊的合作关系。当苏峰拿出那些东西的时候，马刃眼睛都直了。这可是7阶强者的装备啊，而且还是成套的，那价值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呀。另外，苏峰还拿着许多其他的装备跟道具，甚至其中还有不少来自深渊的。苏先生，我这边暂时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这样吧，我先处理这些物品，到时候会将售卖的款项全部逐一打到您的卡上，您看如何？马润的态度极为恭敬，主要是他是跟苏峰一路合作过来的，一次比一次拿出的东西要多啊，而且价值也高，档次就更高了。苏峰摆了摆手表示同意，毕竟这是几百亿龙币的买卖，一下子要拿出来确实是强人所难了。不过马润还是将100亿龙币打进了苏峰的账户当中，这个算是先汇款的一部分。处理掉装备，接下来就是去转职大厅了，也不知道我的6转任务难度如何。苏峰身形在原地消散，下一瞬便直接来到了转职大厅之外。毕竟时间现在对于他来说很是宝贵啊。今天的转职人员看起来也不少啊。苏峰迈步走向6转的窗口，那里空无一人。我记得那个人不是前几天才刚刚来过吗？难不成转职任务这么快就完成了？卧槽，那是6转的窗口啊！就算是大3、大4都没有多少6转，这小子实力这么强吗？那可是苏峰啊！我就是今天看到他的战斗，才觉得自己不能这么摆烂了，要赶紧转职才行啊！他的技能实在是太帅了。兄弟，细索！此刻不少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苏峰的身上，毕竟6转真的很是稀有啊。到达6转就意味着可以领悟出专属于自己的技能，甚至独创高阶魔法，真正达到开山裂石、移山填海，不知道是多少人向往的地步。但其中几乎有8、9成的冒险者卡在了这里，没有庞大的资源支撑，有些人就连那些高阶材料都搜集不到，再就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容错。尽管转职有3次机会，但许多人终其一生最多只能进行1次，毕竟转职的花费就来到了恐怖的5亿龙币，这还只是入门阶段，后续更是夸张到无以复加。这位同学你好，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坐在里边的妹纸看着苏峰，不由得升腾起许多的好感。
毕竟能够来六转这里的人员简直是少之又少，更不要说像是苏峰这般帅气风逸的男子了。能够如此年轻就到达六转的，几乎都是非富即贵。这些人背后都站着无比庞大的势力，他可得罪不起。我要进行六转，麻烦你安排一下。妹纸尽管平日里业务很少，但对于这套流程却是熟悉无比。好的，请稍等。很快，被魔法皱纹包裹的资料纸页就飘到了苏峰的面前。同学，请填写详细信息，然后在旁边写上支付5亿龙币即可。苏峰此刻早已是轻车熟路，毕竟半个多月的时间，他这已经是第6次重复这套流程了。换了别人的话，可能是200-300年才能达到这个地步。不愧是龙渊学府，这下又省了5亿龙币，这里转职也太爽了。一切结束，苏峰的脚下就浮现一个产生晦涩铭文的法阵，随着阵法将他完全包裹，苏峰的身体直接消失在了大厅之内。看到苏峰的年纪之后，妹纸袖口微张，用那纤细的手指遮挡住自己的红唇。大一，嗡！苏峰再次出现，周围的环境已然发生了变化。法阵当中充斥着精纯的7大基础元素魔力，甚至已然诞生了一些活跃的元素分子。怪不得要花费5亿龙币，这种手笔也确实是值得。苏峰暗自感叹，若是在外边想要收集这么精纯的魔力，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功夫呢？这明显就是被提炼过的。周围的精纯魔力化作涓涓细流，朝着苏峰的身体之内灌输而去。苏峰此刻觉得异常的舒爽，庞佛全身的毛孔都被洗刷了一遍。嗡！随着越来越多的魔力进入身体，苏峰的面前浮现一块彩色的巨大光幕，其中赫然就写着这次转职的任务。任务1，找到星辰金沙，并且将其带回。任务2，寻找一只7阶恶魔的不死心脏。任务3，在雷克塞谷之中一击打出300万的伤害。任务4，找到精灵一族，获取其传承已久的权杖。任务5，击杀万只喀错兽人，并且收集其精纯的血肉精华。任务6，在库尔库山谷当中取得焰焰猎鸟的半生道具。任务7，将现阶段掌握的技能全部达到精通。任务8，通关尸魂级别的秘境暴风造造。任务9，首创融合魔法。任务10，找寻一只传说当中的极恶梦魇。苏峰全部浏览了一遍之后，发现这些任务居然高达30个，这次比上次多了不少啊。苏峰摩挲着下颚，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已经开始接触到一些高阶魔法的门槛了，譬如融合魔法。苏峰仔细地观察着，这里边有些材料他已经拥有了，但有一部分居然都没有听过，看来又得费些功夫了。转职大厅，慕容元从空中穿梭而出，那小家伙怎么这么能跑？刚刚不是还在天明商会那边的地界吗？怎么这么快就跑来转职大厅了？慕容元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对。等等，那小家伙不是已经掌握了飞行能力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又要转职了？难不成……慕容元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赶忙进入转职大厅当中。刚一进去，里边就炸锅了。卧槽，居然是慕容院长！我在龙渊学府3年，才只见到他1次啊！什么？这是慕容院长？不是慕容院长，怎么今天突然来转职大厅了？难不成慕容院长已然突破了多年来的桎梏，也是来转职的吗？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众人猜测不断，但慕容元扫视众人，没有发现苏峰的半点踪迹，只能面向转职大厅里边的所有学生询问：你们有见过苏峰吗？第127章，好大的脸面！苏峰，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谁是苏峰啊？面子居然这么大，找个人还用慕容院长亲自出马，真是牛逼坏了呀！刚刚进入6转的那个不就是苏峰吗？众人嘈杂不断，慕容元的这句话更是直接变成了众人讨论的焦点。他们平日里想见一面都难如登天的慕容元，居然此刻在亲自寻找苏峰的踪影，这是多大的脸面啊！要知道，慕容元可是龙渊学府的院长，在这里，他就是一切的决策者，手下能够使唤的人员不知道有多少，现在居然会出面寻找苏峰，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原先接待苏峰的那名妹纸直接一路小跑出来，虽然他没有见过院长，但这副模样再加上周围崇拜的眼神，不是这位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人，还能是谁？再加上他平日里也善于观察，在这个岗位上也工作了1年的时间了，可是一个学生都没有的罪过。要知道，这里的很多人都是非富即贵，可想而知这位妹纸的工作能力。院长，您找的那位苏峰同学刚刚才进入6转法阵当中，您可能需要在这儿等会儿了。慕容元瞳孔不由自主地瞪大，还真的是6转啊！这小家伙还真是惊喜不断啊！
慕容元轻咳2声，随后淡定的道：“那就再等等吧。”死！众人哗然，纷纷猜测苏峰的真实身份。他们也不是没有见过六转的学生，可能够让慕容院长出面的六转学生，还真的没有见过啊。而且强一些的六转，不是被各大家族和工会招收，就是进入了强大的龙渊学府跟国家创建的组织当中。弱一些的，那基本上只能加入一些稍微次一些的工会或者是家族效力了。将苏峰的资料调集出来，我需要看看。身为龙渊学府的院长，是有权利可以直接调取学府之内任意一名学生的档案的。好的，妹只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或许这位新来的小学弟背景可是不简单呢。但尽管院长吩咐，他也没有表现出怯懦、慌乱，反倒依旧是有条不紊。这女孩的工作能力倒是不错，稍加培养，以后或许可以在政务当中表现出突出的个人能力。慕容元跟在那妹纸身后，法阵将周围的一切都隔绝了开来，这样可以防止学生的档案遭到严重的泄密。哇靠！我都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早就觉醒了职业，只不过是最近才加入了龙渊学府，表现出的战力简直是夸张的一批啊！你可以怀疑自己的判断，但是不能怀疑龙渊学府以及整个龙国的审查制度。我真是太幸运了，竟然亲眼见证着一位强者崛起。他破坏试炼之塔的时候我在场，公布试炼成绩的时候我在场，就连刚刚大败鹰降国的时候我依然在场。哈哈哈！快让我也吸吸欧气，好大的欧气啊！本来苏峰到来的时候，转职大厅里边只是部分讨论，其余人皆是闲来无事，就当听听八卦，或者是看看最近学府当中有什么消息没有。直到慕容元出现，可是直接将这件事情引向了高潮啊！不是，我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半抢我就烧高香了？我也要奋发图强，争取有朝一日可以加入一个强大的工会或者是组织。我今年大2才3转啊，是我侮辱了天才2个呀！正当那些人讨论的激烈呢，苏峰那秋剑的身影突然在大厅当中出现。卧槽，有这种颜值，实力还这么强，这么卷还让不让别人活了？苏峰小哥哥好帅，看这边，看我，看我！你这个大块头，挡住我欣赏帅哥了！要是我不能嫁给苏峰小哥哥，到时候你负全责。苏峰捅了捅耳膜，好吵啊！哎，那个老白发苍苍的老人不是院长吗？他怎么在这里？苏峰站在原地看向里边，此刻慕容元手中正拿着苏峰的资料查看呢。在龙渊学府当中会同步更新所有的资料，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慕容元越看越是心惊，这怎么几天就转职一次啊？别人5转、6转甚至需要几10年准备，这小子几天就完事儿了？不行，我必须问问这小家伙是不是觉醒了什么关于经验值加成的天赋。慕容元转念一想，继续道：等级提升太快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毕竟进入6转以后才算是真正触摸到魔法的边缘了。慕容元突然想到刚刚的时空裂缝，这不对啊！等级提升的这么快，实力还这么强，不会是嗑药了吧？慕容元站在原地不停的猜测，那妹纸喊了好几遍院长，他都没有听到。院长，院长！那妹纸在苏峰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让其等待的手势，苏峰这才没有扬长离去，不然这会儿他肯定去准备6转的那些任务了。妹纸还是拍了拍院长的胳膊，这才让其飘飘然的思绪回到身体内。结束了。慕容元瞬间闪现到苏峰的面前，他现在有好多问题想询问苏峰，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想到老院长那边的吩咐，还是优先老院长那边吧。苏峰，你跟我来，龙渊学府当中的一位开山鼻祖想要见你。苏峰有些疑惑，慕容元这都这么老了，难道还有比他更老的吗？不过苏峰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现在他需要了解更多。先前在天海学院当中学到的简直就是皮毛当中的皮毛。慕容元将苏峰带到一处隐秘的传送法阵之外，在那里已经站着几位蒙面的人员等待。苏峰，去吧，这次说不定你能获益匪浅呢。苏峰看了看前面服装统一的几人，还有那散发着古老沧桑气息的传送阵，周围更是将所有的气息全部隔绝。那几人赫然全都是7阶强者，这手笔不是一般的大啊！咻！苏峰内心时刻警惕着，按了按在手背之后的恶魔头颅，下一瞬他便出现在一处神秘的空间之内。第128章紫薯。苏峰眺望远去，这里似乎没有边界，而前方一人许是在等待苏峰的到来。当他出现的时候，那人只是示意苏峰跟上他的步伐。当苏峰靠近的时候，看到那人面上的面具犹如潮水一般在不停地流动着，给人一种诡异惊悚的感觉。苏峰没有过问，但心中的警惕感却是攀升了起来，不断打量着四周的环境。两人就这样行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路程。那神秘的面具男子抬手示意苏峰停下，旋即
伸手在空中摩挲着。撕了！一张状若符箓的印着铭文的蓝色透明状纸符被他直接撕裂，而那道裂缝也在此刻慢慢变大，直至可以完整通过一人。苏风入眼所及，皆是一望无垠的碧绿色草地，天上似乎还闪着点点星光，看起来惬意至极。面具男沙哑的声音在苏风耳旁回荡：“请。”苏风看了看面具男，没有察觉到其身上有任何的魔力波动，这才谨慎地跨入那道撕开的裂缝当中。途中，苏风的手掌一直按着巴拉斯的恶魔头颅，只要一有危险，就立马让这家伙出来帮忙。咯吱，鞋底踩在那些碧绿草叶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苏风放眼望去，一个有些佝偻伛偻、老态龙钟的身影正拄着一根仿若朽木的拐杖，站在草地的正中央，抬头望着天上闪烁不定的星空。那背影尽管看起来渺小不堪，但不知为何，苏风总觉得无法望其项背，似乎中间有一道天堑将两人隔开。他内心的第一反应就是这老者很强。苏风看了看手背上的恶魔头颅，早已偃旗息鼓。这家伙也怕了吗？苏风无奈吐槽道。旋即驰步向前。这就是院长口中所说的开山鼻祖吗？越是靠近，苏风越觉得眼前这身躯的可怕，甚至在其身上察觉不到半点魔力的波动。庞佛看向一处深邃无比的深渊，一切全都沉入其中。那维持原本模样的老者手掌似乎微微颤动，一道沧桑深沉的嗓音在苏风耳旁轻轻划过：“坐吧。”苏风也不知道自己为何竟然真的鬼使神差地坐到了老者的身旁。我们心中都有许多疑问，接下来我会先替你一一解答，也会告诉你前来这里的目的。苏风看到老者转身，那佝偻的身躯早已瘦弱枯骨，身上不见半点鼓动，眼窝塌陷，颧骨高挺，下巴上还留着一撮白色的有些弯曲的胡子，身上也就是粗布短衣，没有穿戴任何装备。小家伙，你似乎有些警惕。老者的眼神瞟了一下苏风左手的背面，嘴角扬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你比我想象的更加神秘，也更加出色。周遭没有任何的魔力波动，甚至没有半点威胁，但苏风就是觉得自己有些喘不过气，很是压抑。老爷子，苏风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对方，干脆随心一点了。你能先告诉我你的实力已经到达了哪一步吗？老者微微一笑，他都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听到这种称呼了。小家伙，放轻松一些，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交谈。苏风挺了挺自己的脊背，尽量不用眼神去直面这神秘的老者。实力吗？应该是9转，太多年没有活动筋骨了，我自己也不记得了。死！苏风倒吸一口凉气，我尼玛，是不是自己之前太过高调了啊？这怎么就招惹到9转大佬了？要知道，原本蓝星之中9转大佬就寥若晨星。苏风尽管不知具体情况，但也偶有耳闻，8转能够成功突破到9转的几率不足1%。苏风脸色无比难堪，强行挤出一丝笑容：“老爷子，咱们之前不认识吧？”这倒是，你不认识我，我倒是经常听你的一些事迹啊。苏风心里一个咯噔，总感觉有些不妙呢。小家伙，你手背上纹着的是1000年之前侵略龙国的恶魔统帅巴拉斯吧？老者的话语无比轻柔，但这让当下的苏风如坐针毡。完了，人类本就跟恶魔是同水火，这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苏风继续维持着之前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老爷子，您连这个都知道啊？想当初，我也是讨伐恶魔的一员。这话听着轻描淡写，但在苏风的耳旁却犹如炸雷声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眼前这位老者岂不是存活了1000年？怪不得苏风总觉得其身上有股莫名无法言说的沧桑，那是来自时间年轮的沉淀啊。只不过，很多人都在这条路上离开了，现如今也只剩下了我。落寞，悲凉。苏风手背之上的巴拉斯恨不得将自己全部隐藏。现在他实力不过6阶，面前这可是9阶大佬啊，碾死他简直就如蚂蚁一般简单。恰巧其还是抗击恶魔大军侵略的一员，可想而知对恶魔的仇视程度。完犊子了，要糟！小家伙，放轻松，你能够将其驱使，为你所用，自然是你的手段，我不会过多询问。老者话锋一转，旋即说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影霄这个组织？”苏风木讷地摇了摇头，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实在是太少了。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若你将来成为睥睨一方的强者，说不定便可以加入其中。老者望向苍穹之中，意味深长地说道：“这里名为望星园，是一处独立存在的空间。身为影霄当中的一员，这是最基本的权利。”苏风哑然，这里他明明望不到头，他完全无法观测出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但这竟然只是组织成员当中个人的专属。
我原本的名字在这千百年当中也慢慢遗失了，现在他们都称呼我为子鼠。尹萧一共12位，按照传统生肖排列下来，平时很少在外露面，只有龙国生死存亡的时候，尹萧才会全员出动。苏峰表情惊愕，那岂不是说其余11人也皆是9阶强者？什么时候9阶强者都犹如白菜了？第129章，空间奥义。似乎是察觉到了苏峰表情的变化，紫薯声音缓缓而来。目前尹萧能透露给你的只有这么多，若是你以后加入其中，龙国当中几乎90%以上的事情逃不过你的耳目，剩下一些隐私，你若是想打听。紫薯微微沉思，继续补充道，倒也不是不可以。苏峰愕然，他没有这种特殊癖好啊。等等，怎么这位老爷子似乎是想要拉他入伙呀？苏峰有些微微发懵，现在他的实力只不过5转而已啊。老爷子，你的实力都这般强劲了，还需要在组织当中吗？老者轻叹一声，蓝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苏峰侧耳躬身，接下来可能要划重点了。人类面临的不仅仅是蓝星当下的困境，内部争斗，外族侵扰，这只是表象，而且也并不致命。你一路走来，应该会有发现，蓝星现在趋于一种微妙的平衡。老者浑浊的眼眸似乎清明了不少，清了清嗓音继续说道，人类在1000年之前的浩劫当中存活了下来，文明并没有被彻底摧毁，但这些只是暂时的，也许是1000年或者是万年，蓝星必定还会被其他宇宙种族发现，到时候便是彻底的灭顶之灾。苏峰愕然，老爷子竟然知道还有其他的宇宙种族，那么也就是说不止他一人遇到了那种情况。果然跟他猜测的有些相像，蓝星远不似表面看上去那般祥和。500年前，那时我们7人全部都是8阶巅峰，苦于追寻突破9阶的方法，便想到脱离蓝星之外。老者苦笑一声，似乎是对自己的嘲弄。当时我们其中一人，他对于空间的造诣简直是达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比你在龙渊学府当中开辟出来的还要夸张，甚至他能够做到运用自如。苏峰摸了摸鼻尖，略微有些尴尬，老爷子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吧。7人用临时的空间法阵与外界隔绝开来，保持足够的氧气供应，为此我们做足了准备。可老者手掌颤抖，似乎是不愿意回想起100年前的那一幕。宇宙浩瀚缥缈，无奇不有，蓝星不过是其中一粒微小的尘埃罢了。蓝星处于烟河系当中，而我们当时甚至还没有脱离烟河系，便被宇宙外族发现。老者干脆将手中拄着的拐杖放下，也坐在了草地之上。起初我们意气奋发，找寻到了蓝星之外的种族，甚至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种磨练。诚如我们所想，那段时间我们每个人的实力都提升得飞快，甚至能够获取不少资源，外界有解决氧气供需的方式，我们亦成了宇宙种族当中的其一。老者稀疏的发丝在空气当中不停舞动，苏峰能够感受到那时的意气奋发。可好景不长，我们才刚刚知晓9阶的晋升方式，还没来得及试验，便被宇宙外族围追堵截，尽数绞杀。我擅长命理推算，占卜预知，在最后时刻拼死为我开出一条生路，强行打开一条时空裂缝，我才得以回到蓝星。老者那原本就干瘪枯瘦的胸膛剧烈起伏着，似乎从未走出那段悲伤痛苦的回忆。回到蓝星之后，我深知人类眼下的困境远远不止于此，在提升自己实力的同时，也创建了影销，并且开始吸纳强者，逐步发展，旗下耳目无数。起初龙渊学府不过是跟人随手创办，那时的我年轻好斗，并不在意，直到从烟河系当中死里逃生，我才大肆改革，用绝对的实力震慑高层，让其脱离于权力的掌控，只为培养真正的强者。原来如此，苏峰现在有了一个稍微清晰的脉络。宇宙外边果然同他猜想的那般，可是蓝星出现异常的原因，老者也并没有说，或许就连他也不知道。不过老者的经历也是丰富，以一己之力彻底改写了龙国的生态。不管未来龙国能不能在更大的浩劫当中存活下来，老者也没有辜负那些曾经的挚友。而在这些当中，最大的前提便是实力。现在苏峰最为疑惑的那点便是9阶的晋升方式。听老者的口吻，似乎不是单纯的完成转职任务。老爷子，9阶的晋升方式有何特别？老者微微摇头，那对你来说尚且有些过早，现在告诉你，只怕会影响你未来的成长。等你到达7阶后期，我自然会告诉你8阶以及9阶的晋升方式，跟普通人的会有所区别。苏峰应了一声，微微捏紧拳头，终究还是实力的问题。老者从怀中掏出几张残旧的符纸，用那饱经风霜的手指夹着递在了苏峰手中。你在空间方面的造诣颇高，我没有什么可以指点你的，这是那人留下的一些残卷，或许对你有所启发。老者看向苏峰手背之上的恶魔头颅，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恶魔的技能可以学习，但不要让自己深陷其中，或许将来会影响你的发展。老者并未多言，寥寥几语
便让苏峰铭记在心。好了，你可以离去了。若是有什么需要或者是不懂的地方，你可以询问慕容元。那小子算是我徒弟的徒弟了。苏峰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了2下。慕容元都那般年纪了，在老者面前也不过是一个徒孙而已啊。老爷子，告辞。苏峰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在他面前便出现一条空间裂缝，将攥在手中的符纸全部收起。苏峰毅然决然地踏出望星园。这一次受益匪浅，尤其是最后这几张符纸，苏峰觉得自己得到了瑰宝一般，回去一定要好好研究。老者看着苏峰的背影，微微一笑。现在他想要的答案似乎已经得到了，不知道你能否比我们走得更远。第130章空灵涡流。看到苏峰出现的那一刻，慕容元赶忙小跑过来询问，毕竟他想要见到心心念念的老院长已然是不可能的了。慕容院长，没什么，就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那位老爷子说以后有什么需要，让我尽管找你便是。慕容元当即应允。这自然是不算什么，本来苏峰就已经是赤龙小组的成员了，而且又展现出了非凡的潜力，就算是老院长不说，他也不会耽搁呀。苏峰当即接过话茬，正好他这里没有那所谓的星辰金沙，马润那边准备了部分材料，剩下的只能是苏峰自己想办法了。星辰金沙本来就异常稀有，现在天明商会的市场还在被不断压缩，想要获取更是难上加难了。有倒是有，不知道你想要多少。慕容元记得龙渊学府的藏宝阁里倒是有不少东西，当时考虑到未来的计划，老院长让争取将各个材料都准备最少一份的量。苏峰当即沉声道，有那么大一份足矣。什么？慕容元眼睛突然瞪大，要知道星辰金沙是用克来算的呀，这小子倒好，一下子上来就要全都那么大。苏峰挠了挠头，是自己要的太少了吗？那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啊。苏峰啊，这星辰金沙一克就要几百万龙币，我得先去藏宝阁里查查还剩下多少。苏峰微微颔首，原来是自己要多了呀，那就拜托慕容院长了。在慕容元离开之后，苏峰直接将速度提升到极致，转瞬之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屋之内。这里更加的幽静，或许对于研究那符纸有更大的帮助。6转任务的时限是1个月，我只要在这之内将其集齐就可以了。材料的事情我不需要过多的操心，唯一需要注意的便是那只7阶恶魔的不死心脏，这东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苏峰摩挲着带有些许棱角的下颚，继续计划着。这符纸上的皱纹给我一种玄而又玄的感觉，说不定真的能够从中悟到一些什么。苏峰拍了拍手背，让巴拉斯直接在房间之内现形。在他的房屋周围有隔绝气息的魔法阵，苏峰倒是不担心被人发现，主要是那位老爷子都认可了，其他人他自然是没有那么担心。巴拉斯，我需要你给我解析一下这符纸之上的东西。苏峰指了指上边的各种皱纹，他现在掌握的东西还是太少了。主人，好高深的空间奥义，我需要点时间。巴拉斯看到的一瞬间也是微微一怔，本来先前就高度紧张，差点又死一次，没想到那老头居然给了主人这种好东西。这是空间奥义8阶晋升9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领悟奥义。苏峰眨巴了几下眼睛，这是奥义？主人，我以我的性命起誓。死！先前苏峰还想着为啥不给自己一点实用的东西，或者是干脆教他几招，那样的话在经过万倍增幅的情况下，他的实力能够强上好几个档次。没想到老爷子是授人以渔。苏峰先前从来不知何为奥义，但巴拉斯说晋升9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领悟奥义，可想而知这几张符纸的珍贵程度，很有可能将他直接推向9转。老爷子这步棋下的太大了。苏峰看向巴拉斯，他现在想知道这家伙1000年以前的真实实力到底是什么。巴拉斯，你巅峰时期的实力是不是也是9阶？巴拉斯苦笑，看着那奥义摇了摇头。主人，其实我并没有达到9阶，只是8阶巅峰无限延长，我对奥义的领悟层次太低了。但由于我们是恶魔一族，可以不断吞噬深渊当中的魔气，或者是直接吸收其他恶魔，就导致我的魔气增长异常的迅速，别人都以为我已经是9阶恶魔了。巴拉斯看着那符纸上的奥义，有些艳羡的说道，当初我领悟的奥义层次，若是有他这般，那一战我绝不会败。那看来蓝星之上能够到达9阶的应该少之又少啊。主人，1000年以前恶魔当中也只有1位达到了9阶，但是他奥义有所残缺，后来闭关，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许现在的晋升9阶方式真的有所缺陷。那老头是我见过魔力最为强盛的一人。巴拉斯咂舌不断，似乎有些向往。就连我都感受不到任何魔力波动。知道了，接下来你只需要将这些翻译成我能理解的文字即可。日月交替，时间变换，3日、5日、7日，直到第9天的时候，苏峰才激动的起身。
他眼睛当中血丝遍布，但脸上抑制不住的狂喜。9天的夜以继日，终于是得到了丁点回报。他领悟到了。丁，察觉宿主掌握新的技能，吞噬空间。丁，吞噬空间万倍增幅，空灵涡流。空灵涡流在宿主身旁，周遭的空间会以一种别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变换。该技能可以吞噬任何攻击宿主的技能、道具、装备，甚至禁咒，只要宿主愿意，可以将生物也吞噬湮灭。死！苏风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周遭空间，确实是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魔力流动，空间变换，似乎全都凭他的心意。这种感觉，这就是奥义吗？可这几张符纸，苏风只是研究了其中一张的一小半啊。那以后我自己不就是一个可以吞噬万物的空间了吗？苏风自己都觉得这技能强得可怕，吞噬自己周边的世间万物。这技能只要开启，那苏风岂不是不惧任何的攻击？苏风自己都有些瞠目结舌，太变态了。而这还仅仅是这空间奥义的冰山一角，若是他将其全部领悟，那以后岂不是直接纵横蓝星之上？就连那外在的银河系，想必也能闯上一闯了。苏风自己都有些期待了。第131章，龙国的人，我见一个杀一个。已经过去了9天了吗？那也是时候活动活动筋骨了。苏风收拾一番，拿出通讯器，上边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消息。看来该收集的材料已经全部结束了。苏风看向已然魔怔的巴拉斯，我需要你跟我去深渊当中找寻一颗7阶恶魔的不死心脏，余下的时间你再去慢慢研究。巴拉斯不舍得将符纸重新递给苏风。是，主人。苏风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将所有的材料全都储备完毕。第一个目标，深渊。苏风再次进入深渊，这次更是轻车熟路。前10层的恶魔，苏风都懒得动手，对于他的加成实在是微乎其微。不得不说，深渊实在是一处有些诡异神奇的地方。苏风这才几天没来，里边的恶魔又全部刷新了，就连6阶恶魔也已经刷新，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了。丁，恭喜宿主击杀恶魔罗洛法斯，获得经验值50万。丁，恭喜宿主击杀恶魔杰杰罗特，获得经验值100万。丁，恭喜宿主击杀恶魔拉斯纳达，获得经验值200万。丁，经验达到上限，暂时无法升级。丁，经验达到上限，暂时无法升级。丁，经验达到上限，暂时无法升级。终于来到第21层了。苏风前边直接速通，那些恶魔全都是尽数秒杀。巴拉斯，你说在往后的20层之内就能找到7阶恶魔的不死心脏吗？主人，恶魔传承一部分也靠血脉，如果我们碰到高阶不死恶魔的子嗣，自然便可以获取，剩余的就只能靠自己的半生道具了。普通恶魔仅凭一己之力，想要到达不死境地，简直是难如登天。苏风的目光在巴拉斯的身上打量了一下，你身上应该也有不死心脏吧？巴拉斯一怔，坏了，这怎么将主意打到他的身上了？主人，我这个质量有点差劲，怕到时候影响你转职时候的判定啊。苏风伸手拍了拍巴拉斯垂下的肩膀，戏谑地说道：放心，实在找不到，再拿你开刀就是了。咯噔，巴拉斯心头狂跳不止。不行，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今天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找到一个带着不死心脏的7阶恶魔。主人，咱们还是快点行动吧。巴拉斯一马当先，在深渊当中，他又有了可以呼风唤雨的能力。可惜碰到的第1只7阶恶魔就以失败告终，一人一魔就这样在深渊当中不停扫荡，直到来到了第28层，还是没有找到。但远处一伙人的行踪突然映入眼帘。八嘎！深渊当中的恶魔全都到哪里去了？来人的语气似乎异常的愤怒，远在100余米之外的苏风都听得真真切切。部长的儿子7转需要一颗不死恶魔的心脏，若是这3天再找不到，这次的转职就要以失败告终了。你们也不想自己以及后代接下来的发展受到影响吧？众人无人敢随意言语，眼前这人乃是部长的亲信，他们不敢随意忤逆。去那边看看。恰巧苏风这时候刚刚将战利品收拾完毕，荣仓野古神色激动地看向苏风身旁的巴拉斯，这不就是他们苦苦找寻的7阶恶魔的不死心脏吗？这次步入深渊，在苏风的强势横推之下，巴拉斯的实力已然恢复到了7阶。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将那只7阶恶魔拿下，到时候我们也好回去交差。荣仓野古身旁的4人瞬间将巴拉斯包围，但他们这才发现这里居然有一个完整的人类站着。本以为是恶魔的食物，可现在很明显情况有些不对啊。总助理，这里好像有个龙国的家伙。荣仓野古上前看着苏风身上那一身熟悉的着装，确实是龙国的家伙，没有错。但是这个面孔怎么好像有些熟悉呢？
荣仓野古自问没有见过苏风，可现在就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见过这家伙。算了，杀了便是。喂，你们几个快点动手，将那小子一并斩杀。龙国的人，我见一个杀一个。荣仓野古的眼眸被镜片遮挡，完全看不清楚底下的神色。但苏风也不在意那么多，对方都要夺他性命了，那怎么能让对方失望呢？主人，让我来。巴拉斯正好也想试试自己刚刚恢复的实力，眼前这5人皆是7阶冒险者，没有比他们更加适合的对手了。行，尽可能残忍一点，不要让他们走得太过安详。苏风说完，便径直走到一块凸起的石头旁边坐下，全程没有一人阻止。毕竟在荣仓野古等人看来，眼前的7阶恶魔才是重中之重，能够威胁到他们生命的也只有巴拉斯。那小子一只随手便能捏死的小虫子罢了。八嘎，一会儿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荣仓野古嘴角挂着一丝狠厉的笑容，手中出现一把诡异的镰刀，先合力击杀这只7阶恶魔。虽然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叫那小子主人，但咱们首要的就是完成任务。几人当即展开架势，瞬间用魔法阵将这里隔绝起来，防止巴拉斯逃跑。总助理，这只7阶恶魔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啊。佐藤一郎紧了紧手中的刀把，按理来说，这种时候应该是这只恶魔暴怒、发怵或者是逃跑，反正你得给点反应才对啊。可这家伙看起来异常的冷静，甚至在用一种戏谑讥诮的眼神打量着他们的身体，好像是在寻找猎物身上美味的地方。光是被看着就有点瘆人啊。荣仓野古大骂一声：废物！这只恶魔肯定也跟人类作战过，可能以前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今天我们樱花岛的武士就让他开开眼。动手！荣仓野古手中丢出一个蛋形的物体，在空中的时候就爆裂了开来，手中的镰刀大开大合，叫嚣着就要将其划过巴拉斯那雄壮的身躯。克，有点意思。巴拉斯猩红的舌头舔舐着唇角，身上的魔气不停地翻滚着。残忍一点的话，那就用这种方式吧。第132章风斩玄刃。那道具瞬间炸成烟雾，将所有人都笼罩在内。叮！已经免疫减速、疲惫等负面效果的影响。原来是这样啊。苏风微微颔首，这种战斗素养倒是不错，毕竟面对的怎么说也是7阶恶魔，同等情况之下没有轻敌，正好看看巴拉斯的战斗能力。苏风眼睛微眯，烟雾有些影响，干脆直接开启洞察天地。荣仓野古那镰刀上闪烁着诡异的紫光，在空中留下一道绚烂的弧光，目标赫然是巴拉斯的胸膛位置。这家伙是想要直接开胸剖肚。苏风对于这群人的分配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一个主攻，2个助攻，加上一个奶妈，还搭配一个控制，倒是一个标准的队伍配置。在荣仓野古镰刀挥向巴拉斯身躯的时候，佐藤一郎跟佐藤三郎的身形也立马行动起来，武士刀跟宽刃战斧也从左右两侧逼近。与此同时，一个类似于娃娃的布偶被拿在余下一名男子的手中，娃娃眼睛血红，周身飘荡着丝丝魔力，逐渐形成一个禁锢的牢笼。夏辉子，给我加持破甲跟重伤的效果，我要将这家伙的胸膛完全剖开来。荣仓野古怒吼一声，镰刀上顿时缠绕丝丝魔力，配合倒是不错，可惜你们终究还是太差了。巴拉斯伸出壮硕的恶魔手臂，那修长的指甲闪烁着森寒可怖的光芒，丝丝魔气从地底溢散而出，将原本的那些白色雾气慢慢同化。在镰刀接触巴拉斯胸膛的那一刻，壮硕的恶魔身躯竟然诡异般的消散不见。荣仓野古心里顿时暗道不妙，下一瞬便听到夏辉子的一声惨叫，那声音凄厉瘆人，在周围不停地回荡着。苏风看到巴拉斯的手臂化为一道光刃，直接将夏辉子双腿切割开来，那些魔气仿若蛀虫一般，顺着伤口就开始朝着里边不停钻入，凡是被沾染的血肉全都快速地被融化着。你们还愣着干嘛？山口本人，你的控制技能怎么还没生效？荣仓野古倒是处变不惊，毕竟没有多次的战斗经验的话，他也不会这么快做到这个总助理的位置。仅次于部长。总助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技能无法完成，我的傀儡好像出现了问题。八嘎！荣仓野古怒骂一声，怎么偏偏在这种关键时候啊！又是一声惨叫，这次是刚刚说话的山口本人。Castle！ 荣仓野古瞬间激活一只替身草人，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保命要紧！这恶魔的实力根本不是普通的7阶恶魔，居然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在几秒钟的时间之内直接将2人打废，甚至还用黑雾遮蔽了他们的双眼，真是见鬼！视野受限，根本不知道接下来如何应对。这种深渊魔气跟普通的雾气还不同，一旦凝聚很难驱散。十字斩！
佐藤一郎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听到一处动静，直接朝着那个方向就是一个斩击。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打错人了！佐藤三郎摸着被砍出一道裂缝的铠甲，不由得心头一惊。虽然受到些伤害，但并不致命。三郎，慢慢靠近我的位置，只要我们两人背靠背，应该可以应对这种突发情况的。两人当即开始谨慎的行动，一步一步的朝着彼此靠近。噗嗤，噗嗤！佐藤一郎跟佐藤三郎看着从胸腔之内穿透而过的魔爪，心里暗道坏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胳膊也被直接卸去。这一下就连道具都使用不了了。4道凄厉的惨叫开始萦绕在荣仓野古耳旁，他默默地后退着。替身草人的时间可是有限的，那家伙再不攻击他，等会儿可就失效了。再次启动也要浪费时间的。荣仓野古现在心里有些慌乱了，5人小队一下子折损4人，而且全都是转瞬即逝。这恶魔甚至还要折磨他们一番。风斩、玄刃，荣仓野古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其余几人都已经被废，跟死亡也没有什么区别。那就趁着替身草人这最后一点时间，使出自己最强的技能，说不定能够扭转战局。荣仓野古的镰刀此刻完全成为了电紫色，周围呼啸的风声不断朝他靠近，在镰刀周围形成道道风旋。恶魔、龙国人，统统都得死！只要将不死心脏带回去，损失几人又算得了什么？荣仓野古疯狂地喊叫着，几瓶液体被他全部倒入腹中。席内，荣仓野古单手提起镰刀，直接绕着周身转了一圈，一道肆虐的紫色光刃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首当其冲的便是此刻躺在地上痛哭哀嚎的几人。本来身体就无法聚集魔力，还要抵挡深渊魔气的侵蚀，此刻哪里还能挡得住这道如此迅猛的光刃？咻！周围一瞬间寂静无比，只留下那光刃不断前行的声音。荣仓野古嘴角浮动，还没有结束呢。这次的魔力更加的狂躁，其上还闪烁着丝丝电光。最后一舞，荣仓野古双手提着镰刀，绕着周身整整旋转了3圈，一个100米长的镰刀幻影随之出现。嗡！镰刀所过，一切全都化为虚无。哼哼，可惜你的目标没有第一时间放在我身上，不然你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荣仓野古衣襟溃烂，发丝低垂，哪里还有先前那种职场精英的精干模样？一股虚弱的疲惫感席卷荣仓野古全身。强化药剂的影响，可嗨找个地方休息休息，然后将他们的储物戒指全部收走，加上那颗不死心脏，我可以顺利回到樱花岛的。荣仓野古走了2步，发现情况好像有些不对，这深渊魔气怎么还聚集在这里？按照常理来说，恶魔身死，深渊魔气自然会溃散不止。可现在，马萨卡！一道诡异低沉，仿若死神宣判的声音在荣仓野古耳旁响起。这娃娃不错，借我玩玩。荣仓野古冷汗直流，身上的衣襟都被全部打湿，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刚刚的技能，这家伙是怎么躲开的？对了，黑雾，外边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完全无法感知。既然他们都被你杀了，那么剩下的一切只能全都施加在你的身上了。凄厉的惨叫喊声响彻深渊当中。第133章死神之镰。尽管到了第29层，苏风似乎还能听到荣仓野古那凄厉的叫喊声。在离开之余，巴拉斯简单操控深渊魔气，布置了一个法阵。荣仓野古的身躯会被魔气慢慢的侵蚀，直到彻底死亡。而巴拉斯早在第一时间就将5人的储物戒指全部交到苏风手中。只有一本技能说啊，苏风有些无语。不过里边的珍稀材料还是有着不少的，光是樱花岛的货币就高达1000亿之余。只可惜樱花岛跟龙国的货币比例是10比1。苏风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他这一次的收获在400亿龙币。让苏风惊讶的是巴拉斯的实力，虽然同为7阶，但这家伙似乎强得可怕，能够将5人全都戏弄于股掌之间，有点意思。不过之前苏风就了解到，恶魔在深渊当中的战力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再加上巴拉斯本身就是1000年之前的恶魔统帅，对于魔气的使用自然是比别人要高明不少的。第32层，主人，那只7阶恶魔拥有不死心脏，而且稀有程度并不低。哦，苏风本来还以为需要继续探索下去，没想到这就找到了。那好，苏风开启洞察天地之后，看到一只7阶体型怪异，犹如一座肉山的7阶恶魔，身后的翅膀不停地拍动着。主人，不死心脏可以帮助恶魔重新聚集深渊魔气复活，所以第一击要争取超过身体的承受限度，否则恶魔的躯体会慢慢汲取深渊魔气，接下来就很难打了。苏风微微颔首，那就试试自己的上帝意志吧。嗡！苏风觉得
周身的魔力此刻似乎全都在朝着自己的食指汇集而去，甚至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毁灭之力。巴拉斯在旁边大为震撼，这有点像是上次他说出来的几个技能之一，但威力怎么大相径庭啊？巴拉斯不由自主地后退了2步，曾经那种恐惧感再次从心底席卷而来。他疑惑不解，怎么现在都恢复到了7阶的实力了，怎么还会对一个技能畏惧到如此地步？人类？恶魔？而远在万米之外的奎尔特将旁边的肉块拿起来，大快朵颐地咀嚼着，突然发现2道不同寻常的气息入侵到他的领地，不是波拉古，也不是玛卡吧？这股恶魔气息我怎么从来没有感受过？奎尔特臃肿的身躯开始颤动，一股来自原始的求生本能在驱使着他的身躯。怎么回事？心脏的跳动声响完全停不下来，而且还有一种悸动伴随左右。奎尔特四下张望，没有任何的异常，难不成是这肉的问题？奎尔特将一条腿拿起放在手中，怎么查看还都是先前那般。怪了！咻！下一瞬，一道淡蓝色的流光瞬间划过，砰！奎尔特肉山一般的身躯重重倒在地上，身体慢慢的沉浸在枯燥的土地当中，化为丝丝魔气。走吧！苏风身形一闪，将那还在不断跳动的恶魔心脏捡起。这就是恶魔的不死心脏。苏风手中拿着一颗类似巴掌大小的诡异黑色石块，其上纹路复杂，不断吸取着周围的深渊魔气。主人，这就是了。有了巴拉斯的确认，自然就不用再仔细辨认了。巴拉斯，这怎么保存？主人，需要简单构建一个魔法阵，保证丝丝魔气的供给，但又不能让其重新复活。苏风懒得听下去，干脆甩给巴拉斯，你解决就是了。龙渊学府。从深渊当中出来之后，苏风拿到了一份较为详细的龙国地图。此刻他站在赤金亚龙然的头顶，正朝着雷克塞谷所在的城市库尔阔进发。苏风将那本在深渊当中获取的技能书取出，上边印着收割镰刀4个大字。叮！宿主学习新的技能，收割镰刀。叮！收割镰刀万倍增幅，死神之镰。死神之镰召唤一把100丈之长的死神镰刀，对前方弧形范围内的敌人进行伤害打击，造成50%万的灵能伤害，附带30%的吸血效果，对低于10%生命值的生物将直接造成斩杀效果。原本以为跟那家伙的镰刀差不多，没想到死神之镰居然这么强劲。苏风也暗自咂舌，死神之镰的伤害范围倒不是很高，只有几百米这样，但造成的伤害不俗。30%的吸血效果，其实对于苏风来说就是鸡肋一般的存在。毕竟现在一般人也伤不到他，除非是觉醒了特殊奥义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后方的斩杀效果了，10%以下竟然直接斩杀，可想而知这死神之镰的效果多么夸张。这样以后就算是遇到那些能够抵挡下来攻击的魔兽，也不需要多费心思再去动手了，死神之镰直接收割便是。不错，这样以后实在是方便不少。苏风靠在赤金亚龙然头上的触角位置，似乎比以前变得壮实了一些。回过身来仔细查看，这吐出来的长角竟然又增长了半米有余，怪不得靠起来舒服多了。小然，你实力精进了，之前吃掉的东西全都消化完了，后来慕容园那个老头还给了我一些特殊的东西，我全吃了，就这样了。苏风微微颔首，这样来说对他倒也不错。往后若是前往银河系的话，赤金亚龙然也算是不可或缺的战力了，而且有这家伙也不需要自己耗费力气赶路。现在巴拉斯都已经成长为7阶恶魔了，赤金亚龙然这边也不能落下。反正这俩家伙都靠吞噬就能增长实力，跟苏风来说还是有些本质区别的。库尔阔底下人山人海，人影攒动，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上方足有100丈的雷克塞谷。呼呼呼！前方那些穿着祭祀服装的青壮男子举起手中的钢叉，不断的呼喊着。今天是库尔阔这里百族重新选定酋长候选人的时候，每10年举行一届，为的便是从众多候选人当中选拔出最为合适的酋长，毕竟关乎百族接下来的发展。是神龙！这声音立马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抬头望着天穹之上，果然发现有一条长达1000米的神龙在朝着他们这里飞翔而来。第134章神龙降世。迪拉姆、卡托乌本来还在为自己的儿子祈祷，看到神龙降世，以为是腾龙垂青。库尔阔位于卡巴桑省，处于龙国的西部地区，跟大多数城市还是有些区别的。这里信奉图腾，相传1000年以前，在恶魔侵略家园故土的时候，是诸多的魔兽拯救了卡巴桑，将所有的恶魔驱除殆尽。而后来那些身影便被记载下来，刻印在图腾之上。而雷克塞谷也是当时战争流传下来。为了祭奠那些逝去的英雄，
便成为了库尔阔百族的信物之一。卡巴桑省几乎很少有人参与龙国的考核选拔，在这里，他们有一套专属的流程。而对于库尔阔的人们来说，能够引起雷克塞古翁名声较多的转职者，那将会成为酋长候选人之一。他们觉得这是命运参与选拔的公正结果，是双向奔赴，故此称之为共振。是神龙显灵了，请神龙保佑我的儿子能够成为酋长候选人之一，以后我一定会勤加供奉的。没想到神龙都会参与这次的祭祀选拔，我们库尔阔的百族一定会出现带领我们走向辉煌的天选之人。赤金亚龙然现身之后，底下的百族之人更加的虔诚，这是专属于他们的信仰。父亲也真是的，非得让我来参与这库尔阔的什么祭祀选拔。一名衣着华丽的少年肩上挑着一面颜色特殊的布匹，看向前方不满地嘟囔道：这些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都在这里站了2个多小时了呀。一旁的中年男人小声提醒道：言少，这库尔阔的祭祀每10年举办一次，作为他们百族选拔酋长候选人的方式。一旦成为酋长候选人，那么便拥有进入一个特殊秘境的机会。据说里边留下了许多的魔法烙印，对于以后的自创技能甚至领悟奥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男子继续劝诫道：可除了这库尔阔的百族之人，外来之人不得超过3位。家主也是花了不少的资源才弄到这么一次机会。少爷，你现在已经是6转，如果没有领悟独创技能的话，恐怕是无法晋升7转的。严华本来慵懒的表情，在听到这话之后瞬间变得狰狞了不少。他虽然看上去还是20几岁的模样，但实际年龄都已经超过100岁，光是在6阶停顿的时间就达到了70年之久，所以严家家主才会如此急躁。本来严华也是为数不多的天才，再加上无数的资源浇灌，实力等级自然是突飞猛进，可偏偏卡在了这6转阶段。虽然提升实力能够延长寿命，但6转最多也就是300余年而已。这副皮囊还是专门让女巫炼制的药剂，可以极大的延缓衰老程度。尤达，当狗就要有当狗的觉悟，什么时候轮到你对我指手画脚了？严华面色骤变，声音甚至带着一丝凄厉。达不到7转是他不想吗？鬼知道为何自己迟迟创造不出独属于自己的技能。尤达赶忙低头道歉。他深知严华的脾气，虽然年过100岁，但在家中依旧是被宠成孩童那般，对于外界的诸多事宜也是知之甚少。一尊实力强劲的8转职业者，堪比无数个只会动脑的生意人，不仅仅是威慑，带来的更是诸多的资源。严家本以为以严华的资质可以一飞冲天，可谁成想达到6转以后，往日的天赋似乎都已经用尽了一般，任凭怎么堆叠都无济于事。但他们又不想如此轻易放弃，自然是想尽各种办法，哪怕是到达7转也好啊。龙，严华此刻也是目瞪口呆，本来以为那些人信奉图腾不过是脑干缺失罢了，不成想竟然真的有龙降临。这要是魔兽的话，看到底下成千上万的人类早就开始大肆屠杀，寻求果腹了。饶是严华此刻也不由得低头，心里存着一丝侥幸，说不定我这次真的可以。苏峰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人群，这里果然是如传闻当中的那般。小然，你留在这里，我下去结束之后咱们就可以离开了。苏峰踏步而出，一跃而下，直直地朝着雷克塞谷的正前方而去。你们看，那里有人，似乎是从神龙的身体上跳跃下来的。众人本就惊愕不已，虔诚膜拜，这下看到上边跃下一人，更是觉得神秘无比。就连穿着粗布短衣、一脸枯瘦、皮包骨头的老酋长，身体也是颤抖不已。苏峰降落在地，面前是高达100丈的雷克塞谷，宛若森严壁垒一般，看起来牢不可破。酋长，那人无视我们的祭祀，应当严加惩治。傅毅，既然有人敢挑衅我们库尔阔百族的信仰，而且一看就是内地来人，必须让他们付出一定代价。酋长浑浊的眼眸在此刻清明了不少，内缩的嘴唇微微合动，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半分言语，只是失望地看了眼那几人。巴拉达，扶我过去。酋长枯瘦的身躯在巴拉达的搀扶之下缓缓起身，在祭祀之中不得动用半点魔力，这是库尔阔百族的规矩。这么多人排队吗？苏峰看着前方站着足足数百名少年少女，此刻全都将目光聚集在他一人身上。还不开始吗？全场无一人回应。苏峰尴尬地挠了挠头。少年，可是神龙派来的天选之人？苏峰满头问号。这位老者实力看起来颇为不俗，但身体枯瘦的只有1.5米左右的个子，而且旁边还被一位壮硕的中年男子搀扶着。老伯，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老酋长脸上的皱纹这下堆叠得仿若田地当中的沟壑那般深沉。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呀！
老酋长指了指天上的赤金亚龙髯，声音嘶哑地说道：“可是神龙派你而来。”苏峰微微颔首：“我确实是从上边下来的。”全场寂然。下一瞬，老酋长带头下跪，其余人皆是如此。苏峰赶忙将其搀扶。这是什么道理？第135章999响。老伯，你这让我有点受不起啊！苏峰现在也大体看了出来，这老者是这里说话分量最高的。老酋长伸出手指，颤抖不已。您是否也要进入那残尸魔骸当中？苏峰一脸疑惑，这残尸魔骸又是什么地方？老伯，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我只知道我要来敲响这面大鼓，其余的你们继续，不用管我的。那有黑枯兽的身躯这下颤抖得更加剧烈，合动的嘴巴激动不已，只是呢喃着：“是了，是了。”苏峰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片刻之后，那老者一脸虔诚地望着他：“您无需参与共振环节，也可以进入残尸魔骸当中历练一番，请上座。”老者手掌指向雷克瑟谷旁边摆着的空荡座椅，那里本来就是让图腾之灵休憩的地方。现在既然使者都已到来，没有理由空着的。啊！苏峰哑然，他不就是来敲响这面雷克赛谷的吗？怎么现在不让敲了？苏峰还在思索之际，便被引导至那座椅之上。好吧，先看看什么情况。迪拉姆·卡托乌挺了挺那臃肿的肚腩，望向自己儿子的目光显得更为炽烈。若是在使者大人面前展现出非凡的潜力，那以后自然是平步青云的。更何况范塞西·卡托乌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潜力，隐约有着争执第一的趋势。切！严华看向众人的眼神当中不禁充满了鄙夷。都什么时代了，居然还崇敬什么神明？再者说了，这小子也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说不定是骗吃骗喝。看他那副做派就知道一无所知了，一脸的懵懂。这些人居然还相信他是什么使者，简直是愚昧之极。严华才刚刚吐槽一句，旁边一身上刻印着奇异图画的几名男子就面色不善地盯着他。外乡人，这里不欢迎你。严华一怔，本来他也不想在这里待着，要不是他的父亲严苛一力推荐。你这家伙什么眼神？就连你们西西塞利的族长都对我礼遇有加，你居然跟轻视我！严华面露凶光，尤达站在一旁不敢言语。刚刚才被严华怒怼，严华的脾气就这样，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变得更加的恶劣。尤达暗自叹息，也许这便是严华无法到达七传的原因吧。欲速则不达，心态实在是太重要了。严华这话语说完，周围的那些原本在地上跪拜的人皆是面色不善地看着他。愚昧！严华居高临下地看着这群跪倒在地的人，眼神当中满是讥诮。外乡人，离开这里，除非你想挑战我们百族的权威。这里发生的动静很快便引起了长老级别的关注。一名头上插着一些志灵的老者快速到此，周围的那些族人立马将刚刚的情况告诉了他。对我们不敬可以，但是对使者大人不敬，简直是罪恶滔天。外乡人，剥夺你们参与此次祭祀的资格。长老握着拐杖的大手不由自主地握紧，拐杖重重地砸在地面之上，似乎是在表明他们的态度。半炷香的时间，若是你们再不离开的话，我们只好主动驱逐你们离开了。严华本来就觉得这里没什么东西，落后、贫穷、凋敝。若是真的可以获得什么东西，这些人怎么可能还这么愚昧？正好，小爷我才不稀罕。严华转身就走，后方的几名护卫面面相觑，皆是暗自摇头。这下彻底没辙了。而这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整体的祭祀过程。老酋长举起手中的木杖，上边是一颗狰狞无比的兽头。共振开始！周围鼓声阵阵，还伴随着苏峰许多听不懂的话语，似乎是在呐喊助威。好，好，好！只见底下有数百名衣着怪异的人员，就连头颅都被包裹在内，做着一些怪异无比的动作。片刻之后，所有人都拈香祭拜，随后开始给面前那些少年少女额头之上点上类似朱砂一般的印记。良久，老酋长走到苏峰面前，恭敬的道：“使者大人，还请您擂鼓，为接下来的共振仪式引路。”苏峰看着上边的小锤，伸手拿起，随便敲一敲吗？老者点头，全凭使者大人心意。苏峰心里暗自思索，这雷克赛谷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继续敲击，不如就趁这个机会直接将自己的任务完成。就这么定了。苏峰走到庞大无比的雷克赛谷之前，抬头望去，中心位置似乎更加坚硬一些。咻！苏峰身形飘然而起，在雷克赛谷的中心点力定身形。就这里了，如果我使用上帝意指的话，应该可以轻松达到300万。苏峰看向手背，巴拉斯，
这雷克赛骨破不了吧？主人，这雷克赛骨是魔兽阔阔屋以前精心打造的，所使用的材质其实跟堕天相差无几，主要是为了克制恶魔鹰漫天，这才耗费巨资打造了这战骨。看这样子，阔阔屋应该是死在了1000年之前的那场大战之中了。苏风哑然，那这雷克赛骨也是传说级别的物石了吧？好，那我就放心了。苏风抬手而立，一股庞然浩瀚的魔力涌动指尖之上，底下的人全都注视着那健硕的身影，感受到磅礴无比的魔力。众人皆是将头颅埋得更低。上帝一指，一道湛蓝色的光束随着鼓吹的身影骤然而至。砰！剧烈的声响响彻四周，久久无法停歇。嗡嗡嗡！雷克赛谷的嗡鸣声在四周不断回荡，漫山遍野皆可耳闻，足足响彻999声，这才停止。我这算是达到300万了吗？苏风身影缓缓落地，本想询问那老酋长，结果对方这下速度更快，直接就是跪地不起，还望使者大人领导我们库尔阔百族。在场之人无不跪拜，主要是拒不跪拜的人已经被清除出场地了。老伯，能先起来说话吗？你先告诉我，这雷克赛谷想了这么久，到底是怎么回事？老酋长抬头，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使者大人，这雷克赛谷每造成10万伤害响彻一次，您这足足响了999声。相传1000年之前那位大人耗尽毕生心血，震鼓999响，方才将恶魔鹰漫天一众击溃，守护卡巴桑省一方安宁。老者涕泗横流，继续补充道。而那一战的地点便是如今这库尔阔。第136章兵临玄龟。苏风倒是没有关注那么多，只知道自己完成了转职任务，紧接着继续坐在那大鼓旁边，看着一个又一个青壮男女不断抨击鼓声，最响的也不过就是9响。苏风百无聊赖地坐在凳椅之上，脑海当中开始回想那些符纸上的空间奥义。直到几个小时之后，那老酋长声色激动地喊叫苏风，他这才有了反应。使者大人，还望您能够带队进入残尸魔骸当中，完成这次祭祀的最终阶段。老者语气带着些许请求。苏风不知道那残尸魔骸是什么地方，只能无奈地询问。使者大人，那是1000年之前留下的战场，如今自成秘境。经过多年的挖掘，里边的装备跟道具或许不多，但其中的法阵还有一些铭文的刻画，甚至一些技能的残留都还算是清晰。老者滔滔不绝，丝毫没有半分疲惫。使者大人这般实力，里边或许是用不到了。不过等到使者大人出来，我们库尔阔百族会表明我们的心意，还望使者大人不要推辞。老者苍老的身躯再次拜倒。苏风面露沉思，正好转职任务当中有一项融合魔法，说不定对我有什么帮助呢。若是里边能够得到一些东西，那倒是更加的划算了。苏风心中暗道，旋即口头答应下来。残尸魔骸，在秘境入口处，苏风便感觉到一股炽烈萧瑟的杀意。庞佛那战场经过1000年的演化，依旧是先前那般肃穆嗜杀。使者大人，一切就摆脱您了。苏风摆了摆手，带头走进了残尸魔骸当中。呼！苏风才刚刚步入其中，迎面便传来一股血腥悲凉的萧风。地上残肢断骸，各种损毁的道具，兵刃无数，有些甚至已经沙化。不过这些全都不能使用了。不愧是1000年之前的战场，现在依旧感觉有些肃杀薄凉，就连这土地都染成了血红色，真不知道当时伤亡了多少。苏风转身看向后方的100余名男女，你们自行探索，不用管我。众人面面相觑，旋即散开。苏风手背上的恶魔头颅散发着炽烈的红光，紧接着便在苏风旁边恢复模样。主人，我察觉到了这里有一漫天的气息，那家伙说不定也没有死亡。巴拉斯嘴角微翘，一丝残忍的笑容浮现，就算是死亡，我也有办法吞噬他的魔力。苏风微微一怔，看来恶魔之间也不是那般通力合作啊。他们的人生信条看起来简单得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去吧。记住，如果遇到什么像你之前那般储存的东西，或者是厉害的魔法技能，全都给我带回来。是，主人。巴拉斯跟着苏风这么久，自然是深谙其道，绝不能随意浪费东西。先到处逛逛吧，看看能不能有所启发。苏风负手而立，开启洞察天地，观察着整个战场当中魔力的浓郁程度。东方，怎么感觉那人的魔力气息跟雷克赛谷的有些相像？难道是阔阔屋？苏风没有犹豫，直接闪身而去。咻！流光转瞬即至，地上那狰狞的兽骨此刻依旧坚挺，尽管1000年都没有被时光彻底腐蚀殆尽。苏风看着那高约10多长，长约40-50丈的骨架，陷入了沉思。若这真是阔阔屋的话，那原先本体的有多大？想到赤金亚、龙然那般，苏风倒是也释怀了。
魔兽当中似乎有一种信条，躯体更加庞大的，更有尊严一些。早知道问问这阔阔乌生前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魔兽了。苏风开始围绕着骨架仔细探查，良久，在一处骨头颇为密集的位置，竟然生生缺了一节。怎么看这里都比较重要啊！苏风开始推算，这里大概是心脏的位置。在土地下边查看了一番之后，苏风依旧没有发现那节断骨，倒是在下方发现了一些刻印着的铭文。真麻烦，看不懂啊！苏风无奈，看来得找个机会跟巴拉斯好好学习一下了。苏风没有头铁，绕着四面八方不停地转悠，直到几乎战场各个重要的位置全都观测了一番，这才漂浮在空中，开始慢慢思考。嗡！一道充盈的魔气冲天而起，随后便是一束黑光朝着苏风修然而来。主人，殷漫天急急垂危，我已经让他摆脱了千年的苦痛，没想到他的状态比我还惨，就连维持一点形态都做不到。巴拉斯有些感慨，在其手掌中浮现一根精致小巧的骨头，不过长约数十寸而已，通体晶莹雪白，在前端有一团凸起，跟别的地方格格不入，就像是一个骨锤。苏风无奈，巴拉斯这才步入人世几天啊，这就学到了，吞了就吞了呗，还找借口？又不是光头秃驴，做什么事情还要找个借口，虚伪至极。不过这骨锤倒是有点奇特啊。苏风伸手接过，细细端详着这骨锤，随口问道：巴拉斯，阔阔乌是什么类型的魔兽？主人，是一只冰灵玄龟。那面雷克赛骨是他的龟甲，我倒是挺佩服这家伙的，为了击败殷漫天，居然宁愿身死，将自己的龟甲彻底炼制为战骨。苏风微微颔首，那这下就对得上了。巴拉斯，跟我来。苏风指着那庞大骨架缺失的位置，这里是什么部位？主人，这是阔阔乌心脏的位置。我当时也是略有耳闻，听说冰灵玄龟一族的族长为了击败强势袭来的殷漫天，不惜截断心头骨，用心头血炼制骨锤，在龟甲当中布置生生不息的魔法阵，用双手控制自己的心来击打身躯，造成连绵不绝的哀痛，不断激发身体当中的潜能，以此做到共振和鸣。巴拉斯叹息一声，或许殷漫天败得不愿，这战场当中的景象，巴拉斯自然也是全部收入眼底，双方都知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场战争似乎没有赢家。苏风顺手将那截断骨恢复原位，咻！白光闪烁，那骨架微微震动，似乎有了存活的趋势。第137章神灵的兵器。流光只是存在片刻，在苏风勉强凝结成一个无比模糊的身影。若是细看，能够发现那是一只乌龟，身形极其微弱的乌龟。人类？恶魔？难不成那场战争终究还是失败了吗？乌龟呢喃自语，语气极其悲凉。没有，恶魔依旧处于深渊当中，这只算是特例，是我的契约物。饶是苏风也对面前这冰灵玄龟心底浮起丝丝敬意。为了获胜，不惜牺牲自己，这是何等气魄！哈哈，好啊！这笑声让那本就微弱的流光震颤不已，似乎随时都会消散。多谢你将我的残躯补充完整，也了了我的心头祈愿，我的这丝执念也不会在这片土地上逗留下去了。流光开始变换，直至化为一段文字，伴随着最后一道声音，冰灵玄龟阔乌彻底消散。年轻人，我没有什么能送你的，这是我将阴与冰结合的感悟，能悟到多少就全看你了。多谢前辈。苏风拱手。虽然千年之后种族不同，各自杀伐在起，但千年之前，为了保卫故土，各族共同抵御外敌的那种事实，却是丝毫做不得假。主人，全部记录，顺便翻译完毕。苏风看着巴拉斯重新刻画在空气当中的文字，这下熟悉了不少。通过声音将魔力掩藏，从内部释放冰息，将目标摧毁吗？苏风略有所感。可这声音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技能，根本不知道如何将魔力融入其中，这倒是有些麻烦了。巴拉斯闻言，在空中直接再次刻画起来。他之前也不懂，但吞噬了殷漫天之后，很多技能跟学识都浮现在脑海当中。虽然不及殷漫天那般精妙，但起码也算是手段之一了。苏风眉间一挑，巴拉斯这一手倒是雪中送炭啊。苏风没有去刻意去学习相关技能，而是掌握魔力的流转，如何将其融入旁人微不可察的声音当中。时间悄然而逝，直至黄昏，苏风这才明悟，我懂了。既然如此，那么我便将声音与锋刃所结合，真正做到杀人于无形。叮！恭喜宿主领悟新的技能风声鹤唳。叮！风声鹤唳万倍增幅，形化如神。形化如神，宿主可以随意将魔力潜藏在风势当中，并且可以主动控制风的大小以及声音的高低，不光是高山流水，还是惊涛骇浪，一切皆为随心，
所造成的伤害也取决于宿主注入魔力的大小，最高伤害1000000百分号。周围微风阵阵，缓缓而过，突然又呼啸不已，仿若嘶鸣。在空中流转的魔力不断变化，巴拉斯不解，但能够从中感觉到一种恐怖的威势，一种内敛的威势。若是他不懂声音遁形的轨迹，或许也无法察觉。巴拉斯看向苏风，眼神当中的崇敬又浓郁了不少。主人的领悟力实在是太过可怕。苏风握了握摊开的手掌，刚刚在数万米之内，所有的一切都仿若掌控在他的手掌当中。只要他愿意，可以将这里完全摧毁。看着蜕变完成的形化如神，苏风心里有些激动。这技能以后真的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当中，就算是被人围殴，也能转瞬之间扭转战局，别人防不胜防。苏风自己都有些期待了。结束之后，苏风便朝着入口处走去，那里早已站定100名男女，此刻只等待苏风一人。可以了，出去吧。老酋长拄着拐杖，早已带领上百名族长在此等候，在其手中拿着一张被岁月侵蚀、有些厚实的羊皮卷。使者大人，这是我们祖先所留，其上记录着2种顶尖巫术，一种为审判巫术，一种为尸骨巫术。您作为能够跟雷克塞古共鸣，达到阔乌图腾那般地步，这巫术您自然有查看的权利。老酋长虔诚当中带着一丝激动，将羊皮卷放在苏风手中。使者大人，这巫术一般人无法领悟，其上的铭文实在是太过复杂，只有身为酋长候选人的那些年轻男女可以有权利观看一次，但这么多年，只有一人领悟了尸骨巫术的皮毛。老酋长语气当中带着一丝哀怜，但他醉心于此，想要全部掌握，最后被蛊虫噬尽，还望死者大人莫要执着。苏风嘴角一抽，这玩意儿这么邪乎的吗？有点意思，刚刚才从巴拉斯那里学到了大部分的铭文。苏风拿过羊皮卷，当即展开，一股古老质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叮！恭喜宿主掌握新的技能审判巫术。叮！审判巫术万倍增幅，神灵的兵器。神灵的兵器，宿主在对目标实施审判巫术之后，可以从永久放逐、堕入深渊、毁其心智、万劫不复、粉身碎骨等效果当中任选其一，施加于身，对方无法抗拒，除非已然成神。该技能冷却时间 72H。 死！苏风倒吸一口凉气，这也忒强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以后岂不是神灵之下直接无敌了？先前那死神的一语还有些许限制，如果精神力过于强大，还是无法将其直接废掉的。但这神灵的兵器可不跟你讲那么多的道理，神灵之下皆为蝼蚁，这技能实在是太贴心了，甚至给你准备了几十上百种选项，让你随意评判对方的命运。苏风细细查看了一下，这里边似乎粉身碎骨都算是轻的，毕竟不用忍受折磨，直接就挂掉了，也算是一种解脱。而其余的类似于万劫不复，对方就是想死都死不掉啊，甚至还要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简直夸张至极。尽管这技能有着72小时的限制，但苏风一点都没有介意。72小时，这简直是写赚好吗？也就是说，苏风72小时之内可以随意在蓝星之上抹杀一人，这是何等无解的手段，简直是匪夷所思。第138章卡拉萨尔。叮！恭喜宿主学习新的技能尸骨巫术。叮！尸骨巫术万倍增幅，巫蛊之祸。巫蛊之祸，宿主可以控制成千上万的蛊虫对敌人进行围剿，蛊虫也拥有一定得控制效果。宿主在培育蛊虫时候，成长速度可以达到1000倍，甚至蛊虫可以进化出不同的路线，觉醒天赋技能得概率将变为100%。苏风眼睛微眯，这巫蛊之祸看起来确实是很强，但蛊虫需要培育啊。尽管成长速度奇快，却不是苏风的第一选择，主要是还需要给蛊虫准备专门的培育巢穴，以及一些食物，配备适合它们生存的环境。这对于当下的苏风来说稍微有些麻烦了，不过这技能倒是可以作为一种储备，毕竟技多不压身嘛，说不定以后会有用到的一天。没想到这次除了完成任务还有意外收获，接下来需要去击杀喀错兽人就可以了，余下的燕燕猎鸟的半生道具让小然去拿就行了。苏风内心暗自思量着，精灵一族比较难寻，好在是时间足够，先将其余的任务全部完成，顺便打听打听关于精灵的消息。苏风内心重新制定了一番计划，将羊皮卷合拢，苏风重新交在了老酋长的手中。这毕竟是人家传承已久的东西，他也是机缘巧合才能看到。使者大人，您……老酋长心里大为不解，这只是简单瞟了一眼啊，难不成这就足够了吗？难不成是使者大人看不上，亦或者压根不想要这东西吗？老伯，这东西太过珍贵，你还是收起来。老酋长手掌颤抖，
将羊皮卷重新拿在手中。老伯，我还有要事，接下来可能不能在这里久留了。使者大人，您难道不愿意带领我们百族吗？苏风满脑黑线，他现在自己得事情还一团糟呢。老伯，若是以后库尔阔有难，我会出手一次的。我觉得你们百族当中优秀的青年男女不少，可以从他们当中选中一个就行，譬如他。苏风直接指向了范塞西卡托乌。老酋长心领神会，多谢使者大人指点。苏风眼见解决，身体腾空而起，朝着赤金亚龙然的背后漂浮而去。不能再拖下去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等着我解决呢。苏风站在赤金亚龙然的头顶，看着远处的山林，目光悠悠。小然，朝西北方向飞行1200公里，停留在卡拉萨尔洞穴，剩下的时间你去库尔库山脉，将燕燕猎鸟的半生道具带回来。好的，主人。卡拉萨尔洞穴尽管命名为洞穴，但却奇大无比。这里所指代的是10几处连绵不绝的山脉，在其内部举着这成千上万的喀错兽人，这是属于他们的地盘。很少有人类到此，魔兽亦是如此。喀错兽人力大无穷，而且嗜杀成性，再加上彼此团结协作，几乎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招惹他们。喀错兽人最喜食肉，而且是新鲜的血肉，会成群结队前去大量猎杀人类的冒险者，以及各种不同的魔兽，以此来维持他们正常的食物供应需求。卡索在卡拉萨尔山脉当中，随处可见喀错兽人的踪迹。嗨，卡斯波，看来你今天的收获很不错呀。卡索目光扫过卡斯波身后，后方人类跟魔兽的身体直接被横穿过，伤口之处的血迹已经慢慢结痂，但脸上全都是呈现不同的虚弱神色。今天运气不错，出去居然碰到人类的工会在开战。卡斯波3只树瞳异常活跃，猩红的舌头在发青的唇边舔舐着，其上还有一些淡淡的血渍。我直接让这些家伙们将外边全部围起来，开始慢慢绞杀。不得不说，人类的血肉真是美味。卡斯波似乎还在回味，这让对面的卡索有些艳羡。在外边将战斗消耗的全部补齐，还剩下这么多，起码接下来几天的食物有着落了。我可以用这些再次诞下强大的子嗣。卡斯波硕大的手掌在青色的壮硕身躯上拍打着，旋即带着诸多兽人就直接离开，只留下卡索带着身后的几只兽人不断的吞咽着唾沫。卡索，要不我们也去找人类狩猎吧？那股香味我真的有些把持不住了。既然卡斯波都能遇到，说不定我们也差不了呢。再说了，我算算，我们已经13天没有吃到人类的血肉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肉干，味道差得太远了啊！卡索树瞳紧闭，似乎是在思索。不要离开太远，我们下一次的狩猎应该是2天后，现在先解解馋，走吧。在卡拉萨尔边界位置，一条巨龙停在半空当中，其上一道人影迅速坠落。甩了甩松散的手腕，苏风将巴拉斯放出。巴拉斯，想办法将这里卡拉萨尔的边界围堵，不要让喀错兽人离去。我的任务需要万只喀错兽人才行。巴拉斯神情恭敬道：“是，主人。”这里怎么臭味跟血腥味混合在了一起？苏风眉头微蹙，下意识地用手挡了挡口鼻的位置。真是麻烦，万只喀错兽人得进入山脉当中才行，也不知道里边有没有逃生的魔法阵。苏风本想在外边直接轰击的，但表面有结界守护，似乎只能从底部进入了。而且喀错兽人能够在这里屹立不倒，肯定有8阶以上的强者坐镇，就是不知道有几个。以苏风现在的实力，轻松虐杀1-2个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但若是多了，恐怕也有点头疼。苏风走了几步，便看到另一侧方向来了不少装备精良的冒险者，而且行动整齐划一，身上的勋章代表着他们是同一公会的。可恶，竟然敢打杀我们洛星公会的成员，简直是找死！为首的那名壮年男子一手拿剑，一手拿盾，几乎将全身上下都武装了起来。今天不将这群畜生屠杀殆尽，我他妈名字倒过来写。会长，那里好像有个人啊！马鹏骤然望去，发现果然有道健硕的身影朝着卡拉萨尔山脉当中缓缓走去。第139章，猎杀喀错兽人。那家伙不会是黑屠公会那边的吧？马鹏想到黑屠公会，就忍不住咬牙切齿。要不是对方突然跟他们争抢资源，怎么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公会成员的战斗？又怎么会被喀错兽人这种低等物种猎杀？这次公会当中损失惨重，培养这些成员要耗费多少资源？你知道吗？马鹏都快要戴上痛苦面具了。会长，应该不是，他身上没有任何关于黑屠公会的象征啊。而且黑屠公会那边似乎也在整备兵力，他们也不可能生生吞下这么大的苦果的。马鹏微微颔首，这倒是，更何况
这卡拉萨尔一般真是先有人质啊！这也是工会损失太多，总得找个面子回来，不然以后怎么吸引别人进来？哼，那不用管他，分成小队，不要节省道具，燃烧弹、冰盾弹、激化电光，给我有什么丢什么。今天不要敞开了打。马鹏剑盾一拍，面色愠怒，朝着前方跨步走去。这些人的动作自然也是被苏风捕捉，也是来虐杀喀错兽人的吗？只要不妨碍我，其余的随意。苏风脚下加速，直接将马鹏等人远远甩在身后。越是靠近里边，那股浓烈的血腥气味就越重，而且能够看到许多狰狞的骨头随处散落。早点结束离开了。苏风还没有进入卡拉萨尔山脉，便看到10多只肤色铁青、身体怪异的兽人从山里钻出，头上的3只树瞳看起来怪异至极，口中的獠牙让人有些不寒而栗。喀错兽人，苏风只是简单了看了下资料，大体的特征是吻合的。卡索，那里好像有只迷途的小崽子啊！卡库舔舐唇角，似乎已经有些无法按捺。你们等着，我先去拿条腿尝尝，剩下的你们慢慢分。卡库迫不及待地冲去，3米多高的身躯速度飞快，将地面的碎石都震得跳了起来。站在那里别动，不然破坏了肉质可就不美味了。卡库在冲刺的过程当中还不忘跟苏风搭话。死！苏风有些无语，这东西都不看对方实力的吗？不过这也省得他继续前进了。炽热脉冲，轰！炽热的焰柱瞬间喷射而出，将前方的10多只喀错兽人全部吞噬。他们甚至没有做得出任何的反应。砰！在焰柱蔓延的那一刻，山脉也随之倒塌，剧烈的震颤在卡拉萨尔山脉当中蔓延不断。发生了什么？大地怎么会开始震动？外边不是有巡守的兽人吗？哥错，快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们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查清楚，好久都没有主动挑衅我们的家伙了。啊！我的食物，刚刚新鲜的肉块，现在混进了这么多的杂质，这让我怎么吃？一股强烈的怒气在卡拉萨尔山脉当中蔓延不断，而且已经有成百上千只的喀错兽人进入了战斗状态。挑衅我们喀错兽人，下场只有一个，死！叮！击杀喀错兽人，获得经验值80万。叮！击杀喀错兽人，获得经验值80万。叮！击杀喀错兽人，获得经验值100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在焰柱出现的那一刻，苏风便加快移动速度，朝着卡拉萨尔山脉当中狂奔而去。既然已经打草惊蛇，那就没有必要保留了。杀！苏风怒喝一声，阵阵烈风呼啸而去，在卡拉萨尔沙山脉当中急促而过。凡烈风拂过，那些喀错兽人无不倒地，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抗。果然不错，杀人于无形当中。苏风目光微眯，此刻洞察天地开到最大，里边什么情况，苏风这里一清二楚。不亏是1000年之前阔阔屋领悟出来的融合技能，成了我的手段之后，表现更加的强烈。接下来只需要注意喀错兽人当中的强者就行了，其余的尽皆屠戮。苏风将壁影逆行施展开来，站在一处山脉的顶端，不断控制着劲风呼啸而过。而那些喀错兽人根本防不胜防。会长，那恐怖的焰柱是怎么回事？饶是洛星公会距离较远，仍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炽热精纯的元素。马鹏愣在原地，一时之间不知所措。片刻之后，马鹏顿时心生退意。诸位，看来今天是有8阶强者在卡拉萨尔山脉当中，我们还是改日再来，不然打扰到了别人对弈，到时候恐怕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啊。马鹏言语一出，当即一呼百应，能够混到他们这个等阶，脑袋可是比谁都灵光呢。这个时候谁头铁敢说就要今天报仇，那明天就会因为左脚进入公会而被直接驱逐出去，从此天涯路远，互不相识。众人灰溜溜的离开了。这才4000多只。苏风面露不悦，很明显不满意如今这种效率。要不是上方有结界阻挡，他肯定会直接使用其他技能砸落。但现在也只是苏风对自己不满而已，实际上他才进来这里3、4分钟的时间。要知道喀错兽人的实力大多都处于6阶左右，要不然也不会如此明目张胆的猎杀，依旧能够存活于此了。主人，我已经在边缘都撒下了深渊魔气，不管是那边有兽人离开，都会被深渊魔气侵蚀。巴拉斯嘴角拂过一抹残忍，整个身躯都掩藏在山脉当中。做得不错。忽然漫天黄沙将几座山头尽数吞没，根本看不到里边的任何情况。为了加快效率，只能动用这狂沙驰骋了，还没有试过具体的效果如何呢。苏风负手而立，垂眸四望，底下呼喊声不止，一具又一具尸体不断倒下。
巴拉斯，去将喀错兽人的尸体全部带回，这是储物戒指，要保证装满1万只。亦或者，你要是能够将他们的血肉精华带回来也行。苏风衣襟猎猎作响，手掌当中涌动的魔力更加的浓郁。主人，哥错兽人的精华主要是在第3只树瞳当中。那好，1万只树瞳。第140章，秒杀8阶强者。幽暗的洞穴之内，一只喀错兽人树瞳紧锁，听着外边的叫声，感觉异常烦躁。有人入侵卡拉萨尔山脉吗？看来是平日里立威太少了，必须将其诛杀，才能保证卡拉萨尔山脉的平和。弥他迅速起身，青色的皮肤闪烁着淡淡的红光，朝着后方某处看了一眼，旋即身影直接消失。刚到山洞外围，弥他便看到地上躺着无数的喀错兽人的尸体，甚至还在不停的增加。怎么树瞳不见了？看来是被某个势力主动猎杀的。弥他迅速判断，身体漂浮在高空之上，开始找寻敌人的踪影。漫天的黄沙让他的搜寻有些棘手，但弥他此刻哪里还管那么多？再不出手，以后食物谁来供应？可他看遍四方，也就只有一个黑色的踪影在地面之上不断游走，取出那些喀错兽人的第3只树瞳。恶魔，人类真是废物，居然能够让深渊的封印松动。弥他细细观察，那恶魔只是速度迅捷，身上并无半点危险。不是他，巴拉斯自然也注意到了上边的喀错兽人，但眼下他也只有硬着头皮搜集树瞳。苏风没有下令让他回去，他就必须在这里执行命令，哪怕是死。现在也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全都放在苏风的身上。但巴拉斯也不知道在面对8阶兽人的时候该如何应对。要知道，喀错兽人最为奇特的便是第3只树瞳，而8阶之后，那瞳数更是夸张无比。千年之前，喀错兽人有一位逼近9阶的强者宣布，他们不会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但若是谁不识趣进入卡拉萨尔山脉，那就尽数灭杀。当时人类跟恶魔激战，将战火引到此处，喀错兽人直接一同灭杀所有7阶以下的生物，根本不跟你讲任何道理。底下的惨叫声还在不停传来，弥他心情有些烦躁，仔细观察片刻，终于得出结论：是风。那些风里蕴含了看不见的魔力，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有这种手段！弥他的身形不由自主地朝着高空再次攀升了一部分。哼，不管你是谁，被我找到的话，我必然将你碎尸万段。弥他第3只树瞳发出炽热的红光，开始在地面慢慢搜寻。在我的烈士火瞳之下，你无处遁形。红光在地上迅速掠过，不断查探着弥他认为对方可能潜伏的地方。自弥他出现的那一刻，苏风也是将目光第一时间锁定在他身上。8阶兽人，苏风能够感受到其身上汹涌澎湃的魔力流动，而且跟其余的兽人完全不同。这家伙青色的皮肤之中竟然流淌着淡淡的红色液体，就像是岩浆一般，给人一种异常危险的感觉。果然，最开始没有攻击结界是对的，能够布置结界保护，这喀错兽人里边起码也有8阶强者。若是一开始便将其惊醒，那就没有这么顺利了。苏风粗略地看了看地上的尸体，心里盘算，大概有8000多只了。要是能将这个8阶兽人斩杀的话，说不定能够拿到不少东西呢。苏风看向弥他的目光都有些炽热，这还是他第一次面对8阶的强者，而他此刻居然想要猎杀。要知道，苏风现在还没有到达6转呢，充其量也就是5转巅峰，这其中有着犹如天堑一般的沟壑，多少冒险者都被卡在这一关卡。别说8阶强者，就算是7阶，其余人也会心生退意。毕竟双方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但苏风刚得到的神灵的兵器，可以让他直接将这些差距抹平。在面对8阶、9阶强者的时候，也能拥有一战之力。将这家伙迅速解决，接下来用燕安镇毒拿到最后2000只喀错兽人的树瞳，便赶紧离开这里，指不定还有更强者出现。苏风心里略微思索，便已经打定主意。望向喀错兽人的树瞳，苏风口中轻呼神灵的兵器。周围平静异常，但本来漂浮在半空当中的弥他，此刻如遭雷击，内心惊恐无比，仿若狂风骤雨当中的一丝浮萍，根本无力左右自己行动。在这一刻，他与这个世界彻底的割裂了。弥他心里慌乱异常，感觉不到半点魔力的补充。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庞大的身躯竟然在这一刻寸寸断裂，不，准确来说是化为齑粉。弥他不知为何，自己也想不清楚原因，为什么身体没有半点反抗，就连脑海当中也生不起丝毫的反抗之情。就这样，弥他那有些诡异的身躯化为齑粉，一点一点的飘散在半空当中，庞佛从未出现过一般。叮！击杀8阶强者喀错兽人，获得经验值1亿。叮！恭喜宿主获得月氏级别装备烈士火瞳。苏风拿在手中没有细看，
直接塞进了储物戒指当中。燕安镇毒，弥漫的毒雾跟漫天驰骋的黄沙混合在一起，在烈风的推动之下，朝着远处蔓延而去。喀错兽人根本避无可避，一只接一只的倒在地上。巴拉斯，收集完毕，我们离开这里。巴拉斯感觉不到弥他那种强力的压迫感，抬头看了一眼，发现上边竟然空无一物，甚至周围都没有半点变化。尽管心里有所疑惑，但巴拉斯手中的动作却是不停，要快点离开这里。大约4-5分钟之后，巴拉斯迅捷的黑影转瞬就出现在苏风身旁。走！巴拉斯重新化为骷髅印图，而苏风则是在壁影逆行跟神影纵光的加持之下，离开了卡拉萨尔山脉。在一处幽静的洞穴当中，一只喀错兽人睁开第3只树瞳，疑惑地看向四周，眼神当中满是震惊。弥他竟然死了！周围狂躁的魔力气息已经停止了，不知道是哪位9阶强者在虐杀我们喀错兽人。在他看来，能够将弥他瞬间秒杀的，也只有9阶强者可以做到了。这件事不会就此罢休的，看来是时候联系一下老朋友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第141章，融合烈士火瞳。苏风电光神速，朝着跟赤金亚龙然约好的地方而去。远远的便看到一只庞大的身影，身上燃烧着炽烈的火光，整个身躯盘旋在巍峨的山脉之上。小然，你这是？苏风从赤金亚龙然的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的疼痛，甚至是惬意至极。那也就证明赤金亚龙然没有受到什么剧烈的伤害。主人，这是焰炎烈鸟的半生道具炽烈火羽。一根燃烧着精纯火光的羽毛缓缓漂浮到苏风手中。见苏风还在好奇地打量着他，赤金亚龙然解释道：“那家伙不给，还想要用半生道具将我杀害，进而吞噬。结果就是他被我反杀，我将他吞噬之后，身体之上就燃烧着火光，只要将魔力消化完毕，应该就没事了。”苏风微微颔首，看来赤金亚龙然应该是又要得到新的能力了。苏风将巴拉斯放出，仔细数了数瞳，足足有11892只，这样倒是也避免了残缺之物，将余下的那部分容错给补充上了，倒是也不错。接收完毕，苏风这才将那枚独特的烈士火瞳放在掌心当中，细细观察起来。瞳孔已然失去生机，此刻就犹如一颗璀璨的宝石，内部刻着些许规则的条纹。装备：烈士火瞳，等级限制640，品质月石，属性：生命加1200000，灵能加1800000，精神加8800000，敏捷加5600000，施法速度正60%，技能冷却负50%，吸收魔力速度正100%。附带技能烈士火光，开启之后可以将周围所有同阶或者低于自身等阶的隐形物体全部查探，并且让其在24H 之内不能再次隐形。在被烈士火光照射之后，对目标的伤害提升10%，火属性伤害提升30%。炎炎光束，烈士火瞳会散发出一道惊人的火光，对目标造成10000%的灵能伤害，并且可以将其标记。引爆印记可以恢复自身生命值，并且能够对敌人造成2次伤害。苏风查探过后，发现这烈士火瞳属于偏辅助性的装备，不过加成还是不错的，但想要使用，需要等到它达到7转了。到那个时候，苏风完全可以自己打造一身适合自己的装备，毕竟最低都是加6强化。这烈士火瞳应该会有不少人想要，到时候干脆让天明商会拍卖得了。苏风本想将其收起，结果发现赤金亚龙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手中的烈士火瞳，眼眸当中满是渴望。主人，你这只眼睛，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行。苏风自然明白意思，直接将烈士火瞳抛起，给你了。现在烈士火瞳应该也就是几十亿龙币的价格，但增强实力之后，赚取一些龙币还不是轻轻松松。赤金亚龙然一口将其吞噬，连忙道谢，多谢主人。在吞噬掉烈士火瞳的那一刻，赤金亚龙然身躯之上燃烧的火光正在慢慢消散，逐渐在其右眼的瞳孔当中凝结成型。苏风自然是将一切看在眼里，这是重瞳。苏风微微诧异，没想到赤金亚龙然居然会出现这种变化，但异变似乎还没有停止。赤金亚龙然身上的鳞甲变得更加坚硬，浓郁的血色开始充斥在表皮之中，头角再次延长，并且朝着四面八方伸展，就连那原本短小的利爪此刻也修然变长，似乎正在成为真真正正的龙。苏风干脆坐下等待，这一变短时间之内应该是结束不了的。巴拉斯看着有些艳羡，这家伙运气倒是不错，没想到正好激发了体内的血脉，等到这次进化完成，应该可以到达蛟龙的地步了。巴拉斯，你似乎知晓很多东西，我倒真的有些好奇，你之前的学识是怎么存储下来的？巴拉斯闻言，不由将自己的下颚稍微抬高了一丝丝。主人，身为深渊当中前20层的一名领主，1000年的恶魔统帅，
自然明白信息的重要之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再加上我拥有吞噬别人、融合记忆的能力，时间长久，自然便对很多事情都了如指掌。苏峰闻言略微有些疑惑：前20层？那天我们通关的不就是前20层吗？巴拉斯微微摇头：主人，是外人对于深渊的判别错误。其实，按照正常来说，深渊的认知跟你们是反过来的。苏峰摩挲着下颚，这倒是有些意思了。你具体说说，你是哪一层的统治者？15层。巴拉斯这样都在15层吗？那按照他的说法讲述，前边的恶魔领主岂不是更强？主人，前10层的领主任意挑出一位，都可以击败后方所有恶魔，那是我们触碰不到的存在。而他们也先有露面，不在乎深渊到底处于何方。死！意思是1000年之前，那些恶魔根本没有出手。主人，除了第13层跟第19层的2位，剩余我们8位联合起来，想要征战这颗星球，但还是低估了其余种族的战力。恶魔当中也并不尽是侵略之辈，像第13层、第19层的恶魔，他们比较知足，觉得能有一处安生之所，已然无可厚非。巴拉斯脸上平静无比，好像现在这些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难道不痛恨他们吗？说不定加上他们的帮助，现在已然将蓝星占据了。巴拉斯苦笑一声：主人，1000年的时光是种煎熬，虽然我曾经一直想要征战杀伐，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但现在已然有些淡漠了。在你身边，我见识到了别样的风光。看着苏峰健硕的身躯，巴拉斯轻叹一声，就算再来一次，结局也不会有所改变。眼前的青年实在是太过恐怖。巴拉斯看着上空的赤金亚龙然以及自己现在的身躯，如果没有苏峰的帮助，就算是再有1000年，他也不会恢复到这般地步的。就算是顺利出逃，也说不定早就被别的种族绞杀。嗡！随着周围炎热的火光尽数消散，一只区别于赤金亚龙然的崭新魔兽重新出现。光是站在那山巅之上，就给人一种强力的压迫感。第142章暴风躁躁。苏峰驻足观看，赤金亚龙然的身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而且现在就连名称都直接更改了。印疗噬魂蛟，身上的魔力涌动不断，此刻几乎与成型的巨龙无异。等到进化完成之后，印疗噬魂蛟腾飞到苏峰面前。多谢主人！他现在内心激动无比，本来想着还需要100年才能激发血脉，不成想这才跟着苏峰几天，就做到了之前根本不敢一想的事情。你现在的实力成长了不少，接下来跟我去暴风造造秘境，到了那里，你再习惯一下如今的这副身躯。印疗噬魂蛟当即垂下高傲的头颅，苏峰带着巴拉斯瞬间一跃而上，走着。咻！印疗噬魂蛟腾空而起，速度比先前快了不止1倍，就连周围的风声都变得与众不同。不错，等到成龙的那刻，说不定能够赶上我现在的速度了。苏峰这话倒是不假，主要是他的必影逆行是按照当前速度来加成的。等到印疗噬魂蛟赶上他现在速度的时候，那时候的他不知道已经强到什么地步了。巴拉斯心中也是暗自咂舌，这赤金亚龙然的血脉还真是不错。不过这一切还全都是在跟了苏峰之后才有如此的转变。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跟着苏峰一定可以获得比1000年之前更加强大的力量。缩河山脉，这里常年暴风狂涌，鲜有人质。一条身形修长的蛟龙在云端急速坠落，好似翻江倒海那般。苏峰看着山脉半空当中的一处魔法漩涡，尽管还没有进入其中，便能够感受到里边鱼贯而出的那种狂躁风暴。果然是有些与众不同的，接下来只要通关，余下就只剩下精灵的传承法杖了。苏峰带着印疗噬魂蛟跟巴拉斯直接进入其中，迎面的狂风似乎想要将他们彻底撕扯开来。暴风躁躁，苏峰站在半空当中驻足远望，这里不光是空中，就连地面都是各种不断肆虐的风旋，只要落入其中，毫不夸张地说，可以将人直接撕扯成碎片。一道剧烈的嘶鸣声朝着远处传来，苏峰定睛观看，居然是几只长相有些怪异的狮鹫，跟外界的普通狮鹫相比，竟然有着碾压之势。不过想想倒是也正常，狮鹫本身就生活在高空当中，而且精通飞行，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之下，肯定会有些许的异化。那些狮鹫身上都有风旋流动，而且就连那鹰爪都有细微的风旋活动，它们似乎不是靠翅膀飞行，而是靠着风旋将它们的身体托起。苏峰眼睛微眯，这倒是有些意思。印疗噬魂蛟在此刻已经化作一条半米长的小蛟，看着疾驰而来的那几只狮鹫，不由得口水狂流。人类竟然敢擅闯我们的领地，简直是找死！杀了他们，正好许久没有尝到新鲜的人类血肉了。几只狮鹫看向苏峰的眼神当中充满了鄙夷。来这里的人类经常都有，
但已经许久没有人可以见到他们的王了。很多人都想要暴风躁躁当中的秘法，可惜实力终究不够，只能饮恨西北。主人，那些施救的魂体可以给我吞噬吗？苏风想到了应辽噬魂蛟的天赋技能吞魂噬魄，反正对于苏风来说，只要击杀就可以了，其余的东西对他来说百无一用。可以，多谢主人。苏风现在赶时间，不想墨迹，抬手便是风暴之刃，霜寒破冰。强大的技能直接将这面前的多数场景覆盖在内，更是让许多施救有些汗颜。打断他的技能施法，这家伙可能是7阶甚至更强，若是让技能成型，我们恐怕是要有些损失的。几只施救鹰爪当中，风旋瞬间化作道森寒的锋刃，朝着苏风疾驰而来。可那迅捷的锋刃在飞行岛距离苏风2米的位置，竟然不知道为何凭空消失了，完全没有半分动静。那人类有些诡谲，不要留手了。带头的施救朝着苏风奔袭而去，手中的利爪盘旋着数道流转着森然寒光的锋刃，似乎是想要将苏风彻底撕裂。巴拉斯跟应辽噬魂蛟想要出手，但是被苏风阻止。苏风想试试自己的空灵涡流到底能不能直接将生物吞噬。咻！当施救的锋刃到达苏风面前2米之处的时候，便彻底消失不见。那施救的脸上露出一丝骇然，眼前的情况他完全搞不懂，不知为何会出现这种异常，但他眼中的愠怒丝毫没有减退。你能挡住我一次，能挡住后边的几个吗？施救没有再使用锋刃，直接用利爪朝着苏风爪击而去，结果却是就连他的身体都全都被拉进了空间当中，后方的几只施救亦是如此。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风行施救，获得经验值50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风行施救，获得经验值50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风行施救，获得经验值500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叮！等级已达上限，暂时无法提升。果然，就连生物也能直接抹除，这个技能真是有些变态。以后要是有人想要对我不利，似乎可以稍微卖一下。苏风思绪漂泊，完全没有注意到身旁的巴拉斯跟应辽噬魂蛟已经不由自主地跟他拉开了距离，他们心中骇人无比，完全不知道苏风到底是如何学习到这种逆天的技能的。但是自身的安全还是要注意的，一旦被那诡谲的空间乱流吸入，他们自问是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的。应辽噬魂蛟看着施救连根毛都没有留下，直接傻眼了。刚刚不是说要给他吞噬那些魂体的吗？不过他现在也没有什么意见，一切都要看苏风如何安排。放心，这里边的施救全都是你的。苏风话音落下，远处的锋刃跟冰锥全部从空中砸落，将整个天空都遮蔽了起来。第143章，烽烟血影，竟然有生物入侵我们的领地，简直是可恶至极。一只身形健硕的施救目露金光，手中的风旋已然呈现暗红色。父亲，我要亲自前去将侵犯我们的敌人拿下，让他们的5脏6腑在太阳神的火光之下暴晒，以泄我们的心头之恨。前方那只体态有些衰颓的施救微微颔首，利爪之中的风旋急速转动着。风修，将侵略者的尸体带到这里。放心，父亲。可还没等风修离开，周围的锋刃骤然而至，就连弥漫上空的冰锥也朝着这边发射而来。修，跟我们风行施救比拼对风的掌控吗？风修淡然一笑，手中的风旋骤然加剧，直接扩散成一面不断流转的漩涡。可在那锋刃接触的瞬间，面前的风盾竟然直接消散。什么？风修心中大惊，奔袭而来的锋刃直接穿透风修的身体，而且现在远远不止于此，是整个秘境当中都在上演这种情况。苏风直接连续丢了4、5个禁咒，将这里几乎全部覆盖。系统冰冷的提示声音不断响起。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风行施救，获得经验值50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风行施救，获得经验值700万。叮！恭喜宿主击杀魔兽风行施救，获得经验值1000万。去吧，趁现在将你需要的东西吞噬，如果有什么稀有的东西的话，记得带回来。应辽噬魂蛟心中大喜，当即身躯化作数十米长，然后朝着远处咻然而去。他现在也不敢恢复原状，主要是上空还在不断的砸落技能。应辽噬魂蛟可不像自己也被打成筛子。苏风站在原地，暴风躁躁现在也是轻松通过，接下来只剩下最后的精灵女王的权杖了。苏风垂手而立，心中暗自思索，没有线索的话，只能回去询问一下慕容院长了，实在不行，干脆找那位老爷子问问。好，就这么办。苏风当即敲定，那位老爷子的话一定知道
在哪里可以找到精灵女王的权杖？毕竟都是1000岁的老人了，再加上尹萧的势力遍布整个龙国，那应该是会有点眉目的。苏峰感觉余下紧绷的一口气都松散了下来。这也就是他才能想到让紫薯帮忙，就连慕容园的奢望也不过就是见上一面而已，哪里还敢奢求什么帮助？换了其余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尹萧的存在，这就是差距啊！10多分钟之后，印疗式魂胶疾驰而来，在那胶爪当中还捧着一个流转的风旋，整体呈现血红色，有些像是实体。主人，有个这种玩意儿。苏峰接过，里边有流动的铭文在不断的旋转，而且全部都是由锋刃组成，有种玄而又玄的感觉。苏峰现在已经跟巴拉斯学了不少的铭文，这里边的东西他大体认识。凛冽校风，苏峰拿在手中把玩着，按照上面的铭文渐渐开始构建。没想到这么顺利，苏峰起初失败了5、6次，但逐渐便掌握了窍门，很快便还原出来，这让旁边的巴拉斯都为之一惊。从他跟苏峰相处的这段时间来看，自己这个主人是完全对铭文没有研究的，就算是专人都要研究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行。单个铭文的掌控还算是简单，但若是想要将里边的铭文全部构筑起来，显现出原本的威力，那就有些难办了。叮！恭喜宿主学习新的技能凛冽校风。叮！凛冽校风万倍增幅，风烟血影。风烟血影在脱战状态下，可以将风系魔力化作生命值，储存为临时护盾，每秒增加1000点，主动释放可以形成带着血气的范围性的风旋，具体伤害值以及造成的范围由储存的临时护盾决定，伤害为临时护盾的100%。系统冰冷的话语刚落，苏峰便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已然开始储存血气值。这个，苏峰哑然失笑，原本以为空灵涡流已然算是顶尖技能，以后自己的生命安全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没想到现在的风烟血影也是夸张无比。每秒储存1000的护盾，一天有86400秒，那么便是86400000的护盾。主要是这个技能居然没有上限，那么也就是说，以后苏峰的护盾只要他不主动消耗血气值，可以无上限增加，一天便可以造成将近9000万的伤害。如果储存上10多天，那么就算是9阶强者，也不是不能有一战之力啊！最要紧的是，这个技能不仅可以攻击，还可以自保。就算是遇到危险，苏峰只要苟住，只需要不停的拖延时间，那么别人想要打破这个护盾，也是异常艰难的。这个技能要是储存10几天，甚至可以跟神灵的兵器媲美了。苏峰暗自咂舌，看来这暴风造秘境果然不错。主人，你身上怎么氤氲着一些红色的魔力？巴拉斯本身就对魔力异常敏感，加上苏峰身上突如其来的变化，自然是有些疑惑。这个，苏峰将那血红色的风旋举起，递到巴拉斯的眼前。你们2个也可以学习一下，对自身没有坏处的。巴拉斯愕然，这技能不是说学就能学会的啊！如果中间铭文的解析出错，到时候可是很棘手的。不过，既然苏峰要求，他们自然也不会拒绝。好了，现在回龙渊学府，接下来的路程就靠你了。龙渊学府，赫尔斯、科伯涅清理着身体上的污秽，心中不断的怒骂着：法克，简直是愚蠢，竟然将隐蔽的传送装置放到了洗手间的通道当中。要不是我用特殊道具缩小身体，直接就卡在里边了。那些蠢蛋是搞什么东西的？连这么点小事儿都办不好。赫尔斯、科伯涅怒气冲天，本来先前就已经来过一次，但发现情况异常，便没有出现。这次也是等不到先前团队的回馈，这才不得不亲自前来打探消息。龙国人，让我找到你的话，你绝对会生不如死。死！赫尔斯、科伯涅原本想将传送装置从那污秽的通道当中取出，转念一想，自己这么狼狈，别人不能清清白白的吗？想到这里，他干脆用魔力将那传送装置再次往里边移动了一番，拍了拍手，说道：这下好了。第144章尽数灭杀。看着狼狈至极的众人，赫尔斯、科伯涅的心情终于得到了丝丝的平衡，但那些人却是目露凶光，要不是出来执行任务，真想现在就跟这家伙好好理论一番。他们能够到达7阶，又哪个是真的智商堪忧？这种情况不是明摆着是这家伙坑他们吗？但眼下又没有什么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绝不能引起冲突，不然会全军覆没。孰轻孰重，他们心里还是清楚的。拉奎斯、库内夫那个废物，一看就是失败了，结果连消息都没有传回一个，甚至还将道具摆放在了这种位置，简直是贻笑大方。萨拉拉、维尔维嫌弃的将身上的恶臭除掉，不停的往自己身上喷发着香水，好像这样才能将他手上的心灵安慰。好了，接下来不要暴露我们的踪迹，分头行动。如果找到那小子的话，将他碎尸万段，我倒想看看一个新手是不是真的犹如樱花岛那群废物说的那么严重。赫尔斯、科伯涅摆了摆手，手中拿着一个精良的道具，
慢慢的他的身体趋于隐匿。樱花岛的那群家伙也开始行动了，就是不知道会如何做。奇异的空间之内，紫薯睁开浑浊的眼眸，脸上松垮的皮肤微微抖动。有人潜伏进来了。紫薯手指一动，似乎是在推算着些什么。8个7阶冒险者，鹰将国还真是舍得下血本。不过紫薯并没有通知其余人，只是端坐原地，看看慕容园那小家伙如何处理吧。以龙渊学府现在的实力，对付几个7阶冒险者还是绰绰有余的。旋即，老者闭上眼睛，继续拿着鱼竿垂钓。咻！呼啸的风声不断吹拂而过，但苏风却是感觉不到任何不适。主要是现在空灵涡流全开的情况下，在他周围的空间之内，所有东西都会被吞噬。苏风现在将范围设定在了30厘米，这样就算是有人攻击，他也可以有所反制。而且风鹰血影还在不停累积，苏风身上的魔力愈加的充沛。终于回到龙渊学府了，没想到时间比之前缩短了1倍有余。苏风也不由得对应疗噬魂胶的速度咂舌。原本赤金亚龙燃的时候，作为代步工具已经领先别人不少了，没想到现在更加快速。以后不管是去龙国任何一个地方，苏风都能够在1-2个小时之内便能到达。进入龙渊学府，苏风直奔天明商会，将那些所得的装备跟道具全部交给了马润，这样苏风也不用太过关注装备的情况，只要马润到时候将钱财打到他的卡上就可以了。只是没想到卡赞纳、马库萨竟然锻造出了一套完整的7阶装备。尽管等阶较低，但对于卡赞纳、马库萨来说，这已经是极大的成长了。先去找找慕容院长，说不定他能联系到一些在老爷子底下的人。苏风直接开启洞察天地，找寻慕容园的位置。龙渊学府的部分场景映入眼帘，苏风看着几道鬼鬼祟祟的身影，疑惑不已。龙国当中什么时候又有这种新面孔了？怎么黑、白、黄各种皮肤都有啊？苏风饶有兴致地打量了几人一番，藏匿、隐身，而且行动如此谨慎，看来是有所企图啊。不如再去问他们敲诈一番，正好需要钱财跟资源。说干就干。苏风的身形隐匿在空气当中，带着巴拉斯跟应疗噬魂胶朝着最近的那人疾驰而去。真是的，让人家在这种阳光之下暴晒，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萨拉拉、维尔维不停地用手在脸颊旁边扇动着，而且时不时地喷洒着一些香水，恨不得将自己全身都浸泡在香水当中。苏风眉头紧锁，不由得吐槽道：这女人皮肤都这么黑了，还怕晒？真是臭美至极。萨拉拉、维尔维就站在墙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走的学生，却始终没有发现那个他们想要寻找的目标身影。那家伙到底去哪儿了？拉奎斯、库奈夫也没有消息，不知道那几个家伙有没有找到关于他的消息。不过这次我们出马，那小子一定死无葬身之地，到时候我一定要多买几瓶昂贵的香水。哦吼吼！苏风现在懂了，既然是跟拉奎斯、库奈夫一伙的，那就没有必要留守了。巴拉斯，想办法将这里暂时隔绝，不要引起太大的轰动。苏风手指亮光闪烁，对准萨拉拉、维尔维的头颅瞬间爆射而去。萨拉拉、维尔维只觉得内心慌乱，赶忙转身，便只看到一阵亮光袭来，可他已经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被彻底击杀。巴拉斯，解决掉他的尸体，咱们去找下一个。接下来，苏风如法炮制，将余下的几人全部解决。看着储物戒指当中的财物，苏风会心一笑，还是这样赚钱最快。还以为那些家伙放弃对我的报复了呢，现在我倒是求之不得，来多少我杀多少。苏风身影显现，朝着慕容园的办公室走去。慕容园还在沉思，他发现了有人在紧紧地盯着他，但没过多久，那种感觉便消失了。正好外边有人敲门，慕容园打开之后，发现是苏风，但这家伙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差点一个趔趄，直接栽倒在地。院长，你知不知道老爷子怎么联系，或者说怎么面见？慕容园脸色愕然。老爷子，慕容院长老师的老师。慕容园擦擦额头上的细汗，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那可是龙渊学府的创始人之一，这家伙也忒不礼貌了。不过这种事情他也无能为力，不是他想见就能见到的。你找老院长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我想让他帮我推算一下精灵一族的传承权杖在哪里，我这边转职任务有所需要。慕容园微微咬牙，这小子还真敢说啊！精灵的传承权杖啊，恐怕也只有老院长才能知道在哪里了。我不确定老院长会不会见你，但我倒是可以帮忙传讯。第145章传道授业。什么？慕容园看着面前的魔法皱纹，也是大跌眼镜。老院长这就同意了？慕容园现在也是难以置信，这小子凭什么啊？在这100年时间内，他都不知道给老院长送去多少次的消息了，但也没见老院长说接见他。
怎么到了苏峰这里有些不一样呢？不过心里虽然疑惑，但还是将苏峰送到了原先的位置。望星园，老者依旧是端坐草地之上，只是这一次面前凭空多了部分潮水涌动，里边依稀可见有些鱼儿欢快地游动着。老者静目垂钓，好似超然世外。坐吧。苏峰这次轻车熟路，直接来到老者旁边端坐下来。老爷子兴致不错，哈哈，听闻你想要找寻精灵一族的传承权杖。苏峰微微颔首，没错的，老爷子，现在流转的转职任务只剩下这最后一个，我能力有限，就只能来找您看看了。老者脸上的笑容愈发的浓郁，好似在苏峰的身上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意气风发。哈哈，不急不急。老者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根鱼竿，将其递在苏峰的手中。先陪我钓会儿鱼，如何？苏峰倒也坦然，反正现在时间也还早得很呢。赤金亚龙然已经成长到这般地步了啊，那距离化为真真正正的龙应该也不远了。老者看着苏峰手臂上那长达半米的蛟龙，不由得心头宽慰了不少。但赤金亚龙然却不敢言语，主要是这老者就是先前抓走他的那个人啊。不，苏峰随手将鱼竿甩入清澈透亮的潮水当中。老爷子，这还要感谢之前龙渊学府对他的帮助呢，听说给他吃了什么东西，然后成长的速度便加快了不少。这样对你以后的帮助也大一些。苏峰摸摸脑门，这也在老爷子的计算之内吗？良久，老者依然垂钓数十条，可苏峰却依旧空空如也，还没开张咧，心里不由有些烦躁。小家伙，放轻松，要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诚心、静心、观心、明心，唯有如此，才能让你即使处于俗世乱流当中，亦能坚定地做出正确的选择。苏峰点头示意，他的节奏确实是有些快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别人100年以来的成果，譬如在升级方面都没有沉淀一番。老爷子，我明白了。苏峰双眸微闭，开始找寻那种平心静气的感觉。水利万物而不争。苏峰的脑海当中回想着之前的种种，许多技能开始慢慢明悟。细细思索一番，倒是有些不一样的感受。苏峰慢慢发现自己可以感受到周围流转的丝丝魔力，甚至就连面前那奔腾的潮水跟鱼儿也是魔力所化。原来如此。苏峰调整手中魔力的流转，一条鱼儿很快便咬钩。哗啦！苏峰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只是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成了，多谢老爷子。苏峰还是第一次见到魔力可以这样流转使用，饶是老者存活年前，也不由得暗自咂舌。这小家伙的天赋还真是有些强的可怕，比当初的我们更加的强大。苏峰明悟之后，感觉自己先前那样实在是太浪费魔力了。尽管魔力无限，但明明可以将魔力凝练得更好，这样也能极大的增强技能的伤害。好了，我的目的达到了，这是你想要的东西。老者随手一抓，便从虚空当中取出一根古朴简约的木杖，其上流转着充盈的元素魔力。苏峰微微愣神，老爷子这效率也太快了，而且不是说精灵一族极其隐秘吗？他刚刚才传讯给老者，端坐在这里便可以拿到这种宝贵的东西，手段还真是通天啊。老爷子，你这什么时候？精灵一族1000年之前跟我有过合作，我救过他们的女王一次，所以这点要求还是很简单的。苏峰闻到了八卦的味道。嗨，不管未来发生什么，都不要忘记你的本心。老者手中的鱼竿连同着面前的潮水都一同消散。苏峰目瞪口呆，就连鱼竿也是魔力所化吗？小家伙，龙渊学府那些外来者是你处理的吗？苏峰微微颔首，面对这位老者不需要隐瞒什么，对方第一次见面就赠送极其珍贵的空间奥义，第二次见面又是教他魔力的使用方法，而且还帮助他解决这种棘手的问题，怎么说都是亲切感拉满了才对。不错，你的实力已经到达了这种地步。老者悠然开口道，原本打算7阶、8阶教你的东西，现在已经告诉你了。也许蓝星接下来会限制你的发展，这是可以前去蓝星之外的道具，或许你可以前去看看，但我唯一对你的要求便是活着回来。没有掌握开辟空间虫洞的手段之前，不要贸然出去。老者递过一枚储物戒指，里边是一些资料，还有银河系大致的势力划分，各种险要的地方都标注了出来，就连你7转、8转的东西也已经包括在内。苏峰看着那枚古朴的戒指，不由得心头颤动。老爷子，这……老者微微一笑，小家伙，我余下的时光不多了，已经将我毕生的所见所闻全部记在其内。以后等你到达7阶，你便是新任的子属。我希望你能够守住这龙国最后的一片净土，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给你的了。老者手指在半空当中刻画，一枚晦涩复杂的铭文浮现。这是望星园的钥匙，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等我埋骨于此，这里便是你的地盘。装备、道具终究只是外物，
如果提早拿到，我担心你会失去对自身战力的判断。等我离开之时，一切便都是你的。去吧。苏峰将戒指紧紧握在手心，那枚铭文也印刻在了他的脑海当中。沉默不语。良久，苏峰缓缓吐出几个字：多谢老爷子。第146章无限火力。苏峰离开望星园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储物戒指里边的东西。等六转结束，看来是可以前去银河系看看了。外边的挑战说不定会更大，我不能辜负老爷子的期望。反正宇宙当中的种族也迟早会杀到蓝星之上，不如我提前去了解一番，到时候应对起来也不是那么麻烦。苏峰打定主意，朝着转职大厅而去。刚进入其中，里边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朝着苏峰投来羡慕的眼光。看到了没？那位可是慕容院长亲自出面来找寻的啊！我就知道在这里可以碰到的。摧毁试炼之塔，拿下诸国争霸第一，据说前2天来这里接取的是6传任务啊，简直是恐怖如斯。要是我也有这么强就好了。等等，那今天岂不是说他是来完成6转任务的？众人的视线此刻几乎全都汇集于苏峰一人身上。苏峰走到窗口那里，发现里边的妹纸已经换了一副面孔。你好，同学，我是新来的工作人员，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妹纸态度极好，主要是先前那位交接工作的时候，简单说了一下他的境遇。没想到就是因为态度好，工作认真，加上一丢丢的机遇，竟然升职了。这位妹纸自然也是深谙其道，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想进入6转法阵。好的，同学，请稍等。妹纸深深看了苏峰一眼，这位同学跟那位学姐给他交代的好像有点像啊。不过他还是熟练的按照流程开始操作。同学，请在下边写上20亿龙币，并且签名。苏峰照做，他的身形瞬间被传送到原先的法阵当中。按照上边的提示流程，苏峰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入转职法阵。紧接着里边光芒大盛，刺得苏峰有些睁不开眼。不过那些光芒很快便变得柔和不已，开始缓缓灌注到他的身体当中。咻！这个时间持续了大概有10多分钟，苏峰只觉得自己全身的魔力愈发的充盈。叮！恭喜宿主觉醒天赋无限火力。无限火力，宿主的技能冷却降低 99.9%， 只要魔力足够便可以无限期的使用技能，并且该状态下不受破魔的影响。叮！恭喜宿主成功6转。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一瞬间，苏峰的等级直接飙升到了538级。但这不是他关注的重点，毕竟提升等级那是有手就行，但这个天赋可不是想要就有的了。死！苏峰倒吸一口凉气。无限火力，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就相当于直接连滚键盘了吗？对面根本不知道怎么玩啊！就算是给到一个菜鸡，无限使用技能都会让对方头疼不已，更别说苏峰现在浑身都是禁咒。卧槽，这个天赋也太夸张了吧！饶是苏峰自己也是激动不已，主要是他现在本身就是无限魔力啊，现在再加上无限火力，岂不是可以当一个法术机关枪？而且全都是禁咒的那种。原本先前觉醒的天赋之一还可以让技能瞬发，这样就可以做到完全没有后摇，或者说是用技能取消上一个技能的后摇，无缝衔接啊！苏峰呼吸有些急促，原本就打算等到战力强大一些的时候再去银河系看看的，现在这无限火力可谓是直接将他的战力拉满，只能用恐怖如斯4个字来形容啊！苏峰自己都觉得夸张无比。想想以后对战，苏峰直接抬手就是禁咒，再抬手又是一个不一样的禁咒，足足10几个禁咒铺天盖地的蔓延而去，那对面还怎么玩？就算是能挡住，那又一轮的禁咒开始了，根本不给对面任何机会啊！再加上苏峰的隐身、急速、护盾，还有吸收伤害的手段，苏峰自己都觉得神灵之下，他应该是无敌了。手指之上闪烁着精纯的湛蓝色魔力。1、2、3、4、5，苏峰10根手指竟然全都如此，那种恐怖骇然的威势让人看着就不寒而栗。原本只是想想，没想到居然真的可以。苏峰喜笑颜开，看来银河系的计划可以提前了。苏峰将魔力收回，出现在转职大厅之后，众人不断观察他的表情，没有失望，没有衰退，仅凭那一丝丝喜悦，我便知道他肯定是通过了6转的大关。卧槽，羡慕啊！以后便可以创造自己的技能了，不用花费太多价钱购买技能，能够全力追逐自己的梦想，真是一件好事儿啊！我2年才到达4转巅峰，这小子怎么半个多月就6转了？我严重怀疑这家伙开挂，
但是我没有证据。众人艳羡的目光伴随着苏风的背影，直至离开转至大厅。苏风感觉全身的属性爆棚，急速找寻一个地方发泄一番。那就看看老爷子的银河系攻略吧。苏风回到房间当中，打开之后，里边是密密麻麻的魔法皱纹。银河系当中居然有9大势力，而且全都比蓝星强大。苏风略微思索，怪不得蓝星会产生异变了，这已经落后别人不少了。苏风拿出里边储存的一些怪异的、全身呈现星辰光点的石头，沉云石可以吸收进入体内，维持能量的供给。苏风握在手中，都能感受到其上流转着一股奇异的魔力，跟现在他体内的完全不同，有点意思。没想到老爷子连这种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那这银河系我是非去不可了。苏风将所有的资料浏览一遍，熟记于心。看着上边的介绍，上次在秘境当中的那家伙，恐怕是萨尔西欧军队了，在银河系当中排名第6。既然你们已经开始打蓝星的主意了，那就不要怪我了。苏风整理好东西之后，开始细细观看那本宇宙文字，这跟其余的有点不太一样啊，就像是英文字母或者是单词，你尽管记住了它们的意思，但具体组合还有待考究啊。苏风现在便是练习那些句式，好在是老者有所准备，示范倒是写了不少，不然到时候别人说什么他都听不懂，那岂不是很尴尬。第147章樱花岛的谋划。空间虫洞，这有点棘手了呀。苏风端坐地上，看着手中的几张符纸，毫无头绪。上次也是熬了几天才有了结果，而且还是巴拉斯跟他一起研究。虫洞，虫洞。苏风将一些铭文刻制在空气当中，开始慢慢推演连接，看能否让其有所成效。巴拉斯，找到关于虫洞的部分，我们一起研究，还有小娇，你也一起。这事儿要是成了，咱们就去宇宙当中耍耍。樱花岛，七公绿茵带着几位8阶强者来到樱花岛的下端，这里常年被海水所淹没，底部的魔兽更是汹涌异常，时不时的都会侵扰樱花岛的边界，导致生存堪忧。再加上海水上涨，樱花岛恐怕以后也会淹没在其中的，所以现在对于樱花岛的生存岌岌可危，必须要想尽办法来开辟一处生存的环境。各位，如今迫在眉睫，鹰将国那边似乎刺杀已经失败，而且军队已经工会也受到神秘人物的侵扰，损失了不少的财物。七公绿茵肃穆的声音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回荡，众人神情皆是严肃无比，根本看不到半点松懈懒散。嗨，而且不止如此，就连其余的有所行动的国家也遭受了一些入侵。我们樱花岛地势偏僻，有结界笼罩，暂时还未发现入侵者，但是我们不得不防，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龙国派出来的。七公绿茵心口起伏，毕竟现在要做一件关乎樱花岛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要抓紧时间将龙国的土地尽数掠夺，现在光靠鹰将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了。白皮猪言而无信，根本不会将我们放在眼里，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应对。七公绿茵拳指紧握，齐耳的短发随着声音在不断波动。派一部分死士前去刺杀龙国的苏风，这些人就当是消耗品，6阶、7阶的冒险者就可以。那些家族不是对于子弟被杀不满吗？正好利用他们这种心理，给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条件支持，让他们放手去做。七公绿茵冷笑不已，棋子就要做好棋子的觉悟，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而且6阶、7阶的冒险者，我们是远远不如其他国家的，这会不会有些浪费了？看着面前臃肿的地中海男子，七公绿茵一阵鄙夷。马路，嗨，这些人只是为了麻痹龙国的手段罢了。我们樱花岛向来睚眦必报，试问蓝星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次我们遭遇如此滑铁卢，可樱花岛内居然毫无动静，这说得过去吗？几人微微愣神，旋即反应过来。对啊，而且我们现在要进入深渊，跟恶魔寻求合作，必须要让视线转移，牺牲是必要的。哼哼，反正那些家族也不能完全为我们所用，正好削弱一番他们的实力，到时候也便于我们掌控。七公绿茵说完之后，周围人全都拍手叫好，这招掩耳盗铃用得不错。可是恶魔会跟我们合作吗？就算是攻占龙国成功，恐怕恶魔也不会拱手相让啊。七公绿茵冷笑出声，哼哼，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了。你以为当今的龙国经过1000年的发展，还是如同以前那般羸弱不堪吗？我告诉你，他们有一尊9阶强者坐镇，8阶强者更是数不胜数。众人闻言皆是面露震惊，那这还玩个几毛啊？回家睡觉的了。不过没有成神，1000年寿命也差不多到头了，现在便是我们的机会。七公绿茵手中魔力涌现，一张湛蓝色的由魔力组成的地图出现。龙国距离我们有上万公里，就算是咱们释放恶魔，那边暂时也不会察觉。而且
我们也可以在龙国边界构筑传送阵，到时候将大批的恶魔传送过去，为我们开辟道路。我们樱花岛人烟稀少，强者更是凤毛麟角，必须找人来当炮灰。而这些恶魔全都积攒了千年的怨气，他们可是最好的选择啊！结！七公绿鹰手只按在龙国的核心位置，再次出言：只要恶魔攻占到这里，我们樱花岛便可以断其后路，联合其他国家对恶魔实施打压，将剩余的所有恶魔全都赶向龙国的西部。对于那些残忍的畜生，你觉得他们会放过龙国人吗？七公绿鹰将整张龙国地图缩小握在手中，口中冷哼不断。到时候恶魔替我们除尽龙国人，而他们也要背负释放深渊恶魔的骂名。我们樱花岛主张正义，为了全人类而战，到时候就算是跟别的国家瓜分龙国土地，也是我们占优。随后想办法将他们驱逐出去就是了。七公绿鹰话毕，余下的几人皆是忌惮地看了他一眼。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居然将一系列串联起来，匪夷所思啊！可是会有高阶恶魔答应跟我们合作吗？我们这几个八阶恐怕是最多只能到达40层啊！原本升腾而起的一丝希望再次被凉水扑灭。放心，我已经带了几个新鲜的人类，到时候让他们尝尝这血肉的鲜美。只要他们保证不侵犯樱花岛，我可以释放他们，重新完成千年之前的大业。听闻此处，众人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不是你们，我在市区当中随意地抓了100人而已。死！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果然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啊！好了，我要打开深渊了，将封印道具在这里布置好，一切按我计划行事。众人闻言疯狂点头。砰！七公绿鹰充盈的魔力砸在樱花岛地部的礁石之上，瞬间一股浓烈的魔气喷涌而来。走！几人顺势进入其中。第148章星界穿梭。7天后，苏风双眼血丝遍布，终于在试验当中找到了空间移动的奥妙。叮！恭喜宿主掌握新的技能移动虫巢。叮！移动虫巢万倍增幅，星界穿梭。星界穿梭，宿主可以开辟一条安稳的时空通道来完成两地之间的传送，每隔 72H 会自动在体内储存穿梭虫巢，当前最大储存9个虫巢，虫巢可以相互之间沟通，随时可以往返。成了！苏风兴奋地直接跳了起来。不枉他跟巴拉斯还有硬聊噬魂胶7天7夜的研究，终于在今天得到了回馈，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被增幅过后的技能星界穿梭，简直就是为苏风量身定制。本来这技能便可以开辟一条安稳的时空通道，这已经秒杀了绝大多数的空间穿梭。要知道，本来宇宙当中的时空流动就是紊乱的，尽管有些人可以完成空间穿梭，但是所需要担负的风险是巨大的，有时候甚至是生命危险，谁都不能保证不会被空间乱流绞杀。像苏风先前开辟出来的空间裂缝那般，一旦被吸入，很有可能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但现在苏风的星界穿梭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完全不需要为此担负什么风险，在这一点上就处于绝对的领先。而这还不是星界穿梭的全部功能，后边的也是重中之重。能够自动储存虫巢，虽然是72小时一个，但了解空间相关的技能之后，就知道这是多么的难得。有些人耗尽毕生时间也不一定可以造出一个虫巢，但苏风什么都不用做，72小时便会自动生成一个。最主要的是，虫巢可以一直存在，也就是说，苏风在离开前放在蓝星当中一个，只要在宇宙当中任意地方放置一个，那么便可以随意的往返两地，不需要跟别人那般全力奔波，甚至会有殒命的风险。强，实在是太强了！苏风手掌颤动，直接开始试验。从这里到大门那里的位置，先试验一下。苏风开始按照脑海当中的铭文构建，道星光开始浮现。嗡！璀璨的星光绕着苏风修长的手指流动，慢慢的在面前出现一个异常复杂的虫巢，而且逐渐趋于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苏风手中输出的魔力愈发的增强。嗡！随着一道轻微的声音响起，苏风面前的虫巢也构建完成。与此同时，在大门那里相应的也出现一个虫巢，终于完成了。苏风看了看时间，光是构建2个虫巢就足足花费了3分钟时间，太累了。这还是经过他天赋增幅的情况，要是换做平常人，不知道要完成多久呢。苏风现在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知道，普通人甚至都接触不到空间类型的技能，更不要说让他们构建虫巢了，而且是无比安稳的虫巢。巴拉斯，你过来。巴拉斯心中骇然，就算是苏风原本跟他们一起研究，但现在他们也只是稍微有点眉目而已，完全不知道如何构建。想要释放出来，还需要经过大量的试验。但苏风抬手
就是一个虫巢，甚至看起来颇为稳定。道道璀璨的星光流转，让那虫巢看起来无比的安定。但是苏峰这一声给巴拉斯一种不安的感觉，总觉得没有什么好事儿。看着慢慢悠悠的巴拉斯，苏峰指着面前的虫巢说道：“你进去先试验一番，要是成了，咱就可以去宇宙当中遨游一番了。”巴拉斯心头一惊，果然啊，叫他没有好事儿，这不是把他当成小白鼠了吗？啊，主人，这个磨磨蹭蹭干什么？我肉体凡胎，小娇亦是如此，而且他才刚刚完成进化，对身体的掌控程度还没做到得心应手的地步。你是恶魔，拥有不死心脏，只要魔气足够，肯定能够恢复原样，所以你明白的吗？巴拉斯目瞪口呆，这个时候他还能说不明白吗？主人，我试试。巴拉斯将自己的一条臂膀直接用力指切割了下来，就那样摆放到地上。主人，要是我死在时空乱流当中，将我的这只胳膊放在深渊当中，3天以后应该就能恢复到你之前见我的模样。如果我无了，记得一定要救我，可不能我放弃了。苏峰摆了摆手，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死了？就这还恶魔统帅呢，怎么过了1000年反倒是惜命了？苏峰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毕竟系统的介绍就是异常的稳定啊。这么就久了，系统什么时候骗过他？只是这时空穿梭跟别的不一样，还是要谨慎一些才是啊。就是如此。行了，我不会放弃你的。你再废话，我就只能把你直接丢进去了。那么你要如何选呢？巴拉斯顿时来了精神，想到苏峰那种恐怖的手段，便主动自己走到那星界虫巢通道之前，将剩下的一只胳膊直接放了进去。印疗噬魂交心中暗松一口气，不过内心还是为巴拉斯祈祷，要是这家伙无了，下次试验的不就是他了吗？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啊！苏峰看到巴拉斯这么墨迹，直接一脚踹在背后，巴拉斯的身体直接消失在虫巢当中。旋即在大门的那一端，巴拉斯健硕的躯体滚动而出。我没死，我没死！巴拉斯这个时候哪里还有1000年之前恶魔统帅那般的模样？成了！苏峰直接迈步而入，这感觉还真是奇妙，就像是在一瞬间被分割开来，再重新组合一般，有点意思。苏峰回头看向应疗噬魂胶，这家伙倒是懂事的很，直接自己钻了过来。一切正常，3天后我们出发。苏峰要在这里放置一个星界虫巢，到时候返回的时候只需要重新摆放一个就是了。而这3天之内，他要好好钻研一番宇宙文字，顺便再准备充足的食物。第149章苍火星。3天后，苏峰一切准备妥当，老爷子那边我就先不通知了，说不定担心我，让我到达7转8转以后再出去，那样的话就太慢了。现在食物充足，宇宙文字也学得差不多了，对于各方势力也了解清楚，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加适合的了。苏峰抬手，一道精妙绝伦的星光从指尖流转而出，只是1分左右的时间，便在原地出现一个星光流转的虫巢空间，就那样安稳地漂浮在半空，根本没有半点的躁乱。巴拉斯跟应疗噬魂胶心头震颤不已，3天前他们的主人可做不到这一步啊，这才3天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地步了。这个虫巢空间看起来更加的稳定，周围魔力的流动，甚至感觉可以一直存在下去啊，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你俩干嘛？苏峰看到巴拉斯带着应疗噬魂胶就要钻进去，苏峰赶忙阻止。现在没有第一个星界虫巢，也不知道通向哪里，这要是进去，可能真的会被绞杀啊！这边，苏峰抬头，又是一个空间虫巢出现，巴拉斯跟应疗噬魂胶大为震惊。真的？假的？什么时候空间虫巢这么廉价了？这抬手就是一个啊，这咋还不一样呢？不过眼前这个倒是跟他们3天前玩耍的那个很是相像。走吧，在外边不要浪，尽量跟在我身边，毕竟死了可就真的死了。两人频频点头，跟着苏峰一步跨入银河系。苏峰在迈出时空通道的那一刻，便将沉云石握在手中，开始不停地吸收其中的魔力。巴拉斯跟应疗噬魂胶亦是如此，还好有这石头，倒是暂时不用魔法阵将我们的身体隔绝。苏峰看了看储物戒指当中的沉云石，这些也不过就200-300块而已，根本不够。就这么一会儿，一块沉云石已经被他吸干了。卧槽，怎么消耗的速度这么快？苏峰还没有来得及观察周围的环境，便感觉自己完全坚持不到3天之后啊，难不成这第一趟的宇宙之旅就要草草的结束了？苏峰看向巴拉斯跟应疗噬魂胶，两者的沉云石消耗的也是巨快。照这样的情况下去，恐怕在这宇宙当中，他们3个都待不满1个小时。不行，暂时还是使用魔法阵维持，要是获得沉云石，再次出来就是了。
苏峰手掌摊开，一个微小的魔法阵瞬间浮现，而且越来越大，将他们三人全部笼罩其中。呼，这下好多了。咔嚓，外边传来的压力似乎想要将魔法阵彻底的摧毁。苏峰心中暗道不妙，这魔法阵维持的时间恐怕也就是几个小时而已，有些难了。果然，想要在宇宙当中立足还是有些麻烦的。这还只是银河系当中啊。苏峰开始四下观察，既然无法生存，那就只能掠夺。只有自己占有资源，才能更好的在宇宙当中生存下去。入眼可及的是一颗庞大无比的星球，其上炽热的火光缭绕，看起来骇然无比。而在那外围，竟然还停留着许多的战舰以及飞船，看起来就比人类的好上不少。而且那些战舰的外表看起来似乎还会蠕动，后方喷射着一些赤焰色的东西，看起来比较诡谲。在星球的外围漂流着许许多多的巨石，异常的硕大，感觉只要撞上，这次的旅途可能就这么结束了，甚至整个人生都这样完结了。看这样子，现在我们身处的位置乃是9大势力当中的苍火星，正好是萨尔西欧所在的星球。正好，本来这些家伙也要进攻蓝星，我先下手为强。苏峰控制魔法阵朝着苍火星的位置漂浮而去。最近陈云石跟暗月文晶这些资源采集的如何了？几个浑身幽蓝，身上长满倒刺，旁边有着6只奇怪藤条的生物，正在一个简单的平板上边站立，正在悠悠的朝着苏峰这边漂流而来，似乎是在巡逻。不知道呢，但是咱们萨尔西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慧月星的一半，让上面的种族为我们挖取矿产，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开战。上次跟慧月星的战斗，我的一个兄弟都升迁了，现在手底下可是统领着一支5000的军队。这怪物的眼神有些向往，要是我也在的话，说不定现在已经也可以统领军队了。几只怪物不由得有些艳羡，毕竟他们享受资源也是按照等级、地位、实力等元素来决定的。像他们这种巡逻的兵种，也就比普通人享有的资源强上一丢丢而已。哎呀，难受！希望这次能找到一个比慧月星还要弱一些的星球，到时候我必定大显神威，以后也能独自统领一支军队。正当几怪百无聊赖的时候，看到远处飘着的一个魔法阵，有东西进入我们星球的边界。他们瞬间打起精神，藤条兴奋地摆动着。本来巡逻就是百无聊赖的工作，几乎千篇一律，根本没有波动，也就意味着没有战功。而苍火星之内的萨尔西欧军队全靠战功才能升迁，决定分配资源的数量。今天这岂不是代表着他们要走运了？嗨呀，这次咱们要发了！看里边的情况，是咱们没有见过的生物，说不定能够找到一部分关于未知星球的线索呢。几只怪物觉得命运都在眷顾他们，说不定因此就能够一飞冲天呢。走，过去，不管是谁，只要进入苍火星的地界，那便是苍火星的东西。咻！平板朝着苏峰疾驰而去。苏峰早就开启洞察天地，这个时候自然知道眼前的情况。瞌睡了就有人来送枕头了，不错，你们将我当成猎物，我何尝又不是呢？苏峰不闪不避，依旧保持着原先的速度。嗨呀，站住！第150章袭击萨尔西欧。看着眼前的怪异种族，苏峰将他们跟那资料之上的蓝藤族对应起来。也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搞到那么齐全的资料的。苏峰内心疑惑不已，这些蓝藤族的家伙很明显是第一次看到人类，好奇地打量着苏峰的全身。嗨呀，你步入了我们苍火星的领土，这里归我们萨尔西欧军队统领，放弃抵抗，将身上的资源全部交出，跟我们走一趟吧。苏峰在几只蓝藤族的身上打量着，怎么没有陈云石的踪迹呢？看什么看？说话！一只蓝藤族的家伙将他的触手伸长，其上带着丝丝火光，竟然想要将苏峰的魔法阵直接击碎。哼，找死！苏峰冷哼一声，抬手便是形化如神，轻微的和风浮动，前边几只蓝藤族怪物便被彻底击杀。叮！击杀宇宙怪物蓝藤族，获得经验值1000万点。叮！击杀宇宙怪物蓝藤族，获得经验值1000万点。叮！击杀宇宙怪物蓝藤族，获得经验值1000万点。苏峰没有使用其他禁咒，主要还是担心动静太大，将后边那庞大的军队牵引过来就不好了。他对军队的配置一无所知，只能自己独自探索。在解决几只蓝藤族怪物之后，苏峰控制魔法阵，将那飞板全部囊括进来。这些肉体怎么黏黏腻腻的？苏峰摸着那上边的触手，不由得眉间微蹙。搜寻了一遍之后，也就只有110来块的沉云石。这些宇宙当中的种族不需要氧气便可以存活吗？苏峰有些不懂了，那这不是白忙活一阵吗？本来还想着将这些家伙身上的资源掠夺，到时候又可以生活很长时间，可现在看来有些棘手了。
6只蓝藤族才搜刮出132颗的沉云石，而且形状还极其的不规则。也就是说，这里的魔力不等，不够。想要在这里度过，必须找寻更多的沉云石。苏风抬头看向远处的舰队，要不然上舰队看看，干脆来一波大的。苏风垂手而立，开始思索着。旋即，他看向巴拉斯跟应辽噬魂蛟，正要说明意图，便看到应辽噬魂蛟竟然将蓝藤族的家伙全都吸收了。苏风疑惑不已，这宇宙种族也可以随意吸收吗？看向应辽噬魂蛟的眼眸当中，不免多了一丝关切。你没问题吧？应辽噬魂蛟将最后一丝魔力吸入身体之后，摆了摆交手。主人，我想接下来我不需要沉云石了。应辽噬魂蛟说罢，直接飞到太空当中，就那样立在了原地，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苏风眼眸当中划过一丝喜色，也就是说，接下来沉云石只需要供给他跟巴拉斯就可以了。小蛟，你这是以后都不用再用这玩意儿了，还是暂时？这个问题比较关键。主人，吸食他们的魂力，我只能暂时摆脱这种困境。不过，按照蓝星之上的时间来算的话，这几个家伙足够我持续7天左右的时间了。苏风摩挲着下颚，对于应辽噬魂蛟来说，吞噬一只基本相当于1天的魔力吗？那这样倒是也不错。想要带下去的话，只需要多击杀一些宇宙种族就是了。更何况，苏风原本的技能便已经超越禁咒，现在的威力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既然如此，那就来一波大的。苏风已经盯上了远处的舰队，只要隐藏气息，多丢几个技能就行了。反正他这边也没有什么限制。巴拉斯，你重新回到我手背上，不然不太方便。小蛟，你就在外边，一会儿你帮我吸引一下注意力，咱们去把对面那个舰队端了。苏风脸上划过一丝疯狂之色，想要在银河系当中立足，那就必须来点狠的。应辽噬魂蛟脸上也是欣喜不已，要是将对面那支庞大的队伍全部端掉的话，那接下来他完全不需要担心魔力的攻击，甚至还能够进化出一些新的能力，也说不准呢。苏风将沉云石按在手心当中，光靠魔法阵，此刻飞行的实在是太慢了。咻！借着那些巨石的遮掩，加上苏风本体的隐匿，很快便摸到了那舰队的1000米之外。苏风靠近之后，才细细端详，这哪里是什么舰队，分明是几只体型巨大的怪物，只不过有人在旁边不断的用那种奇怪的石头填入他们的身躯当中。有了，而其中一部分便赫然是苏风所需要的沉云石。在那魔兽形成的空间屏障之内，一伙蓝藤族的怪物正在清点核对，有一支小队巡逻小队失去了关联，还请藤手定夺。嗨呀，难道是辉月星的反抗？这只蓝藤族怪物的藤蔓之上都慢慢的开始结包，似乎里边正在孕育着什么东西一般。不对，辉月星距离这里路途遥远，以他们的能力是不可能使用空间穿梭的。嗨呀，再次派出巡逻小队，开始搜查周围的领土，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是，藤手。苏风远远的便看到类似于先前飞板的那种装置，离开了那巍峨恐怖的巨兽身躯。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什么？苏风没有继续往下想，反正不管如何，这次他都必须要出手了。风暴之怒，霜寒破冰，冥海无岸，形化如神。苏风将之前的技能全都丢了出去，炽热脉冲会暴露他的位置，便果断放弃。而风鹰血影跟神灵的兵器，苏风留着他们是为了应付对方突然出现的强者。轰！强大的魔法技能铺天盖地朝着那支队伍蜂拥而去，在接触的第一瞬间，便有许多的蓝藤族被尽数击杀。轰！那些体型庞大的巨兽身体都开始摇摇晃晃，使用魔力来抵抗突然的技能侵袭，但这种抵抗在这种强大的禁咒面前似乎有些鸡肋。第151章袭击萨尔西欧。叮！击杀宇宙怪物蓝藤族，获得经验值1000万点。叮！击杀宇宙怪物蓝藤族，获得经验值1000万点。叮！击杀宇宙怪物蓝藤族，获得经验值1000万点。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苏风手中捏着几块沉云石，不断从中吸取能量供给。等到差不多的时候，就直接冲过去。现在先看看这里有没有高手。苏风直接隐形，站在一颗巨石上。现在那军队已经乱作一团，整体都在被魔力冲击。藤手，我们的队伍遭到了不明袭击，士兵死伤惨重。我们……还没等他说完，那藤手的藤条便怒气冲冲地甩到地面。啪！嗨呀，快点侦查，到底是哪方势力？如果是辉月星的家伙的话，格杀勿论。就算是遇到其他几大势力，我们也不用担心。快点给我查！轰！话音刚落，便有一块异常巨大的冰锥砸落到结界屏障之上。嗨呀，
来人到底有多少？怎么会有这么强力的魔法输出？藤守内心震惊无比，难不成是银河系的其他势力出手了？可是，要是庞大的军队飞行而来的话，他们点到现在都没有半点消息啊！而且，如果是随意袭击的话，中间的物资运输还有各种供给，这种需要很长时间的谋划。毕竟，这是战争，不是儿戏。可眼下这种特殊情况，又作何解释？嗨啊！可恶！快点开启守护屏障，查探敌人的行踪，敢袭击我们萨尔西欧军队，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话音刚落，外边的屏障就已经层层裂开，咔嚓，咔嚓。藤守神色有些慌乱，但想到对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也就是上来想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罢了。但他是何许人也？曾指挥大小战斗上百场，掠夺小型星球3个，中型星球1个，更是立下无数功劳，要不然也不可能指挥几万的战斗军队。要知道，苍火星资源稀缺，竞争激烈，一切都要靠实力获取，而他就是靠着战功赫赫，才能走到今日这一步。麾下几万士兵，现在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念及此处，藤守直接开启屏障，重新阻隔起来。快点儿给库拉阔斯补充食物，让他们持续不断的维持屏障的供给。只要将敌人的首轮轰炸熬过去，接下来便是我们反攻的时候。藤守的触手不断的在空中摆动着，上边的花朵也在轻微颤抖。嗨呀，敢袭击我们萨尔西欧，那么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苏峰看到本来碎裂的屏障再次重新充能了起来，尤其是中间那只巨兽，屏障之中还闪烁着隐约的血气。当苏峰看到有源源不断的资源朝着巨兽身躯的某一处塞入的时候，他有些明白了，原来是靠着这些来维持屏障供给的吗？那可是他想要的资源啊！不行，得加速了。原本袭击这支军队就是为了获取资源，可眼下这种情况，恐怕到时候获取到的极少，那不是白忙活一场吗？苏峰当即中断手中持续的技能，看向远处得应辽噬魂蛟，大声喊道：小蛟，你恢复原状，去跟他们拉扯，打不过不要力敌，只需要吸引注意力就行。苏峰摆了摆手道：剩下的交给我。应辽噬魂蛟当即巨吼一声，重新化为1000米之长，狰狞的蛟首散发着浑厚的威严，身上的鳞甲看起来坚不可摧。好！应辽噬魂蛟当即朝着萨尔西欧的军队扑了过去，一道猩红色的光束从他的口中喷吐而出。砰！光束撞击在屏障之上，让那只库拉阔斯身形都颤抖不已。藤守，敌方已经出现，看起来是一只蛟龙，体型巨大，足够容纳我们这支军队。藤守面色已然趋于平淡，看来对方是手段尽出了。哼哼，我就知道。藤守突然面色欣喜，似乎是有了什么了不得的重大发现。什么？你说蛟龙？是的。这下身上所有的藤蔓都直接舞动了起来。嗨，蛟龙，怪不得上来就有如此庞大的攻势，原来是一只蛟龙盯上了我们得军队。传令，活捉蛟龙！我要扩宽我们得军事基地。手下旋即传令，暂时舍弃屏障的供给，率军朝着应辽噬魂蛟出击。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一头蛟龙，这种物种可是稀有的很啊，起码在银河系当中不过1000余只。不过得益于这些家伙都是各自为战，很少组建势力，所以看起来威胁才没有大。藤守顺着视线看向外边，身体也不由得颤抖了起来。这只蛟龙身上的魔力很是强大，而且似乎有着特殊的天赋，这倒是有点意思了。要是将它拿下，以后我的军队战斗力将更进一步，到时候我在萨尔西欧军队当中得到的资源将会更多，地位晋升是迟早的事情。诸多的蓝藤族士兵，有的踩在飞板之上，有的站在库拉阔斯身上，有的则是单独立于太空当中，不过全都将目光放在了应辽噬魂蛟的身上。藤守有令，让我们活捉蛟龙，到时候赏臣云10千块，按月纹金100块，骑兵破灵1只，黑寒铁甲1套。诸多蓝藤族全都身体颤抖了起来，藤蔓不断的舞动着。这些奖励足够使他们的实力提升2-3个档次。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众多士兵眼中皆是疯狂之色，只有他们明白资源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嗨呀，冲！活捉蛟龙，我不愿意再平庸的做一个士兵那么简单，出人头地就在今朝。反眼拳，我终于要拿到了。第152章，只身前往。苏峰漂浮在远处，看着诸多的蓝藤族士兵从巨兽当中漂浮而出，几乎全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应辽噬魂蛟身上。好机会，只要进入其中，将那些资源抢夺过来，就算是那些萨尔西欧的军队有所反应，也无法抵抗我的攻击了。苏峰身体急速漂浮而去，踩到库拉阔斯身上，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应该就是这里了。苏峰想到刚刚的攻击，只有中间这只巨兽散发着强大的魔力，想必这里便是那些蓝藤族的主基地了。苏峰缓缓靠近，一道屏障拦在身前，透过屏障可以看到里边待着的几位蓝藤族士兵。在中间一处犹如圆柱形设计的半人高建筑旁边，是一位藤蔓上有些花骨朵的蓝藤族，看起来有些异常怪异。不过凭借着独特性，苏峰大体推断出那位应该便是这里的首领了。大部分士兵都出去了，接下来会方便很多。苏峰手指闪烁着湛蓝色的光芒，轻轻点在那屏障上面，砰，咔嚓，屏障应声碎裂，并且以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犹如蛛网一般的裂缝，朝着四面八方飞速的蔓延而去。藤手，咱们的屏障似乎受到了攻击啊！不应该吧？那只蛟龙不是已经被我们围剿了吗？怎么这里还会受到攻击？屏障要碎了，现在就算是补充矿石，也需要时间重新聚集啊！那藤手玩味的看着逐渐破碎的屏障，身经百战的他，应对这种情况还是游刃有余的。战争当中，就连战死的士兵都不计其数，破碎的屏障那更是如过江之鲫。嗨啊，看来不只有蛟龙。我说呢，怎么会有生物对我们萨尔西欧发动进攻？难道不考虑接下来的生存问题吗？藤手立在原地，只是静静的等待着。一只藤蔓在太空当中简单的挥舞了一下，那些士兵全都进入备战状态。苏峰立身在此，缓步而去。就这么些蓝藤族，他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看清楚那邱健身姿，白净脸庞，清澈双眸，目不斜视，薄唇微抿，直勾勾的盯着他们的生物。藤手惬意的舒展了一下身躯，这种生物他见过，人类，来自银河系当中的某一个星球，但通往那星球的方式，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银河系当中是有部分活跃的人类的，但他们这种物种实在是太稀少了，甚至比蛟龙还要稀少。依稀记得之前他们一战围堵的便是7个这种人类，那时他还是一个士兵呢。由于人类太过稀少，再加上宇宙当中种族繁多，导致大多数普通的士兵对他们的认知极其浅薄，毕竟这也是资源的一种。嗨呀，人类，距离上次见到你们这种简单的物种，好像已经过了500-600年了。本来还想研究一下你们这种生物的身体构造以及潜能开发。藤手摇曳的藤蔓上边已经流露着丝丝淡蓝色的魔力，可惜被跑了一个，剩下6人全部战死，甚至最后想尽办法毁尸灭迹，我们竟然没有得到半点好处。藤手异常愤怒，那一战我们损失几万士兵，耗费资源无数，要不是他们适应不了这种艰难的环境，恐怕我们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当看到苏峰手中握着的沉云石的时候，那藤手心里更加的惬意。得，看来人类的躯体还是那般的羸弱，有这层限制，那他们取胜就简单多了呀。这个他可再不能放走了，光凭袭击萨尔西欧下属的军队便已经是死罪。不过限于这种稀有的物种，他可以给一个存活下去的机会。苏峰嘴唇微掀，那我还真是来对了。就连苏峰自己都没想到，随意的一次传送竟然遇到了先前袭沙子鼠老爷子他们的军队，而且里边就有当年的亲历者，这还真是冤家路窄啊。既然如此，那就更不能放过这群家伙了。宇宙怪物蓝藤族，等级720，生命2000000012，魔力85000000，攻击2000万，灵能62000000，护甲800万，魔抗1000万，敏捷23000000，体力500万，精神9999999，天赋蓝藤退生，藤蔓扩散，技能藤蔓绞杀。蓝藤族将魔力灌注于藤蔓当中，将在一片范围内幻化出实体藤蔓，对范围内的敌人实施精准打击，每次造成20%的灵能伤害，并且会附带毒素，影响目标的行动速度，最大限制99%。毒素喷洒，蓝藤族可以利用手中的花朵对目标进行喷洒毒液，被沾染之后将降低50%的抗性，并且附带20%的减速，每秒造成目标当前生命值的1%的伤害。苏峰在先前就已经查看过那些士兵的属性，这里几乎与蓝星无异，所以在进来的第一时间便要查看这最强蓝藤族的实力。没有达到8阶，那就简单多了。苏峰内心暗道。不过想想也是，如果银河系当中早就有人成神的话，恐怕其他星球都不得安宁，只需1人便可以征战杀伐，哪里还需要这般麻烦？念及此处，苏峰惬意地舒展了一下躯体。风鹰血影现在积攒的护盾是他的保命技能，那么要想要一招将眼前这家伙秒杀的话，
就只剩下神灵的兵器了。看到人类放松了警惕，那藤蔓上的花朵都微微开合了起来，似乎在兴奋地狂笑。人类，你很识趣，待我找到你们的星球，到时候我会给你在苍火星的身份，并且不会剥夺你的生命。看着那垂手而立的年轻人类，藤手再次补充道，我如果成为你们星球的管理者，也可以给你划分一片领地，前提是你要配合我们，研究你的构造，顺便再将人类的整体情况告诉我们。苏风冷笑一声，废话真多。骤然，那藤手感觉全身都无力疲乏，好似飘摇到宇宙尽头那般。坏了！第153章清明瘟域。完事儿！苏风拍了拍手掌，将这里的所有蓝藤族全部解决。最强的那位也不过是7阶，余下的基本都是5阶、6阶的强度，在苏风面前，这些根本不算是什么。巴拉斯将这只库拉阔斯身上的矿石全部收集起来，我帮小娇解决一下麻烦。苏风望着远处还在激战的应辽噬魂蛟，手中魔力骤然涌现，朝着那被围堵的水泄不通的位置骤然激射而去。嗨，这只蛟龙可真能折腾，可惜遇到的我们全都是精锐，这下你逃无可逃。没想到资源来得这么轻松，只要在下次的星球战争当中稍微立下一点军功，加上资源提升过后的实力，我也可以照样晋升地位。不错不错，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呢。诸多的蓝藤族将应辽噬魂蛟围堵到中间，慢慢收缩包围圈，根本不在意他们当中死掉的那些同伴。对于他们而言，只关注自身的利益。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如果自己不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努力，那么只能任人蹂躏，唯有自身强大，才能摆脱一切。而所有的种族跟资源，全都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尽管军队已经减少了1/5出头，但他们只是觉得眼下的竞争人数更加的稀少了，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多分到一些资源呢。应辽噬魂蛟伫立在太空当中，口中将几只蓝藤族的家伙直接嚼碎，吞入了肚腹当中。以一己之力，已经灭杀1000多只，这战绩已经很是辉煌了。但蓝藤族的战力极强，再加上里边有几个7阶带队，6阶的更是有上百个，余下的便是5阶以下的打配合。能在这种围剿之下还能保持这般，应辽噬魂蛟已经很不错了。望了望库拉阔斯那边的方向，应辽噬魂蛟内心暗道，希望主人能成功吧。看来这一次的宇宙出行，我是要率先下线了。应辽噬魂蛟苦笑一声，突然看到眼前光芒大盛，狂躁的魔力从远处席卷而来。主人！应辽噬魂蛟对这魔力太过熟悉，顿时那1000米之长的蛟龙之躯颤抖不已。看来主人成功了。好！一声龙吟，应辽噬魂蛟龙尾一甩，便是上百只蓝藤族被扫荡而开。杀！轰！魔力转瞬即至，周遭的那些蓝藤族阻挡不住，皆是被尽数秒杀。应辽噬魂蛟趁机吞噬，不愿放过任何一只蓝藤族。苏风将其余库拉阔斯之上的一些蓝藤族全部解决之后，巴拉斯也将那些矿石资源收集完毕。苏风坐在库拉阔斯身上，开始慢慢清点，足足有20-30万的沉云石，而这还不算完，剩下的全都是一些苏风没有见过的材料，其中几种在紫薯给他的书本上是能够找到的。暗月纹晶、暗月纹晶、黑铁寒甲、清明瘟玉，全是清明瘟玉。苏风将其握在手中，那闪烁着青幽色湖火的宝玉散发出阵阵温热的光芒，让苏风的整个手掌都暖洋洋的，逐渐遍布全身。好东西啊！据紫薯给的资料当中记载，清明瘟玉不仅仅可以提升佩戴者的抗寒性，甚至在巨大多数的森寒地域当中都能够行走自如，甚至对于佩戴者的体质都有所提升，可以减少控制的时间。不错，这么庞大的军队当中只有1块清明瘟玉，足以说明其重要意义。书中那些资料显示，要想去寒破星一类的星球，这清明瘟玉是必须要携带的东西，不然进去都难以存活。苏风将其独立收藏起来，这可是一件不错的宝贝。暗月纹晶足足有将近20万块，这种东西能够直接吸收，提升实力，也能够售卖，当成一些货币使用。苏风目光微眯，看着这种残月状的暗色宝石，先来一块试试。苏风当即将其吸收，没反应，再来。苏风也不吝啬，直接就是上千块宝石吸收，反正他这里还多着呢。宁，苏风感觉自己对于暗元素的掌控好像有了一点独特的理解。在他掌心当中，一轮残月缓缓漂浮着，丝丝魔力围绕其上，看起来异常的凝实。原来如此，可以提升对于这种元素的掌控能力。那如果全部吸收的话，苏风的眼眸当中闪过一丝贪婪。果然，宇宙当中还是要来的。这才刚来就遇到这种好东西。不过，苏风暂时还是将这种想法压下。既然暗月纹晶可以当做货币，那不如干脆去苍火星之上溜达溜达。反正到哪里都需要这种东西，
说不定接下来可以遇到自己更加渴求的道具呢。苏峰将其全部收到储物戒指当中。黑铁寒甲能够极大的提升穿戴者的抗性，还有对于冰元素的抵抗，看起来价值不菲。到时候苍火星直接将其售出。苏峰清点了一番，黑铁寒甲竟然足足有1000套，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收获。不过苏峰看向那星光璀璨的宝石，沉云石足足堆积了几个小山一般，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接下来的呼吸问题了。苏峰转念一想，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摆脱这种阻隔才是。他看向苍火星的眼眸当中充满炽热，既然蓝藤族能够在这里呼吸，说不定苍火星之上就有这种方法。距离最近的星球还需要走上好几亿公里，那就先去苍火星之上见识见识。还有部分物品是苏峰不认识的，接下来他必须先去了解一番。库拉阔斯、萨尔西欧军队当中，中底层编队最喜欢的运输巨兽，只要投入晶石，便可以催动其使用魔力、飞行、屏障、运输，但唯一的缺陷就是不会认主。苏峰有些无语，驯服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偷食。这还真是有奶便是娘啊！苏峰看着这数十头庞大的库拉阔斯，也不由得头疼，自己可养不起啊。售卖好像也没什么地方需要，想找的话，只需要不断去特定的星球投食便可以带走。这种东西有点像是寄生虫啊。第154章进入苍火星。主人，这种怪物交给我便可。巴拉斯嘴角噙着一丝残忍的笑意，伸开的五指已经有些跃跃欲试。苏峰闪过一丝疑惑，你有办法？巴拉斯没有摆谱，只是如实说道，主人，我可以将他们身躯当中吸收的资源精华全部提取出来为我所用。望了一眼此刻早已自由自在的蛟龙，巴拉斯有些艳羡，说不定可以跟他一样。苏峰微微颔首，如果真是如此，那接下来就只有他需要这沉云石的供给了。这里数量颇多，他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用回到蓝星之上了。那就交给你了。苏峰垂手而立，等你解决完毕之后，我们直接去苍火星。没有去看巴拉斯的摆弄，苏峰钻研起那些材料。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困扰，就是他的外貌。很明显，宇宙当中的这些种族有部分是知道人类的，可暂时还找不到蓝星的位置。眼下暂时是安全的，但又能维持多久呢？光以烟河系这种势力，蓝星就绝不可能抵挡得住。这些家伙的战力可比蓝星之上的同阶领先太多了，毋庸置疑。而一旦被这些宇宙种族发现，蓝星自然免不了一项灭顶之灾。难，不过嘛，这现在不是苏峰该考虑的事情。他要解决的便是不要被别的种族轻易察觉到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就足够了。摩擦着略微带有棱角的下颚，苏峰踱步来回，到底该想什么办法呢？看着还在不停吞噬的蛟龙，苏峰看到那些部分被遗落下来的松散蓝皮，心里顿时有了主意，干脆易容的了。苏峰想到了先前将鬼魔软甲融入到自己当时铸造的那身装备当中，主要用魔力控制，再加上自己小心一些，应该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剩下的便是巴拉斯跟应辽噬魂蛟了，这俩现在失去了环境的束缚，再加上原本就是恶魔跟魔兽，应该不会有太多人觊觎。就算出现，实在不行杀了便是。苏峰自认为还是有这个实力的，甚至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当中。就这么办。苍火星，银河系9大势力之一，排名虽不靠前，但却没有多少势力愿意招惹他们。主要是苍火星之上的种族有点像是赏金猎人的味道，但他们比赏金猎人更狠，为了资源就连性命都可以舍弃。此刻在略微靠近苍火星的太空当中伫立着几片巨大的石块，在那巨石之上有魔力的漩涡流转，旁边有驻扎的军队，一位头生独角浑身浸在灼热火焰当中的壮硕身躯朝着他们缓步走来，在其两侧一只头生双角的漆黑恶魔，一条浑身鳞甲的丈长蛟龙，三者光是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强势的压迫感。巴拉斯看着易容过后的苏峰，饶是他也有些诧异不已，这怎么比他还更像恶魔呢？来者止步！守卫并不似先前的蓝藤族，倒也是双手双脚，只是浑身青绿色的皮肤甚是惹眼，身上穿着的铁甲苏峰再过熟悉不过，那可不就是黑铁寒甲吗？进入苍火星者，每位缴纳3000沉云石，1000暗月文金，顺便在这里检测你们的真实实力。守卫虽然也嫌麻烦，但驻扎在距离苍火星略远地带的一支军队竟然被人悄无声息地灭杀了。虽然距离遥远，但怎么说也是在苍火星地界之内啊，这不是赤裸裸的挑衅吗？可是尽管已经派人去探查，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凶手。来者高深莫测，魔力已然内敛。这不，高层觉得既然对方敢直接屠杀苍火星的军队，说不定会进入苍火星。这样一来，
他们便可以将其一网打尽。所以，临时增加检测真实实力的步骤，萨尔西欧绝不能受此奇耻大辱。苏峰眉头微蹙，狠厉的魔气在他身旁骤然迸发。这是什么意思啊？先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苍火星有什么检测实力的规矩，难不成这是为难我等？守卫不由自主地攥紧手中的长枪。说实话，这确实是有些不妥。毕竟真实实力一旦暴露，很有可能引来别者的追杀或者觊觎。而且眼前这位一看就是炎魔一族，脾气很是火爆，就连身旁这两位也不容小觑。这种麻烦他们也不想招揽啊。条例确实是今日增加的，给几位带来不便，还望谅解。苍火星周围出现异变，我们也是为了各位的安全着想。守卫转念一想，当即说道：“这样吧，3位各自免去沉云石1000，进入苍火星即可。”苏峰微微颔首，看在你们董事的面子上，我也就不计较了。但若是我们的身份实力泄露，到时候就算是生死，也会选择自爆，让你们苍火星不得安宁，让整个银河系看看萨尔西欧就是这般对待其他宇宙种族的。苏峰愤然将手掌伸向面前奇怪的仪器，不只是面前那位，就连后边的守卫也是微微汗颜。不愧是以脾气火爆著称的炎魔，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若是别人自爆，他们或许不信，但这话从炎魔口中讲出，那就8九不离10了。这群家伙似乎将天赋全部加在了对于火焰的掌控之上，这脑子嘛，自然而然的就拉下了一根筋，头疼的很呐。6阶炎魔，苏峰内心也是些许紧张，毕竟谁能知道这玩意儿会不会将它检测出来？全力控制着魔力的流动，用焰火将全身铺满，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7阶恶魔，7阶蛟龙，检测完毕。那守卫微微颔首，几位可以进入苍火星了。苏峰踏步而去，不愿意在这里停留片刻，生怕自己暴露。但落在那些守卫眼中却是有些不同。这位炎魔很是生气，莫名的想要发火，内心憋着一股冲动，无处释放。不过能够以6阶实力站在 C 位，想来也是有些能耐的。继续看守，千万不能让8阶以上的家伙随意进入，必须仔细谨慎彻查。第155章苍火星图纸。苍火星地势辽阔，种族林立，但资源却极度匮乏。在这里想要攀升，必须付出比常人辛苦100倍甚至1000倍的努力。此刻在那传送出口处站着数十名守卫，皆是一丝不苟地望着前方。在苍火星能够加入萨尔西欧军队，便已然领先大多数的普通种族，起码有了基本的资源保障。虽然稀少，但足以皆可。甚至运气爆棚，偶然参加一场针对于中小型星球的攻伐战役，在其中立下些许功劳，那腾飞的机会不就来了吗？苏峰3者从漩涡当中缓步走出，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望无际的沙土，甚至隐隐感觉有些燥热。再次检测身份，还请配合。守卫依旧拿出先前的仪器，苏峰仍是那般一丝不苟。不得不说，苍火星的制度还是蛮严格的。检测完毕，没有问题。苏峰怒骂一声，大步离去，完全是一副无法无天的模样。没办法，谁让紫薯老爷子给的资料当中就是如此介绍炎魔的呢？这种家伙天不怕地不怕，跟没有脑子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再者便是炎魔战力极高，本身所居住的星球也不适合其他种族长期待着，所以很少有人会打炎魔的主意。没想到苍火星之上的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不少啊！苏峰内心暗自感叹。在那一望无际的沙土当中，许多种族就站在上边磨练技艺，甚至有些身体都已经流露出一些液体，这比蓝星上残酷多了呀。苏峰对苍火星一无所知，就连资料上记载也是极少，这是针对其势力划分做了详细的描述。看来紫薯老爷子应该是没有进入过苍火星。苏峰蒙头走向一名浑身被青绿色包裹的壮士蛮牛，这位看起来更加没有脑子，想来问点讯息还是没啥问题的。喂，问你几个问题。苏峰环抱双臂，灼热的火焰升腾而起，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800？什么？苏峰直接愣了愣，这家伙跟看上去的憨厚可完全不沾边啊，这明显是一副精明的模样，自己倒是误判了。800沉云石，回答你3个问题。苏峰内心暗自吐槽，这也忒贵了。旋即转身就要走向旁边的蓝藤族，但那浓厚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别问了，价格都一样。死！苏峰将那些种族的模样映照在瞳孔当中，麻木、乏味、呆滞、贪婪。他有些明白了，想来这些种族也是互相沟通，专门宰割前来苍火星的这种新客。苏峰鼻腔喷出灼热火焰，伴随着赤红裂纹的手掌当中出现800沉云石。
在陈云石出现的那一刻，周围所有种族的眼睛都瞬间亮堂了不少。回答一个我给你一个问题的价格，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苏峰言语冷冽，那牛头喷出一股炽烈的鼻息，硕大的头颅狠狠地晃动了2下，但眼睛却是没有移开过苏峰手中的陈云石。第一个，如果我想购买一些装备、道具、矿石，应该去哪里找寻卖家？牛头指了指北边的方向，瓮声瓮气地说道：从这里一直走，就能进入上层的城区当中，那里经常游荡着一些商户。声音戛然而止，苏峰眉头微蹙。当啷当啷，陈云石顺着宽大手掌的缝隙不停地洒落，牛头慌忙接住。第二个，苍火星之上哪些势力不可招惹？牛头看着洒落的陈云石中断，不免有些懊恼。塞尔西欧军队、苍岩工会，灼灼无谈。看着那家伙戛然而止的嘴巴，苏峰真想怒骂一声。果然一切都要有资源才行。而且塞尔西欧军队，这放在银河系当中，谁不知道啊？妈的！第三个，在哪里可以猎杀魔兽或者是一些其他种族？这才是苏峰的重中之重。本来就是来此提升实力，而且宇宙外族提供的经验值可比蓝星之上阔绰多了。要是能像外边那般猎杀1-2次，他便可以直接准备弃赚了。苍火星有专门的悬赏榜，你可以在那里接取任务。牛头看了看苏峰，嗤笑一声，只要有实力，一切都可以拿得到，就是容易丢命。苏峰将陈云石全部洒落，带着巴拉斯跟应辽噬魂交朝着北方走去。在脱离视野的那一刹那，三者瞬间爆发急速。这点距离根本不算是什么，但苍火星的重力似乎更加的庞大，比蓝星要大上10倍不止，这就导致速度远没有先前那般快速。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奇怪的布置映入眼帘。苏峰抬头远望，这里的建筑层出不穷，连绵不绝，竟然一时看不到尽头。甚至在其中央能够看到一尊庞大无比的怪异雕像，正在从头顶的花朵当中不断的喷洒泉水。应该是泉水，苏峰自己也不知。不过在苍火星之上，能做到这么奢侈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啊！毕竟这里资源本就稀少，外边的那些种族甚至没有栖身之所，这里倒是欣欣向荣，一片祥和。庞佛是进入了2个世界。苏峰放眼眺望，在那入口处也是有士兵把守，一道漩涡流转的魔法门环绕不断。三者迈步走去，刚到那里便被人直接拦下。入内者需缴纳3000暗月文金，附赠1张苍火星图纸。死！苏峰头皮发麻，自己才抢了几10万而已，这一会儿就损失1万多啊！严重怀疑是苍火星这些家伙已经探测到他的身份，所以故意这么针对，怎么层层设卡，从他手里一点点的剥夺资源啊！不过想要了解更多，苏峰还是甩出9000暗月文金，丢在了那守卫的面前，迈步进入其中。刚一通过，一股清凉至极的魔力便扑面而来，将身上的那种燥热疲惫洗发干净，就连身上那一丝丝倦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苏峰咧嘴，似乎这3000暗月文金花的也不是那么浪费。第156章悬赏榜。死！苏峰细细端详图纸，这上边几乎将势力划分的位置全部标注了出来。不得不说，这9000暗月文金似乎也不是那么浪费了。不够了，再去借些便是。苏峰眉头微蹙，光是看苍火星的图纸便能判断出部分势力的大小，这不仅仅只是牛头说的那些，而且苍火星可比蓝星大上不少。苏峰耸耸肩头，接下来是该进去里边探索一番了。悬赏榜吗？青岩区，这里所居住的人非富即贵，几乎苍火星之上的各大势力在这里都有一定的分支。主要这里是萨尔西欧军队所统辖的位置，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共享，而同样的，来者也需要支付同等的费用。萨尔西欧把持着这里的基本规则，只要不触犯他们的利益，一般是绝对不会出头的。苏峰进来之后，发现这里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种族，逐渐跟脑海当中的资料图画一一对应。那些人也全都好奇地打量着苏峰一行，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组合。一头炎魔，一只恶魔，外加一条蛟龙，还真是奇葩。苏峰按照地图的指示，终于是来到了所谓的悬赏榜。这里用水蓝色晶石所铸造，映入眼帘皆是不断流转的淡色魔力，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祥和。苏峰埋头进入，里边还有些宇宙外族，熙熙攘攘，而负责这里的人员全都是清一色的蓝藤族。苏峰轻咳2声，好在是打消了当时扮成蓝藤族的念头。喂！苏峰对着前方的桌面一拍，厚重的声响将其余种族的视线全都吸引了过来。我来看看悬赏榜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众位看到是炎魔之后，只是扇了扇手，埋头继续，非常符合人设。
其中一位蓝藤族看起来有些胆怯。炎魔大人，不知道您想要接取哪个阶段的任务？旋即补充道：最低5阶，最高9阶。苏峰瞥了一眼那蓝藤族，说道：先看看7传的吧。苏峰现在不想引起太多怀疑，本来他们这个组合纸面实力应对7阶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随着一抹流光闪过，一张淡蓝色透明的悬赏榜凭空浮现。苏峰细细端详，这里边倒是有不少，杀一个7阶的家伙居然给10万暗月文金，还有1000只疾兵破灵，这买卖倒是划算。苏峰又看向下方，居然还有找寻资源的，怎么还有去其他星球完成任务的？苏峰自动将那些都忽视了，现在他时间不足，苍火星是最方便的，别的星球任务肯定是不考虑了。这个，苏峰一口气指了数十个，再次将全部的目光吸引了过来。那些人眼中的嘲弄完全没有隐藏，一副看乡巴佬的模样。对不起，炎魔大人，一位赏金猎人最多只能接取1个任务。如果您想提升接取的任务量，可以通过完成任务的评级以及数量来达到提升。苏峰眉头微蹙，还有这种限制，真是麻烦。那岂不是他们才能接3个？对于他来说，这就是去跑一趟的事儿啊。算了，苏峰重新指着上边的击杀库索尔太空海盗分支的负责人的任务说道：我要这个，接下来还有这2个。好的，请稍等。蓝藤族将3块形状怪异的石头交给了苏峰，但上边闪烁着晦涩的铭文雕刻。任务完成有时间限制，在这提示器上会有显示，根据完成时间的不同，所获得的评价也不同。但若是超时，则视为放弃，并且再次接纳任务需要缴纳5000暗月文金。苏峰微微颔首，没想到这里的制度如此森严。不过，这对于他来说倒不是什么约束。看着3者从门口走出，其余的宇宙种族皆是肆虐大笑。哈哈，就凭他们3个，想要击败库芬斯、德库尔、吉拉密，简直是痴人说梦。敢招惹库索尔太空海盗，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以后那可是要遭遇无穷无尽的追杀，前提是他能成功。唉，要不干脆咱们来对赌，看那头蠢货能够坚持多久。在众人欢乐之余，有一位其貌不扬的石怪从座位上起身离开，找寻了一个隐秘偏僻的角落，似是发出了某道讯息。库索尔海盗分支。苏峰看着眼前的类似于树木一般郁郁葱葱的构造，不由得撇了撇嘴。这些海盗还真是会享受。这里距离萨尔西欧军队的位置起码有几千公里，这样双方也不会因为后续的发展有什么冲突。苏峰用手掌轻轻摩挲着略有棱角的下颚，洞察天地开启之下，那建筑当中的一切都收入眼底。这些所谓的太空海盗竟然是类人形生物，同样是双手双脚，但身体的构造却是天差地别。这外星人头顶有着不断旋转的螺纹组织，看起来像是一顶高高扬起的帽子，身上也是布满青绿色的树纹，手指异常的修长，像是锋利的鬼爪一般。等阶最高的家伙，也就是7阶了。苏峰站在远处，直接便是风暴之怒起手。砰！那建筑直接炸开，完全没有丝毫的阻碍。就在这时，库芬斯、德库尔、吉拉密这才看到面前闪过的讯息。他妈的，别人都上门了，你这个时候才传来讯息？但眼下明显不是责怪得时候，必须先解决当前的麻烦。库芬斯、德库尔、吉拉密骤然升空，看向站在千米之外的苏峰他们，眼中划过一丝戏谑。就这愚蠢的种族！在看到那库芬斯、德库尔、吉拉密出现的那一刻，苏峰手掌缓缓抬起，炽热的魔力在宽大的手掌当中骤然涌现。轰！10几丈宽的焰柱直直地朝着库芬斯、德库尔、吉拉密的身体涌去。尼玛，这是炎魔！库芬斯、德库尔、吉拉密这个时候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只能堪堪聚集护盾，这是他唯一能做得了。可那护盾根本没有承受分毫，便直接碎裂，包括他的身躯也被无尽的火焰尽数吞噬。第157章12鸟。叮！恭喜宿主击杀太空海盗，获得经验值2000万点。叮！恭喜宿主击杀太空海盗，获得经验值3000万点。叮！恭喜宿主击杀太空海盗，获得经验值1亿点。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苏峰没有犹豫半分，在风暴之怒肆虐的时候，便已经将其余的小怪尽数秒杀。这里是苍火星，毕竟不是蓝星那般熟悉。苏峰现在势单力薄，也不愿意引起过多的麻烦。但若是借助萨尔西欧的名义去除尽这些家伙，这样背锅的并不是他。以苏峰了解到的资料，萨尔西欧军队跟这些势力在某方面还是有些利益冲突的，但自己却是不能直接出手，毕竟他还要靠着这些家伙来赚取足够的利益。
不然以后谁敢在仓火星之上落位发展？但若是上了悬赏榜，那就不一样了。悬赏榜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都可以发布，只要你支付相应的酬劳即可。就算是太空海盗怀疑是萨尔西欧军队，那也没有证据啊。悬赏榜保护一切客户的隐私，更别说这背后本身就是萨尔西欧军队在操控。巴拉斯，小焦，去将里边的所有东西全部带出。苏峰看着前方的一片废墟说道：“记住，掘地3尺，看看底下有没有残存的矿物，一定要仔细搜查。”两人尽管有些诧异，但苏峰发话，不得不听啊。要是按照当下的情况，应该能在短时间之内晋升7转，就是不知道如果我是在银河系当中提升，有没有相应的那种转职法阵了。苏峰陷入沉思，现在以他的实力，在银河系当中还做不到为所欲为，只能说是堪堪自保。剩下2个任务也是击杀。银河系当中不仅种族林立，就连这些经验值都比蓝星之上的多，怪不得紫薯老爷子能够在这里找到晋升9转的方法。苏峰手掌当中浮现出那奇特的石块，将其直接按下。在这里既能提升实力，还能吸收不少的魔力，甚至是针对于元素的提炼。苏峰想到了暗月文晶，吸收1000便能初见成效，若是吸收10万、100万甚至1000万呢？到时候恐怕对于暗元素的掌控将达到一种无可匹敌的地步。苏峰按捺住自己的想法，现在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起码当下他需要留一部分作为货币。这悬赏榜他一定要多接几次，而且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实力，短时间之内完成，对于评分帮助甚大。苏峰现在只想接取更多的任务，那些矿石资源能够直观的提升他的实力，而杀怪中途又能提升等级，也是提升实力的一种方式，这岂不是一石二鸟？思索期间，巴拉斯跟印疗噬魂蛟举着小山般大小的资源出现，完全显露在外边。砰！落地的瞬间，烟尘四溢。苏峰扇了扇手，简单清点了一番这里的战利品：10多万的暗月文晶，30万的沉云石，9000多只极冰破灵，数不清的装备、道具，甚至还有一些其余稀奇的材料。苏峰搓搓手掌，将其全部收集起来。原本以为这悬赏榜给的奖励就足够多了，没想到这海盗更是富得流油。苏峰舔舔唇角，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分支，谁知道在整个银河系当中，甚至是银河系之外，有多少太空海盗的分支呢？再者，分支都这般豪横，那要是端了主城，啧。苏峰没有继续细想，现在首要的便是将仓火星之上的资源拿到手中，而他将凭借着自己的假身份如鱼得水，找个合适的位置，将星界虫巢直接安置下来，以后便可以在仓火星当中随意来往。走，去下一个地方。而在苏峰他们离开之后，远处的那些宇宙种族才敢缓缓露面。他们刚刚便被那突破天际的炽热火焰吸引，恐怖魔力瞬间席卷长空，在其所笼罩的位置皆是生机尽失。到底发生了什么？仓火星之上，难道是又出现了新的天才？旁边那位牛首直接将其打断，还说什么呢？这里的天才早就被萨尔西欧军队招走了，就算是其余的那些顶级强者，在仓火星之上又能得到什么呢？等到混乱彻底平息，众人这才望向远处那太空海盗的据点。先前他们哪里敢靠近半分？太空海盗跟别人可不一样，不仅要你的财物，甚至还要你的人，简直比萨尔西欧军队还要可恶。自从太空海盗将此处选为据点，后来变成了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看着远处的废墟，身体颤颤巍巍的朝前迈去。没事，若是换了往常，早就开始朝他们打劫勒索了。大着胆子的一些人干脆再次超前几步，依旧是风平浪静。结合刚刚的宏大场面，这些人心里似乎是有了猜测，恐怕是那太空海盗抢了不该抢的势力，这才遭受灭顶之灾啊！好啊，快去！那些海盗肯定积攒了不少的好东西，咱们上去随便拿点，说不定都能改变我们当下的困境呢。众人此刻哪里还有那种忌惮，一拥而上，甚至中途出现踩踏、斗殴。在资源面前，有竞争是正常的。可当众人抵达海盗据点的时候，全都瞪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谁说这里有资源的？简直是一贫如洗啊！那些建筑都被化为了齑粉，就连地面都被掘开3尺，旁边还留着庞大的爪印。海盗被更加海盗的海盗打劫了。众人面面相觑，看着伤痕累累的彼此，恨不得甩自己2个巴掌。还没见到资源呢，抢个屁啊！撤！第158章，袭杀灼灼乌潭。灼灼乌潭，这里占地100里，中间簇拥着一座高达100丈的祭坛，无人知晓里边到底供奉着什么。但这里不许外人到访。
就算是萨尔西欧军队来此，也是一样。故此，这也成为令萨尔西欧头疼的地方之一。他们担心那祭坛当中会孕育出什么东西，到时候在苍火星掀起内乱，平息起来也许会很麻烦。但这并不是最为关键的，若是恰巧遇到战争，内外忧患之下，才是最为棘手的。而萨尔西欧也知道祭坛无法触碰，便下令只要击杀一名巫师，便可以获得赏赐。上不封顶，远处浑身赤焰的高大身影急速奔腾而来。死！当看到面前那高达100丈的巫坛，其上流转着一些摄人心魄的气息，饶是站在远处，也不由让人内心悸动。还未等苏风开口，远处便砸来几道庞大的元素法球。擅入禁地者，死！声音尖细沙哑，似乎蕴含着无尽的怒火。苏风站在原地，没有半分挪动，只是淡淡的看着那诡谲的法球靠近他的身躯。哼哼，愚蠢的低贱种族，这里也是你们可以随意踏足的地方。等到将你们击杀，魂力融入巫坛当中，距离大业又早成一步。几名身披黑袍的巫师躲在暗中舔舐着唇角。庞佛，下一刻面前的炎魔便会如期倒下。可诡谲的事情发生了，那法球靠近之后，在距离炎魔周遭1米多的位置，竟然凭空消失不见了。这几名巫师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眼下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炎魔掌握了如此高等阶的魔法？又或者是他们出现了失误？昨晚太过繁忙，导致魔力有些消散，技能这才维持了多半，就不见了。肯定是这样，不然真以为低贱的炎魔可以躲开他们的攻击吗？几名巫师稍微拉近了一些距离，他们的身躯全都被有些暗淡的袍子遮蔽，根本看不清楚脸颊，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模样的种族。不过这对于苏风来说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来完成任务的，别的不归他管。只见巴拉斯望着远处那高大的祭坛，心中骤然泛起一丝贪婪，那里有他需要的器械。主人，那个祭坛当中或许有魔气涌动。苏风挑了挑眉，触目远眺，那祭坛之上确实是有些熟悉的魔气在涌动。苏风微微颔首，不论如何，这里是要闯入看看了。可惜了，那任务当中是有这一项的，那就暂时随便袭杀几只巫师，重新接取任务之后再来吧。苏风手掌缓缓抬起，只有丝丝魔力在轻微浮动。那几名巫师没有任何反应，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将他们的尸体带走，一会儿回来再说。可还莫等巴拉斯行动，从里边便再次走出一道更加暗淡的黑袍巫师，手中拿着的法杖闪烁着冷色。那衣袍紧紧地贴在身上，将里边的骨头都阴沉了出来。几位，既然来到灼灼巫坛，何不进来坐坐？这么着急，可不是我们的待客之道啊。苏风一看这么客气，那他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炎魔、恶魔、蛟龙，你们真的以为那些悬赏榜是什么人都可以接的吗？那阴恻恻的黑袍下边充斥着沙哑尖细的奚落嘲笑。往常也不是没有冒犯者，只不过那法杖指了指后边高大的巫坛，现在都在这里边了。结，本来最近前来的冒犯者都少了很多，看你们这清澈且愚蠢的样子，应该是刚来苍火星的吧？下辈子眼睛放亮点儿，嗨嗨！那巫师突然身躯剧烈的颤动起来，似乎是因为一次性说太多话语的缘故。苏风皱眉，这老家伙还真是啰里吧嗦的，要打就打，废什么话？好像是再不说就没机会了似的。看着周围早已升腾而起的法阵，苏风明白为何有恃无恐了。能够将他们在这里围杀，倒也不担心他们跑到哪里去。你们将这些尸体全部拖到巫坛当中。老者挥舞着法杖，很快便再次出来一批巫师。苏风眼眸都清澈了许多，这不是赤裸裸的资源吗？真不错，还是等等吧。苏风的出言倒是提醒了那巫师，也对，连带他们的一并送过去。话音未落，便看到面前炎魔粗大的手指，其上闪烁着晶莹璀璨的亮光。庞佛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而他赫然成为其选择的首要目标。去！苏风只是轻抬手指，那流光便涌向那阴恻恻的黑袍。灼盾，咔嚓！再盾出现的那一刹那，便被彻底击碎。那流光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威势，朝着那瘦削的背影急速而去。轰！没有半点疑问，那老者直接被击杀。这直接让旁边的巫师大乱阵脚。原本死去的那些同僚本身就是喽啰，他们肯定不会在意。但现在这位可是有着7阶无限逼近8阶的实力啊！不知道已经虐杀了多少强者，也是这灼灼巫坛现在对外宣称的最强战力。就这么死了，而且还是一击秒杀。我尼玛，炎魔不是使用火焰元素的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我腿无法挪动了，能不能拉我一把？我还不想在这里死掉啊！不，
叮！击杀银河系巫师，获得经验值1000万点。叮！击杀银河系巫师，获得经验值1200万点。叮！击杀银河系巫师长老，获得经验值1亿点。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叮！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苏风只是略微抬手，便将余下的几名巫师全部击杀。我们先回去交接任务，路上把第3个完成。然后苏风看来眼身后的巫坛，眼眸当中骤然爆射出一道金光，回来把这里彻底端了，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咻！3人的身影顿时爆射而出，引起周遭阵阵爆鸣声响。余下那些潜藏起来的巫师这才堪堪冒头。灼灼巫坛遇袭，而且长老被杀，必须要将这件事情报告给在这里负责的祭祀。第159章，以小博大，赔率爆炸。青岩区悬赏榜，这里比原先更加的人声鼎沸，主要还是由于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来此看看乐子。已经许久不见这种愚蠢的面孔了。在苍火星之上，敢招惹太空海盗、灼灼巫坛等势力，就算是侥幸在第一波交手中存活下来，以后也要面临无穷无尽的追杀。但多少人就连第一波就坚持不下来。喂，还有没有要继续下注的？现在比例可是1赔1万啊！要是那几个家伙回来，你们不就赚翻了吗？此刻高喝的是一只浑身长满坚硬的长毛、浑身丘剑的怪物，脸上露着对旁人的嘲弄与嬉笑。任谁都知道，现在压那只炎魔，这不是纯粹的亏损吗？谁资源多，愿意这样送给别人啊？真是吃饱了撑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一个诡异的场景，所有的筹码全都压在了死亡、任务失败那一栏，还有存活跟完成任务2栏，但几乎全都没有人去压。存活还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很有可能。但想到对方是炎魔带队，以那种耿直家伙的脾气，就算面前是刀山火海，也会毫不退缩呀。至于完成任务，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只要在苍火星待过一段时间就知道，太空海盗跟灼灼巫坛是多么难缠。而且对方根本不是只有这一处据点，就算是萨尔西欧都不敢主动出手。我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吗？粗重浑厚的声音在众人耳旁炸响。旋即，一道浑身流淌着炽热元素的健硕身躯缓缓步入，身旁是一只略微有些阴质的恶魔，还有那昂首挺胸的蛟龙。众人回头，旋即看向那赔率。尼玛，亏炸了！哼，还以为这只炎魔有多么头铁呢，没想到最后还是灰溜溜的回来了。说话的依旧是先前那只浑身长毛的怪物，甚至眼眸当中的嘲弄声愈加的放肆。我甚至怀疑这家伙不是炎魔，是别人假扮的。苏风步伐一正，将这只长毛怪物的身影牢牢记在脑海当中。随着那怪物说话，周遭这才重新恢复了热闹。对啊，炎魔也不是不会逃跑。那些太空海盗起码聚集着几百只鱼，还有7阶强者坐镇。也不是没有7阶强者挑战，但是你以后要面对8阶甚至无限逼近9阶家伙的击杀，你能挡得住一个？挡得住100个、1000个吗？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未来去换取眼前那些微薄的利益，也只有这种愚蠢呆笨的炎魔或许才会选择了。但眼下几人手上空空如也，恐怕毫无收获。现在不仅是拿不到任务奖励，甚至再次接取还要支付一定的赔偿。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主要是他们看到苏风等人身上实在是什么战斗痕迹都没有，这种一看就是不敢去啊。灼灼巫坛更是如此，那里的巫师魔法超群，而且数量众多，比太空海盗更加的难以应对。以前还有人从太空海盗那里逃出，只不过很少露面，但从来没听说有人可以从灼灼巫坛那里离去。迄今为止，一个都没有。苏风将数百块暗月文金放在完成任务那一栏，看着众人说道：“现在还算晚吗？”那长毛怪物沉吟一声，旋即说道：“完成任务，可是3个都要完成，你不过出去1个多小时，恐怕就连太空海盗那里都没去成。你这数百块暗月文金还不够我们分的。”长毛怪物大手一挥，声音提高了几分：“如果你要压，起码也要压1万块暗月文金起步，不然我们怎么够分呢？”众人当即起哄：“是啊，现在赔率1比1万，你这么点儿，难不成让我们掰开吗？快点的，你这炎魔不会是没胆子压吧？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胆怯的炎魔，真是给你们族群丢脸。原本以为今天还能稍微赚几块暗月文金耍耍呢，就你这副穷酸相，恐怕进来的费用就已经见底了吧？”喂，炎魔，你要是需要的话，我这里可以给你借啊，1万暗月文金，3天之后还清，利息8000块，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随着调侃不断，众人眼眸当中的戏谑嘲弄更盛。这青岩区当中，那些权贵强者他们得罪不起，但是从这种低贱种族身上找点乐子还是没有问题的。苏风嘴角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
在身上搜罗半天，终于是凑齐了12382块暗月纹金，将其不舍地压在桌面上，看向负责悬赏榜的蓝藤族，语气粗重地说道：“这里的赌注，你们担保吗？”哈哈，放心，这里一切作数。你不会想要听他说不做担保，拿起来直接跑了吧？还未等那蓝藤族回答，旁边的一些宇宙种族就直接叫嚣了起来。苏风微微颔首，那就没事了。从自己身上破烂的衣襟当中，又取出数百块暗月纹金，再次堆积了上去。众人看到这怪异的举动，突然心里闪过一丝慌乱，不会真被这家伙给完成了吧？但旋即想到时间短暂，以及那些组织的强力，还是用镇定强行压了下去。苏风先是将3块石头全部放在柜台上，然后便让巴拉斯从储物戒指当中将那些尸体全部取出，1个、2个、3个，最后硬生生将这里堆满，甚至有些尸体已经靠到了原先叫嚣的那些怪物的身体上。密密麻麻的海盗尸体就这样像是罗汉一般被直接堆叠起来，还有20多个巫师的身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只兽骨嶙峋的巫师，他们先前是见过的。灼灼乌潭猎杀巫师的任务，有一次就是这家伙颁布的。尽管有些不解，但众人越发的蹊跷，自然不敢随意的进入灼灼乌潭。苏风拍拍手掌，现在可以给我任务奖励了吗？炽热的身躯旋即扭转，看向众多的宇宙怪族，顺便结一下我们之间的赌注吧。